黑暗变得昏暗，昏暗变得清晰。叶枫缓缓睁开眼睛，他双手撑床，环顾四周，逐渐看清了眼前的场景。不到10平米的单人间，身下是20块钱从旧货市场淘的床，还有一张问房东要的摇摇晃晃的桌子，以及一个全新没拆封的头盔。林峰茫然后恍然大悟，这是几年前我租的那个地下室，日子过得最艰难的时候。看到自己虽然瘦弱但健康的身体，林峰泪流满面。没错了，我重生了。他紧闭双唇，内心激荡，前世的憋屈和不如意，难道让我再经历一遍？不可能。闻到了床上传来的味道，他皱了皱眉，被子好几天没晒过了，我如今重来一世，能靠什么？他死死盯着桌子上的头盔，上面的包装盒子上写着一行亮闪闪的大字：天域，一款划时代的游戏。林峰苦笑了下，这菊花倒是没有虚假宣传，确实划时代了。不但游戏内容丰富，在线玩家打破了以前任何一款游戏，到游戏后期甚至直接与现实融合了，直接引来蓝星巨变，异界入侵。以叶枫游戏中6阶50级的实力，转换到现实也算是小有名气的高手，甚至没能见过异界大军的首领，居然被怪物里的一个先锋就给秒杀了，死的委实憋屈。而像他一样在异界大军面前毫无招架之力的不在少数。临死前，他甚至看到了游戏中的第一高手8阶88级的破天剑皇倒下的场景。难道上一世蓝星就那样破灭了吗？叶枫有些怅然若失。不过这一世我重新来过，悲剧自然不会重演。叶枫从床上爬起，拿起了盒子，眼中金光四射。当他打开包装，忐忑不安地戴上了头盔。不知道这一世运气会不会变好。你正在进入天域世界中，请选择人物造型。天域里初始并不能选择职业，而是要到10级以后完成进阶任务才能选择职业。而此刻在林峰的眼里，绚烂华丽的背景里出现了不少形态各异、身着不同的人物，有造型威猛，拿着一把大刀，有俊秀飘逸、轻提宝剑的，还有婀娜多姿的身材下含笑抛媚眼的绝美女子，各有其风采。林峰毫不犹豫选择1号剑客模型，猛不猛的不所谓，帅才是一辈子的事。上一世为了保证生存能力选了战士模型，后面职业也是选择了偏向防守的盾战士，结果呢，还不是被那异界的那只丑陋的牛头怪给一锤秒了。要是拿着剑，起码我能死得好看一点啊。叶枫暗自吐槽。再说了，兴许这潇洒不羁、自由洒脱的剑客才是自己的本命呢。叶枫心中说服着自己。选完了任务模型，就到了游戏中最为关键的一步，选择天赋中。恭喜你，自身与人物模型完美契合，获得 SSS 级天赋万能合成。叶枫心脏砰砰跳个不停，忍不住就要大喊出声。你瞧瞧，我说什么来着？剑客，乃我本命，耍剑才是我天职。前世选择战士模型才得到一个 C 级天赋，果然是把自己耽误了呀。叶枫暗自懊悔。对于天赋的等级，他还是比较了解。F 级和 E 级天赋只有微弱的天赋，基本是玩家中的底层存在。C 级和 B 级就有不小的提升，算是中坚力量。而 A 级天赋已经比较罕见，是玩家中的高玩存在了。S 级天赋更是一中无一的绝世天才，在整个蓝星都是赫赫有名。SS 级全世界也没几个，那都是各大势力保护的对象，各个国家的镇国底气。叶枫前世甚至都没有接触的机会，而这 SSS 级得有多强？林峰感觉自己2辈子的运气爆发的有点离谱了。此时天赋的属性也展现在了他眼前。SSS 级天赋万能合成，说明可将世间同类型的物品进行合成，得到提升。叶枫想再往下翻翻，结果没了。叶枫傻了，可以强化物品提升就配叫 SSS 级了，是不是有点开玩笑啊？ SSS 级不应该是亿万倍增幅？我拿个新手木剑直接给我提升到灭天神剑吗？你这个合成后不还是木剑？他悲愤欲绝，简直想让系统退货了。可背景变换，人物闪烁，很明显天赋选择已经要结束了。叶枫无奈之际，突然听到一个提示：你作为唯一 SSS 级天赋的拥有者，将获得一次辅助职业天赋的选择机会。辅助职业？叶枫有些惊讶，那不就是制药、打造、采集什么的吗？自己将来肯定要选择剑客类的职业，自然要搭配个打造了。手中神剑皆为自己亲手打造，那是多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选择打造，检测到玩家与打造职业高度契合，获得 SSS 接炼器天赋巧夺天工。林峰来了精神，这天赋听着还靠点谱。
SSS 级天赋，巧夺天工，选定打造副职业后激活，说明你的技艺高超，你的成果斐然，你就是炼器的神。如果说刚才得到万能合成，叶枫只是半傻，现在他已经彻底傻了。这什么狗巴说明？搁这忽悠人呢？直接弄几个词语吹捧一下就糊弄过去了，效果呢？还标明了选定职业后才能激活，叫人一番好等。他有些无语，但心中也还有着一丝期待。会不会是我的天赋太牛皮，系统这点匮乏的词汇描述不出来，需要我自己去探索？他越想越觉得这就是事实，赶紧进入游戏，请命名。林峰陷入了沉思，起什么名好呢？剑13、叶孤城、剑神。他嘴里念叨着，想要来个灵光一闪。剑逍遥、剑独尊，剑什么好呢？不经意间，他连续念叨了几个剑字。玩家命名成功。随着系统冰冷的提示声，叶枫眼前一黑，进入了游戏。他彻底懵了，怎么就成功了？我还没起呢。而在天域的世界频道上，悄然出现了一条消息：玩家剑进入了游戏。第2章武器升阶，普通变成了精良。叶枫的到来对于已经涌满了玩家的888号新手村并没掀起什么波澜，最多有几个玩家嘀咕了几句。这名字是个为剑独尊的玩家，非也，我怀疑他可能有点口吃。叶枫茫然地看着四周，这就进来了？我名字还没起好呢。888号新手村到处都是玩家，拥挤万分。村子里的每个 NPC 跟前都围满了人，玩家企图用各种各样的话术来激活任务。大哥，我看你英武非凡，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滚，我是你大爷！小姐姐，你的皮肤好好啊，用的是什么护肤品啊？敢调戏老娘，你小子是不想活了？村长，我乃天命之人，有什么需要拯救苍生的任务，就尽情的与我道来吧。我家的大黄最近不吃饭了，你给帮忙看看。没问题。什么？大黄是条狗？叶枫从人群中挤了出来。按照他前世的记忆，这村子里除了日常的任务，倒是也有几个稀有的任务，但也要付出不少时间和精力。以他现在的眼光，已经有些看不上了。叶枫摇摇头，算了，先研究下这天赋吧。既然是将同类型的物品进行合成，那么首要目的就是找2件相同的物品。要说新手村里这样的地方，自然就是武器铺了。这里的新手木剑可是不限量的。叶枫走进武器铺，大手一挥：“老板，给我来10把。”他看了眼自己的背包内，100铜，转口问道：“新手木剑什么价？”一个黝黑的汉子淡然道：“10铜1把。”叶枫看了下光溜溜的身子，要不是被一团莫名光芒包围，怕是个社死现场。那就先来2把。游戏赠送的100铜，分明是让新手自己去搭配的。武器、装备、药品，这才是一个成熟玩家的标配。如果是其他的玩家的话，像自己这样光买了武器，简直就是游戏盲。即使退一步来说，就算合出把不错的武器，没有防御和续航能力，也是白搭。但叶枫自有考虑，并没有纠结。2把新手木剑到手，他先看了一眼属性。新手木剑已绑定，位置主手武器，品质普通，需求等级1级，伤害+5，玩家剑专用，无法交易。叶枫眼前一黑，剑，怪不得自己纳闷，还没起好名字，怎么就进入游戏了？结果是我就念叨了几句，直接给我起了个这名字。系统你是不是有病？可就算他不忿发怒，一个人可是只能拥有一个角色，无法删号，无法重建，他只能认命了，也只能安慰自己。3个剑看着还是很有锐气的，必然要斩尽一切挡在自己面前之敌。2把新手木剑的属性自然是一模一样。准备好以后，叶枫下意识呼唤了一下天赋效果，他的面前便出现了2个方框。他尝试着将刚购买的2把新手木剑放入，系统则传来了提示：合成物品均为玩家绑定专用，合成后将继续为绑定专用，无法交易，是否继续？继续。不绑定的我也没有啊。你使用新手木剑普通与新手木剑普通进行了合成，你进行了一次正常的合成，熟练度+1，你合出了新手木剑普通。叶枫揉揉眼睛，我眼花了，2把新手木剑合成，最后又合出了1把新手木剑，品质还是普通。他有些气血上涌，这是上了系统的当了。他险些有一种退出游戏的冲动，可理智告诉他，平常心。他耐住性子看了一眼新合出的武器，新手木剑已绑定1，位置主手武器，品质普通，需求等级1级，属性
伤害加7，玩家剑专用，无法交易。虽然合成后的新手木剑大部分地方都没变，但叶枫还是一眼看到了变化，附加的伤害从5点变成了7点。这个提升幅度虽然不大，也让他精神一振。这还哪是普通级的武器，再高一级的精良级也就这个伤害而已啊！只不过精良级会再多一个基础属性而已。下一刻，他神情一振，有搞头啊！合一次就提升2点了，再合下去，木剑也给他合成铁剑。他继续买了2把木剑，尝试了下之前合成的能否跟新的木剑合成。系统提示双方属性有差距，合成后效果未知。本着谨慎起见，叶枫将其取消了。他又将全新购买的2把木剑进行了合成。你使用新手木剑普通与新手木剑普通进行了合成，你在合成中出现了幸运小暴击，100%提升品阶，熟练度加10。你合出了新手木剑精良。叶枫狂喜，感情这不是一下一下往上合，还能暴击的，直接就精良了。他迫不及待了看起了新武器的属性。新手木剑已绑定1，位置主手武器，品质精良，需求等级1级，伤害加10，力量加5，玩家剑专用，无法交易。叶枫愣住了，这是出 bug 了？精良级的武器不是只有7点伤害吗？怎么提升了这么多？难不成是……他心跳有些加速，心中飞快地计算着，合成一次伤害是从5提升到了7，暴击提升品阶，伤害提升 50%， 就从7提升到了10，这岂不是等于说只要在自己的合成下，不但能提升基础属性，还能提升品阶？普通合成是低保，小暴击等于中彩票。他眼睛亮了起来，这个天赋有搞头。第3章，暴击连着暴击，这是合成天赋还是幸运天赋？尝到了甜头后，叶枫马上又搞了2把新手木剑，这让铁匠铺的汉子有些诧异。别人是来买武器，这位一把接一把的，这是想破解我木剑的制造工艺？可咱卖这木剑完全是做工艺，不赚钱啊！他的眼中充满了怜悯。小伙子，想赚钱没找对方向啊！叶枫埋头合成中，根本没注意到对方的眼神。这次2把全新木剑合成并没有出现暴击，而是正常合成，也变成了伤害加7点的普通木剑。正好，他将2把伤害加7的木剑又进行了合成。你合出了新手木剑精良，属性与刚才小暴击合成的一模一样，2把精良了。叶枫有些呼吸急促，这要再一合，即便不提升品阶，属性也会大幅度提升啊！光芒一闪，2把精良级的新手木剑变成了1把。他马上看属性，新手木剑已绑定2，位置主手武器，品质卓越，需求等级1级，伤害加33，力量加10，敏捷加10，暴击率正 2%， 暴击伤害正 20%， 连击每次普通攻击都有 30% 的几率发动连击效果，连续攻击2次。玩家剑专用，无法交易。叶枫眨眨眼睛，系统又出 bug 了。武器装备的品质分为普通、精良、优秀、卓越、传奇。精良以上不应该是优秀吗？怎么直接到卓越了？这属性提升也太离谱了吧！他连忙看向系统提示，才发现了端倪。你使用新手木剑精良与新手木剑精良进行了合成，你在合成中出现了非常幸运的大暴击，100%提升2个品阶，熟练度加100。你合出了新手木剑卓越。叶枫感觉自己这是被幸运之神附体了。刚刚小暴击，隔着又是大暴击，这天赋貌似有点掉啊！而且他还看到了一条提示，你的熟练度达到了100，万能合成提升到2级。叶枫惊讶了，怪不得之前不觉得这天赋牛皮，原来要升级啊！通过意念，他看到了升级后的天赋 SSS 级天赋万能合成，说明可将世间同类型的物品进行合成，得到提升。等级2级1021千，目前可使用次数20%。叶枫一下子就看明白了，累计了100熟练度，升到2级，再升级则需要1000熟练度，而这个使用次数应该就是每天可以合成的次数了。看起来是不少，但这次次数里要能暴击个几次，也能很快升上去。要是不暴击，那就得好多天才能将天赋升级到下一等级。叶枫哪有这耐心啊？他一下子来了动力，必须尽快赚钱，合成升级。不过武器是暂时搞不动了，卓越级的武器足以让他在村外肆虐小怪了。买了6把武器，还剩40铜，
倒是可以搞搞装备了。他转身走出铁匠铺，走向了装备铺。铁匠铺的汉子有些震惊，此子难道仅仅研究了6把新手木剑，就将我的炼器技术学了去？不可能。他摇摇头，绝对不可能，肯定是没钱继续搞研究了。叶枫可不知道自己连续买了几把新手木剑的行为，居然引起了铁匠这么剧烈的心理活动。他确实钱不多了，但2件新手布衣还是买得起。新手布衣已绑定，位置铠甲，品质普通，需求等级0级，防御+2，玩家剑专用，无法交易。叶枫撇撇嘴，就这烂怂属性能挡住兔子咬不？好在他还能合成，将2件布衣放到合成框里，突然金光闪烁，险些刺瞎他的双眼。我擦，什么鬼？光芒散去后，叶枫看起了提示，你使用新手布衣普通与新手布衣普通进行了合成，你在合成中出现了无敌幸运的超级暴击，100%提升3个品阶，熟练度加1000。你合出了新手布衣卓越，你的熟练度达到了1000，万能合成提升到3级。叶枫眼睛都要瞪出来了，这哪是 SSS 级的合成天赋啊？我怕不是得了个 SSS 级的幸运天赋吧？动不动就暴击，爆得我的小心肝，好爽啊！叶枫眼睛闪着亮光，看向了新出炉的布衣。新手布衣已绑定1，位置铠甲，品质卓越，需求等级0级，防御+7，耐力+5，体力+5，闪避率正2%，格挡伤害30点，再生每次受到攻击自动恢复30点生命值。玩家剑专用，无法交易。叶枫忍不住要竖起个大拇指，你就说强不强？强，不强。铠甲居然一次就搞定了。叶枫还剩下20银，有强迫症的他又来到了草药铺，这笔巨款必须花掉。可气势汹汹的他看到药品的价格顿时萎了下来，数十种药品只有2种他能买得起，恢复气血的小气血药剂和恢复法力的小魔法药剂，而且小法力药剂1瓶就是20铜，买了也无法合成。好在他眼下也没学习什么技能，武器和铠甲上的2个特性也都是被动不耗费法力。2瓶小气血药剂刚好。合成之前他先看了一眼，小气血药剂普通，属性恢复30点气血值，冷却时间1分钟，恢复的少，冷却时间还长。不错，很垃圾。拥有了合成天赋后，他就喜欢这种变废为宝的感觉。亮光一闪，合成成功。叶枫有些失望，不是金光，看来没有触发超级暴击。你使用小气血药剂普通与小气血药剂普通进行了合成，你在合成中出现了幸运的小暴击，100%提升1个品阶，熟练度+10。你合出了大气血药剂精良。叶枫有些诧异，这次连名字都改了，应该不会太差吧？大气血药剂精良，属性恢复90点气血值，并且在接下来的1分钟内每秒自动恢复10点气血值，冷却时间1分钟。叶枫忍不住咧开了嘴，不错，打小怪用不上你，打 BOSS 的话估计是个好帮手。瞬间叶枫身上的100铜已经消耗殆尽，虽然跟其他玩家浑身6件武器装备的全副武装相比，叶枫这一件一铠甲有些寒酸，但勉强也算是半副武装了。况且他的属性可比其他玩家强多了。叶枫打开了面板，第4章玩家伤害第1人 S 级唯一任务，玩家剑，等级0级，属性力量0+10，敏捷0+10，耐力0+5，体力0+5，灵性0，伤害值53，防御值7.5，气血值300，法力值0，暴击率2%，暴击伤害170%，闪避率2%，金钱5。叶枫看到硕大的几个0，有些无奈。天域世界里玩家的初始属性都是0，还没有开放充值系统的情况下，这100铜就是开局变强的所有方式了。至于是重攻击还是重防御，就看玩家自己的选择了。而按照标准的武器加4件基础装备加4瓶小气血药剂的配置下，玩家一般也就5点防御，在这方面叶枫只是稍有优势而已。而伤害这方面差距就大了，普通玩家拿把新手木剑就只有5点伤害，而叶枫已经来到了2位数，足足是他们的10倍。即便是 S 级攻击天赋的玩家也达不到这个数值。既然如此，叶枫灵光一闪，有个任务可以接了。他迅速来到了村子后，
在一个破旧的茅草屋里找到了一个白胡子老头。在前世，这老头被称为新手村宝藏，皆因为他手中的机遇又多，回报又丰厚，只是一般玩家难以完成，也很难接到任务。叶枫恭敬行了一礼：“老伯，小子有礼了。”老头轻抚胡须，原本有些漫不经心，可抬头看了一眼，愣住了。“小伙子，我看你跟我有缘。”叶枫心中偷笑：“没缘，我也不来找你啊。”他也是看到自己高出普通玩家很多的伤害值，才想到，在这老头有一个前世很出名的任务，完成后能得到一份隐藏职业的转职证明。接任务的要求则有些苛刻，必须是该区域内伤害最高的玩家，而每个玩家只有一次触发的机会，如果条件不符合，就再没什么机会了。叶枫抓紧时机赶来，果然赶上了。叶枫再次行礼：“老伯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敬请吩咐。”老头点点头，满是赞赏。这小伙子不但实力出众，还这么有礼貌，有前途。在村外的深处有一处山寨，里面有不少恶人，欺压乡里，为非作歹。随着他的叙说，叶枫也收到了任务申请。丁，传奇级 BOSS 东华向你发布 S 级唯一任务惩恶扬善，是否接受？叶枫眉毛一挑， S 级唯一任务？前世的时候明明是个 A 级的稀有任务啊，等于是每个新手村都有机会得到一个隐藏职业，怎么这一世自己来接就变成唯一任务了，还提升到了 S 级？他呼吸有些加重，岂不是说只要自己接了，别的新手村就不会有这个任务了？想到这，他不敢怠慢。我愿为村子出一番力。老头满意地点点头。去吧，小伙子，我看好你。叶枫行礼，走出茅草屋，看起了任务提示：任务惩恶扬善，唯一，等级 S 级，说明在村外深处有2处山寨，雄踞着不少土匪和流氓，平时为非作歹，对村民和过往的行人伤害很大，请挑选一处，在30分钟内剿灭，可以得到相应的一个隐藏职业指引卷轴。任务期限3天内。叶枫隐约记得，这2处山寨都是10级怪物聚集区，不但怪物众多，里面还分别有一只 BOSS。以叶枫现在的实力，肯定去就是送死。好在任务期限够长，他还有时间提升。而且，叶枫还有一个大胆的想法，需要待会看等不能实现。走出村子外，熙熙攘攘的玩家，简直让他有一种走进菜市场的感觉。1级的小野兔被玩家追着跑，当然，也有玩家被追着跑的，惨叫声此起彼伏。只是像这种情况也很短暂，因为都用不上几秒钟，追击的怪物就会被别的几名玩家群殴。毕竟，怪物虽然不少，但玩家的数量实在太多了，不够抢啊！叶枫继续向外走去，以自己的实力，没必要跟这些玩家抢兔子玩。快步走过了1级野怪的区域，跨过一条小河流，就来到了2级野怪的区域。这里的玩家明显就少了很多。虽然2级的大公鸡移动速度并不快，慢悠悠在原地踱步，但敢于面对的几乎全部是清一色的5人满编的队伍。该因为这片区域里，除了2级的大公鸡，还有3级的小黄鸭。萌萌的小黄鸭相比较凶恶的大公鸡，看着挺可爱，但相比大公鸡扯着鸡冠子，用嘴巴一下下的近身攻击，3级的小黄鸭随着清脆的叫声，发动的可是远程攻击。叶枫刚过来，就看到一支小队在对付大公鸡的时候，不小心离小黄鸭的距离近了点，就被嘎嘎的几声给攻击到了。2个血量少的玩家瞬间倒地，直接化作白光，当场死亡。这下吓得那支小队剩下的3人顿时仓皇逃跑了。就连区域内的另外几支队伍也是瞬间调整了自己的位置，距离这些小黄鸭远一点。叶枫则是不慌不忙地走了过去，附近的几支队伍都是惊讶不已。兄弟，你一个人吗？前方危险！就是这些小黄鸭的攻击力可不低，小心被秒杀。别说小黄鸭了，大公鸡也不是单人能够对付的，别乱逞能。虽然有人提醒，有人嘲讽，但叶枫并没有改变自己的步伐，只是统一回复了一个淡淡的笑容，进入了战斗。在他举起新手木剑的那一刻，面前的大公鸡的属性也是浮现在了他眼前。大公鸡，等阶普通，等级2，气血100，攻击15，防御3。叶枫微微点头，怪不得仅仅只高了1级，就需要5名1级的玩家的小队来队伍。这大公鸡属性可比小野兔强多了。这个时间点，玩家都是刚进入游戏，基本都是0级，而普通玩家哪怕购置了全套的新手装备，也基本只有5点攻击和5点防御，气血更是只有50点。面对2级的大公鸡，也就能做到刚刚破防，而防御和气血却被大公鸡碾压。就算双方对 A， 玩家最多也就只能坚持个5个。但凡大公鸡出下暴击，甚至只用3、4下
就能要了玩家的性命。不过，对于叶枫来说，这种移动缓慢、气血偏低的怪物正适合他。就在大公鸡瞪着眼睛时，进入了战斗状态的叶枫已经是率先出剑。第5章，疯狂刷怪，你到底是人还是鬼？负84，暴击，咯咯哒！大公鸡一声惨叫，直接倒地，一道白光飘向了叶枫的身体，而大公鸡的尸体下更是爆出了一件装备，直接秒杀了。这下叶枫都有些惊讶了，他忍不住翻起了系统提示：你参与了忙起来直接干小队的战斗，你的伤害贡献度超过了 70%， 你获得了该战斗的全部奖励。你击杀了2级普通怪物大公鸡，你获得了28点经验。叶枫这才明白，原来这只大公鸡就是刚才那只差点被小黄鸭团灭小队队伍的那只，气血已经被其消耗了一部分，而自己又恰巧打出了暴击，正好将剩下的气血直接清空，这才造成了一击秒杀的表现。而这只大公鸡给他提供的经验也算得上丰厚。要知道，正常玩家出生都是0级，一般都需要在新手村做一些跑腿的任务，不断获得经验值。升到1级后，依靠升级获得属性点的提升，才敢出村子去挑战同等级的怪物。而叶枫却直接忽略了这个过程，直接以0级的身份挑战2级的怪物。你越2级完成了击杀，你额外获得了 40% 的经验。原本2级的怪物能给同等级的玩家提供20点经验值，而在叶枫这里则还获得了额外的越级加成。0级提升到1级需要100点经验值，也就是说叶枫只需要击杀4只大公鸡就能提升到1级。叶枫满意的捡起大公鸡的掉落装备，是一顶2级的机关帽，品质只是普通不说，加的属性也一般，关键是他现在还戴不了，就将其先收了起来。既然大公鸡击杀的如此轻松，还有如此高的越级加成，叶枫忍不住对不远处的3级小黄鸭起了邪心。小鸭子，乖乖给我去死吧！而就在叶枫朝着小黄鸭慢慢摸去的时候，正好关注这边的一支队伍的玩家全数疯狂了。什么鬼？他们5个人都需要不停走位，齐心协力才能队伍的2级大公鸡，居然被对方一个人就解决了。而且他们没看错的话，似乎是秒杀。5人面面相觑，难以相信自己的眼睛，这太离谱了吧！游戏出 bug 了，咯咯哒！就在5人难以相信自己看到的这一幕，集体发愣的时候，他们眼前被围攻了好几分钟的大公鸡发怒了。怎么回事？看不起我鸡哥，还敢走神？连续的几道攻击让玩家们瞬间回过神来。小心，快退！喝血瓶，快喝血瓶！且不说被大公鸡逼得手忙脚乱的5人，叶枫已然走到了小黄鸭前，细细端详。小黄鸭，等级普通，等级3，气血150，攻击25，防御5，技能声波攻击，发动 150% 的攻击，并有 30% 的几率减少目标 50% 的速度，持续3秒。负52，叶枫试探性的一剑下去，小黄鸭的血条瞬间下去了1/3。啊！而随着对方的一声尖叫，一个白色的小圆球也是击中了叶枫的身体。负22，叶枫皱了皱眉，怪不得刚才几名玩家都被这样萌萌的小鸭子打得落荒而逃，自己这防御尚且受到这么多伤害，其他玩家岂不是最多2下就会被秒杀？此子恐怖如斯，绝不可留！叶枫不敢怠慢，继续发动攻击。负55，而就在他第2剑刚刚刺出的同时，小黄鸭也动了，嘎嘎嘎！负24，负36，叶枫感觉身体一僵，脚步一缓，这小鸭子居然连续发动2道攻击，普攻阶技能。更为夸张的是，居然还触发了减速效果，让叶枫的第3剑刺空了。叶枫眼前一亮，有点东西啊！看到叶枫中招，小黄鸭叫得更欢了，迈着步伐冲到了叶枫身前，仰起头再次发动了攻击。叶枫岂容这小东西猖狂，顶着对方的攻击就又是一剑。啊！小黄鸭没想到这个人类居然这么抗打，中了自己的3连招居然还屹立不倒，反而是自己被3剑秒杀，发出了一声不甘的叫声，倾斜着倒地了。叶枫松了一口气，不容易啊，居然3剑才解决，自己这攻击力还是不够强啊！感叹完以后，他检查起了收获。你击杀了3级普通怪物小黄鸭，你获得了48点经验，你获得了30铜。3级的小黄鸭能提供30点经验，经过越级 60% 的加成，直接暴涨到了48点，这效率比普通玩家简直快了好几倍。虽然没有掉落什么东西，叶枫也没有气馁，就自己这杀怪速度，出装备是迟早的事情。而且
这次还掉落了30铜。对于叶枫来说，这就是3件新手装备啊！运气好的话，都能合出一件不错的属性的精良极了。动力满满的叶枫再次投入到了寻找大公鸡和小黄鸭中，而不远处的几支队伍是彻底看呆了，连3级的小黄鸭都不是这人的对手，未免也太强了吧！你到底是人还是鬼？一个面容精明的年轻男人目光呆滞，喃喃自语道。其他人也全部是敬畏和崇拜的眼神。自己5人打个2级的大公鸡都费劲的要死，人家一个人不但能一剑秒杀大公鸡，甚至连3级的小黄鸭都对付得很轻松。要不是看叶枫身上跟他们一样都穿着新手布衣，拿着新手木剑，他们都要以为叶枫是依靠装备之力才能如此厉害了。可同样的装备武器，差距却这么多，对方得是什么样的职业和天赋？他们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中。此时的叶枫终于又找见了怪物的踪迹，一只落单的大公鸡。有了之前的经验，叶枫轻松将其击杀。虽然没能触发暴击，但依靠着高额的攻击，也是2剑就完事了。你击杀了2级普通怪物大公鸡，你获得了28点经验，你获得了20铜。唰的一道白光闪过，你升级了，你获得了2点自由属性点。第6章金线头目级怪物，神秘道具的线索。仅仅击杀了3只怪物，叶枫就升到了1级。这要说出去的话，村子里辛苦给人跑腿送信，村子外苦苦追兔子的玩家们都得集体泪目。升到1级后，全属性各自增加了1点，还获得了2点的自由属性点。叶枫将其全部加在了体质上。他现在的攻击力主要依靠的还是合成后的卓越级新手木剑，这2点加力量对于攻击的提升微乎其微，倒不如加体质增加气血，提升下自己的生存能力。而这2点体质带来的100点气血，让叶枫变得更加能抗了。面对几个成堆的大公鸡，也是丝毫不惧，硬扛着各种咯咯哒的叫声输出。虽然提升了等级，越级加成有所下降，但在叶枫超高的攻击力下，效率还是很高。仅仅清理了一小片区域，叶枫就再次升级了。提升到2级后，再次将2点自由属性点加到了体质上。叶枫打开了包裹，刚刚击杀了将近10只大公鸡，虽然铜币掉的不多，但却意外的收获了2件机关帽。虽然都是普通属性，属性基本也一样，但叶枫的心情却有一丝小激动，又能合成了啊！你使用机关帽普通与机关帽普通进行了合成，你进行了一次正常的合成，熟练度+1，你合出了机关帽普通。看到结果，叶枫有些失望，看来暴击不是那么容易出的。不过虽然依旧是普通的机关帽，但属性还是有了提升，从原本的3点防御提升到了4点。别小看这1点防御的提升，如果说原本的机关帽只能卖个50到100铜币的话，现在的机关帽就足以卖出150铜币甚至200铜币的价格。但因为每个玩家身上佩戴的装备数量是有限的，同为2级玩家，如果你每件装备都比别人强一点的话，一套装备下来可能就高出一个档次来了。你还在组队打2级怪物，别人可能就能单挑了，获取经验的速度跟其他收获就差得太多了。前期的差距一旦拉开，后面就很难追上了。叶枫自然深知这一点，不过他目前合成的装备都会绑定为自身专用，不管这件机关帽多么值钱也无所谓了。而装备的低爆率也让他眼下的天赋并没有太多施展的机会。就在这时，区域频道的一条消息引起了他的注意：帝王海哥高价收购兔毛，有的觅。叶枫眼神一凝，兔毛是1级怪物，小白兔、小野兔身上会爆出的材料。别人可能还不知道这个叫海哥的人收兔毛有什么用，毕竟东西算不上稀奇，除了交一些普通的任务还能有什么用？可叶枫作为穿越回来的人，自然知道这牵扯到一个隐藏的任务。如果能收集到100根兔毛，就能在特定的 NPC 那里花费一定的铜币合成一件道具，而这件道具在前期还是挺有用的。既然想起了这件事，叶枫也就不再耽搁，确定了自己接下来的目标：清除这一片区域的怪物，搞那件道具。你击杀了2级，获得了20点经验值；你击杀了3级，获得了36点经验值。就在叶枫开启了快速杀戮模式，逐个清理大公鸡和小黄鸭的时候，突然一只与众不同的大公鸡闯入了他的眼帘。狂躁的大公鸡，等阶头目，等级2，气血200，攻击30，防御6，技能飞扑攻击，发动一次200%的攻击，并有几率降低目标3点的防御。叶枫暗叹自己好运气，居然碰到一只头目。虽然对方的属性比普通的大公鸡强了一大截，甚至还有技能，但叶枫在2件卓越级装备的加持下，属性依旧对其存在着碾压。快速开怪后就是一顿干脆的输出。
即便对方愤怒之下发动了技能，对叶枫造成了不俗的伤害，但在全体之加点面前还是有点不够看。连1分钟都不到，叶枫就将其击杀。你击杀了2级头目级怪物狂躁的大公鸡，你获得了40点经验，你获得了50铜。无论是经验还是铜币，头目级的怪物都比普通级高出不少。而掉落的一件闪烁着微微光芒的装备，更是让叶枫收获了意外的惊喜。将这片小区域其余的普通怪物清理干净后，叶枫也是匆匆赶回了新手村。有这件装备，他的计划就能更好的执行了。穿过了熙熙攘攘的人群，叶枫来到了村子中的广场。在这里，到处都是摆摊的玩家。虽然游戏开服仅仅1个多小时，但在大量玩家的涌入下，还是有着不少东西开始流通了。就叶枫随意翻了几个摊位，就看到了各种1级的装备：兔毛帽、兔毛护腿、兔毛护腕，堪称一个兔毛大套装。而事实上，确实收集齐了全部的兔毛装备，也能凑成套装，足足全属性+5的套装属性，在前期来说也很实用了。叶枫却有点看不上这些东西，即便以他的合成天赋，可以将这些装备再次合成，可1级的野兔没有头目级，最多只能掉精良级的装备，而1级的装备基础属性又太低，哪怕合成上去，提升也是非常少。叶枫懒得花这个功夫，尽快把他需要的那件道具做出来才是正事。他浏览了一圈，就找了一处地方坐了下来，开始了摆摊。新出现的摊位很快吸引了周围人的注意，而摊位的标题更是让他们大吃一惊：出售极品属性优秀装备，收兔毛。瞬间摊位就围过来了10几个玩家，迫不及待地打开了叶枫的摊位展示。鲜红的机关帽，位置头部，品质优秀，需求等级2级，防御+6，体质+3，气血+100。居然真的是优秀级的装备！率先打开摊位的几人感觉自己呼吸都要凝滞了。要知道，普通怪物最多掉落精良级的怪物，只有头目级怪物才有可能掉落优秀级的装备。在别人还在组队打怪的时候，这个帅帅的小哥居然能击杀头目级的怪物。靠近的几名玩家顿时对叶枫产生了敬畏。而当他们讨论间将这件装备的属性揭露出去的时候，叶枫摊位前围着的玩家更多了。虽然大部分人都是看个热闹，来见证可能是游戏中的第1件优秀级装备，但还是有几人迫不及待地开始问价。第7章，2大土豪的争抢，特殊饰品到手。兄弟，这装备怎么卖？大佬，接受华夏币交易吗？叶枫有些诧异，这么快就有土豪入场了？不过他的目的也不是华夏币，自然是摇头拒绝了，只接受铜币交易，价高者得。这句话让一些想捡便宜的商人顿时没了兴致。看来这人并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白。散去了几人以后，围观的几名玩家开始一一报价。2000铜币，我出2500，我出2800。虽然价格越来越高，但叶枫的表情却没有任何变化。开玩笑，这很有可能是全服第1件优秀级的装备，属性还都非常实用，可以让任何一个玩家生存力提高1大截。怎么可能这点价格就出售？就在他准备收摊，换个地方再试试的时候，1万铜币。叶枫抬起头，一个身材魁梧的壮汉冲他露出了憨厚的笑容。这个价格也引起了围观者们的惊呼。我的天，1万铜币，这么有钱？按照现在10铜等于1华夏币的兑换价，这都相当于1000块钱了吧？也有人认出了对方的身份，这可是永恒公会的第1坦克，永恒守护大佬，游戏界知名的高玩。对永恒公会来说，这点钱简直就是毛毛雨。永恒守护也是嘿嘿一笑，显然对于别人的讨论并不在乎，反而有些自豪，迫不及待地向叶枫询问道：兄弟，怎么样，能成交不？叶枫还没来得及回话，另一个声音突兀地插了进来：我出15000。叶枫和永恒守护同时回头，一个全身兔毛套装的男子回以微笑：帝王海哥，你也看上这件装备了？永恒守护跟对方打着招呼，显然是老相识了。叶枫听到这个名字却心中一动，这不是刚才收兔毛的玩家吗？看来是个人物。见叶枫若有所思的表情，帝王海哥再次开口：鄙人帝王公会的副会长，高手没有加入公会的话，可以考虑我们这里，待遇从优。永恒守护撇了撇嘴：小孩子，别岔开话题，老子出2万。帝王海哥眼睛一瞪，就要发怒，听到对方的价格却软了下来。2万铜币他还真拿不出来，毕竟作为公会的副会长，他不可能把公会所有的钱都拿过来为自己购置装备。他有些不服气：你们永恒公会给你这么大的权限？永恒守护得意地仰起头，懂不懂第1坦克的含金量？看他的样子就差叉腰挑衅了。
帝王海哥无奈地叹了口气，心里有些遗憾。刚准备退出这场争夺，余光扫到摊位的名字，却神色一喜。高手，接受兔毛底价吗？叶枫点点头，我正好也在收购这东西，当然可以。帝王海哥心中一定，果断开口。兔毛市场价50银，我这有110根，就算5000铜好了，再加16000铜换你的帽子。永恒守护看到叶枫似乎异动，有些急了。他没想到对方还有这一招，连忙抢道：我出2万2，大佬你等我半小时，钱马上到账。帝王海哥这下脸彻底黑了，这狗东西非要跟我抢。帝王海哥有些无力，原本以为自己又要再次出局，却听到了叶枫的声音：你如果有200根兔毛的话，再给我2000铜，东西就是你的了。帝王海哥只是稍作犹豫，就点头道：好，就按你说的办。两人快速完成了交易。永恒守护却愣住了，不要我的铜币，却要兔毛，这兔毛有这么好吗？看到叶枫起身要走，他连忙喊道：大佬，加个好友吧，以后再有好东西考虑下兄弟我。叶枫自然不会伸手打笑脸人，这家伙出价爽快，态度也不错，以后说不定能派上用场。同永恒守护和帝王海哥都加了好友，也拒绝了帝王海哥加入工会的邀请后，叶枫匆匆朝着村子深处走去。帝王海哥眼中金光闪过，果然，这个名字奇特的玩家收购兔毛也是为了那件道具。不过，他在机缘巧合触发任务后，早已将那件道具合成，并且不光自己和工会佩戴上了。要不是为了抢下这件极品装备，他刚才收购的200份兔毛都能再合成2件，连工会中的2支核心小队的队长都要人手1件了。不过，有了这件装备，自己完全有能力去挑战3级的小黄鸭了。再加上那件道具的加成，相信很快自己也能具备挑战头目级怪物的实力了。到那时，再面对叶枫，谁强谁弱还不好说呢。叶枫再次来到茅草屋，再次见到了白胡子老头。对方看到是他，神色一惊：小子，难道你已经完成任务了？叶枫失笑道：您老说笑了，那可是10级怪物区，我就坐着火箭升级，也不可能这么快啊。老头松了一口气，随即诧异道：那你找我干什么？叶枫也不啰嗦，直接拿出兔毛。听说这东西在您这能换点好玩意。老头接过兔毛，既然是你小子，我也就不多说了。100份兔毛合成1件道具，在这新手村里也能起点作用。只见他双手捏了一个奇怪的法诀，唰，100份兔毛就消失不见。下一刻，一个毛茸茸的东西递了过来，幸运的兔角，类型特殊饰品，品质精良，防御+2，物品掉落提升100%，金钱掉落提升100%，仅限新手村内生效。叶枫挑起了眉毛，果然是这东西，相当于新手不1的防御，还有翻倍的物品和金钱掉落，堪称玩家在新手村必备的神器。只不过他前世是第2天才从论坛上看到这东西的获得办法，那时候兔毛的价格一路上涨，更是不好收。等到他凑够换到的时候，都已经8级了，只享受了半天的加成就离开新手村了。这一世仅仅是开服2小时，他就得到了。不得不说，重生后带来的变化实在太大了。不过叶枫却没有满足。第8章，这根本太莽了吧！大佬，我错了。叶枫再次拿出了100份兔毛。您老在费心下。老者诧异地看着他，这东西每人只能佩戴1件，你搞这么多干什么？叶枫笑笑，我的朋友比较多，帮他们也搞一搞。老者翻了个白眼，却丝毫没有犹豫，接了过来。同样的操作后，又1件兔角扔了过来。没有了吧，老夫要休息了。叶枫点点头，您老歇着。拿着2份兔角，叶枫边走边尝试。你使用幸运的兔角精良与幸运的兔角精良进行了合成，该物品为特殊类装备，消耗次数翻倍。你进行了1次正常的合成，熟练度+4。你合出了幸运的兔角精良，果然可以。叶枫咽了口唾沫。刚才看到帝王海哥的收购，他一瞬间就想到，这东西要是能合成，属性再提升，那可就用处太大了。没想到真的可以，而合成的属性也是没有让他失望。幸运的兔角1，类型特殊饰品，品质精良，防御+3，物品掉落提升150%，金钱掉落提升150%，仅限新手村内生效。虽然品质没有变化，防御的提升也很微弱，但特殊属性的提升堪称巨大的飞跃。更何况我还可以继续合成啊！叶枫心中激动道。一路走着，叶枫也没有浪费时间，将新手村的商店逛了个遍。武器和铠甲因为运气好，合成到了不错的品质，暂时想要再有大的提升很难了。
叶枫开始重点攻克饰品店。这里只有2种类型的戒指，一种是增加防御，一种是增加攻击。叶枫选择了增加攻击的。在经过了足足16次的合成后，终于出了一件优秀级迅捷的新手木戒。位置：饰品，品质优秀，需求等级1级，攻击加15，敏捷加6，每次普通攻击提升 10% 的攻击速度，最高叠加3次，目标死亡后叠加次数失效。每个玩家有3个饰品栏，2件戒指，1件项链。新手村的饰品店并不出售项链，所以叶枫又合了1件戒指。这次运气差了一点，足足32件基础的合成才出了1件优秀级轻灵的新手木戒。位置：饰品，品质优秀，需求等级1级，攻击加22，敏捷加6。当你的移动速度大于目标时，你的伤害额外增加 10%。原本只有1点基础攻击的普通级戒指，经过了叶枫万物合成的天赋后，不但品质提升到了优秀级，属性也是彻底大变样。光是基础攻击的数值都能比得上5级精良级甚至是优秀级的武器了，更别说还有附加的12点敏捷，以及2个很实用的额外特性。48件新手木戒将叶枫手头的铜币几乎消耗一空，靴子、帽子和腰带之类的部位已经没钱去合成了，他便离开了新手村，该去搞点钱了。4级野怪区域，这里活跃的怪物分别是白野猪和黑野猪。白野猪气血高，黑野猪伤害高。叶枫刚过来就遭遇了一黑一白的夹击。白野猪等阶普通，等级4，气血300，攻击40，防御18。黑野猪等阶普通，等级4，气血200，攻击50，防御15。2只怪物的属性比小黄鸭都提升了不少。如果是普通的3、4级玩家，没有几件精良级装备的话，还真不好对付。可对于全身3件优秀级、2件卓越级的叶枫来说，这黑白双猪还真不够看的。-125，-132，仅仅2件，黑野猪就直接倒下。而依靠高达14点的敏捷，叶枫更是轻松躲过了白野猪的攻击后，3剑将其斩杀。你击杀了4级普通怪物黑野猪，你获得了56点经验，你获得了30加45铜。你击杀了4级普通怪物白野猪，你获得了56点经验，你获得了30加45铜。提升到2级后，面对着4级怪物依然还有 40% 的额外经验加成。2级升3级需要900点经验值，按照这个效率的话，也只需要10几只野猪即可。相比较普通玩家的话，提升了1倍多。让叶枫惊喜的是，幸运的兔角已经开始发挥作用。虽然2个怪物都没有掉落装备，但铜币的提升幅度堪称惊人。花费了半个多小时，将这片区域内的黑白野猪全部清理完后，叶枫已经成功的升到了3级。再次升级需要1600点经验值，击杀野猪的越级加成开始减少。叶枫将视线内的怪物全部搞定后，也还差500点经验。因为玩家大部分还没有攻克到这个区域，所以怪物的刷新时间比较长，叶枫也就没有过多停留，继续回到了上一个野怪区域。之前大公鸡头目给他贡献了不错的1件装备，他尝试着看看能不能再找到一个小黄鸭头目。结果好巧不巧，刚刚过来就看到了个头明显更好1号的小黄鸭，只不过是2只，周围还围着足足有10来只普通小黄鸭。在这个隐隐的小团体周围有足足不下10支玩家小队，但没有人敢于靠近，都在附近寻找零碎刷新的大公鸡。看到叶枫似乎要冲入小黄鸭群，有玩家忍不住高喊出声：“那里危险，小心别送死！”叶枫点了点头，随即剑光闪烁。我擦，这哥们听不懂人话吗？直接往里莽，怕是活不过3秒。啊！一玩家的话音还没落地，就听到一声凄厉的鸭子惨叫声。刚才提醒的2人对视一眼，都看到了对方眼中的震惊。秒杀？我们是不是眼花了？叶枫看着倒下的小黄鸭尸体，也是暗道侥幸。他仗着自己抗性好，也懒得拉怪逐个击破，直接选择了对 A 站桩输出。没想到第1剑就出了暴击，直接秒杀了一个小黄鸭。而当他在怪物群中穿梭的时候，戒指的属性也开始发挥了。依靠着追加的额外伤害，他甚至可以做到普通攻击也能秒杀小黄鸭。仅仅几分钟，10来只小黄鸭就全数化作了尸体，惨叫声更是此起彼伏。就在附近玩家的目瞪口呆中，叶枫已经开始对付2只落单的小黄鸭头目。小黄鸭等阶头目，等级3，气血450，攻击55，防御11，
技能音波刺激，发动一次300%的攻击，并持续造成30点伤害，持续10秒。第9章，疯狂的帝王海鸽，稀有级属性果实。这只头目级小黄鸭的属性比4级的野猪都要高一点，附带的技能更是效果不凡。刚一个照面，叶枫就在极其难听的鸭叫中中招了，足足上百点的伤害，让他的气血瞬间下去了一截。不过叶枫升级所得的6点自由属性点，全部加的都是体质，再加上升级自动附加的3点，这就足足450点的气血了。明白了对方的威胁程度，叶枫自然不会害怕，直接顶着2道音波攻击不停的输出。得益于戒指附加的特性，他的攻击速度相当快。就在他气血还剩下一小半的时候，2只小黄鸭头目几乎是先后倒地，惨遭毒手。你击杀了4级头目级怪物小黄鸭，你获得了96点经验，你获得了100加150铜经验和铜币，收获自然不错。更让叶枫在意的还是掉落的一件装备——震动的鸭嘴戒。位置：饰品，品质优秀，需求等级3级，攻击加4，力量加2。你的普通攻击有 30% 的几率附带一次音波刺激，对目标造成 150% 的额外攻击。这种野怪掉落的优秀级，虽然比叶枫使用天赋合成的属性要一大截，但对于普通玩家来说也算是不错的东西，尤其附带的这个特性相当实用。叶枫想了想，打开了好友栏，给帝王海鸽发过了一条消息：帮我收点兔毛，市场价浮动 20% 都可以。几秒后，对方回信了：不好意思啊，高手，这东西我们团队也要用，实在没多余的。叶枫不多说，直接将刚打到的戒指发了过去。这次足足有10秒，对方才回复：我擦，牛逼！但紧接着就是连续的消息：大佬这是什么意思？给我欣赏下，还是有出售的打算？大佬你要卖的话，价格好说，我马上筹钱。看对方这么大动静，叶枫自然知道这戒指的价值了。他忍住憋着笑回复道：本来还想跟你换点兔毛，你也要用的话就算了，我联系永恒守护吧。别联系那孙子，大佬我拿兔毛换，就市场价。叶枫的消息刚发出来，就收到了帝王海鸽的催命3连，紧接着消息栏更是不停的闪烁：大佬还按2万铜币的价格，200分兔毛够不够？看到叶枫没回话，对方更是弹过来了一个远程交易申请，直接放上了214分兔毛。叶枫忍不住笑了，舍得花费1000铜币直接开启远程交易，还主动拿出了所有的兔毛。看来帝王海鸽对于这件戒指还真是心动了。既然对方如此上道，叶枫也不再拿捏，直接将戒指放了上去。对面马上就点了确定。等到叶枫点完确定，交易完成后，消息栏再次闪烁：感谢大佬，大佬还有什么好装备一定要给兄弟说一声，绝对高价。叶枫也是直截了当：暂时就缺兔毛，数量不限，你要是有足够多的兔毛，比这好的装备也优先考虑你。他发完消息就继续寻找怪物了。而在新手村另一处3级怪物区域的帝王海鸽，人却激动的控制不住了。帝王海鸽没想到叶枫会这样说，在他看来，这样属性极品的优秀级装备已经足以让他稳稳站在目前玩家中的第1梯队。而比这还好的装备是什么？优秀级的武器和铠甲。或者他突然脑海中闪过了一个不可思议的念头，难不成是卓越级的装备？他忍不住咽了口唾沫。如果剑大佬真能拿出这样的东西的话，那他可绝对不能错过机会。想到这，他马上动用自己的权限，在公会内发了一条公告：无限收购兔毛，量大可接受溢价，支持华夏币交易。怕这样不保险，他还特意给跟自己关系不错的几个公会负责人发去了消息：兄弟帮个忙，你们那边的兔毛我这都要了。对面几人本要想要拒绝，开玩笑，现在谁不知道兔毛能合成幸运的兔角这样的使用道具？自己合好了，还能给公会其他重要成员用，怎么会嫌多？可是当帝王海鸽直接开出了溢价 50% 的价格后，几人都是痛快的答应了。既然如此，就改变下计划，只要让核心成员用就好了，其他人就牺牲下。反正以他们公会的体量和升级速度，新手村最多也就停留几天，反倒是帝王海鸽提供的高额资金能让他们的利益更大化。而兔毛的火爆走热也让很多商人蠢蠢欲动，想要囤一点赚钱。结果帝王海鸽直接拿出了大杀器，溢价 100%， 华夏币交易。这下所有人都偃旗息鼓了。得，这家伙是个疯子，咱们跟不起。看着底下人陆续收购上来的兔毛，帝王海鸽却还觉得数量不够。如果大佬真能拿出卓越级的东西，这些兔毛算什么？不行，还得加快速度。他开始继续联络，
叶枫小心地穿过几块岩石，打开了地上的宝箱。刚才在这处密林中，他击杀了一头6级的毒蛇，虽然过程不算费劲，但也消耗不少。对方发动的毒液攻击属实有点麻烦，让他不太省心。好在击杀完以后，对方守护的这个宝箱终于可以开启了。随着读条结束，一道淡淡的红光闪烁着，叶枫拿出了宝箱中的东西，一个淡红色的果子，属性果实，品质稀有，要求10级以内使用，随机增加2点属性值。叶枫有些吃惊，居然是这个东西。前世的时候，差不多第2天才有玩家获得，还是完成了新手村 BOSS 首杀。没想到这一世他得来的如此轻松。虽然一颗果子只能增加2点属性值，还是随机的，但要知道，在10级完成转职前，新手期间每升1级也就获得2点自由属性点而已。何况这种额外增加的属性跟升级自由升级的全属性还不一样，是可以通过洗点道具变成自由属性点的。不过叶枫并没有直接选择使用这颗属性果实，只是最低的稀有级。他印象里，网上还有优秀级和卓越级，增加的属性点更多。因为每个阶位能够使用的属性果实个数是有上限的，能服用高品质的自然更好。属性点一旦拉开差距了，后面只会差距越来越大。叶枫深有体会，前世他没有这样的能力，这一世他要做到最好。第10章5级 BOSS 踪迹合成中的意外，更何况他心中还有一个大胆的猜测。可惜他在这密林中仔细寻觅了好几遍，都再没有发现有宝箱的存在。倒是击杀了数十条毒蛇，也算小有收获，甚至还发现了6级的头目级毒蛇。一番争斗之下，叶枫成功将其搞定。你击杀了6级头目级怪物毒蛇，你获得了196点经验，你获得了300加450铜，在60%的越级加成下，头目级毒蛇的经验相当可观。铜币就更不用说了，有了幸运的兔角加成，简直堪称豪华。这才更坚定了叶枫的信心，要想办法收到更多的兔毛，合成更高品质的幸运兔角。就在这时，世界频道上的一句话让他来了精神。布拉格小峰，血色公会的人，你们也太无耻了吧！说好的联盟起来一起攻克 BOSS， 结果团灭的是我们，跑路的是你们。紧接着就是以布拉格前缀为名字的好多玩家的声讨。叶枫逐个看过去，原来是布拉格公会的一名玩家在一处隐蔽的地图发现了一个5级 BOSS 的踪迹。他们公会无力挑战，却又不甘心，就联系同他们同个城市实力更强的血色公会，想着依靠2个公会之力把这个 BOSS 啃下来。却没想到在布拉格公会付出了足足50名玩家的代价后，发现以现在玩家普遍 1.2 级最高3级的情况下，根本无力对抗这样的庞然大物。血色公会不但见势不对，全部跑路，甚至对他们承诺的玩家死亡补偿也是一概不认账，引起了布拉格公会玩家们的愤怒。奈何他们的群情激愤没有任何意义，看热闹的玩家们插科打诨几句就没人在意了。而血色公会的高层更是出来在世界频道上公然嘲讽，说布拉格公会实力不行，还妄想一步登天，靠击杀 BOSS 成名，是不自量力。叶枫不在乎他们的恩怨情仇，却对这个 BOSS 十分在意。前世在新手村，他根本没有参与过开荒 BOSS 的战役，也不知道新手村的 BOSS 出现的位置。眼下似乎机会来了，他向布拉格小峰发去了私聊：兄弟 ，BOSS 坐标迈步。布拉格小峰，你是看热闹的吧？别烦我。叶枫见对方不相信，有些发愁了，总不能直接转钱过去吧？给对方看自己身上的装备，倒是会让对方相信自己是真心问价。可自己的装备都是多次合成，属性变态，不方便透露。想了想，他把刚得到的属性果实的截图发了过去。瞬间，对方回话了：我擦，这东西哪来的？卖吗？叶枫松了一口气，搭话就好，打6级怪爆的。你要是告诉我准确坐标，这东西就送你了。叶枫原以为对方会一口答应，没想到过了好几分钟都没有回应。他继续晓之以理，这坐标也就现在值钱，等别人也搜寻到附近，就一文不值了。结果就在他发消息的一瞬间，对方回话了。打开消息栏，叶枫看到了对方发来的大段消息：东西我就不要了，大佬你能这么早打6级怪，实力应该很强。如果你能答应我击杀 BOSS 后替我们公会出口气，坐标我免费送你。叶枫有些意外，看来这还是个性情中人，宁愿不要报仇也要争一口气。他自然乐得如此。且不说在前世布拉格公会的实力虽然一直差一口气提升到顶尖公会，但口碑一直不错。相反，血色公会却是以阴险霸道著称，就连叶枫也被对方欺负过一次。这一世
打脸回去就当是帮前世的自己报仇了。他迅速回话，表示同意了对方的请求。新手村安全区内，一群玩家正在复活点内扎堆聊天。为首的赫然就是刚才在世界频道讨公道的布拉格小峰。只是说着说着，他突然沉默了。其他几人心中一凉，完了，就连大哥都放弃了。看来这个亏是吃定了。就当他们几人准备忘记这件事的时候，布拉格小峰却惊喜地抬起头：“兄弟们，我找到了大佬帮我们报仇。”他的话让其他人也是表情不一。怎么报仇？大佬是哪个工会会长？要帮我们杀回去吗？我们需要出多少钱？只要能出了这口气，兄弟们都可以集资出钱。对，峰哥你放心，兄弟们都愿意。看着大家同仇敌忾的模样，布拉格小峰心中一暖，摆摆手：“不用咱们出钱，大佬说了，1小时后看公屏。”一群人面面相觑：“不要钱？难不成是免费帮忙？现在还有这样侠义的人吗？至于1小时后看公屏是什么意思？这么短的时间，哪怕大佬的工会实力再强，也不可能具备击杀 BOSS 的实力啊！难道是杀几个血色工会的高层，帮他们出气？别说他们一头雾水。”布拉格小峰将坐标发出去后，也是没明白对方说的什么意思。不过他相信对方不会骗他。属性果实带来的实力象征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算对方做不到，他也不损失什么。万一对方真的做到了呢？叶枫给出承诺，自然不是大放厥词。这一躺出来，得益于幸运兔角的掉率提升，光是怪物本身的掉落，铜币就有2000多了，足够他再进行一波合成了。赶路回城的过程中，叶枫也没有放过合适的怪物，又积攒了不少铜币，更是掉落了几件2级、3级的装备。除了有一件3级的精良级帽子还不错，增加了2点体质，3000铜币甩卖给了永恒守护，其余的都在他进城之后快速低价处理了，累计卖了2000多铜币，让自己身上的铜币总数突破了8000。有了钱，叶枫也有了底气。首先来到了装备店，购买新手布帽。原本0级的新手布帽是普通品质，只增加1点防御，聊胜于无。在叶枫购买了8件以后，将其提升到了精良级，防御来到了6点，也合出了一个体质+3的属性，这让叶枫实在不太满意。看来之前的武器和铠甲连续出暴击，确实是运气太好了。正常情况下，这合成了足足4次才升阶成功。不过基础属性倒是提升了不少。叶枫继续购买新手布帽，这次仅仅合成了2次，消耗了4件就合成了1件精良级，基础防御4点，体质加2点。他还是第一次遇到同品质属性相差大的情况，就将2件放在一起试了下，检测到合成物品的已合成次数不一致，合成后基础属性将会发生变化，是否合成？第11章起飞，传奇级的健步如飞。叶枫看了下2件布帽的属性，才明白什么意思。第一件布帽后面有个数字4，而第2件是2，他没有犹豫，选择了是。只是新手布帽而已，哪怕合成出垃圾，这点损失他也承担得起。你进行了一次正常的合成，熟练度+1，你合出了新手布帽，精良。叶枫摇了摇头，还是没能出暴击，升阶失败了。他正要继续购买，再次冲击，却看到了一条系统提示，该物品已达到最大合成上限，无法继续合成。叶枫连忙看去，新手布帽已绑定5，位置头部，品质精良，需求等级0级，防御+7，体力+5。叶枫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6点防御加4点防御变成了7点防御，3点体质加2点体质，合成完居然还是3点体质，这是什么鬼效果？之前同等属性合成可都是直接提升50%啊，不同属性的效果怎么会这么差？可当他仔细算了下，有些明白了，6点防御和4点防御平均值是5点，提升50%，去掉小数点，可不就是6点吗？3点体质和2点体质同理。叶枫若有所思，这样的话，对高属性的装备来说有点亏啊，以后得注意了。而且仅仅合成了5次就不能继续合成，也是让叶枫没有想到的。不过看系统的提示，似乎品质高的装备合成次数的上限也会更高，还算值得期待。既然帽子已经暂时毕业，叶枫就开始搞别的。腰带和靴子都是30铜1件，叶枫先开始搞靴子，先来16件，逐一合成。最后合出2件精良级的鞋子，都是合成4次。叶枫深吸一口气，接下来就看能不能升阶了。如果无法升阶，代表着靴子也就止步精良级了。呼，叶枫深呼出一口气，打开了包裹。轻灵的新手布鞋已绑定5，位置脚部，品质优秀，需求等级
0级，防御加9，敏捷加5，移动速度加10。Yes！ 看到品质的那一瞬间，叶枫忍不住挥动了拳头，终于突破了，可以继续尝试了。他直接一次性购买了16件布鞋，可最终的结果是他万万没想到的，别说再出一件优秀级了，甚至连精良级都没有。经过了数次的合成，最终出现在他包裹的居然还是2件普通级，甚至连属性都没有变化，依旧是防御加1。他有些不信邪，将这2件鞋子继续合成。该物品的合成次数达到了下一品质的最高合成次数，强行升阶成功。系统的提示让他差点喷血，而出现的装备更是让他眼前一黑。新手布鞋已绑定5，位置脚部，品质精良，需求等级0级，防御加2，智力加1。这恐怕是最垃圾的精良级装备了吧？叶枫心中吐槽道。他却不知道，这才是普通玩家所能见到的正常级精良级装备，自己合成出的远远超过了正常的上限。叶枫有些无奈，480铜币下去就弄出了这玩意。最让人蛋疼的是，这玩意已经达到上限了。当然，就算没达到上限，他也不可能拿来同别的精良级装备进行合成，那不是糟蹋别的东西吗？只能扔商店了。你是否以5铜币的价格出售新手布鞋？已绑定。系统商店给出的收购价让叶枫眼前一黑。正常30铜购入的系统产出物品，应该是半价15铜回购啊，怎么到自己这又给打了个3折多？难不成是绑定的原因？这下亏大了。他也懒得卖了，放着留个纪念吧，大不了继续合。叶枫咬着牙，直接一次性购入了32件新手布鞋。结果仅仅是合成了几次，就出现了一条系统提示：本日合成次数还剩10次。叶枫一惊，他差点忘了万物合成是有次数限制的，1级和2级每天都只有10次和20次。出了几次暴击，侥幸提升到了3级，拥有每天100次合成。没想到这么快就只剩10次了，既然次数有限，就不能挥霍了。叶枫开始认真做计划，这么点次数，再想搞腰带是搞不出来什么东西了，不如一心冲刺靴子，看能不能出现奇迹。先将合过的一次鞋子挑了4双，再分别来了一次，没出精良，再次4双，运气不错，出了1双精良，将精良放了起来，继续用普通的合。这次运气差了点，用了8双才出了1双精良，而合成次数已经只剩2次了，再没有别的选择了。叶枫认命般的这2件进行了合成。刷！轻灵的新手布鞋已绑定5，位置脚部，品质优秀，需求等级0级，防御加12，敏捷加6，移动速度加10。看到品质和合成次数，叶枫忍不住咽了口唾沫。好悬，这要不出优秀就又是5次上线用不了，扔到商店5铜的货色。好在老天眷顾，到这时候叶枫反倒平静下来了。最后一次的合成机会，给我出！叶枫内心嘶吼着，选择了确定合成。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叶枫感觉眼前似乎闪过了一道金光，他颤抖着打开了包裹栏，靴子的背景颜色变了。叶枫一喜，升阶了，卓越级成了。不过这颜色怎么看着跟自己的武器和铠甲不一样？难道说……叶枫内心狂喜，看了上去，健步如飞的新手布鞋已绑定5，位置脚部，品质传奇，需求等级0级，防御加30，敏捷加18，体力加10，移动速度加30，闪烁随机移动到10米外位置，每1小时可使用1次。我擦，居然是传奇！叶枫忍不住爆了粗口，这可太 TM 惊喜，太 TM 意外了。翻系统提示后，叶枫不出意外的看到，这最后一次的合成机会，运气爆棚的出现了一次小升阶，从优秀直接跨过卓越，来到了传奇级，并且还获得了一个特殊功能。你的合成突破了该区域装备产出的最高品质，你获得了一次合成的特殊权限，可以将指定的2件物品进行一次100%的升阶合成，并且有较小概率出现更高等级的升阶。该合成次数不受每日合成次数上限限制。第12章，有人来抢 BOSS， 这小子比 BOSS 还猛。看到这样的提示说明，哈哈，叶枫直接开心的笑出了声。不过这个权限听着比较牛逼，他暂时想不到怎么用。先欣赏起了刚刚出炉的传奇级装备，比铠甲都高的防御能力，双位数的基础属性附加，1双顶几双的移动速度加成，还有传奇级及以上装备专属的不消耗法力的特性，简直无敌。有了这双靴子，
叶枫面对自己将要攻克的 BOSS 充满了十足的信心。看了看消息栏，跟布拉格小峰的聊天记录，已经过去了40分钟。叶枫从装备店出发了，既然答应了人家，就不能食言。时间不多了，叶枫路过市场摊位的时候，花费3000铜币购买了5瓶小型清灵药剂。这东西只能提升30%的移动速度，持续时间更是只有10分钟。一般玩家都是面对危险的时候用其救命的，像叶枫这样用来赶路的确实少见。不过叶枫在装备的加持下，本身敏捷点就比较高，再加上传奇级鞋子增加的移动速度，已经有点健步如飞的感觉了。喝了药剂后更是风驰电掣般，让野外的玩家纷纷直呼外挂。有人想上前打探下，奈何还没走过来，叶枫就不见人影了。将5瓶药剂全数喝完，叶枫赶到了 BOSS 所在的区域。这里是一处河流边，这是一只体型巨大的螃蟹，在岸边静静躺着，2只大钳子闪烁着寒光，看起来有些吓人。叶枫没有贸然上前，而是先看了眼对方的信息。无常公子，等阶 BOSS， 等级5，气血1000，攻击112，防御45，技能铁钳连击，连续发动2次150%的攻击，并降低对方15点防御。奋力一咬，对范围内的目标造成200点真实伤害，并每秒减少对方10点气血，持续10秒。叶枫总算知道为什么布拉格公会的玩家们全军覆没了。基础属性没有短板就不用说了，普通的攻击就足以重创甚至秒杀蟹少的玩家。2个技能也都不弱，一个是减防加单体连击，专门克制血牛坦克；另一个是群体攻击，真实伤害加持续掉血，完全破解了人海战术。就这 BOSS 的属性，哪怕是大公会中的顶尖玩家，不集体提升到5级以上，拥有很强的抗性，都根本没有攻打这 BOSS 的资格。不过叶枫看了眼自身属性，不禁反喜，拿自己来对比的话，这 BOSS 似乎也没有那么强。就在他计划着怎么样开怪的时候，这里的 BOSS 有主了，请回吧。几个头顶着血色后缀名字的玩家走了过来，叶枫根本懒得跟他们废话，这种话对别的散人玩家可能还有用，他可不怕。再说了，他本来就答应了布拉格小峰要给血色公会添点堵，这分明是个好机会啊。他直接无视2人，朝着 BOSS 发动了攻击。几人就要阻拦，却被领头的一人阻止了，让他打。这种不知天高地厚的玩家，等被 BOSS 秒就老实了。几人齐齐停手，露出了幸灾乐祸的表情。是啊，他们公会的顶尖小队都不敢尝试的 BOSS， 一个散人玩家不是送死是什么？负45。叶枫随手一剑，让几人一惊。什么？居然能破防？他们之前可是见过布拉格公会的队伍攻打 BOSS 的场景，面对 BOSS 高达45的防御，当时可是没有一个玩家能破防。这小子居然能砍出双位数，不管是特殊技能还是攻击都高，都让他们感到了不妙。连忙打开消息栏开始汇报。老大，不好了，有人来抢 BOSS 了。血色创世神，哪个公会的敢跟我们抢？他们能打动？是个散人，一剑砍了45点血。血色创世神，我擦，先骚扰对方，我们马上到。汇报的玩家松了一口气，老大知道了就行，起码自己几人是没什么责任了。估计等老大赶来，这玩家也该失败了。能消耗 BOSS 一部分气血，自己公会正好捡漏。负140，负140，2道高额的攻击从叶枫头上飘起，几人忍不住为 BOSS 加油叫好。牛逼，干死这小子！ BOSS 这个连击技能攻击奇高，还降低玩家防御。之前布拉格公会的玩家没有人能抗住这2下，可在他们惊愕的目光中，叶枫并没有倒下。这怎么可能？他们都来不及想，攻击别人200多甚至300伤害的技能，为什么只打了叶枫140？他们想不通的是，瞬间掉了280点血，居然还没死。难道这小子是全体加点？可全体加点的话，又怎么会有那么高的伤害，能破 BOSS 的防？几人感觉自己的脑子不够用了。叶枫吃了对方1记技能，却是丝毫未慌。在自己全体力加点以及几件装备附加的体力下，气血早已达到了1450点，甚至比 BOSS 都多。这一点消耗扛得住。既然对方释放完了技能，基础攻击伤害更低，他索性直接放弃了游走的打算，直接与对方战撸了起来。负48，负72。虽然对方对他造成的伤害更高，但叶枫时不时的暴击也拉回了一点局面。负82，暴击，再加上叶枫有着高达40点的敏捷属性，攻击速度明显高于对方。BOSS 的掉血速度慢慢超越了叶枫。如果2人就这样直接简单粗暴对砍下去的话，先死的一定是 BOSS。叶枫打得轻松自在，血色公会的几人在旁边观战，那叫一个心急如焚。
就在他们实在忍不住的时候 ，BOSS 终于再次发威，负200，负10，是可以真实伤害的技能。血色几人一喜，这下这小子应该要被秒了。可让他们傻眼的是，叶枫依然屹立不倒，反而手上的攻击更快了。这还不死？他到底有多少血？几人急了，一起上，他应该没多少血了。5人一起围了过来，手中的各种武器朝着叶枫招呼了过来。他们本以为就算对方防御高，自己5人一起攻击，叶枫肯定也招架不过来。可事实再次让他们傻眼了。Miss， 连续的 Miss 仿佛在嘲讽他们，连防御都破不了。几人则直接破防了，而他们的攻击反倒让残血的 BOSS 找到了发泄口。负224，随口一咬，一个玩家倒地。几人面色巨变，开始逃命。叶枫趁机使用了包裹中的大气血药剂，加90，加10。当 BOSS 连续追击，将血色公会的几名玩家一一解决后，叶枫已经恢复了300多点的气血。而当 BOSS 再次将苗头对准他，叶枫也是积极的再次投入到了战撸状态。眼看着 BOSS 的气血值已经降到了不到1/10的样子，却突然发出了一声怒吼，头上出现了一个 buff， 浴血。当气血低于 10% 时，降低 90% 防御，提升 100% 攻击，提升 50% 攻击速度，并且清除所有技能的 CD。第13章 BOSS 首杀大爆特爆。随着这个 buff 的出现， BOSS 眼中血红，彻底疯狂，双拳连连挥动，速度快了几分。负180，负305，负305。普通攻击加铁钳攻击，让叶枫的气血瞬间下去了一大截。不出意外的话，对方紧接着就会释放真实伤害的技能，如果被命中的话，叶枫就要丧命。电光火石间，就在对方铁钳再次扬起的一瞬间，叶枫身形一闪，出现在了10米以外，正是他传奇级靴子携带的特性闪烁。而 BOSS 的技能也放了空，向前一头栽了过去。而当叶枫重新返回，面对技能放完的 BOSS， 只是一剑，负188，大螃蟹轰然倒地。不，远处传来了一声惨叫。血色创世神看着死亡的 BOSS， 发出了痛彻心扉的嘶吼。他带着核心玩家紧赶慢赶，没想到赶到后，看到的就是自己公会视作私家财产的 BOSS 被别人击杀了。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心态彻底崩了。你是什么人？居然敢抢我们公会的 BOSS！ 他狠狠瞪着叶枫。叶枫不为所动，低身准备捡取 BOSS 掉落的战利品。好几团光芒闪烁，看数量还不少，不准捡！血色创世情急之下大喊道。看着叶枫停止了动作，他放软了语气：兄弟，这 BOSS 的掉落就交给我们吧，我会根据相应的价值分你一半。不然的话，一来你不好出手，二来还得罪了我们公会，得不偿失。他自以为自己这番话恩威并施，对方如果是个识相的，就知道该怎么选择。没想到叶枫只是冷笑了一声，就将所有战利品全部捡完了。得罪你们血色公会，我就得罪了，怎么样？血色公会的成员都愣住了，看着浑身发抖的会长，心中不由得替叶枫默哀。这小子完了，以后在这游戏中要寸步难行了。如同他们所料一般，血色创世神是彻底气疯了。给我灭了他！一群人蜂拥而上 ，miss， 无数的 miss 飘起，中间还夹杂着叶枫迅捷的出手，负182，负95，一剑秒杀，一剑重伤。看到这样的伤害，叶枫也是皱起了眉头。自己的攻击现在还是太低了，被一群玩家上围攻，太浪费时间了。他懒得一个个对付，直接发动了速度，离开了这方区域。给我追！血色创世神大喊道。他没想到对方居然不跟自己这方纠缠，更没想到对方移动速度这么快。他大声指挥着，带人疯狂追了上去。我要让这小子生不如死！就在叶枫击杀了 BOSS 后，世界频道上出现了几道醒目的系统公告：玩家渐完成了新手村 BOSS 首杀，获得了5点自由属性和1点权限点的奖励。玩家渐完成了卓越级 BOSS 首杀，获得了10点自由属性和2点权限点的奖励。接连的系统公告让看到的玩家们为之哗然。我们的队伍还在挑战头目，人家的队伍就开始搞 BOSS 了，人和人的差距真有这么大？如果我没看错的话，公告上好像只有一个人的名字，这是单杀 BOSS。单杀 BOSS 还是卓越级的 BOSS， 恐怖如斯。话说卓越级是什么啊？是精良级之上的等级吗？杀一个 BOSS 就有15点自由属性点，比我们升好几级都多，这么真的公平吗？权限点又是什么东西？也是增加属性的吗？怎么感觉我们玩的不是同一个游戏？玩家们纷纷表示着对叶枫的震惊和仰慕。
在看热闹的人群里，布拉格工会的几人却想到了什么。大佬让我们关注公平，就是指这。大佬帮我们杀了 BOSS， 太好了，这下能气死血色工会了吧？哈哈。布拉格小峰却若有所思，按照大佬的意思，应该不止这样吧。而就在他期待的目光中，世界频道一条消息引人注目：世界见，血色工会的垃圾们，这就是你们利用别人的下场。战为布拉格。布拉格众人顿时泪流满面，感觉自己死了一次，值了。叶枫倒不是怕了血色工会这些人，虽然对方来了好几十号人，但按照目前玩家的水准，应该没人能破他的防。叶枫已然立于不败之地，想要全部杀完，也只是多费点时间而已。关键是，他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些无意义的事情上。就在他击杀 BOSS 后，好友栏的消息就已经闪烁个不停了。帝王海哥，大佬牛逼啊 ！BOSS 首杀！帝王海哥，大佬您之前说的惊喜是指 BOSS 的掉落吗？有我能用的，一定要及时联系我。兔毛已经收购了上万份了。永恒守护，兄弟，我之前以为你只比我强一点点，现在看来是我太高看自己了呀！牛逼！永恒守护，有好东西，别忘了兄弟啊，钱不是问题。叶枫先给永恒守护回了条消息：兄弟不好意思，这次东西已经有人预定了，下次有机会再联系你。然后开始整理击杀 BOSS 的收获。你击杀了5级卓越级 BOSS 怪物无常公子，你获得了600点经验，你获得了2500加3750铜，光是经验值和铜币就已经足够丰厚。而几件掉落更是让叶枫兴奋不已。致命的暴怒双锤，位置武器，品质传奇，需求等级5级，攻击加50，力量加15，敏捷加15，暴击率正 3%， 暴击伤害正 50%， 无视防御几率正 2%， 高级连击 50% 的几率在普通攻击后额外发动一次攻击。精巧的全能项链，位置饰品，品质传奇，需求等级5级，攻击加15，力量加10，敏捷加10，体力加10，暴击率正 3%， 暴击伤害正 50%， 攻击速度正 10%。 致命守护，当你受到超过所有生命值的伤害时，将会将气血固定在当前上限的 10%， 并获得一个无敌状态，持续5秒。可能是首杀的原因，作为卓越级 BOSS 的无常公子直接将掉落拉满，爆出了他能掉落的最高品质。换平时可能击杀几十次才有一次有可能掉落传奇级，而这2件传奇装备的属性也全部是极品属性，足以将任何一个5级的玩家提升为顶尖高手。只不过叶枫一来不喜欢用双锤这种重武器，就将其放在了可以售卖的位置上。另一件项链他决定自己先用起来，毕竟新手村的装备店里也没有项链部位，想要靠合成的话只能依靠野外的掉落慢慢收集再合成，目前的话有些遥遥无期了。而除了2件装备，还有2本技能书。第14章碾压光环，潜力无穷的卓越级技能，旋转大齿轮，品质优秀级，最高等级5级，消耗50点 X 等级法力值，对3×3范围内的敌人发动基础攻击 50% 的群体伤害。使用双手斧、双手刀、双手锤、长枪、长矛等重武器时，伤害增加 10%。碾压光环，品质卓越级，最高等级6级，对目标造成碾压性伤害时，额外增加 100% 伤害。这2本技能书让叶枫十分惊喜。主动技能是威力不小、范围也不小的群体技能，可提升等级5级，潜力也不小。另一个技能不光是卓越级，更是罕见的被动技能，提升空间堪称潜力无穷。而里面的说明，换别的玩家可能还一头雾水，叶枫自然十分清楚。所谓的碾压性伤害，指的是目标之间攻击和防御差距超过10倍后，伤害产生的特殊加成。10倍是原有伤害的 200%，100倍则是 300%， 再高叶枫也不知道了。而这个技能仅仅1级就能将这样的加成伤害再度提高，堪称神技。虽然对于普通玩家来说，这个效果不容易达到，毕竟等到有那样的差距，可能是面对远低于自己等级实力的目标了，属于虐菜了。伤害再提高意义不大，可对于叶枫来说，他的天赋注定了他会在同等级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这个技能能让他面对同等级玩家差距变得更大，甚至具备越级对战的可能性。这个技能必须自己学。除此以外， BOSS 还掉落了一颗属性果实，品质为卓越，能够增加随机5点属性，将其与之前开宝箱出来的稀有级放在一块。整理完收获，叶枫打开了好友栏，直接将双锤和群体技能做成图鉴一起发给了帝王海哥。致命的暴怒双锤，旋转大齿轮，你收集的兔毛好像少了点。
足足1分钟，对方才回消息。我擦，大佬，你玩的是私服吧？这东西太强了，兔毛一直在收，不过我再加钱，武器和技能我都要了，千万不要联系别人。大佬，除了兔毛，我再加50万华夏币，一定不要卖给别人。叶枫没想到对方居然这么大的反应，50万的华夏币也是让他有些动容，这在他所在的5线城市都足够买一套房了。虽然有些心动，他还是果断拒绝了。等到他将兔毛继续往上合成，提升的属性对于他的帮助是难以想象的。50万根本算不了什么了，先继续收集兔毛吧，收到收不到为止，东西我帮你留一天。帝王海哥，好的大佬，兔毛和钱都不是问题，一定要帮我留着。滴滴滴，叶枫刚关了消息栏，就看到自己邮件闪烁了起来。叶枫打开后，有些诧异，居然是帝王海哥发过来的兔毛，足足有1万多份。随着兔毛而来的还有一句附言：大佬，这些兔毛你先用着，我继续收。看到对方的斗志被激发起来，还这么识趣，叶枫也是有些欣慰，回了句好，就下线了。虽然这么多兔毛很诱人，但今天的合成次数已经用完了，只能干看着。他连续在游戏中奋战了几小时，也是有点疲倦了，还是要劳逸结合。缓缓摘下头盔，叶枫轻舒了一口气。相比较游戏中的大杀四方，受人尊崇，在现实里，他还是个住着10平米单间的底层牛马，遭人嫌弃。不过，等到游戏开通充值兑换服务就好了。他没有接受帝王海哥的华夏币交易，一方面是因为暂时来说兔毛对他比较重要，另一方面也是不想过早的泄露自己的真实信息。拿起热水壶，喝了几杯晾好的白开水后，叶枫打开了房门。天气不错，阳光温暖。他将被子拿到天台上，这里有别人拉的几根铁丝，虽然歪歪扭扭，但承受他的这床被子没什么问题。将被子晾晒了上去后，叶枫匆匆下楼，准备搞份土豆丝盖浇饭吃。在这个仅有6张桌子的小饭馆里，他意外地听到了别人在讨论天域。这游戏简直太好玩了，完全秒杀我以前玩过的各种虚拟游戏。可惜就是里面掉落实在太低了，我连续砍了好几个小时的兔子，结果才掉了一件普通级的装备，简直是坑爹。你说那些厉害的高手们都带的什么装备？该不会是全身精良级吧？别说精良级了，优秀级也有可能。我可是听说头目级的怪物就能掉落优秀级的装备，基础属性要比精良级还要多一条呢。哎，我啥时候能有这运气？别想了，咱们先暂时砍兔子吧。帝王公会正在高价收兔毛，现在很多人都专门刷兔毛了，收益相当不错。好，抓紧吃完，回去进游戏，我要刷光新手村的兔子。看着两人斗志昂扬的模样，叶枫莞尔一笑，仿佛看到了自己前世的影子。如果自己没有逆天天赋的话，恐怕也跟这2个玩家一样吧。不过这一世能够重来，就注定了他的不凡。他不但要在游戏中一步步变成最强，还要在那场危机来临之前，在现实中也拥有足够的实力。想到这，他也浑身充满了干劲。吃得饱饱后，他走出小饭馆了，漫步来到了附近的公园，呼吸着清新的空气，脚踩在富有弹性的塑胶跑道上，直到天色渐黑，他才不舍得离开。这种轻松的状态好久没有过了。以前不管做什么工作，都是忙得累死累活，还挣不到几个钱。前世哪怕迎来了划时代的天域网游，也没能在里面混出什么名堂，在异界入侵之时沦为了炮灰。这一世，他绝不容许这种事情再发生。回到自己的小房间，盖着味道好闻了不少的被子，他很快的入睡了。在梦里，他一人一剑力战异界先锋，成为了人族的英雄。可在欢呼声中，突然一只大手从天而降，将他瞬间拍成了肉酱。临死前，他听到了异界入侵者们的嘲笑声和人族的哭喊。叮铃铃，闹铃再度响起。叶枫翻起身，满头是汗。只是个梦吗？他深深地呼出一口气，看了眼闹铃，这样的梦绝不会发生。他再度进入了游戏。第15章，合成新玩法，可进化的史诗级装备。打开天赋，叶枫发现合成的次数已经刷新了。他连忙来到了村子深处。老者惊异地抬头：你还要兑换兔角？叶枫点点头，发起了交易。我操！老头瞪着眼睛，直接爆出了粗口：你把兔子灭种了？叶枫有些忐忑：您老不会是兑换不了吗？老头怒了：你看不起谁呢？双手光芒再次闪烁，只是一瞬间就恢复了平静。叶枫看着背包里的110个幸运的兔角，有些惊讶：您老这一手还真是牛。老者得意地抚摸着稀疏的胡须，笑而不语。不过瞬间又反应了过来：你小子不会是利用老夫想要倒卖吧？这样不妥，不妥。他摇着脑袋，片刻后
他沉吟道：“从现在开始，这东西兑换完全部只能你自己使用。这次的这些你倒卖，老夫也就不计较了。再想利用老夫，休想！”他装作发怒，却偷偷观察着叶枫，想从叶枫眼中看到失望懊悔的表情。没想到叶枫却大喜过望，这样的话自己合成完全不受影响，别人却没有动机囤兔毛了。对于自己继续收购兔毛，百利而无一害啊！他忍不住对老者鞠了一躬。老者看着叶枫的背影，有些发懵，这小子是没听懂老夫的意思吗？怎么还敢谢上我了？想不通。找了一处安静的地方，叶枫便迫不及待地开始合成。你使用幸运的兔角精良与幸运的兔角精良进行了合成，该物品为特殊类装备，消耗次数翻倍。你在合成中出现了幸运小暴击，100%提升品阶，熟练度加20。你合出了幸运的兔角，优秀。仅仅第一次就出现了暴击，来了一个开门红，这让叶枫精神大振。可连续再合成了好几次，却都只是普通合成。背包里的兔角依然都是精良级。叶枫停止了动作，不能太盲目的合成了，毕竟合成次数是有限制的。幸运的兔角作为特殊类装备，消耗次数还是翻倍的，意味着只能合成50次，必须要有战术，不然的话，很有可能这么多份兔角下去，合出一堆满合成次数的低品质，那就太不划算了。在他有意识的挑选下，很快就产生了效果。精良级的不用多说，优秀级的也是频频出现，而兔角也从一开始只增加防御，多出了基础属性的增加。而在他利用两的优秀级再度合成时，更是运气爆棚，连出2件卓越级，属性也多了增加气血和法力的选项，让叶枫大喜过望。他索性趁热打铁，将这2件放在一起，选择了合成。你使用幸运的兔角卓越与幸运的兔角卓越进行了合成，该物品为特殊类装备，消耗次数翻倍。你在合成中出现了非常幸运的大暴击，100%提升2个品阶，熟练度加200。你合出了幸运的兔角史诗。叶枫原本心中祈祷，能冲刺出1件传奇，就算这么多兔角没白费。可他没想到，幸运之神今天仿佛是刻意眷顾他，居然直接出现了大暴击，连升了2个等阶。当他打开背包时，心情都有些激动不已。自己的第1件史诗级的装备会是什么样子？幸运的兔角4，可进化，类型特殊饰品，品质史诗，防御加60，体力加20，耐力加18，敏捷加15，气血加3000，法力加1500，闪避症1%，每秒自动恢复1%气血，非战斗状态时，物品掉落提升1500%，金钱掉落提升1500%，仅限3阶地图内生效。这件装备的属性直接让叶枫呼吸都急促了起来，光是60点的防御就超过10级传奇级铠甲的数值，更别提3项基础属性和气血法力全方位加持，让他的抗性更加强大。这属性在新手村应该是没人能伤得了他了。而作为卓越级及以上装备才会出现的稀有级属性，在幸运的兔角上直接出现了2条，还是很实用的闪避和自动回复气血。虽然数值都比较低，但这毕竟只是1件0级装备，已经很不错了。再说了，在他合成装备后，还有一个意外的惊喜。第1次合成史诗级装备，奖励可进化属性。对其他玩家来说，这个词是一头雾水，但叶枫清楚的知道，这是一条多么罕见的属性。这代表着他只要收集到相应的材料，就能将这件装备进行进化，提升到5级、10级，甚至更高。叶枫相信他一定可以做到。而且这只是第1次合成史诗级的奖励而已。如果是第1次合成神话级呢？叶枫想起了前世玩家中一个传说中的玩法，不过现在神话级距离他有点遥远，就暂且不想了。作为最后一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属性，经过了数次的合成后，掉落的加成倍数已经提升到了一个极其骇人的地步。而更让叶枫心动的是，居然连原本新手村的限制也被提升到了3阶地图内，这让他忍不住多想了。也就是说，如果再合成几次，甚至提升到神话级的话，这个限制会不会更小？甚至全地图都可以？叶枫都被自己的想法呆住了。如果这样的话，这件装备的价值可就太大了。心情大好的他，直接将那本传奇级的技能给帝王海哥邮寄了过去。加油！如果兔角的收集进度满意的话，武器也可以提前给你。这个举动让帝王海哥感动不已。拿到技能的一瞬间，他已经认下了叶枫这个大哥。而在一再要求叶枫告诉他卡号却被拒绝后，更是让手下加快了收集兔毛的进度。他下定了决心，这件事一定要给大哥办漂亮。叶枫原本计划用今天1半的合成次数
来搞幸运的兔角。没想到的是，仅仅8次合成，消耗了16次合成次数，就出了这样一件极品。短时间内再想提升已经很难，他索性就收起了剩余的兔角，朝着武器店走去。现在他全身的抗性已经足以面对新手村的任何困难，甚至对于东华那界的任务也已经有了很大的信心。只是曾经引以为傲的攻击，现在居然成了他最大的短板，这可忍不了。他决定剩余的次数都用来搞武器，争取再搞出一件史诗级。再次来到新手村的武器店，叶枫轻车熟路地开始购买。以他现在的身价，10铜币一件的新手木剑已经毫无压力，合成起来也已经有了经验。合成3次还不升阶的，直接放到一旁，没几次就又搞出了一件卓越级的武器。第16章传奇级武器的强悍特性。什么叫清场啊？新手木剑已绑定。2. 位置主手武器，品质卓越，需求等级1级，伤害加30%，力量加12%，体力加10%，攻击速度正 10%， 伤害正 10%。 破狱攻击时减少目标15点防御，持续1分钟。玩家剑专用，无法交易。叶枫本以为合成后的武器应该自己身上带的差不多，没想到不光是增加的基础属性从敏捷变成了体力，就连额外属性也是完全不一样。所以当他合成这2件卓越的时候，突然有了想法，将原本伤害高的那件往后挪了挪，而是将新的这件放在了前面。是否将合成栏1的物品作为主合成物品，合成后将更大概率继承该位置的额外属性和稀有属性？叶枫眼睛一亮，果然，选择同意后，一道亮光闪过，全新的武器出炉了。新手木剑已绑定。3. 位置主手武器，品质卓越，需求等级1级，伤害加47%，力量加16%，敏捷加10%，暴击率正 4%， 伤害正 15%。 破狱攻击时减少目标22点防御，持续1分钟。玩家剑专用，无法交易。虽然没能升阶，但这件武器的属性依然让叶枫眼前一亮。最看重的增加百分比伤害的属性留下来不说，居然还将另一把武器的暴击率也继承了过来，特性也对原武器的进行了加强，效果更好。而新出现的一条系统提示更是让他打开了新世界。第一次置换合成位置指定选项锁定开启，额外消耗1件与合成物品同品质的物品，可锁定一项基础属性；额外消耗2件与合成物品同品质的物品，可锁定一项特殊属性。特性低于2项时，默认为继承主合成位置。消耗1件高于合成物品品质的物品，可单独继承副合成位置的特性。叶枫大喜，这样的话，以后合成可就好玩了。反正合成次数还多，他就做起了实验。在这种轻松的心态下，运气也降临了。仅仅40次的机会，他不但合成出了5件卓越级，用来锁定他想要的2项特殊属性，甚至还合成了1件传奇级。虽然这武器的特殊属性非常一般，但用来替换特性已经够了。这5件卓越级中，虽然大部分都没有好的特殊属性，但有1件武器不但基础伤害高，带的特性还相当不错。破军攻击目标时，目标防御值减少 20%， 并对周围额外3个目标造成 50% 建设伤害。叶枫都要乐开花了，这不就是个群攻技能吗？没得说，搞起来。他挑了1件基础伤害最高的武器放在了副手位，将之前合出完美属性的放在了主手位，然后将剩下的4件卓越武器也放在了相应的位置，将暴击率和增加伤害的特殊属性进行了锁定，又用传奇级的武器将破军替换为想要的特性。你就给我出！叶枫想心中紧张的大喊道。他闭着眼睛，差不多停留了有几分钟，待到那种紧张忐忑的心情平息下去，才在游戏中慢慢睁开双眼。新手木剑已绑定。4. 位置主手武器，品质传奇，需求等级1级，伤害加114，力量加33，敏捷加30，暴击率正 9%， 暴击伤害正 50%， 伤害正 33%。破军攻击目标时，目标防御值减少 50%， 并对周围额外5个目标造成首次伤害值 75% 的建设伤害。如果对攻击目标造成一击必杀，建设伤害将额外增加 50%。破狱攻击时减少目标50点防御，持续1分钟。玩家剑专用，无法交易。看完武器的属性，叶枫心中只有一个念头：沃日无敌了！他迫不及待地来到了野外，快速掠过了低级的刷怪区域，只给途径的玩家们留下了一个模糊的背影，引来了无数声惊呼后，
叶枫再次来到了野猪区域旁。随着玩家等级和实力的提升，一些队伍已经能够挑战4级怪物了。曾经无人问津的黑野猪和白野猪也是已经供不应求，区域里一片空荡荡的，没有一只怪物。叶枫将目光转向了更远处，那里主要以5级和6级的野狼为主，怪物直接成群，密密麻麻，看起来数量极多。放眼望去，没几个玩家敢于挑战，正好适合他测试。就在他准备前去引怪的时候，突然不远处一个玩家朝着他急速跑来，口中还在凄惨的大叫：“队长，快跑！”只见他身后足足有5、6只野狼紧追不舍，而他的视线正对处有4名玩家正在等待。看到这个场景，都是神色一惊。我擦！纷纷撒丫子就跑。而这玩家在路过叶枫时，还不忘提醒一声：“哥们，快躲开！”叶枫看了他一眼，战神小影倒是个心底不错的，他微笑点点头，朝着狼群迎了上去。躲？这不就是上好的实验材料吗？而且眼看着哥们也是对付不了，自己接手过来，应该不算是抢怪吧？战神小影提醒后，脚下不停歇，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让他瞪大双眼的是，被他刚刚提醒的玩家还傻傻站着。这哥们听不懂人话吗？连我们战神小队都不敢力敌的野狼，一个散人。就在他心底焦急的时候，他看到了一道剑光，朝着为首的野狼斩去。轰！剑光落下后，野狼轰然倒下，秒杀！战神小影忍不住停下来脚步，呆呆地看着。而剑光居然还没有消散，反而又分化为几道细小的剑光，笼罩了后面的狼群。嗡嗡！连续几道剑鸣后，野狼逐一倒地。虽然以他站的位置看不到叶枫输出的伤害值，但他在引怪的时候可是看得很清楚。这些野狼气血值可是高达400点啊，防御也有20，他也只是堪堪能破防而已。而在这个神秘玩家的面前，居然挡不住一剑。不对，他目光凝然，是6只野狼都没能挡住一剑，恐怖如斯。反应过来后，他打开了队伍频道。没事了，回来吧。当他的队友们纷纷赶回来后，都有些奇怪。野狼呢？被你甩脱了？战神小影撇撇嘴，在那呢。4人定睛看去，看到了几只野狼的尸体，几人都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第17章，属性果实合成的新发现，何为基础？看着眼前的场景，几人都是惊讶万分。刚看你不是引了好多野狼吗？怎么一转眼全死了？这是哪个牛逼小队干的？尤其他们的队长战神刚哥更是满脸的不可思议。他们队伍的成员都是大学同学，关系极好，虽然实力算不得顶尖，但配合极为默契。在可以无伤刷野猪后，就忍不住想要试一试高一个等级的野狼。他觉得以他们的配合，有希望对抗1只甚至2只野狼。越级经验他可是垂涎已久了，可他没想到野狼的主动攻击性这么强。战神小影去引怪，直接引了好几只过来，弄不好他们队伍就要全军覆没。可这样凶残的狼群阵容，居然这么快就全数被歼灭了。什么小队？这是大神一个人杀的。战神小影大声辩解道，似乎叶枫的战绩里也有他的一份功劳。小队成员纷纷盯着战神小影，想看看他是不是被野狼吓傻了，再说胡话了。可他们走近仔细端详后，都沉默了。地上的尸体不会作假，几人一个个张大了嘴巴。战神刚哥更是激动地抓住了战神小影的手臂，一个人比一个顶尖小队都厉害，这是顶级大神啊！大神人呢？赶快认识一下，抱抱大腿啊！战神小影一回头，顿时奇怪不已。咦，大神刚还在呢？看着没有采集痕迹、完好的野狼尸体，几人都是惊喜不已。这些野狼皮也能值不少铜币，大神居然都看不上。叶枫在击杀了狼群后，捡起几件掉落，就已经飘然离开了。刚刚事件效果让他很是满意，武器上经过强化的2大特性，直接让野狼防御清零，也让他打出了伤害碾压的效果。以他目前高达227点的攻击，直接造成了对为首野狼454点的最终伤害，直接对其秒杀。而秒杀后更是对建设效果有额外加成，125%的累计建设伤害下，没有1只野狼能够卫免，纷纷被秒杀。你击杀了6级普通级 BOSS 怪物野狼，你获得了72点经验，你获得了70加1050铜。你击杀了6级，达到5级后，仅仅20%的越级加成，效果一般。但在史诗级的幸运的兔角的加持下，获得的铜币数量直接来了个暴涨。按目前玩家之间私下兑换的汇率的话，1只野狼就相当于掉落了110多块华夏币。更别说在同样1500的掉落加成下，6只野狼足足给叶枫掉落了5件装备，虽然都是普通级，属性一般，
但如果被刚才的战神小队看到，绝对会眼红不已。他们平常打10只怪能掉1件装备，就算是运气不错了。6中5是什么概念？根本不敢想。叶枫却不太满意，这样的品质和属性，连做合成材料都不配。在他75点敏捷的速度下，瞬间就冲入了狼群区域。这里有着密密麻麻的野狼，岂不都是3、5只成群？让叶枫眼里闪着亮光。开干！剑光闪烁，狼群中不断发出阵阵惨叫。有着史诗级武器的2大特性加持，根本没有任何野狼能抵挡第2剑。而箭射效果的发挥，更是让他如入无人之境。期间哪怕遇到了2只头目，也只是多费了他几剑就解决了。直到他一剑下去，眼前再无怪物的身影，他才反应过来，这一片区域这么快就被清场了。叶枫看看自己的面板，已经升到了6级，甚至距离7级也只差几百点经验。要再有1只头目级野狼，都可以直接升级。而背包里足足有60多件普通级装备，5件精良级装备，以及2件优秀级。这个数量甚至比叶枫预想的还要少一点。只是大概一计算，他就知道了普通怪物正常掉落物品的几率在1/10左右，而这还只是普通级而已。想要掉落精良级，更是连1%的几率都没有。普通玩家是真苦啊！他发出感叹后，就继续往前搜寻了。在路上，他也没有闲着。刚才清理完狼群，除了一大堆垃圾装备以外，头目级野狼还掉落了2颗属性果实。前世的时候，他记得这玩意爆率很低，可能是有幸运的兔角加成，才会有这样的效果。目前他已经收集了2颗稀有级、2颗精良级，还有1颗卓越级，可以小合成一下了。2颗稀有下去，直接合成了1颗精良。属性与正常精良一样，都是随机增加3点属性值。叶枫又用另外2颗精良来了一下子，没有发生暴击，依旧是精良，只不过增加属性变成了4点。现在的2颗精良都是合成一次的效果，叶枫就把增加4点的放在了主位置，继续合成。光芒闪过，属性果实2，品质卓越，要求10级以内使用，随机增加7点属性值。不错，叶枫点点头，合成了2次的卓越，比正常的卓越要高2点属性值。叶枫隐隐记得，10级前，也就是第1次进阶转职前，每个玩家最多只能使用2颗属性果实，而且这个阶段能掉落的最高品质也就是卓越级而已。这就毕业了。叶枫刚准备使用，突然心中一动，别人这个阶段最高能使用卓越级，自己可是有合成天赋，会不会突破这个限制？说干就干，他直接将2颗卓越级丢了进去。你使用属性果实卓越与属性果实卓越进行了合成，你在合成中出现了幸运小暴击，100%提升品阶，熟练度加20。该物品在目前阶段最高可合成上限为卓越级，无法再次升阶。该物品的效果发生了部分蜕变，你合出了自由属性果实卓越。虽然属性果实被算作特殊物品，合成次数消耗翻倍，但突如其来的暴击提升品阶还是让叶枫很开心。虽然有着新手村最高上限的限制，品质没能提升，但蜕变后，原本的随机增加直接变成了指定增加的自由属性点。就算随机增加后，也可以通过洗点道具洗回来，跟自由属性点差不多。可洗点道具一般都不便宜，能省下这笔钱也还是不错的。而这次的合成成功，让叶枫信心提了起来。虽然提升后也只有10点，2颗上限使用满也就比其他玩家多10点，看似不多，但叶枫作为过来人，可是知道在达到10级后，完成一转时是要做进阶任务的。根据进阶任务的难度完成情况，会增加相应比例的属性点。别看现在只是多10点，转之后多出来的会更多。从1转到9转，每次完成进阶任务后都有这样的好处。最前期多出来的10点，到9转时就会累积成一个庞大的数字。叶枫还记得前世异界入侵时，对方的头领很轻蔑地说过一句话：你们这个世界所谓的强者，基础太差了，想更进一步根本不可能。当时他不太明白什么意思，现在想来，基础差不就是游戏融合现实后基础属性低吗？至于更进一步9转后有什么，他前世不太清楚。叶枫咬了咬牙，既然前世我们基础差，这一世我就打出个坚实的基础给你看，等到再相逢的时候，看我不打爆你的狗头。怀揣着这样的斗志，叶枫往前的路上摧枯拉朽。7级的野牛，8级的河马，9级的巨象，在他堪称钢板的防御和特性加持下的超高伤害下，各种被虐杀。即便是皮厚肉糙的巨象头领，有着可以回血的极品技能，也只是多坚持了几十秒而已，反倒给叶枫贡献了2件卓越装备和1颗卓越级的属性果实，再加上前面陆陆续续掉落的一些，
又可以合成一波了。滴滴滴，叶枫刚准备合成下新获得的属性果实，脑海中传来了设置的提醒声，这是外界有人呼叫的通知。正好他刚才清理了几个高等级怪物区域，掉落的装备把背包篮都放满了。叶枫就匆匆回到了新手村，找了个没人的地方，迅速下线了。第18章，有人玩游戏赚大钱了，我怎么不知道？叶枫刚摘下头盔，就听到了连续的敲门声。打开房门后，一个面目憨厚的男子停下了敲门的动作。小叶啊，打扰你了。这是房东李建军，平时很少过来。叶枫有些纳闷，但还是礼貌问道：李哥，怎么了？叶枫心道还没到交房租的时候，但也没有直接这样问。李建军挠挠头，似乎有些不好意思。我这个地下室这几天要出售，没办法继续给你出租了。你方便的话，赶明天就把东西收拾下吧。似乎是怕叶枫误会，他匆忙解释道：我绝对不是拐着弯想涨价，押金和这月已经交的房租我都会全额退给你。小叶实在对不住。叶枫摆摆手，这个房东平日对他还是可以的，偶尔房租延误下也都会通融，不至于玩什么别的招数。点点头表示自己知道了，会尽快收拾出来。就在李建军要出门的时候，叶枫鬼使神差地问了句：李哥，你是家里出什么事了吗？怎么突然要卖地下室啊？李建军停住脚步：是我一个侄子，听说玩游戏能挣大钱，觉得我这处地方不错，想弄个小工作室，搞几个人玩游戏。玩游戏能挣大钱？叶枫懵了。我作为目前的天域第一人，都还没挣到1分钱。你这侄子是从哪听来的新闻？难道也跟我一样是穿越回来，知道以后天域能改变世界的？李建军苦笑着摇摇头，谁知道这小子脑子进了什么水，说是游戏中有一个大佬完成了什么手杀，掉一件装备就能卖几十万，这游戏绝对有前景，他就迫不及待要买了我这地下室，带人过来专业打游戏。叶枫眼神古怪，这大佬说的不会是我吧？怪不得前世自己都是开服1月多后才挣到钱，搬出了这个地下室，这才开服2天，房东却主动找上门来，搞了半天是自己这只蝴蝶扇动了翅膀，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叶枫有些哭笑不得，不过事情既然发生了，也没办法，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再寻找一处住的地方。叶枫作为孤儿也没什么亲戚，这个时候刚刚失去了工作，手头也没什么积蓄，哪怕是拿到押金和退的房租，也不够再找一处合适的住处。何况他重活一世，有着万物合成这样逆天的金手指，还在游戏中开局这么顺，也不想继续住这么阴暗潮湿还狭小的地方了。该怎么赚钱呢？叶枫有些发愁，难不成按帝王海哥的请求给他提供卡号，把武器卖成华夏币？只是一瞬间他就否决了这个想法。随着游戏进度提升，达到一定阶段，开始对玩家现实中的身体改造提升后，自己提供过线下交易，太容易被别人找到真实信息了。在没有绝对的武力领先时，这样暴露出来是十分危险的。在前世就有游戏中的顶尖玩家暴露现实身份，被大财团暗地寻找到，然后控制起来的事迹。叶枫不愿冒这个险，可是还有什么办法能将游戏中的资产变现一部分呢？叶枫苦苦思索，游戏中的重大事件一一从脑海中掠过。对了，叶枫突然想起来了，前世中游戏中开放可以货币互通的公告，似乎是有玩家可以离开新手村进入主城的时候，而离开新手村的最基本要求就是等级达到10级。至于其他的要求，叶枫还不太清楚，但此时他已经有了目标，尽快达到10级，想办法完成离开新手村的要求，开启藏宝阁，自己随便丢点东西上去，就可以安全的出售成华夏币，提现到自己的银行卡里了。到那时，别说是租好点的房子了，买一套也不是太困难的事情。想到这，叶枫顿时有了动力，戴上头盔，重新进入了游戏。上线后，叶枫先扫了眼面板，玩家剑，等级8级1578810，属性力量8加33，敏捷8加75，耐力8加5，体力24加5，灵性8，攻击值248，防御值149，气血值6450，法力值1580，暴击率9%，暴击伤害214%，闪避率2%，自由属性点17，金钱112578铜，装备新手木剑史诗，幸运的兔角史诗，新手布衣卓越，新手布鞋传奇，迅捷的新手木剑优秀，轻灵的新手木剑优秀。技能5，叶枫目前这属性拿出去跟同等级的 BOSS 比都要强出一头，装备的品质更是远远领先于所有玩家。在幸运的兔角合成到史诗级后，铜币更是不缺。刚才几个地图清理了一遍，
直接突破了10万大关。倒是等级，距离10级还有点差距。叶枫正在想找个合适的地方去快速升级，就看到了飘过的系统公告：玩家帝王海哥的队伍率先通关了嚎叫洞穴普通难度，获得随机优秀级装备奖励。世界频道上顿时哗然，这么快就能有人能通关5级副本了呀？我才刚刚升到4级。这副本据说怪物很多，比野外难多了，也不知道这帝王海哥的队伍实力有多强。通关奖励真不错呀，一件优秀级装备，这怕不是都要值个上万铜币了。区区普通难度有什么好惊讶的？看我们血色公会马上通关困难难度，就是让别人在前面顶，自己却跑了的哪个血色公会吗？听说你们苦心看守的 BOSS 被人单杀了呀？哈哈，我也听说了。话说单杀的大佬是真牛逼啊，名字也霸气，叫剑剑剑。3剑大佬怕不是已经在筹备通关困难难度了吧？好期待。叶枫眼神一凝，要不是这道系统公告跟世界频道的聊天，自己差点忘了新手村也是有2个副本存在的，一个是5级就能进入的嚎叫洞穴，另一个则是10级的阴暗深渊，里面的怪物比野外要强一点，爆率自然也高出不少。对叶枫来说，里面海量的怪物和高额的经验才是他最看重的。花费了1000铜币，在仓库 NPC 那里租用了一个足足100格空间的大背包，将自己身上的各种收获全部放了进去。新手期就是这点不好，身上背包的格子少得可怜。叶枫摇了摇头，不过似乎5级的副本里就掉落可以增加格子数量的小背包，正好可以去刷点，也方便。以他现在的属性，刷个5级副本自然是轻松无比。叶枫也就没做神妖准备，直接出了村子就朝着副本的位置走去。第19章帝王永恒困难级副本首通之争。一路上叶枫也碰到了不少同路的玩家，毕竟高品质的装备光靠野外掉落的话，获取难度太大了。普通怪物是有几率掉落稀有级，可连1%的概率都没有，而头目级也不是100%能掉落稀有级。至于优秀级这种目前玩家中的顶级装备，头目级的掉率也最多就1%，而野外的头目何其少，一般人根本看不到就被大公会的精英小队给消灭了。卓越级就更不用说了，目前新手村也就出现了一个卓越级的 BOSS， 还已经被叶枫刷了，所以副本的出现可以说是普通玩家获取好装备的唯一途径了，自然是趋之若鹜。叶枫来到副本前，看到的就是一副人山人海的模样，以及玩家们各种各样的组队信息。资深小队4缺1，来个血多能抗的，有技能的秒进，2大坦克招暴力输出，越暴力越好。由于10级前无法进阶，等于是大家都没有职业。实际上玩家们加点的风格基本就2种，抗性好的和输出高的，所以组队的要求都很简单。叶枫只是随意扫了眼就不再注意，直接来到了副本面前，却意外的碰到了2个熟人。一个是刚刚通关了普通难度的帝王海哥，见到叶枫神色大喜，姿态恭敬不已。另一个则是有过一面之缘的永恒守护，他看到帝王海哥的这副模样，脸上表情诧异无比。这家伙平时都心高气傲的，怎么看这样子是被这个剑剑剑征服了。叶枫同2人淡淡打了个招呼，就要进副本，却被帝王海哥拉住了。大佬您是要单刷吗？叶枫点点头。帝王海哥一脸的钦佩，继续问道：普通还是困难？叶枫还没回答，他旁边的一个玩家就嗤笑出声：你是在搞笑吗？单人敢刷副本已经是头脑不清了，你还问他什么难度？难不成你们帝王公会的人是这种哗众取宠之辈？帝王海哥愤怒回头，看到说话的是永恒守护队伍中的一个背着大刀的玩家，名为永恒潇洒。他不屑地瞪了对方一眼，这才从容说道：你以为是你们这种垃圾队伍吗？连挑战个普通难度都这么费劲。对方一下子被刺激到了，谁是垃圾队伍？要不是你们发现副本稍微早一点，我们通关的不会比你们晚。他还要再说，却被永恒守护一个眼神制止了。晚了就是晚了，虽然你们刷了普通难度的首通，但这困难难度的首通我们队伍拿定了。说罢，同叶枫微笑致意了下，就带着队伍头也不回地进入了副本。帝王海哥恨恨地瞪了一眼：那大佬，我们也进了，不能让他们抢了先。叶枫点点头，也是自顾自地进入了副本。难度困难，他本来还想先进个简单难度适应一下，永恒战队的话倒是提醒了他，困难难度的首通奖励应该还不错，有必要争取一下。而这个想法在迎来副本中的第1场战斗后，他就更加有信心了。土狼等阶普通，等级5，气血600，攻击82，防御33。仅仅是普通级的怪物，属性就堪比野外头目级，攻击和防御
都不是这个等级的普通玩家能够对抗的。即便是以叶枫现在的属性，用了2剑才将其秒杀，不过堪比野外怪物双倍的经验，以及接近4000铜的掉落，还是具备很不错的性比价。更别提足足2件装备的掉落，更是野外比不了的。而这其中居然还有一件特殊装备——小荷包，品质普通，位置特殊，背包格子加10，属性虽然很一般，但却让叶枫心中一动。如果这东西爆率不错的话，合成起来会是什么样？-28，-66，在永恒守护和永恒潇洒一前一后的攻击下，5级的土狼缓缓倒下。一个辅助队员上前捡起了掉落的装备，十分惊喜。队长，掉了一件小荷包。永恒守护满意地点点头。困难难度的爆率果然不错，仅仅3个怪物就有掉落了。永恒潇洒得意地抬起头，这困难难度也不过如此嘛，我们队伍一起出手，集火几轮就能解决一只，这个手通肯定是我们的了。永恒守护点点头，自己这个表弟虽然脾气差了点，但游戏中的实力还是不错的，尤其在击杀了一个5级头目后，运气爆棚，掉落了优秀级的武器后，攻击力上升了一大截，堪称公会中的第一输出。不过一向谨慎的他还是冷静道：先别顾着高兴了，加快速度，尽快通关。这一次我们一定要将帝王公会狠狠踩在脚下。-52，-78，-63。帝王海哥双手握着一柄重型武器，释放着技能，队伍引过来的3只怪头上纷纷冒出了伤害。等到他技能释放完毕，其余队员连忙上前分别顶了上去。不一会，3只怪物纷纷死亡。帝王海哥喝下一瓶恢复法力的药剂，满意的看着队伍的收获。虽然这样的打法对队伍要求比较高，气血药剂更是不中断的消耗，但效率那是1等1的。他相信永恒守护他们队伍的突进速度肯定不如自己。大佬给的这个技能是真的好用啊，不枉费怎么投入了那么多的经验。他看着已经提升到了3级的旋转大齿轮，啧啧惊叹。要是配上那把传奇级的武器，想到这，他跟自己身边的副会长说道：老安，让底下收购兔毛的人加快速度，不要在乎价格。帝王平安苦笑道：大哥，你光今天都催我5遍了，现在散人玩家流通出的兔毛基本都在我们了。帝王海哥点点头，不要懈怠，这东西对我们公会的发展非常重要。帝王平安在公会中发完消息，内心还是有些疑惑，哪怕公会成员们人手一件幸运的兔角，也只是能提高一些装备的产出量，跟其他顶级公会比，最多也就是一些小小的游戏。看老大的样子，似乎这东西还有别的用处。叶枫在了解了怪物的属性和攻击方式后，加快了速度，直接发挥自己的高敏捷，几个来回间就引了几十只土狼。面对足以让其他玩家面容失色的狼群，叶枫毫无惧色。Nice，动辄能将永恒守护打出几十点伤害的土狼，连叶枫的防御都破不了。叶枫也就懒得走位，而是直接站立不动，朝着四周无脑输出。-485，-363，箭射，-526，暴击，-394，箭射。有着武器的2道减防特性，叶枫每一剑都能打出碾压伤害，一剑就能消去土狼大半的血量。而即便是箭射伤害，也有着300多点伤害。如果触发暴击的话，伤害还会更高一点。可惜的是，如果触发暴击的话，碾压伤害的加成就没有了。要是2种伤害都能一起计算的话，叶枫摇摇头，那自己岂不是无敌了？第20章，背包空间腾出来了，大杀特杀。叶枫摇摇头，自己想的是不是太美了？梦还是少做一点的好。剑光纵横间，一头头土狼血光四溅，声声嘶吼和前仆后继的攻击里，叶枫身形却巍然不动，表情淡然无比。这个场景看上去别有一番风味。没一会，叶枫身边的土狼都被清理一空，一件件装备也被他迅速捡起。叶枫看了眼经验值，即便他现在已经达到8级，击杀5级的土狼有着 60% 的经验衰减，但依旧给他带来了几千点经验，距离升级又近了一步。铜币更是豪刷了3万多，让他的存款更进一步。当他打开背包，想看看掉落了几件小荷包，准备尝试合成下，却被看到的画面惊呆了。满了，刚刚就刷了一波怪而已，50个背包格子就被密密麻麻的装备给装满了。叶枫对这个掉落提升 1500%， 瞬间有了新的认识。好在小荷包的掉落几率相当高，足足有15件。叶枫猜测，这个副本如此设置就是给新手提供的福利，不然这样的特殊类型装备在野外可是很罕见的。16件当中居然还有2件稀有级，属性是格子空间加20，实际这样的提升已经很大了。毕竟3个特殊装备位置
是可以重复装备的，如果能收集齐3件稀有级，也能让自己的背包空间翻倍了。对于大公会的后勤来说，要方便很多。不过，叶枫可不满足于此。叶枫定了定神，拿起普通小荷包就是一顿合成。由于属性固定，提升的幅度也很统一。不提升品阶的话，就是从10个格子提升到15个格子；而出现小暴击提升品阶的话，直接暴涨至30个格子。14件普通及几下合完，2件稀有，12件普通，再度一波合成后，变成了7件稀有和4件普通。最终，在今天的合成次数即将消耗完的时候，出货了。宽阔的小荷包，品质卓越，位置特殊，体力加10点，气血加300点，背包格子加200，提升到了卓越级的小荷包，不但增加的背包格子提升到了一个夸张的程度，甚至还增加了2项基础属性，对叶枫来说变得更加能抗了。将其佩戴上后，背包一下子变得宽敞了很多。趁特殊装备的位置还空着一个位置，叶枫又装备上了一件优秀级的小荷包，虽然只增加8点耐力和80个的空间，但也能勉强起点作用。至于原始掉落的2件稀有级小荷包，叶枫准备到时候直接出售了。整理完背包空间，叶枫继续向前。背包空间已经腾出来了，各种装备快到碗里来。有了刚才的经验，叶枫行动起来更加熟练了，不仅一次性将剩下的怪物全部引了过来，甚至还包括3个头目级都一网打尽了。要不是怪物全部清理完才能刷新出 BOSS， 他甚至想来个一劳永逸。而这次的战斗更是简单无比，别说围攻的土狼对他造不成什么威胁了，就连头目级的怪围在外圈，还没来得及发动几次攻击，就在累计的几次建设下直接嗝屁了。你击杀了5级头目级怪物残暴土狼，你获得了200点经验，你获得了300加4500铜。你击杀了5级头目级怪物残暴土狼，你击杀了。这一波的清场直接让他升到了9级，更是豪刷5万多铜币，让存款突破了20万铜币大关。这次由于引的怪物更多，还有3个头目级的存在，掉落的装备也更多，80个格子的优秀级小荷包已经盛得满满当当。叶枫深吸一口气，迈步上前，接下来就是搞 BOSS 了。-118，-120，-125，残暴土狼一个3连咬，让永恒守护脸色有些发白。这头目的实力有点强啊，自己小队对付一只都有些费劲，不远处还有另外2只，看来这困难难度想通关是真不容易。永恒潇洒在释放了一个单体爆发技能，击杀了头目后更是摇头不已。不行了，我的法力已经空了，技能 CD 也还有10分钟，咱们休息一会再战。我们这配置都这么费劲，帝王公会估计更难，不急这么一会了。其余人都是深以为然，一个个盘膝坐了下来，开始恢复状态。老大牛逼！帝王海哥身体旋转着，在技能的加成下，2只残暴土狼的最后一丝血量被清空，前后倒地。其余队员见状都是惊喜地围住了他。帝王海哥喘了口气，这家伙对付起来是真费劲。看了看背包里消耗剧烈的补给，他摆了摆手，大家休息下吧，后面还要打 BOSS， 稳扎稳打。是，老大。帝王海哥看了眼自己的经验值，想了想，没有升级，而是将其全部投入到了技能之上。旋转大齿轮，品质优秀级，等级4/6，消耗200法力值，对4乘以4范围内的敌人发动基础攻击100%的群体伤害，并有20%、5%的几率造成单体、群体眩晕。使用双手斧、双手刀、双手锤、长枪、长矛等重武器时，伤害增加25%。冷却时间2分钟。看着提升至100%的伤害以及全新的眩晕效果，帝王海哥忍不住挥动了下拳头。牛批！大佬给的这个技能真是潜力无穷啊！不过这消耗也真是大，要不是自己的优秀级铠甲增加灵性，还有一件戒指直接增加法力值，还真是放不了这个优秀级的技能。只是一个技能就让自己提升这么大，大佬本人又是什么样的实力了？帝王海哥悚然一惊，大佬一个人单刷的进度恐怕都不会比自己的队伍慢太多吧。帝王海哥若有所思，哦，一声堪比帕瓦罗蒂的高音升起，在洞穴深处，一头浑身长着倒刺、眼睛血红的巨型土狼缓缓出场。叶枫来了精神 ，BOSS 终于刷出来了，血腥之狼，等阶卓越级 BOSS， 等级5，气血2000，攻击185，防御72，技能疯狂撕咬，连续发动3次120%的攻击，并造成流血效果，持续30秒。气血，攻击目标造成伤害，自身气血恢复造成伤害 X50%。看到对方属性，叶枫都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
基础属性倒也罢了，虽然比同等级的额外 BOSS 高出一大截，但也还在叶枫的承受范围内。这两个技能委实不简单，一个单体爆发，一个被动吸血。只是一瞬间，叶枫就决定了，先下手为强。就在 BOSS 刚刚停止了嚎叫，准备行动的时候，叶枫的身形已经飘了过去。血腥之狼刚扬起爪子，叶枫的剑已经到了。负480，血光四溅，血腥之狼扭动身子，发出了痛苦的吼叫。叶枫心头一松，看来自己的特性还是可以发挥。在连续2个减防效果下，看似肉糙皮厚的 BOSS 防御变得不堪一击，被自己轻松打出了双倍的碾压伤害。BOSS 的血量瞬间下去了1/5。不过 BOSS 也不是吃素的，攻击只比叶枫慢了一点点。就在叶枫身形落下后，也是遭到了对方的疯狂反扑。负36，负36，负36。叶枫摇摇头，不过如此。BOSS 发动技能攻击后，狼头上也是浮现起了3道恢复气血的效果。加18，加18，加18。似乎是感到恢复的血量不如预计， BOSS 的眼中出现了一瞬间的错愕。叶枫懒得再试探，既然你的大招都只有这点实力的话，那就没必须浪费时间了。负486，负515，暴击！连续2剑下去 ，BOSS 的血量又下去了一半。看他痛苦的模样，又要仰起头嘶吼，吵死了！一道剑光从上而下，终结了他的生命。血腥之狼缓缓倒下，眼中满满的都是不甘。地上则瞬间出现了好几道光芒，大爆了！叶枫眼神一喜。第21章，接连遭受重创，这副本也太难了。你击杀了5级卓越级 BOSS 怪物血腥之狼，你获得了400点经验，你获得了2000加30000铜，即便有着60%的衰减效果，经验和铜币的掉落依然不少。而地上更是足足有6件装备，这里面除了5件卓越级的各部位装备，其中更是有1件传奇级血腥的防护之甲，位置铠甲，品质传奇，需求等级5级，防御加25，耐力加7，体力加7，气血加500点，格挡伤害50点，闪避率正2%。浴血，每次受到伤害自动恢复30点气血，如果一次性受到超过自身70%血量的伤害，则额外恢复10%，冷却时间10分钟。这属性让叶枫多看了几眼，可惜对他没用，主要他身上合成的新手布衣比这效果要好，唯一的一个特性还对他没什么用，倒是可以卖个好价钱。叶枫沉思道，除了6件装备， BOSS 还掉落了2颗属性果实和2本技能书。属性果实1颗是优秀，1颗是卓越，而技能书里1本是类似 BOSS 使用过的技能单体爆发攻击，只不过效果没有 BOSS 的那样强，对叶枫用处也不大。另一本就有点意思了，气血，品质卓越级，最高等级6级，攻击目标造成伤害后，自身气血恢复造成伤害 X5%， 恢复上限为自身血量的1%，对高于自身5级的目标无效。这本技能虽然名字跟 BOSS 使用的一模一样，但效果却是天差之别。且不说恢复的血量低了很多，还有诸多限制，换一般玩家来使用的话，哪怕是提升到最高等级6级，也只是多了一点生存的手段。但对叶枫来说，这技能书潜力无穷，现在不厉害，合成起来呢？他将其收了起来，等到再多打1点卓越级的技能，就可以将其尝试合成下了。现在还有2关要过，叶枫整理完背包，开始加快了速度。第2关跟第1关的怪物大同小异，只不过是等级从5级提升到了6级，属性各方面都强了一点点。叶枫没花多少时间就迅速通关了，即便是 BOSS 也没对他造成什么威胁。贡献了5件卓越级的装备和3本技能书，其中也没什么叶枫看得上的，倒是2颗卓越级的属性果实让他郑重的收了起来。熟悉了这个副本的地形后，叶枫的第3关速度丝毫不比第2关慢，即便是再次提升了等级和属性，和普通怪物和头目也完全不是他的对手。直到他准备用最简单粗暴的方式快速击杀这一关的最终 BOSS 时，发生了一点意外。负182，负182，负182。血腥之狼挥动着手中的利爪，永恒潇洒一个不小心直接被秒杀。永恒守护见状焦急的大喊，小心，大家快散开！可是已经晚了，最强的输出被 BOSS 解决后，血腥之狼犹如进入了无人之境，四处奔走之余就将队伍的其他几人一一消灭。永恒守护见状也只能无奈地退出了副本，以他一人之力根本奈何不了这畜生，还不如保留有用之身再徐徐图之。就在他身体闪烁着白光退出副本之时，
心中突然浮现了一个念头：帝王公会和大佬恐怕也坚持不了多久吧。退，快退！帝王海哥大喊着指挥，让队伍全员脱离了战斗状态，退回了一处休息处。看着队员们全部几近残血的状态，以及背包里空空如也的补给，帝王海哥表情有些不甘。这第2关的 BOSS 是肯定过不去了。他身边的一个队友也是惊叹，没想到这困难副本的怪物这么厉害。老大，咱们怎么办？帝王海哥叹了口气，还能怎么办？总不能白白送死，浪费时间和经验。全部退出吧。每个副本的首次闯关失败后，还额外提供1次机会，咱们出去了再想想办法，准备好了再来。其他几人也是点点头。虽然这次通关失败了，但老大的做法还是让他们感动不已。站在一起，纷纷选择了退出副本。几道光芒闪过，5人齐齐出现在了副本外，一眼就看到了永恒守护。帝王海哥有些奇怪，怎么就你一个人？永恒守护苦涩的摇摇头，其他人都挂了。他看到5人一起出现，神色惊诧，你们没死人？帝王海哥神色不变。第2关的 BOSS 确实有点难，总不能硬打，我们就先出来了。你们都打到第2关了？说话的是从复活点跑过来的永恒潇洒和其他3人，他眼神里是明显的不相信。怎么可能？我们连第1关都没。别说了。永恒守护打断了他的话，神色复杂。他很了解帝王海哥，这人虽然做事情浮夸一点，但从来不乱吹牛，更没必要骗自己。他有些想不通，大家等级实力应该都差不多，可是通关副本的进度怎么有这么大的差距？帝王海哥看着对方的脸色，瞬间明白了，仰头大笑，哈哈，你们永恒公会不是说要比我们先通关吗？结果连第1关都闯没出去，笑死我了。其他4名队员也是神色骄傲，原来我们做的还不错。永恒守护脸色难看，嘟囔道：你得意个什么？你们不也退出来了吗？帝王海哥哼哼了一声，我们是战略性撤退，等下就要打回去的。永恒潇洒忍不住了，就算你们运气好，比我们进度快一点，也还不是过不去第2关。难不成你再进一次就肯定能通关？帝王海哥神色一致，对啊，再来一次的话，队员们起码实力得再提升1节，自己这个主力输出更是要提升1大截才有可能。可短时间内怎么提升？脑子转了一圈，他眼前一亮。对了，我可以再问问大佬，他既然敢单人闯副本，实力恐怕已经跟我不是一个档次的了。从他那淘点好东西，说不定再闯一次还有机会。大佬人呢？他急切地问永恒守护。永恒守护一怔，我也没看见啊。2人对视一眼，同时张大了嘴巴。难不成大佬还在副本里？第22章，无法阻挡的通关，意外的惊喜。负402，叶枫一剑下去，眼前这个7级 BOSS 的血条又下去了1截，眼看着再来1、2剑就能将其击杀。突然，随着洞穴的一阵摇晃， BOSS 变身了，身体外笼罩的一层红色光芒让叶枫无法攻击。不多时， BOSS 变身结束，出现在叶枫眼前的是一只体型堪称巨大的犀牛，比之前足足大了好几圈。叶枫谨慎地退了一步，看到了系统提示，你在1分钟内将 BOSS 的气血降至 10% 以内，激发了隐藏条件， BOSS 完成了进阶。杀得快，还能触发隐藏条件。叶枫朝变身后的 BOSS 看去，远古犀牛，等阶传奇级 BOSS， 等级7，气血5000，10000，攻击214，防御105，技能远古守护，在先辈气息的庇佑下，拥有一个自身气血值 50% 的护盾，每隔5分钟自动刷新。远古战后，对5乘以5范围内的目标造成300点固定伤害，并有几率造成眩晕效果。缓慢再生，每秒自动恢复上限 0.5% 的气血值，气血低于 20% 时，该数值提升至 1%。我擦！看完对方的属性，叶枫直接爆出了粗口，这玩意好像有点猛啊。他趁对方刚变身完，似乎还没有攻击的意图，上前刺了一剑，负142。这个伤害让他心里一凉，没有碾压伤害的加成了。他心里一计算，发现哪怕是经过了自身武器的2道减防效果后，自己也起码要有280点伤害才能达到碾压效果后。换做别的玩家可能就傻眼了，在副本中还怎么提升伤害？换武器没得换，加点更是不够加。叶枫则是心中轻舒一口气，好在还有点存货。他不再犹豫，将8级升9级的2点和之前完成 BOSS 首杀还没有动用的15点，一共17点自由属性点全部加在了力量上，顿时伤害增加了34点。然后叶枫满怀期待的再度上手，负544。虽然这道伤害依然被 BOSS 的护盾减去了，
但重新出现的碾压效果还是让叶枫心里踏实了。稳了。变身后的 BOSS 虽然气血值只有巅峰状态的一半，但5000点气血的护盾值实际补充了这个缺陷。对于普通玩家来说，如果伤害不够，5分钟内不能打破护盾的话，就要面对一个全新的护盾。不过以叶枫的伤害，自然不会害怕，有着碾压伤害效果，只是几剑就将护盾的气血清空了。而 BOSS 期间对他发动的几次攻击，完全称得上不痛不痒。没办法，他的这一身变态抗性在新手村属实是有点 bug 了。而 BOSS 护盾一去，眼看自己的攻击也不奏效，则是彻底怒了。-300！一声震耳欲聋的大吼，叶枫头上冒出了一个伤害数字。如果是普通的玩家，这一下子足以要了半条命，但叶枫连眼皮子都没抬一下。小爷将近6000血，你放心吼。硬抗住了这道战吼，叶枫上去又是一剑。-618！暴击！在高达 9% 的几率下，叶枫又打出了一记暴击。BOSS 这下有点慌了，扭动着身躯想要躲闪，可叶枫好不容易打破了护盾，岂能绕过他？追着就是一顿砍。+50！远古犀牛头上飘起了一个绿色的数字，是自动恢复气血的效果生效了。可在叶枫动辄 4.500 点的伤害下，这点气血的恢复堪称9牛1毛。即便是在叶枫的攻击下，气血将至 20% 后，这个数字达到了100，依旧没能阻挡他最终的命运。-555！轰！ BOSS 再也无法抵挡，死在了最后一剑下，庞大的身躯重重的落地。叶枫也是收起了武器，开始查看收获。你击杀了7级传奇级 BOSS 怪物远古犀牛，你获得了1680点经验，你获得了2100加31500铜。光是经验和铜币就让叶枫忍不住感叹，不愧是传奇级，给力。而地上足足8件的装备更是让他挑花了眼，2件卓越，5件传奇，1件史诗。强健的远古腰带，位置腰带，品质史诗，需求等级7级，防御加20，体力加15，耐力加15，灵性加15，气血加1000点，法力加300点，格挡伤害100点，闪避率正 4%。 远古庇护激活后拥有一个自身气血值 50% 的护盾，冷却时间3分钟，微弱再生，每秒自动恢复上限 0.5% 的气血值，战斗状态时效果提升至 1%。 豪华的属性及其实用的属性，叶枫忍不住给这件史诗级的装备点了个赞。虽然他自身已经拥有2件史诗级，属性也比这件强大，但作为游戏中自产的第一件，这件装备足以将任何一个玩家的抗性提高好几个档次，说是目前游戏中的第一神器也不为过，肯定能卖个好价钱。叶枫如此想到，就连一次性得到4颗属性果实都没什么太大感觉了，倒是足足8本的技能书让他很满意。虽然全部都是卓越级，但叶枫也能理解，因为转职一阶之前能出现的技能书的最高等阶就是卓越级，无非就是效果强弱不一，到了一阶才会产出传奇级的技能。至于史诗和神话级，叶枫前世都没见过几本，根据他的推断，恐怕要高阶怪物才能掉落。不过对于他嘛，不影响，等明天合成次数恢复了就搞起来。收起了技能书，叶枫意外地发现还有一份闪烁着奇异光芒的石头，史诗级进化石，等级5级，说明可将史诗级的相应装备提升至进化石相应的等级。居然是这东西，叶枫差点要喊出声，内心激动不已。看描述只是能将一件低于5级的装备提升到5级，但对于叶枫来说，这东西可有用了。众所周知，低级的装备哪怕是传奇级乃至史诗级这样超高的品质，即便在前期能够效果明显，但随着等级的提升就有些不够看了。基础属性还比不了高等级的卓越级甚至是白装，特殊属性和特性用处虽然还在，但数值跟高等级的传奇级、史诗级也是比不了的。这个进化石的作用就能将属性好的低等级装备提升到更高的等级，相当于是成长性装备了。如果这东西给幸运的兔脚用上，不但基础属性还大幅度提升，甚至连特殊属性和特性都会有进一步的提高。不过叶枫并没有贸然使用，而是将其收了起来。这东西可不是这么简单用的，他心里已经有了计划。随着远古犀牛的死亡，整个副本也已经通关完毕。叶枫眼前出现了一道系统提示：恭喜你通关困难级副本嚎叫洞穴，你的评价为 SSS 级。作为通关奖励，你可以随机选择获得最终 BOSS 掉落的2件物品，或者指定的1件物品。第23章，大佬，你有没有不要的破烂施舍点？前世叶枫通关副本从来没有得到过 SSS 级的评价，不知道居然还有这样的好处。
但什么东西是收获里面最好的，他还是能分清。他根本没有犹豫，指定选择史诗级进化石。你获得了史诗进化石 X1， 你第一个通关该副本难度，奖励翻倍。你第一个完成了 SSS 级评价，奖励翻倍。你获得了史诗进化石 X6。叶枫大喜过望，还能这么翻倍的？系统，你实在是太智能了。这也让他有了一丝动力。看来以后的副本首通，自己是不能放过了。足足6枚史诗级进化石的奖励，让他心情大好，哼着小曲就离开了副本。就连副本前围着的一群人都没有注意，直到帝王海哥打招呼，他才发现，咦，你们都围在这干什么？这2支队伍浑身最高就是优秀级的装备，自然不可能是比他还早的通关了副本。叶枫有些诧异，帝王海哥讪讪一笑，没打过 BOSS， 刚退出来。大佬，你这是？叶枫挑了挑眉，刚刚通关，这 BOSS 确实有点实力。帝王海哥以为叶枫指的是第3关的卓越级 BOSS， 忍不住竖起了大拇指。大佬还是牛啊，我们连第2关都没过去。叶枫自然不会解释，自己其实说的是进阶后的史诗级。拍了拍对方肩膀，那你加油。帝王海哥舔着脸凑了过来，大佬，您有没有自己用不上的装备，给小弟淘汰点？永恒潇洒看不下去了，冷笑道，人家看不上的装备，那都得是什么样的垃圾了，给你有什么用？你还指望着靠捡别人的破烂通关副本，真是笑话。面对他的嘲讽，帝王海哥却丝毫没有动怒，而是微笑道，既然如此，你们永恒公会肯定是看不上大佬的破烂了。永恒守护脸色一变，但又恢复了正常。虽然他觉得叶枫通关了副本，可能掉落了些好东西，有些心动，但这个时候接这个茬，让他这个顶级玩家有点跌份。就在他犹豫间，永恒潇洒已经迫不及待地回应了，你放心，我们绝对不跟你抢破烂。那我就放心了。帝王海哥呵呵笑道，做了一个拱手感谢的表情。大佬，这边请。示意叶枫到没人处说话。叶枫也是笑了笑，既然这小子这么识趣，那就给他一个面子吧。路过永恒公会小队的时候，他忍不住摇了摇头。本来还想着上次没能跟永恒守护交易成，这次掉落的东西挺多，可以给他们匀一点。没想到这公会的人都这么傲气，倒是不必了。永恒守护看到叶枫的表情，心里咯噔了一下，自己好像是错过了什么。话说帝王海哥将叶枫请到一边，就迫不及待地开始了。大佬，您也听见了，人家姿态高得很，您就把这趟收获里看不上的全部处理给小弟吧。在他想来，叶枫完成了副本首通，又是单人通关，起码获得了不少卓越级的装备。要是卖给自己1件2件的，自己队伍通关的几率也能提升不少。姿态卑微一点，算不了什么。叶枫的表情似乎很满意，但说出的话却让他心头一跳。我这次收获可不少，你确定你一个人能吃得下？帝王海哥这下子激动了，听大佬这意思是有狠货。还不等来得及猜测，叶枫已经发来了交易邀请。帝王海哥眼巴巴盯着，1件、2件、3件，直到把交易栏放满。看看吧，有需要的没？帝王海哥才迫不及待地开始一个个查看。只是第1件就让他瞪大了双眼，7级的卓越级铠甲。再往下看，他的目光光芒更盛，7级的卓越级戒指，6级的卓越级腰带，6级的卓越级靴子。连着看了2行装备，他感觉自己的呼吸都有些停滞了。居然这么多的卓越级装备，哪怕武装完自己全身都还有剩余。可当他将目光再往下，刚才的激动已经彻底化作了震撼。传奇级装备，天哪！他忍不住就要惊呼成声。在玩家以卓越级装备为最高追求的时候，大佬居然拿出了1件传奇级装备，这件装备自己一定要拿下。他下定了决心，剩下的就随便看看吧，他如此想到。可是当他继续浏览时，忍不住还是眨了眨眼睛。我眼花了，怎么后面的装备好像都是传奇级？他咽了口唾沫。大佬，咱们玩的是同一个游戏吗？他已经有些怀疑人生了。一个困难级副本还能掉落传奇级的装备，还是足足5件。他看向叶枫的眼神宛如神明。大佬，接受线下华夏币交易的话，我全都要了。在他期待的眼神中，叶枫摇了摇头。华夏币现在不太方便。帝王海哥面露难色，不接受华夏币的话，别的我也拿不出什么呀。虽然叶枫没有报价，但这些装备的属性如此极品，完全领先目前主流玩家好几个档次。他就算把全公会的铜币汇集起来，怕是也不够啊。兔毛虽然一直在收，但能抵的价值也有限。他这才明白，叶枫刚才说的他可能吃不下，并不是在开玩笑。叶枫看着对方的神情，顿时明白了。没事，这些装备可以先借给你，回头一并算就行。
帝王海哥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大佬，您是说先借给我？您愿意相信我？他是真的感动了。玩游戏好几年了，他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谢谢大佬，我必定不辜负您的信任。叶枫点点头，直接交易了过去。他这么做倒不是看帝王公会的名声和帝王海哥的面子，而是在前世的记忆里，帝王海哥是出了名的氪金玩家，以豪爽讲义气著称，在异界入侵时也是华夏对抗异界的主力之一，人品很不错。前世对方倾尽全力，却依然落了一个死亡的结局，令无数华夏人唏嘘不已。这一世，他愿意帮助对方加快成长，何况相信自己这次帮了他，对方后面肯定也会加倍偿还回来。交易后，他也交代了对方几句，让其除了收购兔毛以外，再多几样物品，任何品质的技能书、史诗级进化石。本来还想要不连属性果实一并收购，又一想这东西爆率本身就低，现在所有玩家手中加起来的不一定有他身上的多，还不如让大家自然发现这东西的用途。再一转钱，尽量把实力提升到极致。异界入侵者的那句话，他现在还是记得很清楚：你们基础太差了，根本不可能走出那一步。那一步是什么，他到现在还不知道，但基础差已经明白就是基础属性的积累了。这一世，他要带领华夏玩家打好基础，将自己身上适用的装备全部交易给了帝王海哥，叶枫就离开了。史诗级的装备现在拿出来还有点早，等到他达到10级，开启藏宝阁后，才是这件神装大放异彩的时候。现在他要赶往下一个副本了。第24章副本竞速排行榜，第一是什么怪物？拿到了装备的帝王海哥信心十足。当他回到副本前，只是随意拿出了几件叶枫给的装备，就引起了队友们的阵阵惊叹，让帝王海哥得意不已。这几人中既有职业玩家级的高手，也有跟他一样家庭条件富裕的氪金选手，自然是轻松就将他拿出的装备消化了。看着穿了几件卓越级就信心膨胀的队友们，帝王海哥就没好意思展示他身上的传奇级，实在是怕太打击他们了。而当他们重振旗鼓，准备再次进入副本的时候，永恒守护等人正准备离开。他们计划了半天，觉得哪怕队伍整体再提升一点实力，也还是难以成功通关，准备先放弃这个副本，继续去野外练级。没想到帝王海哥几人雄赳赳气昂昂的就要往里闯。你们有把握？永恒守护忍不住问了句。10拿9稳。帝王海哥得意的扬起头，他的队友们的眼神里也是期待不已。5人瞬间集体进入了副本。永恒守护还在沉思，永恒潇洒却嗤笑出声，还真就捡了几件破烂就自信满满了。这是谁给他们的勇气？他索性停住了步伐。大哥，要不让其余人先去练级，我们就在这等一等。我还不相信就这么一会儿功夫就有实力通关了。那个剑就是 GM 也不可能这么快编辑出一堆牛逼装备吧。永恒守护内心也是好奇不已，就同意了。两人在副本门口等了起来，而副本里的帝王小队则是另外一个画风。哎，你慢点出手，让我来一刀。别杀光了呀，我的卓越级宝剑还没见血呢。都让开，这个头目我一个抗，小爷皱一下眉头，算我输。曾经还让他们头疼的前2关，如今完全不是事。队友们换上了卓越级的装备和武器后，抗性和伤害都是上了个档次，战斗起来轻松无比。而作为全身几件传奇的帝王海哥，直接就是脱胎换骨了，仅仅一件武器就给他增加了80点伤害，再加上戒指和项链的力量加成，他的伤害直接突破了150大关，这让他的旋转大齿轮直接伤害爆表。而这些装备上灵性和法力值的增加，让他释放技能起来也毫无压力。仅仅花费了不到之前1/3的时间，他们就再次来到了第2关 BOSS 面前。而这次他们赢了。3分钟后，5人都是有些恍然如梦的感觉。刚才还虐得我们欲仙欲死的大家伙，这会这么轻松就搞定了？他们看看身上的装备，对帝王海哥口中的大佬更加好奇了。3件大佬究竟是什么样的神奇存在啊？而当他们一鼓作气把第3关也顺利通关后，看着获得的 S 级评价，几人甚至感到了些许的不真实。这困难级副本就这么过了？当他们选择了奖励退出副本后，几人的表情都还是有些恍惚。这样的表情让等待的永恒守护和永恒潇洒两人都是一愣。这么快的时间就出来了，肯定不是通关了。看这个样子，应该是第2关又没有通过吧？永恒潇洒正要上前嘲讽几句，过嘴瘾，眼前却闪过了一条系统提示：玩家帝王海哥率领的队伍帝王风少、帝王斩魂、帝王战神、帝王一剑通关了困难级副本嚎叫洞穴。有2支队伍已经通关该副本难度，
副本记录功能放出，保持记录前3名的队伍每天将获得固定奖励。居然通关了！永恒潇洒脸色难看，永恒守护也是惊讶地看着自己的老对手。这才多大一会功夫，这家伙是吃什么药了？两人赶紧来到副本入口前，看到了一块石碑缓缓升起，上面清晰地写着副本竞速记录排行榜，困难 No 1通关时间8分钟21秒 No 2帝王海歌、帝王风少、帝王斩魂、帝王战神、帝王一剑，通关时间19分钟31秒 No 3空缺。排行榜名次以每日24点在榜队伍为准，奖励如下：1 5件卓越级装备任选，2 5件优秀级装备任选，3 5件优秀级装备随机。看到帝王海歌的通关时间，两人都是神色难看，这个时间他们短时间根本无力赶超。而看到叶枫的通关时间，两人更是感到头脑一阵眩晕。这个时间他们之前连第一关都还没闯过去呢，看来这个第一暂时是无人可以超越了。不过等他们看到底下的奖励时，两人又来了精神，比不过第一和第二，能拿到第3这奖励也很不错呀。两人对视一眼，就迅速往新手村的方向飞奔而去。购买物资，提升实力，冲第3。帝王海哥乐呵呵看着石碑上自己跟队友们的名字，感到满足无比。这排行榜看着美得很嘛。至于第一的大佬，那是变态，比不了。当他用余光看到飞奔的永恒公会，两人也是反应了过来，对方眼看拼不过他们，看来是要想办法抢这个第3了。他打开背包栏，里面有刚才通关副本作为队长拾取掉落的数十件装备，再加上叶枫那会暂借的一部分还没用的卓越级，他统统拿了出来，给工会另一个实力不逊色于他们的顶尖小队队长寄了过去。随着邮件过去的还有他们通关副本的心得，只是一瞬间对方就回了消息：我擦，会长，你这是捅了 BOSS 窝了，大丰收啊！帝王海哥也是迅速回复道：别废话，赶紧把队员们武装起来，有了这些装备和我们的攻略，赶紧给我拿下副本第3的位置。要是被永恒公会抢了先，你们这个月就别拿工资了。对方也是毫不含糊：会长你放心，这么好的资源我也再通不了关，提头来见。帝王海哥关了对话框，哥几个副本也搞定了，野外走起。队友们也是纷纷回应：我感觉我能打10个，给我来个野外 BOSS 吧，我要跟他拼一拼。帝王海哥带着队友们脸上洋溢着自信，冲向了野外。怪物们，你们的爸爸来了，准备受死吧。第25章技能合成的惊喜，连续升阶，技能蜕变。叶枫走在野外，看着自己的面板，有些发愁。一趟副本出来，距离10级已经不远，可自己的实力比6级7级的时候实际没有什么明显的提高，距离自己想要完成那个隐藏任务要达成的目标还有点不稳妥。剩余的合成次数已经不多，想要再合成武器来提升攻击不太现实。叶枫目光一凝，是时候搞下技能了。要合成就要先确定基础的胚子。叶枫首先拿出的是 BOSS 首杀的奖励，碾压光环，品质卓越级，最高等级6级，对目标造成碾压性伤害时额外增加 100% 伤害。这是一门被动技能，潜力不错。叶枫随意挑出了一本其他的卓越级技能，将两者放了上去。是否选择增强主合成位置技能效果，或者自动合成为随机同品质技能？叶枫自然选择了增强。消耗了一本技能书后，减少了2次合成次数，技能的效果从额外增加 100% 伤害变成了 150%， 算是在叶枫的意料当中。他继续往上拍卓越级的技能，增加的伤害也一路上涨， 200%、250%、300%，连续4次都没能提升等阶。叶枫停手了，这个提升的幅度让他不太满意。技能的增幅只是在原有的基础上固定增加，而不是在提升后的技能上再度提升。目前合成了4次的碾压光环已经额外提升 300% 的伤害，相当于别人打出碾压效果是双倍伤害，而他则是4倍伤害。先凑合用吧。叶枫翻了翻背包，想要再找一本类似效果的被动技能，却没有找到。他尝试拿低品质的来合成，6本优秀级双双合完，得到的还是增加了 50% 效果的3本优秀级。他不信邪，又拿稀有级的试了试，依然都只是增强效果。技能想要升阶有点难啊。叶枫皱起了眉头。不过他在合成界面发现了一行小字：连续合成技能10次，激活特殊合成方式，消耗5本同品质技能，可必定完成1次升阶合成，属性完全随机。算了算刚才的几率，叶枫觉得这种合成方式更好一点，就丢进去了5本优秀级。一定要出个好点的呀。他内心有点期待，这5本技能放在外界
都能让帝王公会或者永恒公会里的顶尖小队玩家整体提升一大截实力。他的投入不少了。你成功合成了卓越级技能暴击增幅，听名字不错呀。叶枫来了精神。暴击增幅，品质卓越级，最高等级6级。当你的攻击效果触发暴击时，暴击伤害提升 50%， 并将额外产生一次总伤害效果 10% 的固定伤害。这依旧是一个被动技能，跟碾压光环一样，也是在特定的情况下才能生效。根据叶枫的估计，提升到满级的话，暴击伤害能提升大一截，追加的固定伤害应该也能增加不少。这个技能怎么说呢？光看比例好像也不少，但要知道这只是单次生效。对一般玩家来说，暴击本来就很难打出，打出的那一次只是暴击伤害更多一点，额外追加部分伤害，效果也不是多明显。相比较直接的主动技能似乎有所不如，但对叶枫来说，他还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继续提升，倒是觉得还不错。当他连续合成了4次以后，增加的暴击伤害提升到了 100%， 而追加的伤害效果则变成了 30%。 叶枫有些犹豫，背包里还剩下3本卓越级技能书，而今天的合成次数更是所剩不多，要不再试一次冲击升阶？叶枫看着2本都合成了4次的卓越级技能，有些心痒痒。碾压光环的效果暂时够用了，他选择了冲刺一把暴击增幅，拿出1本卓越级技能，再将2者一起丢了上去。大哥，给点力！不知道是不是他心中的请求起了帮助，光芒闪过，你使用暴击增幅卓越与地裂刀光卓越进行了合成，你在合成中出现了非常幸运的大暴击，100%提升2个品阶，熟练度加200，出货了！叶枫咧开了嘴，不但升阶了，还是连续2次。可还不等叶枫高兴太久，该物品在目前阶段最高可合成上限为卓越级，无法再次升阶。该技能的特性发生了部分蜕变，你合出了爆伤增幅卓越，虽然没能升阶，让叶枫有些遗憾，但这也没办法，毕竟1阶前玩家能学习的最高品质的技能就是卓越级，自己的合成天赋虽然强，似乎也没办法突破这个限制。但这个所谓的蜕变还是让他有些期待。打开背包，他迫不及待地查看起来。爆伤增幅5，品质卓越级，最高等级6级。当你的攻击效果触发暴击时，暴击伤害提升 200%， 并将额外产生一次总伤害效果 50% 的固定伤害。你的总伤害效果的加成将不受其他伤害加成方式的影响，暴击可与其他加成同时存在。看完技能说明，叶枫顿时身躯一震。伤害的提升倒是其次，这个蜕变的效果，自己如果没理解错的话，好像是说暴击能跟碾压效果一起存在了。这样的话，自己一旦同时打出碾压效果和暴击效果，那岂不是双份加成？再来个额外 50% 的固定伤害的话，叶枫感觉有些头晕。不行，这刺激有点猛，扛不住了。他恨不得马上尝试一番。虽然2本技能还没有合成到极限次数，但他已经尝试过，即便学习后的技能，只要不提升等级，还是可以继续合成的。只是，你是否花费10万点经验学习碾压光环？叶枫傻眼了。这么高的经验需求吗？他连忙换了本。你是否花费10万点经验学习暴击增幅？叶枫这才想起来，前世的时候虽然10级后到1阶转职成功，能够学习的技能最高等级就从卓越级提升到了传奇级，4阶和7阶后更是能学习史诗级和神话级的技能。但实际上，哪怕在3阶甚至是4阶，卓越级技能才算是主流，能拥有传奇级技能的玩家是寥寥无几。即便想学习的，也是需要好好攒一攒经验，不过那样的话，也会拖累自己的升级速度。只有到了4阶乃至5阶，学习起来才会轻松一点。可如果不学习技能，就这么硬闯的话，叶枫还是有些不确定。这个任务关系重大，他必须要完美的完成。想了想，边走边看吧。他先朝着任务中山寨的方向走去，一路上又发现了几块没有探索过的区域，在他如今的实力面前，自然是轻松扫荡。不但经验增加了将近1万点，铜币也是刷了快2万。只不过遇到的怪大部分是普通，头目都没多少，除了几十件6级到9级的装备，就是10本技能书了。其中普通的6本，稀有级3本，优秀级只有1本。就在他清理完视线内的野怪，差不多能看到山寨的时候，一条系统提示让他心中一动。你发现了副本黑石峡谷。第26章，摧枯拉朽的通关，来自生活玩家的惊喜。一道淡淡的传送门悄然在叶枫面前出现，他有些小激动，连忙上前。你是否进入10级副本黑石峡谷？目前可选难度普通、困难。
叶枫神色一喜，找的就是你，反正2个难度的次数不冲突。叶枫就先选择了简单，直接选择了进入。穿过光门，叶枫感觉眼前一花，这里是一处巨大的地形，峡谷的2侧十分陡峭，中间是一条河流，在阳光的照射下闪烁着光芒。就在他进入副本后，原本平静的世界里热闹了起来。上方的石壁后，怪物隐隐约约在探头，下方的河流里有不断翻涌出来又沉寂下去，长得奇形怪状的各种怪物。叶枫皱起了眉头，这样的地形不好搞啊，要是整支队伍的话，可以靠人数分开对付这上下2方，他一个人的话就麻烦很多。摇了摇头，叶枫不再多想，既然已经进来了，先开打再说。狂战线，等阶普通，等级10，气血1000，攻击118，防御62。10级的普通怪物，经过了副本的加成后，属性也不算弱。叶枫2剑下去才击杀了一只，好在他踏入河流后，怪物们纷纷朝着他游了过去。一剑下去，好几头怪物头上纷纷冒出了伤害数值。叶枫索性在河流中急速奔跑起来，无数的怪物纷纷对着他发动攻击。遗憾的是，无法对他造成任何伤害。就在他以为可以这样轻松通关的时候，-21，突如其来的一道攻击让他身体一晃，定睛看去，是从峡谷上方跳下来的一只猛虎头领，攻击高达180点，都快比得上5级的卓越级 BOSS 了。不过对方的气血和防御比 BOSS 差远了，也没有什么强力技能。叶枫不闪不避，硬吃了对方2记攻击，就将其击杀了。你击杀了10级头目级怪物怒虎，你获得了900点经验，你获得了1080加16200铜币。这个经验叶枫还算满意，加快了脚下的速度。既然头目级对自己造成的伤害也如此有限，他就直接放开了引怪，在峡谷上方和下方来回奔走，不到10分钟时间就成功的清除了所有怪物，就连最终刷新的 BOSS 也没有扛过1分钟就被他强势击杀。叶枫损失了不到 20% 的气血，收获却一点也不少。10级卓越级装备武器6件，优秀级若干，铜币15万，属性果实5颗。就连他最紧缺的技能书也是足足掉落了30本之多。虽然卓越级的只有2本，其他都是优秀级和卓越级，还有2本充数的普通级。叶枫惊讶这个数目之余，也有自己的猜测。这个副本技能书掉率这么夸张，即便刨除自己幸运兔角的加成原因，也不低了。可能是为玩家转职完成一阶提供的福利吧。恭喜你通关简单级副本黑石峡谷，你的评价为 SSS 级。作为通关奖励，你可以随机选择获得最终 BOSS 掉落的2件物品，或者指定的1件物品。简单级的副本虽然也获得了最高等级的评价，但掉落属实一般。叶枫就直接选择了随机。随机选择中，你获得了属性果实 X1 卓越地裂斩卓越，你第一个通关该副本难度，奖励翻倍。你第一个完成了 SSS 级评价，奖励翻倍。你获得了属性果实卓越 X6 地裂斩卓越 X6。叶枫没想到，随机的选择居然给了自己一个惊喜，不但随机到了几乎最有价值的2件物品，在双重奖励翻倍下，可谓是小丰收了。通关副本后，叶枫的等级也提升到了10级，虽然全属性增加了1点，还获得了2点自由属性点，但在面对10级怪物的话，可就没有越级加成的额外经验了。不过叶枫也没办法，一阶之前等级是自动提升的，只有转职进阶后才能手动选择。升级后空闲的经验值只剩下5000多点，距离学习技能的消耗足足差95000点。难道自己没办法在一阶前学习到卓越级技能了吗？叶枫有些无奈。就在他心神放空，无意间朝着世界频道扫了一眼时，欧质子在世，出售经验单，想节省时间的大佬私聊，穷比勿扰。叶枫点了下对方消息中的截图，初级经验单，品质稀有，获得的经验提升 100%， 持续30分钟。这东西不错呀，叶枫心中一动。虽然持续的时间比较短，但对现在的他来说够用了。他马上给对方发过去了消息，见，怎么卖？欧质子在世，2万铜，不讲价。虽然这价格不算便宜，但叶枫也懒得讲价了。见，有几枚我都要了。一座隐蔽的矿洞中，一个正在挥着锄头、身材魁梧的男子突然停下了手里的动作，看着消息栏怔发呆。他正是欧质子在世，一个酷爱打造装备，决心要做天域中第一神将的骨灰级生活玩家。他目前虽然只有4级，远远低于玩家们的主流等级，但他运气极佳，进入游戏后就接到了一个隐藏任务，
获得了一个稀有的特殊类挖矿技能，不但挖矿的效率比一般生活玩家要高得多，还有几率挖出特殊物品。当他不停地探索野外地图，发现这个隐秘矿洞时，更是好运连连，不但挖出了2颗属性果实，高价卖出。最新出炉的经验单更是让他引来了不少人的关注。他的好友里暂时没有买得起这种稀罕物品的，他就索性在世界上频道上喊一喊。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人回应了，他下意识地喊了个高价，没想到对方一口答应了，居然还问他还有多少。这种品质的经验单，他在这矿洞耗了快1天，也才挖到2枚而已，对方居然还想要更多，这是真有钱还是骗子？就在他心里犯嘀咕的时候，看到了对方的名字，剑，欧质子再是猛地一个机灵，这好像是第一个通关5级困难副本的那个人，而且第一个卓越级 BOSS 也是他单通的，当时还嘲讽了血色工会一波。确定了对方身份，他心中一喜，这是真大佬啊！他不再犹豫，稀有级的2枚，大佬要的话18000也行，普通级的还有4枚，5000同1枚。发消息的同时，他把稀有级的也做了一份图鉴给对方发了过去。本以为自己一下子拿出好几枚，对方还要考虑会跟自己讨价还价，他还正在计算自己的最低价是多少，下一秒就收到了对方发来的消息，都要了，交易吧。面对对方主动弹过来的一个远程交易的对话框，欧质子在世是彻底惊了，这大佬这么豪横的吗？不讲价不说了，居然为了省时间直接花额外的钱远程交易，他顿时心服口服，连忙把几枚经验单挨个放了上去。等到对方确定后，看着包裹里的56000铜币，欧质子在世还是有点不真实的感觉。按照现在土豪们收铜币的汇率，这可就是大几百块钱啊！这游戏这么好赚的吗？他虽然进入游戏前就决心做一个职业玩家，但当自己真的依靠游戏赚到钱，这一切真实发生的时候，他还是忍不住鼻子酸了。自己的决定没有错，这游戏大有可为。第27章，不会吧，难不成你想跟大佬比？叶枫看着背包里多出的6颗经验单，十分欣喜。这种初级的经验单加成幅度虽然不低，但是持续时间太短了，实际效果一般，在眼下阶段，哪怕顶尖玩家用起来都会有些心疼。可他有合成天赋，自然有变废为宝的手段，迅速将4颗普通级的一合成，瞬间变成了2颗普通级，经验加成变成了 75%， 持续时间依然是30分钟。他没有气馁，继续合成。这次运气好了点，合成了1颗稀有级初级经验单2，品质稀有，获得的经验提升 225%， 持续30分钟。虽然还不错，叶枫并没有满足，这个加成幅度并不能保证他一趟困难级的副本出来刷够经验，刷不够经验学不上技能。他对于隐藏任务的那项大胆的尝试还是有些不确定。继续合，他拿出了另外2颗稀有级，再次合成。这次运气之神没有眷顾他，依然是稀有级，150%的加成。看着最后2颗合成后的经验单，叶枫也顾不上考虑什么性价比，直接咬牙将2颗放在了一起，拼了！光芒一闪，叶枫下意识闭上了眼睛。足足过了30秒，他才睁开了眼睛，看向背包。初级经验单3，品质卓越，获得的经验提升 420%， 持续60分钟。成了！叶枫激动地握起了拳头。虽然没有超强的运气，连续提升2-3个等阶，但能从稀有提升到卓越也算不错了。不光提升的幅度大涨，甚至还持续时间都涨到了1个小时。现在这东西如果能出售，他相信10万铜币都有人要。不过他也不可能卖就是了。既然合成顺利，叶枫也就没什么多考虑的。困难级副本继续开整，哈哈，终于通关了！永恒潇洒站在 BOSS 尸体面前，激动的大喊。他身边的队友却脸上没什么喜色，作为队长的永恒守护更是感到了深深的疲惫。这次虽然成功的通关了困难级的副本，但他的投入太大了，不光是从市面上高价购买优秀级的装备，还让所有的队员们都吃了2颗属性果实，各自起码学习了2门技能，以及每人满满一仓稀有级的恢复气血药剂的配备，花费了足足近2个小时的时间才艰难的通关，只获得了 D 级评价。清点完 BOSS 的收获，永恒守护的脸色更难看了，这些掉落还比不上整体的投入。走出副本，永恒潇洒看着记录榜上出现的团队名字，洋洋得意，不停地向着周围的玩家炫耀。永恒用户却有些心灰意冷，这么大的代价才勉强上榜，还落后于帝王公会的记录，为了争一口气，真的值得吗？自己这样支持永恒潇洒，会不会是错了？
就在他有些怀疑自己的时候，一道公告飘过：玩家渐率先通关了黑石峡谷普通难度，获得随机优秀级装备奖励。永恒守护眼神一凝，黑山峡谷，看这名字没见过，该不会是10级的副本吧？自己还在苦哈哈的熬5级副本，人家已经通关更高等级的了，没有跟大佬搞好关系，好像是个大失误啊。永恒守护有些后悔，大家加把劲，争取明天升到10级，开荒10级副本。帝王海哥得知一满，带着队伍在8级怪物区域大杀特杀，其余队员们都是一脸的崇拜，不愧是咱们海哥，这一身的极品装备，这暴力的输出，他们可是听说了，永恒公会好像刚刚才通关5级困难级副本，速度比他们慢了好几倍，这还是几小时前他们的进度，现在他们比之前又厉害了一大截，永恒公会已经被他们远远甩在身后了，他们要做第一个通关10级副本的团队。就在众人群情激昂的时候，玩家渐率先通关，这人好猛，这是又通关新副本了。4人表情一致，帝王海哥的表情却没什么变化，反而奇怪道：大佬怎么才通关简单级，困难级应该也快了吧？一个队员小心的提醒：大哥，刚你不是说咱们要明天才开荒新副本吗？这人家已经……帝王海哥瞪了他一眼：我说的开荒自然是排除了大佬后的，难不成你还想跟大佬比？被训的队员讪讪一笑，不再说话。帝王海哥摇摇头：你们这些人怎么能懂大佬的牛逼？叶枫进入了困难级的副本，相比于简单级，地图基本一致，只是怪物的属性要提升了一大截，数目更是多了不少。在这种地形下，一般的玩家团队都是战战兢兢的，叶枫却毫不在意，反正破不了防，怪物从哪飞来攻击都影响不大，偶尔有头目级动用技能对他造成伤害，也不过几10点而已，他就放开了手脚，专心清理怪物。你击杀了10级普通级怪物咬人鱼，你获得了300点经验，你获得了360加5400铜币。你击杀了10级头目级怪物怒虎，你获得了1800点经验，你获得了2160加32400铜币。你击杀了10级，跟普通难度相比，困难难度的经验和铜币获得直接翻倍。看着经验一点点积累，叶枫的心情也安定了下来，动作更加专注，精力更加集中，沉浸在了这样的氛围中。直到几声怒吼此起彼伏的响起，3只个头不一的怪物齐齐出现，叶枫这才恍然发觉，到最后的阶段了。扫了一眼对方的属性，虽然都是卓越级的 BOSS， 但属性相差不大，居多体型最为庞大的一只尤为强大。哮天虎，等阶卓越级 BOSS， 等级10，气血10000，攻击224，防御118，技能虎啸山林，发出一道音波攻击，造成攻击 X150% 的伤害，并对目标造成5秒眩晕。虎虎生威，对6×6范围内的目标造成攻击 X150% 的伤害，并对命中的目标额外造成500点伤害。3人成虎，当有同伴在场上时，气血恢复速度增加 100%， 当同伴不在场上时，攻击增加 50%。 叶枫看完属性，心中基本有数了，这家伙的基础属性也就罢了，跟之前遇到的7级传奇 BOSS 差不多，2个攻击性的技能也不足为虑。可最后这个3人成虎倒是有点麻烦，看来要先解决另外2只小老虎了。决定了战术，他就直接一个跨步冲着一侧的 BOSS 冲去。第28章副本轻松通关，正式开启隐藏任务。面对叶枫的冲刺，对方自然不会善罢甘休，3只老虎齐齐对他发动了攻击。-66，-102，-72。随着虎啸山林的发动，叶枫头上也是出现了一个眩晕的标志，停留在了原地。不过在被晕前，他也快速的砍出了一剑。-1000。看到这个数字，叶枫神色彻底放松了。原来在刚刚清理完前面的怪物后，他已经积累够了10万经验，将碾压光环学习完毕。如今的他在碾压效果下，足足能打出5倍的伤害来。被伤到的小老虎之一也是发出了痛苦的大吼，举起利爪攻击得更加起劲了。5秒后，眩晕效果消散，叶枫的气血也掉了足足1200点。不过作为老大的哮天虎已经将2个主动技能使用完毕，接下来到他表演的时刻了。-1086，-520，暴击。虽然目前出现暴击后，碾压效果就无法共存，伤害反而降低了不少。好在目前的暴击率不算高，叶枫也不算特别纠结，心里对经验值更加渴望了。只要再刷到10万经验值，就可以学习另一门准备好的技能暴击增幅，到时候暴击效果和碾压效果可以同时存在。
那伤害就彻底起飞了。眼下还是只能这样来。由于叶枫直接硬抗着3只 BOSS 打，导致对方几乎没什么阵型，直接围着叶枫围殴。但这样的攻击方式反而让叶枫每一剑都能打出箭射效果。2只小老虎的气血只有8000点，没几剑就纷纷贫血了。叶枫瞅准机会，一剑命中了哮天虎，负1024，负768，箭射，负768，箭射。哮天虎吃疼之余向后一躲，而剑光则是一分为2，朝着两侧的另外2只 BOSS 斩去。2道箭射伤害正好将其的血条清空，2道白光同时飘起。你击杀了10级 BOSS 级怪物昌鬼虎1，你获得了15000点经验。你获得了5000加75000铜币。你击杀了10级 BOSS 级怪物昌鬼虎2，你获得了15000点经验。你获得了5000加75000铜币。2只 BOSS 光是经验就提供了足足3万点，让叶枫感叹，不愧是困难级副本，不愧是单刷的收益。看着突然死亡的同伴，哮天虎愣住了，失去了2个小弟，他的气血速度瞬间降了下来。叶枫上去几剑就打得他痛苦不已，惊叫连连。虽然趁着技能冷却完毕，他再次释放了2大攻击技能，对叶枫撕咬不已。可抗性十足的叶枫根本无视他提升了1阶的伤害，硬扛着5秒结束，上前就是一顿输出。最终在叶枫气血还剩下1000多点的时候，哮天虎率先倒下了。你击杀了10级 BOSS 级怪物哮天虎，你获得了21000点经验。你获得了6000加80000铜币。光是3大 BOSS 就给叶枫贡献了5万多的经验，而地上闪烁的一大片光芒更是让叶枫期待不已。等到他将其一一捡起，探视之下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2件10级传奇级的武器，14件10级卓越级的各部位的装备，3本卓越级，5本优秀级的技能，属性果实足足8克。而作为首次通关和完成 SSS 级评价的双重奖励下，叶枫则是随机到了1件传奇级武器和1颗卓越级的属性果实，最终让传奇级武器的数量变成了6件，而属性果实则是7颗卓越级，9颗优秀级。离开了副本，叶枫的心情才逐渐平静下来。叶枫边打坐边喝着血瓶，快速恢复着。目前已经没几次合成次数了，这些收获暂时也无力再提升消化。接下来就是完成任务的时候了。看了眼任务的提示，所剩时间也不多了。他一步步来到了山寨前，这里就是一开始接到的隐藏任务的地点。按照任务的要求，他需要再进入山寨，在半小时内击杀2座山头上任意一个 BOSS 才算任务完成。给出这样的时间要求和选择的要求，是因为山寨本身就不小，2座山头间相隔又有一段距离。一般来说，选择其一完成都很不容易了，但叶枫的目的可不止于此。他还记得前世有人在完成这个任务后可是分享过，在规定时间内击败任意一个 BOSS 都可以获得一个隐藏职业的转职证明，而且还是强大的4星级职业。要知道，职业从1星到5星不等，1、2星最为普遍，3星就比较少见，转职成功的都可以算得上高手了。4星已经是玩家中比较强的存在了。至于5星，叶枫前世也没见过几个属于最顶尖的级别了，是游戏中的风云人物。这一世他的目的是以最完美的形态完成这个任务，冲一冲那传说中的5星级。看了眼背包里的一些准备，叶枫深吸了一口气，向前一步。你已进入目标地点，任务倒计时29分59秒，目标完成度01。就在叶枫迈步走入山寨后，任务提示悄然出现，这就开始计时了。叶枫心中暗骂道，加快了脚步。在他面前的是一左一右2座山峰，每座山峰脚下都各自有一个封闭的栅栏，栅栏后可以看到不少守卫。前世的攻略贴中，发帖者声称自己是智取完成的任务，先是给守卫塞钱，打开了栅栏，再一路哄骗着上去，见到了 BOSS， 最后将 BOSS 引到无人处，慢慢将其磨死。他认为这是这个任务的最优解，毕竟山寨里强盗太多，不管是一路击杀上去，还是被围攻，都太耽误时间。光是搞定 BOSS， 以他一身卓越级加优秀级混杂的装备，在玩家中属于顶配了，才勉强搞定。其他人不可能还有其他办法完成这个任务。叶枫与他的追求不一样，自然不会这样做。他直接上前，一剑砍向栅栏，负1300，碾压效果，栅栏晃了晃，依然坚挺。叶枫有些意外，怪不得前世的玩家依靠智取才完成这个任务，不然光要攻破这栅栏就得花费不少时间。不过对林峰来说完全不是问题，
没有防御值的栅栏，他每次攻击都可以打出碾压效果。负1300，碾压效果。又一剑下去，栅栏轰然倒塌。栅栏后的强盗惊慌叫喊道，朝他冲了过来。叶枫看了眼，对方只是普通的8级怪物，气血值还不过1000，一剑就可以秒杀。不过他并没有多纠缠，反而使用了背包中的物品。初级神速丹1，使用后15分钟内移动速度增加 50%， 仅限新手村地图内生效。第29章兄弟齐心，激活唯一隐藏专属任务。这个神速丹，叶枫来的时候就买了好几瓶。初始效果只是增加 30% 的移动速度，经过了一次合成，提升到了 50%。只见他使用后，速度直接猛增。提刀冲过来的强盗一愣神，眼前已经没了人影。叶枫在山峰间快速穿梭，一路碰到的怪物根本无暇理会，只有看到超过5个聚集在一起，才会适时挥出一剑。剑光闪烁间，箭射效果发动，顿时躺倒一片。而个数较少的怪物，他根本懒得处理，太耽误时间。一路疾行，没花费几分钟，他就达到了山顶。一个体型庞大的男子正坐在一个铺着老虎皮的巨型石头凳子上，仰头喝酒。看到叶枫突然闯了过来，他提起了手头的大刀，神色愤怒。在他身边，足足有4个头目，也是一起冲了过来。叶枫只是快速刺出一剑，对5人齐齐造成了伤害，扭头就走。他生怕先处理完了这些怪，任务就直接完成了，破坏了谋划的计划。叶枫朝着下山的路不紧不慢地走着，主要是在他使用神速丹后，速度实在太快，他怕强盗们跟不上，脱离了战斗状态。就这样，叶枫身后带着强盗们又来到了山峰下。不等强盗们围过来，他来到了另一处山峰脚下，二话不说，对着同样的栅栏又是2剑。你同时破开了2处山峰的防护，可能会对任务难度有所提升。看到任务提示，叶枫不禁反喜，老子要的就是难度提升。同样的招数，他又来了一遍。这一处山峰里的怪物名为山贼，属性倒是大同小异，普通怪物8级，头目级9级， BOSS 同强盗一样都是10级卓越级。不多时，密密麻麻的山贼群体也被叶枫同样的方式引下了山峰。就在2处怪物都从各自山脚下冲出来，汇合在一起的时候，变化发生了。你的行为同时激怒了强盗和山贼，对方触发了兄弟齐心 buff。 兄弟齐心，当同属于黑风寨的怪物相处于同个战斗状态中时，自身全属性提升 30%。 顿时，强盗和山贼各自的属性齐齐上升，虽然等级不变，但实力都有了显著的提升。看着叶枫这个挑衅者，更是开始哇哇乱叫，给我抓住这个侵略者，老子要把他的头砍下来当球踢。2大 BOSS 一前一后愤怒的大喊。面对围攻上来密密麻麻的怪物，叶枫反而松了一口气。说实话，他虽然设想的挺好，但也怕自己同时攻打山寨2座山峰的行为会被游戏机制限制。没想到还是挺顺利的，虽然无论是普通怪物还是头目都属性有所提升。2个 BOSS 来到同一场景后，兄弟齐心的 buff 效果还要更胜一筹，双方都各自提升了 50% 的基础属性，但对叶枫来说区别不大，毕竟任务时间还有足足10分钟，够用了。而为了避免先击杀一个提前完成任务，叶枫还用了一点技巧，不断地绕着2只 BOSS 寻找合适的位置，确保自己每次都能同时攻击到2只 BOSS。 而在他的箭射效果下，周围的怪物一茬一茬的倒下， BOSS 的血量也是稳步同时下降。至于头目，不知不觉间已经死了。就这样，在任务结束还有5分钟的时候，场中只剩下4只怪物。当叶枫最后一剑刺出后，随着齐齐的几道伤害飘起，2只小怪和2个 BOSS 的血量同时被清空。瞬间，叶枫面前再无一只怪物。你击杀了10级 BOSS 级怪物黑风寨2当家，你获得了21000点经验，你获得了6000加80000铜币。你击杀了10级 BOSS 级怪物黑风寨3当家，你获得了21000点经验，你获得了6000加80000铜币。就在叶枫注视着击杀提示，以为任务已经顺利完成的时候，突然在他眼前出现了一道血红色的提示：你超额完成了任务，触发了唯一隐藏条件大当家的苏醒。你可以选择逃出黑风寨，任务正常完成，你也可以选择对抗实力强大的大当家，获得隐藏奖励。面对2选1的提示，叶枫丝毫没有犹豫，我选择对抗。虽然这个神秘的大当家被系统描述为实力强大，但叶枫丝毫不惧。你截取了唯一专属隐藏任务大当家的苏醒， BOSS 黑风寨大当家将在3分钟后刷新。接取了任务后，叶枫快速捡取着地上的掉落。作为特殊任务，
这里的掉落明显要偏少一些。即便有着1500%的掉落加成，叶枫也只是捡取了不到10件的卓越装备和几十件其他品质的装备，倒是技能书贡献了不少。光是6本卓越级就让叶枫觉得不虚此行。而最重要的转职证明并没有直接掉落，应该是回去交任务才能获得。而当叶枫刚刚整理完收获，异变发生了。嗡！随着一阵震动，就在2座山峰间，一个类似庙堂的屋子里，一个血红色的人影缓缓走出。这是一个体型巨大的男子，面目狰狞，脸上还留着好几道刀疤，眼神凶悍，透着一股凌厉的杀气。看到叶枫，对方眯起了眼，缓缓说道：“就是你，杀了我的2弟和3弟，打扰了我的修行。”叶枫点点头：“是我，我不但杀了他们，还要杀了你。”哈哈，无知小儿，胆敢口出狂言，那就让我看看你有什么实力。凶悍男子仰天长啸，声若洪钟，手中大剑寒光一闪，直接冲了过来。叶枫举起剑，则是先看了眼对方的属性：黑风寨大当家，等阶传奇级 BOSS， 等级10，气血2万，攻击288，防御145，技能暴雨剑法，无视目标 50% 防御，对其连续造成90百分号、110百分号、130百分号、150百分号的攻击，并有 50% 几率造成5秒眩晕效果。斩尽杀绝，对目标使用后将在10分钟内对其限制气血恢复能力。起死回生，身处祠堂一定范围内时，气血恢复速度增加 1000%， 攻击降低 75%。 对方的属性让叶枫眼神一凝，虽然传奇级 BOSS 在他预料之中，但对方拥有的几大技能还是让他有些意外。这是个劲敌。第30章完成任务，奖励提升，令人惊喜的隐藏道具。只是一交锋，叶枫就证实了自己的判断。-1008，碾压效果-189，-210，-231，-273。虽然叶枫一出手就打出了碾压效果，但对方的暴雨剑法也是伤害不俗，不但瞬间打掉了叶枫900多点血，更是在最后一剑中触发了击晕效果。叶枫身体瞬间变得僵硬。我讨厌控制技能，他心中着急，但没有办法。好在这5秒里 ，BOSS 一顿输出，只打掉了叶枫1000多点血。等到身体恢复自由，叶枫连忙后退，准备先吃一颗回血的丹药，提升下状态。你受到了对方技能斩尽杀绝的效果，10分钟内无法使用该等级的恢复道具。擦！叶枫咬了咬牙，在选择对抗的时候，周边的环境已经被封锁，叶枫在任务完成前都无法离开，而任务更是有着10分钟的限制，不可能靠拖时间解决。既然这样，叶枫也不再纠结，直接上前再次与对方战成一团。他不相信对方刚才那强力的攻击技能能连续释放。果不其然，再次交手后，叶枫迅速占据了上风。没有减防效果和额外加成的情况下， BOSS 只能对他造成100多点伤害，而叶枫出手就是1000点起步的碾压效果。即便对方气血高达2万点，但叶枫剩余的气血也有3000多点。就这样对攻下去，先死的一定是 BOSS。 而就在 BOSS 的气血将至1万点以下的时候，他突然脚底抹油，往后一退，朝着祠堂的方向跑去。等叶枫反应过来追上去，发现对方的气血正在快速恢复，眨眼的功夫就来到了11000点。这他妈还真是起死回生啊！叶枫暗自吐槽，这 BOSS 的技能是真有点逆天的，恢复速度太夸张了。虽然对方的攻击大幅度下降，几乎难以再对叶枫造成威胁，但叶枫的攻击效果也是大大减弱。在 BOSS 的有意闪躲下，更是堪堪只能跟恢复速度持平。两人对峙了几分钟， BOSS 的气血依然是1万点。看着只剩下3分钟的任务提示，叶枫有点急了。难道任务就要这样失败了？不甘心啊！对方的这技能实在有点赖皮。叶枫心中快速想着办法。说起来，想要破解的话，实际也不难。要么是限制对方的气血恢复，叶枫再跟对方对攻3分钟，还是有希望把他耗死；要么就是提升自己的攻击力。当打出的伤害高出恢复速度，对方自然也是无力抵抗了。可现在的阶段根本没有可以限制对方回血的手段，而提升攻击力更不是那么容易的。叶枫扫了眼面板，心中琢磨道。当扫过经验值的时候，叶枫一惊，什么时候自己的经验值又积累了这么多了？他这才恍然反应过来，刚才为了完成山寨任务，自己并没有像前世那个玩家一样采用取巧的办法，而是将2座山峰的怪物全部都击杀了。而他经验单还在生效，自然是获得了大量的经验。这么说的话，又能学另一个技能了。叶枫心中一动，
他手中剑光不停，意识则是操作着，选定了背包里的某个目标。你花费了10万点经验，学习了卓越级技能爆伤增幅，成了。叶枫松了一口气，同时手里的剑光也下意识的一顿。BOSS 看到叶枫的动作，则是一喜，这小子打不动了。想到这，他身形一闪，走出了祠堂的位置。虽然刚才在这里让他可以稳稳保命，但他身为这黑风寨的大当家，什么时候受过这种委屈？他不允许自己这么窝囊，他要反攻回来。小子，有种我们再来过。看着朝自己勾勾手指挑衅的 BOSS， 叶枫脸色古怪。哥们，你这是飘了呀？既然如此，那我就满足下你，试试我强化过的卓越技能的威力吧。嗡！双方手中的剑同时刺出，负325，暴击。可能是刚才太憋屈了，憋着一股劲。BOSS 这一剑直接打出了暴击。叶枫头上飘起了一个硕大的数字，可还没等 BOSS 得意，叶枫一剑之下打出的攻击让他眼神惊恐。负834，暴击。负800，碾压效果。负817。真实伤害 ，BOSS 的气血瞬间下去了一截，重新回到了1万点以下。他没想到叶枫突然有这么强的爆发，连忙退回了祠堂前。叶枫自然是追了过去，他也没想到自己第一剑就打出了暴击，而爆伤增幅的效果更是让他满意无比。追到祠堂前，叶枫直接就是一剑，可惜这一次攻击没能打出暴击，依然只有1000点碾压效果的伤害。BOSS 惊恐的表情顿时转为惊喜，哈哈，原来只是一招鲜。可他话音未落，叶枫一剑接一剑，暴击再现，又是2000多伤害。BOSS 的气血瞬间降至8000点，虽然在起死回生的效果下又恢复了一部分，但在叶枫的压制攻击下，依旧在不断的下降。7000、6000、5000，眼看着自己败相尽显， BOSS 再也忍不住了，怒吼一声，脱离了祠堂的范围，剑光猛地亮起，暴雨剑法发动，叶枫身形瞬间消失了，闪烁。随着靴子特性的发动， BOSS 的这次攻击落了空，躲避成功了。叶枫大喜，手中剑光加速。 BOSS 则是一脸绝望，知道自己大势已去，也不再退回祠堂，而是与叶枫顽强的对攻了起来。任务结束剩余时间1分钟。就在系统提示刚刚闪过后，叶枫再一次打出了暴击，3道伤害数字同时飘起， BOSS 轰然落地。叶枫站到了最后，呼呼，叶枫深呼了好几口气。这是他进入游戏以来打得最费劲的一只 BOSS， 以他2门卓越级技能，全身超极品装备，尚且如此艰难，他觉得其他玩家根本不会有完成的可能性。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奖励应该不会少吧？叶枫期待的等待着。而就在下一刻，数道系统提示连续飘过，你击杀了10级 BOSS 级怪物黑风寨大当家，你获得了42000点经验，你获得了15000加225000铜币。仅仅是经验和铜币就让叶枫大呼超值，而系统提示还在继续。你超额完成了 S 级任务惩恶扬善，该任务的奖励级别将提升到 SS 级，请到 NPC 东华处领取奖励。你完成了 SSS 级唯一隐藏任务大当家的觉醒，你获得了隐藏道具奖励破障勋章。你击杀了新手村隐藏破障 BOSS， 你开启了前往主城的传送通道，你得到了5点权限点的奖励。第31章特殊饰品破障勋章，给整个新手村的福利。主要任务的完成是在叶枫预料当中，只不过这个大当家的出现确实是他没有想到的，而这个隐藏奖励的获得也让他呼吸有些急促。SSS 级破障勋章这个词让他的期待感提升到了极致，而当看到背包里这件物品的属性时，他更是呼吸停滞了。破障勋章可成长，类型特殊饰品，品质传奇，攻击加30，防御加15，气血加500，法力加200，暴击率正 2%， 闪避率正 2%。 作为完成了破障壮举的第一人，你拥有了越阶进入地图的能力，目前可越阶等阶1，该效果可以通过手杀各等阶地图的破障 BOSS 提升。虽然装备的品质只是传奇级，附加的基础属性和特殊属性也不算高，更是只有一个特性，但就这一个特性却胜过无数加成。如果说之前叶枫还不懂破障的含义，现在他明白了。简单的说，在破除了新手村最大的障碍后，他拥有了一个特殊能力，可以进入比自己高一个等阶的地图，1阶进入2阶，2阶进入3阶的。对于别的玩家来说，可能只是多了一个新鲜感，能见识别人见识不到的地图和怪物，可对于叶枫来说，这简直就是把越级打怪的收益给到了最大。更何况
这个特性还是可以进阶的，只要他以后继续抢先击杀每个等阶地图内最强大的破障 BOSS， 这个特性还会更强。2阶进入4阶，3阶进入6阶地图，都可能不是梦。想到那丰厚的月级加成收获，叶枫一时间都有些吃了。做了一会梦，他回到现实，就算这个特性强大，也得有强悍的实力去消化。光有越阶的特权，没有越级挑战乃至击杀的实力，还是一场空。还是着眼于现实吧。叶枫捡起了大当家的各种掉落，清点了起来。3件传奇级的武器和装备，属性都不错。2本卓越级的技能，都是 BOSS 曾经使用过的。一本是赶尽杀绝，另一本则是暴雨剑法。叶枫对暴雨剑法比较感兴趣，虽然已经学习的2大被动都比较强大，但他确实还少一门主动攻击的手段。暴雨剑法还是比较有潜力的，他比较期待将其合成过几次后会变成什么样子。而除了这些，还有足足15颗卓越级的属性果实，也是让叶枫目瞪口呆。不过仔细一想，他明白了，看来作为破障 BOSS， 这东西应该是必定最少掉1颗。在幸运的兔角 1500% 的加成下，则是直接拉满，这也算给了他一个小惊喜。这么多果实，应该足够他转职前合成使用了。收起了各种收获，叶枫踏上了归程。还有正常奖励没领取呢，隐藏职业才是他最大的目标。10级怪物区域，帝王海哥正在带领队员们奋战。击杀了一只头目怪后，众人都是喜不胜收。老大，咱们可以去刷副本了吧？有人建议道。其他人也是一脸期待。就大佬这实力，加上我们几个，简单难度还不手到擒来。帝王海哥摇摇头，别急，再刷点经验，我把技能再提升1级，争取连着通关简单和困难难度。队员们都是一脸惊容，不愧是老大，这追求就是高。就在众人纷纷吹捧之时，突然几道系统提示飘过，玩家剑击杀了传奇级新手村破障 BOSS， 获得了10点自由属性点的奖励，获得了5点全限度奖励。众人一愣，纷纷看向帝王海哥。大哥，这破障 BOSS 是什么意思？怎么奖励这么丰厚？帝王海哥翻了个白眼，你问我问谁去？我也没听说过呀。不过大佬就是大佬，又一次走在所有人前面了，他羡慕地想到。而提示还没完，888号新手村所有玩家全属性临时提升5点，持续24小时，并提前开启通往主城的传送通道，请其他新手村再接再厉。这条提示更是让众人差点跳了起来。我擦，这不就是我们新手村吗？好事居然砸在我们头上了！全属性加5，还持续1天，这样大的优势，我们新手村无敌了呀！居然可以提前去主城，这下我们公会的人不得去打卡拍照，好好出出风头。帝王海哥也是心情激动，心中震撼不已。大佬就是大佬，永远比自己想象的更强。8级怪物区域，永恒守护慢慢的抗住一个头目级怪，在他旁边，永恒潇洒则是不停的输出，嘴里面还在念叨：这个剑到底从哪冒出来的啊？以前在别的游戏也没见过这个 ID， 难不成是帝王公会新培养的高手？不过现在他嚣张只是暂时的，等进了主城，赚了职业，看我不吊打他。永恒守护想说什么，又摇了摇头。玩家剑击杀了传奇，获得了10点自由，获得了5点全。系统提示飘过，让两人一愣。永恒守护看了永恒潇洒一眼，撇了撇嘴，似乎在说：人家都这进度了，你怎么吊打？永恒潇洒涨红了脸，刚要说话，888号新手村所有玩家，又一道系统提示飘过。永恒潇洒彻底闭嘴了。算了，得了人家的好处，还真说不出人家的不是了。以后再见真章吧。他心中暗自发狠。而在其他新手村，这2条系统公告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什么？我们还在打7.8级的怪，这个新手村居然都提前能去主城了？我们新手村的大佬们也赶紧发力啊！我也想去主城看一看。楼上的哥们别扯犊子了，我记得你连5级困难副本都通不过，去主城给怪物当肥料吗？这个剑是何方神圣啊？看这名字不像是公会玩家，散人里还有这么强的，应该是氪金玩家吧？靠钱砸出来的实力，人傻钱多罢了。某处新手村里，10级副本前，2个玩家默默对视，其中一个女玩家浑身闪烁着亮光的装备，似乎都不是凡品，而她的名字更是简单之极，钱多多。此时她的表情却有点不好看，咬牙切齿道：这家伙什么来路？现在还没开货币兑换，就算砸钱也不好砸啊。另一人则安慰道：可能是运气好吧，别生气了，等到开通货币兑换，不就是你的天下了吗？钱多多点点头，我早都准备好了。根据我的判断，这游戏潜力惊人，我已经准备好好投入下了。
他对面的玩家心中一惊，这位现实中的家境在华夏都是屈指可数的，他所说的好好投入，哪该有多惊人？他开始为剑渐渐默哀起来。兄弟，你能风光的日子不多了，好好珍惜吧。第32章，唯一专属职业，被折磨的东华。叶枫一路狂奔，迫不及待地回到了新手村里，再次见到了东华。老头正靠着树在哼哼，似乎唱着几句戏曲。看到叶枫出现，有些诧异：“你小子跑来干什么？”叶枫将击杀了黑风寨2当家和3当家掉落的任务物品递了过去：“我来提交任务。”东华眼中金光四射：“我还没真看错人，小子你还真完成了。我擦，怎么是2个？”拿到物品，东华发出了一声怪叫。叶枫憋着笑：“您老不是说这个山寨里的人都是坏人，罪大恶极？我想着光是教训一处有些不够，都把他们都给收拾了。但是……”东华有些结结巴巴，说不出话来。他只是随口说说而已，哪知道这小子居然当真了，弄来2个任务物品，让自己怎么办？看到老头似乎想赖账，叶枫连忙换了一副表情：“难道说我为民除害是做错了吗？哎，以后再遇到这种事，我就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真是寒心。”东华气得青筋暴起：“你小子别给老子装，不就是超额完成任务了吗？奖励少不了你的。”随着他大手一挥，叶枫的背包里多了2件物品：狂风刀客转职证明，说明在1转前使用，可以转职成为4星级隐藏职业狂风刀客；暴雨剑士转职证明，说明在1转前使用，可以转职成为4星级隐藏职业暴雨剑士。叶枫嘴角咧了起来，真给了2份，2个职业还都是主攻的稀缺性职业，看来自己这一招是用对了。富贵还得险中求啊！看到叶枫喜不胜收的模样，东华冷不丁来了一句：“老夫可提醒你，这东西只能你自己用。”虽然多了一份选择，但是差距不大。叶枫这才看到，这2份转职证明上面都有已绑定的字样。哈哈，傻了吧？让你跟老夫玩心眼！东华哈哈大笑，似乎是以为叶枫吃瘪了。没想到叶枫表情丝毫不变，只是点了点头。自己本来就要是准备合成，绑定不绑定的没什么区别。东华哼了一声：“你小子就装吧，估计这会心在滴血吧。”叶枫则是转过身，悄然走到了旁边的一个拐角。职业的强弱完全关系到以后的发展，他自然要慎重。之前第一次合出传奇级装备，突破新手村装备品质限制的时候，他可是获得了一次合成权限的，可以将指定的2件物品进行一次100%的升阶合成，并且有较小概率出现更高等级的升阶。如今是时候使用了。他郑重地将2份转职证明放在了一起，剑士在前，刀客在后。潜意识里他还是更喜欢用剑。指定合成，合成栏上亮起了2道光芒，闪烁着交汇在了一起。瞬间，一道比之前亮了无数倍的光芒出现。叶枫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树下正在发呆的东华突然打了一个激灵，刚才是什么动静？好像发生了什么大事。他四处瞅瞅，又闭眼感应，都没有发现任何踪迹。难道是老夫大惊小怪了？东华揪着胡子，若有所思。叶枫缓缓张开了眼睛，这次的合成明显跟以前的不一样，似乎是发生了质的改变。2份4星级隐藏职业，应该可以稳稳合成5星级吧。他美滋滋想着，打开了背包栏，看到了一份全新的转职证明：剑修转职证明，说明在1转前使用，可以转职成为5星级唯一专属职业剑修。由于该职业的特殊性，你可以额外选择一门辅助职业，并将累计计算职业星数效果，最高不能超过9星级。选择辅修职业后，你的升级经验需求将会提升10倍。看完说明，叶枫心潮澎湃，又惊又喜。合成后的转职证明，如同自己所料，不但是5星级，还是唯一职业，也是自己最喜欢的剑类职业。更让人惊讶的是，居然连辅助职业的星数都能累计计算。其他玩家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可是清清楚楚。更高的星数就意味着升级获得更多的属性点，而属性点的积累不光能让他游戏中更强大，也会在将来游戏与现实融合，面对来自外界的危险时更加的有信心。他再次想起了异界前锋的那句话：你们这里的人基础太差了。叶枫眼中闪过了一道寒光，前世可能确实是这样，蓝星没能抵抗住你们的入侵，但从现在开始不是了。搞定了职业，叶枫还有一件事情要办。打开好友栏，给帝王海哥发了个消息：你那边还有多少兔毛？滴滴滴。消息刚发出，叶枫就收到了对方的邮件。打开一看，足足有10万多份兔毛。叶枫有些惊讶，不错，这么多的兔毛，这人还挺上心啊，不愧自己提前给了他不少好处，值得继续相处。
收下兔毛，他又扭头来到了东华身前。老头，帮我再换点兔角。东华诧异道：你要那么多干什么？这东西只能这里用，很快就被淘汰了。说归说，他还是接过了叶枫的兔毛，可下一刻他就发出了一声惨叫。啊，这么多，不能换吗？叶枫有些紧张。东华叹了口气，也就是你小子，要是别人的话，老夫就让他滚了。一次性换这么多，老夫消耗很大的。只见他表情一肃，身上光芒大作，将兔毛全部笼罩了进去。下一刻，光芒散去，他脸上肉眼可见的苍白了一分，声音都更加苍老了。赶紧走，老夫再不想看见你。叶枫接过了1000多件幸运的兔角，心中诧异，难不成真的伤到了老人家的元气？想到这，他忍不住给东华鞠了一躬。多谢您老了。叶枫走后，东华看着对方的背景，忍不住叹了口气。这东西的红利期也该到了，是时候调整下了。虽然不知道你小子在搞什么东西，但以后的人可没这么好的运气了。第33章系统更新，藏宝阁开放，新时代来临。离开了此处，叶枫越想越不对劲，连忙给帝王海哥发了个消息，兔毛不用再收了。对方也是很快回信，收到，大佬。那我把其他东西先给您。滴滴滴，叶枫打开邮件，看到了对方寄来的东西：4本卓越级技能，24本优秀级技能，以及102本稀有级技能，还有各种品质，累计30多颗的属性果实。叶枫有些动容，自己可是有着15倍的爆率，还各种手杀高品质 BOSS， 才能有不少收获。对方能在这么短时间收集到这些东西，确实不容易。毕竟帝王海哥还是一个工会的领导，自己手下人还有需求的。他大概算了下，给对方回了个消息：多谢了，暂时先不用收了。大佬的意思是不跟我合作了？别啊，我对大佬的敬仰犹如。看到对方着急忙慌的样子，叶枫莞尔一笑，不是这个意思，我要进主城了，很快就会转职进阶，这些东西也用不着了。解释完以后，他又忍不住加了一句：你那边也尽早开始准备吧，转职进阶后才是游戏的开始，尽可能学最高阶的技能，把属性果实吃满，能都吃高品质的最好。交代完，叶枫就关闭了对话框。自己的这番提醒，如果对方能听进去的话，以后会感谢自己的。在前世，很多玩家为了尽早进阶，急功近利，没有学满技能，甚至没有吃属性果实就去接进阶任务，看似表面比别人快了一步，但基础属性差了不少，技能上限更是差了更多，导致后面发展越发艰难，反而比不了那些打好基础后发制人的玩家。更别说等游戏融合现实后，基础差的玩家基本就是炮灰一般的存在。叶枫这一世虽然没办法要求别的玩家跟他一样做到极致，但及时提醒下身边的人还是可以的。就在他准备前往主城转职的时候，系统公告来了，检测到触发条件，系统即将发布更新，请玩家们在10分钟内下线。检测到触发条件，系统。叶枫停住脚步，不枉费自己这么辛苦，货币兑换应该要上线了，自己终于能崛起了。帝王海哥关闭了对话框，一脸振奋。兄弟们，大佬给出了新的指示。其他队员好奇了围了过来。这段时间，他们工会在帝王海哥的指示下疯狂地收集东西，但最后都归于帝王海哥一人，说是要给大佬寄过去，其他东西也就罢了。卓越级技能、属性果实这种东西是每个玩家都垂涎的，普通玩家买不起也就罢了，他们作为核心玩家本身也不差钱，居然也用不上。虽然是多年的朋友了，他们并没有埋怨帝王海哥，但都还是有些不解，这么巴结一个散人玩家，老大会不会有些小题大做了？而现在对方终于给出了回应，他们也是来了点精神。下一步，咱们工会的核心成员和一线成员全部学满卓越级技能，吃满卓越级属性果实。可是听到帝王海哥的话，几人都纷纷惊呼：老大，这不可能，咱们几个出点钱还能负担得起，其他一线队员想要做到这样，恐怕要晚1-2天才能转职进阶了。自从大佬开通了咱们新手们提前进主城的通道，很多工会都在摩拳擦掌，争取早日进入，咱们怎么还刻意拖慢自己的步伐呢？帝王海哥摆摆手，不要问我为什么，这是大佬刻意交代的，肯定有他的用意，咱们坚决执行。你们几个是没问题，至于一线队员那边，不行的话我就先补贴点，确保没有人落下。听到帝王海哥这么说，其他人也不说什么了，那就听老大的。老大你要不方便，我们也可以补贴点。帝王海哥扬怒道：滚蛋，我还用得着你们那点散碎银两？就我身上这些超极品，要是放出去肯定被抢疯，武装多少个成员都够了。他心中暗道。检测到触发条件，系统即将发布更新。突然出现的系统公告让几人一愣，帝王海哥则是情绪激动，大佬刚交代完就要系统更新了，看来真是有大事要发生啊。
自己早早抱上这颗大腿，看来是做对了。兄弟们下线，吃点东西，迎接新时代。叶枫下线后，先将屋子里的东西收拾了一番。房东给的时间快到了，等系统更新后，自己也就有钱了，可以换个大点的地方了。跟前找了个川菜馆，3菜1汤，好好补充了点能量。反正很快就有钱了，也不在乎这点了。吃完饭，他又悠闲的外面转了一圈，活动了下身体，他才回到屋子里。在游戏没有融合现实前，他只是个普通人，饿了要吃饭，累了要休息。打开手机，看到论坛上无数人都在猜测更新内容，很是热闹。他随便翻了翻，还看到了几个关于自己的帖子。新手村第一人竟是他，神秘玩家背后的故事，一己之力吊打顶级公会，这个男子有点强。天使公会负责人愿以100万年薪招聘。叶枫都不用看内容，光看这些吸引眼球的标题，就知道这些帖子基本是在胡说八道。而最后一个帖子，就连标题都让他忍不住笑出了声。100万年薪，看不起谁呢？等到论坛出现一个官方的帖子，提示更新结束，叶枫这才登上了游戏。一进入游戏，就看到了一个巨型的对话框。系统更新：1. 开放藏宝阁，支持华夏币充值兑换提现。2. 各大新手村开放破障 BOSS， 击杀后可提前开启主城通道。3. 开放1阶、2阶、3阶地图。4. 开放转职功能，主城相应 NPC 可选择基础职业或使用相应道具选择隐藏职业。5. 开放工会功能，1阶传奇级及以上 BOSS 可掉落相应道具。6. 开放全限度兑换功能。7. 新手村兔毛道具修改为绑定掉落，兑换相应道具同步为绑定使用。叶枫一一看完，藏宝阁的开放在他预料当中。在前世是当10级的玩家达到一定数量时，系统自动开放的主城通道，继而更新开放了藏宝阁。这一世他机缘巧合击杀了隐藏的坡障 BOSS， 将这个进度提前了不少。其他功能的开放都是顺理成章，倒是最后2条让他有些在意。说起来，他前后完成了不少手杀，得到了10来点全限度，一直不知道是干什么用的，如今终于开放了，回头倒是可以好好研究下。而兔毛的变化也让他惊呼好险，幸亏他最后一次兑换完就感觉不太对劲，让帝王海哥停止再收了，不然要砸手里了。好在他兑换的这些也足够合成使用了。看完了系统公告，叶枫则是朝着村子中心的通道走去，一切都准备好了，是时候去完成转职了。第34章转职5星级职业，打造的天赋任务。叶枫传送而来的这座主城名为明光，是10大主城之一，城内建筑不多，但面积很大，而转职的地方就在主城最中心，一座高塔直入云霄，非常的醒目。叶枫径直走了进去，里面的空间非常的宽敞，由于没有任何玩家，显得十分空旷，但4个 NPC 的位置还是一眼就能看到。由于天域是一款自由度极高的游戏，这里面的职业选择也是种类很多，只是粗略的分为物理近战、物理远程、法系近战和法系远程，而每个大类里会根据玩家的倾向选择不同的小类。比如物理近战里就有战士、骑士、剑士等，物理远程也有弓箭手、魔剑士等，法系里也是种类繁多，兵法、火法、牧师、术士，这还只是基础职业而已。如果玩家运气好，在前期接到一些特殊任务，就有机会获得稀有职业，而像叶枫一样获得隐藏职业的更是少之又少。在前世，即便是天域中知名的一批顶级高手里，拥有5星级职业的比例也并不大，而是隐藏职业的更是屈指可数。叶枫想到这，心情还是有点小激动。前世庸庸碌碌，最终沦为炮灰，不甘死去，这一世开局就获得逆天天赋，更是依靠先知获得了最好的起点，命运的齿轮就由自己推着转动了。他的隐藏职业名为剑修，自然就是物理攻击类的职业了。可走到前，他却有点迟疑了，自己到底算是近战还是远程？他拿出转职证明，分别在2个 NPC 下试了下，居然发现都能触发对话，也就是说他可以任意选择近战还是远程。这样的惊喜倒让他有些意外。事关以后发展，叶枫还是仔细考虑了一番。近战是传统类职业，职业特性是体力增加的气血提升 50%， 加点的话就偏向力量，附加体力和耐力。整体特点就是物理攻击高，抗性也不错，无论是刷怪还是跟人对战，都是下限高上限也不低的万金油职业。但缺点也很明显，面对远程以及法术攻击就容易被针对。而物理远程的话，代表职业就是弓箭手，主要特点是攻击距离更远。
职业特性是敏捷点数，可以增加射程以及暴击伤害，加点侧重力量和敏捷，攻击速度更快，暴击伤害上有优势，但抗性自然就差了不少。如果被近战近身，几乎就是一边倒的吊打。而同为远程，范围攻击不如法术类，只是灵活性更好一点，但它的极限爆发力又不如法系。前世这个分类选择的玩家并不多，但因为想要玩好这种类型的职业，方方面面都不能差，装备技能甚至是操作都得达到很强的程度，才能跟别的职业类型去比。在前世并没有出现物理远程类的真正高手，按理说叶枫选择物理近战的话是最保险的，比别人多的属性点合成天赋，让他无论是基础属性还是装备技能都永远比其他玩家多。选择近战的话，几乎能让跟自己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无论是单挑还是团战都是核心中的核心。但叶枫知道这并不单纯只是个游戏，将来会影响到现实的。在真正的战场上，短兵相接的永远只是小兵，高手乃至最顶尖的那一波人都是决战于千里之外的。何况即便在游戏中，他也有信心把前世这个冷门分类玩出不一样的效果来。选定了分类，叶枫就直接激活了自己的职业。你选择了近战远程分类，你获得了5星级职业剑修，你获得了职业专属特性寒风破雪，你获得了基础职业特性清灵。叶枫打开职业面板，看到了2个新获得的特性。寒风，使用剑类武器时暴击率正 5%， 暴击伤害的效果提升 10%， 无视目标 10% 防御，当前等阶1。破雪，你的每次攻击都将自动附带 5% 总伤害的间隙伤害，并在触发后降低目标 50% 的气血回复效果，当前等阶1。清灵，攻击距离正 10%， 攻击速度正 5%， 当前等阶1。基础职业特性对于任何人都是一样的，而这2个专属职业的特性则让叶枫深吸了一口气，一个字：强。别看现在加成的比例比较小，但这可是随着每次进阶不断提升的。何况就现在的效果而言，也足以令叶枫满意了。激活了基础职业，叶枫直接离开了。每个职业导师那里虽然也有一些技能售卖，但都是比较低的品质，叶枫根本看不上。他出门后就四处查看，很快找到了自己的目标——铁匠铺。在这里，玩家可以购买一些基础的武器，以及低品质的打造配方，还有学习辅助职业。叶枫上前直接开始触发任务。你是否花费1万铜币接受打造的天赋任务？接任务的消耗并不低，一般玩家前期都很难负担，一般都是主职业提升后才有余力学习，或者是工会出钱转职培养。叶枫不一样，他的辅助职业的星数可是能和主职业一并计算的，关系到升级后的属性点获得，自然是越早学习越好。花了1万铜币后，叶枫打开了任务，打造的天赋，说明想要成为一名铁匠，天赋是不可缺少的。明光城的铁匠奥利弗决定看看你是不是这块料，请在6小时内打造出一柄一阶武器，根据成品属性，你会获得相应级别的职业判定。随任务附带的还有一张打造配方：清风剑，等阶1阶，品质普通卓越，可打造次数10次，需求材料无铁矿必须，其他矿石可选。这张配方是任务专用配方，只能打造10次，也就意味着叶枫要在10次之内尽可能出高品质的武器，才能获得更好的任务评价。需要的铁矿在城外的矿洞中就可以挖掘，在铁匠铺中也有售卖。如果玩家不知道，可能6个小时都浪费在路上了。不过每份铁矿石售价高达1000铜，普通玩家看了或许会肉疼。叶枫本来要直接购买，突然停下动作，打开了好友栏，果然看到了一个有印象的名字：欧质子在世。哥们，有铁矿没？对方很快就回话了：大佬您客气，有。您要多少？其他矿石要不要？第35章打造进行中。你们铁匠铺的心是真的黑。叶枫眉头轻舒，要不人家是专业人士，闻情因而知雅意。先来50个吧，其他矿石都有什么？50个1万铜可以不？铜矿石、密银石、石英石。对方给的价格倒是挺便宜，叶枫有些意外，一口应承了下来。点开对方发来的各种矿石，铜矿石打造10加入，有几率为武器增加基础属性；密银石打造10加入，有几率为武器增加基础属性；玄铁石打造10加入，有几率为武器增加特殊属性。这几种矿石都清楚地标明了作用，叶枫就各样选择了下，总共挑选了10颗，最后一共以2万铜币的价格成交了。对方做事爽快，颇对叶枫的胃口。他顺便交代了下，
以后有什么材料他这边优先收购。而对方也是想顺势打听夏叶枫是不是在搞打造，这并不是什么需要保密的机遇，叶枫也就把自己了解的东西给对方介绍了下，换来了欧质子再是不停的感谢。搞定了材料，叶枫就开始打造。他虽然还有一个打造类的 SSS 天赋，但要在选定复制液后才能激活，现在也用不了。打开配方，叶枫先放了5块铁矿石上去，他想看看直接打造能出什么东西。一个进度条缓慢地移动着，1分钟后，你消耗了10点体力，打造了一件清风剑。刚打造完的武器是未鉴定的状态，看不到相应的属性，还需要消耗鉴定符来专门鉴定。目前主城只有叶枫一个玩家，自然没人有这东西。叶枫只好花费了500铜币从铁匠手里买了一张。对方这里售卖着3种类型的鉴定符，分别是最高可鉴定优秀、卓越、传奇品质，价格也高低不一。这个任务配方最高只能出卓越级，叶枫自然不可能花1000铜币买传奇级的去碰运气。而200铜的优秀级虽然便宜，但万一打造个卓越级却被低品质的鉴定，属性是会有所衰减的，叶枫也不想吃这个亏。这些知识 NPC 并不会直接告知，前期只能靠玩家自己摸索。叶枫要不是有着前世的经验，肯定也会花不少冤枉钱。使用了鉴定符下去，他这一世打造的第一件武器就正式出炉了。清风剑，使用等阶1阶，品质普通，伤害加50。玩家剑普通打造。叶枫眨眨眼，还以为看错了，就一条属性。自从得到万物合成天赋后，他已经很少见到低品质的武器装备了。虽然这伤害堪比10级优秀级的武器，但直接出个大白板，还是让他有些哭笑不得。看来普通玩家想要靠打造赚钱，也不是那么容易的。配方只有10次机会，叶枫也就停止了玩闹之心。第2次打造就郑重地放上了一颗铜矿石。2分钟后，你消耗了20点活力，打造了一件清风剑。叶枫此时已经又购买了9张卓越级的鉴定符，打造完就直接拍了上去。清风剑，使用等阶1阶，品质稀有，伤害加60，力量加10。玩家剑，特殊打造。这一次倒是出了一件稀有品质，基础属性有所提升，附加的属性也不错，但消耗的时间和体力却让叶枫皱了皱眉。为了证实他的猜测，他这一次打造放上了一颗密银石和玄铁石，结果这次的打造足耗时5分钟，更是消耗了30点活力。清风剑，使用等阶1阶，品质优秀，伤害加75，精神加10，攻击速度正 5%。 玩家剑，特殊打造。虽然打造的品质比之前更上了一个台阶，但叶枫却感到了一丝无奈。他目前的活力上限也只有200点而已，仅仅打造了3件武器就消耗了60点。如果想要全部采用基础矿石加2颗额外矿石的方式，剩余的体力甚至不够用。他有了一种不妙的预感，忍不住向铁匠询问。对方笑眯眯地向他推荐了一款活力药水，小型体力药水，品质稀有，使用后恢复20点活力值。该道具每天最多使用10瓶。小伙子要来1瓶吗？仅需1000铜币哦。叶枫翻了个白眼，你家这铁匠铺心是真黑啊。叶枫并没有购买，让对方有些失望。他决定先继续尝试，看情况再说。20分钟后，叶枫黑着脸停了下来。他原本以为在基础铁矿的需求上，额外增加其他矿石必定能提升品质，没想到又打造了4次后，只打出来1件优秀级，另外3件里有2件稀有级，甚至还有1件是普通级。5颗铁矿石1000铜，2颗特殊矿石又是2000铜，按目前玩家之前流通的比例，也相当于15块华夏币了。居然只打出了1件普通级的武器，叶枫保守估计自己最少血亏14块。他这才明白矿石说明里的有机率是个什么意思。不过开弓没有回头箭，这个任务他是必须要拿到最高评价的，只能咬牙再跟铁匠买体力药水。小伙子有魄力，我看好你成为一名打造高手。面对铁匠奥利弗的赞叹，叶枫撇了撇嘴，老家伙再别忽悠我了，先来4瓶吧。花费了4000铜币，叶枫并没有直接服用，这东西这么用的话性价比太低，他今天的合成次数还有几次没用，是时候动用下了。2瓶下去变成了恢复30点的小型活力药水。叶枫摇摇头，这样的增长幅度有些不妙啊。而当他把剩下的2瓶再次合成时，惊喜却悄然来临了。你在合成中出现了非常幸运的大暴击，100%提升2个品阶，熟练度加100。你合出了小型体力神水、小型活力神水，品质卓越，使用后
恢复150点活力值。该道具每天最多使用10瓶。叶枫神情一震，这运气可以啊，不枉费自己花费的那么多铜币，光这1瓶下去就够自己再进行5次特殊打造了。喝下药水，叶枫又联系欧质子在世，补充了一部分矿石，一鼓作气连续进行了剩余的合成，最后的成果还算不错，3件稀有，2件优秀，只是依然没有卓越级，这让叶枫暗探出卓越级品质的几率之小。好在他不是靠运气的，还有合成天赋可以帮他。消耗了仅剩的几次合成次数后，他成功的合成出了一件不错的作品。第36章打造完成，激活天赋。进阶前的准备：清风剑3，使用等阶1阶，品质卓越，伤害加280，耐力加40，精神加35，攻击速度正 12%， 每秒自动恢复法力 5%。 玩家剑特殊打造。虽然经过了3次的合成，这件武器的基础属性提升到了一个极其夸张的地步，但附加的属性实在拉胯。叶枫并没有换武器的打算，直接来到了奥利弗面前。我打造好了。对方原本有些漫不经心，接过武器却大惊失色。这是怎么打造出来的？他瞪着眼睛，满脸的不可思议。叶枫上交的武器完全超乎了他的想象，他自觉哪怕自己亲自出手，也不可能打造出这样的作品。难不成自己眼前的竟然是未来的一代打造大师？奥利弗的表情缓和下来，看向叶枫的眼神多了些亲近。不错，好好加油，未来是你的。随着对方的认可，叶枫也是收到了系统提示：你完成了任务打造的天赋，你的任务评价为 SSS， 你获得了辅助职业铁匠，你激活了 SSS 级天赋巧夺天工。不但任务完成了，天赋也激活了。叶枫激动不已。巧夺天工等阶1，打造时活力消耗减少 20%， 打造时消耗时间减少 20%， 特殊打造时出现高品质的几率增加 20%， 足3条加成的效果，让叶枫感叹不愧是 SSS 级天赋，何况这还是可以提升的，目前初始等级就有这样的效果，要是提升上去呢？看完了天赋，叶枫迫不及待地打开了职业面板，他想知道获得了副职业后是不是真的能提升自己的职业星数上限。玩家剑等级10级，职业剑修铁匠9星级，真成了9星级的职业。叶枫眼神狂热，这下他心里终于踏实了，这一世的无敌之路至此开启。激动之下，就连奥利弗主动搭话都没有理会。虽然他知道陪对方聊一会有可能得到相应的任务，但此刻他只想先去完成进阶，毕竟进阶后才能正式升级，体会到9星级职业到底有多强大。进阶的 NPC 位置离铁匠铺并不远，就在转职大厅的2楼。叶枫上楼后直接选择了对话：是否花费1万点经验、1000枚铜币接受第1次进阶任务？进阶后，你的全属性将根据不同难度的进阶任务得到相应的百分比提升，稀有级及以上难度还可获得永久特殊属性。接受任务需要花费经验和铜币。叶枫之前学完技能正好还剩了点经验，刚好够用。而进阶后的属性提升，他早就知道，也只是快速的略过，直接来到了选择进阶难度的界面。普通级进阶，学习普通级及以上技能2个，已达成，是否进阶？刚看到第1条，叶枫就停了下来，他差点忘了自己只学习了2个技能，1阶前最多是能学习3个技能的，进阶后还可以替换，但是替换的个数和品质都受之前影响。如果他现在进阶的话，那么他就将永远少一个技能槽的位置，这自然不能接受。如果要再学习一门卓越级技能，就还缺10万点经验。叶枫只好先停止了进阶任务，直接来到了城外。这里的地形比新手村大了何止10倍，一眼望去根本看不到尽头，即便是视线所至，也能看到各种密密麻麻的怪物。他仗着实力高，径直走了过去。灰鼠等阶普通，等级1阶0级，气血3000，攻击216，防御94。即便是等级最低的1阶怪物，都有足3000点气血，攻击防御更是可以跟新手村的 BOSS 相比。虽然这小老鼠附带的技能很普通，但附带的一个特性还是让他多看了一眼。阶位压制，你对目标的攻击将被抵消 10%， 并将额外受到 10% 的最终伤害。这正是进阶的神奇所在，每个阶位对低于自己阶位的目标存在的压制。别看这只是明光城外最弱的一只灰鼠，这样的压制效果依旧对叶枫生效。不过他没有太在意，随意2件，
碾压效果发动，轻松将其击杀。你获得了110点经验。你越阶完成了击杀，额外获得了100%的加成效果。你最终获得了220点经验。在前世，叶枫只是个普通玩家，对付同阶高于自己的怪物都费劲，更别提越阶挑战了。他现在才知道，越阶的经验加成居然这么高。他在尝试换了一个地方，这次碰到了一个1阶5级的怪物，属性又提升了不少，气血更是高达6000点。不过在他2、3剑攻击之下，也是轻松击杀。你获得了150点经验。你越5级完成了击杀，额外获得了100%经验。你越阶完成了击杀，额外获得了100%的加成效果。你最终获得了450点经验。叶枫点点头，越1级20%，越5级正好翻倍，再加上越阶的，等于翻了2倍。但即便这样，一个怪物也就几百点而已，距离学习技能的10万点还是遥遥无期。还得搞点道具的加成啊，叶枫想到。他打开了藏宝阁。说起来，系统更新后，这个最大的更新内容他还没有使用过。虽然更新还没多久，但藏宝阁里的东西还是不少，各种等级的装备武器，不同品质的技能。叶枫甚至还看到了出售属性果实的，不过都标得很夸张的价格，估计是等人还价的。他搜了下经验单，发现居然没有售卖的。打开好友栏，迅速发过去了一条消息：兄弟，还有经验单没？新手村8级怪物区域。欧质子在世停下了挖掘的动作，对身边的2名玩家说道：我给人回个消息。打开消息栏，看到是剑，他神情一震，居然是他，这个屡屡完成首杀，上电视跟吃饭喝水一样轻松的大佬，实力相当雄厚。正因为对方的存在，让他觉得这游戏比他之前玩过的任何游戏都要有前途。本来准备单干的他，也是忍不住吸纳了2个朋友，作为自己小团队的一员。大佬，有的。他将背包里挖掘到的几种经验单发了过去，本来以为又要有一大笔收入到账了，没想到这都是仅限新手村使用的，能在1阶地图生效的有吗？大佬居然都开始在1阶地图杀怪了。欧质子在世满脸震惊。第37章，被大佬带飞的感觉就一个字，爽。欧质子在世很想说自己有大把大佬需要的东西，快来买啊！可如今在新手村的地图里，他还真没挖掘到对方想要的地方，只能苦涩的回应道：没有啊，大佬，应该那个等阶的经验单，只有去1阶地图里才能搞出来，我这里实在没办法。发完消息，对方没有回话。就在他以为这单生意已经黄了的时候，那你来1阶地图啊，挖出来我高价收。对方的提议让他有些心动，但还是有些犹豫。其他2人看到了他的异样，随即问道：铁哥，怎么愣着不动了？他想了想，还是跟2人提了一嘴，没想到2人却异口同声反对。这不是开玩笑吗？我们才5级，铁哥你也刚7级而已，去那种地图不是找死吗？就算找到一处没怪的地方，但多久能挖出来谁说得上？这中间损耗的时间根本不划算啊。欧质子在世也觉得2人说的有道理，他这种职业级玩家，基本原则就是要稳定，亏本的买卖肯定不能干。他也觉得剑的提议有点理想化了，只好委婉的给对方回消息：不好意思啊，大佬，我们现在的等级不高，去了1阶地图怕是扛不住，可能会耽误您的要事，要不还是算了吧。他原以为自己这样说对方就会放弃了，没想到消息发出去还没1分钟，对方就回信了：这个问题好办，你们来明光城，我带你们升级，帮你们找个合适的地方，挖到我要的东西了依旧高价收。欧质子在世愣住了，还能这样搞？只是加成50%经验获取的道具，持续时间还那么短，至于这样大费周折吗？就在他有些想不通的时候，滴滴滴，他下意识点开了邮件，看到了叶枫寄过来的2万铜币。这个是定金，东西搞出来我再补。欧质子在世眼睛都直了。好的，大佬，马上到。还没见到东西就愿意花钱预定，这种事情他从来没见过。这看来是真大佬啊，这大腿得抱牢。他忍不住咽了口唾沫，对着埋头苦干的2人一挥手：收拾东西，去主城。2人惊讶地张大了嘴巴：铁哥你抽风了？这么不靠谱的事情你都信啊？欧质子在世沉了下脸。这2人虽然是投靠他的朋友，但本质上也是跟他一个团队的队友，乃至于下属。这样不问缘由直接质疑他的决定，让他觉得很没有威信。如果你们想赚钱就跟我走，不然的话我也实在待不了，好聚好散吧。2人闻言愕然，不过下一刻就恢复正常。好吧，铁哥听你的。欧质子再是点点头。这2人还有的救，顿时换上笑脸，边走边跟2人解释道：大佬直接打定金过来了，还说要带我们升级。2人又是吃惊又是激动。
啊，铁哥，你怎么不早说？这样的话，那完全有的搞啊！就是这手笔够大气，咱还犹豫个啥？欧质子在世哈哈一笑，加快速度，跟大佬会合。叶枫给欧质子在世的承诺，倒不是一时兴起，而是经过了深思熟虑，因为他发现，即便自己实力再强，还是有很多顾及不到的地方。BOSS 能掉落极品装备武器，甚至技能和其他东西，但经验丹这种辅助道具还真没见过。至于让他自己去采矿，那完全不划算了。所以跟这种特殊人才打好交道，甚至是花点钱和时间扶持下，对他来说都是很有必要的。等待了不到20分钟，他就在明光城传送阵见到了匆匆赶来的3人，随意寒暄了几句，他就带几人出了城。在城门口，4人组好了队伍。他先将掉落设置成了队长拾取，然后开始设置经验分配。组队有经验加成，4人的话是130%的总经验获得，他就将其调整成了3人每人40%，自己10%。要不是每人最低只能调为10%，他都想将所有的经验给对方。就算是这样，3人都已经有些受宠若惊了。来到野外，叶枫直接就冲着一阶5级的怪物发动了攻击。3人刚看清楚怪物的属性，还在惊叹一阶的怪物之强。下一刻，就看到了倒在地上的4只怪物尸体，以及一排排的系统提示：你获得了60点经验，你越5级完成，你越阶完成了，你最终获得了180点经验。看到瞬间涨了540点的经验值，3人都是目瞪口呆。这些经验，他们自己去搞的话，需要起码击杀7、8个同等级的怪物，最少都要耗费10分钟。在大佬这也就几秒钟，而且还不用自己动手。3人互相对视，先是苦笑，然后就是狂喜。虽然很好不意思，但这种感觉实在是爽。就在几人心情跌宕起伏的时候，叶枫早已又将附近的几只怪物一一击杀，其中甚至还有一只头目级都没挡住他几剑。我能升级了，我的经验也够了。看着队友2人的震惊和激动，欧质子在世也是充满了期待。他距离7级升8级也仅仅只差上1000点经验了，换平时自己可能得忙活半小时，现如今那不就是大佬几件的事吗？就这样，3人乐呵呵跟着叶枫，一路上欣赏着跟新手村截然不同的美景，看着不同的怪物却都是相同的死法。不到半个小时，3人相继升到了10级，而欧质子在世实际也并没有闲着，而是根据经验和地形判断寻找到了一处矿洞，门口游荡着几只一阶10级的怪物。欧质子几人看着对方高达8000点的气血以及800点的攻击，吓得瑟瑟发抖，刚要劝叶枫不要冲动，结果就看到叶枫轻松几剑将其击杀。愣着干啥？大佬居然都能击杀这么高阶的怪物了，难道已经提升到一阶10级了？3人如此猜测道。如梦似幻，迷迷糊糊地进入了矿洞，确定了矿洞内没有怪物，叶枫这才离开。趁这样的机会，他也在周边转了转。在矿洞附近，已经距离主城越来越远。叶枫甚至看到了一个一阶15级和20级怪物的聚集地。他尝试了下，这些普通怪物防御也就300多点而已，气血也只是个1万出头，倒也勉强可以挑战。但以他现在的伤害费时不说，效率实在太低，一不小心被一阶20级的10来只怪物围攻，他差点没能走脱。就在他退出这片区域时，却意外地发现了一个隐蔽的洞口。洞口外赫然是一个蓝色的传送光圈，居然是一个一阶10级的副本。叶枫大喜。而就在这时，欧质子在世发来了消息：大佬，出货了。第38章运气大爆发。大佬需要我引怪吗？初阶经验丹，品质稀有，获得的经验提升 50%， 持续60分钟，3阶地图及以下生效。看完经验丹的属性，叶枫摇了摇头，这个品质的效果差了点，再有好的了一并喊我。刚嘱托完，对方又回消息了：大佬，出极品了，你看。初阶经验丹，难道出了个优秀品质的？叶枫连忙点开对方发来的道具截图。初阶经验丹，品质卓越，获得的经验提升 200%， 持续60分钟，3阶地图及以下生效。居然是卓越级！叶枫眨了眨眼，意外惊喜啊！要换平时实际低品质的，只要量大，合成起来也不差。关键他今天的合成次数已经用的差不多了，仅剩的几次得好好省着用了。这个卓越级来的正是时候。又等了几分钟，欧质子在世又挖出了一颗稀有级，叶枫将这3颗一起收了过来。本来他想按以前的价格自己再补个7、8万才合适，欧质子在世却一再坚持，认为叶枫带他们升级就足以价值3万铜币，最后只收了叶枫4万，这让叶枫忍不住高看了他一眼。拿到东西
他先将2颗稀有级的合成了一下，想着要是暴击不了，就直接使用卓越级的。结果他没想到，2颗稀有级直接出了一次大暴击，变成了1颗卓越级，提升的经验更是高达300%。叶枫一鼓作气，直接将2颗卓越丢到了合成栏，光芒一闪，叶枫心中一动，似乎又暴击了。初阶帧经验单，品质传奇，获得的最终经验提升750%，团队成员可享受50%幅度的效果，持续60分钟。3阶地图及以下生效。叶枫感觉自己今天的运气有点超常发挥了，居然连续2次暴击，而且最终的成品让他非常满意。不但加成的经验从基础经验提升变成了最终经验提升，甚至还能对团队成员生效。想到这，他心中一动，要不把欧质子在世也带一下？这人都还没有转职辅助职业，就已经能发挥这么大的作用了，以后肯定是个可造之材。多刷点经验，争取多学几个高品质的技能，对以后还是帮助很大的。他刚给对方发过去了消息，突然收到了帝王海哥的消息：大佬，我们也到主城了，准备转职进阶了，你有没有什么指示？我在城外，坐标388425，带2个人过来。叶枫刚发完坐标一会，帝王海哥就带着2个玩家到了，速度挺快的嘛。面对叶枫的打趣，帝王海哥嘿嘿一笑，这不是怕耽误大佬的事吗？买了几瓶神速药水。他背后的队员撇了撇嘴，1瓶5000铜的神速药水只是用来赶路，也不知道海哥这么着急是不是脑子抽了。叶枫点点头，这家伙还算有点脑子，那就帮你一把。这么快就准备转职进阶，技能啥的都搞好了？叶枫不问还好，一问帝王海哥就忍不住吐槽了。属性果实还好，高价把藏宝阁的都扫完，我们几个人都吃满卓越级了，这技能根本不可能拉满啊！卓越级学习要10万经验，学1门都凑不够，别说再学2门了。他之前已经学习了从叶枫那购买的优秀级技能，另外2个位置一直空着。叶枫的交代他倒是想执行，所以在通关了10级副本后就匆忙赶来主城了。原本以为这一阶地图里的怪应该经验比新手村高很多，没想到基础经验只高一点点而已。即便是有越阶加成的100%提升，他也完全看不到学习卓越级技能的希望。叶枫笑了笑，确实在一转前想学卓越级有点难度，所以这不是喊你过来了吗？帝王海哥闻言激动了，大佬，你有办法？这时欧质子在世也是赶了过来。叶枫消息里只说了他一人，他也就没让自己的2个同伴跟过来。叶枫指了指对方，这是我一个朋友，再加你们这边3个，组一队，我带你们刷点经验。欧质子在世挺了挺胸膛，表情骄傲。叶枫组好队伍，带着激动的4人来到了副本前，选择了难度，直接进入。你已进入1阶10级副本，难度普通。帝王海哥几人大吃一惊，越10级刷副本，当他们看到副本内的小怪都有上万点气血时，就连对叶枫信心十足的帝王海哥心里都泛起了嘀咕。当几人距离怪物还有3-4米的时候，叶枫停下来了脚步。帝王海哥自告奋勇地站了出来，大佬，我去引怪。叶枫摇摇头，扬手挥出一剑，负1380，暴击效果负1200，碾压效果负1290，真实伤害负193，间隙伤害。为首的怪物身体一滞，头上瞬间飘起了4个伤害数字，而他身边的4只怪物更是齐齐受到了伤害，负30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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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剑之下，一残4伤，4人都是目瞪口呆。帝王海哥苦涩地抿了抿嘴，知道大佬强，但真不知道大佬强到这种程度。这跟我们玩的还是同一个游戏吗？他刚才可是看得很清楚，这怪物防御可是过百的，大佬要多少攻击才能打出这么恐怖的伤害？他却不知道，此时的叶枫也是有些意外。随着遇到的怪物越来越强大，尤其是防御和气血越来越高，叶枫也感觉自己的伤害有点不够用了。就在进副本前，他已经使用了合成后的2颗传奇级的属性果实，20点的自由属性全部加到了力量了，又增加了40点伤害，再加上他更换的一剑增加力量的护腿，目前攻击已经突破了400点，才能打出如此惊人的伤害。他意外的是，这样的攻击距离下，伤害还没有衰减，这远程职业有点爽。眼看着这首当其冲受到伤害的5只怪物要冲过来，叶枫往后了几步，又是刷刷2剑。帝王海哥几人刚刚退到一边，就看到了5具尸体，以及一排排的系统提示。第39章完成进阶任务，居然还有隐藏挑战。你击杀了普通级怪物风行猫，根据队伍分配原则，你获得了480点经验。初阶帧
经验单生效，你额外获得了1800点经验，你最终获得了2280点经验。帝王海哥忍不住揉了揉眼睛，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他来的时候也了解过，一阶10级的怪物，正常经验应该是200点，副本普通难度有 150% 的加成，也才300点。越一阶越10级，提升 400%， 为1200点。经验获取方面，叶枫设置的是5人平均分配，每人 40%， 正好就是480点。可这什么经验单一用就提升了1000多点，最终经验直接翻到了2200点。他将目光转向欧质子在世，想搞清楚这是什么情况，结果发现欧质子在世也是满脸震惊。作为队员尚且如此，叶枫作为队长可是全额享受传奇级经验单的加成了，足足4080点的经验让他十分满意。照这个趋势，杀25只怪就够再学习一门卓越级的技能了。让几人注意保护好自己，他边下场杀得起劲了起来。而4名队员内心的激动已经无以言表，一个怪2000多经验，50个怪就是10万。帝王海哥原本觉得在新手期学习卓越级技能是天方夜谭，现在突然看到了希望，甚至开始在藏宝阁翻了起来。剩下的2门技能都要搞成卓越级，他带来的2人也是兴奋地跟没来的2名队员分享，引来了对方的疯狂羡慕。叶枫就这样身形飘逸，四处奔走，依靠着身法不断击杀着副本内的一个个怪物。头目级的血量提升到了3万点，多花了一点功夫，而 BOSS 级血量更是飙升到了12万。叶枫已经打不出碾压效果，只能输出100多点的伤害。好在他背包里有着大量的高品质装备，挑了2件10级的卓越级戒指换上，其他部位也尽量找能加力量的凑数，终于又把伤害凑到了对方防御值的10倍，重新恢复了碾压效果。而500多的伤害更是一剑之下伤害暴增。第一关 BOSS 没花太多时间就解决了，而第2关和第3关叶枫遇到了一点麻烦，这2个 BOSS 都有着恢复气血的技能特性，非常的麻烦，让叶枫杀起来非常费劲。好在靠着他的耐性和稳定的操作，就在经验单消耗完的那一刻，副本通关了。恭喜你通关普通级副本猫妖洞穴，你的评价为 A 级。虽然耗时很久，但叶枫还是依靠着全队无人伤亡拿到了 A 级评价，队友都是惊叹不已。叶枫却叹了口气，这还是他第一次拿到非 SSS 的副本评价，没有任何额外奖励，好在收获还不错。且不提快要将他背包堆满的无数装备以及技能，光是经验值就大获丰收。帝王海哥4人每人获得了80多万的经验，叶枫则是狂揽170万。别说是卓越级了，学习一门传奇级技能都够了。出了副本，4人都是千恩万谢。欧质子在世和帝王海哥更是死活要给叶枫转钱，都被他拒绝了。一来他这次带人只是特殊情况，经验单也是运气爆棚合出来的，以后不见得能有这么好的效果。二来虽然看似收获很夸张，但叶枫的职业很特殊，升级经验是普通职业的10倍，以后能顾住自己就不错了，更别提再带人了。何况1阶到3阶已经可以学习传奇级技能了，在动辄100万经验的学习需求和提升双倍的升级需求下，以后有的是叶枫头疼的。告别了欧质子在世，叶枫带着帝王海哥几人回到了主城，花费了10万经验学习了一本卓越级的暴雨剑法后，叶枫再次站在了进阶 NPC 前。技能学满以后满足了进阶的基本条件，而普通进阶他肯定是不考虑的。继续往下看，稀有级进阶，击败一只1阶0级普通怪物，2分钟内，失败后2小时后方可再次挑战，是否接受？优秀级进阶，击败一只1阶0级头目怪物，3分钟内，失败后6小时后方可再次挑战，是否接受？这2个选项说实话要求并不低，完成后的奖励比不需要挑战的普通级要好了很多，不过依然不是叶枫想要的。他继续往下，直到最后一个选项出来，卓越级进阶，击败2只1阶0级头目怪物，6分钟内，失败后12小时后方可再次挑战，是否接受？作为还没有进阶的玩家来说，直接挑战1阶的怪物本身就不容易，更别提是头目级还是2个。可以说哪怕现在有玩家同样达到10级，直接来挑战这个难度，即便装备技能不错，成功的几率都微乎其微。叶枫却是毫不犹豫选择了接受。一道光芒闪烁，他进入了一个专属的空间，这里空空荡荡，几乎是一片黑暗。你已开始卓越级进阶，任务完成剩余时间5分钟59秒。叶枫刚刚站定，挑战就已经开始。他也看到了面前一左一右2个面目表情的男子。进阶考核师1，等阶头目级，等级1阶0级，气血8000，攻击362，
防御115，技能急速连击，对目标造成120%、140%的攻击，并击晕目标2秒。虽然对方的属性比新手村的头目强出了一大截，但叶枫单刷过的 BOSS 都不在少数，无疑不比对方强大。倒是对方附带的一个特性让他留意了下：结尾压制，你对目标的攻击将被抵消 10%， 并将额外受到 10% 的最终伤害。这就是进阶后才能获得的专属特性，来自高一个阶位的压制。不过对于叶枫来说，影响也不大。负2292，暴击效果负2080，碾压效果负2186，真实伤害负327，间隙伤害。叶枫一剑下去，朝着一人刺去。有着职业特性加成的暴击率，运气极好的打出了暴击。左边男子头上直接飘起了4道伤害数字。不光有着技能的额外加成，还有剑修职业特性的效果。对方的气血瞬间下去了一大半，而他身边的另一名男子也被箭射到了5000多点伤害。只是一剑，2个一阶的头目就直接大残。叶枫都没想到会如此轻松，刷刷又是2剑，2人直接同时倒下。叶枫眼前一花，重新回到了进阶 NPC 的面前。对方愣了一愣，转而恢复了平静。冒险者，你的实力相当不错，还有兴趣挑战更为极限的进阶吗？叶枫一怔，自己不是已经完成最高难度了，怎么还有？这时他看到了眼前飘过的系统提示，你花费了5秒完成了卓越级进阶任务，你的任务评价为 SSS， 激活了隐藏的进阶任务。还真有，叶枫来了兴趣。第40章传奇级进阶，阶位压制的惊喜提升。对于这个隐藏的进阶挑战，叶枫十分诧异，前世貌似没人分享过有这东西啊。他不知道是当时的顶尖玩家没达到触发条件，还是以他的圈子没资格了解。这一世倒是新鲜。传奇级进阶，击败一只1阶0级卓越级 BOSS 怪物，10分钟内失败后任务消失，正常获得卓越级进阶奖励，是否接受？看完任务介绍，叶枫眨了眨眼。就这？如果说之前叶枫还有点忐忑的话，这回内心已经是毫无波动。一个1阶0级卓越级的 BOSS 而已，他刚才在副本连1阶10级的都搞定了，这回就更简单了。只是时间上的要求让他认真了下，不到5分钟就将其解决，走了出来。大厅里响起了鞭炮声，主城外放起了烟花，在各种欢庆的氛围中，叶枫完成了进阶。恭喜你，完成了第1次进阶，你的等级上限提升到了1阶20级，你获得3个技能槽位置，其中被动类技能上限为1，四转前可使用道具随时替换重新学习。你完成了传奇级进阶，获得了全属性提升 50% 的奖励。传奇级进阶剩余名额8，检测到你所在的新手村首次完成了破障任务，属性奖励翻倍，前10名生效。你获得了全属性提升 100% 的奖励。你获得了暴击率正 5% 的加成。你第1个完成了进阶，特殊属性提升效果额外增加 50%。你获得了暴击率正 7.5% 的加成。你获得了进阶特性阶位压制。阶位压制，面对低于你1个阶位的目标、怪物以及玩家均有效，你将获得 10% 最终伤害加成， 10% 最初伤害减免的增益效果，该效果无法被装备属性、特性以及技能效果抵消。叶枫没想到，原本 50% 的全属性提升，在自己无意间破障的情况下，居然还得到了翻倍的加成，倒是意外之喜。而首次完成进阶，特殊属性也多增加了 50%， 属于喜上加喜。至于阶位压制，这是每个进阶者都自带的特性，即便是完成最普通品质的进阶也会拥有，倒没什么稀奇的。就在叶枫这样想的时候，由巨大字体组成的系统公告突兀的出现了：玩家第1个完成了进阶，获得了20点自由属性和5点权限点的奖励。玩家第1个完成了第1次进阶，当前阶位压制效果提升 50%。玩家第1个完成了传奇级进阶，阶位压制效果永久提升 20%， 可累计。又是权限点。叶枫吸了吸鼻子，这东西到底是干啥的？自由属性点属于锦上添花，而阶位压制的提升则让他彻底疯狂。他打开自己的面板，果然价位压制的效果已经发生了变化。阶位压制，面对低于你1个阶位的目标、怪物以及玩家均有效，你将获得 18% 最终伤害加成， 18% 最初伤害减免的增益效果，该效果足 18% 的加成，而且以后每次进阶都有 20% 的永久提升。叶枫激动之余心中狂跳，如果自己每次都是第1个进阶的话，会不会每次都有 50% 的当前提升？如果是这样的话，他深吸了一口气，让自己平静下来。
不用太激动，等到下一次进阶的时候就知道了。眼下他最期待的就是作为史无前例的9星级职业，升级后的效果是什么样的？你是否花费121000点经验提升等级？足足10倍的经验需求，让他仅仅只是提升1级，就有高达12万点的需求。好在刚才一波副本，学完技能都还有70万点。升级，你提升到1阶1级，根据当前阶位和职业星数，你获得全属性加10的升级奖励。根据当前阶位和职业星数，你获得了10点自由属性点。每次升级后，职业分类自动增加的属性点是固定的，1阶是每级10点，2阶就是每级20点，以此类推。而自由属性点则是因人而异，根据星数加阶数。如果1星级，那就只增加2点；5星级则是6点，每提升1级多1点。等级越多，获得的属性点越多，这也变相相当于一种等级带来的实力压制了。所以说，想要越级甚至越阶挑战，实则是很难的。叶枫作为全游戏中可能唯一一个9星级，自然获得了10点自由属性点，而这仅仅是提升1级而已。他继续点下了升级。你是否花费144000点经验提升等级？你提升到1阶2级，根据当前阶位和职业星数，你获得全属性加10的升级奖励。根据当前阶位和职业星数，你获得了11点自由属性点，又是11点自由属性点到手。如果是5星级的话，获得是6点。1级2级的差别可能还不大，可等级越大，差距就越明显，阶位越高，更是天壤之别。叶枫仿佛看到了自己眼前有着一条金光大道，将这10点全部加到力量上面，他并没有继续选择升级。升级获得属性点的提升确实不小，但相比较越级挑战的加成，诱惑还是更小一点。搞定了转职和进阶，叶枫心头为之一松。这会每日合成次数还没有刷新，无法再有大的提升。他打开了背包，既然自己已经进阶了，这些1阶前的装备也可以出售了。他打开藏宝阁，照着其他人的标价往上挂了几件。目前玩家们的等级都在快速提升，5级的装备算是主流，10级的装备也需求量不小。叶枫眼下租的房子到期了，想要换个好点的地方，眼下就是个好机会。他刚分别以5000元宝和2万元宝的价格挂了2件武器。好友栏突然来了消息：帝王海哥，大佬您在清装备吗？见，卖点前线时生活用。叶枫也没有隐瞒自己的目的。藏宝阁开放后，玩家售卖东西可以选择以游戏币或者金元宝等2种方式。金元宝是介于游戏币和现实货币的中转单位，跟现实货币的比例是1比1。玩家充值现实货币获得金元宝，或者像叶枫这样出售东西得到金元宝，再提现到自己银行卡，直接获得华夏币。虽然在提现时系统会自动扣取10%的手续费，相比较线下的交易既方便又安全。尤其是对于叶枫，他泄露自己现实信息的。得到了叶枫的回答，帝王海哥很快就回了消息。第41章，这游戏东西很值钱，叔你别耽误我赚钱啊。帝王海哥，大佬，您之前暂借我的好多装备都没有算钱，我按照现在的物价算了下，差不多有100万。您等下随便挂个东西，指定我的名字，标价110万金元宝，我来买。叶枫没想到对方还记得这事，更没想到贴心的连收学费都算上了。既然对方如此上道，他也没有客气。背包里找了一件1阶5级的优秀级装备丢了上去。对方刚才跟自己混了不少经验，升到这个等级应该很轻松。有一件同等级装备，打怪也能轻松不少。你的道具夜魔甲以110万金元宝的价位被玩家帝王海哥买走了。叶枫刚挂上去就收到了系统提示：帝王海哥，多谢大佬，这装备属性很牛逼，嘿嘿。叶枫莞尔一笑，想到对方应该也在准备进阶，就提醒了一句：卓越级的进阶争取完美完成，就有资格挑战传奇级，比卓越级多10%的属性。1阶0级卓越级 BOSS 对你来说也不难，只剩8个名额了。我们新手村出来的，还有破障后的额外属性加成，名额也只剩9个。片刻，帝王海哥，收到，大佬的指点之恩，铭记在心。叶枫见对方明白了自己的意思，也再没说什么。从藏宝阁上找到了提现选项，绑定了自己的银行卡。你已提现110万金元宝，5分钟内到账银行卡，请稍后查收。提现成功了，叶枫有点小激动，快速的将角色下线，以最快的头盔摘下头盔。叶枫找到了床边正在充电的手机，碎了一小块的屏幕点亮后，叶枫看到了刚刚收到的短信：您尾号8801卡12月2日22点18分网上银行收入，银联入账999999.00元，余额100万零58.24元。工商银行提现到账，存款突破100万大关。前世穷了一辈子，没想到重生后这么短的时间，他就赚到了自己的第1桶金。叶枫激动地挥动了拳头，啊！
我终于有钱了！他忍不住了，大喊出声，声音颤抖。当当当！这时门响了，他打开后看到了房东关切的眼神。小叶，没事吧？叶枫讪讪笑了笑，没事，李哥。哦，对了，我等下就去找房子，赶明早就搬出去。那就麻烦你了，我那侄子把我各种催，说是这游戏遍地是黄金，让我不要耽误他赚钱。房东神色有些尴尬，解释道。乌蒙山连着，随着高亢清亮的嗓音，房东的手机铃声突然响起，他看了眼，苦笑着接了起来。阿威啊，有什么事？虽然没有开免提，叶枫还是能听到听筒里传来对方急切的声音。叔啊，那边房子好了吗？我这团队的人都等不住了。房东皱了皱眉，不满道。有那么着急吗？人家小叶说了，赶明天就能找好房子，给你腾出来。对方的音量不减，声音很急促。怎么能不着急？刚才有人卖了一件装备，直接到手100万华夏币，我们赶紧搞起来，下一个100万就是我啊！房东吓了一跳，100万华夏币，这什么游戏东西这么值钱？好好，房子出来了，我第一时间跟你说。放下电话，房东苦笑着摇摇头，不好意思，小林让你见笑了。下一刻，他好奇道：这游戏真这么邪门？里面的东西能卖100万？叶枫点点头，玩的人挺多的，好东西确实挺值钱。不过我真没收到100万啊，是99万。叶枫心中暗自吐槽道。打发走了房东，叶枫顺势躺下了。这几天节奏很快，都没怎么休息过。如今完成了转职进阶，算是开了一个好头，总算可以睡个好觉了。第二天一早，叶枫在8点钟的闹铃中醒了过来，精神饱满的起床后，在小区外扫了个共享单车。在清晨微凉的清风中，叶枫心情很是舒畅。有钱了，看房去。没多久，他就看到了一个玛雅房屋的中介招牌，这个名字让他很有好感，想起了上学时候玩的一款名为奇迹 MU 的游戏，里面就有名为玛雅宝石的道具。曾几何时，在深夜的网吧里，掉落宝石的那一声声叮，足以让他跟一起通宵的同学们激动的大呼小叫。只是曾经那种简单的快乐，在成年后就越来越少了。停止了胡思乱想，叶枫停下了单车，径直走了过去。一个个狭小的写字间里，房产中介有的在打电话联系客户，有的百无聊赖在玩手机。看到有人推开房门，好几个年轻男女都是激动的站了起来。可看到对方从共享单车上下来，顿时全都没了兴趣。只有一个年轻男子看了叶枫一眼，迎了上去。说实话，他也不认为对方骑着单车而来，又身着简单，能租得起什么好房子。只是看到对方脸上的期待，让他想起了他当年刚到这座城市里的样子。算了，就当是帮这哥们一把吧。他如此想到，脸上的笑容却多了几分真诚。叶枫推开门，看着一个个中介各自忙各自的，刚准备换一家，却没想到眼前伸出过一只手。先生您好，是想要租房吗？叶枫讶然抬头，对，我看看有没有合适的。他话音刚一落地，有几个犹豫不定的女孩子更是收回了目光。这话的意思不就是想找个便宜的吗？这种人要求多，预算低，经常看了好多家都选不下来，加了他们的微信，还一天就知道聊骚。现在听到这种话，他们宁愿不接业务。刘鹏，这一单就交给你了呀！一个身形干练、面相刻薄的中年女子高声喊道。虽然这单大概率没什么油水，甚至可能是个空单，但既然自己小组的人出马了，他也希望借此树立下自己的权威。刘鹏将叶枫引到了会客区，为他倒上了一杯热茶，身体前倾，面带微笑。先生，您怎么称呼？具体需要一个什么样的房子？第42章。有钱人都喜欢这样玩。大哥，你住地下室的？叶枫点点头。这小伙子态度不错，也就直接说出了自己的需求。我希望房子空间宽敞一些，周边环境能安静一点。狭小的地下室他上辈子是住够了，这一世他决定对自己好一点。刘鹏愣了愣，继续询问道：您心仪的面积范围呢？以及您的预算大概是多少？叶枫摇摇头，面积也别太大，我一个人也住不过来。噗嗤，一个离得近的中介忍不住笑出了声。这人太有意思了，还面积别太大，太大的你租得起吗？哪怕你说就只能租个20平的小单间，也比这样装逼实在啊。刘鹏回头瞪了对方一眼，转头继续换上笑脸。如果是一个人住的话，40到60平都还可以，只是这要求环境好还安静有点难了，满足这个需求的基本都是价格比较高的小区了。叶枫点点头，价格无所谓，你就按满足我需求的推荐就行。刘鹏吃了一惊，试探道：如果不在乎价格的话，有几处别墅倒是符合您的要求。叶枫笑了笑，别墅也可以，这回能看房吗？能，那我拿钥匙带您过去。刘鹏激动地站起身，听对方的口气，是个大客户啊。
他迅速的找主管要了钥匙，又上了趟2楼，急匆匆就带叶枫出了门。坐在对方开的4个圈上，叶枫有些意外：“哥们，你们这行收入不错呀。”刘鹏苦笑道：“哥，你这是笑话我了，我哪开得起这？这是我们赵副总的车，平时只用来招待贵客，我借过来暂时用一下。”叶枫打趣道：“那你不怕我不租房子，回头挨你们领导的骂？”刘鹏嘿嘿一笑：“我一看哥您就是有身份的人，不会拿小弟开玩笑的，我一定好好帮您找一套符合您心意的房子。千穿万穿，马屁不穿。”即便叶枫两世为人，听到对方这样讲，心里也是很舒服。你倒不像他们那些势利眼，是个有脑子的。那是小弟别的不行，眼光还是有的。两人一路玩笑，心情都十分愉快。只一会就到了地方。哥，咱们小区叫中海博宫，是纯别墅区，虽然修建时间比较早，但无论是户型还是环境，在咱们长安市都是数一数二的。这里所有的别墅都是北面入户，属于是独享的私家庭院，客厅与庭院相连，推开门就是阳光。两人漫步在小区里，精致的景观，满目的绿色，有喷泉，有凉亭，宛如一个小型的公园。刘鹏领着叶枫来到一栋别墅前，打开房门，将其引了进去。只是第一眼，叶枫就看上了这套房子，简约不简单的装修，低调却品质满满的家居以及各种配套。这个大平层虽然只有200多平，但空间利用十分合理，尤其是配备的一间健身房，更是让叶枫眼前一亮。仅仅转了一圈，不知道是不是错觉，他感觉心底都暖洋洋的，很是舒服，心情都好了不少。当刘鹏还在滔滔不绝地讲着，每一户都有私家车位和独立花园，小区周围配套也完善。行，就到这里吧。叶枫伸手打断了刘鹏，对方也没有气恼，只是笑了笑。哥您不喜欢的话，我们再看看别的也可以。就这套吧，我要了，租金多少？刘鹏傻住了。啊，哥，您要了？他拿出随身携带的笔记本，看了看，小声道：户主的要求是押1付3，月租金最低3万，也就是一次性要12万，中介费是1个月房租，房东的要求是都由租客承担。那就一共是15万是吧？办手续吧。叶枫既然看上了这处房子，也就懒得跟对方再磨价格了。有那功夫，游戏里随便刷个 BOSS， 掉的装备卖点钱不就够了？刘鹏没想到对方居然这么爽快，更没想到看起来平平无奇骑着单车来的叶枫居然如此深藏不露。回去的路上他激动不已，连握着方向盘的手都有些发抖。在叶枫的提醒下，心情才平复了一些。等到两人回到中介公司，一帮人看到他们这么快回来，都以戏谑的眼神看着刘鹏。让你这么热情，这下白忙活了吧？一个骑单车的还看别墅，怕不是拍段子的吧？就在众人拿刘鹏开涮几句的时候，王姐，帮我拿一份合同。刚才交代刘鹏的中年女子有点没反应过来。拿合同干什么？签协议啊。王姐，你怎么问得这么业余？刘鹏奇怪地看了对方一眼。中间女子从楼上下来，拿到了合同，递给刘鹏的时候还是有些发懵。两人不是去看别墅了吗？怎么回来就拿合同？难不成这小子还搞定了一个大单？林哥您稍作片刻，房主的委托人马上就到。刘鹏拿着一盒精致的茶叶帮刘鹏泡上，满脸堆笑道：刚才给赵副总还车的时候，对方知道他居然这么快租出去一套别墅，对他赞赏不已，连珍藏的茶叶都拿了出来，嘱咐他一再招呼好这位贵客。刘鹏这一单完成就能拿到1万块的佣金，岂会不用心招待？不到半小时，一个戴着墨镜的年轻女子赶来，拿着房产证和其他东西，匆匆签完合同就走了。刘鹏生怕叶枫有意见，解释这并不是房主本人，只是他的朋友。叶枫也并不在意，房主是谁对他来说无所谓。刷完卡，办完一切手续，刘鹏跟了出来，非要送叶枫回去。叶枫想了想，也没有拒绝。当刘鹏来到叶枫居住的地下室时，人都惊呆了。刚才豪掷15万租房的大佬，居然住的这么狭小破落的地方。他简直要怀疑叶枫有没有什么特别的癖好了，希望以富家弟子的身份体验穷人的生活，或者是本身真的就这么穷，今天刚刚中了500万。不管怎么样，都让他大开眼界了。看到叶枫收拾东西，刘鹏机灵的连忙开始帮忙。除了一些有纪念意义的小物件，叶枫将其他无用的东西都扔了，只是2个大箱子就全部装完了。等房东验完房子，开始给自己的侄子打电话的时候，刘鹏已经扛着箱子，自告奋勇的打了车，帮叶枫送到了小区里。第43章天赋升级，再次回归新手村。说起来也是好笑，在小区门口的时候，两人差点还没能进去。出租车一到门口就被保安拦住了，私家小区，外车不得入内。直到刘鹏下车，拿着房产证件说这是帮新租房的业主搬家，保安才惊讶地将其放了进来。就连出租车司机也是惊叹道，自己这是第一次进这样高档的小区。
毕竟这样的别墅区里面的人非富即贵，打车的概率实在是有点低。最后，就连刚才的保安都半信半疑，特意开着自己的小电动追了过来，直到看到叶枫拿着钥匙打开了房门，这才相信。为此，他还特意给叶枫拍了张照片，说这里没车的业主叶枫是独一份，自己得让其他的保安认下叶枫的模样，免得下次再来的时候冲撞了叶枫。虽然他的语气很恭敬，叶枫还是有些不好意思，心里暗下决心，得抓紧时间搞个车。等待刘鹏和保安走后，叶枫在别墅中细细查看着，却忍不住笑了。前世无论在现实还是游戏中都过得不尽如人意，没想到上天垂青，给了他再来一次的机会，更是拥有了逆天天赋，有了创造无限可能的潜力。在游戏中仅仅几天就轻松收获了100万华夏币，住上了这样奢华私密的别墅。不过他也没有被这样的富贵冲昏了头，深知游戏中的一切才是将来真正立足的根本，所以只是简单的叫了个外卖，休息了一会就进入了游戏。外卖自然也是无法直接进入小区，还是保安亲自开着小车送过来的，让叶枫不禁感叹金钱的魔力。安顿好了现实，叶枫重新回归了游戏。一上线，先看了眼自己的面板，玩家键，等级1阶2级1612400169000，属性力量101，敏捷40，耐力40，体力110，精神40。这就是目前他不穿戴任何装备的基础属性了。他粗略一算，哪怕是像帝王海哥这样的顶尖级玩家，在新手期使用满2颗卓越级属性果实，完成卓越级进阶任务，总属性点也差不多只有他的一小半而已。即便也有他带来的新手村破障 buff 再有提升，也是无法跟他相提并论的。其他玩家跟他的差距就更大了，而且这还只是进阶前，等到进阶后，职业星级的区别将来进一步拉大普通玩家和顶尖高手的差距。叶枫此时没有穿戴装备，是因为进阶后不光是玩家的属性提升幅度比之前更大，怪物也是如此，装备自然也不会落后。哪怕是1阶5级的普通装备都比10级优秀级的基础属性要强。叶枫即便身上的装备合成后比正常1阶的装备还要强上不少，但也感觉再想以前摧枯拉朽般的碾压却是不那么容易了。新的一天，合成次数已经刷新，他就准备好好提升一番。之前合成天赋升级后，他还觉得每天100次很多，现在却觉得完全不够用，可想要升到下一次，总共需要合成2000次。即便这期间他已经出现了几次暴击，但也还差1100多次。按正常情况，起码需要11天的时间。但叶枫在合成技能时曾经触发了特殊的合成方式，给了他一点灵感。他随意挑出了5本优秀级的技能丢到了合成栏，光芒一闪，一本全新的卓越级技能就出炉了。不仅如此，合成熟练度也是增加了5点，而合成次数却只消耗了1点。按这个办法，只需要再合成200来次就能再次升级了，也就是2天的时间。不仅如此，每一次合成都还有几率出现暴击的，叶枫就要尝试下看能否提前搞定升级。反正仓库里有着之前击杀 BOSS 掉落的各种技能，叶枫就一次次尝试着。带着背包里技能消耗的差不多，他又从藏宝阁买了一些。普通级技能意义不大，他主要挑选着精良级和优秀级的技能，花费了足足10万铜币，几乎将背包快要装满。就在他合成到第50次的时候，你使用生命强化优秀，初级闪烁优秀，地裂斩优秀，法力提升优秀，3连击优秀，进行了合成。你在合成中出现了非常幸运的大暴击，100%提升2个品阶，熟练度加500。你合出了闪电锁链传奇，这本传奇级的技能是法师类技能，叶枫倒是用不太上，只能作为将来选定传奇级技能合成的胚子来使用了。叶枫先将其收了起来，他在意的是另外几道提示。你的熟练度达到了2000，万能合成提升到4级，天赋的等级提升才是叶枫最看重的。SSS 级天赋万能合成，说明可将世间同类型的物品进行合成，得到提升。等级4级7555000，目前可使用次数200-200，终于可以开搞了。叶枫眼中金光一闪，他首先来到了主城的传送阵处。你是否花费1银币传送到新手村？这次的更新还包括了货币系统的单位增加，1银币等于1万铜币，1金币等于1万银币。叶枫没想到第一次用到这个单位居然是在传送。确定，虽然按目前的汇率，这也相当于300多华夏币了。不过为了执行自己的计划，叶枫觉得这点钱倒也算不了什么了。回到了新手村，叶枫看到的依旧是人山人海的画面。随着前面玩家们的体验以及各大媒体的报道，天域
已经火爆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程度，每天都有大量的玩家涌入。叶枫挤开了一个个玩家，来到了武器店，二话不说开始购买新手木剑，可仅仅购买了50把。你的背包已满，无法购买新手木剑。叶枫无奈地停了下来，没想到200多个的卓越级小荷包这么快就不经用了。打开藏宝阁，搜索小荷包，看到了各种品质的该类装备。由于是特殊类装备，几乎每个玩家都需要。这东西的价格并不便宜，稀有级的2000铜币，优秀级的1万铜币，仅有的几个卓越级直接摆的5万铜币。叶枫有合成天赋，自然不会当冤大头，先合了几把新手木剑，腾出来几个格子，就开始购买小荷包合成。可能是他今天运气不错，仅仅合成了20来次，叶枫就停手了。这次不但成功合成2件卓越级，合起来背包格子高达500，更是运气爆发，出了一件更高品质的。第44章，合成和进阶，史诗级武器诞生。海纳百川的针小荷包，品质传奇，位置特殊，体力加30点，气血加1000点，气血恢复速度增加100%，战斗时无法生效。背包格子加660，虽然作为特殊背包类装备，附加的属性仅有正常装备的一半，只有3条，但无疑不是实用的属性。气血恢复速度的增加，更是让叶枫续航能力提升了不少。原本每秒0.01%的自动恢复速度下，非战斗状态自动恢复满气血要10几分钟，现在的话则缩短到了不到9分钟。当叶枫将全新的3件小荷包全部装备上时，顿时轻松了不少。在累计购买了100把新手木剑，叶枫开始了合成。稀有、精良、卓越，1把普通级的消失，代表着其他品质的诞生。在消耗了足足有80把的情况，叶枫再次合出了1把传奇级的新手木剑，基础属性还比他原先持有的高出一点，只是附带的特性很是一般。不过叶枫也没指望再能出什么逆天特性，能有1把同品质的胚子，他已经知足了。不过还没完，虽然新合成的木剑同样拥有暴击率和暴击伤害这2项属性，但附加伤害的百分比却没有，意味着他要直接合成的话，很有可能会损失原武器的这个属性。想了想，他继续合成，又合成了将近40次后，叶枫惊喜地抬起了头，又1把传奇级的新手木剑出炉。虽然基础属性低，附加属性不适用，特性更是连卓越级技能都不如，但用来锁定属性足够了。将3把传奇级武器依次放在了合成栏，叶枫满怀期待地选择了合成。看到合成栏上由紫变成的武器背景颜色，叶枫大喜，成了！打开背包，果然看到了品质提升后的全新武器，新手木剑已绑定5，可进化。位置主手武器，品质史诗，需求等级1级，伤害加420，力量加85，敏捷加60，攻击速度正15%，暴击率正12%，暴击伤害正110%，伤害正50%。破军攻击目标时，目标防御值减少60%，并对周围额外6个目标造成首次伤害值75%建设伤害。如果对攻击目标造成一击必杀，建设伤害将额外增加50%。该效果对1阶以上目标效果减半，对2阶以上目标无效。破狱攻击时减少目标80点防御，持续3分钟。该效果对1阶以上目标效果减半，对2阶以上目标无效。玩家剑专用，无法交易。成了！叶枫瞬间有种流泪满面的冲动，消耗了足足80次合成次数，终于出货了。不但基础属性全面提升，就连特性都有小幅度的增长。可能是武器本身的等级实在太低，这个增长有点微弱。不过在那3个明晃晃的大字可进化情况下，一切都不是问题了。他拿出了背包中珍藏的史诗级进化石，朝着新手木剑点击了上去。你是否消耗5块史诗级进化石对新手木剑进行进化？叶枫之前通关副本足足获得了6块，刚好够用，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同意。光芒一闪，进化成功。暴风骤雨的新手木剑已绑定5，可进化。位置主手武器，品质史诗，需求等级5级，伤害加500，力量加100，敏捷加75，攻击速度正16%，暴击率正14%，暴击伤害正120%，伤害正50%。破军攻击目标时，目标防御值减少60%，并对周围额外6个目标造成首次伤害值80%建设伤害。如果对攻击目标造成一击必杀，建设伤害将额外增加60%。该效果对1阶以上目标效果减半，对2阶以上目标无效。破狱攻击时减少目标80点防御，
持续5分钟。该效果对1阶以上目标效果减半，对2阶以上目标无效。玩家键专用，无法交易。叶枫与之前对比了下，发现各方面都有所提升。最主要的是，这把武器还可以继续进化。如果他能收集到更高级别的史诗级进化时，还能继续进化。不过眼下也没有这样的材料，只能先搁浅了。这把武器在合成层面来说，已经算是毕业了。虽然还有合成神话级的机会，但需要更多的合成次数。这毕竟只是一把过渡性的武器而已，后续靠进化也足够用了。搞定了武器，叶枫心情大好，转头又通过新手村的传送通道回到了主城。武器继承，是时候再次开封了。来到城外，叶枫轻车熟路的来到了1阶5级的怪物区域，正好有着一窝小狼崽子对着他嗷嗷直叫。叶枫眼睛一亮，一剑刺出，负4200，碾压效果，负210，间隙伤害。虽然没能触发暴击效果，但仅仅只是普通的攻击就打出了比之前更高的伤害。负3528，箭射，负3528，箭射，负3528，箭射，更是有额外的6道箭射伤害，将周围的怪物包了个圆。叶枫往后退了一步，拉开了距离。又是一剑，1阶5级的怪物也只有6000点气血上限而已，哪能经得住叶枫这样折腾？7只怪物同时倒下。你获得了256点经验，你获得了256点经验，你获得了。叶枫撇撇嘴，进阶后即便还有个3级等级差，60%的越级经验，但经验的获取实在是慢得可怜。他看了下经验值，瞬间就推测出来，如果是其他玩家，需要击杀100多只同等级的怪才能升级，而他因为职业原因，升级经验提升了10倍，需要1000多只。好在他过来并不是刷经验的，测试出了自己的伤害大概范围。叶枫不再理会这些普通怪物，而是仔细在附近找寻了起来。不到一会儿，他就发现了对应的副本入口。开启简单难度后，叶枫单人杀了进去，不到20分钟就走了出来。虽然顺利通关了，但是他脸色却有点凝重。这次单刷他只获得了 S 级评价，额外获得了1件卓越级的装备。虽然在武器的层层削弱下，怪物的防御被缩减到了一个极其低的程度，让他即便面对1阶5级卓越级的 BOSS， 依然可以打出碾压效果。但对方700多点的攻击也能对他造成将近500点的伤害，技能一用更是轻松上千。要不是他在一转前全体力加点，气血远比一般玩家要多，还真有点扛不住。这也给他敲响了警钟。简单难度尚且如此，困难难度以他现在的实力单刷几乎是不太可能了。就在他思考着该怎么样提升的时候，消息栏亮了起来。帝王海哥，大佬，我完成进阶了，还激活了一个4星级职业狂战士，感谢大佬提醒，我们团队的人全部完成传奇级进阶了。叶枫有些意外，对方有从他那买的几件极品装备完成传奇级进阶，属实正常。团队的其他人居然也能通过。一问之下，原来是帝王海哥将他的装备与队员之间来回倒着用，依靠着装备之力都顺利完成了。这也让叶枫感叹对方几人关系之好。要知道他给对方的那些装备可是价值100万华夏币的，就这么借过去，很容易被有些利益熏心的人给拿走不还了。对方寒暄了一句，就道出了来意。大佬，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发展？先压制等级，把技能等级提升上去吗？对方能这么问，看来是想通过压级来越级刷怪。可叶枫只是一思考就否决了他的想法。先冲到1阶10级，这个等级的装备提升比较大，到时候可以压一段时间。作为重生者，他自然了解游戏中的设置。1阶5级和15级，无论是野外还是副本，最高等阶的 BOSS 都只是卓越级，只有整数倍的 BOSS 才有传奇级别的存在，装备属性会迎来一个比较大的提升。对于叶枫的交代，帝王海哥则是言听计从。他马上吩咐自己核心小队的几名队员做好准备，开始全力冲击。5人全部完成了传奇级进阶，又有着叶枫带来的破障加成效果，属性均提升了 100%。 来到野外后，练级效率也是相当不错。再加上了叶枫介绍的欧质子在世的好友后，帝王海哥更是高价购入了几颗经验丹。体会到这东西的效果后，对叶枫则是更加感激了。而此时在另一座主城里，钱多多却气愤不已。第45章远程法术伤害 BOSS， 那就看看谁更远吧。钱多多的心情很郁闷。当他看到叶枫第一个完成进阶后获得各种奖励和加成后，那是十分羡慕，连忙加快了自身的速度。结果紧赶慢赶，到主城完成卓越级进阶任务后，却被告知传奇级的进阶名额已经没有了。这可把他气坏了，让王叔把公司今年的分红给我转一下。
他的手下名为钱小盾的玩家大惊失色：“小姐，您之前不是说这笔分红留着要扩展公司的市场吗？”钱多多咬牙道：“公司没这笔钱也能正常发展，游戏里一直被人压，绝对不行。”看到对方态度坚决，钱小盾只好无奈的同意了。10分钟后，他重新上线：“小姐，已经充值了1000万，咱们怎么发展？”钱多多想了想，既然1阶的属性上咱们已经落后了，2阶就绝对不能再出现这种情况。全力收购传奇级属性果实、传奇级技能。他顿了一顿，以及工会令牌，我们要抢占天域中的第一个工会。他眼神深沉：“渐，暂时先让你飘一回。一个人再强，还能对抗一整个工会吗？看我马上狠狠地把你拽下来。”永恒守护几人同样等级升到了10级，只是他们在挑战进阶任务时，连卓越级都只是勉强完成，自然没有挑战传奇级进阶的机会。而且由于前面10人名额已满，他们也没能享受到破障的额外加成。永恒潇洒还在为自己获得了40%的属性加成而得意时，永恒守护却在思考一个问题：渐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叶枫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现在他的合成次数有限，想要快速合出一套1阶装备来不太现实，只能先凑合一下了。想到了，做出了决定。你提升到1阶3级，你获得全属性加10的升级奖励，你获得了12点自由属性点。你提升到1阶4级，你提升到1阶5级，你获得全属性加10的升级奖励，你获得了14点自由属性点。消耗了42万多经验，叶枫直接升到了1阶5级，又获得了全属性加30点和39点自由属性点。自由属性点他留着没动，先从背包中挑出了几件装备。野狼战甲，装备等级1阶5级，品质卓越，防御加50，体力加15，耐力加15，敏捷加15。野狼护腿，装备等级1阶5级，品质卓越，防御加25，体力加15，耐力加15，气血加500。野狼头盔，装备等级1阶5级，品质卓越，防御加25，体力加15，敏捷加15，法力加200。这是之前野外地图刷怪以及刚才副本的收获，虽然没什么特别之处，但好在都是增幅基础属性。叶枫一一将其换上。至于项链和戒指倒还没有爆出来，可见其爆率之低。至于靴子，爆出的一双优秀级靴子比他身上的传奇级新手布鞋属性差一大截，没有换的必要。换完装备，叶枫的面板顿时焕然一新。玩家渐，职业剑修神将9星级，等级1阶5级，3174502560000，属性力量241，敏捷218，耐力118，体力225，精神70，攻击值1233，防御值289，气血值15550，法力值1900，暴击率24.5%，暴击伤害357%，闪避率2%，自由属性点39，金钱87银3256铜。装备暴风骤雨的新手木剑史诗，幸运的兔脚史诗，健步如飞的新手布鞋传奇，海纳百川的真小荷包传奇，野狼战甲卓越，野狼头盔卓越，野狼护腿卓越，血战戒卓越，重击戒优秀。技能爆伤增幅1/6卓越，碾压光环1/6卓越，暴雨剑法1/6卓越。看完整个属性，叶枫顿生豪气。这属性已经全面碾压1阶10级副本里的卓越级 BOSS， 再加上他3大卓越级技能的加成，困难级副本值得一闯。在进副本之前，他还是先联系了下欧质子再试，在花了足足10银币后，让对方发过来一批1阶经验单。逛一顿合成后，合出了3颗最终经验值提升400%的卓越级经验单。虽然不像之前的那颗真经验单倍数那么高，适用范围也只能2阶地图以及以下，但叶枫觉得暂时也够用了。进入了困难级副本，叶枫全神贯注，以他现如今的攻击，哪怕碰到 BOSS 都能稳定刷出碾压效果，动辄出手就是4000加的伤害，而只要打出暴击，那就更猛了。别说是普通怪物，就连头目都能直接秒杀。所以困难级的怪物虽然比普通级的属性提升了一大截，叶枫通关的速度反而比之前更快了。就在他以为这次可以轻松刷出个 SSS 评价的时候，最后一关的 BOSS 让他停下了脚步。风灵魔狼，品质卓越级 BOSS， 等级1阶5级，气血8万，
法术攻击800，物理防御210，法术防御300，急速锋刃，对目标造成120百分号、150百分号、180百分号的法术攻击。风之丑儿，当气血低于20%时，移动速度提升50%。虽然对方仅只有2个技能，但这居然是一只远程法术类型的 BOSS。叶枫还是第一次碰到，他只是一个探身，3道青色的锋刃就在他身前出现。负960，负1200，负1440。叶枫惊出了一身冷汗，连忙后退。由于他全身没有一件装备是增加法术防御的，导致对方直接打出了满值伤害。这要是刚进阶完的普通玩家，估计直接就要被秒杀了。而就在他受到伤害后，也是看到了一条系统提示：你首次受到了法术攻击，你的法术防御属性已激活。叶枫看了眼面板，70点的精神为他提供了70点的法术防御，可相比对方的攻击，这点法防只能说是聊胜于无，不能硬拼。叶枫一瞬间就得到了结论，开始边后退边寻找机会。就在他退了足足有10米的时候，他尝试着挥动了下手中的武器。负2028，碾压效果，负3706，暴击伤害，负2867，真实伤害，负430，间隙伤害，超出有效攻击距离20%，普通伤害减少50%。叶枫没想到自己这么远的距离攻击居然还能产生伤害，虽然伤害有所减弱，但也足足磨下去对方9000多血。他尝试再往后几步，这次效果更差了，超出有效攻击距离30%，装备特性效果减弱50%，普通伤害减少90%，特殊伤害减少50%。第46章，攻击距离的妙用，法防属性激活，超出有效攻击距离30%，装备特性效果减弱50%，普通伤害减少90%，特殊伤害减少50%。看到这样的提示，叶枫不禁反喜，没想到超出攻击距离居然还能刷出伤害。他尝试离目标再远一点，结果再往后，提示超出有效攻击距离50%，就没有任何伤害了。测出了攻击距离的范围，叶枫信心足了不少。对方进他就退，对方退他就进，没几分钟 BOSS 的气血值就下去了大一截。然后 BOSS 的移动速度突然加快，叶枫皱了皱眉，看来是风之锤儿的效果发动了。叶枫再想按之前的战术放风筝是做不到了，他索性贴了过去，专心输出。虽然 BOSS 的攻击一道道打在他身上，气血也掉得吓人，技能就不用说了，瞬间爆发强。而且对方的法术攻击正好超过了叶枫法术防御的10倍，可以打出双倍的碾压效果，动辄普通攻击都是上千点的伤害。好在叶枫靠着硬嗑药也能暂时维持下，最主要的是在双方的有效距离内，他输出的伤害更高，没几剑 BOSS 就率先倒下，而叶枫也仅剩4000点气血。虽然过程有点惊险，但好在结果是顺利的。你击杀了一阶5级卓越级 BOSS 级怪物风灵魔狼，你获得了4500点经验，你获得了2银7000铜币加40银5000铜币。由于没开经验单，经验获取很一般，铜币的掉落倒是堪称丰厚。叶枫上前将其他物品掉落一一拾取。你获得了风灵魔杖传奇，你获得了风灵魔袍卓越，你获得了风灵护腿卓越，你获得了风灵戒指卓越，你获得了极速锋刃卓越，你获得了风之锤儿卓越，你获得了一阶属性果实传奇，你获得了一阶属性果实卓越 X3。 可能是因为首杀的缘故， BOSS 直接来了个大爆，甚至还掉落了一件传奇级的武器风灵魔杖。装备等级一阶5级，品质传奇，法术攻击加150，精神加20，敏捷加20，体质加20，攻击距离加3米，攻击速度正10%。精神强化使用后，你的精神临时提升100点，持续1分钟，冷却时间10分钟。作为一件远程法术类的武器，这件魔杖的属性堪称豪华，不但3维实用，就连2个特殊属性也是恰到好处，特性更是罕见的属性增幅类。虽然叶枫用不了，但他觉得这件武器卖出去应该会很值钱。顺便打开藏宝阁，选择了拍卖模式，底价设置为20万金元宝，拍卖时间定为12小时。相比较直接定价的出售模式，拍卖模式的价格上限是由参与拍卖的玩家决定的，有可能拍出天价，也有可能低价流拍，而时间则跟系统收取的手续费有关。3小时就是 3%， 6小时就是 6%， 最高的12小时手续费则高达 12%。 虽然这样看起来很亏，
但作为第一件真正流通的传奇级武器，叶枫觉得价格肯定低不了，就多定了一点时间，让别人好去争抢一番。挂完了武器，其他的装备他就随意了很多。虽然依旧选择的拍卖模式，但底价只有1万金元宝，时间更是最短的3小时。2本技能他也同样丢了上去，而最后的几颗属性果实才让他有了一点情绪波动。属性果实，品质卓越，要求最低1阶使用，随机增加20点属性值。属性果实，品质传奇，要求最低1阶使用，随机增加30点属性值。这个阶段比新手村的属性果实提升的幅度堪称巨大，这也正是高阶玩家要强大的原因。不说升级提升的固有属性和自由属性，光是能服用的属性果实，无论是数量还是单个属性，就要强出太多。而叶枫拥有着 SSS 级天赋，就注定他有更大的机会比别人更强。将其先收了起来，准备合成后再使用。恭喜你通关1阶5级困难级副本，你的评价为 SS 级。作为通关奖励，你可以随机选择获得最终 BOSS 掉落的2件物品，可能是他最后剩余的气血值低于某个界限。这次通关只获得了 SS 级评价，跟 SSS 级的区别是无法自选掉落，叶枫也就听之任之了。随机获得风灵护腿卓越属性果实传奇，你第一个通关该副本难度，奖励翻倍。你第一个完成了 SS 级评价，奖励翻倍。你获得了风灵护腿卓越 X6 属性果实传奇 X6。叶枫眨眨眼，他之前还以为只有 SSS 级评价才有翻倍奖励，没想到次一级的 SS 级也有，再加上首通难度的奖励，随机获得了6件不错的物品，倒是个意外惊喜。属性果实合成满再吃才能利益最大化，这个数量还不够。叶枫也没急于处理，而是看起了这件装备。风灵护腿，装备等级1阶5级，品质卓越，物理防御加15，法术防御加15，精神加15，敏捷加15。虽然看似平平无奇，不过叶枫却注意到，这是一件同时增加物理和法术防御的装备。虽然增加双抗比单纯的某一方面数值低了不少，但胜在全面，实际价格比增加单一属性的还是要稍贵一点。更何况叶枫可不怕数值低，可以合成呀，正好一次性获得了6件属性一模一样的，他就直接开合了。第一组2件下去依旧是卓越级，第二组同样这么难提升，叶枫有些不信邪。第3组下去金光一闪，风之庇佑的风灵护腿1，装备等级1阶5级，品质传奇，物理防御加33，法术防御加33，精神加30，敏捷加30，格挡加100点，攻击距离加1米。风之庇佑，当你受到伤害时，移动速度增加 50%， 持续3秒钟，每分钟最多触发1次。这居然是一件可以增加攻击距离的装备，叶枫彻底激动了。刚才跟 BOSS 的对战，他切实感受到了攻击距离的重要性。奈何这个属性在武器和装备上出现的概率非常低，而靠敏捷点数增加的话更为艰难。以他的属性，也只是多增加了1米而已。叶枫就要喜滋之换上的时候，突然心中一动，将刚才2件没升阶的卓越级下意识的又合成了下。你在合成中出现了幸运小暴击，100%提升品阶，熟练度加10。你合出了锋利反击的风灵护腿传奇，又一件传奇。叶枫此时已经热血上头，顾不得仔细看其属性，直接将2件传奇放在了一起，拼了！就在他期待的眼神中，一道橙色一闪而过，叶枫呆住了。第47章变态的史诗级装备，引起众人哄抢的武器，王者之风的风灵护腿3，可进化，装备等级1阶5级，品质史诗，物理防御加62，法术防御加62，精神加45，敏捷加45，力量加40，体质加40，格挡加150点，攻击距离加2米。风之庇佑，当你受到伤害时，移动速度增加 60%， 持续5秒钟，每分钟最多触发1次。锋利反击，当你受到伤害时，将会给予攻击目标 50% 的反击伤害效果，对神话级装备技能的真实伤害效果无效，也不外乎叶枫直接呆住了。这件装备完美的融合了2件传奇级装备的基础属性，并且2个特性都有所提升。新增加的锋利反击不光效果突出，优先度更是高的吓人。只要不是对方通过神话级装备和技能打出的真实伤害，其余伤害他全部都能反击。尤其是作为一件可突破的史诗级，这件装备通过进化等级，甚至可以一直用下去。
叶枫直接将其换上，各方面的属性均有小幅度的提升，就连新出的法防属性也达到了177点。这意味对方的法术伤害只要不超过1770点，就无法对他造成碾压伤害。而根据他的判断，现阶段玩家是肯定达不到了，更高等级的 BOSS 还差不多。走出了副本，叶枫的脚步没有停歇。当初带几人升级的时候，他勉强通关过一阶10级普通级的副本，困难级的根本想都没敢想。现在他跟当时几乎无法同日而语。此时困难级的也可以试一试了。一阶5级怪物区域，帝王海哥正带着小队成员在打怪。玩家渐率先通关了一阶5级困难难度副本，获得随机一阶5级卓越级装备奖励。帝王海哥神情一顿，负630。击杀完眼前的怪，才缓缓开口道：“大佬又搞定一个副本，真是勤快啊！”几名队员眼神古怪，难道不是厉害吗？勤快是什么形容？越5级打怪，即便对他们来说全神贯注的情况下，也是精力消耗巨大。趁此他们准备休息一会，帝王金刚却突然惊呼道：“3件大佬在藏宝阁上加了好几件装备和技能。”众人纷纷打开，看后都是纷纷惊叹：“哇，传奇级魔杖，这属性太强了！”队里的远程职业帝王法神更是跃跃欲试：“老大，要不要我拿下来？”帝王海哥摆摆手：“别急，大佬说5级的装备提升不大，咱们到时候直接换10级的，一件传奇算什么？”他眯着眼：“依大佬的能力，到时候全套传奇随你挑，就怕你买不起。”帝王法神眼中放光：“好，那我回头卖辆法拉利，先把钱装备好。”一阶0级怪物区域，钱多多正悠闲地打着怪，虽然没能抢到传奇级进阶的名额，但以他们几人的属性和装备，打同等级的怪物还是十分轻松。现在进阶的玩家也没几个，咱们刷点1阶装备了，就去试试副本。他刚提议完，就看到了飘过的一条系统公告：玩家渐率先通关了1阶5级困难难度副本，获得。我擦，这家伙怎么这么快啊？钱多多有点难以置信。他们也不是没有试过越级去挑战1阶5级的怪物，虽然勉强也能搞定，但是太费劲，效率太低，也就断了那样的念头。可对方怎么就已经开始刷副本了？还是困难级？几人正愣神间，钱小盾却惊喜的大喊：“小姐，藏宝阁有货了！”钱多多连忙打开藏宝阁，看到了刚刚上架的风灵魔杖以及几个卓越级技能。买哪个？面对钱小盾的询问，他有点眼花缭乱，看不过来了。武器必须拿下，技能的话，每阶只有3个技能槽，宁缺毋滥。风之锤可以拿下，另一个就算了。刚说完，他突然停口：“不，都拿下！”钱小盾意外地看着他，钱多多眼中一丝傲意闪过：“我用不上，可以给我们将来的其他成员备着，不能让对手获得。”钱小盾点点头，准备购买，却发现对方设置的拍卖模式。钱多多挥挥手：“你看着办，钱不是问题。”主城中进阶 NPC 处，永恒守护和永恒潇洒刚刚完成进阶任务。这卓越级进阶是真的难啊，要不是我最后一下操作的好，就被怪秒了。确实，这个难度明显是给顶尖玩家提供的，普通玩家根本没有尝试的必要。永恒守护转职成了4星级盾战士，十分满意。永恒潇洒也不遑多让，转职了4星级火系法师。两人正聊着天，就看到了叶枫通关副本的消息，都是神情一致。永恒守护脸色有些不自然，永恒潇洒更是怒气满满，看见这人就烦，运气好比我们领先了点，还嘚瑟上了。发泄了几句，他突然看到了系统提示，藏宝阁有人寄售了物品。打开后，他激动不已：“大哥，有一把传奇级的魔杖！”永恒守护看了眼，也是十分异动，这属性真不错，你要能拿下来，咱们直接能去越级刷怪。永恒潇洒扬起头，那必须拿下来。咦，居然是拍卖模式，不过20万也不算贵，我就出个30万，应该就拿下来。就在他准备提交的时候，你的价格低于当前他人出价，请重新出价。永恒潇洒愣了下，重新打开了下藏宝阁，下一刻就发出了一声惊叫：“我擦，这哪个傻逼直接出价50万？”第48章噩梦级难度，强悍的传奇级 BOSS。叶枫可不知道自己随意寄售的几件物品，居然引起了其他人如此的哄抢。这时的他已经赶到了一阶10级副本处，为了这次困难级的挑战，他已经花费了经验，将自己的技能也提升了一番。碾压光环还有合成的空间暂时没有管，暴击增幅经过升阶蜕变后已经无法再合成。刚才通关一阶5级副本，他获得了20多万经验，再加上的原有的经验，你花费了20万经验，将爆伤增幅提升到了2级。你花费了40万经验，
将爆伤增幅提升到了3级。提升后的技能属性大变样，爆伤增幅已合成至上限，品质卓越级3/6。当你的攻击效果触发暴击时，暴击伤害提升280%，并将额外产生一次总伤害效果70%的固定伤害。你的总伤害效果的加成将不受其他伤害加成方式的影响，暴击可与其他加成同时存在。卓越级的技能每次等级提升相当于提升20%的基础效果。原本合成后，基础属性实际就相当于极品传奇级，甚至是普通史诗级的强度。连升2级后，更是效果显著。看到技能的变化，叶枫更加的有信心了。进入副本后，叶枫开始一路推进。虽然这里的 BOSS 经过了强化，比野外的同品质更加强大，气血高达10万点，伤害更是高达1300多点，但其防御只有300多。在叶枫的双重减防效果下，依旧可以轻松打出碾压效果。以他现在1300多点的攻击，动辄出手就是5000加的数字，打出暴击的时候就更离谱了。负5200，碾压效果负8684，暴击效果负9718，固定伤害负1180，间隙伤害一件普通攻击2万多的伤害，足以让任何一个看到这场景的玩家怀疑人生，更是让 BOSS 的气血瞬间下去1/4。在这样的暴力输出下，叶枫还没用10分钟就通关了副本。你击杀了一阶10级卓越级 BOSS 级怪物战火烈虎，你获得了12000点经验，你获得了4银5000铜币加6-7银5000铜币，你获得了火焰魔刀传奇，你获得了火焰魔甲传奇，你获得了一阶属性果实传奇 X2， 你获得了一阶属性果实卓越 X5。 相比较一阶5级困难级的副本掉落，除了经验和铜币更上一层楼，单就装备的数量和品质实际大体上差不多，但装备的属性却好了一大截。以同样是传奇级的武器为例，火焰魔刀装备等级一阶10级，品质传奇，物理攻击加210，力量加20，敏捷加20，体质加20，暴击率正 5%， 攻击速度正 10%。 火焰冲击，你的每次攻击都将自动附带基础攻击 20% 的火焰属性伤害，并有 10% 的几率触发一次火焰群体攻击。另一件传奇级的铠甲也是比同样传奇级一阶5级的铠甲强不少。叶枫将这2件装备的属性发给了帝王海哥，引来了对方的阵阵惊呼，哀求叶枫一定要将这2件装备帮他留着。叶枫表示同意后，对方更是一大堆恭维的话就跟不要钱一样拼命发了过来。叶枫不厌其烦，连忙关闭了对话框。离开副本，他继续停留在了原地。在他通关困难级的难度后，副本出现了一点新变化，在简单困难下面多了一个噩梦级。这个难度的出现让叶枫真正重视了起来。作为通关困难才有资格挑战的最高难度，噩梦级的怪物实力比困难级都要强出一大截，更是会出现当前地图最高品质的 BOSS 传奇级。这个级别的 BOSS 击杀后不但可以掉落传奇级的装备武器以及技能，更有极小的概率掉落史诗级的装备以及道具。而叶枫想要将自己的史诗级武器再度进化提升，这里就是最有可能掉落史诗级进化时的，叶枫自然是不会放过。由于等级还是一阶5级，叶枫还想享受越级经验加成，暂时也换不了装备。叶枫没有休息，直接进入了副本。初始遇到的小怪就有足足15000点的气血，让叶枫都有些啧舌。好在以他现在的攻击，只要出暴击就是一记秒杀，不出暴击的话也只需要2-3件就能解决。虽然清场速度不快，但也算是稳扎稳打。你击杀了一阶10级普通级怪物，你获得了1万点经验。你击杀了一阶10级头目级怪物，你获得了5万点经验。你击杀了一阶10级 BOSS 级怪物，你获得了10万点经验。在使用了增幅 400% 最终经验的道具后，叶枫获得经验的效率大幅度提升。在连闯2关走到最终 BOSS 身前的时候，叶枫已经足足累计获得了400多万经验值。而最终的 BOSS 也不出他所料，哮天虎王，品质传奇级 BOSS， 等级一阶10级，气血60万，物理攻击1750，物理防御500，法术防御300，虎袍对目标造成200百分号、250百分号、300百分号的物理攻击。战吼护体，防御提升 100%， 气血提升 50%， 持续5分钟。传奇的尊严，受到任意伤害时强制格挡1000点伤害，气血低于 30% 时，气血恢复速度提升 200%。 这只传奇级的 BOSS 不但攻高防高，气血后的一批附带的技能也是相当强悍。叶枫普通攻击
堪堪能打出碾压伤害。被格挡1000点后，剩余的伤害不足4000点了。对于 BOSS 高达60万的气血，根本无济于事。而对方随意的攻击就能打掉叶枫上千点气血，一个技能下来更是接近上万点的伤害。叶枫只是短暂几个交锋就连忙退了回来，微微皱起了眉头，好像干不过呀。实际上，换其他玩家来，哪怕依靠人海战术都无法做到叶枫这样。光是一个强制格挡1000点伤害，普通的玩家都几乎无法对 BOSS 造成伤害了，更别提对方原本就不俗的防御和令人绝望的气血。而现在叶枫也陷入了苦恼，难不成要提升几个等级，换一身装备才有希望？叶枫只是简单的计算就否决了这个念头。就算他将等级提升到1阶10级，再换一身同等级的卓越级装备，也不会有太大的提升。想要单挑这个 BOSS 依旧没戏。等到再一次脱离战斗，叶枫躲在了一个角落，他已经想到办法了。第49章传奇级属性果实，属性点暴涨。通过前面的副本收获，林峰背包里积攒的属性果实已经达到了一个恐怖的数量，光是传奇级就有足足4颗，卓越级更是高达20多颗。叶枫想到的办法自然是从属性果实上入手，他觉得是时候合成一波了。有了前面的经验，他如今操作起来十分熟练。先分别将卓越级的一一合成，得到了12颗同样品质的属性果实。叶枫不禁反喜，虽然没能提升品质，但基础属性全部提升了 50%， 原本增加20点属性值全部变成了30点，已经堪比正常传奇级。叶枫再次进行两合成，这次得到了5颗卓越级以及1颗传奇级。卓越级的属性值提升到了40点，而传奇级则是高达60点。当叶枫发现每次提升的幅度固定时，就改变了思路，不再是两合成，而是拿已经合成过几次的卓越级同普通卓越级一并合成。当看到依旧是固定增加10点，也就是普通卓越级一半的属性时，他彻底证实了自己的猜测。手头的普通属性果实已经不太够，他看了眼藏宝阁，零零碎碎有几颗出售的1阶果实，但大多都是普通级，还夹杂着几颗稀有级，甚至连一个优秀级都没有。叶枫是可以合成，但他眼下的合成次数实在不想浪费在这些低级品质上面。问了下帝王海哥，对方大方的贡献出了2颗卓越级和10颗优秀级。叶枫也没有亏待他，直接甩手丢过去了1颗传奇级，这让帝王海哥惊为天人，都顾不上想这样品质的属性果实是从哪里获得，只是一再强调占了叶枫的便宜，要给他返回对应的差价，被叶枫拒绝了。拿到了东西，叶枫继续合成，再又连续合成了10来次后，终于得到了1颗达到合成上限的属性果实。5品质传奇，要求最低1阶使用，增加135点自由属性值。虽然传奇级的物品最多可以合成7次，但这颗果实已经出现过升阶的暴击，就算是到头了，叶枫也就放心的将其使用了，再将剩下的继续合成。这次没能出现升阶，叶枫在耗费了几乎所有的属性果实后，得到了1颗真正达到合成上限的属性果实。7品质传奇，要求最低1阶使用，增加165点自由属性值。2颗果实使用后，叶枫得到了足足300点自由属性点，相当了连升了10来级。叶枫也没有犹豫，而怎么加点他也已经想好了，将200点加了敏捷，剩余的100点加了力量。另外在付出了2本卓越级技能后，他将碾压光环也合成到了上限。碾压光环6等级1/6，卓越级，对目标造成碾压性伤害时额外增加 500% 伤害，使用技能时触发该效果可有效。优先级传奇级 BOSS 在最后一次合成时技能出现了蜕变，让叶枫欣喜不已，他便趁热打铁，将唯一的一门主动技能也进行了合成。最终合成到上限的技能属性如下：暴雨剑法6等级1/6，卓越级，消耗1000点法力值，无视目标 75% 防御，对其连续造成13500分号、16500分号、19500分号、22500分号的攻击，并有 75% 几率造成10秒眩晕效果，冷却时间30秒。优先级传奇级，这门技能在经过了6次合成后堪称大变样，基础属性几乎翻了快1倍，就连造成眩晕的几率跟效果也有所提升。更重要的是，虽然品质依旧是卓越级，但在经过了合成蜕变后，优先级却高达传奇级，意味着对方除非有着史诗级的相应技能，才能让这门攻击技能失效。在目前的阶段足够用了。叶枫为了保险起见，更是花费了150万经验，
将其提升到了4级。看着已经定型的碾压光环，叶枫一不做二不休，也是同样将其提升到了4级。做足了准备的叶枫重新向 BOSS 发动了攻击，加完敏捷点数后，他的攻击距离高达10米。BOSS 根本没来及反应就中招了。负15840，碾压效果；负13270，暴击效果；负18921，固定伤害；负2401，间隙伤害。仅仅一剑，累计5万点伤害。BOSS 的血条瞬间下去了一大截。叶枫见状大喜，提升有效果。他趁势追击，发动了主动技能暴雨剑法。瞬间，天空变得阴沉而潮湿，降下了几道淅沥沥的小雨。在雨中，连续几道闪着锋锐气息的剑法从天而降，一一斩在了 BOSS 身上。负34214，负40867，负49420，负56707。4道剑光过后， BOSS 发出了惊天动地的吼叫。叶枫的这门技能直接对他造成了18万点的伤害，最后还附带了一个9000多点的间隙伤害。不仅如此，4级的暴雨剑法触发击晕的几率已经高达 90%。 BOSS 不幸的被命中，时间更是足足16秒。就在 BOSS 不甘的嘶吼中，叶枫剑光四射。虽然技能还处于冷却中，但他的普通攻击输出也是不俗，平均每秒好几万的伤害下， BOSS 的血条刷刷的往下掉。哪怕是气血低于 30% 后， BOSS 的气血回复速度上升，但在林峰强大的输出下依旧无济于事。就在击晕时间即将达到的最后1秒，叶枫再次触发暴击， BOSS 的血条瞬间清空，正要释放战吼护体的身躯一僵，轰然倒地。叶枫见状冒了一头冷汗，就差1秒， BOSS 的技能要是放出来，气血再多20万，防御还提升1倍，胜负还真不好说了。好在他的运气还不错，而 BOSS 的收获更是让叶枫来了精神。你击杀了一阶10级传奇级 BOSS 级怪物战火烈虎，你获得了30万点经验，你获得了12银加180银，你获得了工会建立凭证，你获得初阶进化石史诗 X2， 你获得了虎袍斩史诗，你获得了战虎铠甲传奇，你获得了战虎项链传奇，你获得了战虎护腕传奇，你获得了战虎护腿传奇，你获得了战虎咆哮传奇，你获得了战吼护体传奇，你获得了一阶属性果实传奇 X4， 你获得了一阶属性果实卓越 X10。 大爆，真正意义上的大爆特爆。叶枫一一捡起后，迫不及待地打开了背包。第50章引发轰动，提前出现的工会凭证。这个 BOSS 的收获是叶枫进入游戏以来最丰厚的一个，光是30万的经验就让叶枫直呼过瘾，大一票的掉落更是让他眼花缭乱。足足2门的传奇级技能和4件传奇的装备，就足以让任何一个玩家眼红不已。而史诗级的武器更是堪称出阶地图的最顶级装备。虎袍斩，装备等级1阶10级，品质史诗，物理攻击加305，力量加30，敏捷加30，体质加30，耐力加30，暴击率正 8%， 攻击速度正 15%， 伤害正 20%。 虎袍对目标造成160百分号、200百分号、240百分号的物理攻击，冷却时间5分钟。虎威降低目标 50% 的防御值，并使其在1分钟内无法使用气血类恢复道具，冷却时间10分钟。这一把武器的属性堪称豪华，叶枫郑重地将其放好，一定可以卖个好价钱。他如此想到，而掉落次序还在这件史诗级武器之上的2件道具，才是这次最大的收获。工会建立凭证不用多说，有这件凭证就能在游戏中建立工会，获得游戏中认可的组织，成为真正的一方势力。叶枫相信这东西拿出去势必能引发一场腥风血雨。而另一件物品则是叶枫心心念念的东西，初阶进化石史诗，说明可将低于3阶的相应装备提升至最高3阶，不同于之前只能提升到5级。这个进化石则是3阶之前都通用。叶枫拿出自己的武器试了试，提升该物品至1阶需要消耗10块初阶进化石史诗，您的提升道具数量不足，无法提升。虽然没能提升成功，但提示反而让叶枫心安了不少，能继续提升就行。至于数量不足，干不就是了。毕竟除了目前通关的副本，另外还有一阶20级的副本同样有噩梦级难度。叶枫相信以自己的实力凑够10块不是问题，更何况还有通关奖励没领呢。恭喜你通关一阶10级噩梦级副本，你的评价为
SSS 级。作为通关奖励，你可以随机选择获得最终 BOSS 掉落的3件物品，或者指定的2件物品。噩梦级的 SSS 级评价，额外的奖励要比困难级多出1件。叶枫选择了指定，指定选择初阶进化时史诗工会建立凭证。你第一个通关该副本难度，奖励翻倍。你第一个完成了 SSS 级评价，奖励翻倍。你获得了初阶进化时史诗 X8 工会建立凭证 X4。叶枫心满意足地点点头。这样的话，还差2颗进化时，自己就能将任意一件史诗级装备提升到1阶了。而足足4份的工会选择凭证，更是让他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他取出2份放在了一起。你使用工会建立凭证与工会建立凭证进行了合成。你在合成中出现了无敌幸运的超级暴击，100%提升3个品阶，熟练度加2000。你合出了神级工会建立凭证。叶枫呼吸都为之医治，居然真的可以合成，而且还触发了超级暴击。作为特殊类道具，更是有着双倍的熟练度加成。仅仅就这一下，就将升到下一级需求的熟练度推进了将近1半，可谓是大赚特赚。而背包里闪烁着红光的全新道具，也是让他期待不已。神级工会建立凭证为1，说明使用此凭证，你可以建立独一无二的神级工会，所有增益效果翻倍，满级后可具现。这个说明让叶枫震惊不已。工会建立后，每提升1级都有对成员相应的增幅效果加成，等级越高，加成越高。光是增益效果翻倍，就让他的工会提前预定了最强工会的位置。更别说满级后可具现这个令人震撼的效果，别人看到可能还不太理解。叶枫作为重生者，可是知道可具现代表着什么。这是一份可以影响到现实的道具。纵然叶枫重生而来，又有逆天天赋傍身，但这件道具的强大也还是出乎了他的预料。让叶枫疑惑的是，在前世，即便是在游戏中后期慢慢融合现实，可以具现后，最多是人物属性具现，乃至于装备具现，连工会都能具现，属实是没听过。而这个独一无二的凭证，也是让叶枫对另外2份工会凭证的态度淡了不少，就准备直接将其卖了。前世的时候，建立工会都是游戏开服第10天时的事了。这一世，叶枫将这个进度加快了1倍，导致他也不知道现在卖什么价格合适，就随便标了个100万金元宝的低价，设置了12个小时的拍卖。而在他将其上架后，整个游戏内沸腾了。1级5级怪物区域，钱多多正带着队伍打怪，突然一条系统公告飘过，玩家渐率先通关了1阶10级噩梦级难度副本，获得1阶10级传奇级装备奖励，获得2点权限度。钱多多眼神震惊，什么鬼？这家伙是开挂了吗？他队伍的几人几乎将藏宝阁极品的装备买了个差不多，自信目前的实力绝对是玩家中最顶尖的存在了。就这也只能越5级打怪，连1阶5级困难级的副本都没有自信去挑战。这渐居然通关1阶10级的副本了，还是噩梦级。虽然不知道这游戏内噩梦级比困难级要高多少，但对方出乎预料的进度，还是让钱多多心里有些着急，不由得催促起来。魔杖还没有拿下吗？钱小盾摇摇头，对方设置的拍卖时间是12小时，就算咱们的出价最高，不到时间也没办法购买。除非……钱多多追问道，除非什么？除非直接一口价买断。那就买断。可对方的一口价是100万，有点高。这个时候还在乎这点小钱？速度拿下！钱多多语气有些不耐烦，自己这助理平时挺有眼色的，现在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了？花费了100万金元宝拿下了魔杖，钱多多几人迅速升到了5级。他们准备更换一波装备，去挑战1阶5级的困难级副本。就在这时，又一道系统公告悄然飘过，玩家渐以高昂的价格寄售了一份工会建立凭证。钱多多神情一滞，语气颤抖道：“这难道是……”他迅速打开藏宝阁，点开以后，果然看到了自己心心念念的东西。钱小盾也是满脸震惊。根据我们的经验判断，这种东西只有在1阶20级传奇级 BOSS 身上才有可能爆出来，怎么可能现在就有？难道1阶10级噩梦级的副本也有概率出？这件运气也太好了吧！没有理会钱小盾的碎碎念，钱多多早已两眼放光。别废话了，赶紧一口价拍下来！钱小盾就要操作，可下一刻却苦着脸道：“对方没设置一口价。”我擦！钱多多暗骂了一声，那就赶紧出价，这东西谁拿到谁就占据了先机，一定不能放过。钱小盾点点头，我会好好盯着的。钱多多换上魔杖，看着自己的属性，满意不已。走，通关副本去！钱多多瞬间自信满满，自己如今拥有全服第1传奇武器，自己的队伍配置也堪称豪华。
必定会成为第2个通关1阶5级困难副本的队伍。第51章：疯狂的价格，金钱帝国 or 帝王公会。玩家渐率先通关了。看到飘过的系统公告，帝王海哥神情自若，没有丝毫意外。在他看来，这就是大佬的正常实力，强大的没有理由，除了崇拜，已经没有其他情绪。这条系统公告反而想起了之前叶枫对他的嘱托，马上就能换大佬淘汰下的1阶10级传奇级装备了。帝王海哥兴奋不已。可当他看到叶枫上架工会建立凭证的系统消息后，帝王海哥顿时大惊失色。这种战略物资这么快就出现了，他马上同队友商量起来。这份凭证我们必须拿下，我们帝王必须成为第1个建立的工会，独享这份荣誉。其他几人纷纷点头，群情激昂。这东西估计大佬也是侥幸才获得，短时间内应该不会再有，一定不能错过。上了拍卖，估计最后价格会很高，我出200万。我也出200万。几人现实中都是顶级的富二代，又同帝王海哥关系要好，在这个游戏中他们找到了久违的乐趣和挑战，都表示了自己的诚意。就在几人聊了会，在看藏宝阁的时候，赫然看到工会建立凭证的拍卖价格已经上涨到了500万金元宝。几人纷纷下线，通过各自的渠道给帝王海哥赚了200万。而帝王海哥作为老大，自然不会小气，直接一次性充值了2000万才进入游戏。上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直接出价800万，将原本500万的出价直接甩到了身后，然后这才一脸满意。兄弟们，还差不多的经验就够升1阶10级了，加把油！主城中，永恒公会的几人刚准备下线，就接连看到了叶枫通关副本以及藏宝上出售的消息。永恒潇洒，双眼发光。大哥，这咱们必须拿下啊！永恒公会绝对不能比别的公会慢一点。永恒守护刚准备点头表示同意，就看到了原本100万底价的工会建立凭证的一个个新的出价，200万、500万、800万。永恒守护眼前一黑，这帮人不拿钱当钱啊，这尼玛还怎么拿下？他刚要出口的话顿时咽回了肚子里，转而拍了拍永恒潇洒的肩膀，慢就慢一点吧，有时候也不一定非要做第一。这枚工会建立凭证对有志于在天域中好好发展工会的众多人产生了巨大的轰动，奈何经过了数轮拍卖，不断上涨的价格已经劝退了绝大多数人。即便天域作为划时代的虚拟网游，无论是玩家的数量还是影响力都远超电脑时代。曾经的氪金游戏之王梦幻西游里，一件极品装备都能卖出几百万接近上千万的天价。按理说天域中出现更高价值的物品也很正常，奈何钱多多和帝王海哥这2人的加价幅度太夸张了，动辄就是100-200万起步。很多人看这个架势都打了退堂鼓，不想花冤枉钱。在这种情况下，拍卖直接成了钱多多和帝王海哥2人表演的舞台。钱多多还好，他在决心大力投入天域后，已经数次让钱小盾负责充值，目前账号的金元宝高达3000万。面对帝王海哥的加价，虽然有些意外，但并没有任何退缩，反而是直接1000万加了回去。完了还觉得不过瘾，又在世界频道发了一条消息：钱多多，这份工会凭证我势在必得，有胆子的就继续跟。紧接着，钱小盾，金钱帝国工会招收3星级及以上星级职业的玩家，拥有 A 级、S 级天赋优先，福利丰厚。这2条消息引发了不少玩家围观。我擦，一个凭证炒到1000万了，有钱人这么多吗？这不光是一个凭证，这是争夺第1工会的名头啊，花再多钱都值得。金钱帝国这名字霸气，看来是个超级有钱的工会啊。2人的举动让原本专心练级的帝王海哥气愤不已。帝王海哥，就你们有钱？帝王工会同样招收顶级玩家，第1工会是我们的。虽然在世界频道上他的语气硬邦邦，但发完消息他却有些发愁。几人一起凑的2000万似乎还不一定够，最主要的是他如果将所有的钱都去拼这份凭证，万一大佬拿出好装备了，自己又没钱买了，各方面的进度岂不是就慢下来了？想到这，他忍不住打开了好友栏。大佬，有刷到好装备吗？他原本想的是，如果现在就有厉害的装备，那他就要加大投入，再充点钱进来。万一工会凭证抢不到，他就要在等级和实力上压倒钱多多。滴滴滴，满怀期待地打开叶枫发来的消息：虎袍斩、战虎铠甲、战虎项链、战虎咆哮、战吼护体，这些都挺适合你的。帝王海哥一个个点开，然后眼神呆滞了。传奇装备、传奇技能、史诗武器，他想到大佬可能会拿出好东西，但没想到这东西这么好，忍不住咽了口唾沫。他迫不及待地回了消息：大佬，这些我都要了，我马上充钱。
就在他准备下线的时候，叶枫的另一条消息让他呆住了。我看你也在拍工会凭证，你们也想第一个建工会吗？帝王海哥眨眨眼，大佬这是什么意思啊？他小心地回答道：是啊，我哥那几个朋友都准备好好在这游戏发展下，能抢到第一个好处太大了。渐，你很有眼光，这游戏不仅仅是一个游戏，投入多少都不为过。帝王海哥心中一动，大佬这是话中有话啊，这让他原本就蠢蠢欲动的心更加坚定了。大佬说的对，这凭证我势在必得，武器装备技能我也全部都要，等下我钱充好了，大佬指定卖我呀。如果叶枫再将这几件宝贝也摆上拍卖，他倒不是出不起价格，只是这种方式下要同更多的人竞争，他生怕自己手慢了抢不到。渐，没问题，装备这些都给你留着，工会凭证我也还有一份，你要拍不到也给你留着。帝王海哥瞪大了双眼，啥？还有一份？无尽的狂喜涌上了心头，他脑海中瞬间出现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大佬，我有一个想法。发完了消息，他心情巨好无比，马上跟队友交流起来。兄弟们，我们工会稳了，我得到了内幕消息，这游戏以后的发展前景相当好，投多少钱都有的赚。我决定卖一个公司，全力投入到游戏，你们想跟的话，还是按之前的比例加就行，不想跟也没事，我就全保底了。其他人有些惊讶帝王海哥的选择，但只是一瞬间，几人都表示要跟随他的脚步。他们很多年的交情了，早已经可以做到无条件信任彼此。既然帝王海哥起了这个调，他们就愿意一起跟着唱下去。帝王海哥欣慰的点头，豪情万丈。哥几个暂且忍一忍，12小时后，我们帝王宫会在横空出世。第52章全线激活，进化史诗级武器。前手，帝王公会的人不继续加价了。一直在负责拍卖事宜的钱小盾及时向钱多多汇报着。在钱多多的极力抗议下，他更换了小姐这个称呼。钱多多眼中闪过了一丝不屑，什么帝王公会，还装模作样跟我叫嚣？不过如此。准备好响应公会的人，等凭证拿下来，我要让金钱帝国的名字响彻整个游戏界。叶枫可不知道自己丢出去的这份凭证引起的这些明争暗斗。他答应帮助帝王海哥，倒不是单纯看重对方的财力，而是对方的姿态摆得很低，让他心里很舒服，就不介意提点对方几句。反正如同他所说，再多的投资也不会亏。等到游戏融合现实的那一天到来的时候，他相信对方会感谢自己的。倒是帝王海哥提出的计划让他觉得很有意思，对方依旧做出争夺凭证的姿态，但希望叶枫在拍卖结束的一瞬间将另一份凭证原价卖给他。这样的话，花费同样的钱可以确保得到凭证，以有心算无心，完全可以做到早钱多多一步来建立工会。这样的计策可以让叶枫的2份凭证都卖出最高价，只是可能会得罪钱多多。不过叶枫根本不在乎，自己重活这一世就不会惧怕任何人。站在副本口，叶枫继续整理着刚才的收获。通关副本出来后，他还额外获得了1件传奇级的装备和2点权限点。装备属性一般般，他只是看了一眼就放下了。倒是再次出现的权限点让他来了兴趣。他打开属性面板，看到了权限点数量15的后面出现了一个加号。点开后，你激活了权限系统。你当前可选择的权限如下：交易专家，你在藏宝阁出售物品的手续费降低 20%， 消耗权限点5点。地图探索者，可以进入高于自己等阶1阶的地图，消耗权限点5点。副本专家1，副本进入等级上限提升5级，消耗权限点10点。副本专家2，每日可进入的副本次数增加1次，消耗权限点10点。虽然目前只有4个可选择权限，但叶枫还是激动不已。前世的他哪里见过这种东西，甚至直到死亡都没能获得1点权限点。这一世他步步为先，才能有现在的实力。这几个权限说实话都很有用。交易专家能省不少钱，地图探索者能更早的越级打怪或者采集更高阶的地图。副本专家1就更直接了，比如1阶5级的副本，最低同阶进入，最高1阶10级后就不能进入了。如果选择了这个权限，1阶15级都还能进入。对于一些要刷副本记录、通关更高难度的人来说，简直就是作弊一般的存在。可这条反而对叶枫毫无用处。如果能降低进入条件，比如1阶可以进入2阶的副本，他倒是还能考虑下。综合考虑了一番，他最终选择了副本专家2。对于普通玩家来说，这权限意义不大，无非就是可以多进入1次副本，该打不过去的难度再来1次也费劲。而叶枫本来就能通关各种难度，如果再多1次机会，意味着噩梦难度的那些收获将会翻倍。尤其是想到初阶史诗级进化时，叶枫就更加坚定这个选择了。选择了权限后，
还飘过了一条系统提示：消耗20点权限点即可提升该权限等级。叶枫吸了口气，看来以后要想办法多搞点权限点了。获得了权限，当他在点击副本入口的时候，就赫然看到了每个难度都恢复了当前可进入的次数，这让他迫不及待地选择了再次进入。第二次再刷，他更加的熟悉了，仅仅15分钟时间就顺利通关。这次并没有掉落工会建立凭证，让叶枫暗叹自己刚才的好运气。除了常规的武器装备和技能书，这次依旧掉落了史诗级进化石。这次也没有史诗级的武器出现，叶枫就随意又选择了一件传奇级的戒指。虽然这次进化石只掉落了1块，但是加上 SSS 评价的额外奖励和上次的存货，正好让叶枫凑够了10块。这让他开始思考自己用来进化哪件装备。他身上可进化的史诗级装备有2件，一件是武器，另一件则是特殊装备幸运的兔角。按理说特殊装备更加稀有，提升的潜力更大，可经过系统维护后，已经无法再从别的玩家处获得兔毛来兑换幸运的兔角，也就意味着叶枫身上剩余的2万多件幸运的兔角已经成为了绝版。他自然想将这件装备的作用发挥到最大，想要将其提升到神话级，再进行等级的进化。为此他还特意尝试了下，发现消耗10块史诗级的初阶进化石就能100%合成1块神话级的初阶进化石，这让他彻底放下心来。确定了进化方向，他就拿出了武器。你是否消耗10块史诗级进化石对暴风骤雨的新手木剑进行进化？是。进化石消失后，新手木剑的造型为之一变，一把造型更加流畅，看起来更加华丽的武器出现了。风雨雷动剑已绑定，已合成至上限，可进化。位置：主手武器。品质：史诗。需求等级：1阶。伤害加1500，力量加200，敏捷加150，攻击速度正 16%， 暴击率正 14%， 暴击伤害正 120%， 伤害正 50%。 破军攻击目标时，目标防御值减少 60%， 并对周围额外6个目标造成首次伤害值 80% 建设伤害。如果对攻击目标造成一击必杀，建设伤害将额外增加 60%。 该效果对2阶以上目标效果减半，对3阶以上目标无效。破狱攻击时减少目标250点防御，持续5分钟。该效果对2阶以上目标效果减半，对3阶以上目标无效。玩家剑专用，无法交易。武器提升后，基础属性大幅度增加，基础伤害直接来到了1500点，双加的属性点也是直接翻了1倍。虽然几条特殊属性没有变化，让叶枫有些遗憾，但特性的优先度效果的提升还是让他满意不已。哪怕是越级面对更高阶的怪物，也能有一定的效果。不愧是史诗级，佩戴上以后，伤害直接暴增至3003。神兵在手，他自然要试试威力。而就在他迅速通关了简单难度时，就看到了自己目前的伤害。第53章，蜕变的戒指打造配方，你的打造师已上线。叶枫佩戴上史诗级武器之后，攻击力暴增，面对怪物基本无限触发碾压伤害，而在碾压效果下，他随意出手就是2万点以上的伤害，建设更是一扫一大片，清场效率高的吓人，哪怕是 BOSS 基本也没什么抵挡的能力。简单难度3分钟通关，困难难度5分钟通关，哪怕是刚刚侥幸通关的噩梦级难度，这次也仅仅用了14分钟而已，大幅度提升了原本通关的速度。这3次副本刷完，经验单的效果也到了，而未使用的经验已经累积到了1000万。叶枫粗略估计了下，即便他因为职业的原因，升级经验是普通玩家的10倍，但这么多的经验也足以让他一口气升级到1阶20级，还能剩余不少经验。不过他自然不会这么做，有着合成后的属性果实使用，他的实力提升受等级的影响反而很小了，而停在这个等级给他带来的越级经验加成是好处多多。连续通关了3次副本，除了高额的经验，还有大量的物品收获。简单和困难难度没有什么惊喜，几十件各等级的卓越级装备，几十本各品质的技能书，数量虽然不少，奈何没有一个能入得了叶枫眼的，只能先统一收起来，后续处理了。而噩梦级相对就好多了，这次虽说没能爆出史诗级的装备武器，但也有4件传奇装备到手，属性相当不错，应该能卖出不错的价格。属性果实有3颗传奇，8颗卓越，基本也算是拉满了。最让叶枫惊喜的是，除了依然有2颗史诗级的初级进阶石入手外，居然还掉落了一份装备打造配方，1阶戒指配方，可打造品质普通卓越，可打造次数100次。在各个部位里，首饰是掉落几率最低的。叶枫背包里上百件的装备
都挑不出几个戒指项链来，所以能掉落一份戒指的打造配方，还是让他比较惊喜的。尤其在继续完成 SSS 级评价，可以任选2件掉落后，他自然将这2个名额给了进化石和配方，将4颗初级进化石放好。叶枫看着2份一模一样的配方，期待不已。给我合！你在合成中出现了非常幸运的大暴击，100%提升2个品阶，熟练度加1000。该物品在目前阶段最高可合成上限为传奇级，无法再次升阶。该物品的效果发生了部分蜕变。你合出了1阶戒指配方。看到出现暴击，叶枫大喜，连续提升2个品阶，难不成要出一份史诗级的配方？可看到下面的提示，他的心情又平静了下来。这样的情况在合成技能和属性果实时也出现过，只是这配方要怎么蜕变，他很好奇。打开背包后，他看到了全新的配方说明：1阶戒指配方，可打造品质稀有传奇，可打造次数永久。虽然依旧是2行字，但其中的变化让叶枫都有些惊讶。不光是打造的品质下限和上限双双提升，就连限量的次数都直接变成了永久。如果说100次的配方对于一般的打造师来说可能还只是小赚而已，那么这份全新的配方任何人拿到都会大赚特赚，更别提拥有着 SSS 级打造天赋的叶枫来使用了。毫不夸张地说，光就这一份永久配方就足以让叶枫在天域中再不会缺钱，现实中衣食无忧了。不过叶枫的志向可不止于此，配方搞出来自然是要打造一番的。他先是选择了学习，然后看到了打造1阶戒指所需要的材料，10份铜矿石以及可添加的其他材料。当时叶枫学习的1阶清风剑配方也只是需要5份铁矿石而已，而铜矿石比铁矿石还要更贵一点。叶枫翻了下藏宝阁，目前出售的价格基本在2000铜币以上，也就是说光基础的材料就要需要2万铜币，按目前的汇率来说也相当于40多块华夏币了。再加上搭配的稀有矿石，打造一次起码要100华夏币的成本，这让叶枫感叹，打造不愧是号称最烧钱的职业，一般人根本玩不起。不过这点钱对于现在的来说完全不是问题，奈何藏宝阁上面的价格高低不一，数量也不多。叶枫懒得一个个扫货，直接联系了欧质子在世，让对方发过来了一批。说起来有些好笑，当对方问叶枫要多少份铜矿石的时候，叶枫一句要多少有多少，把欧质子在世都惊呆了。要不是他了解叶枫的实力，他都以为是遇到吹牛逼的骗子了。把3人采集到的200多份铜矿石和30多颗各种类型的稀有矿石，以30万铜的价格一次性卖给叶枫后，欧质子在世站在矿洞里久久没有动作。就在2个队友以他掉线了的时候，欧质子在世的声音才传来：兄弟，咱们这是遇上真大佬真贵人了，不到1天的时间，收入折合华夏币都超过6000块了。固然有他职业天赋的原因，以及叶枫帮忙带着练级，但天域这款游戏确实也让他看到了跟以往任何游戏都不一样的潜力。另外2人也是连连点头。虽然作为员工，他们只能得到基本工资和额外的部分提成，但就今天的收入，一人也保底超过600块。这样算的话，1个月就将近2万。这让刚刚辞职跑过去投奔现实中朋友的2人都是暗自庆幸自己的选择，更是对这份工作充满了憧憬。欧质子再次释放了下情绪，也冷静了下来。既然大佬如此看重自己，提携自己，那自己也得保证实力不太差，才能帮到大佬。想到上次回到老家，隔壁林阿姨家2个因父母去世辍学在家的双胞胎，他心中有了注意。准备好了材料，叶枫就直接开始打造。你消耗了10份铜矿石，5份玄铁石，打造出了暗影剑。你消耗了10份铜矿石，5份密银石，打造出了烈火剑。你消耗了。叶枫选择着材料，逐一打造着。你的活力不足，无法打造。直到系统提示出现，叶枫才停了下来。一看时间，已经过去了40分钟。当初进阶后，他有200点活力，提升了5级，又增加50点。当时打造完清风剑消耗的活力，这几个小时已经恢复到了满值。但即便如此，也只是打造了10件戒指，就消耗的只剩下10点了。这还是叶枫有些天赋加成，消耗的活力减少20%的缘故。换其他玩家只能打造8件，叶枫倒也没有急于补充活力，而是先查看起了打造出的这几件。一份鉴定符1000铜，叶枫花了1万铜先买了传奇品质的鉴定符，然后一一拍了下去。第54章，谁说打造不强的？我实名反对。暗影剑，品质优秀，需求等级1阶，物理攻击加40，力量加15，敏捷加15，
攻击速度正 5%。烈火剑，品质卓越，需求等级一阶，法术攻击加50，灵性加15，体质加15，法力上限正 10%。先看了2件，叶枫就疑惑地停了下来。最低稀有级的配方连出2件卓越级，按理说是值得高兴的事情。可除了双家的属性点一致以外，基础附加的攻击居然相差达到了10点。叶枫又看了几件，甚至还有2件稀有级和优秀级的，分别只有20点和35点的基础攻击。他继续往下看，又看到一件优秀级的，基础攻击却高达50点，都能跟卓越级的媲美了。同样品质，为何有这么大的波动范围？叶枫大概估算了下，才明白是怎么回事。原来野外掉落的装备具体到1阶5级、1阶10级这种，每个等级的数值都不一样。同等级里同品质的基本差不多，但打造的居然另有玄机。叶枫发现，无论是装备武器还是饰品，都只有阶数，没有具体等级，也就意味着这基础属性的范围就太大了。低的情况下应该是跟1阶5级的一样，而如果高的甚至跟1阶20级的差不多，再加上品质的影响，这波动的范围可就大了去了。叶枫这才明白，为什么前世很少见有人将打造这个辅助职业重点投资的。工会养着的倒也罢了，散人要这样搞，很容易心态被搞崩。但这样的效果反而让叶枫心中一喜，这简直就是为自己量身打造的呀！自己只要打造的数量足够多，总能出一些好货色，这样岂不是等于在1阶5级就可以佩戴相当于1阶20级的戒指了？最关键的是，有自己的 SSS 级打造天赋在，想要打造出高数值高品质的都不在话下。他相当于全身都可以做到越级穿更好的装备，再加上自己的合成天赋，还能将打造出的成品再往上合成。叶枫深吸一口气，头有点晕。天哪，这岂不是相当于1阶就能佩戴相当于2阶甚至更高等级的装备武器了？打造师这份职业实在是太有前途了。他看着这份配方，眼神更加火热了，忍不住冲着铁匠铺的奥利弗大喊道：老板，给我来50瓶活力药水。你合出了小型活力神水。在叶枫不断的合成下，原本只能恢复20点活力的小型活力药水效果在不断的提升，最终50瓶消耗完毕，合出了4瓶卓越级的小型活力神水，可恢复的活力基本都是150至300点之间。叶枫继续买了50瓶，这次运气不错，不但出了5瓶卓越级，还暴击出了1瓶传奇级可再生活力神水。品质传奇，使用后恢复500点活力值，储存上限500-5000，可使用同品质道具补充，储存活力随时使用，无使用次数限制。这瓶神水不光是恢复的活力值高达500点，仅这1瓶就能让叶枫打20件戒指，更是具备储存功能。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需要同样传奇品质的神水，不过对于叶枫来说都不是什么难事。他先将其他9瓶药水一一使用，获得了2000点活力，至此他已经达到了普通活力药水使用的上限，再将传奇级的使用后，临时活力上限达到了2500点，而传奇级神水的储存上限也变成了05000，暂时用不了了。叶枫将其收了起来，今日所剩的合成次数有限，暂时就不再合成活力药水了。目前的活力值足以让他连续打造100件戒指了。叶枫就耐心的在铁匠铺打造了起来，这期间打造材料还缺不少，将欧质子在世的存货全部扫空后，缺的一部分他直接从藏宝阁上搞定了，倒是让不少采矿的玩家狂喜不已。终于有人在搞打造了，我们有救了。而叶枫打造着还发现了一个小技巧，刚开始的时候他是连着打造10件才逐一鉴定，后来当他发现鉴定出的高品质戒指做成图鉴后还根据品质增加额外的打造次数，可以更快的提升打造天赋的升级进度后，叶枫就改变了策略，变为打造1件鉴定1件了。你打造的飞花戒增加了1点打造次数，你打造的斩魂增加了2点打造次数，你打造的破击战戒增加了3点打造次数。叶枫的动作一停，作为起步稀有级的配方，打造出优秀级和卓越级分别能增加1点和2点的打造次数，这增加3点的自然就是传奇级了。破击战戒，品质传奇，需求等级1阶，物理攻击加70，力量加20，体质加20，敏捷加20，无视目标防御 10%， 伤害正 10%。 破击，当你对目标造成碾压伤害效果时， 50% 的几率对其再发动1次攻击。作为传奇级饰品，这件戒指的基础属性实际不算高，
相当于一阶10级的野外掉落，可特殊属性却相当不错，附带的一个特性更是完美符合叶枫的要求。他郑重将其放了起来，这可是合成的好胚子。而打造鉴定出这件传奇级戒指后，叶枫的打造次数也达到了100点，天赋升级了。巧夺天工，等阶21200，打造时活力消耗减少 30%， 打造时消耗时间减少 30%， 特殊打造时出现高品质的几率增加 30%。 虽然提升的幅度不算大，但叶枫还算勉强满意，因为提升到下一等阶也只需要200点打造次数而已。他充满斗志的继续开始打造2级的巧夺天工，让他的活力消耗从原本30点的变成了21点，打造时间也从5分钟变成了3分30秒。即便如此，当他的100件戒指全部打造完毕，也已经过去了足足6个小时。消耗了这么久的时间，叶枫最后的成果堪称辉煌：3件传奇级，18件卓越级，38件优秀级，最低的稀有级反而只有36件。连续不断的打造让叶枫有些头晕眼花，顾不得挑选合适的戒指来进行合成，连最后打造的5件戒指都懒得鉴定，就匆忙下线了。摘下头盔，他马上开始了呼呼大睡。这一觉睡得那叫一个香。叶枫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多了。我居然一口气睡了4个多小时，叶枫都有些意外。看来游戏中连续征战还是比较消耗精力的，等到人物属性可以开始巨献就好了。叶枫如此想到，再次戴上头盔进入游戏。叶枫还没来得及清理战果，就看到了疯狂闪烁的好友消息。打开一看，几乎全是帝王海哥发来的。第55章，泪流满面的帝王海哥，神域建立改。帝王海哥的消息一条接着一条。大佬，我准备好钱了，就等拍卖结束了。大佬，还有1小时，想到等会钱多多震惊的嘴脸，我就好开心啊。大佬，你怎么还没上线？现实中在忙吗？啊呀，大佬还有半小时啊，你不会赶不上了吧？完了，还有10分钟了，大佬我等不住了，我先去跟对方抢拍卖了。糟糕，这是睡过了。叶枫连忙打开藏宝阁，看到了一条条出价消息。钱多多对你寄售的拍卖物品工会建立凭证出价1500万元宝，帝王海哥对你寄售的拍卖物品工会建立凭证出价1600万元宝，钱多多对你寄售的拍卖物品工会建立凭证出价1650万元宝，帝王海哥对你寄售的。一条条你追我赶的出价消息下，叶枫似乎能看到两人剑拔弩张、针锋相对的场景。而此时的出价正好停留在钱多多的1850万，而拍卖时间还有5分钟。叶枫打开好友栏，给帝王海哥发去了消息：别拍了，我回来了。下一刻，帝王海哥啊，大佬你终于来了，泪流满面。帝王海哥，钱多多这个比太几把狠了，大佬你要再不上线，我感觉最后都不一定能拍下来。见，没事，心放到肚子里。帝王海哥，大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那我这会组织人去工会 NPC 那里准备剑帮响应了。叶枫刚要回复，突然愣了下，不对，我也要建工会的呀。虽说是工会争霸管理什么的不感兴趣，但唯一可具现到现实的神级工会交给别人肯定不合适，必须要掌握在自己手中。想到这，他改了下消息，离开了铁匠铺。在他身后是奥利弗满脸的赞叹，连续打造6小时，不但有耐心，还有财力，这是个天生的打造好苗子啊。城中广场处，正在闲逛其他玩家摊位的帝王海哥收到叶枫的消息后，马上开始呼唤自己的几个队友，快组织人到工会 NPC 那里。有人疑惑，凭证不是还没拍下来吗？帝王海哥大怒，我擦，废话什么，速度的。仅2分钟，帝王海哥就带着20来号人集结在了城中最大的建筑门口。等了不到1分钟，叶枫出现，帝王海哥连忙迎了上去。大佬，一行人来到 NPC 处，叶枫也没有多废话，你的人借我几个，我也搞个工会。帝王海哥一愣，下一刻又恢复了自然。没问题，大佬。他看向队伍里，眼神征询着。2个主力小队的队员都仿佛没看到他的眼神，没有说话，只有大部队末尾的几人站了出来。那我们去帮大佬响应下吧。帝王海哥再次愣了愣，这几人虽然挂着帝王开头的名字，但实际上并不是他工会的人。其中2人现实中是双胞胎兄弟，白手起家创业，年纪轻轻就实现了财富自由。也正是他们2人全资买了下他要出售的公司。进入游戏也是对他的行为比较好奇，进来看看热闹。而其余几人均是这2人的朋友，据说现实中的实力也相当不俗。这伙人加起来总共7人，人数还不够。
帝王海哥又朝周围看了看，还缺2个，谁给大佬帮下忙？我们来吧。2个女孩子站了出来，这让帝王海哥更加惊讶。这2人中，一人是他现实中的表妹，另一个女孩子则是他表妹的闺蜜。他没想到2人居然会这时候站出来，他感激地朝2人点了点头，这才跟叶枫小心翼翼地说：“大佬，那凭证的话怎么交易？等会您先第一个建工会，我第2个。”他身边的队友急了：“我们付出这么多，就是为了争夺第1个名额，怎么到头来不但出人给人家凑人数，这个第1也要拱手相让？”帝王海哥瞪了对方一眼，让其消停了下来。叶枫笑了笑，他怎么会看不出对方的小心思？这明显是一招以退为进。不过对方能这样说，也给足了他面子。他似笑非笑道：“交易的话就走藏宝阁吧，你费了这么大功夫，就不想第1个建立工会吗？”帝王海哥惊喜地抬头，听大佬这意思，还有的聊。他也顾不上再试探，直接说道：“那肯定是想啊，第1个建立工会带来的名声加成太大了。”叶枫点了点头，却没有说话。他也在考虑，虽然他建立工会只是为了将来具现到现实时方便自己掌控，在游戏中第1个、第2个给他带来的知名度区别不大，但作为第1个建立工会的玩家，应该也是会得到一些额外的好处的，比如说权限度、游戏货币和装备什么的。叶枫现在不怎么缺，但权限度的好处他可是切实感受到了，能有机会获得，他也是不愿意放弃。帝王海哥见状却有些急了，虽然他不像叶枫是重生归来，知道游戏的重要性，但玩了这么长时间，他也感觉到这个游戏跟他之前玩过的那些根本不一样，甚至可以当成一项事业来发展。所以这个第1工会的名头，他一定要争一争。想到这，他下定了决心。大佬，是这样，我多出1000万，您能不能把这个机会让给我？小弟一定记住这份恩情。他身旁的几人听到这个价格都是吓了一跳，但仔细一想，却觉得理所当然。这个游戏的货币流通完全超越了他们的认知和想象，哪怕花再多的钱，只要在游戏中有名气和实力，都能赚回来。他们反而有担心，以大佬游戏中领先所有人的实力，肯定不会缺钱，真的会把这个机会拱手相让吗？叶枫也没想到对方如此果断，这个价格也让他有些心动。就在他权衡权限点和前2者的重要性时，帝王海哥等不住了。完了，大佬这明显是不差钱啊，只能再咬牙道：“如果大佬您以后有什么事情不方便解决的，我和工会成员都随叫随到，还请大佬忍痛割爱。”叶枫没想到帝王海哥居然摆出了如此卑微的姿态，在前世，这样的大工会会长级别的人物是他仰望的存在，这一世却一副甘为小弟的姿态，让他有些感慨。同时他心里也下了决定，一次失去权限点而已，后面再找机会赚出来就是了。跟一个大工会交好，以后说不定还有用到对方的地方。行吧，之前咱们合作的也算愉快，这次就卖你一个面子。看到叶枫松口，帝王海哥大喜过望，妥了，感谢大佬。工会凭证的话，大佬您摆2000万金元宝就好。叶枫诧异道：“对方最后的出价不是1850万吗？就这个价卖你就行。”帝王海哥摆摆手：“这不是还有手续费呢吗？哪能让你出？再说了，大佬你冒着得罪钱多多这种顶级神豪的机会帮我多出点也是应该的。至于另外的1000万，大佬您是要现金还是游戏里交易？”当叶枫表示还是在游戏中交易时，帝王海哥马上安排让人下线充值。叶枫也没让对方多等，先以2000万金元宝的价格将最后一份工会建立凭证指定 IDE 出售给了帝王海哥，对方自然是第一时间买下，并带着队友迫不及待地来到了 NPC 处。等到系统公告出现，宣告帝王工会建立成功，这时下线充值的人也已经重新上线。叶枫随便从背包里拿出了一件装备，指定 ID 以1000万的元宝交易了过去。至此，2份工会建立凭证给叶枫带来了4850万金元宝的收入。叶枫顾不上体会这份暴富的感觉，先带着帮忙响应的几人来到了工会 NPC 处。你是否使用工会建立凭证？消耗100银建立工会。是，请选择你的工会名称。神域，名字虽说是叶枫临时想的，但也寄托了他对于这个神级工会的期望。你成功建立工会神域，目前工会等会为0级，请努力提升工会繁荣度，早日升级吧。叶枫打开工会界面，目前的工会只有几个简单的界面，分别是人员信息和工会建设。人员信息里有各个成员的等级和职业，除了他，其他9人基本都是1阶0级，看来是刚刚到达主城。职业也是各不一样，有战士和法师这样的常规职业，也有他没听过名字的隐藏职业。2个女玩家
则都是辅助职业，一个药师，一个则是阴阳牧师。药师他能理解，女孩子不喜欢打打杀杀，做点药水帮助别人还能赚钱，也是不错的选择。这个阴阳牧师倒让他愣了一愣，不过此时也没有多想，而是先打开工会建设界面。人生第一次建立工会，他也有点期待。第56章，跟我钱多多争，你有这个实力吗？改。目前工会算是初始状态，只有孤零零的2个建筑，一个为金库，一个为仓库。要解锁更多的建筑，需要提升工会等级，1000点繁荣度才能提升到1级。而目前阶段，能提升繁荣度的只有打怪和跑商。打怪的话，需要工会成员累计击杀1000只不低于自身等级的普通怪物，这个数量一时半会完成不了。跑商的话，每完成一次任务就能得到10点到50点不等的繁荣度，正好这么多人都在线，还有10%的繁荣度获得加成。要是大家一起努力的话，工会升级的速度也会很快。想到这，叶枫跟帝王海哥打了个招呼，就开始操作。先将其中5人任命成了商人，然后又往仓库里丢了10来件1阶5级卓越级的装备，将其设为100点繁荣度就能租借。这样的话，他相信工会成员就有动力去为工会提升繁荣度了。想了想，他又将自己打造的5件未鉴定戒指丢进了金库，设置为跑商完成后有20%几率获得。准备好了一切，叶枫在工会频道里发言道：感谢大家帮忙响应，我在工会里丢了点福利，大家别嫌弃。于健、于康双胞胎2人此时有些无聊，他们加入工会本身也只是帮忙，刚准备要退出，看到仓库里的装备则是眼前一亮。这样极品属性的装备，只有帝王工会那几个主力小队的队员才有装备，现在只要杀50个怪，拥有50繁荣度就能免费借到，这不是有手就行。2人有些心动了。会长客气了，我们这就去杀怪，争取让工会早点达到1级。他们之前也听帝王海哥说过，工会随着等级提升会带来不同程度的增益效果，这个会长应该就是打着这样的主意，等于是花钱追进度了。2人跟其他几个朋友悄悄私聊商量了下，决定帮对方把工会提升到1级，再退出工会，也算是仁至义尽了。2人也有点自己的小心思，谁没有统御千军的梦想？说不定他们以后也会搞个工会玩玩呢。看到叶枫的发言，工会里的成员都被吸引了注意力。被设置为商人的几人本来是有些抵触的，给你帮忙响应也就罢了，现在还要我们跑商？看工会里跑商的说明，可是需要从 NPC 处购买对应商品到不同地点售卖，给领到的银票凑够指定金额的利润才算完成一票。不用操作都能想象出多么耗费时间了。有3个玩家顿时就想撂挑子了。这时2个女孩子反而主动站出来，说要开始跑商任务。有着他们的带头，另外3人还是勉强没有发牢骚。算了，帮人帮到底吧，赶紧跑几票就退出这帮派了。整个帮派就这几个人，一看就发展不起来，还是那些疯狂招人的大工会更有前途。1阶5级卓越级的装备看着是诱人，但肯定不好拿，分明就是引诱他们不断跑商的价码罢了，指不定获得几率有多低呢。至于金库里的5件未鉴定戒指，几人更是没有在意，这应该是会长兼修复职业打造的小玩具吧。他们都是想好了，象征性的跑个2、3票，等工会提升到1级就集体退出，回归帝王工会。就这样，整个工会里的玩家都动了起来。于健兄弟2人和另外2个朋友，一共4人选择了出城打怪，而作为商人的5人则是齐齐领取了工会银票，就开始寻找相应的 NPC 跑商。作为工会会长，叶枫也是拥有可以随时跑商的权限的，他索性也领了跑商任务，饶有兴致的开始了任务。当叶枫带着4人同帝王工会的5个商人一起笑呵呵聊着天，共同奔波着。而在另外一边，帝王海哥自然也是知道工会建设的重要性，也是带着大量的玩家出城打怪刷繁荣度去了。他们却不知道，外界因为这2个工会的建立已经闹翻了天。你花费了1850万金元宝，拍卖成功了工会建立凭证。看着眼前的系统提示以及背包里得到的东西，钱多多也是忍不住满带笑意。那个帝王海哥还想跟自己争？他很想对对方说一句，跟我钱多多争，你有这个实力吗？虽然中间几个小时对方都偃旗息鼓了，但最后的半个小时却突然出现，开始加价。钱多多自然不惧怕，他的号上可是足足有5000万金元宝，做足了准备。他根本不相信有人能抢得过自己。果不其然，最后5分钟，帝王海哥哑火了，不管是没钱了还是放弃了，他钱多多都笑到了最后，主打一个碾压。接下来就是带人去正式建立工会。
享受游戏内所有玩家的震惊和崇拜了。钱多多正要迈步，几条系统公告突然齐齐跳出：玩家帝王海哥建立了帝王公会，玩家帝王海哥第一个建立公会，获得了5点全限度的奖励。帝王公会繁荣度获得速度永久提升 20%， 帝王公会的成员上限提升 20%。 钱多多人傻了，有人居然提前自己一步建立了公会，而这个人是刚才跟自己拍卖拼的你死我活的帝王海哥。他回过头看到钱小盾也是一脸懵逼，钱多多感觉自己的脑瓜子都嗡嗡的，涩声问道：藏宝阁不是只有一份，他又哪来的公会凭证？钱小盾摇摇头，也是一脸茫然。这时有个玩家怯生生的上前：刚才我看见有人藏宝阁卖了一份凭证。钱多多怒道：那你怎么不给我说？对方小声回道：人家是指定 ID 卖给帝王海哥的，咱们也没办法买。钱多多摇了摇头，不甘心地问道：对方卖的多少钱？2000万金元宝。这个数字让钱多多眼前一黑，恨不得开口大骂：我操，就比我的拍卖价高了100多万而已，是哪个傻子卖的？你联系我呀，别说2000万了，3000万我也绝不还价。可生气归生气，第一个公会的殊荣已经被别人抢走，他只能咬牙道：速度集合去建公会，做不了第一个就抓紧建立第二个，趁其他公会短时间内应该也建立不起来，他还能占得先机。好好经营的话，以他的财力，想要超越帝王公会也不是难事。而就在众人点头，钱多多刚要迈步的时候，又一条系统公告飘过：玩家建立了神域公会，玩家建获得了3点全限度的奖励。神域公会繁荣度获得速度永久提升 10%， 神域公会的成员上限提升 10%。 钱多多神情呆滞，又一个？这是那个实力很强的散人吗？他怎么也开始搞公会了？钱多多感到了一阵危机感，而且更让他注意的是，第二个建立公会的奖励跟第一个建立有着明显变化，不但全限度低了2点，连繁荣度和成员上限的提升也减少了一半。那就代表着等到自己再建立公会，不但落到了第3的顺序，而且得到的奖励会很低，甚至没有任何额外奖励都有可能。想到这，钱多多忍不住身子一晃，倒了过去。第57章，这个特性实在有点强。会长，我出钱买了。叶枫带着工会几个商人来回奔波着，有着前世的经验，他清楚的知道哪里的 NPC 更容易给商品给出高价，就着他的指点，效率大大提高。仅仅一个来回，几人的银票金额就完成了1/3的进度，看样子再有2趟就能完成一票跑商。而此时帝王公会的几个商人还在研究买哪种商品合适，有人甚至跑了一趟，银票上的金额还赔了不少，欲哭无泪。而叶枫在带领众人第2趟的时候，正好遇到了某种商品的价格大爆发，直接一次性就完成了银票的利润金额，这让几人都是高兴不已。不到10分钟就完成了一票任务，而任务的奖励也让几人有些惊讶。这经验获得不错呀，比练级还快，跑一票居然能有5000铜的奖励，这要跑1天比打怪收益还高啊。叶枫笑了笑，哪有那么容易？且不说跑1天精力的消耗了，这一票是自己这个老手带着，还运气好才有这样的速度。正常情况下，一般商人1小时也就跑个2票，3票都算是操作熟练了。只不过这些东西他自然不会多说，往后大家都会明白的。咦，我还获得了一个戒指！帝王小西惊喜道，她是帝王海哥的妹妹，职业阴阳牧师。另一个药师，她的闺蜜名为帝王小柔，则是附和道：小西你运气不错呀，鉴定来看看。她也有点好奇，同为辅助职业，工会会长的打造水平怎么样？几名商人也同样表示感兴趣。叶枫也就跟几人一起来到了铁匠铺，顺便科普道：根据配方最高上限的不同，你需要购买不同品质的鉴定符来鉴定，不然要是原本能出卓越级的装备，你只买了优秀级的鉴定符，鉴定后属性低不少，那可就亏大了。几人都是点头，这样的知识要没人提前说，还真容易吃亏。会长了解的东西还真不少。几人看向叶枫的目光已经有些不一样。会长，那我用什么品质的合适？帝王小西悄声问道。传奇级就行。叶枫的话却让几人一惊。会长的意思，难道是这份配方最高能打造出传奇级的戒指？众人互相对视，都觉得有些荒诞。这怎么可能？这个品质的装备在野外需要打 BOSS 才有很小的几率掉落，刷副本的话更是要最高难度才有机会。在目前游戏中，传奇级简直是传说中的存在，怎么可能打造出来？退一步说，即便有这样打造上限的配方存在，可现在游戏刚开不久，
会长好像还是兼修的辅助职业，肯定打造出最低品质的可能性比较大，能打出极品的概率那简直太低了。别说是传奇级了，现在要有打造师直接搞出一件优秀级，能比得上野外打怪的收获了。至于卓越级，他们不觉得能出那种东西的概率下，会长会舍得往工会金库里丢。传奇级？开什么玩笑？帝王小西倒是没有多想，既然会长如此说了，他也愿意尊重对方，哪怕传奇级鉴定符的价格要比其他品质高出不少，也都无所谓了。不差这点钱，购买了鉴定符后，他就直接拍了上去。只是当他看到戒指属性的那一刻，他的身体直接僵住了。帝王小柔好奇地凑了过来，出什么了？发来看看。帝王小西眼中全是震惊，忍不住咽了口唾沫。我好像眼花了。什么意思啊？帝王小柔不解道。我发工会频道了，大家帮我看看，这属性是真的吗？帝王小西摇摇头，神情有些呆滞。出了什么东西？神神秘秘的。帝王小柔嘟囔道。其他商人也是有点惊讶。什么意思啊？忍不住都打开了工会频道，然后他们就看到了帝王小西通过消息发出的装备截图。普渡剑，品质传奇，需求等级1阶，物理防御加60，法术防御加60，体质加20，耐力加20，施法距离加2米，恢复类技能效果提升20%。普渡，当你使用单体类恢复技能时，50%几率会额外增加一个施法目标。当你使用群体类恢复技能时，30%几率恢复效果提升100%。玩家剑特殊打造。我擦！看到这戒指的一瞬间，几个商人都齐齐爆出了粗口。下一刻，工会频道里则是炸开了锅。这是什么神仙戒指？防御比我10级卓越铠甲加的都高，还是物理和法术双防，体质耐力直接加了40点，这比我升好几级的效果都强啊！我的个乖乖！不但加施法距离，还加恢复效果。这 TM 全是极品属性啊！看到众人的吃惊反应，帝王小西也知道自己并没有看错，忍不住赞叹道：“这个特性效果太强了，比我学过的几个卓越级技能都要强。”说到这里，他反而苦笑道：“会长，这装备太极品了，我不敢要，还是还给你吧。”其他几人顿时也是反应过来：“对啊，这样属性极品的戒指，他们从未见过，即使以最保守的估计，价值也不会低，甚至可以说，这枚戒指给任何一个恢复类的辅助职业都能让其成为目前的第一奶妈。哪怕往保守了说，这戒指的价值都不会低于200万华夏币。这样高价值的宝贝，怎么可能因为10来分钟跑了一票商就能免费获得呢？几人点点头，这算是会长操作失误了，肯定要收回去的。帝王小西说出归还的话后，感觉如释重负。不过又看了一遍属性，他实在有些舍不得。会长，要不就算我买的吧，折价300万我转给你。他的出价让其他几人一愣，这戒指这么值钱？不过仔细一盘算，这种东西属于天花板级别的神物，拿到就是赚到，即便溢价也是划算的。即便如此，他们也暗自震惊着帝王小西的财力，300万都不带犹豫下的，这是个富婆啊！帝王小柔听到闺蜜的出价，吓了一跳。她本来想劝一下对方，但想了想，还是没有开口。这戒指即便不值这么多钱，也差不了太多。关键是这戒指给小西用太合适了，她仿佛看到了第一牧师这个称号已经被自己的闺蜜纳入囊中，心中也是忍不住一阵激动。300万就300万，咱们要了。第58章，这帝王公会还有必要回去吗？叶枫虽然也惊讶这戒指的属性，但毕竟自己打造出来的，更多的还是高兴为主。能够适合对方这个隐藏职业的牧师用，更算是天作之合。对方的提议他却没有同意。虽然这东西要拿出去卖，肯定也能卖点钱，但一开始就是自己拿出来用来激励商人的，还不至于出尔反尔，见钱眼开。没事，不用还，更不用花钱买。我前面不就说了吗？这是商人正常跑商的奖励，你得的，那是你的运气，拿着就是了。叶枫的话让几人张大了嘴巴。帝王小柔结结巴巴道：“可这是传奇级啊，属性还这么极品，真的免费拿？”帝王小西也是震惊的看着叶枫，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叶枫摆了摆手：“传奇级而已，我再打造就是了。”得到了叶枫肯定的回复。帝王小西和帝王小柔两个女孩子都是喜极而泣，激动的拥抱。其他3人简直不敢相信，真给了！他们的眼睛瞬间红了。价值100万的极品装备，真的跑个商就有可能得到。虽然他们也知道，剩余的4件未鉴定，不一定还能有传奇级的，但即便是卓越级，甚至优秀级，那也相当不错了呀。尤其他们发现了一个盲点，
这件戒指在高品质下还有这样极品的特殊属性和特性，代表着会长的打造水平已经高到了一个离谱的程度。即便剩下的戒指只能得到更低的其他品质，肯定总体属性也差不了。想到这，几人都是斗志满满。我宣布，剩下的4件戒指我全部承包了。哼，我今天跑到死也要跑出一件来。比耐心，我从来不怕任何人。看着几名商人一个个放着狠话，就连原本不苟言笑的2个女孩子都是忍不住捂嘴轻笑。叶枫看到这一幕也是欣慰不已，工会的凝聚力这不就起来了吗？而帝王小西发在工会频道的截图，自然也是被其他外出打怪的5人看到了。本来他们还以为这是帝王小西高价购买的，赞叹对方的财力，可看到戒指属性上最后一条剑特殊打造，都有些不淡定起来。这么变态的属性，居然是会长自己打造的，没看出来会长还有这一手啊！而当他们知道这件戒指居然没有花钱，而是帝王小西仅花10分钟跑商就免费获得的，更是全部震惊不已。在工会频道里纷纷发言：帝王剑哥，商人还有位置吗？给我留一个，马上到。帝王康哥，铜球、贵球。当得知商人位置已满，帝王剑哥100银求个商人位置，兄弟们帮下忙。帝王康哥，我出200银，求好心人可怜。2人的姿态让5名商人惊讶不已，但却没有一个人回话。帝王小柔更是回复道：拿着这点散碎银两，看不起谁呢？我们跑商是为了工会的建设和繁荣，这么有意义的事，岂是那几个破钱能够收买的？帝王小西目瞪口呆看着自己的闺蜜，她有些想不通，这么有觉悟的人，为什么会数次考不上公务员？其他3名商人更是不停表着决心。小西说的对，商人这份崇高的职位是会长对我们的信任，多少钱都不换。我对跑商倒是无感，只是单纯想欣赏下会长打造的手艺，瞻仰一番。你们笨手笨脚的，又怎么会跑商这种高技术含量的工作？还是老实在野外砍怪吧。于健和于康2人以及另外2个队友，看到频道里的聊天内容都是欲哭无泪。早知道跑商能得到这种东西，他们还在野外忙活个什么劲啊？既然拿钱砸没用，几人也就放弃了。不过打怪之余，也还是眼巴巴盯着工会频道，心中在暗自祈祷，就剩4件未鉴定戒指了。等你们跑累了，也给哥们留2件啊。1小时后，随着几人连续跑了12票，金库里剩余的4件未鉴定戒指也被积极的几人逐个获得，正好每人1件。只是其他人都没帝王小西那么好的运气，只鉴定出3件卓越级，唯一的1件优秀级则被帝王小柔获得，气得他眼泪都快下来了。不过他们震惊地发现，即便是他们手中的戒指不如帝王小西的那样极品，但属性也是相当不错，翻遍藏宝阁同品质里都找不到能与之媲美的。而相比较其他动辄1阶5级、1阶10级才能穿的非打造装备，他们获得的这件由会长打造的戒指，1阶0级直接就能戴上去。这个发现让他们更是惊喜不已，这简直就是 bug。 这样的话，他们完全就走到其他玩家前面了呀。就在他们眼巴巴看着叶枫，期望对方再来几件未鉴定戒指的时候，帝王工会提升到了2级。极不起眼的一条消息，却让9人都愣了一愣。他们这才想起来，自己原本只是帝王工会的成员，过来只是帮忙的。而下一刻，帝王海哥发在世界频道的截图消息引起了玩家们的注意。帝王工会1级增益，工会成员获得的最终经验增加 10%， 野外副本均生效。这条消息一出，玩家们开始议论纷纷。工会升级后居然还有这样的增益效果，真不错。而且这还是1级的工会而已，要是等级提升上去，岂不是加成的更多？这个信息截图让很多没加入工会的玩家都是心动不已。这样的话，散人的劣势可就很明显了呀。帝王海哥发出的招收成员信息瞬间引来了无数人的咨询。在于健、于康几人的努力下，叶枫的工会也是紧接着提升到了2级。可工会升级后，当大家齐聚后，却一个个都沉默了。叶枫见几人犹犹豫豫的模样，岂不会知道他们想的是什么？主动开口道：大家都是过来帮忙的，我非常感谢。我也知道大家要回归帝王工会，我就不多挽留了。商人的收获，大家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外面刷怪的几名兄弟，租借到的装备就不用还了，我刚刚已经设置过了，拿着用就好。几人更加沉默了，心里不知道为何有些怪怪的。是啊，自己只是来帮忙的，会长提供福利也是为了快速升级，不可能一直提供这么多的奖励，最终还是要回归帝王的。滴滴滴，帝王小西打开了消息栏。帝王海哥，小西你们帮大佬提升到2级了吗？什么时候回来？就在他准备回复的时候，却看到了工会界面上的一条提示：
神域工会1级增益，工会成员获得的最终经验增加 20%， 野外副本均生效。神级工会专属增益效果提升 100%。他惊讶地张大了嘴巴，为什么我们工会的增益效果跟哥哥工会的不一样？看到下面的神级工会专属，他更是不淡定了。其他几人也是前后发现了这点，表情不一。齐齐看着叶枫，叶枫也不隐瞒，直接向众人解释道：这个是我机缘巧合做了一个特殊任务，将工会凭证升级了的效果，也算是游戏里唯一的一个神级工会吧。会长，这个效果翻倍是一直都存在吗？于健忍不住询问道。叶枫点头，每升1级都翻倍的，而且将来还能具现，现实中也生效。这句话叶枫并没有说出来，因为就算他这样说了，也没人会相信。但即便是这样，9人也都是陷入了纠结，自己无意加入的工会居然是全服为2阶地图的线索，新成员加入提升了一波后，叶枫再次选择了出城。虽然身上还有将近1000万经验，看似很多，但他进阶后还没有学习技能呢。1阶到3阶统称为初阶，能够学习的技能最高品质为传奇级。叶枫有着万物合成的天赋，不但是要每个技能的上限拉满，而且还准备全部合成到自己满意的程度。卓越级的技能学习需要10万经验，而作为传奇级则是需要100万经验才能学习，3个技能就是300万。想要再往上升级，每一级所需要的经验都会翻倍。别看1000万不少，真要投入到技能里，还真不够用。叶枫出城后就直接朝着1阶10级的地图奔去，高达800多点的敏捷，让他的移动速度比普通玩家快出太多。仅仅几分钟时间，他就回到了1阶10级副本的位置，继续在附近探索。他看到了各种各样的怪物，其中不乏1阶15级的。这个级别的普通怪物，气血都超过了1万点，但仅仅200点的防御下，根本扛不住叶枫随意的一道剑气。只是在越级加成和工会 buff 的双重效果下，这样的怪物也只有480点经验，这让叶枫没了任何兴趣，专心开始寻找副本。越过了一片片区域，他终于在一个山洞边找到了副本入口。相比较人物进入副本等级最高只能比副本级别高5级的限制，最低等级是没有限制的。只要叶枫愿意，以他1阶5级的等级，只要是1阶地图的副本都能随便进。所以面对这个1阶15级的副本，他不禁反喜，照例先进入了简单级的副本。秒杀，秒杀，还是秒杀！普通级的怪物完全没有能抵挡一剑的，箭射之下全都是清场。即便是头目级怪物，高达4万点的气血之下，出暴击的情况也是瞬秒。叶枫很快就轻松通关。普通难度的副本里，除了经验比野外高一点，并没有什么好东西。叶枫马不停歇就进入了困难级副本，仅仅花费了20分钟就顺利通关。SSS 评价之下，多收获了几颗卓越级属性果实和卓越级的技能，为自己将来的合成增添了不少储备。2趟副本出来，经验刷了120多万，这让叶枫有些意外。要知道，这可是没有吃经验丹的效果，但只是简单一计算，他又释然了。副本里的怪物不光是属性比野外的高，本身的经验系数也是高出一大截，再加上整整10级，高达 200% 的越级额外加成，和最终 20% 的工会增益加成。最关键的是，原本一个团队5个人分的经验被他一个人吃满了，才能有这样的效果。刷的兴起，他也没浪费今天的额外副本次数，将这2个难度又刷了一遍，通关记录各自也提升了一点。1阶15级的副本都这么给力，叶枫不禁期待起1阶20级的副本来了。在苍茫的旷野里，他宛如一条游龙，在不停的穿梭，沿路的怪物都无法让他留步，直到走到了一条长长的河流前。你已达到1阶地图边缘，2次进阶后方可继续前行。你的破障勋章生效了，你可以进入该地图。河流后面是连绵的高山，这就是2阶的地图吗？叶枫有些向往，有着破障勋章的特殊效果，他现在就可以越阶进入这块地图。但他还是先压下了好奇心，走到了河流旁，还是先把1阶的最终副本刷了吧。这里的传送门尤其的大，就连光芒也是更加耀眼，正是1阶20级的副本入口。叶枫深吸一口气，走了进去。明光城野外已经改名为神域剑哥和神域康哥的于剑、于康2人，带着神域工会的几人正在辛勤的打怪中。只见2个近战职业的玩家顶在前面，他们2兄弟则站在后排输出。几道冰锥从天而降，2只怪物齐齐身体被冻僵，一道火墙从地上冒了出来，怪物被烧的气血缓慢的下降。冰锥的效果消失后，2只怪物向前一咬，
齐齐咬在了同一个玩家的身上。-260，-380，玩家的气血瞬间下去了1/3。就在他慌乱之余，下一刻，一道绿色的光芒在他头上飘起。+420，谢谢小溪。这人面容一喜，忍不住回头大喊道。在他不远处，一个面容绝美、名为神域小溪的女玩家正挥动着手中的法杖。她正是原先的帝王小溪，同其他几人一样，刚刚改完名。看对方还有空跟他说话，忍不住脸色一黑。别分心。说话间，于健和于康两人又是各自释放着技能。很快，2只怪物就先后倒下了。你击杀了一阶5级怪物，根据队伍分配，你获得了176点经验。工会增益效果生效，你额外获得了35点经验。你为工会增加了2点繁荣度。你击杀了一阶5级头目级怪物，根据队伍分配，你获得了880点经验。工会增益效果生效，你额外获得了176点经验。你为工会增加了10点繁荣度。连续的系统提示在众人面前齐齐飘出。越级打怪的经验真不错啊，咱们组队杀一个小怪的经验分下来都比别人单杀一个同等级怪物要高了。咱们工会的增益效果也好给力，这要工会等级高了，岂不是爽死了？多亏了小溪的治疗效果强，咱们才能有越级的能力啊！队员们的喜悦和感谢让小溪有点不好意思，都是会长的装备厉害。说到这，于健两兄弟顿时苦起了脸。会长放在金库的装备让人好眼馋啊，可是等级不够，带不上去。唉，从1阶0级升到5级要8万多经验，还差不少呢。他俩的话顿时引起了另外2人的共鸣，就是要能带上卓越级的装备，咱们的实力能提升一大截，到时候直接刷困难级的副本，经验那还不得嗷嗷滴。可惜我们没有小溪那么好的运气，能搞到打造的1阶装备，不然现在都能去副本了。于健身为队长也是有些纠结，他们几人虽然靠着小溪出色的恢复能力可以越级打怪，甚至小队都能搞定头目级怪物了，可面对副本还是没什么信心。就在他准备吩咐2人再去引怪的时候，工会频道欢迎欧质子在世加入了工会。工会频道欢迎专业矿工1号加入了工会。工会频道欢迎专业矿工1号加入了工会。连续3道的提示让几人都是一怔，下一刻几人脸上都泛起了笑意。第61章，我们的兄弟被人欺负了，这能忍呀？又有新的工会成员了呀？就是真不容易，咱们工会可不是谁都能进来的。看名字，这是专业玩辅助职业的吧？私下闲聊了几句，众人都打开了工会频道。工会频道神域康哥欢迎3位新朋友，几位是辅助职业吗？工会频道神域剑哥，哥几个进阶了没？需要带练级不？工会频道神域霸气，新来的哥们有福了，咱们的小溪奶量充足，现实中可是嘎嘎大美女。小溪看到这条消息，忍不住瞪了对方一眼。名为神域霸气的玩家嘿嘿一笑。而就在他们前后欢迎完后，工会频道欧质子在世，感谢各位高手，我们是渐大佬拉进来的，以后为大佬和各位高手服务。工会频道专业矿工1号欧质子团队，专业采矿30年。工会频道专业矿工2号，长期出售各种基本矿石、特殊矿石、各品质经验单等稀有道具，工会成员打9折。于健眼睛一亮，这小团队虽然只有3个人的样子，但看着还挺专业的。最让他在意的是，居然是会长亲自拉进来的。当时他们几人确定加入工会后，他可是想让另外的几个朋友也加入的，可他的朋友们申请后居然跟自己抱怨，说是被会长拒绝了，没能加入进来。他也没好意思去问会长，估计是会长有着自己的标准和要求，一般玩家应该是不收的。这3人竟然是会长亲自邀请的，看来不简单啊。而看到他们声称出售的东西，5人更是激动不已。经验单，这可是好东西啊！他们曾经在藏宝阁上见到有人售卖，但没来得及买，就看不到了。现在挂着的几颗也都是价格很夸张，极其不划算。他们还以为这些东西被某些大工会垄断了，万没想到，自己工会成员里居然有这样的人才。几人打听后，发现对方出售的经验单价格并不算高，再打一个工会折扣的话，可以称得上是物有所值。几人也不是差钱的主，纷纷出钱，各自购买了2颗稀有级和1颗优秀级。于健还想问问有没有更好的出售，欧质子在世却直言卓越级的有，但只专供给渐大佬。会长原来还有这样的专属资源啊，怪不得实力那么强。感叹后，几人也是庆幸自己机缘巧合加入了神域工会，不然这样的好东西可能还真买不着合适的。得到经验单后，几人更加有动力了。当他们再度遇到一只1阶5级的头目怪物后，在将其击杀前，都纷纷使用了经验单。当头目怪被击杀后，发现每人哪怕平均分配下来，
获得的经验都高达1584，让几人都是惊喜不已，觉得提升到1阶5级就在眼前了。而就在众人的稀有级经验单持续时间刚刚消失，准备再开启优秀级的时候，工会频道欧质子在世，兄弟们有人在野外吗？我们被人堵门了。于健脸色沉了下来，工会好不容易来了几个稀有人才，我们供着都来不及，谁敢欺负我们工会的弟兄？工会频道神域剑哥，兄弟发坐标，我们马上到。当对方发来坐标，几人惊讶地发现这坐标离他们居然不远，几人就迅速赶了过去。到地方后，发现这赫然是一处矿洞，而矿洞的入口2队玩家正在对峙，一队3人正是欧质子在世他们，另一队足足有7人，头上全部顶着金钱帝国的称号。于健连忙走了过去，其他几人也是迅速跟上。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说这么多已经很给你面子了，请你马上离开。我凭什么离开？这地方是我们先来的，哪有你们来我们就要让开的道理？不是欺负人吗？两人的话让于健瞬间就明白了情况，不动声色打量着对方一行人。为首的男子名为战霸天，挂着金钱帝国战斗堂副堂主的称号，语气嚣张不已。欧质子在世则是一副愤愤不平的模样。于健装作看客，搭了句话：我说哥们，这不是人家先来的吗？你们凭什么让他们离开啊？战霸天回过头瞪了过来，他们先来的？开玩笑，这矿洞门口可是有一只1阶10级的怪物，我们5大精英花了10分钟才将其击杀，就是为了让我们的采集师进来，他们肯定是趁我们不注意溜进来，让他们离开难道不对吗？欧质子在世涨红了脸，放屁，我们2天前救过来的，在这一直采矿，跟你们有什么关系？2天前？战霸天冷哼了一声，2天前刚有人进阶，谁能对付的这1阶10级的怪物，更别说把你们带过来了。欧质子在世辩解道，那时候是大佬带我们。他话还没说完，战霸天就举起了手中的长刀，好话不听，我们就要动手了，管你怎么来的，这个矿洞我们金钱帝国包场了，不离开就死。于健看着对方露出了真面目，同欧质子在世使了个眼色，对方马上朝着矿洞里跑去。战霸天大怒，就要带人去追，却被于健拦住了。你也想死？战霸天恶狠狠地挥动长刀。于健先是展示出了自己的称号，指了指身边的几人，我说哥们，差不多就行了，我们是神域公会的，刚才的采集师也是我们会长重金挖来的，你们欺负散人也就算了，别太过分了。战霸天先是一愣，有些犹豫了，他可是知道现在游戏中只建立起了3个公会，除了他们公会，另外2家分别是老牌公会帝王和神秘的神域公会。遇到这种情况，他有些拿不定主意了，马上向钱多多汇报，会长，我们在野外找到了一处可以采集的矿洞，本来是要赶那边的采集师走的，可是碰到了神域公会的人，他们说2天前他们就已经在这里采集了，我们应该怎么办？要不我们跟他们协商下，矿洞1家公会分一半区域。他小心翼翼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1阶5级副本前，钱多多和4名玩家身影骤然出现。聪少您的输出真是太牛逼了，这困难级的副本轻松通关。A 级的评价恐怕是这难度的第1个吧，老大就是老大。面对手下疯狂的马屁，钱多多眯着眼一一笑纳。正要说话，看到了战霸天发来的消息，顿时气不打一处来。神域，这不就是第2个建立的公会吗？帝王公会高价买的公会凭证，比他抢先一步，当时就把他气得不轻。而这个神域公会的凭证从哪搞来的？他还特意找人打听过，这公会据说不对外招人，现在好像也才10来个玩家，就这实力还敢跟自己抢地盘。他咽了口唾沫，咬牙回着消息，你他妈是不是脑子被驴踢了？跟他们分享矿洞？我们金钱帝国什么时候这么卑微了？对方来了多少人，把你吓成这逼样了？战霸天，他们也是5个人。钱多多，都是5个人，你身为战斗堂副堂主，连这点勇气都没有。战霸天，会长您的意思是？钱多多，给我狠狠地干他们，不滚蛋就死。战霸天，收到。钱多多，你放心，我马上再派2队人过去。发完了消息，钱多多这才感觉心中的怒火发泄了一些，又看了眼副本记录上自己队伍的名字排在帝王海哥的队伍之上，这才露出了笑意。可看到第1的位置上渐孤零零的名字，还是有点憋气。这家伙的记录是怎么刷的？速度比我快出20分钟来，真他妈离谱。不过你再厉害，也就是1个人，在我们的人海战术下没有用。看着公会频道里另外2支队伍已经出发的消息，钱多多眼神凶狠。第62章，你们会长是哪路神仙？来了能有什么用？有了会长的指示，战霸天顿时有了底气。再看于健，眼中就不自觉有了一份蔑视。不怕告诉你，我们的人马上就到。
神域是吧？跟我们金钱帝国斗，你们差远了。他不说还好，一说马上激起了于健的怒气。他在现实中也是身价上亿的青年才俊，玩个游戏还能被人吓住了？下定决心，他猛地后退一步，口中喊道：“猛子，上！”两个近战职业马上上前，而于康更是默契地放出了冰锥术。战霸天见对方后退，还以为是被自己吓住了，没想到对方居然敢动手，一时反应慢了，被冰锥术打了个正着。下一刻，两个近战职业的攻击已经落到了他头上，紧接着一颗陨石从天而降。这一套连招配合，乃是几人一起刷了几小时怪培养出的默契。战霸天一时不觉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等到冰锥术的冰冻效果解除，他的气血已经掉了一大半。他咬牙发狠，想要1换1解决一个眼前的近战战士，没想到对方根本没有闪避，两人埋头就是一顿干。就连战霸天队伍的另外4人围攻过来，也依然置之不理。就在两人即将残血的时候，2道绿色的光芒在他们头上亮起，加468，加468，居然有牧师！战霸天心中一惊，好在家的气血虽然不少，但在他们5人的攻击下，这点恢复最多也就是多抗2-3下。可就在他这样想的时候，加636，加636，加636，连续5道淡绿色的光芒齐齐飘起。于剑小队成员集体回血，战霸天的眼珠子都要瞪出来了。群体回血的技能，而且还能恢复这么多，这是什么神仙牧师？就在他震惊之余，于康的火墙已经烧了过来。负358，战霸天的最后一丝气血瞬间清空，身躯倒地。火墙的蔓延之势，除了战霸天，还笼罩了另外2个玩家。在于剑的配合跟2个近战玩家的及时调转矛头的情况下，很快就又有2名玩家被击杀，剩余的2人则是仓皇后退。几人并没有追赶，小西有些担忧，他们不是还有人要来吗？我们要不要离开？于剑摇摇头，怕什么？这款游戏让他找到了久违的刺激感觉，他又怎么舍得离开呢？见他坚持，小西也是点了点头。不过他还是打开公会频道发了一句话。叶枫刚刚从1阶20级副本走了出来，虽然只是简单难度，但也花了他足足40分钟的时间。这个等级的怪物属性已经相当高了，仅仅是普通小怪都有着1500点的攻击和400点的防御，好在其气血只有2万多点，依旧是被叶枫一剑秒杀的货。而6万多血的头目也只是让他多费一番手脚而已。可卓越级的 BOSS 却让他遇到了麻烦，对方高达25万的气血，配合500多点的防御，让叶枫无法快速击杀，而其1800点的攻击让叶枫吃尽了苦头，随意攻击就能对叶枫造成上千点的伤害，释放技能更是动辄2000乃至3000多点的伤害。虽然依靠着高达13米的攻击距离，叶枫可以使用放风筝的打法，但这个 BOSS 有一个可以加速的技能，动不动来一下子就能缩短2人距离，对叶枫造成伤害。要不是戒指上的饮血属性能持续给叶枫带来续航，即便以他2万点的气血，恐怕都是难以支撑。好在最后靠着高敏捷下不俗的移动能力和丰富的经验，叶枫还是在气血仅剩2000点的时候成功击杀了对方，但最后也只得到了一个 B 等级的评价，没有任何物品的额外奖励。走出副本，叶枫仍有些心有余悸，越级20级刷副本确实是有点勉强了。就在他准备提升一番的时候，突然瞥见了公会频道里的发言。公会频道神域小西、欧质子在世，他们3个被金钱帝国的人欺负了，我们队伍正在这块跟对方对峙，他们刚死了3个人，还有人要过来，咱们公会有高手在附近吗？来支援下。这段话最后还带了一个坐标，他的话在公会里引起了一番波澜。公会频道神域修罗，等我这票伤跑完就过去。公会频道神域是神，我也一样，等我10分钟交完这票任务。公会频道神域小柔，我刚做了一点药水，马上给你们送过去。叶枫看了下，除了不在线的神域夜魔，其他人都积极的要过去，这样的凝聚力让他有些欣慰。不过这种事情又怎么能少得了他这个会长呢？公会频道见会长，大家有事的忙自己的事就好，我过去就够了。公会频道见会长，别怕，我马上到。他的发言瞬间引来了一番刷屏。公会频道神域小西，好，会长我们等你。公会频道神域康哥，会长霸气，我们等你。公会频道神域剑哥，会长霸气，我们等你。公会频道神域修罗，会长威武。公会频道神域是神，会长威武。公会频道神域小柔，会长威武。面对众人清一色的队形，叶枫有些哭笑不得，但心里也是有些激动。从副本处朝着小西发的坐标一路奔驰，
等到他赶到的时候，看到了矿洞门口处已经爆发着的战斗。5人小队成员紧紧将小溪围在中间，不停地移动，而对方赫然是足足10来人的玩家队伍。战霸天站在队伍中，正在叫嚣：“刚才不是很威风吗？这么怎么不牛了？有本事把我们3个队伍也杀了，来啊！”于健眉头深缩，他没想到对方如此不要脸，一个队伍被打散，居然又喊来2支队伍，加上原本复活的散人，他们5人要面对整整15个玩家。虽说对方实力良莠不齐，高手不多，但巨大的人数劣势下，加上他们还要刻意保护小溪不被击杀，毕竟小溪身上可是佩戴着一件传奇级戒指，这要被杀了爆出来，不光是小溪个人的损失，对于整个神域公会来说都是一个打击。能维持到现在，5人全部活着，这枚戒指附带的特性起了很大的作用。你们得意个什么劲？等我们会长来了，就是你们的死期了。于康恨恨道。他的话让战霸天愣了一愣，又狂笑不止。哈哈，你们会长？大哥，我们可是足足3个队，你们会长是哪路神仙？来了又有什么用？他身边的队友也是相视一笑。如果对方说他们也拉来几支队伍跟自己这方干，相同的人数下，可能谁赢谁输也不好说。单来一个会长能干什么？简直是笑话。而就在这时，叶枫提着剑走了出来。我来了有什么用？这一剑告诉你答案。随着他的声音，一道剑气喷薄而出。第63章1对15，优势在我。神域小溪惊喜地看着叶枫，会长你来了。于剑几人也是激动不已，终于能看到会长出手了。他们可不是战霸天这几个蠢货，什么都不关注。叶枫之前几次上电视都引起过他们的重视。BOSS 首杀，难度副本首通，第1个进阶。知道对方是这游戏目前最顶尖的高手，只是没真正见过他出手，有些好奇，会长这一剑能有多少伤害？就在5人心中暗暗猜测时，叶枫的剑气已至。叶枫的出现让战霸天有些紧张，可看到他只是孤身一人时，他又放松了下来。等叶枫相隔10来米就发动攻击时，他差点笑出声。这么远的距离，就是 BOSS 也打不到人吧？吓唬谁？就在他如此想的时候，他眼前闪过了一道亮光。负35070，秒杀！战霸天的气血瞬间清空，而这道剑气在秒杀他以后，更是分散出了几道剑气，朝着他身边的几人射去。负49098，负49098，负49098，足足6道剑气，精确的命中了6个玩家，6人毫无反应，齐齐倒地。这一剑可谓石破天惊，现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战霸天一方剩余的8个玩家彻底吓傻了，而神域小队的成员也是目瞪口呆。我滴个乖乖，上万点的伤害，妈呀，一剑秒7人，我们玩的还是同一个游戏吗？老婆，快跟牛魔王出来看上帝！叶枫一剑解决了一半敌人，看剩余的几人似乎没什么反应，紧接着又是一剑，负35420，这一剑的伤害比上一剑还要更高一点，自然同样是秒杀。箭射伤害再次朝着4周扩散，秒杀了另外6人。这下只剩下孤零零的一个玩家还在场中，这是一个弓箭手造型的远程玩家。看到叶枫离他越来越近，忍不住对其释放了一剑。看到叶枫丝毫没有闪避的动作，他心中一喜。刚才他可是先使用了一个10秒内攻击力增加 20% 的技能，而紧接着释放的是一门优秀品质的单体技能。虽然冷却时间很长，耗费法力不少，但在提升到2级后，可是有着足足 200% 的攻击加成。他相信以自己350点的基础攻击，再加上这2项加持，肯定能对对方造成不俗的伤害。他心中甚至还有一丝幻想，这人伤害这么高，防御和气血一定低得可怜，这一剑要是出现暴击，说不定可以秒了他。就在他的期待中，这一剑稳稳命中了，负510，暴击！弓箭手的身体僵住了。什么？我累计800点多的伤害，打出暴击，不应该是1000多点伤害吗？怎么才这么点？这人的防御怎么也高得离谱。就在他绝望的眼神中，叶枫开口了：回去告诉你们公会的人，再敢惹我们神域，见一个杀一个。紧接着一道剑气飘过，弓箭手也缓缓倒下，解决了所有敌人。叶枫这才冲着5人淡淡一笑：我来的不算晚吧？不晚不晚，会长你好厉害啊！小溪眼睛亮晶晶的，一脸崇拜。其他几人更是马屁不断：会长就是会长，这伤害无敌，会长不愧游戏第一人，强的离谱。那帮人还想靠人数欺负我们，在会长的神剑天威之下，都是渣渣。停！看到众人的架势，叶枫连忙喝止了。平静下来，于剑倒是有些不好意思，都怪我们实力太差了，
让会长您跑了一趟。小西也是低了下头，自己刚才光顾着求救了，现在一看会长这实力比他们强出太多了，恐怕在什么高等级难度副本刷怪或者挑战 BOSS 吧。一句话就被他喊了过来，实在有些不值当。叶枫见状反而笑了笑，说实话，要不是工会刚成立，大家都还在摸索，几人也是为了保护欧质子再是他们。叶枫这样跑过来，还真对不起他刷怪的效率。不过几人能这么说，他觉得还是来得值。我带你们去刷点经验吧，实力提升上去，就没人能欺负你们了。叶枫的提议让5人都是连连点头，心中也是期待不已。为了防止金钱帝国的人再杀回来，影响欧质子再是几人的采矿效率，叶枫将3人也喊了出来，准备让他们换个地方。你说你们15个人被人家1个人还干翻了，人家就随意挥了几剑，你们连人家的毛都没碰到。钱多多看着工会成员的汇报，气得不敢置信。最后死亡的弓箭手弱弱的发言：会长，我最后打了他一下，只不过只打了500多。这句话让暴怒的钱多多顿时冷静了下来。这个玩家还是有印象的，天赋是 S 级的攻击距离增加 50%， 还有一门可以提升攻击的技能和一把1阶5级卓越级的极品弓箭，在整个工会里攻击力都是1等1的。如果连他都只能打这么多，那就说明对方的防御同样高的离谱。以他们工会现在仅仅50来号人的规模，即便围攻很有可能也拿不下对方。暂时先不要管对方了，抓紧时间练级，实力起来了再给我打回去。钱多多憋屈地吩咐道，就让你再多嚣张几天，等我们工会规模起来，任你再厉害也要给我乖乖跪下。表面上他若无其事，心中却在暗暗发狠，转头就对钱小盾吩咐道，给我多留一属性果实和技能，还有经验单，全部高价收，我要尽快冲击2阶。一路带着7人，叶枫朝着深处前行，沿路的各种等级实力的怪物让几人都是小心翼翼，偶尔有1两只主动攻击的都被叶枫随意秒杀了。经过了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叶枫他们来到了1阶20级副本入口。在副本附近正好有一座大型矿洞，清理了门口围着的10来只1阶20级普通怪物和1只头目后，将欧质子再是3人送入其中采矿。想必这处地图的等级和周围的怪物分布，短时间内应该没有其他玩家有能力来这边采矿。而另外5人跟着叶枫来看到副本的等级后，都是惊讶不已。会长，这么高等级的副本，咱们能过去吗？约20级打怪，我们会拖累会长的吧？叶枫淡淡道，没事，用不着你们出手，进去待着就好。要跟叶枫组队的话，人数多了1个，2个近战退了1人，剩余4人跟叶枫重新组了队伍。进入副本之前，叶枫打开了技能栏。第64章，什么叫脱胎换骨啊？会长就是神！想起了之前在副本中很费劲才通关，叶枫花费了足足480万经验，将爆伤增幅和碾压光环2门技能都从3级提升到了5级，让他的伤害上限又再次提升。想了想，他又花费160万经验，将暴雨剑法也提升到了5级。至于为什么不一口气提升到6级满级，是因为从5级提升到6级需要320万经验，3个技能一起提升的话，就需要900多万。5级应该也够用了。叶枫如此想到，做好准备，他选择了简单级，进入了副本。几人刚刚站定，于健就迫不及待问道：会长，我们需要用经验单不？叶枫刚想说不用，又一看他们准备的都是提升100%经验，持续60分钟的优秀级，又改变了主意。这个时间应该有机会刷2次副本吧？开吧！众人神情一震，齐齐将经验单使用。叶枫却没有使用，他合成的经验单有限，不想浪费在简单级的副本里，反而还将经验分配比例修改了下。5人满组情况下，总共200%的经验里，他只给自己留了10%，而给其他4人平均分配每人47.5%。小西惊讶道：会长，这样对你太吃亏了吧？我不缺这点，没事。叶枫淡然道。实际上，要不是最低可分配的比例是10%，叶枫甚至准备全部给队友。既然叶枫这样说了，其他几人也就再没说什么，心中又是感激，又是期待。好！几人说话间，几只野狼已经从远处冲了过来。于健下意识的就要探查一下，可还没等他行动，叶枫的剑气已经呼啸而去。负44640，碾压伤害；负62496，箭射；负62496，箭射；负62496，箭射。依旧是同击杀玩家一般，光是一个基础的碾压伤害就将奔跑最前面的野狼秒杀。箭射伤害发动，剑气四射，来势汹汹的怪物瞬间被清空。于健呆住了，
太强了！就在他感叹的时候，小西的声音将他惊醒。哇，这么多经验！他连忙看向系统提示，剑击杀了普通级怪物疾风战狼。根据队伍分配原则，你获得了1425点经验。初阶经验单生效，你额外获得了1425点经验。工会增益效果生效，你额外获得了570点经验。你最终获得了3420点经验。于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一个小怪3000多点经验。刚刚叶枫一剑下去，直接击杀了7只小怪，直接就是23940点经验到账。于剑都有些精神恍惚了，会长这一剑比自己小队合力刷1个小时的野怪都强啊！副本的经验有这么高吗？最关键的是，这可是躺平式的队伍分配下的经验啊！要是像会长一样单刷，那经验该高到什么程度？这一点4人齐齐想到了，互相对望间都是啧舌不已。叶枫没有开经验单，一只怪只有576点经验，不过他也没有在意。技能提升后，伤害又上涨了一大截，甚至在利用好箭射的范围后，连头目级怪物都可以做到瞬间秒杀了。而当遇到第一关的卓越级 BOSS 时，叶枫则是趁 BOSS 还没发动攻击，就率先使用了暴雨剑法。-110662， -137075， -159845，仅3剑 BOSS 的血条就被清空，整个过程还不到3秒钟。看着倒地的 BOSS， 就连叶枫都有些发愣。提升后的技能效果这么明显的吗？不过他也知道，这主要是碾压光环的效果太强了。提升到5级后，可以额外造成 900% 的碾压伤害，再结合暴雨剑法本身的系数，才出现了如此惊人的效果。如果换普通玩家，本身就算有减防的效果，能对 BOSS 打出碾压伤害效果，也只有区 200% 的加成而已，根本不可能有这种程度的伤害。只能说叶枫一开始选择碾压光环，将其合成到了上限，选择很对。既然明白了自己如今的攻击力上限，叶枫也就放开了手脚，开始一路平推。普通怪物和头目都是直接秒杀，遇到 BOSS 就直接一个暴雨剑法丢过去。虽然提升到5级后，消耗的法力高达3000点，但在全身装备的加成下，叶枫法力值也高达3850点，足够释放了。就这样的急速策略下，叶枫带着4人仅仅花费了7分钟就顺利通关了副本，所消耗的只不过是2瓶初级法力药水而已。说起来，这也是神域小楼的功劳。他在搞到了一张卓越级的配方后，就不停地开始制造药水，最终搞出了能在战斗状态下恢复法力的药水，还是按比例恢复的。这直接让叶枫化作了永动机状态，技能不断。如此夸张的通关速度，自然是得到了 SSS 级的评价。于剑几人都是第一次获得这样的评价，看到还可以额外获得奖励，都是茫然了。这种玩法没见过，怎么搞？由于物品掉落是按照队长分配设置的，等于是说4人无法自选之前的掉落，叶枫就让其全部选择了随机选择2件物品，唯一的近战职业都获得了2件卓越级的装备，激动不已。叶枫却是摇摇头，装备在副本里的掉落算是一般了。于剑于康2兄弟各自获得了2颗属性果实，倒算是运气不错。就在他们询问叶枫是否现阶段就要使用的时候，却被他劝阻了。如果你们经济实力允许的话，最好每个进阶阶段都使用最高品质的属性果实，技能也是如此。2人若有所思，将属性果实收了起来。而小西则是直接获得了2本技能书，2本都是优秀级。他还在抱怨自己运气不好。叶枫看到技能的效果，却有些意外。法力强化，优秀级，增加200点法力值；法力再生，优秀级。非战斗状态下，每秒增加50点法力自动恢复。简简单单的2个属性，看似很普通，可叶枫却知道，这2个技能基础属性看着一般，但在提升到满级后，最终产生的特殊效果都非常好。更难的是，这是优秀品质技能里唯一的一个能产生羁绊效果的法力类技能组合。他让小西在藏宝上找了下，居然真找到了一本法力缩减。法力缩减，优秀级。你学习的技能，冷却时间减少2秒，冷却时间低于5秒的法术无法生效，卓越级及以上品质技能无法生效。小西看着这3个技能，有些意外。会长，你刚不是说要让我们学习现阶段最高品质的技能吗？不应该是学习传奇级的才对吗？叶枫点点头，这是没错。不过在1阶前的技能最高是卓越级，我猜你们也没学到这个品质吧？几人都是点头。卓越级的技能学习要10万经验，在新手村阶段哪能学得起？小西更是有些难以启齿的模样。我在1阶前直接学了3个优秀级的被动技能，一点用都没有，都被他们笑话死了。于剑几人都是一副幸灾乐祸的模样，叶枫却是大喜。那这3本技能还
还真只有你能学了。在他的解释下，几人才知道原来技能是可以替换的，但只能替换同品质的。只要在当前阶段学习了最高品质的技能，哪怕效果一般，往后还能替换更好属性的，而且类型也只能替换一样的。被动替换被动，主动替换主动。叶枫感慨不已。我本来还想你可能得豁出来一阶被动技能的名额，学习一门优秀级了，没想到你还有这样的先见之明。小溪都快被说懵了，但在叶枫的建议下，他还是乖乖听话，将一阶前3个技能的名额重新学习，替换了原先的3门被动。优秀级的技能从学习到提升到5级满级，只需要155000点经验。要换之前，这么多经验需要一段时间的积累。可这一趟副本下来，足足收获了接近100万经验，3门经验只消耗了1半经验，就成功的提升到了满级。啊，居然会这样！小溪激动的捂住了嘴巴，让其他3人都是好奇不已。在他们的一再催促下，小溪在队伍频道里将满级后的3门技能效果发了出来。法力强化，优秀级5%，增加360点法力值。满级效果，增加10%法力值。法力再生，优秀级5%。非战斗状态下，每秒增加90点法力自动恢复。满级效果，战斗状态下均可生效。法力缩减，优秀级5%。你学习的技能冷却时间减少 2.8 秒，冷却时间低于5秒的技能无法生效，卓越级及以上品质技能无法生效。满级效果，优秀级技能冷却时间额外减少 100%， 卓越级技能冷却时间额外减少 50%， 传奇级及以上品质技能无法生效。3门技能原本平平无奇的属性，在提升到满级后全部发生了蜕变，每一个技能丝毫不亚于卓越级，足以让小溪惊喜不已。而当3门技能一起装备上的时候，又有一道效果被点亮：羁绊效果，法力蜕变2%，精神属性正 10%， 3%，施法距离正 20%。 几人都是有眼力的，自然能看出，无论是每个技能的满级效果，还是整体产生的羁绊效果，对一个远程法术类职业，尤其是小溪这样的牧师，提升有多么大。最主要的是，羁绊效果是2个放在后期都十分实用的效果。虽然只是3个优秀级的技能，但产生了比3个卓越级技能都强大的效果。这样的搭配组合，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几人看向叶枫的目光崇拜不已。会长不愧是会长，简直就是神一样的存在。小溪更是满目含春，不知道说什么了，心中泛起了一种莫名的情愫。而在众人的一再催促下，也是展示了他唯一的主动技能全新的效果。全能治疗术，等阶卓越级3%，消耗300点法力，对目标进行单体治疗，恢复400点加精神 X4 的气血。冷却时间10秒，负 4.2 秒。消耗500点法力，对队伍成员进行群体治疗，恢复200点加精神 X3 的气血。冷却时间30秒，负 4.2 秒。我擦，脱胎换骨啊！于健率先惊呼出声，他可是知道之前这个技能2级的时候，只能恢复300点加精神乘3的气血。按小溪84点的精神来说，现如今单体可以恢复736点的气血，群体为402点，再加上传奇戒指上特性的效果，恢复效果更好。最关键的是，原本单体技能10秒钟的冷却被缩减到了 5.8 秒，而有着法力再生效果，每秒恢复90点法力，也就代表着如果只释放单体治疗效果的话，小溪直接可以做到无限加血而不耗费法力。想到这，4人都是齐齐倒吸了一口凉气。如果说之前的小溪因为传奇级戒指的效果可能是游戏中的第一治疗，那么有着现在的技能组合和加成，他已经脱胎换骨，领先于所有治疗玩家。就连叶枫都有些意外，他本来只是想让工会的成员稍微有点自保能力，能更快的提升工会等级，为将来做好准备，却没想到自己却无意间培养出了一个强力辅助。叶枫心动了起来，如果其他人也能有这样程度的提升，那么将来游戏入侵现实，面对那令人绝望的异界大军时，兴许自己身旁也能有几个并肩的队友了。继续，叶枫迫不及待地带领4人再次进入了副本。第65章，让你乱引怪，降低了会长的效率。这次再次进入副本，成员不一样了，除了3人未变化外，近战职业换了一个人。叶枫的意思是争取让原本的5人组都能混到经验。看到是困难级的副本，神域是神有些跃跃欲试。会长，我去引怪。于建刚想说，以会长的攻击力不需要你引怪，却没想到叶枫直接说道，这副本难度不小，我怕你拉不住。这下神域是神有些不服气了，咱实力是没你强，这怪物等级也高，
肯定不弱。但你要说我连怪都拉不住，引不过来，那委实有点看不起人了。他身形往前一窜，直接朝着一头野狼冲了过去。哎，等等！于健根本来不及喊，神域式神已经扬起盾牌砸在了野狼身上。Miss！ 于健忍不住双手捂脸，神域式神也是愣了一下，防御这么高。而下一刻，野狼已经咬了过来。负3012，仅仅一下普通攻击，神域式神的气血就只剩一丝。妈呀！这伤害让他吓得魂飞魄散，连忙回头就跑，边跑还边喊：小西，救命啊！加883，加964。小西也是不敢怠慢，连忙2道绿色的光芒先后亮起，一道单体，一道群体，连续释放。在群体出现了 30% 几率的 100% 效果提升的情况下，累计为其恢复了1847点气血。神域式神脸色好看了一点，他没想到小西距离这么远都能为自己加上血，恢复了一半的气血，更是让他有了一点安全感。可感到后面怪物的穷追不舍，他还是心生寒意。这要再来一下，自己还是要被秒杀啊！就在这时，叶枫出手了，剑光从神域式神身边掠过，直接将身后的野狼秒杀。可惜这头野狼距离后面距离的狼群太远，箭射效果没能触发。神域式神回头后直接呆住了，这么凶残的野狼就一剑就秒了。于剑上前毫不犹豫地批评道：你真是帮倒忙，本来会长能一剑秒7个的，被你乱引怪只秒了1个。神域式神感觉自己的脑子不够用了，这么凶残的野狼一剑秒7个。而下一刻他就看到了令自己难忘的一幕，叶枫只是往前了2步，距离狼群还有足足10来米的距离，就潇洒挥剑，剑气呼啸着冲入了狼群。几个高额的伤害数字飘起，几只野狼化作白光倒下，还真是7个。神域式神眨眨眼，这才知道自己刚才的想法是多么的可笑，再不好意思说话了，低头看起了系统提示：剑击杀了普通级怪物狂暴战狼，根据队伍分配原则，你获得了2137点经验，工会增益效果生效，你额外获得了427点经验，你最终获得了2565点经验。我擦！他的惊呼引起了于健的不满，鬼叫什么？别打扰会长打怪。神域式神低声道：这里面经验好高啊，一个小怪就2000多经验。于健奇怪地看着他，我们都是5000多，你怎么才这么点？神域式神如遭雷击啊！这才发现跟他们相比，自己少个经验单的加成，连忙选择了使用。果然，下一只怪物被叶枫击杀后，他也获得了5128点的经验，爽得飞起啊！他内心呻吟道。而此时的叶枫仍然在一路疾行，虽然是困难级的副本，怪物比简单级的属性又提升了一截，但对他来说区别不大。小怪依然是一剑秒杀，头目大不了来2剑。BOSS 虽然气血高达40万，但在他的暴雨剑法下，也只能含恨被秒。花费了不到10分钟的时间就完成了通关，众人跟着再次获得了 SSS 级评价。于健几人都有了心理准备，神域式神却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了。越级20级挑战困难级副本还能拿到 SSS 级评价，他很想对叶枫说别开了，会长。在叶枫的嘱咐下，几人都选择了随机的额外2件奖励。由于是第一次通关该副本，还是第一次获得困难级的 SSS 级评价，众人都得到了4倍的奖励。神域式神的初始物品是装备和属性果实，就得到了4件传奇级的装备和4颗传奇级的属性果实。他还在可惜为什么不都是装备的时候，于健直接用4件装备，用装备跟他换了属性果实。看着美滋滋的神域式神，小西摇了摇头，这人真傻。换完之后，于健直接选择了使用4颗传奇级的果实，让他直接增加了120点自由属性点。于康则是获得了4本传奇级的技能书和4件卓越级的装备。好在技能书里有一本不错的寒冰盾，传奇级，消耗500点法力，为自己加持一个护盾，护盾的为气血值的50百分号加精神 X10的额外气血加成，持续时间60秒，冷却时间3分钟。这技能虽然初始附加的护盾气血看似不多，但于康进入游戏后激活的可是 S 级的天赋，所有兵系的技能效果加成 100%， 冷却时间减少 50%。 这也正是他之前学习冰锥术的原因。原本普通的冰锥术在他的手下使出来不但威力大，而且冷却时间更短，这个寒冰盾也是如此。在天赋加成下，直接能为他加持一个 100% 气血和精神乘10倍的护盾。他虽然目前精神数值不高，但有着大哥于健的例子。他算了下，
等自己也使用传奇果实后，就有起码200点精神，到时候就相当于能给自己加一个5000点气血的护盾，冷却时间减少为1分30秒后，几乎等于是无限护盾了。这还只是1级的效果而已，等到升级上去，想到这，他痴痴地笑了起来。其他人也是羡慕不已，而小西则是有些郁闷。他这次不但没有随机到技能和属性果实，连装备都没有，直接获得了8份配方，还是一模一样的一阶卓越级铠甲配方。而当叶枫表示出兴趣后，他的脸色才好看了点，直接交易给了叶枫，连钱布都要，一再坚持说这是自己拿到传奇级戒指的补偿。叶枫见状也就收下了，表面上云淡风轻，内心却是激动不已。体验到了打造的好处，他就正准备搜寻些配方呢，没想到瞌睡就来了枕头。这8份配方，运气再不好也能合出来一份传奇品质的了吧。至于他自己的获得，算是中规中矩，4份传奇级属性果实，4份传奇级技能。属性果实直接被于康以20万金元宝的友情价买了过去，而传奇级技能里有2本被动技能，引起了队伍成员们的轰动。第66章现实来客，这一世的变化。这是2门偏向法术类的技能，精神强化传奇级，增加100点精神；法术暴击传奇级，释放法术技能时暴击率提升 10%， 暴击伤害提升 50%。 虽然附加的属性比较简单直接，但谁能看出来有多么实用？有着之前小西学习被动类技能到满级额外效果的先例，更是明白这技能的巨大潜力。在众人的商议下，最终精神强化分给了小西。作为辅助治疗，精神是重中之重的属性，而法术暴击则是被目前法术伤害最高的于剑拿下。2人本来要出50万金元宝，叶枫只收了40万，声称是工会福利，让2人感动不已。这趟副本下来，众人又齐齐混了150多万经验。3人也是直接将新到手的传奇级技能进行了学习。走出了副本，外面等候的神域修罗得知神域是神这一次的收获，羡慕不已。神域是神也是很大方，直接分了他4件传奇级装备。神域修罗激动的差点要跪下喊爸爸。看着他这副不值钱的模样，神域是神忍不住心里叹了口气，傻小子，我这都是剩下的玩意了，其他人的收获才叫个猛。站在副本入口处，虽然大家都能看到副本还有一个噩梦级难度，但他们很有自知之明的没有说再让叶枫继续带练级的话，而是迅速告别。5人重新组队，虽然等阶依然是1阶0级，但他们身着全新的装备和新学习的技能，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大展身手了。叶枫目送他们离去后，开始审视自身。这2趟副本下来，他只获得了不到40万经验，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装备形形色色，将近100件，虽然没有他能看得上眼的，但拿去卖钱应该也有不小的收益。传奇技能6本，卓越级技能31本，传奇级属性果实3颗，卓越级属性果实12颗，又为他的合成库里增添了不少储备。虽然轻松通关了普通级和困难级，但对于噩梦级，他还是表示了很大的重视。要不要把配方合成一下，回城搞件铠甲再来？就在他考虑的时候，嗡，突然来自头盔的提醒响了起来，这代表着他外界联通的手机收到了电话的呼叫。而叶枫在进入游戏前，已经特意将电话设置为超过10条的呼叫，才会提醒自己。会是谁这么着急呢？正好游戏中待的时间也比较长了，精力稍微有点疲倦。叶枫迅速下了线，打开手机，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叫炮哥的人打来的电话。看到这个名字，叶枫嘴角浮起了微笑，陷入了回忆。炮哥真名马鹏路，是他的高中同学，也是他在高中时关系最好的朋友之一。高考的时候发挥不错，考上了一所名牌大学，毕业后更是和一帮朋友创业，白手起家做起来了一家很厉害的企业。虽然自己发达了，但也一直没有忘记叶枫这个朋友。只是前世叶枫在这个时候生活很窘迫，当时对方跟他联系的时候，他实在不好意思回应。只是这一世，他的境遇已经完全不同，大大方方的将电话回拨了过去。2人畅聊了足足半个小时，叶枫才放下电话。原来对方在这个时候刚刚将自己的公司打包出售，套现了一笔巨额资金，带着团队想要再搞个好项目，选中的城市恰巧就是叶枫这里，想问问他有没有兴趣参与一下。叶枫眼神闪烁，前世的时候他最后一次听到对方的消息，就是在新闻上对方投资失败，亏损到倾家荡产的地步，被股民赌家潸然泪下的报道。当时游戏已经部分融合现实，叶枫想要帮助对方，却一直联系不上。这一世他自然不会做事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在电话中
他虽然拒绝了对方一起在创业的邀请，却请对方来加入到游戏当中。虽然炮哥对于叶枫声称的玩游戏也能赚大钱的说法有些不赞同，但处于对朋友的认可，他还是表示会尝试一下，甚至还约了叶枫2个小时后见面。叶枫再次拿起电话，发现还有一个电话也呼叫了他10来次，而这个人他就更熟悉了，名为高飞，是他的表弟，两人从小一起长大，感情很深。只是叶枫毕业后一直在长安这边发展，快有2年没回去了。前世的时候，对方正是这个时候来长安游玩，叶枫同样将电话回拨了过去，这次只聊了不到10分钟就挂断了。对方直接要了一个地址，要过来。叶枫放下电话，满脸轻松。同前世一样，这个时期的高飞家里幸运的拆迁了，直接分了几千万的现金。高飞的父母都是农民，也没有什么用钱的地方，就将这笔钱全部交给了有编制的高飞，让他保管和使用。而高飞有了这笔钱，直接无心上班了，辞了工作，准备先玩一段时间。可就是这样的心态导致出了问题。在前世，高飞就是在来长安后认识了几个富二代，被他们领着去不合法的地方玩牌娱乐，中了别人的套路，几天时间就将手头的几千万全部输光，还又欠下了不少。等叶枫知道想要报警的时候，高飞人已经消失找不见了。好兄弟，前一世你帮了我很多，这一世就由我来拯救你吧。叶枫眼神坚定。前世的时候，高飞要过去找叶枫，叶枫不愿意自己住地下室的窘迫境情境被自己的兄弟发现，只是在外面找了一个地方跟高飞会面，后面更是以工作忙为借口推辞了高飞几次一起玩的邀约，才有了其无聊情况下认识了陌生人被骗的悲剧。这一世，叶枫自然是大大方方的欢迎自己的好兄弟，将屋子简单的打扫了下，刷牙洗脸又换了件衣服后，叶枫就出门来到了小区门口等候。没几分钟，一辆出租车停下，高飞下车了。高飞身材魁梧，却长了一张娃娃脸，剃了个光头后更是宛如佛门中人。你这是要出家啊？叶枫打趣道。非也非也，贫僧身为佛陀，心却还是向往红尘的。两人闲聊了几句，就进入了小区。打开房门后，高飞张大了嘴巴。峰哥，你这是家里也拆迁了？看这个环境，不比我家拆的少啊。当得知这只是租的后，高飞眼中的震惊消散了不少。可当知道这是叶枫玩游戏挣来的钱后，高飞眼中直接爆发出了金芒。什么游戏这么好玩？带上我呀，峰哥！别的不说，氪金这一块绝对安排到位。叶枫欣慰地笑了，自己不用说，对方就能领会，这才是好兄弟啊。两人在客厅里叙了会旧，叶枫看时间差不多了，就站起身来，一块吃个饭去，顺便介绍你认识个好朋友。在凯悦酒店的湖畔中餐厅，三人会面了。第67章，强力援助，全新配方的诞生。一见面，叶枫同马鹏路狠狠来了个拥抱。马鹏路体型很瘦，面容清秀，跟高飞简直是2个极端。两人跟叶枫站在一起，很是显眼。叶枫在餐厅落座后，环顾着四周。这个地方号称大秦省最正宗的秦味招牌菜，他在长安上大学的时候就有所耳闻，只是那时候比较拮据，面对这种人均上千的地方，只能是敬而远之。没想到自己能靠玩游戏赚的钱来到这里，品尝着各种特色菜肴美味，享受着餐厅里盛唐装修的中式服务，三人都是心情愉快。闲聊了一会，互相认识后，叶枫就说到了正题，让两人也一起加入到游戏中来。高飞自然是兴趣浓厚，他现在多的就是时间，还有自认为花不完的钱，能跟好兄弟一起玩游戏，这不就是小时候最向往的事情吗？马鹏路也只是稍稍考虑了下，就表示同意。他带着团队刚将公司出售，正要准备休息放松一段时间再开始工作。联系叶枫也是提前打个招呼，既然两人都同意，叶枫也就不再耽误时间，带着两人路过天域的专卖店，一人买了一个头盔。本来叶枫想要付款的，却被两人阻止了，反而声称到游戏中要依靠他们的超能力提携叶枫。对此，叶枫笑而不语。马鹏路同老友相逢，拿着头盔也是期待不已，给住在酒店的团队成员们打了个招呼，就跟高飞两人一起回到了叶枫的房子。这套别墅虽然面积不算特别大，但给两人腾出间房子还是轻轻松松。在告诉了自己的游戏名字，让他们一上线就联系自己后，三人都是各自进入了游戏。花费了1银，叶枫通过传送阵回到了新手村，在村子中央看到了正四处张望的两人。马鹏路游戏名为泡来泡去，形象是一个面容冷峻的美男子形象，高飞则直接叫暴力阿飞，体型比现实中还要庞大，保留了光头不说，还给自己弄了一圈大胡子，看得叶枫哭笑不得。高飞
则声称自己要打破常规，玩一个杀戮型的暴力和尚，还得意洋洋向叶枫炫耀了自己的天赋 SS 级天赋斗战天神，说明使用特殊重型武器时，禅杖、戒刀最终伤害提升 100%， 使用专用武器装备时，基础属性提升 50%， 特殊属性提升 20%， 对自身使用增益类辅助技能时，效果提升 100%。叶枫眼神惊讶无比，居然是 SS 级天赋，还足足有3个效果。不过说起来，高飞这一身形象还真适合佩戴禅杖和戒刀这种武器，一看就是个武僧形象。而马鹏鹿也给了叶枫同样的惊喜 ，SS 级天赋运筹帷幄，说明使用增益类辅助技能时，效果提升 100%。当处于组队状态时，团队中没有一名玩家，自身的双防提升 10%， 气血上限提升 1%， 最终伤害吸收增加1。虽然他的天赋只有2个效果，但同为 SS 级，并不比高飞的逊色。这2人的天赋给了叶枫极大的意外和惊喜，这分明就是一个暴力输出，一个顶级辅助啊！这样的人才在哪里都是香饽饽。而对于叶枫来说，不光是游戏中，这是极大的助力。将来游戏融合现实，这2人说不定也能起到不小的作用。想到这，他决定好好培养下这2人。他直接带着2人离开了新手村。作为唯一一个破障的玩家，也只有他有这样的特权，能带着不足10级的玩家离开新手村。而在这样的特权下，他索性将优势发挥到了最大，直接带2人来到了1阶20级的副本。从欧质子在市那买了2颗优秀级的经验单，让2人使用后，叶枫用更加娴熟的姿势，迅速通关了简单和困难级2个副本，先提升到10级，看下经验还剩多少。2人浑身冒着金光，升着级，机械的点头，还剩528万多。叶枫都没想到效果居然这么好。不过这样的话，他的计划实施起来就更简单了。在自己背包里寻找了一番，又在藏宝阁上翻了个遍，终于帮2人找到了2套不错的技能：狂暴强化，卓越级4/6，暴击率增加 8%；暴伤强化，卓越级4/6，暴击伤害增加 80%；减防光环，卓越级4/6，减少目标 32% 的防御。3门被动同时提升到了4级，还有2个未激活的羁绊效果：2/2、18/12，触发暴击时，最终伤害额外提升 50%；3/3、18/12，触发碾压效果时，最终伤害额外提升 50%。这一套技能也是叶枫知道的一套羁绊技能效果，比较偏向输出。作为卓越级的羁绊技能，比小西学习的还要强出一个档次。要不是自己有合成天赋，他说不定也会在前期搞这一套。高飞虽然刚进入天域，但之前也是玩过别的游戏，自然能看出前期就有这样的技能的好处。参考了藏宝阁物价后，非要给叶枫直接转100万。叶枫好说歹说之下，只收了50万的成本价。而马鹏鹿这边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辅助类的天赋，叶枫前世没看到有成套的特别强力的羁绊效果，不过也还是找到了3门不错的被动技能，让其同样学习后提升到了4级。事半功倍，卓越级4/6，使用辅助技能时效果提升 80%， 传奇级及以上技能无法生效。防御强化，卓越级4/6，防御增加160点。经验优待，卓越级4/6，当自己为队长时，额外获得 15% 的最终经验。2人的技能搞定后，紧接着就是属性果实，各自2枚卓越级，10点属性点到手。至于装备，现在藏宝阁上10级的装备价格也不算高，叶枫帮2人搭配了一套，就让其去过进阶任务。叶枫本来以为传奇级进阶的名额估计已经没了，没想到2人居然最后还赶上趟了。在快速完成了卓越级进阶后，都接着挑战传奇级进阶，正好将最后2个名额拿下。而在选择职业时，2人却又给了叶枫一点小小的震撼。高飞5星级近战职业隐士武僧，马鹏鹿5星级远程职业战略军师。这让叶枫都有些怀疑，前世蓝星没能抗住异界的入侵，是不是就因为这2人没有早早在游戏中发育的原因？这运气简直比自己还要强。不过自己的兄弟好友有这样的机遇，叶枫也为此感到开心，交代了一些注意事项。他就让已经加入了工会的2人去找其他成员自由活动了，而他自己则是再次来到了铁匠铺，对着小西贡献的1阶铠甲的配方开始了合成，8份配方一一合成，然后继续往上冲刺。最终在经历了合计7次的合成后，全新的一份配方出炉了。第68章，打造配方带来的各种机遇，直接起飞。1阶铠甲配方，可打造品质优秀传奇，可打造次数1000次。虽然
这次没能合成出永久的配方，但可打造最低品质却提升到了优秀，最高品质也是这个阶段的上限，算是很不错的效果了。接下来自然就是要打造一番了。叶枫先是问了下欧质子在世，结果发现不太妙。对方虽然在新的矿洞采集效率也不错，但一个人能采集的数量还是太少了，远远达不到他的所需。在世界频道上喊了下后，发现速度也有点慢后，叶枫打开了工会频道。工会频道剑会长一阶铠甲配方，工会友情价50银手工费，自备材料，先到先打。虽然50银相当于1000华夏币，还要自己准备打造的矿石，但见识过叶枫打造戒指的玩家，并没人觉得叶枫这个价格贵，甚至都是激动了起来，心中还有一丝侥幸。如果自己不是工会成员的话，恐怕会长根本不可能对外界打造吧。毕竟起步就是优秀品质的配方，随便打一打都哗哗赚钱。就在众人疯狂地开始四处收矿石的时候，矿洞里的欧质子在世却在下定决心后悄悄下了线，摘下头盔，拿起电话：妈，是我。什么？女方又提高了彩礼，要30万？之前不是说18万8吗？怎么提高这么多？人家自认识是本地户口，我是外地人，还没个正当工作，怕女儿嫁过来吃亏，真是可笑。妈，你千万别卖房子，卖了你们住什么？没事，妈，这个婚先不结了，我这边的事业刚起步，正是用钱的时候，手头这些钱投进去，很快就能赚大钱，到时候我给您找个更好的儿媳妇。妈，就这样，你多注意休息，我去忙工作了。放下电话，王铁擦了下眼泪，眼中没有愤怒，只有悲凉，但下一刻就被坚定代替。对于自己这样农村出来的人来说，天域的出现，渐大佬的提携，可能就是他这辈子最大的机遇。刚才游戏中叶枫问他材料，他却提供不上，让他心里很是愧疚。而现实中仅见过几面，两家就要撺掇着结婚的相亲对象，更是让他看清了这个社会的险恶。他决定把自己微薄的一点身价和人脉都彻底投入进来，拼一把。再次拿起电话后，他的语气果断了不少：小军嘛，你是你铁哥，我这边有个好项目，你要不要跟你哥们过来？是跟以前打金差不多，但更稳定，上限更高，说不定干几年都能挣一套房子出来。好的，确定人数了告诉我，我这边提前帮你们租房子。得到了对方肯定的答复，王铁的表情有点欣慰，接着继续拨了出去：大华，最近忙啥呢？有没有兴趣再跟着老哥一起干？明天就到。好，兄弟，我一定带你出人头地。一个个电话打完，王铁脸上重新浮现了笑容。这些游戏中认识的好兄弟，有不少都认同他的人品，决定跟他一起干。还有老家的几个发小，也是决定马上就过来。这么粗略一算，也有将近20多号人的团队了。他又打了几个电话，找了一个合适的小区，租下了并排的3套房子。一切安顿好，这才重新进入了游戏。加油干，我们的队伍马上就要壮大起来了，到时候咱们一起吃香的喝辣的。他突如而来的宣言让另外正在采矿的2人一愣，但即刻都是重点头。一起努力，人多力量大。处于对极品装备的向往和对叶枫的相信，工会成员们通过各种渠道在快速收集。叶枫在铁匠铺陆续收到了工会成员们发来的材料和手工费，他一件一件打造着，逐一将未鉴定的装备通过邮件发送过去。工会频道里不断有人惊呼自己鉴定出了极品的铠甲，发出来炫耀。不过大部分都是卓越级，优秀级反而比较少，传奇级则是一个都没有。但即便鉴定出优秀级的工会成员也是十分满意，同样是优秀级，可比野外掉落的强多了。这期间欧质子在世则是发过来了大一批材料，让叶枫有些诧异。再三询问之下，才知道他是特意高价收购的，就是怕耽误叶枫的事情。他心中泛起了一丝感动，自然也不会让对方吃亏，以收购价10%的价格给欧质子在世寄去了铜币。说起来，这些趟副本刷下来，他的铜币早已积累到了好几百银，折合华夏币都足有好几万了，让他不得不赞叹幸运兔角的威力。奈何这件史诗级的装备再想要提升，就需要海量的合成次数，以他现在的合成等级和次数，还顾不上处理，只能是先往后搁置下了。足打造了将近100件铠甲，将今天的活力药水使用上限都消耗完。等到工会里再无人发消息，叶枫才停了下来，准备将打造出的这些鉴定合成一番。这时加入工会不久的高飞却突然发言了：我擦，兄弟们，我起飞了！叶枫好奇地打开工会频道，看到了对方发出的装备截图：修罗神甲，品质传奇，需求等级1阶，物理防御加108加54，法术防御加108
加54，力量加24，加12，体质加24，加12，耐力加24，加12，受到的伤害减少 24%， 正 4.8%。战神回首，当你受到伤害时，有 50% 的几率对其自动发动一次普通攻击 70% 的反击伤害。玩家暴力阿飞专用，玩家剑特殊打造。这属性就连叶枫都忍不住喊了一声卧槽，工会成员们更是快疯了。神域修罗，你这防御怎么这么高？我的卓越级才80点物理防御，还没你双防加的多。神域是神，为什么你的数值后面还有加号？不科学啊！神域康哥，一件铠甲加了快200点防御，还有减伤和反击，我人彻底妈了呀！当高飞炫耀着自己的天赋效果时，大家才知道，原来装备还能出现仅限自己使用的专用效果，上限更高。而对于高飞的天赋，更是羡慕不已。这家伙使用专用装备，还能额外提升属性效果，太逆天了呀！人和人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不过，高飞的崛起也让于健于康发现了新大陆，两人开始热情邀请起来，声称神域最强小队里已经为他留了最重要的一个位置。至于让原本的队员谁出去，神域是神和神域修罗两人已经含着眼泪，默默地开始了石头剪子布。而高飞鉴定的这件超级神装，更是激发了其他工会成员的热情。我们也想起飞啊！要不是市场上的特殊矿石不多，叶枫也声称自己暂时没有体力了。估计他今天就要在这帮人的监督下打完配方上能打造的上限1000件。而叶枫在背包里的100件已打造铠甲全部鉴定完，又消耗完今天的所有合成次数后，他自己也是合成出了一件不错的成品。金刚战铠5，品质传奇，需求等级1阶，物理防御加450，法术防御加450，力量加120，体质加120，耐力加120，气血上限正 30%。金刚护体，当你的气血低于 30% 时，双防增加 100%， 持续2分钟。玩家剑特殊打造，足足合成了5次的铠甲，最终的效果让叶枫十分满意。无论是基础属性还是特殊属性乃至特性，都极大了增强了他的生存能力。准备妥当后，他再次来到了1阶20级副本前。噩梦难度开启。第69章激战传奇级 BOSS 生死一线。叶枫这次进入副本是单刷，当他刚看到怪物的那一刻，就已经打开了背包。你使用了初阶经验药水，卓越，你的最终获得经验将提升 400%。在叶枫一剑将足5万血的小怪秒杀后，你击杀了普通级怪物幽暗魔化猫，你获得了6000点经验。初阶经验药水卓越生效，你额外获得了24000点经验。工会增益效果生效，你额外获得了6000点经验。你最终获得了36000点经验。噩梦级的副本里，怪物本身就有5倍的经验加成，再加上叶枫300%的越阶效果，也让他的经验获取到了一个极其夸张的地步。不过这都在他预料当中。让他惊喜的是，工会的增益效果居然是在经验单加成后单独计算的。搞清楚了这个优先度，他对于自己建立工会的这一步决策暗暗点赞，也十分期待等级升上去之后的变化。相比较困难级，噩梦级的怪物属性又提升不少，但即便是头目级，也只不过是2800攻击、650防御、8万血而已。这属性能轻松击杀其他玩家，但对叶枫来说，无非就是多了一件的功夫而已。直到面对 BOSS， 才让他认真了一下。可第一关和第二关的卓越级 BOSS， 气血也分别只是50万和80万而已。以叶枫现在的攻击，暴雨剑法依旧可以做到秒杀。直到第3关出现最终 BOSS， 他一路平推的步伐才慢了下来。双尾妖猫，品质传奇级 BOSS， 等级1阶20级，气血200万，法术攻击5000，物理防御1000，法术防御1100。妖媚尖叫，对目标造成200百分号、250百分号、300百分号的法术攻击，并有 50% 的几率对目标造成眩晕效果，持续5秒钟。流光，攻击力提升 50%， 移动速度提升 50%， 攻击速度提升 30%， 持续1分钟。妖猫本命，气血低于 10% 时将会幻化出一个本命分身，属性为本体的 50%， 本身不灭，本体不死。同时在本命分身存在期间，本体的双防提升 100%， 持续3分钟。传奇的尊严，受到任意伤害时强制格挡3000点伤害，气血低于 20% 时气血恢复速度提升 300%。 这 BOSS 的属性让叶枫心中一沉，足200万的气血，还有上千的双防，甚至还有4大技能，堪称恐怖。他尝试性的挥出一剑，-47700，碾压伤害。见此，叶枫松了口气，
还能打出碾压效果就好。虽然最终的伤害被 BOSS 格挡掉了3000点，但以叶枫的输出来说，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叶枫就这样控制着距离，不停的攻击，直到来到了10米范围内，他眼神一凝，暴雨剑法发动，4道剑气接连爆发 ，BOSS 的血条瞬间下滑。在这样猛烈的攻击下 ，BOSS 庞大的身躯摇晃不止。4剑过后，叶枫足足打出了60万点的伤害，而 BOSS 的血条也下去了将近1/3，再来2个技能就能解决。就在叶枫觉得传奇级 BOSS 也不过如此时，一道炫目的粉色光芒从他身上飘起，下一刻，他面前的 BOSS 身影已经变得模糊。叶枫暗道一声不好，可已经晚了。对方以高速的移动，瞬间来到了他身侧。啊！一道比维塔斯奉献最高音还要高的 E6在叶枫耳边响起，这刺耳的高频让他头皮发麻，头脑都晕了一晕。-8300，-10375，-12450，连续3道巨额的攻击让叶枫脸色一变。即便依靠着铠甲的高法防 ，BOSS 并没有对叶枫造成法术攻击的碾压效果。但即便如此，这3下也堪称夺命。而处于眩晕期间的叶枫，则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只能眼睁睁看着 BOSS 疯狂的输出。-4150，-4150。纵然在这期间，叶枫已经连续服用了3颗不同品质的气血丹药，但也只堪堪恢复了几千点气血而已。就在他以为自己要迎来游戏的第一滴血时，金刚战铠光芒一闪，特性金刚护体发动，双防提升了100%。下一刻 ，BOSS 同样的攻击击打在叶枫身上后，-3300，赫然少了1000多伤害，但连续的2道攻击依然让叶枫的气血骤降6000多点。此时，他的气血只剩下9000点，而眩晕效果在这一刻也正好消失。就在 BOSS 再次想要攻击时，叶枫身形猛然后退，将躲过。叶枫惊出一身冷汗，但也没有慌了阵脚。趁 BOSS 动作这一缓，他拉开距离，冷静地发动了攻击。-174,930，这一剑恰巧出了暴击效果，顿时间，碾压伤害、暴击伤害、技能附带固定伤害、职业附带的间隙固定伤害一起发动，高达17万多的伤害数字从 BOSS 头上飘起。同时，+3498，叶枫头上也飘起了一个绿色的数字，这是银血界自带的特性。说起来，叶枫还是第一次触发。而在叶枫变换身形，接连对 BOSS 造成伤害后，他依靠不断的吸血，也慢慢将自己的气血恢复了一部分。控制了攻击距离后，叶枫重新找回了战斗的主动权，没几剑下去就出了2-3次暴击。眼看着 BOSS 的气血已经降到了50万之下，暴雨剑法的冷却还有不到10秒钟， BOSS 身上光芒再次亮起，流光。叶枫连忙就要移动位置，可还是没来得及。BOSS 的速度实在太快，3到 E6频率的高音再次来袭，叶枫的气血骤然下降，瞬间跌到了还有一丝血皮的程度。好在这次没有触发眩晕效果，叶枫在对方攻击时也是咬牙硬拼了几道攻击，硬生生将 BOSS 的气血直接打到了还剩30万。此时再慢慢恢复已经来不及，只能看谁先死了。而就在叶枫紧盯着暴雨剑法的冷却时间，在其恢复的那一瞬间，叶枫眼神一闪，想到了什么，朝着技能快速操作了下，然后直接朝着 BOSS 释放，跟你拼了。而就在他释放技能的那一瞬间， BOSS 的身形猛然变换，一个跟他一模一样的巨大妖猫代替了他原本的位置，而他的本体已经飘然来到了10米以外。妖猫本命，这赫然是 BOSS 的最终技能。哼哼哼，嘶哑的笑叫代表着 BOSS 的得意。而暴雨剑法的3道剑光已经同时落在了 BOSS 的分身上面。看到叶枫技能没有打中自己本体，而是被分身所承担， BOSS 也是狞笑着再次上前。他此时不但有着分身承担伤害，而且防御还临时提升了100%。面对已经残血的叶枫，只需要一次攻击就可以将其秒杀。就在他的身形摇晃上前飘然而来的时候，叶枫脸上却浮现了一丝诡异的微笑。第70章满级特性的强大，游戏带来的商机。 BOSS 身形一致，叶枫的3道剑光释放完毕后，打出了惊天动地的70万伤害，但分身依旧剩下30万气血， BOSS 本体也还有22万气血。就在2个庞大的身躯围剿过来，想要对叶枫发动致命一击的时候，叶枫飘飘然挥出了一剑， BOSS 不禁反喜，主动用自己的本体迎了上去。只要分身存在，自己可是享受着双防御提升100%的加成。你能奈我何？-46305，碾压效果。哈哈哈！
看到这软绵绵的一剑 ，BOSS 忍不住狂笑出声。而面对叶枫的再次一剑，则是根本没有在意。-176385。只是这一剑爆发的伤害让 BOSS 面容一僵，眼睁睁看着自己的气血瞬间被清空。而就在 BOSS 将希望的目光转向分身时，却发现分身头上飘起了一个更加夸张的伤害数字：-529155。两道光芒几乎是同时飘起，一阶20级传奇级 BOSS 双尾妖猫死。看着自己仅剩的7500点的气血，叶枫忍不住咽了口唾沫。这一战太过于惊险，而最后时刻他的大翻盘，则是来源于对于爆伤增幅灵机一动的提升。爆伤增幅卓越级6%。当你的攻击效果触发暴击时，暴击伤害提升300%，并将额外产生一次总伤害效果75%的固定伤害。你的总伤害效果的加成将不受其他伤害加成方式的影响，暴击可与其他加成同时存在。从原本的5级再次提升了1级后，触发暴击的伤害和额外增加的效果都再次提升。但这不是关键的，到达满级效果后出现了额外的效果。满级特性不死不休。被动效果，当你的当前攻击效果出现暴击效果并击杀目标时，将会对就近3个目标各自额外追加一个总伤害100%的真实伤害。如果范围内目标少于3个，则伤害会集中于有效目标。主动效果，指定释放必定出现一次暴击效果，追加效果生效。冷却时间10分钟。叶枫正是利用了这个主动效果，对麻痹大意的 BOSS 进行了指定释放，利用不死不休的效果，不但对本体打出了暴击效果，还对分身造成了额外的伤害，达成了一剑双杀的效果。这也算是他最惊险的一次挑战，差点就要挂了。好在结果是好的，你击杀了一阶20级传奇级 BOSS 级怪物双尾妖猫，你获得了30万点经验，你获得了30银加450银，你获得了工会建立凭证，你获得初阶进化时史诗 X5， 你获得了妖猫皮甲传奇，你获得了妖猫披风传奇，你获得了幽暗护腕传奇，你获得了幽暗护腕传奇，你获得了第二分身传奇，你获得了流光传奇，你获得了一阶属性果实传奇 X6， 你获得了一阶属性果实卓越 X12。 BOSS 的掉落还是很让叶枫满意，虽然没能像第一次开荒噩梦级一样出现史诗级的装备，但工会建立凭证的价值也已足够，更别说还有足足5颗史诗级的初阶进化石。叶枫估计这很有可能是自己的等级跟 BOSS 差距大带来的越级加成效果，而其余的传奇级装备偏向闪避和攻速一类，对叶枫来说也就能卖点小钱。属性果实反而属于硬通货，根本不嫌多。至于掉落的2本技能，第二分身的效果叶枫觉得一般，倒是流光的效果让他十分心动。 BOSS 2次使用可都对他造成了几乎致命的伤害，效果拔群。他决定找机会好好将其合成提升一番，想必会更好用。这次通关副本，叶枫耗费了整整40分钟，堪称艰难，只得到了一个 A 级评价，没有额外的物品奖励。叶枫自觉再刷一次，即便有所提高，最多也就是 S 级，就暂时放弃了第2次的噩梦级难度，而是快速又将简单级和困难级刷了一遍，刚好将经验单剩余的时间利用完毕。而2趟副本下来，得到了1000万的经验，算上噩梦级的1200多万，他目前剩余的经验足足有2500万。而2次副本除去海量的装备和技能书，属性果实也是狠狠地搜刮了一波。叶枫此刻也是来了兴致，又好好合成了一番。消耗了足足70多颗各种品质的属性果实后，他又合成出了2颗成品，一起使用后总计给他增加了520点自由属性点。他先加了200点敏捷，发现算上装备加成的敏捷点数已经超过了1000点，这个点数好像有点特殊意义。时间久远，他一时有点想不起来了，就没有在意，将剩余的320点加到了力量上面，因为有着装备的额外伤害加成，伤害再度暴涨了1024点，直接来到了6464点。今日的合成次数已经消耗完毕，一阶的副本也全部刷了2遍。叶枫也感觉到了一丝疲倦，将新打出的工会建立凭证选择了拍卖方式后，又在工会仓库放了点1阶5级和1阶10级的卓越级装备，甚至还放了几件1阶10级的传奇级装备，引发了工会成员们的阵阵惊呼。看着大家情绪高涨，一起组队打怪，一起同行跑伤的热闹情境，叶枫也放心了，跟高飞和马鹏路打了个招呼，就选择了下线。不一小会儿，2人也是相继下线，来到了他的房间。一见到叶枫，高飞就激动不已，哥，这游戏也太好玩了，
我那职业更是暴力的一批，带着工会的人刷副本就是一个速度。马鹏路也是眼露惊叹，这游戏的玩法确实不错，很有前途。叶枫见两人玩得很有兴趣，也是没有瞒着他们，将自己拍卖了2枚工会建立凭证的事情说了出去，引来了两人的震惊。啥？一个游戏道具2000万？高飞瞪大了双眼，自己卡上那几千万本来觉得够逍遥自在了，这么一看也就买几个道具而已。马鹏路则是双眼放光，投资出身的他马上就嗅到了商机。本来只是陪兄弟打发游戏的游戏，居然有着这么大的经济价值。他仔细回想着自己在游戏中获得的一些物品，跟着叶枫快速崛起，轻松获得的这些东西一个个实际都价值不菲。他只是大概估算了下，就得到了一个结论：自己一身装备和技能价值不低于100万。这个发现让他吓了一跳，再想到叶枫游戏中隐隐第一人的实力，以及他获得的隐藏职业，难道无意间自己又发现了一个风口？马鹏路沉思了起来。第71章，强大的传奇级技能。马鹏路并没有思考太久，出于对叶枫的信任，他决定正式开始全身心投入这个游戏，将其作为一项重要的投资来做。退一步来讲，就算投资失败了，他之前也已经变现了足够多的现金，足够后半生衣食无忧了。做好了决定，他准备跟一帮兄弟各自回家一趟，看下父母和亲人，再回来跟叶枫一起搞。高飞这里就简单多了，他本身就喜欢玩游戏，现在还是跟自己的好兄弟一起玩，甚至还有机会赚钱。他也急匆匆地坐上了回家的飞机，要回去给家里人打个招呼，陪两人聊完，一起吃了个饭，甚至3人还去 KTV 唱了个歌。闹腾了一番后，叶枫也感觉自己的心情轻松了不少。休息完毕后，他再次进入了游戏。这是全新的一天，合成次数刷新，副本次数也再次刷新。叶枫感受到了新的挑战，他先将厨艺阶20级噩梦难度外的副本全部清理了一遍，倒是1多半的时间都花在了赶路上，花费了足足3个小时，但收获也是丰厚的，500多件各种品质的装备，直接被他分批打包出售给了帝王海哥。对方刚建立工会，正在飞速扩张，急需大批装备。对于叶枫的援助，他感激万分，也是慷慨地给出了足足300万的高价。当然，这不包括单独卖给他的几件传奇级和卓越级的装备，再加上3颗传奇级属性果实，叶枫一共收获了500万。这个收入虽然不如工会凭证那样夸张，但毕竟是细水长流的，叶枫也还算满意。在前往各个副本的过程中，叶枫在野外也只看到3只 BOSS， 有2只已经有团队在打，他也没有凑热闹。只有1只一阶10级卓越级的 BOSS 没有被人发现，他一个暴雨剑法将其秒杀后，居然收获了一本不错的技能：风驰电掣，品质卓越级，最高等级6级，消耗800点法力值，移动速度增加 20%， 持续3分钟，冷却时间30分钟，可在战斗中使用。这个技能的效果比较简单，只有增加移动速度一项效果，哪怕提升到6级满级，也才增加 32% 的移动速度而已。对于一般玩家来说，远不如一个增加输出的攻击技能。但叶枫主要看重的是可以在战斗中使用的效果。他单刷了好多次的副本，深知速度的重要性，尤其是他现在作为一个远程职业，速度更是施法距离下的最关键因素。提升幅度小，对他来说根本就不是事。今天的200次合成次数可还没动用呢，包裹里也有足足200多本卓越级的技能和7本传奇级技能，足够他造了。你使用风驰电掣卓越与魔法冰盾卓越进行了合成，你进行了一次正常的合成，熟练度+1，你合出了风驰电掣卓越。选定了主物品，叶枫连续进行了3次合成，可运气比较一般。3次过后，这本技能依然是卓越级，持续时间没有变化，移动速度提升到了 50%， 但消耗却提升到了2000点法力。换一般的非法系职业，甚至会面临法力值不足无法释放的尴尬。不过叶枫即便没加过精神，依靠装备的加成，也有接近4000点法力，自然是没有这个问题。他又埋头合成了2次，就在第5次的时候，终于有点变化了。你使用风驰电掣卓越与极速射击卓越进行了合成，你在合成中出现了非常幸运的大暴击，100%提升2个品阶，熟练度+100。该物品在目前阶段最高可合成上限为卓传奇级，无法再次升阶。该技能的特性发生了部分蜕变，你合出了风驰电掣传奇。叶枫眼神一亮，不但出暴击升阶了，而且是连升2阶，等于让传奇级的技能又蜕变了一次。他迫不及待地看向了新的技能：风驰电掣5，品质传奇级，
最高等级7级，消耗3000点法力值，移动速度增加100%，持续5分钟，冷却时间30分钟，可在战斗中使用。在技能激活过程中进行攻击，将额外增加30%的射程补偿。叶枫瞪大了眼睛，不但能在战斗中使用，还能让自己的射程变远，就算持续时间也变成了5分钟。这次的蜕变太有用了，他马上又拿出了2本传奇级技能，连续与其合成。最终，这本已经达到合成上限的技能，效果就连叶枫都有点不可置信了。风驰电掣7，品质传奇级，最高等级7级，消耗5000点法力值，移动速度增加200%，持续5分钟，冷却时间30分钟，可在战斗中使用。在技能激活过程中进行攻击，将额外增加60%的射程补偿。而这次的合成让他尝到了甜头，索性将之前一阶20级噩梦级副本刷到的那本流光也拿了出来。流光，品质传奇级，最高等级7级，消耗1000点法力值，攻击力提升30%，攻击速度提升10%，持续1分钟，冷却时间30分钟。虽然这本技能比 BOSS 身上自带的效果减弱了一大半，甚至还少了提升移动速度的一项，但对于已经有了风驰电掣的叶枫来说，反而没什么影响。他看重的是同时提升攻击力和攻击速度的选项。只剩5本传奇级技能书不够合成，叶枫又用10本卓越级技能随机合成了2本传奇级技能，用这7本直接将流光的合成次数直接上满。而在最后一次也是同样幸运来了一次蜕变。流光7，品质传奇级，最高等级7级，消耗5000点法力值，攻击力提升100%，攻击速度提升50%，持续3分钟，冷却时间30分钟。技能效果期间暴击率提升20%，仅仅只有1句话的蜕变效果让叶枫大喜过望。初始效果就有20%，要是提升到满级呢？他前面刷完了一阶地图的9次副本，积累了上千万的经验，算是之前的足足有4000多万，自然是毫无不犹豫将2门技能进行了学习。曾经100万经验的学习需求让他高不可攀，如今却是轻松不已。可学习完技能后，叶枫却陷入了一种尴尬。他如今的法力值上限只有3800点，2门技能的初始需求就有5000点，难不成要加点精神？叶枫有些纠结。第72章1阶地图通关了，2阶还会远吗？想了想，叶枫还是没有在属性点上投入精神来增加法力，而是在藏宝阁寻觅了一番，最终入手了16件1阶5级的头盔，挑选了一件增加精神和法力的作为主物品，然后就是一顿合成。魔法密盔5，品质卓越，需求等级1阶5级，物理防御加150，精神加100，法力值加4000，法力值上限正20%。虽然这件装备相比较叶枫身上其他的有些寒酸，连个特性都没有，但换上以后，叶枫的法力值直接来到了15240点，2门新学的传奇级技能都能正常释放了。叶枫也有了信心，直接进入了1阶20级的副本。难度噩梦级，前面2关在暴雨剑法强大的秒杀能力下依然是轻松度过，而使用2次技能消耗了6000点法力。等到将第3关的小怪和头目清理完毕后，叶枫看法力还没有恢复满，直接使用了一瓶高级法力药水，瞬间恢复了3000点法力。这药水有着足足10分钟的冷却时间，叶枫也是在这样的关键时刻才拿出来使用，法力值直接拉到了1万以上。叶枫接连开启了2门技能，刷 BOSS 还没来得及动作，叶枫的身影就消失不见了，一道伤害瞬间在 BOSS 头上飘起，负10万零2340。虽然面对 BOSS 足足200万的血量，这个幅度也只是让血条稍微下去了一点，但叶枫却激动了起来，这技能的效果够强。 BOSS 骤然受到袭击，狂吼不止，可环顾四周却看不到叶枫的身影，反而又受到了叶枫超远距离释放的剑气，负10万零2340，负10万零293，暴击，这次还打出了暴击效果，甚至后面紧跟的技能附带的固定伤害和天赋的剑气伤害又带走了15万多的血量。 BOSS 的血条再下一截，这下 BOSS 真的有点慌了，唰，身上一道光芒亮起，发动了流光，他眼睛血红，嘶吼连连，还没看到敌人就接连遭受重创，这是他不能容忍的。可是当他在增加了50%的移动速度下，却依然跟不上叶枫的步伐时， BOSS 感受到了一丝心悸。果不其然，叶枫等待的就是这一刻，趁着法力值回到了3000点之上，暴雨剑法
再次发动，连续4道剑气同时飘起，超过100万的血量让 BOSS 的血条瞬间低到了谷底，同时头上不断闪现绿色光芒。传奇的尊严被触发，气血恢复速度提升了300%。可即便如此，叶枫技能激发之下，攻击速度实在太快，仅仅不到1秒钟 ，BOSS 的气血直接快要见底。一个隐约的身影从 BOSS 身体中浮现了出来，本命分身也被动触发了 ，BOSS 本体的双防提升100%。可还没等他来得及高兴，叶枫的剑气没有丝毫阻碍的再次杀到，负82460，负78566。虽然 BOSS 防御翻倍，但叶枫的2门辅助性技能还在生效，提升的攻击下依然可以轻松的打出碾压效果。叶枫已经来过一次副本，自然知道 BOSS 这个技能的恶心之处，索性放弃了对方本体，直接朝着分身就是一顿输出。在超快的攻击速度下， BOSS 连攻击技能都没能释放出来，分身就被叶枫轻松攻破。最终仅仅坚持了不到了2分钟，这个之前还让叶枫十分棘手的传奇级 BOSS 就被快速的击杀了。叶枫甚至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你击杀了一阶20级传奇级 BOSS 级怪物双尾妖猫，你获得了30万点经验，你获得了30银加450银，你获得了妖猫护腿传奇，你获得了妖猫披风传奇，你获得了妖魔杖传奇，你获得一阶项链配方卓越，你获得了一阶属性果实传奇 X5， 你获得了一阶属性果实卓越 X10。 恭喜你通关一阶20级噩梦级副本。这次没有史诗级进阶时的存在，让叶枫有些遗憾，掉落的装备比起第一次也少了很多。不过项链配方倒是个意外的惊喜，在额外奖励上他自然选择了项链配方和属性果实。由于不是第一次通关，只有平价奖励，不过2份配方的合成给了他一个巨大的惊喜。你在合成中出现了无敌幸运的超级暴击，100%提升3个品阶，熟练度加1000。该物品在目前阶段最高可合成上限为传奇级，无法再次升阶。该物品的效果发生了部分蜕变，你合出了一阶项链配方。一阶项链配方可打造品质优秀传奇，可打造次数2000次。虽然没能像戒指配方那样是永久的效果，但2000次也足够叶枫用了。何况可打造的品质最低就是优秀级，也算是一种补偿了。更让他惊喜的是，随着这次超级暴击，他的天赋再一次升级了。 SSS 天赋万物合成，等级5，可合成次数578-500，熟练度0.10000，特殊效果，合成次数当日未使用完毕，将会自动累积到下1日，累计上限为可合成次数上限的10倍。这下叶枫彻底乐了，这效果给力，以后当天要没有适合合成的东西，就可以将合成次数累计了。有好东西，一次性合。叶枫有些激动，看来自己的兔脚马上就可以开搞了。走出副本，他在原地待了一会，等到法力值恢复满，才再次进入副本。有权限就是这么豪横。这次他花费了更少的时间就再次通关完毕。可惜的是，这次再没有配方掉落。好在有5枚史诗级进阶石，经过 SSS 级评价的可选加成也变成了10枚，背包里更是又多了几十件装备，以及好几本技能书。虽然已经给帝王海哥售卖了大部分的装备，但各种预留的技能书、属性果实和一些杂物，还是让装备2份合成后的小荷包，有着800多个格子空间的背包都成了一多半。对于计划要探索2阶地图的叶枫来说，剩下的空间肯定是不够用的。他有心回城清理一趟，可看着副本外不远处的地图屏障，却有些心痒痒。1阶地图自己基本算是通关了，这2阶就在眼前，来回跑一趟再来有些浪费时间啊。就在这时，他的好友栏闪烁起了一道消息。第73章天赋升级。什么叫无限空间啊？消息是欧质子在世发过来的，里面是一个道具的截图，问叶枫有没有需要。初阶小荷包配方，可打造品质普通优秀，可打造次数500次。虽然欧质子在世有些不好意思，觉得这配方的可打造品质太低，觉得配不上叶枫高超的打造水平。当叶枫知道欧质子在世居然有3张这样的配方，他索性全部要了过来。要给对方钱，欧质子死活不要，叶枫只好承诺打造出好品质的，送他几个。拿到了配方，叶枫又在藏宝阁上寻觅了一番，幸运的又找到了1张。4张配方在手，他合成起来也稍微有了点底气。而经过2次合成后，配方发生了变化。初阶小荷包配方，可打造品质
稀有卓越，可打造次数2000次。特殊效果，打造出卓越品质时将会返还消耗的全部活力。虽然不像戒指配方和铠甲配方那样提升大，但作为一件特殊部位的道具也算是不错了。配方只需要单一的一种黑岩矿石，并不难找。从欧质子在市那里买了一批后，叶枫就开始了打造。作为特殊装备，小荷包的打造需求非常高，50点活力值才能打造一次。你的活力不足，无法打造。仅仅打造了5件，系统提示就弹了出来。同时弹出的还有天赋升级的提示：巧夺天工，等阶4/1000，打造时活力消耗减少 50%， 打造时消耗时间减少 50%， 特殊打造时出现高品质的概率增加 50%， 每日可使用的活力恢复类道具上限增加 100%， 提升到4级的巧夺天工，不仅打造的消耗再次降低，甚至又多了一个特殊效果。按普通玩家每日最多使用10瓶活力药水的话，叶枫就能使用20瓶，并且叶枫使用的还是经过合成后的20瓶，能够增加的活力要比普通玩家多出太多。他这下来了兴趣，恨不得一下子把这2000件全部打造完，彻底解决背包的问题。奈何身在野外，没办法回城购买活力药水，他索性打开了藏宝阁搜索，在几页的小型活力药水的出售者里，却看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神域小柔。他心中一动，发过去了一个消息：你还有更高品质的活力药水吗？暂时没有，会长。更高品质的配方和材料都需要1阶以上的地图才产出，现在游戏里没有这种东西。叶枫若有所思，记了下来。藏宝阁出售的活力药水要比 NPC 店铺的价格稍微便宜一点，叶枫索性就开始扫货，边购买边合成，花费了5万多铜币购买了100来瓶，以及消耗了84次合成次数。叶枫成功的合成出了25瓶道具，其中有20瓶卓越级，平均每瓶能增加300点活力。直接使用后，让叶枫临时活力上限达到了6000多点，还有5瓶传奇级补充到了之前合成的一件道具里，可再生活力神水，品质传奇，使用后恢复500点活力值，储存上限28005000，可使用同品质道具补充，储存活力随时使用，无使用次数限制，足足8000多点活力上限。叶枫开始了打造，在天赋的加成下，每件打造的活力消耗从50点减少到了25点，而消耗的时间也从6分钟减少到了3分钟。虽然配方的品质不算高，没有特殊打造的选项，无法触发相应的概率，但在叶枫花费了3个小时，足足打造了60件后，也算是小有收获。坚韧的小荷包，品质卓越，位置特殊，耐力加10点，气血加200点，背包格子加100。这样卓越级的足足有20件，代表着有1/3都打造出了配方的最高品质，让叶枫都有些惊讶。看来这天赋的隐形加成还是不小。他按照之前的承诺，先给欧质子在世邮寄过去了3个卓越级，对方则是连连惊呼太珍贵了，以为叶枫把所有的卓越级都给了他。直到叶枫一再保证自己还有，对方才千恩万谢的收下剩余的17件卓越级，以及30件优秀级和10件稀有级。叶枫一一对应进行了合成，最终合出了一件属性不错的、精力充沛的小荷包5，品质传奇，位置特殊，体力加50点，法力加2000点，法力恢复增加100%，背包格子加800。相比较叶枫身上原有的那件的传奇级小荷包，这件基础属性增加的数值更多，还是他目前急需的法力上限和恢复速度。背包格子更是比之前多出100多点。他刚准备将另一件优秀级的小荷包换下来，突然想起来，自己等下是要去2阶地图的，破障勋章是必带的，还有一个位置是幸运的兔角，小荷包只能带一个。想到这，他心中一动，直接将2件小荷包放在了一起，搞起来。光芒闪烁间，叶枫的呼吸急促了，好像光芒颜色有变化。他连忙打开了背包，永无止境的小荷包6，品质史诗，位置特殊，体力加150，精神加150，气血加5000点，法力加5000点，法力恢复速度增加 100%， 气血恢复速度增加 100%。 无限空间，获得基础5维属性点数值的背包格子空间，果然是史诗级。叶枫咽了口吐沫，气血法力双加，恢复速度双双提升，已经让他很是满意。而唯一的一个特性更是让他双眼发光。他将其装备上后，迫不及待看向背包空间，显示着3192。初始的背包空间是100个格子，剩下的3092
正好就是他目前的5维属性点的总和。而随着他属性点的增加，背包格子的空间也会相应的提升。叶枫长舒一口气，甚至想大笑几声，以后总算不用发愁打到东西没地方放了。既然这装备如此给力，叶枫也在什么发愁的了。朝着地图边缘发红的位置踏了过去。2阶地图，我来了。第74章，丰厚回报。越阶的感觉就是这么爽。叶枫身上的破障勋章微微发着光芒，踏过了河流的边缘。你进入了2阶地图，你第一个发现了2阶地图，获得了2点权限点。你第一个越阶发现了地图，获得了3点权限点。刚刚来到新地图，还没来得及看看周围什么样，叶枫就接连看到了几条系统提示：5点权限点到手，美滋滋。看了眼面板，有13点权限点，距离要提升已经学习的副本权限还差7点，得研究下还有什么地方可以获得权限的。叶枫如此想到。嗡！一道沉闷的声音从远至近传来，叶枫连忙侧身避过，看到了不远处一个人形弓箭手正拉开手中的弓箭，不善地看着他。叶枫丢了个探查术过去。密林弓手，等阶普通，等级2阶5级，气血25000，攻击2000，防御600。虽然对方气血不高，但这个攻击和防御还是让叶枫有些惊讶，这都快比得上1阶20级的传奇级 BOSS 了。进阶的提升可见一斑。不过叶枫也没有在怕的，只是随意后退了2步，就逃脱了对方的攻击范围，反倒是随意的一道剑气挥出，就将其秒杀了。你获得了350点经验。你越20级完成了击杀，额外获得了400%的经验。你越阶完成了击杀，额外获得了100%的加成效果。工会增益效果生效，你额外获得了630点经验。你最终获得了3780点经验。叶枫眼神一缩，在越级和工会的效果下，经验居然足足翻了10倍。也就是说，自己打一只怪物，相当于其他玩家打10只，基本已经将获得9星级职业带来的负面效果抵消了。而更为关键的是，这才只是2阶5级的普通怪物而已。如果是2阶10级、2阶20级，甚至是更高等级的头目级 BOSS 级怪物呢？叶枫嘴角微微扬起。这2阶地图来对了。而在他冲入2阶5级所在的怪物聚集地后，击杀了一只头目级怪物后，这样的想法就更加确定了。18900点经验。要知道，普通玩家从1阶3阶提升到4级，也只需要16900点经验而已，需要足足击杀130只同等级的怪物。叶枫越阶击杀效率提升了何止100倍，而且这还是没有使用经验单的情况下。想到这，叶枫给欧质子再次发了个消息，对方很快就发过来了一封邮件，里面全部是初阶经验单，12颗稀有级，6颗优秀级，4颗卓越级，甚至还有1颗传奇级。初阶经验单，品质传奇，获得的基础经验提升300%，持续120分钟，每日使用上限3。2阶地图及以下生效。相比于叶枫之前见过的优秀级和卓越级，传奇级的不光是获得的经验提升幅度更大，持续的时间更长。至于数量的限制，对于叶枫来说倒不是问题。他将其他品质的全部合成了一番后，堪堪合出了一个传奇级和卓越级。卓越级的提升500%经验，持续2小时，而传奇级的持续时间却高达6小时。叶枫将其与这颗初始的合成后，得到了一颗全新的经验单，强化经验源泉4，品质传奇，获得的最终经验提升1000%，持续12小时，可随时暂停和启用。3阶地图及以下生效。虽然依旧是传奇级，但提升的是最终经验。叶枫之前也可是享受过这样的好处，知道这个效果的强大。而高达12小时的持续时间，以及随时可以暂停和启用的效果，更是让他十分满意。正好清理了刚才的怪物后，又看到了一只身着法袍的人形怪物。叶枫直接将强化经验源泉使用，在对方挥动法杖前，率先挥动了手中的剑。高达1241点敏捷的出手速度下，眨眼间剑气就在对方头上炸开，好几道伤害数字同时飘起。这个看着装备精良的怪物直接倒下。你击杀了2阶10级头目级怪物密林法师头领，你获得了2000点经验。你越25级完成了击杀，额外获得了500%的经验。你越阶完成了击杀，额外获得了100%的加成效果。强化经验源泉生效，你额外获得了22万点经验。工会增益效果生效，你额外获得了48400点经验。你最终获得了290400点经验。叶枫看了眼自己升级所需要的经验值，256000点，这还是特殊职业下10倍的所需。
一只怪物就能升级，叶枫都有些惊到了。越阶打怪简直恐怖如斯。而除了经验，你获得了3银5000铜币加52银5000铜币，掉落的铜币也是堪比副本中一阶10级卓越级 BOSS 的收获，可谓是双喜临门。除此以外，还掉落了几件装备：密林法杖，品质优秀，需求等级2阶10级，法术攻击加330，体力加30，精神加30。一般来说，头目级的怪物大概率掉落普通品质的装备，小概率掉落稀有，优秀品质的概率甚至不到1%。叶枫可能是有着越阶和越级的隐性加成，以及幸运兔角的提升，才有这样的收获。而这件仅仅为优秀品质的法杖，攻击力和双加已经超越了一阶20级传奇级的武器，只不过属性条数有点少，总体来说还是比不过，但也让叶枫意识到进阶后的各方面提升之大。不过他全身身穿合成后的装备以及超越品质的技能，对2阶的怪物并没有什么惧怕的。捡取了怪物的掉落后，就马不停蹄地开始清场。这一片区域里游荡的怪物基本都是2阶5级和2阶10，最强的如同刚才的密林法师头领一般，虽然攻击高达3500点，防御更是有1150点之多，估计目前大部分的玩家的攻击都无法对这只头目造成破防，而玩家的防御却很有可能被对方打出碾压伤害，可谓是根本碰不了一点。哪怕是叶枫被对方打到，也会造成不小的伤害。好在他有着武器的2个减少防御的特性，还是可以照常对其造成碾压性伤害。毕竟对方基础属性再高，也只是一只头目而已。技能方面比起 BOSS 就弱了很多，气血更是只有10万点。叶枫只要能打出暴击，必定可以造成秒杀。所以这些头目夹杂在普通怪之间，几乎对他来说没什么区别。剑气充斥在一群怪物之间，清理得非常快。就在叶枫击杀完最后一只一阶10级怪物的时候，一条系统提示的出现让他心中一跳：你在1小时以内击杀了超过100只高于自身等阶的怪物，激活了隐藏任务越级的天才。第75章，什么叫天才啊？就是干！看到提示，叶枫连忙打开了任务栏。越级的天才，同等阶里的较量已经让你索然无味，独揽众山小的实力促使让你向更高等阶的敌人发起了挑战，激发出自身的潜力，勇于跟更加强大的敌人战斗吧。这样的经历会让你受益终生。该任务为隐藏任务，任务失败时获得阶段性奖励，全部完成后将会获得唯一性特殊称号。初级阶段，击杀高于自身等阶的100只普通怪物，时间限制1小时内，完成进度100-100普通怪物。你已完成该任务的初级阶段，是否激活下一阶段？虽然不知道这任务的具体奖励是什么，但在前世他可是没听到关于这个任务的任何消息，要么是有人完成没有对外宣布过，要么就是没人能够全部完成。叶枫更倾向于后者，毕竟这个初级阶段的要求就足够困难了。如果在中后期玩家的装备和技能追求极致的话，有可能能尝试下。现阶段的话，除了他估计没人能完成。又是隐藏任务，又是完成后有唯一称号的，叶枫自然不可能拒绝。接受，该任务已更新。叶枫再次打开任务栏，在原本完成的初级阶段那里看到了新的内容。中级阶段，击杀高于自身等阶的1000只普通怪物，5只头目级怪物，时间限制6小时内，完成进度100-1000普通怪物，2/5头目级怪物。任务虽然只是提升了一个阶段，但难度却提升了一大截。好在现在2阶地图只有他一个玩家，漫山遍野望去，所有的怪物都没人跟他抢。叶枫畅快地开始了无差别的扫荡。1阶20级普通怪物，4万血挡不住一剑。1阶20级普通怪物，5万血随意一剑，还有伤害溢出。哪怕是这2个等级的头目，分别也只有18万和25万的气血而已。对于叶枫来说，也就花费个几剑的功夫而已。唯一遇到的一只 BOSS 还只是1阶20级卓越品质的而已。虽说2200点的防御有点抗造，以叶枫武器的双重 buff 下都没能造成碾压伤害效果，但在他开启了流光后，就完全不是问题了。以对方35万点的气血，叶枫甚至连暴雨剑法都没有动用，就轻松将其击杀了。你击杀了2阶20级卓越级 BOSS 怪物密林3当家，你获得了4000点经验。你越35级，你越阶，你最终获得了739200点经验。你获得了11银2000铜币加168银，可能是首杀的原因。这只 BOSS 还掉落了一本传奇级的技能和一件传奇级的武器，简直是超常发挥。2阶20级传奇品质的武器，伤害已经高达1200点，附加的基础属性点也有80点。
不过比起叶枫身上装备的史诗级，还是有一定差距。何况风与雷动剑的2个特性优先度都很高，可以对2阶的怪物生效，降低其防御。叶枫暂时也没有更换的打算，除非要面对3阶怪物，特性效果减弱，到时候再随机应变了。随着这一大片区域内唯一一只 BOSS 的死亡，其余怪物已经对叶枫完全无法造成任何威胁。他索性来回奔走，疯狂地引怪。虽然他的防御不算太高，只有1200点，这些动辄 2.3000 点攻击的怪物都能对他造成伤害。叶枫身上不断飘起上千的伤害数字，可在他戒指上阴血的特性下，以他目前出手起码5万点的伤害，每次最少也能吸收1000多气血。要是将怪物秒杀，更是能吸取将近2000多点。再加上他的攻击速度又极快，所以虽然看起来他每一刻都同时受到着无数怪物的攻击，但在他不断的出手下，气血却一直维持着满值的状态，可谓是又刺激又安全。就这样，在任务时间刚刚过去2小时的时候，你已完成该任务的终极阶段，是否激活下一阶段？叶枫神情一震，来了，接受。该任务已更新。叶枫打开任务栏，高级阶段，击杀高于自身等阶的10000只普通怪物，20只头目级怪物，3只卓越级 BOSS 怪物。在时间限制内击杀更多数量、更高品质的怪物，将有极小概率触发终极阶段挑战。完成后将获得神秘奖励。时间限制12小时内。完成进度：1/1普通怪物，2/2头目级怪物，1/2卓越级怪物。这次任务的更新，不但是怪物的数量和难度继续提升，还多了一个触发终极阶段挑战的机会，让叶枫来了点兴趣。12小时的限制，叶枫感觉问题不大，正好他合成的经验源泉持续时间还有10小时过一点，算上暂停寻找怪物和引怪的时间，刚好能在任务限制时间里杀怪的时候全部享受上经验加成，又能做任务，又能刷经验，岂不妙哉？充满了动力的叶枫开始在旷野中奔跑起来，飘逸的身影宛如游龙，不断在怪物堆中穿梭而过。而每当引怪完毕，剑气呼啸之下飘起的阵阵白光，以及怪物的不甘嘶吼，让他的身形显得气势十足。高额的经验和金钱的收获，无数的高阶装备和不同品质的技能书的掉落，让他时时刻刻充满着动力。而在任务开始第5个小时的时候，他就已经完成了高级阶段的任务，提前7个小时就完成了高级任务的阶段。但他并没有选择提交，而是继续寻觅着。这么大的地图，不会连一只传奇级 BOSS 都没有吧？而就在他又多击杀了上千只普通怪物和好几只卓越级的 BOSS 后，终于叶枫碰到了他的目标，一只浑身散发着白色光芒的阴身怪物。他的身影虽然巨大，但是移动速度极快，叶枫在不开启技能的情况下，也只是勉强能看清对方的动作。叶枫猜测对方的敏捷一定很高，处于谨慎，他并没有贸然冲上去，而是先丢了一个探查术。追风人面鹰，品质传奇级 BOSS， 等级2阶30级，气血500万，法术攻击1万，物理防御3000，法术防御3500。风之骄子，风之主宰，破甲锋刃。传奇的尊严，受到任意伤害时强制格挡5000点伤害，气血低于 10% 时气血恢复速度提升 500%。 虽然这 BOSS 只有4个技能，但有3个就无法探查到具体信息，只有传奇的尊严作为曾经叶枫探查过的技能能看到，其效果还比当初一阶传奇级的 BOSS 强出不少。除了技能的神秘莫测和强大，对方基础属性更是达到了一个恐怖的地步，让叶枫感受到了不小的压力。他尝试性的往前一步，负18746，一道淡绿色的光芒瞬间打在了叶枫身上。与此同时，一个高额的伤害数字同时跳起，叶枫吓了一大跳。这 BOSS 的伤害效果如此之高，他看了下自己的法防，只有可怜的600多点，才明白这是被对方打出了碾压效果的伤害。而更让他心惊的是， BOSS 的攻击距离居然比自己还远。他瞳孔微缩，感到了一丝不妙。这么说的话，不但自己的防御和气血有些扛不住，甚至战术上还会被对方放风筝。叶枫有些不甘心，直接开启了流光和风驰电掣。在2大传奇级技能的加持下，叶枫往前奔走间已经连连劈出几剑。负103840，闪避，闪避，负103840，连续4道剑气倾泻而出，却只有2道造成了伤害。连续2个闪避的字样让叶枫心中一沉，他心中已经有了退意。而受到了伤害的 BOSS 似乎有些生气了，恍如人脸一般的脸庞上浮现了一丝怒气。在叶枫的注视下，
BOSS 身上突然亮起了一道深绿色的光芒，下一刻，他的身影就直接出现在了叶枫身前。什么鬼？叶枫大吃一惊，这是什么速度？他来不及躲闪，连忙同时做出了几个操作。首先，他喝下了一瓶合成代用的超强恢复药剂，气血瞬间恢复了上限的 20%， 加8200。紧接着，加410，每秒恢复 1% 气血的持续效果也开始生效。同时，他直接发动了暴雨剑法，将其一股脑朝着 BOSS 的身上丢去。-252331， -312559， -364478， -420552，足足130多万的伤害，让 BOSS 的血条瞬间下去了1/4。还要多久？可叶枫顾不上惊喜，因为就在他暴雨剑法命中对方，将其造成眩晕效果的时候， BOSS 的攻击也同样命中了他。-37492，这一记攻击直接让他的气血瞬间见底。更夸张过的是，还有持续的伤害不断的飘起。-3749， -3749，每1秒钟就有一道伤害从叶枫头上飘起。当金刚战铠的特性激活，他的双防增加了 100% 后，这个伤害的数值居然都没有任何变化，还是固定伤害。叶枫心情跌到了谷底，他依然没有放弃。他趁着暴雨剑法触发的眩晕效果生效的持续时间里，不断朝着 BOSS 输出，靠着饮血的特性慢慢将失去的气血补回来了一部分。但在 BOSS 超高的闪避下，并没能造成决定性的伤害。眼看着眩晕效果还有1秒，而 BOSS 的气血才刚刚掉下去不到一半，叶枫果断收手，打不了。就在 BOSS 恢复行动的那一瞬间，叶枫已经后退到了几十米以外。看 BOSS 还做事要追赶的样子，他趁着流光的效果还在继续后退，这才让 BOSS 停下了脚步。虽然自己果断的行为保住了性命，但叶枫的脸色却一点都不好看。这 BOSS 不同于之前对付的那些 BOSS， 不但速度快，而且闪避高，攻击更是高的吓人，自己各方面碾压同阶玩家和怪物的属性根本难以抵挡。而经过刚才短暂的交锋，他也大概摸清了 BOSS 不显示具体效果3个技能的作用：一个伤害极高还带着100%固定伤害的攻击技能，一个应该是增加闪避几率的技能，至于是主动还是被动就不知道了，以及增加速度具备闪烁效果的主动技能。对方这几大技能机动性实在太强，以叶枫战无不胜的速度和攻击距离完全被压制。说实话，要不是他的暴雨剑法在多次合成后经过了蜕变，虽然只是卓越级，但优先度高达传奇级。面对 BOSS， 眩晕效果幸运的生效了，否则刚才的攻击之下，他估计已经死在 BOSS 的鹰爪下了。难不成要放弃这只？叶枫皱起了眉头，只是这个念头只是刚出现就被叶枫打消了。自己刚刚接到的任务里说得很清楚，只有击杀更高等阶的 BOSS 才能触发终极任务的奖励，基础要求就是卓越级了。那么只有在击杀传奇级才有看到任务的机会。即便2阶地图里只有他一个玩家，但传奇级 BOSS 寻觅起来依旧是非常的不容易。就这么放过的话，在剩余的时间里再想找到一只也不是那么容易。那怎么样才能搞定对方呢？叶枫看了看身上的装备，虽然各种品质的都有，但眼下再适合合成提升的却没有。短时间内在装备这一块他都无法有大的提升。除了装备呢？对了，技能。叶枫眼前一亮，自己新学习的2门传奇级技能可都还没有提升等级呢。在2阶地图的这几个小时，他击杀了1万多只2阶怪物，经验应该刷了不少吧。叶枫如此想到，可当他打开面板的时候，还是吓了一大跳。8亿1000万的经验，这么多的经验足够自己做任何尝试了。叶枫心中一定，开始提升。第76章，作为物理职业，法力高超是什么鬼？你消耗了200万经验，将流光提升到了2级；你消耗了400万经验，将流光提升到了3级；你消耗了6400万经验，将流光提升到了7级。技能流光已达到等级上限，满级特性已激活。技能的提升每高1级，消耗的经验就翻1倍。只需要100万经验学习的传奇级提升到满级，足足消耗了叶枫1亿2700万经验。这么多的经验，直接给1阶的玩家的话，甚至能一口气提升到4阶满级。当然，中间还有各个等阶的进阶任务，并不是如此简单，但也足以看出技能的消耗之大。在前世，很多4阶前的玩家不是学不起、买不到传奇级技能，而是没有那么多的经验去提升。纵然传奇级技能比卓越级技能要强，但5级6级的卓越级是肯定要比2级3级的传奇级要强的。所以
能真正享受到传奇级技能威能，通常都是在3阶以后了。像叶枫这样仅仅1阶就将一门传奇级技能提升到满级的，是绝无仅有。甚至能将卓越级提升到满级的，通常只有2阶玩家才能做到。消耗了自己这么多的经验，会提升到什么程度呢？叶枫期待地打开了全新的技能，流光7，品质7%，传奇级，消耗3万点法力值，攻击力提升280%，攻击速度提升140%，持续5分钟，冷却时间30分钟。技能效果期间，暴击率提升56%。满级效果，技能效果期间对目标造成秒杀，将恢复自身1%的气血和法力值。即便有着心理准备，叶枫依然被满级的流光给惊住了。这样夸张的提升幅度，叶枫心想，神话级技能也不过如此了。更别说满级效果还极大地增强了他的续航能力。只是需求的法力值让他眉头一皱，即便他已经更换了相应增加法力值的装备，以他25850点的法力值，居然连释放一次都做不到。他看了眼背包，几个小时的连续战斗，1500%的掉落加成，让他高达3000多个的背包空间都几乎要塞满了。无数的2阶装备令人叹为观止。不过由于击杀的头目和 BOSS 数目不多，技能书的数量并不多，只有10几本，而属性果实就更少了。叶枫估算了下，甚至不够合成出一颗自己适用的属性果实来。他马上给帝王海哥发了个消息，让对方帮自己大量收点属性果实。作为回报，他可以给出比市场价高10%的溢价来，甚至拿传奇级属性果实来交换也是可以的。本来帝王海哥还有些不开心，大佬让自己帮忙是自己的荣幸，溢价什么的太过分了。可听到最后一个条件，他瞬间激动了起来。传奇级属性果实，这玩意现在是绝对的稀缺品。据他所知，目前只有噩梦级副本才有较大概率掉落，但即便是他们公会里有能力挑战的，也就他们一支队伍而已。即便通关一次才有几率获得1至2颗，满足一个人的需求都不够。而且作为进阶前必须的高端物资，其他有能力获取的玩家基本也不会出手，市场上简直是有价无市。听到叶枫还能有多余的，他简直都要泪流满面了。虽然不明白为什么大佬要用传奇级的属性果实让自己收购卓越级和优秀级的，但这件事情对自己有利还是有害的，他还是能分清的。马上就让手下帮忙，不停地在世界频道上喊了起来。叶枫吩咐下去后，就打开了藏宝阁。既然属性果实这一块暂时搞不定，那就试试从技能方面下手吧。自己刚才学习了2门主动技能，可还有一个被动技能的缺口呢，看看能不能找到跟提升法力值或者精神相关的被动技能来。将搜寻的选项设置成了被动技能，品质范围选择了卓越级和传奇级。叶枫开始一个个浏览起来。卓越级技能增加50点力量，卓越级技能增加150点攻击，卓越级技能增加2%的无视防御概率，卓越级技能附带属性点和属性，叶枫一律 pass。 看似增加的幅度不小，提升起来更是效果明显，但到中后期增加的这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除非是百分比效果还能有点用，但卓越级里这样效果的实在太罕见。像之前为高飞找到的增加暴击率的，说是万中无一也不为过。叶枫继续翻页寻找，虽然这其中也有增加法力值上限或者增加精神属性点的，但都有些让他不满意。很快卓越级的被动技能全部浏览了一遍，只剩下5门传奇级技能。叶枫一眼望过去，就看到了自己所需要的法力超限，品质传奇级，最高等级7级，法力值上限提升20%，法力恢复速度提升20%。这门技能摆着足足50万金元宝的价格，对于法术类职业来说，这2个属性虽然重要，但不如直接增加精神，毕竟精神还能提升法术防御值。更何况作为传奇级品质的技能，他们更愿意选择能减少释放时间以及冷却缩减等效果的被动技能。这个技能效果虽好，但性价比不高，所以这门技能摆的这个价格根本无人问津。但对于叶枫来说，同时拥有2个百分比效果，简直太符合他的需求了。至于百分比的数值太低，合成上去不就高了吗？决定了以后，叶枫也懒得还价跟卖家拉扯，直接将其买了下来。他的背包里只有10来本卓越级技能，将其固定合成了3次，获得了3本随机的传奇级技能。看了下技能效果，都不算极品，他就拿过来直接与这门技能合成。合成了3次后，虽然依旧是传奇级，但提升的法力值上限已经达到了50%，法力恢复速度也提升到了75%。问了下帝王海哥，从对方手中买过来了20本优秀级技能和4本卓越级技能。
每5本固定提升一个品质，又合成出了一本传奇级技能。叶枫想了想，现在要想攻破强大的 BOSS， 就必须需要技能的加持，而自己合成起来的强大技能对法力值的消耗都非常高，可以说法力值就决定了自己目前的上限，属于是刚需了。这个技能一定要提升到极致。他索性打开了藏宝阁，一番采购，直接凑够了能再合成出3本传奇级技能的各种品质技能。做好了准备，他直接一口气将其合成到了最高限制的次数。而就在最后一次的时候，终于看到了突破品质极限发生蜕变的提示。叶枫有些激动地打开了背包，看到了最终的成品。法力超限7，品质传奇级，最高等级7级，法力值上限提升 200%， 法力恢复速度提升 200%。 当你增加精神点数时，非装备加成效果，你的法力值增加和法力防御增加系数将提升 25%。 虽然基础属性的增加有迹可循，但最终双 200% 的幅度还是让叶枫开心不已，而蜕变效果更是让他呼吸都有些停滞了。这效果简直逆天了！他迫不及待将其学习后，一口气就提升到了满级。法力超限7，品质7/7，传奇级，法力值上限提升 560%， 法力恢复速度提升 560%。 当你增加精神点数时，非装备加成效果，你的法力值增加和法力防御增加系数将提升 70%。 满级效果，当你增加精神点数时，非装备加成效果，你的法力值增加和法力防御增加系数将提升 30%， 并将获得远程法术系精神点数上限的隐藏加成效果。满级后的效果更是强得吓人，基础属性不用说，跟一开始的幅度相比，简直是天上地下。法力上限的提升让释放技能更加从容，而 560% 的法力恢复速度提升，更是让他的续航能力大大增加。更为关键的是，精神点数提供的系数直接提升了1倍，也就代表着叶枫以后增加1点精神点数，能增加100点法力值和3点法术防御，甚至比得上有些法术类职业的 A 级天赋效果了。而获得点数上限的特殊效果，更是让他差点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恨不得马上加上几百点精神尝试一番，只是现在没有足够的属性果实去合成，这个效果究竟如何，只能等后面再一探究竟了。打开面板，叶枫看到了自己法力值的变化，170610，足足17万的法力值，释放满级的流光绰绰有余。叶枫估计，哪怕是目前等级最高的法术类职业，全部精神加点应该都达不到这个数值。有了这样的法力供给，他也就放心了。又花费了1亿多经验，将另外一门传奇级技能也提升到了满级。风驰电掣7，品质7/7，传奇级，消耗3万点法力值，移动速度增加 560%， 持续5分钟，冷却时间30分钟，可在战斗中使用。在技能激活过程中进行攻击，将额外增加 168% 的射程补偿。满级效果，额外消耗 100% 的法力值，技能持续时间提升 100%。 虽然这门技能提升到满级后，看起来依然有些平平无奇，满级效果更是比较单一，但叶枫只是想一想，10分钟内自己移动速度提升5倍多的效果，就觉得非常值。这么长的持续时间，甚至都可以用来日常赶路了。有着这几门技能的满级效果珠玉在前，自己的经验暂时也足够，他就将一阶前学习的2门技能也全部提升到了满级。碾压光环6，等级6/6，卓越级，对目标造成碾压性伤害时，额外增加 1000% 伤害。使用技能时触发该效果可有效。优先级传奇级 BOSS。 满级效果，面对高1个优先度目标时，技能效果减弱 50%， 高2个优先度目标时，技能效果减弱 90%， 高3个优先度技能效果失效。叶枫叹了口气，这门技能眼下虽强，甚至可以说是自己攻击力强大的最主要原因，但毕竟只是一门卓越级，哪怕经过了蜕变，优先度有所提升，但以后面对更高品质的 BOSS 也就无法生效了。满级效果下，虽然还有一定的潜力，但肯定无法像现在这样有效了。看来以后还要再找一门类似效果高品质的技能了。叶枫心中暗暗留意。最后提升的是唯一一门攻击性的主动技能，暴雨剑法6，等级6/6，卓越级，消耗5000点法力值，无视目标 75% 防御，对其连续造成270百分号、330百分号、390百分号、450百分号的攻击，并有 90% 几率造成15秒眩晕效果，冷却时间60秒。优先级传奇级，满级效果，消耗100倍法力值，优先度提升1个等级，达到满级的暴雨剑法，攻击加成再次上升。虽然击晕几率止步于 90%， 但是持续时间提升了5秒。而满级效果则
则给了叶枫一个大大的惊喜。作为一门卓越级的主动技能，正常来说是无法对传奇级的 BOSS 生效的。在叶枫的合成天赋下，出现了蜕变，优先度提升到了传奇级，可以说完全不亚于正常的传奇级技能，已经算是一个小小的奇迹了。让他没想到的是，当提升到满级后，居然还能再次提升优先度，等于是对史诗级的 BOSS 都能产生效果。虽然要消耗基础100倍的法力值，足足50万，现阶段还无法满足条件，但叶枫相信，等到自己真正面对史诗级 BOSS 的时候，说不定已经有能力做到了。全身6门技能全部达到了满级，叶枫顿感信心十足，再次来到了 BOSS 附近。这次小爷要找回场子，可能是刚才双方的交锋印象深刻，叶枫只是身影刚出现， BOSS 就急速冲了过来。叶枫不敢大意，直接开启了风驰电掣。为了保险起见，他甚至耗费了双倍的法力，延长了持续时间。而当技能生效，移动速度增加了 560% 以后，瞬间他觉得自己眼中的世界不一样了，花花绿绿，五彩斑斓，周边的景色根本看不清楚，只有当他凝神望去的时候，才能变得清晰一点。而在他眼中，曾经快若流光，在风中随意驰骋的 BOSS 动作也变得慢了下来。此刻的 BOSS 浑身光芒大放，眼中却有些茫然，似乎想不通自己刚才还能轻松拿捏的那个人类到哪里去了。叶枫知道自己的速度已经彻底碾压了对方，也就放下心来，开启了流光，剑气暴起。第77章，神仙打架，我们老百姓受益啊！负212340，仅仅普通一剑就让 BOSS 的血条跳了一小截。而叶枫在流光状态下还有 140% 的攻击速度加成，更是趁 BOSS 还没有还手之际，就接连刺出了足足5剑。这其中虽然依旧有2剑的攻击被 BOSS 所闪避，但在剩下攻击有效的3剑里，全部触发了暴击。这4剑的爆发下，足足打出了200多万点的伤害。等到 BOSS 回过神来，气血已经下去了足足一半，他身体光芒越发耀眼，眼看着就要释放当初闪烁的那一招。叶枫却早有预料，在对方身形变换的那一刻，就直接后退。轰！ BOSS 瞬间出现在了叶枫刚才站在的位置处，寒怒一击却打空了。叶枫从容躲过后，信心更足，连暴雨剑法都没有释放，直接试验起了风驰电掣的效果。他原本的攻击距离13米，加上装备 20% 的效果，足足有15米。正常状态下还是比不过 BOSS， 但在了风驰电掣释放过程中，可是有 168% 的射程补偿提升，这让他的攻击距离直接暴涨到了40米。当他一退再退， BOSS 却无力追赶。当叶枫从容地释放出剑气命中对方的时候，结局就早已注定。即便在 BOSS 气血降至 10% 的时候，触发了被动技能传奇的尊严，气血速度恢复了 500%， 但叶枫自身的职业特性可是在触发间隙伤害后能降低对方的气血恢复效果。虽然自己低于 BOSS 一阶，这个效果有所减弱，但依旧有所抑制。最主要的是他的攻击速度实在太快了，每秒几乎都能释放出4到5道剑气，即使 BOSS 能够闪避1多半，甚至在最后关头 BOSS 全身颤抖，体型变小，闪避突然增加，叶枫的攻击甚至10剑才能命中对方1剑，但命中的那1剑也不是他所能承受的。当叶枫再次触发暴击后， BOSS 终于无力回天，眼神不甘地倒下了。号称同阶速度最快，闪避无敌的他，可能不会想到自己居然是被对手用放风筝的战术给活活虐死的。叶枫得志意满地上前捡尸，地上明晃晃的大片掉落，让他欣喜不已。你击杀了2阶30级传奇级 BOSS 级怪物追风人面鹰，你获得了3009600点经验，你获得了60银加900银，你获得了初阶史诗进阶10 X10，你获得了追风人面靴史诗，你获得了追风斗篷传奇，你获得了人面鹰法杖传奇，你获得了疾风靴传奇，你获得了风之骄子传奇，你获得了风之主宰传奇，你获得破甲锋刃传奇，你获得了初阶属性果实传奇 X10， 你获得了初阶属性果实卓越 X20， 你获得了除了远超普通怪物的经验和金钱，史诗进阶时一次性掉落了10克，甚至已经够叶枫将武器提升到2阶了。唯一的一件史诗级装备需要2阶30级才能佩戴，出售的话暂时也没有人能带得上。叶枫将其与其他3件传奇级装备一起收了起来，3门传奇级技能均是 BOSS 释放过的，一次性全部爆了出来。破甲锋刃的效果忽视目标 70% 的法术防御，对其造成 200% 的法术伤害，并每秒额外造成 10% 的真实伤害，持续30秒。
是一门很强力的法术攻击技能。叶枫当初都差点被其秒杀。出售给法术职业的话，想必价格不会低。另外2门技能，一门是增加自身 50% 闪避率，但会降低 20% 攻击力，持续时间很长，叶枫感觉不太适合自己。另一门则是叶枫见 BOSS 使用过2次的闪烁类技能，风之主宰，品质传奇级，最高等级7级，消耗5000点法力，传送至10米内任何位置，冷却时间10分钟。该效果无法被不高于自身品质的技能打断。叶枫郑重地将其放了起来。虽然这技能效果单一，冷却时间也挺长，但无法被低品质类技能打断的效果倒是值得他重视。他现在1阶能学的技能已经学满，等到2阶的时候，倒是可以将其合成一番，想必效果会更加出色，值得学习。相比较暂时无法变现的装备和技能，属性果实则是实打实眼下就能用得上的，足足30颗，也是叶枫进入游戏以来一次性收获最大的一次。他打开好友栏，问了下帝王海哥帮自己收购属性果实的进度。此时的帝王海哥正在跟一个商人扯皮，他本来想收下对方手里所有的属性果实，可对方可能是看出他需求迫切，居然开出了比市场价高 50% 的价格。以他要的数量之多，这就有点不划算了。正在他纠结之时，就看到了叶枫的消息。他想了下，咬咬牙，直接同意了商人的要价，将其全部收购了过来，然后给叶枫寄了过去。片刻后，见，海兄这效率不错呀，谢了。你是想要银币还是别的？帝王海哥想了下，自己目前并没有特别急需银币的地方，何况要以刚才议价的商人价的话，对大佬也不合适。帝王海哥，大佬有我能用的装备武器或者技能吗？或者有多余的传奇级属性果实，允我1颗也行。他发出消息后有些忐忑不安，极品的装备武器乃至技能，他相信大佬肯定不缺，可这传奇级属性果实实在太稀有了。上次叶枫卖给了他3颗，他也没有一个人占尽好处，而是给工会的2名核心成员一人匀了1颗。眼下大佬即便传奇级还有多的，估计能给自己换1颗，也就算是照顾自己了。滴滴滴，好友消息响起，帝王海哥连忙打开，心中也还有些期待，不知道大佬会不会换。可是看到消息，他却呆住了。见，你不是4星级职业吗？1颗传奇级的够用吗？帝王海哥有些没明白大佬的意思。自己是4星级职业没错，最多能使用4颗属性果实，都用传奇级的肯定效果好，可哪有那么多的呀？他心中猛地一跳，难道……帝王海哥，是啊大佬，我也准备按您的指示，每阶的技能和属性果实品质都用最好的，进阶也追求隐藏进阶，至今就吃了1颗传奇级，还有3颗没吃，可您这边肯定也需要传奇级属性果实，我总不能耽误您的进程吧？见，废话什么？你的这点需求影响不了我。帝王海哥一怔，然后就收到了一封邮件，打开后是5颗传奇级属性果实。见，属性果实每个品质之间按20:1的比例换算，多出来的继续帮我收购优秀和卓越级的属性果实。顿时，帝王海哥心中被狂喜充满。天哪，大佬居然能一次性拿出5颗传奇级属性果实来，这样的话，自己岂不是直接能将果实吃满了？另外2颗拿出去给自己那2个损友看，他们还不得跪下来叫爸爸，求着自己高价卖给他们。帝王海哥越想越美，激动地将邮件选择了一键接受。帝王海哥，收到大佬，跪谢。连着将3颗传奇级属性果实服用，看着多出来的60点力量和30点敏捷后，帝王海哥简直要放声狂笑，这随机的也太好了吧，直接省下了自己购买洗点道具的钱。再学习2门传奇级技能的话，自己都能着手准备2阶的进阶了。他现在特别庆幸自己早早就抱上了大佬的大腿，不然别看现在这东西市场价1颗20万金元宝，相当于20颗卓越级属性果实的价格，可实际上哪怕你出30万，根本也没人买，唯有从大佬这才能轻易得到这种顶级资源，自己付出的只是普通的金钱而已。想到这，他马上在世界频道发布了一条消息：无限收购优秀级、卓越级属性果实，高于市场价 50%， 数量巨大的可接受 100% 溢价。这下商人们直接炸锅了，我擦，这哥们疯了吗？传奇级溢价还能接受，怎么优秀级都能溢价了？这价格我实在捂不住了，哥几个，我先出货了呀！哈哈。大量的商人开始联系帝王海哥，无数的散人更是疯狂地骚扰，哪怕1颗2颗也能溢价 50% 出手，自己完全可以先卖了，等价格回落了再买。进阶吗？急什么？在这其中，刚才跟帝王海哥交易的商人直接欲哭无泪了，给帝王海哥发来了消息：海总，
你是在戏耍小弟吗？刚才溢价50%还跟我磨了那么久，这回就直接溢价100%收购了。帝王海哥也不废话，刚才是刚才，现在是现在，这回你再有，我照样溢价100%收。一时间，帝王海哥的名头传遍了整个游戏，大气的出手，让所有人都羡慕不已。钱多多看到这一幕，却气坏了，质问起了钱小盾：“我不是吩咐过全力收购属性果实吗？难道溢价这么点，我跟不起？”钱小盾自责道：“我马上溢价150%去收购，一定不会让对方这么嚣张。”钱多多摇摇头，直接溢价200%，拼钱而已，我不会输给任何人。很快，世界频道上又出现了一道更加爆炸的消息：金钱帝国无限期收购属性果实，优秀级、卓越级溢价200%，传奇级溢价300%，高于任何其他收购价。这下玩家们傻眼了，什么鬼？我刚刚清仓卖了，又有人涨价，居然还有高手！还有人欣喜不已，哈哈，我刚才打怪没顾上出售，这一会时间又涨价了，美滋滋！这是老板们在斗气吗？再激烈一点啊！钱小盾的消息发出不久，帝王海哥也马上更新了自己的收购价格，这样你来我回之下，玩家们反而不着急了。看样子这东西还有升值空间啊！不急不急，让价格再飞一会。叶枫并没有关注世界频道上发生的一切。刚才帝王海哥寄过来的属性果实数量不少，足足180颗优秀级和41颗卓越级。将优秀级的每5颗固定合成后，他得到了36颗卓越级，再加上自己背包里的卓越级属性果实突破了100个。他开始一一合成，连续合成了3次批量后，他得到了17颗卓越级和8颗传奇级。再拿出背包里的15颗传奇级，几番合成后，他得到了2颗超越品质的传奇级，以及1颗合成次数7次达到了真正上限的正常传奇级。这3颗属性果实分别给他带来了224点、238点和400点的自由属性点。面对这么多的点数，他一时间竟有些发愣了。加什么好呢？他看了眼自己的裸体属性点，最高的是敏捷620点，其次的就是力量521点，其他属性里最高的体力200。想到法力超限技能里提示的提升到上限特殊效果的说明，他心中一动，先往敏捷上加了380点。刚加完就弹出了一条系统提示：你的基础敏捷点数达到了1000点，你获得了隐藏加成效果。你的闪避提升 5%， 你的防爆率提升 5%。你第一个达到了敏捷点数第1阶段，你的闪避额外提升 5%， 你的防爆率额外提升 5%。前世中，叶枫作为高等级玩家，自然也有属性点数达到过千甚至过万的程度，可当时也只是很小的幅度提升。没想到这一世早早完成，居然还有额外的提升，累计 10% 的闪避提升，属实效果不错了。更让他惊喜的是，居然还有防爆率的提升。顾名思义，这是可以防止暴击、抵消暴击率的效果。这可是高阶、进阶或者高品质的 BOSS 才拥有的属性，一般装备上几乎不会出现。这下赚到了，叶枫美滋滋。可系统提示还没完，你第一个将敏捷提升到了第1阶段，你获得了2点权限点。你第一个将属性点提升到了第1阶段，你获得了5点权限点。叶枫惊喜地笑了出来，居然还有这样的好处。叶枫思考了起来，作为远程近战职业，力量和敏捷都算是主属性，敏捷有的特殊效果，力量应该也具备。他马上将力量点数也加到了1000。果不其然，你的基础力量点数达到了1000点，你获得了隐藏加成效果。你的暴击率提升 5%， 你第一个达到了力量点数第1阶段，你的暴击率额外提升 5%。虽然只是单特殊属性的特性，但 10% 的暴击率还是很实用。叶枫表示还是挺满意。至于弹出的另外2条提示，就让他非常满意了。你第一个将力量提升到了第1阶段，你获得了2点权限点。你第一个将双属性点提升到了第1阶段，你获得了7点权限点。第78章，疯狂提升的权限点，现实中的巨变。2项属性达到1000，不光是都激活了隐藏的加成，更是带来了16点权限点的提升，这让叶枫不禁期待起来。要是将其他3项属性点都提升到1000点呢？能增加多少权限点？就在这时，帝王海哥的第2批物资到了，511颗优秀级和73颗卓越级，将近800颗属性果实。按照高一个品质1比20的划算，已经超出了叶枫之前预付的5颗传奇级果实。他将刚刚打到的风之骄子和破甲锋刃通过聊天的截图发给了帝王海哥。传奇级果实暂时没了，给你技能书行不行？行，这2本技能比我收来的这些果实价值要高，我继续
给大佬收购果实去。隔着对话框都能感受到帝王海哥的激动。通过邮件将技能发送过去后，叶枫继续开始合成。优秀级合成为卓越级，卓越级冲刺传奇级。合成次数充足，叶枫的操作也很快。不多时，第一颗成品就出炉了。310点自由属性点，叶枫没有着急使用，而是选择了继续。第二颗，第三颗，就在这些果实快要消耗完毕的时候，帝王海哥又补充了一批。虽然数量比之前少很多，他也声称是现在价格炒得很夸张，不好收，但也足以让叶枫成功合出第4颗来。正好今天的合成次数也已经使用完毕，叶枫也给帝王海哥吩咐了一声，让其先暂停收购了，因为之前已经使用了6颗属性果实，再使用4颗就达到一阶能够使用的上限。他首先拿出来的是最后合成的那一颗，无序的初阶属性果实7，品质传奇，要求1-3阶使用，增加300点自由属性点或者350点随机选项属性点，增加后无法使用道具调整。这颗果实比较特殊，罕见的有2个选项。对于一般玩家来说，随机选项虽然属性点更多，但是不能洗点，局限性太大。万一一个主力量的职业随机到350点精神怎么办？那简直亏大了好吧。不过叶枫没有这个担忧，以他的合成天赋和职业特性，几乎每项属性点都是有用的，随机到什么都可以接受。你使用了无序的初阶属性果实，你获得了350点精神。叶枫一怔，这还不错啊。他迅速将剩余3颗也纷纷使用，再次得到了累计740点自由属性点。有着技能加成，他自然先选择了提升精神。580点加到精神后，你的基础精神点数达到了1000点，你获得了隐藏加成效果。你的法力恢复速度提升了 100%， 你第一个达到了精神点数第1阶段，你的法力恢复速度额外提升了 100%。 叶枫继续往下看，你第一个将精神提升到了第1阶段，你获得了2点权限点。你第一个将3项属性点提升到了第1阶段，你获得了10点权限点。 Nice！ 叶枫激动地挥动了拳头，法力恢复速度 200% 的提升，让他的自然续航能力又提升了1大截，而权限点此时已经累积到了41点。至于用来解开哪方面的权限，则需要好好研究一番了。提升完精神，叶枫还剩下202点，已经不足以提升体力或者耐力任何一项到1000点。叶枫也就不再研究这块，而是打开了任务栏。此时任务的截止时间还有5个多小时，叶枫也没有浪费，开始继续扫荡。2阶的地图非常大，之前他也仅仅探索不到1/3而已。在敏捷提升后，他的移动速度更快了，再加上时不时技能的加持以及攻击力的提升，叶枫的扫荡效率简直快到了极致。整整5个小时，他几乎没有休息。直到你完成了任务越级的天才，你成功完成了初级阶段，你成功完成了中级阶段，你超额完成了高级阶段，你激活了终极阶段挑战的权限。你可以选择随时开启挑战，在下一进阶任务前有效，是否马上开启？光这个任务就耗费了叶枫10几个小时时间，再加上之前做别的事情，他感觉自己有点心力交瘁了。否，必须下线休息了。叶枫连背包都没有整理，也没有详细看任务前几个阶段的奖励，连一行系统提示的弹出都没有注意到，就直接下线了。摘下头盔后，他感到了身体涌起了巨大的疲倦，眼皮子也根本抬不起来，直接钻进被窝就沉沉睡去了。可就在入睡后没一会，突然发生了异变，他的身体骤然开始抖动起来，有无数的气流朝着他的身体涌去，而他的身体中可以隐隐看到一个漩涡，只是一瞬间就将这些气流全部吸了进去。可身体的抖动却没有停止，反而漩涡越来越大，身体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似乎变得有些干瘪起来。再继续下去，甚至就连血肉都无法存在了。就在这时，突然从地下冲出了一股乳白色的光芒，其性质似乎跟之前四面八方来的气流有些相似，但其颜色上来看，却比之前的气流浓郁了无数倍。当这些乳白色光芒来到叶枫身前，就被饥渴的漩涡瞬间吸入，而随着光芒入体，叶枫身体的抖动似乎变弱了一些，身体也停止了不好的变化，反而脸色上逐渐红润了起来。就这样，不断涌出光芒，钻入叶枫身体里，似乎在进行着一场神秘的进化。此时的叶枫却浑然不知，睡得十分香甜，只是脸上时不时变换的表情，证明着这场突如其来的变化并不是一场梦。马东走出了长安火车站，深深吸了一口气。虽然他相貌英俊，身材修长，光从外表来看算是一等一的美男子，但眼神中的疲倦和沉默的表情
却隐隐透着一股生人勿近的丧气。摆手拒绝了几个前来招揽顾客的出租车司机后，他快步走向了自己不远处等待自己的马棚路，脸上浮现出笑容，与对方狠狠来了个拥抱。好久不见，炮哥！好久不见，东哥！两人认识还是因为叶枫。马棚路是叶枫的高中同学，而马东却是叶枫的大学同学。虽然都是叶枫的挚友知己，但原本并不认识，只是因为与叶枫一起玩游戏而相识。几年前，两人曾在叶枫的组织下在长安线下聚会过一次，这次算是第2次见面了。虽然游戏中两人都是跟叶枫一起结拜某某组合的一份子，但现实中还是稍稍有些拘谨。马东也不多话，直接道出来意：我这次来长安，能停留的时间并不长，就准备见下叶枫，跟你就得回去了。马鹏路点点头，脸上却有些奇怪。峰哥也不知道怎么搞的，打电话不接，游戏里也不在线。不过没事，我知道他新搬家的地方，我直接带你过去。马东微笑谢过，两人一起坐上了马鹏路的车，一路朝着叶枫的住所而去。很快就到了中海博宫。进小区门的时候，马鹏路的帕拉梅拉被保安拦了下来，让马东有些诧异，开豪车都进不去，这什么小区？可当保安看到是马鹏路摇下车窗时，却一个敬礼，恭敬的让车通过了。马东看向马鹏路的眼光都变了，炮哥，你现在这是混成大人物了呀？马鹏路笑着摇摇头，这是借风哥的光而已。马东更加诧异了，他前段时间跟叶枫联系的时候，对方不是才刚刚离职，住着地下室，身无分文吗？怎么听这意思突然发达了？马鹏路也没有多解释，他相信等马东见到叶枫后，尤其是开始玩天域后，就会知道为什么叶枫这么有排面了。可是到了叶枫的住所门口，任凭两人不停的敲门，却没有任何动静。拨打电话的话，似乎能隐约听到别墅里的手机铃声，却没有人接。马鹏路脸色不对了，心中涌起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叶枫难道是出事了？他身在商界多年，可是知道一个人如果风头太盛，就会很容易遭来飞来横祸。叶枫作为游戏第一人，强势无比，肯定引来了无数人的眼红和妒忌，甚至是憎恨。探听到他的消息，在现实中报复也是完全有可能的。他连忙将自己的指纹按了上去。上次临走的时候，叶枫将他跟高飞两人的指纹都录在了智能门锁的系统里，声称两人想玩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过来。没想到这么快就碰上了用场。检测成功，请进。两人开门后连忙冲了进去，客厅里没人，也没有被人闯入的痕迹。马鹏路连忙带着马东来到了卧室处，打开房门，看到了双眼紧闭，似乎是处于昏迷状态的叶枫。对方浑身通红，还散发着阵阵热气。马东眼神一缩，走过去拉起了叶枫的手。死，好烫！马东看着手上的泡，震撼不已。叶枫这是得了什么怪病？身上的温度居然如此之高。就在他要拨打电话呼叫救护车的时候，叶枫却悠悠地睁开了眼睛。叶枫感觉自己做了一个很长的梦，在梦里他似乎经历了一个巨大的磨练，身体被各种莫名的能量所锤炼，仿佛像皮泥一样被捏来捏去。虽然痛苦不已，但时时刻刻又能感受到自身的进步和成长，可谓是痛并快乐着。直到他身体经过了各种压缩变化，最后似乎传来了我吃饱了的信号，才停止了对于能量的吸收。可这种状态稳定下来后，身体却变得逐渐热了起来，仿佛一团火一样，马上就要爆炸开来。他想要把这团火释放出去，却无能为力。就在这时，一个冰凉的能量碰触到了他，他浑身的热量一下子找到了突破口，窜了出去。顿时他的身体温度瞬间降了下去。于是他睁开了眼睛，看到了被烫得龇牙咧嘴的马东，和端着一盆凉水就要往他身上浇的马鹏路。停！他连忙出声喝止。马鹏路的手一顿，马东也是抬起头，两人都是惊喜不已，齐声道：你醒了。叶枫双手一撑，坐了起来，皱眉道：我睡了多久？马鹏路摇摇头：我也不知道，昨天在游戏中见你下线后，就再没见你上线。要不是马东过来想找你，我都不知道你这出了问题。昨天下线？叶枫看了眼手机上的时间，果不其然，距离他睡觉时已经过去了1天1夜。他感受着身体隐隐的变化，有些不确定。炮哥，你先招呼下东哥，我身体有些不舒服，去洗个澡。马鹏路点点头，马东却有些担忧，要是哪不舒服了，就及时喊我们。叶枫进入了卫生间，将洗浴的温度调到了凉水，随着全身被水冲刷，他身上的那股热意逐渐的消散了下去。看着身上的小肚子已经消失的无影无踪，浑身充满了美感的肌肉和流畅的身形，叶枫也明白了自身发生的怪事是什么原因了。
游戏中的部分实力已经具现到现实了。前世这个时间来得比较晚，差不多是游戏开服后2个多月了。有玩家提升到快4阶的时候，基础属性提升到1000，下线后在现实中得到了反馈的部分实力。虽然具现的比例比较小，只有 1%， 也就是其中一项属性具现了10点，按照成年男子的标准来说，也就提升了接近1倍的程度。只是当时的具现只是单一属性，而且现实中也隐隐有部分灵气存在，基本都只是睡一觉就完成了具现。可叶枫是同时2个属性都达到了1000点，而且现在的现实中应该没有什么灵气存在，才造成了这么大的动静。叶枫关闭了花洒的开关，感受到了脚下传来的一股淡淡的气息，这应该就是灵气的存在了。他恍然大悟，怪不得自己当初跟着房产销售看这套房子的时候，感觉待着很舒服，却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原来这里居然有一处灵脉的存在，虽然这灵脉笼罩的范围似乎比较小，甚至还不足以将他的别墅全部包括进去，但却在他同时具现2项属性的时候，身体缺乏能量的关键时刻提供了助力。要是没有这处灵脉的话，他的身体恐怕已经枯竭而死了。想到这，叶枫有些后怕，同时对马鹏路和马东也比较感激。要不是2人正好过来找他，还打断了他那种不正常的状态，恐怕等他自己醒来的时候，身体也就受到不小的创伤。穿上衣服，他看向了浴室的镜子。第79章，特殊称号的妙用，令人哭笑不得的省钱方式。镜子里的叶枫面容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感觉整个人的精神面貌却有些不一样了，眼睛更加有神，皮肤也变好了。挥动了手臂，快若疾风，双手轻轻抓着洗衣机，竟然轻松的就将其举了起来。只是1%的巨现就有这样的提升吗？可叶枫还顾不上惊喜，就感到身体传来了巨大的饥饿感。这种感觉他倒是很熟悉，虽然灵气已经帮助他巨现成功，但身体原先的能量也消耗了很多。突然有这样剧烈的动作，他的身体还有些承受不住。此时的他是需要补充气血和营养的。走出浴室，他向坐在沙发上的2人真诚的致谢：“多谢2位兄弟了，我已经没事了。”2人却还是忍不住捏捏他的胳膊，拍拍他的肩膀，感受到他身体温度已经变得正常，才彻底放下心来。东哥刚下火车还没吃饭吧？咱们正好出去坐一坐。本来叶枫还想带2人去上次去过的秦味招牌菜，可刚出小区门口，肚子就已经饿得咕咕叫了。叶枫也没有不好意思，嘿嘿一笑：“我感觉自己能吃下去一头牛，要不去搞个自助吧？”都是知己挚友，自然不讲究这些。2人都是一口英语，3人就在就近位置找了一家自助。仅仅几分钟后，马鹏路和马东就知道，叶枫说的能吃一头牛还真不是夸张。火锅里下的满满当当的菜还没熟，他就已经吃下去了整整几盘子熟食和10来块小蛋糕。等到叶枫开始整盘子扫荡牛羊肉的时候，马东都忍不住问道：“我记得他以前没这么能吃啊？”马鹏路也是目瞪口呆：“我靠，这家伙难道是变异了？”玩笑归玩笑，2人却没有真的怀疑叶枫出了什么问题，只当是睡觉时间长，身体缺乏营养。看着叶枫狼吞虎咽的样子，2人也是来了食欲，开始大快朵颐。3人整整吃了1小时，到后面2人基本是每隔几分钟随意吃一口。观看着叶枫的表演，看着累积的比几人个头都要高的空盘子，2人不禁感叹：这要是做大胃王，简直无敌。3人结账的时候，闻讯而来的老板看着那足足10几人量才能搞出的动静，都有些震惊。哥们这胃口不错啊。看对方态度好，叶枫倒有些不好意思：“老板受累了，要不我多付点钱吧？”老板一挥手：“兄弟，这叫什么话？能吃是福，我羡慕还羡慕不来呢。以后想吃了，放心来吃，随时欢迎。”叶枫点点头，这老板做事倒挺大气，要换到有些地方，怕不是已经要将自己拉上黑名单了。3人心情愉快地走出自助餐，叶枫刚准备提议3人去哪转转放松放松，马鹏路拿起手机，面色却严肃起来：“枫哥，不好了，游戏里出事了。”叶枫停下来了脚步，听完了他的讲述，叶枫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原来在他昏睡的这段时间里，帝王海哥和钱多多因为收购属性果实的事闹得不可开交。钱多多原本以为帝王海哥是要跟自己抢夺资源，就将属性果实的收购价格一涨再涨。可当他把价格调整到原本市场价5倍的程度时，帝王海哥却彻底放弃了。虽然随着帝王海哥的退出，他的价格也慢慢开始下滑，可前面调子起得太高，低到市场价4倍的时候已经不太好收，3倍的时候直接没人给他售卖了。他觉得自己是被帝王海哥给坑了，对方却声称自己当初是着急用，现在收购了自然就不收了。气急败坏的钱多多
还没处说理去，憋着一股劲也不下线了。收购了市面上能收到的所有经验单，带着工会核心成员没日没夜的升级，宣称要成为第一个完成2转进阶的玩家。一开始，帝王海哥根本没在意他的话，开玩笑，有剑大佬在，你怎么可能拔得头筹？别说是大佬了，就他现在的实力，也只缺一门传奇级技能，就可以完美进阶，岂能轮到钱多多放肆？可随着钱多多的进度越来越快，游戏中却一直不见叶枫上线，很多人猜测剑是不是现实中有什么事，暂时上不了游戏。钱多多更是抓住这个机会，疯狂地提升，甚至已经开始带人到进阶 NPC 处开始尝试进阶了。帝王海哥这下有些慌了，他有心随便搞一门卓越级技能先学习了，抢先钱多多一步完成进阶，又怕这样做起不到什么效果，反而辜负了大佬之前对自己的嘱托。游戏中联系不到叶枫，他就通过小西和小柔联系到了马鹏路，想让他在现实中联系下叶枫，看这件事要怎么处理。叶枫沉思了下，就做出了决定，那我们先上线处理游戏的事情。他看向马东，歉意道：东哥，不是兄弟不招待，这事情1-2句话讲不清楚，等我们处理完，咱们再一对方休。马东理解地点点头，没事，你这么做肯定有你的原因，我这不急。话是这么说，他心中却深深叹了一口气，自己的那些破事也不急于这一时。三人匆忙回到叶枫的房子，叶枫跟马鹏路两人迅速戴上头盔登上了游戏。一上线，叶枫就看到了好友栏不停闪烁的消息，打开后有帝王海哥的关心，也有马鹏路的询问，他只给帝王海哥回复了一句话：别慌，我来了。大佬，你终于上线了。帝王海哥激动不已，也将自己想要去进阶压过钱多多一头，却担心适得其反的事情说了下。叶枫丝毫没有慌张，而是问道：你是想完成正常的卓越级进阶，还是挑战下传奇级进阶？那头的帝王海哥反应很快，大佬您的意思是？剑，据我推测，2阶传奇级进阶应该是要挑战一只2阶卓越级的 BOSS， 你觉得钱多多能成功吗？帝王海哥，他能成功个屁！听说他为了冲进度，学习了一门传奇级和2门卓越级技能，卓越级技能一个3级一个4级，传奇级技能才1级，估计挑战卓越级进阶机会都很小，传奇级根本不可能。剑，那你慌什么？打好基础，争取完成传奇级进阶。帝王海哥，大佬我知道了。叶枫关闭了对话框，既然知道了钱多多等人的进度，那么他就有了对策。虽然对方的实力完成传奇级进阶应该是没戏，但如果早完成了卓越级进阶，对他也还是有点影响。自己能够尽快进阶，也能拿到相应的权限点。只是进阶前，他还有任务奖励没有领。你完成了隐藏任务越级的天才，你连续完成了初级、中级、高级阶段，你圆满的完成了该任务，奖励累计，你获得了称号天才的证明。天才的证明，唯一性特殊称号，对高于自身等阶的目标攻击时，额外造成100点伤害，无法被豁免。该效果将随着击杀高于自身等阶的目标而升级。面对高于自身等阶的目标时，对方皆为压制的效果将减弱 10%， 该效果将随着击杀高于自身等阶的目标而升级。该称号提升到满级效果，可具现。叶枫将称号仔细看了一遍，看到前面的额外伤害和减弱皆为压制的效果，还只是微微点头。看到可以继续提升，才觉得这个称号不错。直到最后一句话，让他瞬间来了精神。可具现，这是游戏中出现的第一件提示可具现的东西。也就是说，只要他将这件称号提升到满级，就可以在现实中也具备这样的称号了。他作为重生者，可是知道现实中终将迎来入侵者，肯定也会有等阶上强于自己的存在。有这个称号的话，自己也算是具备一战之力了。这称号不用佩戴就能直接生效，叶枫也就没有特意将其显示出来。这个任务还附带一项终极挑战，进阶前随时可以开启。既然他现在准备要进阶了，就直接将其激活。你获得了挑战任务副本肆虐者。副本肆虐者任务要求在3小时内通关后完成 SSS 评价的副本，即可享受指定扫荡功能，每日自动获得可进入次数的掉落。这个任务的说明让叶枫心中震动不已。他先来到1阶地图，先花费了20点权限点，将自己学习的副本专家2提升了1级。副本专家2当前等级2，下一等级提升所需权限30，每日可进入的副本次数增加2次。这下每个副本他每天都能刷3次了。激活权限后，他迅速将所有副本全部扫荡了一遍。有着风驰电掣的移动速度加成，剩下了大量的赶路时间，仅花费了1个多小时，他就将1阶所有难度的副本连着通关了3次。
以他现在的攻击能力，自然全部拿到了 SSS 级评价，又收获了20颗传奇级属性果实，将近200卓越级属性果实，以及低品质的属性果实若干。技能书也收获不菲，光是传奇级就掉落了18本之多，卓越级同样过百。装备快速扫了眼，没有什么值得合成的胚子，他就没有多在意。给帝王海哥寄去了适合他的一本传奇级技能后，他将剩下的分别市场价出售给了工会成员。即便如此，核心小队的成员依然还是缺技能书。叶枫只是回了句等一会，就再次来到了2阶地图里，打开了权限界面，翻阅了一番，找到了自己所需。副本专家3，副本进入等级降低1阶，消耗权限点20点，相比较进入等级提升5级的副本专家1，这个降低进入等阶的副本专家3，仅光是学习就需要20点权限点，是副本专家1的2倍。好在叶枫目前权限点够用，直接选择了学习，成功将其激活后，他就可以以1阶5级的身份去挑战2阶地图的副本了。进入副本前，他先将背包清理了一番，以他如今足足4881格子的空间，居然都感觉有些不够用。叶枫决定等有空了，要将小荷包这块再提升合成下。装备该丢工会仓库的丢仓库，能放藏宝阁的放着卖钱，有朋友需求的都市场价直接处理。技能书来不及一一甄别，他先全部存在了仓库里。为此还付出了100银，开通了10页仓库。属性果实可以叠加，倒是占用不了多少空间。做好准备，任务时间还有1小时20分。好在他之前在2阶地图练级的时候，已经对各个等级的副本位置有所了解，所以花费在路上的时间并不多。2阶10级和2阶20级的副本都是一次性全部 SSS 级评价，为了节省时间，他都各自只通关了1次就退了出来。而到2阶30级副本的时候，遇到了一点难题，普通和困难难度他都完成得十分顺利，唯独到了噩梦级难度的时候，遭遇了进入游戏以来的第一次滑铁卢。虽然对方5000点的防御，在叶枫开启技能后，依赖武器的减防特性，依旧可以造成碾压效果的伤害，普通攻击都有20多万的伤害，可对方经过了噩梦级难度的加持后，气血高达2000万点，完全不是野外 BOSS 能相比的。更可怕的是，对方的攻击高达2万多点，以叶枫1200点的防御，直接无法抵挡。只是一个照面，叶枫就被对方的一记技能直接带走。你被2阶30级传奇级 BOSS 白鹤云手杀死了，你损失了5247万3256点经验，你损失了12银3210铜。叶枫心中一沉，自己仅剩的5亿多经验，损失了 10% 以后，已经跌到了4亿多，倒是金钱损失不大。想到这，他有些纳闷，正常死亡，金钱掉落也是损失 10% 啊，自己之前击杀了数万只怪物，应该都积累了好几金了，怎么才掉了这么点？他往上翻了翻系统提示，终于发现你的属性点达到了可具现标准，是否花费10金进行具现？你的2项属性点达到了可具现标准，是否花费20金进行具现？你是第一位达到可具现标准的玩家，享受1折优惠，是否花费2金进行具现？你在5秒钟内未做出选择，检测到金钱充足，已自动进行扣除，进行具现。叶枫这才明白，自己上次下线前没有注意到的系统提示是什么了。这么说，自己只剩下100多银了。叶枫打开背包，果然看到自己的金钱那里，117银2540铜。叶枫有些哭笑不得，这么说的话，要么自己不具现，这次死亡掉落的就是2000多银了，这算不算是因祸得福？搞清楚了什么情况，叶枫反倒有些烦恼起来。任务时间还有50多分钟，自己该怎么提升才能达到击杀 BOSS， 甚至是达到 SSS 级评价的程度呢？第80章金刚战铠的蜕变，副本肆虐者完成。叶枫审视了自身一番，自己目前的攻击算是够用的，主要就是气血和防御太低了，完全挡不住 BOSS 的攻击。可这1阶的属性果实已经吃满了，叶枫打起了身上装备的主意。铠甲作为增加防御最多的部位，自然被他列为首选。目前身上的这件金刚战铠合成次数为5次，按照品质的话，还能2次才达到合成上限。叶枫看了下打造界面里学习的1阶铠甲配方，还有880次打造次数，足够了。给欧质子再世发了消息，让其准备一大批相关需要的矿石后，叶枫准备先合成出一批活力药水来。只是打开合成天赋界面，他却愣住了。SSS 天赋万物合成，等级5，可合成次数1080500，熟练度1920-10000。他这才想起来，自己之前睡了1天1夜，而天赋提升到5级后，可以将前1天未合成的次数自动往后累积。如今可合成的次数
足足有1000次。这下他来劲了，为了省事，他都没有联系神域小柔，而是不管价格高低，直接将藏宝阁所有的活力药水一扫而空。虽然这消耗了他足足7万多的金元宝，但对于其4950万的余额来说，完全不值一提。消耗了100多次的合成次数后，他不但合成出了20瓶各种属性不一的活力药水，更是将可再生活力神水的上限都补充完毕了。足足3万点的活力上限，让他心中底气十足。不过，仅仅打造了8件，他就停止了。不是因为材料不足，刚才欧质子在市邮寄过来的材料，足够他打造100件铠甲都够了。主要是合成太费时间了。虽然他的天赋能减少50%消耗的时间，但打造1件仍然需要3分钟。才打造了8件，已经过去了24分钟。他怕再打造下去，刷副本时间不够了。好在这8件里，可能是他全部添加了稀有矿石材料，每一件都是特殊打造，有着天赋加成的概率。足足出了6件卓越级和2件传奇级。当叶枫将卓越级各自合成后，又得到了2件传奇级，可以开整了。叶枫给自己心中暗暗鼓劲，用2件传奇级铠甲将原本装备的特殊性进行锁定后，你使用金刚战铠传奇与浴血战甲传奇进行了合成。你进行了一次普通的合成，熟练度+1。看到系统提示，叶枫有些失望，这次运气不好，没能出现暴击。合成后只是各方面属性提升，但没能完成升阶，依旧是传奇级。他拿出合成了6次的金刚战铠和最后一件传奇级铠甲，最后一次机会了，给我上！你使用了金刚战铠，你在合成中出现了非常幸运的大暴击，100%提升2个品阶，熟练度+100。你合出了第一次合成神话级装备，奖励可突破属性。叶枫看着眼前闪闪发亮的红色光芒和一条条的系统提示，人都傻了。神话级，他本来想最后一次哪怕无法升阶到史诗级，也准备再去试下副本，没想到却给了他这样一个巨大的惊喜。不但是升阶了，还是连升2阶，不是史诗级，而是神话级。他连忙打开了背包，激动地看去，攻无不破的神圣屏障，7可进化，可突破，品质神话，需求等级1阶，物理防御+1200，法术防御+1200，力量+500，体质+500，耐力+500，敏捷+300，精神+300，气血上限正100%，法力上限正100%，最终气血恢复速度正100%，最终法力恢复速度正100%。使用恢复类药品时，效果增加200%。神金刚护体，当你的气血低于50%时，双防增加200%，气血恢复速度增加100%，持续3分钟，冷却时间30分钟。神壁垒屏障，当你的气血低于10%时，获得一个绝对无敌的防御状态，每秒自动恢复1%气血，持续1分钟，冷却时间5分钟。神舍生取义，消耗50%的法力值，恢复90%的气血值，冷却时间1分钟。玩家渐特殊打造。叶枫在前世也不是没有见过神话级装备，只不过那时候是在论坛上看着别人贴出的截图，而且是在游戏后期的时候，一个7阶的顶级玩家集全工会之力拼杀了一个史诗级 BOSS 才运气好爆出的一件。他当时也幻想过自己什么时候也能搞一件神话级装备，实力还不得强上天。只是没想到这一世仅在1阶，游戏开服还不到10天的时候，就已经获得了神话级装备。不但属性全面，特性强大，除了可进化以外，还具备可突破的效果。对于这个效果，他也略有耳闻，据说是可以使用特殊类的材料将神话级装备再进行提升。在前世，他也只见过突破过2次的7阶神话级装备，比8阶的神话级装备还要强，成长性简直拉满。只是这样的效果，哪怕在神话级装备上都不多见。他能因为第一次合成神话级就能获得，属实是有点运气。以目前游戏中的进度，自然没有获得突破材料的途径。叶枫就直接将其装备了上去，看着还有20分钟的任务时间，心中笃定应该够用了。再一次进入1阶30级噩梦级副本，他已经没有第一次进入时候的忐忑，仅用了9分钟就清理了前面2个关卡的所有怪物。第11分钟的时候，他再次站在了最终 BOSS 面前，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叶枫无视对方的出手，一剑刺出，-30.04,800，-25.3270，-55.8070，-4.3,143。叶枫普通的一剑就对 BOSS 造成了100多万的伤害，但对于2000万的血量来说，只是让血条稍微下降了一点点。而 BOSS 的攻击同样杀到
负44900，负22450。只是 BOSS 随意的普通攻击和附带的一道真实伤害，叶枫的气血就下去了6万多。以自己更换完装备，足足2372的物理防御下，对方居然还能打出碾压伤害。叶枫心中一沉，好在他有着装备的加成，有着足足10万点气血，这一下算是勉强抗住了。而这一击也让他装备的特性自动生效了。当 BOSS 的攻击再次袭来后，负18820加2191加10117， BOSS 的攻击数值瞬间下降，叶枫感觉压力小了不少。而自动恢复的气血和法力让他眼前一亮。神话级装备附带的恢复速度增加，可不是在原有恢复基础上的简单叠加。本来正常玩家自然状态下气血恢复速度是每秒 0.01%， 需要1万秒，也就是将近3个小时才能自动恢复满。兔角增加了 1% 效果，背包增加到了 0.01%， 本来只能恢复1000多点，但在装备的最终加成下，直接提升到了2191点。这也就代表着，只要他以后基础恢复效果有增加，最终通过神话级装备都会得到翻倍的效果。法力值也是一样的计算方式，只是在提升了精神点数和装备加成后，他目前的法力值上限已经提升到了66万这样一个恐怖的数字，自然恢复效果也就强得吓人了。可即便如此，他的气血也只剩下1万多点。在流光状态下，叶枫也拿出了全力，趁 BOSS 再一次抬手时，一个漂亮的侧身闪过了对方的攻击，将距离拉开后，连续几道剑气已经释放了出去。有着流光的暴击率加成和力量达到1000后的额外暴击率提升，叶枫此时的暴击率已经超过了 100%， 每一剑都能触发暴击，带来的后果就是每一剑不但能带走 BOSS 足足100多万的伤害，更能带来2万多的吸血效果。当 BOSS 怒吼着再次靠近叶枫的时候，他的气血已经恢复了满值。就在叶枫心中一松，觉得这下有戏的时候，无数道手印从他眼前闪过，连续5道伤害提示从他头上飘起，负47050，负56460，无敌，无敌，无敌！这 BOSS 不知道使用了什么技能，仅仅前2次出手就险些直接将叶枫秒杀。幸好神话级装备的特性发动激活了无敌效果，让后面3道伤害全部无功而返，不然叶枫哪怕气血再翻1倍，也避免不了死亡的命运。这次再死，可就没时间完成任务了。这下让叶枫着实惊出了一身冷汗。趁无敌期间，他也无暇再试探对方的实力。暴雨剑法，连续4道剑气倾泻而出，累计400多万的伤害，让 BOSS 的血条终于是狠狠地动了一下。叶枫也顾不上计算对方还有多少气血，埋头就是一顿输出。就在15秒的眩晕时间即将结束的时候，叶枫再次轰出了附带着碾压效果、暴击效果、附带暴击真实伤害和剑气伤害的4剑合一的攻击，将 BOSS 成功斩杀。你击杀了2阶30级传奇级 BOSS 级怪物白鹤云手，你获得了64万8000点经验，你获得了300银加4500银，你获得了初阶史诗进阶时 X15， 你获得了白鹤命运拳头史诗，你获得了清风皮甲传奇，你获得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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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鹤爆裂拳传奇，你获得了白鹤神圣拳卓越，你获得了2阶活力神水配方传奇，你获得了初阶属性果实传奇 X15， 你获得了初阶属性果实卓越 X25， 你获得了哪怕时间仓促没有使用经验药水，这只 BOSS 也给叶枫贡献了60多万的经验。金钱的获得不但让他的资产重新回来了，还比之前多了好几千银。至于掉落，他大概扫了一圈，不管是唯一的一件史诗级装备，还是另外的几件传奇级的装备，都偏向近战敏捷系，没他能用得上了。2门技能的效果他也已经体验过，只有装备全套类武器才能使用，更是与他无缘。值得欣慰的是，史诗级进阶石和属性果实的数量委实不少，一张活力神水的配方，公会里也有小柔可以学习，以后自己想恢复活力，材料又能上升一个档次了。而击杀 BOSS 后，副本也是成功通关，恭喜你通关2阶30级噩梦级副本，你的评价为 SSS 级。作为通关奖励，你可以随机选择获得最终 BOSS 掉落的3件物品，或者指定的2件物品。叶枫想了想，指定选择初阶进化石史诗、初阶属性果实传奇。你第一个通关该副本难度，奖励翻倍。你第一个完成了 SSS 级评价，奖励翻倍。你第一个越阶完成了噩梦级副本，以及同时获得 SSS 级评价，物品品质提升1级，数量翻倍。初阶属性果实传奇，
无法提升物品品质，你可以继续选择或者更换一件物品。叶枫没想到越阶还有这样的惊喜，这是前面副本都没有的待遇。难道是该等阶里最高等级的副本才能触发？猜测了一番，他原本要选择卓越级的属性果实的，鬼使神差的选择了史诗级装备。你获得了初阶进化石神话 X90， 燃烧的鹤之舞神话 X6。虽然越阶的翻倍加成是与前2项叠加，而不是相乘，让叶枫有些失望，但足足90颗的进化石还是让他激动不已。这下等幸运的兔角提升到神话，就有足够的材料将其提升等阶了，就连身上的铠甲都能提升到2阶使用了。至于另外一项指定选择提升后的神话装备，虽然属性相比较同等阶等级的其他装备自然是属性大大超出，足以让任何玩家疯狂，但相比较叶枫合成出的神话级铠甲却逊色了不少。他只是将其收藏了起来，这样的东西完全超出了目前玩家的购买能力，放着说不定还有别的用途。而当他踏出副本，任务提示也紧接着来到，你完成了任务副本肆虐者。叶枫用意念触碰了下副本入口，马上弹出了提示，你拥有扫荡功能，是否使用？第81章连升15级，听说传奇及进阶特别难，可扫荡的副本如下：2阶10级副本，简单难度2/3，困难；2阶20级副本，简单；2阶30级副本，简单难度2/3，困难难度2/3，噩梦难度1/3。由于之前叶枫已经将1阶副本的次数全部消耗完毕，所以目前可扫荡的只有2阶副本。他尝试了下，你扫荡了2阶10级副本，简单难度，你获得了196万点经验，你获得了1200银加1金8000银，你获得了普通级装备 X168， 稀有级装备 X66， 优秀级装备 X25， 卓越级装备 X7， 你获得了稀有级技能 X14， 优秀级技能 X6， 卓越级技能 X3， 你获得了稀有级属性果实 X16， 优秀级属性果实 X7。 叶枫盘算了下，这样的收获跟自己亲自闯关区别不大，非要差距可能就是完成 SSS 评价后的额外奖励了。不过简单难度里本身也没有什么好东西，他再次扫荡了几次，将各等级的简单和困难难度全部选择了扫荡，噩梦难度等自己有空的时候再亲自通关。扫荡完毕，自然又是一大堆收获，装备和技能不提，光是属性果实累计都有几百颗了，为2阶后的合成增添了不少材料。既然任务已经成功完成，叶枫也是松了一口气，是时候去完成进阶了。当叶枫回到主城后，在进阶大厅的帝王海哥一行人激动地围了上来。大佬，会长，会长！叶枫诧异地看着自己公会的几人，你们也准备进阶吗？于健和于康两兄弟得意洋洋，有会长你平时的支持，想要达到进阶条件还是简单的。叶枫淡淡看了他俩一眼，传奇级进阶也简单吗？两人的脸色瞬间垮了下来，那种难度可能只有会长你这种变态才行吧。叶枫无语着摇了摇头，小西在一旁捂着嘴偷笑。帝王海哥羡慕地看着神域公会的几人，他原本以为自己作为议会之长，身后有整个公会的支持，平时还有从大佬这里搞的第一手极品装备，这样的资源放眼全服应该也没有第二个人，这整体实力应该是仅次于大佬的存在。可没想到他刚才同这几人交流了一番后才发现，居然不是这样。不但于健于康两人的装备技能丝毫不逊色于他，就连自己的妹妹有着叶枫打造的传奇戒指和传奇铠甲，似乎都不比自己弱。他心中狂叫不已，难不成只是加入大佬的公会就有这么丰厚的福利吗？要不是自己也有公会，他甚至都想也加入神域了。寒暄了几句，叶枫跟众人一起来到了进阶 NPC 处，一群人都眼巴巴看着他，等着他先来。叶枫也就不再客气，先是一顿升级，你提升到1阶6级，你获得全属性加10的升级奖励，你获得了15点自由属性点，你提升到1阶7级，你获得全属性加10的升级奖励，你获得了16点自由属性点，你提升到1阶20级，你获得全属性加10的升级奖励，你获得了29点自由属性点。叶枫身上不断冒起升级的金色光芒，让周围的人都看傻了眼。乖乖，大佬这是压了多少级？会长这越级经验吃得太爽了吧！叶枫身上的金光简直是刷新了所有人的认知，他们之中也不乏卡等级的，但最多卡在1阶10级或者1阶15级，在1阶地图享受一部分的越级经验，绝对没人能像叶枫这样金光连着冒，卡等级卡得这么狠的。何况这只是表象而已，
如果他们要知道叶枫甚至已经越阶打穿了2阶地图，同时享受着越阶和越级的各种加成，不知会作何感想。叶枫一口气提升到了1阶20级，哪怕有着10倍的升级经验需求，也只消耗了820多万经验而已。以叶枫目前6亿多的经验来说，也只是抹了一个零头而已。对他来说，这点消耗虽然不大，但对于自己的提升却不小。150点全属性提升，330点的自由属性点，算上之前没加完的一部分，总共拥有532点自由属性点。叶枫想了想，直接全部将其加在了体力上面。体力提升到了800多点不说，比正常的全部加体力的玩家都要高出大一截。器械更是瞬间暴涨至了17万多，达到了玩家一个望尘莫及的数字。一切准备就绪，叶枫点开了进阶选项，是否花费10万点经验，意淫接受第2次进阶任务。进阶后，你的全属性将根据不同难度的进阶任务得到相应的百分比提升，稀有级及以上难度还可获得永久特殊属性。普通级进阶，学习稀有级技能2个，普通级技能5个，已达成。是否进阶？第2次进阶的基础需求比第1次提升了不少，光是10万点经验的需求就可能会刚提升到1阶20级，自以为满足条件的玩家蛋疼，更别说还有意淫的消耗，也不是个小数字。叶枫直接略过了前面的选项，他做了这么妥善的准备，自然不可能选择普通级的进阶。继续往下翻着，稀有级进阶，击败1至2阶0级普通怪物，2分钟内，失败后2小时后方可再次挑战，是否接受？优秀级进阶，击败1至2阶0级头目怪物，3分钟内，失败后6小时后方可再次挑战，是否接受？卓越级进阶，击败2至2阶0级头目怪物，6分钟内，失败后12小时后方可再次挑战，是否接受？普通级以上的进阶里，各难度的挑战内容都跟1阶差不多，只是需要挑战的怪物从1阶换成了2阶，对于正常玩家已经望而却步了。越级战斗何其困难，叶枫却早已经越阶如同喝水，没有什么心理波动，快速的选择了卓越级进阶。刚刚进入试炼区域，叶枫朝着刚刷新出来的试炼怪物挥手就是一剑，负97856，负4892，只是普通一剑，甚至都没触发暴击，面对的2阶头目就直接倒地。你花费了1秒完成了卓越级进阶任务，你的任务评价为 SSS， 你获得了挑战传奇级进阶的机会，是否接受？该挑战机会为限定次数，目前全服务器可挑战次数为4，累计人次完成后将不再开放。该挑战机会失败后将无法再次挑战，自动获得卓越级进阶奖励。挑战传奇级，叶枫等提示出现就直接选择了接受。NPC 接受进阶的界面上出现了一行新的提示：传奇级进阶，击败1至2阶5级卓越级 BOSS 怪物，10分钟内，失败后任务消失，正常获得卓越级进阶奖励，是否接受？就知道是你小子。叶枫秒点接受。等进入空间，看到 BOSS 仅仅只有25万气血后，叶枫都直接懒得开辅助技能加成，直接一招暴雨剑法过去，瞬间将其秒杀。轰轰轰！大厅里响起了阵阵鞭炮声，金色的烟花再次在城市上空闪耀，不少玩家都是驻足抬头，这是出什么大事了？第82章，一步快，步步快，我跟大佬的差距这么大。此时的叶枫已经被密密麻麻的系统提示刷屏了，恭喜你完成了第2次进阶，你的等级上限提升到了2阶30级，你获得3个技能槽位置，其中被动类技能上限为1，四转前可使用道具随时替换重新学习。你完成了传奇级进阶，获得了全属性提升 50% 的奖励。传奇级进阶剩余名额3，你获得了暴击率正 5% 的加成。你第一个完成了进阶，特殊属性提升效果额外增加 50%， 你累计获得了暴击率正 7.5% 的加成。你的阶位压制得到了提升。阶位压制2，面对低于你1/2个阶位的目标、怪物以及玩家均有效，你将获得1800分号、3600分号最终伤害加成，1800分号、3600分号最初伤害减免的增益效果，该效果无法被装备属性、特性以及技能效果抵消。进阶成功后，叶枫的基础全属性再次提升了 50%， 力量、敏捷、精神3项都来到了1725点，就连最低的耐力都有375点。至于体力，则是突破了第1阶段的上限，暴涨至1323点。只不过体力并非职业的主属性，没有带来隐藏的加成。除了基础属性，叶枫再次获得了 7.5% 的暴击率提升，仅穿着装备的暴击率就已经高达 42%， 要是技能一开，直接突破 100%， 而阶位压制的再次突破才是他更为看重的。连着2次首次完成传奇级进阶，让他在这方面的效果比别人强一大截。如果再面对高一个阶位的 BOSS，
他就不会受到对方的压制了。哪怕面对高2个阶位，他也只有受到 4% 效果的压制，这让他对后续的越阶刷怪计划又多了不少信心。除此以外，还有权限点和自由属性点的奖励，通过系统提示正在一条条刷出。当他进阶完，缓缓回到众人中的时候，瞬间收获了几双各种不一的目光，有震惊，有崇拜，小柔更是高喊：“会长，你真快！”叶枫有些无语，这可不是什么好词啊。帝王海哥有些茫然，感觉自己的脑子嗡嗡的。这还不到1分钟，大佬就接连完成了卓越级和传奇级进阶，厉害也不是这么个厉害法吧？他甚至都有些怀疑，是不是2阶的进阶任务难度降低了？可是，当他迫不及待开始挑战的时候，才发现自己错了。固然，卓越级的难度对他来说不算太高，在技能的加成下，他火力全开，只用了1分40秒就将试炼头目击杀，自身的气血也保持在了 80% 以上，堪堪获得了 SSS 级评价。可当他自以为一切顺利，开始接着挑战传奇级进阶的时候，才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对方 BOSS 3000多的攻击实在有些惊人，只是随意出手造成的伤害就能将他的气血打掉接近1/10，而他的攻击却仅仅只能对 BOSS 造成1000多点伤害。面对 BOSS 高达25万的气血来说，这跟挠痒痒也没啥区别。哪怕他再次爆发技能，瞬间搞掉了对方上万的气血，但面对 BOSS 那长长的血条，根本无法造成实质性的威胁。还没撑到挑战时间结束，他在第7分钟就死在了 BOSS 剑下，遗憾的失败了。本来他还有些灰心，原来我跟大佬的差距这么大啊！可当他眼巴巴等了1分多钟后，看到了紧接着开始进阶的于健于康2人，也是先后挑战传奇级失败，帝王海哥才重新开心了起来。哈哈，刚才不还吹牛逼呢吗？看来你们也不行啊！2人怒目而视，这混蛋，这么嚣张，搞得好像你成功了一样，简直是交友不慎。就在众人以为他们这批顶尖玩家都要以卓越级进阶结束的时候，神域小溪却开心地蹦了过来。会长，我成功了！帝王海哥和2兄弟瞬间瞪大了双眼。什么？我们3个主战职业都失败了，你一个治疗却完成了？闹呢吧？小溪却根本没有理会他们，乖巧地站在叶枫身前，像个好奇宝宝一样。会长，系统提示我获得了10点自由属性点和2点权限点的奖励，这权限点是干什么的啊？看小溪并不是开玩笑，而是真的完成了传奇级进阶。帝王海哥感觉自己的心都要碎了，自己这堂堂大公会会长，混的还不如过去给人家帮忙凑人数的。孽障啊！2兄弟也是羞愧不已，平日里自己还吹牛，带小溪妹妹升级，带小溪妹妹刷副本的，一直把对方当个辅助来看待，却没想到最后人家成功了。2人互相看了对方一眼，仿佛看到了扑克牌的大小王。当完成进阶的这几人分别给自己的伙伴传授完经验和注意事项后，其他人也是陆陆续续的完成了卓越级进阶，也算是皆大欢喜了。而随着几个工会成员的进阶，叶枫也是收到了一排排的提示。工会成员神域剑哥完成了第2次进阶，工会繁荣度增加了100点。工会成员神域剑哥完成了第2次进阶，工会繁荣度增加了100点。工会成员神域小溪完成了第2次进阶，工会繁荣度增加了1000点。叶枫有些意外，不但意外于自己工会成员进阶，还能给工会提供繁荣度。更意外的是，传奇级进阶居然增加的更多。他这才注意到自己进阶后也给工会增加了1000繁荣度。叶枫心中一动，连续获得了这么多繁荣度，加上之前积累的，应该能提升工会等级了吧？他如此想着，打开了工会界面，繁荣度97185100000，我眼花了。叶枫揉了揉眼睛，又看了一遍，没错啊，1万点繁荣度就能提升到2级，而目前工会的繁荣度却高达9万多点。叶枫顿时有些哭笑不得，自己前世没有管理过工会，却犯了这么低级的错误。繁荣度早就够了，却忘了操作，闹了个大乌龙。他马上点击了提升，你是否消耗100银和1万繁荣度，将工会提升到2级？是。第83章，神级工会的底蕴。逐渐疯狂的工会成员们，提升工会等级消耗的金钱虽然不少，但对叶枫来说还算轻松。这要是一些小工会就费劲了，哪怕繁荣度够了，凑这么多钱也不太容易。闹了这么一个大乌龙，叶枫有点不好意思。他估摸着帝王工会应该早就提升到2级了，自己这确实有点慢了。不过慢了是慢了点，提升到2级的好处并没有缺少。神域工会2级增益，工会成员获得的最终经验增加 40%， 野外副本均生效。神级工会专属增益效果提升 100%，
除了这个比其他工会翻了1倍的 buff 的效果，工会的成员上限也提升到了200人。不过他现在重心不在招人上面，倒是无所谓。让他在意的是，刚刚提升完工会等级以后，居然还剩87185的繁荣度。叶枫来了精神。这么说的话，仅仅再差1万多就可以继续提升，来到3级工会，增益效果的 buff 将会再次提升。这谁能忍住？叶枫马上开始想办法。目前成员们都刚刚进阶，去刷2阶的怪效率不会太高，还是跑商来说更为迅速。他打开工会的仓库，一次性扔了几十件2阶不同等级的卓越级装备。工会频道见，会长，我丢了点装备，大家跑商，工会马上就能升级了。叶枫的发言引发了大家的热情。工会频道神域剑哥，快能升级了吗？真不容易，咱们工会的人还是太少了。我看帝王和金钱帝国昨天都已经提升到2级了。工会频道神域康哥，还不是你从来不跑商，才耽误了咱们工会的进度。工会频道神域小柔，都别嘴上的功夫了，一块来跑商，等到提升到2级，咱们就能享受40%的经验加成了。工会频道神域剑哥，我擦，我是不是眼花了？我刚杀了个怪，居然直接加成了40%的经验。工会频道神域康哥，我这也是，这是出 bug 了吗？工会频道神域小柔，会长你说的升级，该不会是？工会频道见，会长，没错，2级我刚才已经提升了，大家朝着3级冲刺吧。工会频道神域康哥，我擦，会长威武，我马上去跑商。工会频道神域剑哥，我也去，3级工会我们来了。工会频道神域修罗+1，工会频道神域消息+1。看着大家热情高涨，叶枫也很欣慰。工会频道见，会长，今天还有点活力，半价帮大家打造装备，先到先得。1阶项链配方，1阶铠甲配方，1阶戒指配方。叶枫发出的3个配方，直接让工会成员彻底疯狂。接连表达了对叶枫的崇拜敬仰后，一个个都开始疯狂地收购相应的材料。欧质子在世此刻的团队已经扩大到了12人，采矿效率更是相当不错。但在红了眼的于剑两兄弟的渴求下，他们的存货也是瞬间被清光。剩下的几个工会成员只好在世界频道上大肆收购了起来。虽然一次性收获了相当于6万华夏币的收入，但欧质子在世却感到了一阵危机，连自家工会兄弟的需求都满足不了，还怎么有脸说自己是专业团队？今天不睡觉了，通宵采矿，奖金翻倍！欧质子的怒吼让矿洞里的众人都情绪激昂。他娘的，拼了！另外一座主城的进阶大厅里，钱多多正在焦急的等待。他带着工会里10几个达到进阶条件的玩家一起过来，就是想抓一波先机，打出自己的威名和金钱帝国的名声。为了确保能完成传奇级进阶，他并没有莽撞行事，而是先排了工会里最强的一个肉盾玩家去挑战卓越级进阶任务，想让对方把试炼 BOSS 的实力彻底摸清楚。这样的话，等到他去进阶的话，就能针对性的快速完成进阶，进而获得传奇级进阶的机会。可仅仅1分钟后，一个浑身重甲的玩家就骤然出现，脸色有点难看。会长，我没能击杀 BOSS， 卓越级进阶失败了，真没用。钱多多心中吐槽，表面上却一副关心的模样。没事，完了你从工会里免费租借几件装备，下次再挑战就行。随后舅舅急不可耐地询问道，对方大概多少血，攻击防御多少，有什么技能？这玩家听闻可以白嫖装备，脸色立马好看了起来，尽心地介绍道，气血18万左右，攻击的话。就在这时，砰砰，外面突然响起了烟花爆炸的声音，一道道系统提示以超大的彩色字体在所有人眼前绽放开来。玩家见第一个完成了2次进阶传奇级，获得了100点自由属性和5点权限点的奖励。玩家见第一个完成了2次进阶，当前阶位压制，效果提升50%。钱多多呆住了，连对方跟他介绍的 BOSS 属性都听不下去了，他的面容瞬间变得扭曲起来，转头质问起了钱小盾：“你不是说他最近一直不在线吗？下线前等级还不到1阶10级，为什么突然就完成进阶了？还是传奇级？”钱小盾也是有些懵：“我也不知道啊。”钱多多咬着牙，感觉气血都要上冲到脑袋里了。自己花费了这么大的代价，经验单无限续，甚至连续2天都没有下线，不停地刷怪，不就是为了能够压对方一头吗？结果到头来，努力白费。更让他难以理解的是，这还是渐将近2天没上线的结果，也就是说，他们之间的差距比他想象的还要大。钱多多的暴怒让其他人吓得不敢吱声。过了好久，钱小盾才小心翼翼地问道：“会长，您还要继续吗？”“继续个屁！”钱多多忍不住爆出了粗口。
刚才虽然没有听全对方汇报的信息，但也能估算出自己想要在卓越级进阶上达成 SSS 评价还是差了一点。出城刷经验，他心中憋着一股气，扭头就走了出去。等我再刷点经验，把传奇级技能提升到2级甚至3级，肯定可以一口气通过卓越级和传奇级进阶。第一个名额让你占了，我忍了。第二个名额是我钱多多的了。见我比不过，其他人还比不过吗？第84章，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叶枫此刻十分的悠闲，既然已经完成了第2次进阶，拿到了权限点和额外的阶位压制效果，自己临时上游戏的任务也就暂时完成了。等到马鹏路也完成了进阶，他就跟对方一起下线了。虽然对方作为辅助类职业，个体战力不是太强，但依靠着近乎全身传奇级的装备和3门传奇级技能，还是轻松完成了卓越级进阶。只是在挑战传奇级进阶时候，自身攻击力不够强，没能在规定时间内击杀 BOSS， 失败了。但即便如此，也还是获得了卓越级进阶的奖励，个人实力又提高了不少。两人下线后，就跟马东一起出了小区，在游戏里耽误了好几个小时。此时已经到了晚上，三人一合计，就来到了一处酒吧，准备放松放松。这里没有震天动地的 DJ 舞曲和热浪冲天的人流拥挤，只有无数个独立的桌子或者包厢，边小声聊天边喝茶饮酒的顾客。只是店内幽静淡雅的装修，以及各个档次价位不菲的精酿啤酒，无一不提示着这家店的档次并不低。叶枫拿过菜单，顺口问马东：“想喝点什么？”马东伸头看了眼，指了指最上面的一档：“就这个迷失海岸就行了吧，一罐都要32了。”叶枫摇摇头：“你不好容易来一趟，我轻易也不喝酒，就尝尝别的吧。”他指了指菜单，向服务生示意：“这个树屋的朱丽叶斯先来10罐吧，再随便上点爽口的下酒菜就行。”马东看了眼价格，大惊失色：“一罐188的啤酒，峰哥你不过了？”叶枫摆摆手：“没事，最近赚了点小钱。”马鹏路忍不住翻了个白眼：“你管几千万叫小钱？”马东看叶枫一副无所谓的样子，倒是没有再劝，都是自家兄弟，肯定也不会做打肿脸充胖子的事情。看到叶枫似乎从以前拮据窘迫，甚至温饱都顾不上的困境中走了出来，他也感觉很欣慰。只是自己的处境，怕是只能认命了。他心里叹了口气。等到啤酒上来，三人先是碰了一下，叶枫一口下去就尝到了一种幸福的甜香味，各种热带水果的味道充斥着他的口腔，浓郁顺滑。咽下去以后，清爽悠长。三人都是第一次喝这个品牌的精酿啤酒，却纷纷都给出了好评。这时，舞台上传来了淡淡的歌声，让我掉下眼泪的不止昨夜的酒，让我依依不舍的。一个年轻的男子抱着吉他，轻轻吟唱着。一曲听罢，叶枫和马鹏路都很给面子，微微鼓掌。虽然这是一首难度很低的歌曲，但歌手演绎的还是不错，有点真情实感在的，值得鼓励。马东却情绪有些激动，站了起来：“我想上台唱一首。”马东和马鹏路眼睛亮了起来。之前一块玩游戏的时候，大家在语音平台也经常一块聊天，有时候兴致来了也唱唱歌。在他们印象里，马东唱歌还不错的，难得有这样的机会，两人自然是表示支持。可是当叶枫将服务生喊过来的时候，对方却很为难：“这个我做不了主，得请示我们老板。”当他一溜小跑来到舞台下面的一个单独座位上，跟一个中年男子低头请示的时候，对方将目光看向了叶枫这里。叶枫则举起了手里的啤酒，微笑致意。对方也是起身点了点头。服务员回来后，自然是表示老板同意了。马东就在两人期待的目光中登上了舞台。因为没有提前排练，在了解了马东唱的曲目后，工作人员直接帮他放了对应的伴奏。一阵悠扬曲折的旋律过后，叶枫脑海中搜寻着记忆，这听着有点耳熟啊。当富有节奏感的鼓点响起的时候，马鹏路手指敲击桌子，打起了节奏。当我和世界不一样，那就让我不一样。马东的声音悄然响起，坚持对我来说就是以刚克刚。叶枫和马鹏路对望一眼，都是一副恍然的表情。原来是这首歌，算起来这也是一首老歌了，发行至今应该都快20年了。我如果对自己妥协，如果……马东明亮的音色下却唱出了一种纠结的感觉，让叶枫两人有些诧异，这家伙有点不对劲啊。随着主歌的渐进，马东的情绪也逐渐充沛了起来，声音中带着一丝丝颤抖，但却富有感染力，仿佛在诉说着自己的故事。这有点不寻常的表演，则是引起了舞台下顾客们的兴趣。本来刚才那位唱成都的歌手唱罢，还有几位客人准备点歌的，却没想到突然上去了陌生的面孔。看到对方并没有带吉他，而是放起了伴奏，一开口声音更是有点不太稳的样子。
很多人都没有了兴趣。这恐怕是哪一桌消费多的客人上来凑热闹的吧。可随着歌曲的行进，马东的紧张已经逐渐消失，反倒是唱出了自己的味道。有些人已经放下了手中的酒杯，只是台上静静的聆听。随着歌曲的行进，马东的声音反而越来越稳，只是情绪也越来越浓烈。底下怀着期盼目光的顾客也是越来越多，直到歌曲来到了高潮部分，马东更是从椅子上站了起来，双手握着麦克风，脸色潮红。我和我最后的倔强握紧双手，绝对不放。下一站是不是天堂？就算失望不能绝望。随着他近乎歇斯底里的大喊，很多人的心底一颤，他们似乎从马东的声音中想到了自己，那个不愿意屈服现实，努力不服输的自己，想起了曾经艰难的岁月，那段一个人在黑暗中前行，看不到光的日子。渐渐的，有人跟着唱了起来，这一次为自己疯狂，就这一次，我和我的倔强。到最后，更有人也从自己的座位上站了起来，手中拿着啤酒，放声高歌，我和我骄傲的倔强。我在风中大声的唱，一起合唱的人越来越多，虽然音色不一，甚至有人还跑调了，但在马东的带领下，大家想要表达情绪却出奇的融合在了一起，反而形成了一种和谐的美感。酒吧里很多人都一起跟着节奏，或大声或轻声，有人兴奋边唱边喝，有人鼻酸仰头饮尽。随着歌曲逐渐来到了尾声，啦啦啦，就算失望不能绝望，啦啦啦，我和我的倔强。马东喘着粗气，声音已经有些沙哑，跟唱的人也是逐渐放了下酒杯，情绪慢慢缓和，直到马东的声音从话筒里传了出来，这首歌倔强送给自己，也送给你们，谢谢大家。啪啪啪，在经久不息的掌声和此起彼伏的口哨声中，马东完美谢幕。第85章，海哥我们别联系了，我怕会长误会。当马东从舞台下来的时候，可谓是风光无限，一路上不乏有人伸出大拇指，眼神赞叹。仅仅几十米的路程，就有不下5桌客人拦住马东，跟他敬酒，一起碰杯。更有几个年轻貌美的女孩，目光灼热的想要马东的联系方式，这让他回到座位的时候都有些狼狈。唱得真不错，东哥牛皮，怎么没加那几个美女的联系方式啊？满足一下粉丝的爱慕之情吗？面对叶枫和马鹏路略带调侃的语气，马东却笑不出来，反而叹了口气，哎，没必要加了，我都自身难保了，就别耽误人家了。叶枫早就觉得对方突然来访可能是有事，看到他这个模样，更是证实了自己的猜测，沉声说道，出什么事了？是兄弟就不要瞒着我们。马东苦笑了下，终于开了口，原来他这些年在京城工作，今年更是刚刚升职，由于做着跟汽车金融有关的工作，他就趁机自己跟朋友开了一个二手车公司。本来以为凭借着自身平台的优势和这几年积累的人脉，应该会做得风生水起，可没想到却引起了小人的觊觎之心。因为听信了别人的建议，急于求成，决策失误，亏进去一大笔钱，更是被人诬陷，背上了一起官司。现在的他不仅亏光了这些年来所有的积蓄，更是为了填补上窟窿，到处借钱，已经是债台高筑。身边的朋友和同学为了帮他，也是竭尽全力，生活都受到了影响。但他需求的金额实在不小，过2天更是要开庭，如果凑不到赔偿的钱，就要被判决了。巨大的债务对身边人的亏欠，让他接近崩溃，已经产生了轻生的念头。在看望了父母，安抚好了妻子后，他准备跟自己最好的朋友叶枫告个别，就不活了。说完，他深深的低了头，桌子上已经是一片湿润。砰！马鹏路生气的拍了下桌子，东哥，你太让人失望了，不就是钱的事吗？有苦难给兄弟说啊，至于弄得要死要活的，你要是不活了，父母怎么办？你媳妇怎么办？马东摇摇头，炮哥，我懂你的心意，可我不能再拖累别人了。马鹏路叹了一口气，说起来，他确实跟马东只能算是一般朋友，主要还是靠叶枫才有联络。要真贸然跟自己开口，哪怕答应了，也是看叶枫的面子。对方可能也是想到这一点，怕影响到跟叶枫的感情，才没有跟自己说过。叶枫更是心中有些发堵。前世的这个时候，马东突然失去了消息，自己还找同学打听过，也没人知道他的情况。直到后面游戏可以具现到现实，世界发生改变后，他还感叹过自己的朋友里唯独缺了马东，没有跟上新世界的变化。现在才知道，原来这个节点对方是出了事。你不好意思跟炮哥开口，怎么不跟我说？叶枫只是一开口，自己却沉默了。前世这个时候的自己还住着地下室，啃着泡面，甚至有时候生活困难了还跟马东开过口。对方知道自己的这种情况，怎么可耐把自己的困难说出来，再让叶枫担忧呢？叶枫放慢了语速，温声道，东哥别怕，兄弟最近有点机遇，赚了点钱，
你的问题我帮你解决了。马东抹了把眼泪，声音颤抖。可我累计缺几百万，这么多钱肯定也没办法帮啊。叶枫轻轻一笑，这你就小看兄弟了是不？马鹏路也是接过话头，你峰哥现在可是天域中的第一人，别说100万了，1000万也不是什么难事。马东震惊地看着叶枫，这游戏这么赚钱？叶枫点点头，拿出手机让对方看了下，这是前面提现的一部分，号上还有上千万没提，回头我提出来给你转过去，你先用着。马东一脸茫然，让自己彻夜难眠，甚至欲以死亡躲避的难题就这么解决了。他脸上浮现出了劫后余生的喜悦，可下一刻他脸色又变了。可陷害我的人在当地很有势力，如果我解决了问题，他就无法低价吞并我的公司，很有可能还要报复我。马鹏路眼神严肃了起来，他虽然怀揣着巨额资金回来，但在华夏还真没有认识的人可以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不用担心，等明天你把钱的问题先解决了，剩下的都不是问题。叶枫信誓旦旦的保证，让马东和马鹏路都有些惊讶。峰哥只是从游戏中赚到钱而已，怎么听这口气，现实中也支棱起来了。不过两人也没有多问，既然好兄弟这样说，肯定不是胡吹大气。危机解除，马东脸上重新浮现了笑容。三人聊着以前的趣事，一杯接一杯，喝得不亦乐乎。最后足足喝了30多罐啤酒，加上其他菜，一共消费了将近7000元。走出酒吧的时候，老板更是派出了一辆卡宴，将三人送回了家。三人一来是高兴，一来是确实也喝了不少，都有些醉意。回到叶枫的别墅，就各自找了一个房间，沉沉的睡去了。等到叶枫第二天醒来，已经是早上10点，看到马鹏路和马东正在客厅里聊天，他并没有过去，而是先登上游戏，提现了2000万金元宝。3分钟后，看到银行卡上1800万华夏币到账的信息，叶枫忍不住咽了一口唾沫，自己这就千万富翁了。平复了下心情，他来到两人身前，需要多少？把你卡号发我。马东咬了咬牙，算上公司的赔偿，得600多万。你要是不够，先借我一半，也能暂时缓解。叶枫摇摇头，别废话。输入马东递过来的卡号，他转过去了1000万。查收下。叮咚，马东拿起手机，看到手机短信，眼神呆滞。1000万，这太多了吧？叶枫拍了拍他肩膀，咱两兄弟就别废话了，赶紧把你的事情处理完，你那公司也别开了，一起过来跟我和炮哥玩游戏。马东本来想拒绝，可一想想再搞原来的行业的话，要赚到这么多钱，不知道得多少年。听叶枫和马鹏路的意思，这游戏是真的很赚钱，自己投身过来，说不定真的有机会。最主要也能尽快把叶枫帮自己的这些钱还清。叶枫看到马东同意，更是意味深长道：有着我打下的基础，在游戏里赚钱都是小事，更重要的是可以让你具备在现实中报仇的能力。这下不光是马东没听明白，就连马鹏路都有些疑惑。叶枫却没有解释太多，相信我的话，就把所有时间和精力乃至金钱都投入到游戏里，相信有一天你们会感谢我的。我都听你的。马东此刻已经对叶枫的话深信不疑，马鹏路也是若有所思，但心中却做出了跟马东一样的决定。中午三人都没有出去，直接叫了个外卖，随便吃了点。等马东将自己的事情全部处理完，已经是下午。叶枫帮马东预定的头盔也已经送到。等叶枫告诉了马东自己和马鹏路的游戏名字后，三人齐齐进入了游戏。在马鹏路的指导下，马东很快就对游戏熟悉了起来，更是靠着工会成员帮忙凑出的一套1阶前能穿的卓越装备和卓越品质的经验单的帮助下，迅速的开始练级。而叶枫则是打开了自己的面板，随着进阶，他的全属性都有一定幅度的提升，只是还没有更换2阶的装备，提升幅度不算大，所以叶枫直接忽略了其他部分的内容，直接查看起了天赋。 SSS 天赋万物合成，等级5，可合成次数1325500，熟练度3052100000。新的一天，可合成次数再次增加了500，而之前的熟练度也已经累积到了3000多点。叶枫心中一动，这么多合成次数，可以搞一搞别的了。拿出了自己背包里珍藏了许久的兔角，2万多件兔角要一件件合，是一个庞大的工程，这一点合成次数自然是不够。不过叶枫自有妙招，直接将5份放在了一起。你合出了幸运的兔角，优秀，这正是指定合成的选项，消耗5件同类型物品，可以必定提升一个等阶。这样不但合成起来更快，更是用一次合成数就能增加5点熟练度。而当叶枫连续使用了将近1000次特定合成后，更是因为触发了上百次的暴击效果，而将熟练度直接突破了1万。天赋再次升级， SSS 天赋万物合成，
等级6，可合成次数13281千，熟练度1105500000。看到可合成次数不降反升，叶枫眨了眨眼，这是不让自己休息啊，继续合。他如法炮制，再次使用特定合成，1000份优秀级的幸运兔角再次出炉，不但收获了6000多次熟练度，还得到了一个额外的效果。你累计消耗1万份相同材料进行了制定合成，激活了指定合成越阶效果。消耗25份同样材料，可以获得固定2阶品质提升；消耗125份同样材料，可以获得固定3阶品质提升。虽然这样合成跟之前消耗一样，但这样胜在快啊！而且提升熟练度的速度也大大增加了。叶枫直接试了下，从刚刚出炉的2000多份优秀级兔角里拆分出了125份，你合成出了幸运的兔角史诗，可合成次数消耗1次，熟练度却直接提升了125点。叶枫笑了，这功能妙啊！他索性将剩余的初始兔角全部拿了出来。你消耗了15000份幸运的兔角稀有，你合出了幸运的兔角传奇 X120， 你消耗了1875份幸运的兔角优秀，你合出了幸运的兔角传奇 X75。 它并没有直接用指定合成功能提升到史诗级，而是全部合到传奇级就停了下来。这样的话，它的2万多份稀有级幸运的兔角就变成了195份传奇级。天赋里瞬间也发生了变化，可合成次数1331千，熟练度2980500000。看到只剩下100多次的合成次数，叶枫才停手。兔角的进度已经提升了一大截，很快就能冲刺神话级，也不急于这一时了。倒是之前一口气增加的活力上限超出基础上限太多，作为临时的效果是有持续生效时间的。你的临时活力上限生效剩余时间14小时。叶枫马上开头埋头打造，消耗了好多活力神水，足足还有2万多点临时活力上限。要是时间到了被清零，那就太亏了。你打造出了夜魔皮甲，未鉴定；你打造了金刚战铠，未鉴定；你打造出了，一口气将所有的材料全部消耗完毕。叶枫足足打造了100件对应的铠甲，时间也已经过去了5个小时。在这期间，高飞成为了第3个完成传奇级进阶的玩家。他的天赋对装备效果加成大，攻击力堪称叶枫之下第1人，靠着拼命的打法，硬生生的击败了试炼 BOSS， 让工会成员都是羡慕不已。而金钱帝国那边，据帝王海哥说，核心成员都是卓越级，其余人勉强完成了优秀级，比叶枫这边那就差了不少。此时的马东还在新手村练级，目前才刚提升到10级，不过有着装备的支持，正在越级刷15级和20级的怪物，估计最多再有1天就能准备第1次进阶了。叶枫回过头来，看到工会繁荣度也已经来到了10万点，就消耗了1000银将其提升到了3级，成员上限也提升到了400人。工会 buff 提供的经验值加成则是来到了 60%， 让工会成员们都是直呼万岁。于剑两兄弟都是庆幸自己当初加入了神域，小谢和小柔2人则是现在连帝王海哥的消息都很少回了，怕会长误会。一切都行走在了正轨上，叶枫也就收回目光，继续忙自己的事情。石英买了100张传奇级鉴定符，朝着未鉴定铠甲一一拍了上去。你鉴定出了1阶优秀级装备，天赋熟练度加4；你鉴定出了1阶卓越级装备，天赋熟练度加4；你鉴定出了1阶传奇级装备，天赋熟练度加8。你鉴定出了。随着一件件装备被鉴定，打造天赋的熟练度随着鉴定出的品质不同，也在不断获得相应的熟练度，直到叶枫将100件铠甲全部鉴定完毕，愕然发现打造天赋居然也升级了。第86章，天赋连续升级，1000万级别的重磅交易，巧夺天工。等阶5 3 2000，打造时活力消耗减少 50%， 打造时消耗时间减少 55%， 特殊打造时出现高品质的概率增加 55%， 每日可使用的活力恢复类道具上限增加 100%， 可分解装备武器获得对应的打造材料及熟练度，目前获得比例为70百分号35百分号，当前可分解最高品质为卓越级，天赋等级提高可提升品质上限。除了几个基础效果的再次提升，新出现的功能让叶枫有些始料未及。分解，他尝试丢进去了1件2阶20级的装备，你分解了2阶卓越级装备，获得了14块铜矿石3块寒冰石，你获得了1点熟练度。叶枫心中震动不已，除了基础矿石，居然还能分解出特殊矿石来，虽然跟打造所需打了个7折，可相比于直接将装备卖了换钱再收购矿石，价格也相差不大。最主要这样省事啊，等到天赋再升级的话，说不定比直接卖装备都划算。
虽然通过分解熟练度的获得比例比材料更低，只有正常打造的 35%， 可积少成多的话也相当不错。正好他仓库里还有几千件装备呢。叶枫马上赶了过去，打开仓库里，开始整理起了前面存下的装备。除了属性比较好的传奇级，其余的稀有级、优秀级，甚至是卓越级，都全部一一选择了分解。分解过程中，叶枫还惊喜地发现，分解自己打造的装备时，是可以获得 70% 的熟练度返还的，这让他的熟练度涨得更快了。等他将不需要的装备全部都分解完时，除了7万多块普通矿石和几千块特殊矿石，他的天赋也连升2级。巧夺天工，等阶7410000，打造时活力消耗减少 55%， 打造时消耗时间减少 65%， 特殊打造时出现高品质的概率增加 65%， 每日可使用的活力恢复类道具上限增加 100%， 临时活力上限持续时间提升 50%， 可分解装备武器获得对应的打造材料及熟练度，目前获得比例为80百分号、40百分号，当前可分解最高品质为传奇级，天赋等级提高，可提升品质上限。不但各项属性再次全面提升，可分解的品质上限也提升到了传奇级。叶枫直接丢进去了一件刚刚打造的铠甲，这件同时增加物理伤害和法术伤害，附加的特性也不太好，卖钱是卖不了太多，不如试试分解。你分解了2阶传奇级装备，个人打造，获得了18块铜矿石、4块密银石，你获得了7点熟练度。矿石还罢了，熟练度的获得让叶枫开心不已，爽啊！这以后打一件传奇级，等于直接获得15点天赋熟练度，而天赋随着等级提升也是越来越强大，如此便形成了良性循环。眼下天赋刚升级完，短时间内也无法升级，叶枫也就停止了折腾。反正临时活力上限提升后，已经由正常的24小时提升到了36小时，原本还有8个小时的期限也变成了20小时。他准备下线先吃点饭。你的属性点达到了可具现标准，是否花费10金进行具现？你的2项属性点达到了可具现标准，是否花费20金进行具现？看到弹出的系统提示，叶枫这才想起来，在2次进阶后，自己的体力和精神也突破了1000点，达到了可具现的第1次的门槛。只是这个20金让他有些纠结。且不说目前身上不够这么多金钱，需要再出售点东西才行。上次的巨献折腾了他1天1夜，让他有些心有余悸。如今再来一次，怕是扛不住啊。他决定做好准备，再来巨献。选择了否，直接下线。在自己的别墅溜达了一圈以后，叶枫发现之前给自己提供了大量灵气的灵脉，似乎效果减弱了一点点，这让他有些担忧。按这个幅度的话，可能再巨献不了几次，地下的灵脉恐怕就要彻底被吸收干净了。还有哪里有这样的资源呢？叶枫下意识地走出了别墅，在周边溜达着。突然，他停住了脚步，感觉到了一股比他自己别墅里更浓厚的灵气。他走了过去，发现居然是他别墅旁边的另外一栋别墅。他敲了敲门，发现没有人应答。这时，正好有保安骑着巡逻车经过，看到叶枫的身影，马上过来恭敬地给叶枫说道：“叶先生，不用敲了，这房子没人住。”叶枫愕然，没人住？再次询问了保安，他得到了一个有用的消息，这间别墅的主人跟自己住的这栋好像认识。既然如此，就好办了。他马上联系了房产中介的人，当初帮自己租房子的刘鹏很快就发过来了一个电话，他直接拨了过去。对面是一个很好听的女生，得知他对自己的房子感兴趣，面对叶枫这个租客倒是很客气，只是听到叶枫询问自己跟旁边别墅的情况时，态度也很坚决。他目前并不缺钱，无意出售自己的别墅，至于另外一栋确实是他朋友的，但是目前也不单卖。如果叶枫想要购买这2栋别墅，其一就需要将另外一栋同时也购买，2栋别墅一口价5000万。叶枫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而是说自己先考虑考虑。先打了个电话，让刘鹏跑了一趟，将旁边别墅的钥匙带过来，看了下房子。这栋别墅面积比叶枫住的还要大，装修也是豪华无比。这么一算的话，实际这价格还算公道。最主要的是，叶枫确实在这栋别墅下面感受到了更为浓烈的灵气气息，甚至比他居住的还要更胜一筹。尤其是在别墅内的某些位置，灵气气息比在外面隐约感应到的何止强了10倍。叶枫很快做了决定，买下这2栋别墅。有着这2个天然灵脉的存在，估计能用到自己巨献第2阶段的时候了。到那时，自己的肉体恐怕已经超越了凡人的范畴，可以称之为超人。相比较这样的诱惑，几千万又算得了什么？虽然刚刚给马东赚了1000万，哪怕将游戏中所有的金元宝都提现成华夏币，依然都还差一点。
但差距也不算多。他短暂的在自己房子休息了一会，点了个豪华的外卖套餐，吃到心满意足，就重新上了线。进入游戏后，叶枫选择了先清理副本。你扫荡了一阶5级副本，简单难度，你获得了。你扫荡了一阶5级副本，困难难度，你获得了。因为目前已经提升到了2阶，无法再进入1阶副本，但有着副本肆虐者的效果，还可以选择扫荡。他快速将几个等级和难度逐一扫荡。至于2阶副本，则是将所有简单和困难难度的副本全部扫荡了一遍，又自己挨个跑路，将噩梦级副本挨个通关。之前1阶的时候，他尚且可以轻松获得 SSS 评价，如今2阶的实力又有提升，自然更加轻松。忙完这一切，才花费了不到2个小时，其中大部分的时间反而花在了整理副本的各项收获上。由于扫荡过程中经验药水不生效，经验的获得并不算多，全部扫荡完都不到1亿经验。金钱的话，累计刷了将近30金，倒是将巨献另外2项属性的需求凑够了。至于装备，要是之前还要分门别类的费心存起来，很是麻烦，现在就简单多了。传奇品质之下，全部分解。你分解了1阶优秀级装备，获得了。你分解了1阶卓越级装备，获得了。你分解了2阶卓越级装备，获得了。1阶2阶累计7个副本，累计16个难度。叶枫有着副本权限，等于刷了48次，在 1500% 的爆率加成下，足足获得了15000多件装备。哪怕在分解了100件和1万件装备后，分别激活了可以批量分解10件和100件装备的选项，叶枫依然花费了足足1个小时才全部分解完毕。不过成果是喜人的，11万块普通矿石，1万多块各种不同性质的特殊矿石。他一个人拥有的矿石总量，怕是要比欧质子再是一个团队挖掘的都要多出几十甚至上百倍。而分解不光是材料的获得，好几万的熟练度更是让打造天赋再次连升2级。巧夺天工，等阶92133450000，打造时活力消耗减少 60%， 打造时消耗时间减少 75%， 特殊打造时出现高品质的概率增加 75%， 每日可使用的活力恢复类道具上限增加 100%， 临时活力上限持续时间提升 50%， 可分解装备武器获得对应的打造材料及熟练度，目前获得比例为90百分号45百分号，当前可分解最高品质为传奇级，天赋等级提高可提升品质上限。可惜升级后的合成天赋里提升并不算大，如今的活力消耗每2级才能减少 5%， 消耗时间的减少也从之前的每级 10% 变成了 5%， 几个特殊效果也没什么变化。好在距离下一级升级的熟练度也相差不多，明天再扫荡一波，应该就可以提升到10级，技能树的数量就没装备这么吓人了。320本优秀级，260本卓越级，50本传奇级。在了解了马东的天赋后，叶枫也是给对方寄过去了几本对应的技能书。说起来，对方这天赋还很有意思。远程王者，你的攻击距离每提升1米，最终伤害提升 10%。而以马东一心想玩法师类职业的需求来说，叶枫就挑选了增加攻击距离以及攻击速度的几门技能。意外的是，这3门随意挑选的技能居然还触发了羁绊效果。羁绊效果2%，攻击速度正 20%， 3%，施法距离正 20%， 再加上原本技能满级后的效果，也是颇为不凡。而当马东以全身卓越级的装备和2门卓越级、1门满级优秀级的技能去挑战进阶的时候，更是轻松完成了卓越级进阶，并且获得了一个唯一职业灵魂法师。职业的专属特性是攻击必定命中，无法被传奇级以下的目标闪避。这个特性配合对方的天赋效果，堪称绝配。不仅如此，等马东以后不断进阶，这特性还会继续提升，优先度的效果也会逐渐提高。等到有一天面对神话级的目标都能必定命中时，那是何等的强大。叶枫也为自己的挚友有这样的机遇而感到高兴。而当马东加入工会后，表明了自己的天赋和职业后，更是受到了追捧。于健于康2人也马上感到了危机。原本他们作为工会里最强法系职业，甚至在游戏里都是难寻对手，结果现在新加入的这个成员不但潜力无穷，据说还是会长现实的朋友，这让他们心慌不已。对方以后要有了会长的资源支持，自己怎么还能追得上？不会有一天自己2人连核心队伍的位置都保不住吧？有着同样心思的还有神域小溪，他原本以为自己作为强力辅助应该是大家的掌中宝，可一个接一个强大的玩家加入，除非是噩梦级的副本，其他难度甚至都用不到他这个辅助加血。所以当他进阶后，发现自己因为传奇级进阶的原因，
拥有一个3天内属性果实服用上限增加 40% 的 buff 后，可以将原本25颗的服用上限提升到35颗。他马上向叶枫表达了自己的需求：你想买35颗传奇级属性果实？叶枫看着小西的要求，惊讶道。小西有些不好意思：会长，我知道我这个要求有些过分了，可好不容易有这样的机会。叶枫打断了他的话：哪怕按市场价，一颗传奇级果实也得30万，35颗可就是1000万了。你确定要花费这么大的代价？这下倒是小西震惊了。会长这意思不是拿不出来35颗，而是担心自己买不起。钱倒不是问题，要按市场价的话，会长你太吃亏了，就按1200万计算吧。叶枫这下没有推辞，刚刚副本清理完，自然也收获了大量的属性果实，330颗优秀级，315颗卓越级，就连传奇级也有足足60颗，卖给对方35颗倒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所以在小西确定了购买的意愿后，他便在藏宝阁将其上架，35颗传奇级属性果实，一次性打包1200万金元宝出售。下一秒，你的道具初阶属性果实传奇级 X35 以1200万金元宝的价位被玩家神域小西买走了。看到自己藏宝阁中4150万金元宝的余额，叶枫也是心中泛起了一丝涟漪，距离5000万的目标已经很近了。第87章须弥芥子全新特性重磅来袭。叶枫的这笔交易发生的悄无声息，由于是上架后瞬间就被小西购买，并没有其他人注意到。可同小西一同刷副本的于剑却第一个感觉到了不对，对方的加血量突然提升了一大截，从强力辅助变成了超神辅助，让他们震惊不已。一问之下才知道是从叶枫这里购买了属性果实，还是批量购买，直接把2阶的属性果实都拉满了。这下于剑两兄弟彻底坐不住了。虽然他们没有小西这个额外增加属性果实上限的 buff， 但作为4星级职业，也是各自拥有20颗属性果实上限，哪怕溢价一点也就几百万价值而已。本来以为外界不好收，准备慢慢积攒，结果大佬这里直接批量出售，那还等什么？买起来啊！一次性吃20颗属性点，这面板还不得起飞啊！两人是看到了快速进步的曙光，但被于剑两兄弟轮番消息轰炸的叶枫却有点扛不住了。自己靠幸运的兔角和越级越阶的加成，能刷到的好东西是比别人多了那么一点点，但也不是无止境的呀。你们这兄弟这口气是把我当成批发传奇级属性果实的了是吧？我自己2阶的可都1颗都没吃呢。让叶枫没想到的是，这仅仅只是个开始。不光是这几个主力战斗队员蠢蠢欲动，就连神域小柔这个辅助职业跑来凑热闹，想要在叶枫这里一次性把属性果实买够。叶枫这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自己工会的这帮人是真的不缺钱啊。他不得不在工会里下达了命令，每天最多放出30颗传奇级属性果实，拿其他品质兑换优先，比例1比20。这下大家才消停了一些，转而去开始收购卓越级和优秀级的属性果实了。此时属性暴涨的神域小西实力提升后信心爆棚，硬是拉着于剑两兄弟以及马鹏路和高飞一起越级刷完了2阶10级的困难级副本，甚至还拿到了 A 级的评价。兴奋之余，玩了一天游戏的小西也感到了一点疲倦，想要下线休息，只是要退出游戏时却被弹出来的系统提示弄得有点摸不着头脑。属性点达到第1阶段上限，巨献，每个字他都认识，连起来就不明白是什么意思了。有心想问下叶枫，又怕打扰到对方，正好系统提示第1次巨献有折扣，他身上的钱也够，就选择了同意。当他下线后，身体瞬间感到了一阵巨大的疲倦，一向爱干净的他没有洗澡，没有换衣服，就迅速的入睡了。同叶枫一样，他感觉自己也做了一个很长的梦，不过不一样的是，梦里好像他的脑子经历了一场激烈的战斗，直到6个小时后他才缓缓的醒来。只是一睁眼，他马上就感到了身体的不对劲，虽然身体传来了一股极致的饥饿，好像是1天1夜没吃饭一样，但奇怪的是，脑子却清醒的不得了，仿佛变得异常的聪慧和敏感，只是随意转念一想，就浮现了无数的知识，游戏中装备的效果，怪物的具体属性，甚至连上学时曾经背过的课文都历历在目。要知道，他当初最头疼的就是语文了。这下小西彻底震惊了，自己的身体发生了什么？他连鞋都顾不上穿，一路小跑到了书房，拿起了一本霍乱时期的爱情，随手翻了几页。放下书后，刚才随意翻看的内容却清晰地出现在他的脑海中。小西整个懵逼了，这是什么情况？自己睡了一觉，直接变成最强大脑了，就仿佛游戏一样，
直接给现实的身体加了几十点智慧一样。只是一瞬间，他就想到了游戏下现实的提示，他的眼睛亮了起来。难道这就是自己精神点数超过1000后的巨现效果？而这个巨现的效果，居然是直接出现在现实中。他柔弱的身躯微微颤抖着，内心激起了惊涛骇浪。游戏中的能力竟然可以同步到现实，自己居然无意间发现了这样的惊天大秘密。小希忍不住捂住了自己的嘴巴。下一刻，脑海中一道电光闪过，不对，自己并不是第一个发现的。作为连续2次完成传奇级进阶，一直处于玩家第一人的会长剑，实力肯定比自己要强很多，恐怕对方早就发现了吧，甚至已经先于自己，已经在现实中巨现过了。巨现到现实的实力比自己更为惊人。想到这，他的脑海中转过了无数道想法。这样的话，这个游戏就不单纯是一个火爆全球、人人都爱玩的游戏了，不但可以影响经济，甚至可以改变世界。虽然1000点精神巨现到现实中只有10点的提升，但足以让原本名牌大学毕业、本身智商就不低的小希瞬间就理清了思路。想明白以后，他马上开始行动。自己因为刚毕业不久，还不愿意去父亲的集团公司上班，家里并没有给自己太多的钱。之前玩游戏都是自己辛苦攒下的零花钱，购买会长手里的属性果实已经花光了他所有的积蓄。问家里要的话，父母那边肯定也不会相信一个游戏能改变世界的说法，不如自己先行动起来。想到在长安市自己还有一栋闲置的别墅，本来是买来跟自己的大学同学也是好闺蜜一起作伴的，现在利用起来。他马上拿起手机找到了预留的一个房产中介的电话。刘先生，你不是说之前有人想买我的别墅吗？马上给现钱的话，我可以9折出售。单卖也可以，跟我朋友的那栋一起，还能再打9折。放下电话，他还是压抑不住内心的激动。游戏可以融合现实，这绝对会改变未来的世界。自己必须抓住这个先机，争取把所有的资源都投入到游戏当中去。眼下能做的就是抓紧把别墅卖了，投入到游戏里，用这一笔资金及时提升自己游戏中的实力，进而能具现到现实，才能将利益最大化。至于为什么还要带上小柔的那套，小希也是经过了考虑的。当时好闺蜜也是为了跟自己住近一点，方便玩才买的。现在自己要卖，对方肯定也不会独自留着。小柔在他家里，还不如自己在家里的地位里。运气好点以后，当个无忧无虑的金丝雀；运气不好，很有可能就会被当成家族联姻、扩大利益的工具了。能早早利用游戏强大自身，何尝不是一种改变人生的机会？相信等小柔知道后，会感谢自己的。小希甜美的脸庞上浮现了一丝笑意。叶枫全部处理完了副本的收获后，松了一口气。收获太多了，也有点累啊。他再次看了眼活力上限的时间，还有9个小时，咬了咬牙，继续开干。虽然1阶跟2阶装备中打造出来同品质后获得的熟练度都一样，但他现在已经是2阶的实力，自然再看不上1阶打造出的装备了。用2阶打造好的装备再合成，岂不是提升幅度更大？奈何目前他没有太多2阶的配方，这东西的爆率实在太低了。他足足扫荡了一圈副本，其中也只有3张配方，分别是2阶刀、2阶戒指和2阶护腿。武器的话，他暂时不准备更换。2阶刀对他无用，戒指和护腿各自只有1张配方，可打造的基础和上限品质都不太高，打造次数也很少，直接打造的话收益不大。他准备在寻觅上了同样的一份了，经过合成后提升到满意的程度了，再进行打造。他上下看了一圈，要说眼下适合的再提升，反倒是小荷包，毕竟这是初阶配方，哪怕到了3阶，最好也只能掉落出这个级别了。再打造一部分，将身上的提升下，还有机会再提升下格子空间。原本他认为一劳永逸的效果，如今哪怕按几千属性点转化的格子空间都有点不够用了。而有着分解装备而来的大量矿石，叶枫简直不要太安逸。在9级打造天赋下，打造一次只需要20点体力和90秒的时间。当叶枫开始投入进去的时候，时间仿佛都变慢了。放好材料，打造，等待，取出未鉴定，继续放材料再打造，一件接一件，到后面叶枫都有些麻木了。机械式的操作速度越来越快，当他忍不住停下的时候，才发现自己已经一口气打造了200件左右。他停下了打造，转为鉴定起来。当将这部分挨个鉴定完以后，分别得到了40件稀有、100件优秀和60件卓越，各个不同品质的小荷包，哪怕是最低稀有品质的，也堪比市场上流通的优秀级，可谓是绝大多数玩家眼馋却买不到的极品属性。不过这些对叶枫来说，哪怕作为合成材料都不太够格。他先将稀有和优秀的全部选择了分解，
然后开始操作卓越品质的那部分。60件全部使用了指定合成来提升，直接得到了12件传奇。这12件传奇在两合成了几次后，结果只得到了1件史诗级。叶枫摇摇头，看来这200件根本不够合呀。继续打造。这次他一口气打到临时活力上限的持续时间到，才停了下来。可惜的是，就他这样马不停蹄的打造下，依然只消耗了1万点活力，还有将近1万点的活力上限，时间到后都直接消失了，这让他痛心不已。这可都是自己合成了好久的活力神水，一瓶瓶喝起来的呀。看来以后要打造不能那样莽撞，直接 Allen 了。他甚至产生了一个离奇的想法，这打造天赋太强，消耗的活力太少，有时候也不全是好事。好在这一波的连续打造战果不错，再次搞出了各种品质，累计300件。叶枫操作起来已经非常的熟练，该分解的迅速完毕，分解加上之前的那部分，总共让熟练度再次提升了2000多点，还有26000熟练度就能再次提升天赋。值得欣慰的是，这次的合成倒是运气不错，20件传奇级几番合成下，出了整整3件史诗级，这下等于有着4件史诗级的胚子。叶枫相信这几件合成材料足以把身上的这件小荷包再好好提升下了。由于之前小荷包已经累计合成了6次，距离史诗级的品质上限仅差2次，叶枫就将手上的4件先两合成了下，然后逐一与原本的进行合成。第7次合成品质没有发生变化，只是属性全方面的提升，但唯一的特性却没有提升，这让叶枫有些急了。难不成自己白忙活了？好在最后的一次合成终于出货了。须弥戒指8，品质神话，位置特殊，体力加1000，精神加1000，耐力加1000，器械上限正 30%， 法力上限正 30%， 法力最初恢复速度增加 0.1%， 法力恢复速度增加 200%， 器械最初恢复速度增加 0.1%， 器械恢复速度增加 200%。 无限空间获得5维属性点数值，包括基础和装备效果的背包格子空间。顺手牵羊，可自动拾取专属于自身掉落的物品，并分类摆放，需自行设置分类，最高9种。合成之前，叶枫期待不已，等到真的合出神话品质了，他反而平静下来了。好在这件装备确实够给力，各项属性点大幅度提升，带来的是全方位的续航提升。他最忠实无限空间也终于发生了一点变化，连装备上的属性点也能产生效果了，让这件装备的成长性更是提升了一大步。至于新合成出的顺手牵羊特性，倒是个意外的惊喜，能省不少事。里面附带的分类摆放的效果，简直救了叶枫的命。以后再有大量的收获，就不用辛辛苦苦挨个整理了。连续打造了10来个小时，即便是有着收获和提升，叶枫也不可避免地感到了一丝疲倦。既然装备已经成型，他就满意地下了线。这次他睡得格外香甜，直到有人敲门，他才缓缓醒了过来。第88章，别问我是谁，幸运女神的老公。叶枫伸了个懒腰，感受着身下柔软舒适的床和房间内精美雅致的装修，这种感觉让他忍不住深深吸了一口气。跟前世相比，自己的人生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定要把握好机会，改变未来的命运。穿上睡衣，打开房门，原来是一脸兴奋的高飞。他刚从老家回来，一下飞机就直接打车来到了叶枫这里，拉着叶枫的手就说个不停。本来父母对他要出来闯荡还有点担忧，一听是要跟叶枫在一起才答应。枫哥，这下我能大展手脚了。高飞手里抱着头盔，兴奋不已，连叶枫让他连休息一番的建议都不听，非要马上进入游戏战斗。最后叶枫好说歹说，两人叫了点东西吃完，高飞就马上钻进了给他准备好的房间，急匆匆戴上了头盔。叶枫却没有着急，而是出门四处转了转，兴致来了，还在小区内的塑胶跑道上小跑了几圈。随着他跑步的速度越来越快，叶枫逐渐感受到了身体的一丝丝微弱变化。他还以为是长时间不运动的错觉，直到他连续跑了半小时停下来的时候，才真切感受到身体素质真的有所提升。叶枫仔细体会了一番，恍然，原来当游戏里的属性具现到现实后，虽然一开始就有明显提升和变化，但还是会有一部分能量没有完全转化完毕，需要后续随着自身的锻炼再慢慢融入身体和适应。尤其叶枫一次性具现了2项属性，还是对身体素质提升最大的力量和敏捷。这也就是叶枫的别墅里正好有一条微型灵脉，等于他睡觉的时候也是缓慢吸收灵气，不然要换别人，恐怕要需要大量高强度的锻炼才能彻底吸收。叶枫跑完又在原地拉伸活动了下，
直到感到身体已经没有提升的空间，这才心满意足地停止了锻炼，晃悠着慢慢回家。到家后，感觉神清气爽，精力充沛，能继续再大战几百个回合，才重新进入了游戏。叶枫感觉自己好久没注意过自己的属性了，一看面板果然如此。除了须弥戒指这个出阶通用的特殊装备，其他清一色的一阶装备。护腿虽然是史诗级，但属于只合成了3次，运气爆棚产生的产物，基础属性并不高，哪怕进化，对叶枫现在的提升也很微弱。史诗级进阶时毕竟有限，他就并没有将其提升，而是准备投入到武器和铠甲上面。你是否消耗20块史诗级进化石对风雨雷动剑进行进化？是。进化时消失，原先的1阶武器直接提升到了2阶。风雨雷动剑已绑定，已合成至上限，可进化。位置：主手武器。品质：史诗。需求等级：2阶。伤害加3000，力量加300，敏捷加300，攻击速度正 16%， 暴击率正 14%， 暴击伤害正 120%， 伤害正 50%。破军攻击目标时，目标防御值减少 60%， 并对周围额外6个目标造成首次伤害值 80% 建设伤害。如果对攻击目标造成一击必杀，建设伤害将额外增加 60%。该效果对3阶以上目标效果减半，对4阶以上目标无效。破狱攻击时减少目标500点防御，持续5分钟。该效果对3阶以上目标效果减半，对4阶以上目标无效。玩家剑专用，无法交易。武器虽然成功进化，但叶枫却撇了撇嘴，这基础属性和属性点倒是全部翻倍提升了，可是特殊属性却毫无变化。特性除了破狱，还提升了下减少防御的数值。破军几乎就毫无变化，好在特性的优先度效果也同步提升了下，起码越阶挑战3阶怪物是暂时够用过了。武器只是开胃菜，叶枫的重点还是在铠甲上。你是否消耗20块神话级进化石对攻无不破的神圣屏障进行进化？怀着激动的心情点下了是，数道红色光芒来回交织，轰然炸开。攻无不破的神圣屏障7，可进化，可突破。品质神话。需求等级2阶。物理防御加2400，法术防御加2400，力量加1000，体质加1000，耐力加1000，敏捷加600，精神加600，气血上限正 100%， 法力上限正 100%， 最终气血恢复速度正 100%， 最终法力恢复速度正 100%。 使用恢复类药品时效果增加 200%。 神金刚护体，神壁垒屏障，神舍生取义。玩家剑特殊打造。当叶枫看到基础属性如同武器翻倍的时候，内心还是挺高兴，这样数值的防御让自己的抗性又上了一个大档次。可看到特殊属性依然毫无变化，他心中已经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等看到3个特性跟以前一模一样的时候，他才接受了这个事实。片刻后，他又琢磨了起来，按理说特殊属性和特性不应该是一成不变的呀，要么是进化的次数还不够，比如从初阶提升到456阶代表的中阶才会发生变化，要么就是进行突破才有可能。不过他现在也没有神话级突破时的任何消息，只能先作罢。接下来可还有一个潜力股呢。此时已经是新的一天，合成天赋的次数再次刷新。叶枫开始搞起了之前准备好幸运的兔角的胚子，足足195份传奇级，再加上已装备的史诗级，他就不信搞不出一件神话级来。传奇加传奇，传奇，传奇加传奇，史诗，史诗加史诗，史诗。他不断的挑选出合适的品质，互相搭配。很快，195件传奇级在连续合成了好几次后，已经变成了7件史诗级。他马上拿出一件与自身装备的进行合成，结果依然是史诗。叶枫毫不气馁，材料还有，继续。第6次依然是史诗，第7次史诗。这下叶枫有点慌了，不会全部合成完也弄不出来神话来吧？要知道幸运的兔角现在已经没办法量产了，自己手里的这些属于绝版。而就在第8次史诗级装备可合成次数的上限时，耀眼夺目的金光终于如约而至。幸运女神的庇护8，可进化。类型特殊饰品。品质神话。防御加1000，体力加600，耐力加600，敏捷加600，精神加500，力量加500，气血上限正 20%， 闪避正 10%， 每秒自动恢复 5% 气血，非战斗状态时物品掉落提升 3000%，
金钱掉落提升3000%，仅限6阶地图内生效。按理说，这件装备最终的效果已经提升到了极致，甚至还多了一个额外的特殊属性，应该知足了。可看到第8次的合成上线，以及还有2份的史诗级幸运的兔角，叶枫心里却忍不住蠢蠢欲动，直接再次点击合成了下去。你使用幸运的兔角史诗与幸运的兔角史诗进行了合成，你在合成中出现了非常幸运的大暴击，100%提升2个品阶，熟练度加100。你合出了幸运女神的垂青神话，垫子也出货。叶枫呆住了。幸运女神的垂青4可突破，类型特殊饰品，品质神话，攻击加600，力量加300，体力加200，耐力加200，敏捷加200，精神加200，法力上限正 20%， 暴击率正 10%。 你遇到判定类效果时，大概率将会获得最高级别效果的结果。越阶击杀目标时，掉落最高品质物品的概率增加至 20%。 虽然连升2个品阶的效果只是提升了1阶到神话级，但却合成出了可突破的效果。整体的属性比叶枫身上的差了点，但也有其独到的地方，尤其是2个专属的特殊效果，很令叶枫心动。就在他纠结应该装备哪件的时候，内心却不由自主将2件放在了一起，试一试。合成后基础属性的加成方式可能会发生改变，是否继续？居然真能合！叶枫瞪大了眼睛。至于加成方式的改变，他有点没明白，但却咬牙选择了继续。爱拼才会赢，冲了！你使用幸运女神的庇护神话与幸运女神的垂青神话进行了合成，你在合成中出现了无敌幸运的超级暴击，100%提升3个品阶，熟练度加1000。你合出了幸运女神的宠爱神话。叶枫眨了眨眼睛，今天是跟幸运女神过不去了呗。幸运女神的宠爱9，可进化1/9，可突破01，类型特殊饰品，品质神话，需求等级5等阶等级限制，攻击正 20%， 双防正 20%， 体力正 10%， 耐力正 10%， 敏捷正 10%， 精神正 10%， 力量正 10%， 闪避正 15%， 防爆率正 10%， 每秒自动恢复 3% 气血。该效果无法被技能、装备特性、职业天赋打断及限制。物品掉落提升 5000%， 金钱掉落提升 5000%， 仅限9阶地图内生效。你遇到判定类效果时，必定将会获得最高级别效果的结果。越阶击杀目标时，掉落最高品质物品的概率增加至 50%， 越2阶时概率增加至 75%， 越3阶以及以上时概率增加 100%。 看到最终合成的装备效果，叶枫直接疯狂了。基础属性虽然从增加的固定数值变成了百分比，要按照眼下的自身属性，这样的方式加成甚至不如以前，但潜力和上限却提升了不知道多少。尤其是在可进化的程度上还增加了可突破，更是将这件装备的潜力直接拉满。至于最后提升完的几个特殊效果，叶枫前世都是闻所未闻。在他看来，这哪是幸运女神的宠爱，简直就是幸运女神的老公。有了这件装备，自己就是欧皇本皇。而且现在这装备还仅仅只是1阶而已，他迫不及待地对其进行提升。你是否消耗20块神话及进化石对幸运女神的宠爱进行进化？是。进化完毕后，基础属性的加成全部从 10% 来到了 15%， 就连闪避和防爆也各自提升了原本的1半的效果，只是恢复气血和增加掉落的特殊效果没有变化。虽然有些失望，但也在叶枫的预料当中。他扫视了一眼，就要将其装备上的时候，突然看到了需求等级那一栏，心脏扑通的一下。这句话的意思，难道是？他呼吸急促，紧接着再次提升。你是否消耗30块神话及进化石对幸运女神的宠爱进行进化？是。相比于之前的坚决，这次叶枫有点犹豫。等到进化完毕，他没有第一时间看提升完的属性，而是紧张地操作着往身上装备。当这件装备出现在特殊饰品栏小荷包的位置旁边时，叶枫感觉脑子嗡的一声，真的装备上了。幸运女神的宠爱9，可进化3%，可突破01，类型特殊饰品，品质神话，需求等级5等阶等级限制，攻击正 40%， 双防正 40%， 体力正 20%， 耐力正 20%， 敏捷正 20%， 精神正 20%， 力量正 20%， 闪避正 30%， 防爆率正 20%， 每秒自动。物品掉落提升
你遇到判定，越阶击杀目标。叶枫死死盯着最上面的可进化的位置。刚才自己连续2次消耗进化石提升，确实提升到了3阶，可依靠着这个5等阶等级限制的效果，居然真的提前1阶就装备成功了。他的心里激动不已。这样的话，自己岂不是能在2阶就能将其提升到装备4阶、5阶，甚至更高等级的效果了？可看了眼背包内，叶枫却像是被浇了一盆凉水一般。总共90份的神话级进化石，再进阶了1次铠甲和2次幸运兔角后，只剩下20份了，远不够继续进化了。不过他内心的那份火热还是没有彻底熄灭，只要自己再凑20份神话级进化石，就能尝试提升，将其进化到4阶的效果。甚至等研究出了搞神话级突破石的办法，未尝不能提前将其突破后再装备。目前该提升的都已经提升完毕，叶枫的心情也变得平静下来了，忍不住打开了自己的面板，仔细看去。他想知道自己现在究竟有多强。第89章，越阶，继续越阶，超限，紧接着破线。玩家剑，职业剑修神将9星级，职业特性寒风，使用剑类武器时暴击率正 10%， 暴击伤害的效果提升 20%， 无视目标 20% 防御。当前等阶2。破血，你的每次攻击都将自动附带 10% 总伤害的间隙伤害，并在触发后降低目标 50% 的气血回复效果。当前等阶2。清灵，攻击距离正 20%， 攻击速度正 10%， 当前等阶2。传奇级，进阶记录1，传奇级，可服用属性果实上限 045+45， 剩余时间2天1小时12分钟。称号天才的证明，隐藏副本肆虐者为1。等级2阶0级，615783525655100。属性力量3570，敏捷2653，耐力2465，体力2429，精神3730。攻击值23815，防御值8713，法防值11279，气血值282785。气血恢复速度，最初恢复 0.11百分号斜杠每秒，最终加成 300%。法力值2950650，法力恢复速度，最初恢复 0.11百分号斜杠每秒，最终加成 860%。暴击率 41%， 防爆率 40%， 暴击伤害 509%， 闪避率 46%。自由属性点0，权限点9，金钱49金1287银4366铜。装备幸运女神的宠爱神话，须弥戒指神话，攻无不破的神圣屏障神话，风雨雷动剑史诗，王者之风的风灵护腿史诗，强健的远古腰带史诗，破障勋章传奇，健步如飞的新手不鞋传奇，银血战戒传奇，鹰眼戒卓越。技能法力超限7%传奇，风驰电掣7%传奇，流光7%传奇，爆伤增幅6%卓越，碾压光环6%卓越，暴雨剑法6%卓越。叶枫将全部属性看了遍，深呼一口气。这个程度的5维基础属性，他在前世到3阶快提升4阶的时候才达到。至于具体属性，比前世就领先更多了，更是早早多了几个特殊效果的属性，就像气血和法力最初恢复效果，除了叶枫，其他人恐怕都还是初始的 0.01% 的效果，更别提还有防爆率这种到中阶才能拥有的属性。叶枫居然都已经积累到了 40% 之多。虽然护腿、腰带和项链戒指这些部位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但更换普通1阶装备的效果也一般，叶枫也就暂时没动，准备有2阶合适的配方再打造合成了一并更换提升。现在距离叶枫第一个完成2次进阶已经过去了快2天，他所在的这个主城里也开始陆陆续续出现一些玩家，不再像以前一样冷清。只是这些玩家虽然已经是整体玩家中的少数，属于第一集团序列，但距离叶枫依旧差距很大，甚至可以说叶枫目前想要进步都很难和普通玩家产生什么联系了。快步出了城，叶枫一路平推，2阶5级和10级的区域里还能稀稀疏疏看到玩家的出现。叶枫恰巧看到几个工会成员打了个招呼，几人看到叶枫都是惊喜不已，纷纷直呼看到活着的会长了，让叶枫哭笑不得。告别了熟人和这片区域，再往里走，不管是地势险峻还是大江大河，2阶15级、2阶20级出现的怪物等级越来越高，就很少看到玩家的人影了。叶枫却没有趁此大杀特杀，
而只是匆匆路过。除非有距离在一起，不需要引怪的情况下，他才过去几剑将其清理了。但因为现在他已经完全看不上这点收益了。虽然达到2阶后，他并没有升级，以2阶0级的身份，面对2阶地图的任意怪物，都还拥有越级经验的加成。但体会过越阶的那种感觉后，他面对这些同阶的怪物，已经丝毫提不起他的兴趣了。但2阶地图何其之大，即便他拥有着3000多点的敏捷加成，还时不时直接开启技能，增幅了移动速度后赶路，也依然花费了1个多小时，才堪堪走到2阶地图的边缘。至于为什么知道这里是边缘，因为熟悉的提示再次出现了。你已达到2阶地图边缘，3次进阶后方可继续前行。你的破障勋章生效了，你可以进入该地图。已经有过越阶的表现，对于新地图叶枫没有丝毫畏惧，直接一步踏入。眼前花了一下后，你第一个发现了3阶地图，获得了2点权限点。虽然没有了第一次越阶发现的权限点，但依然还是收获了2点来到新地图的保底权限点。3阶地图与2阶地图并没什么不同，可能是再没有玩家的存在，一眼望去显得更加空旷辽阔。叶枫左右探查了好几分钟，才发现了一只怪物。黑曜卫士长，等阶头目，等级3阶10级，气血25万，攻击11000，防御3900，技能惊雷斩、如意盾、召唤卫兵。叶枫没想到自己遇到的第一只怪物就是头目级，这是一个身着华丽服饰、手拿长刀的黑脸男子。看到叶枫的出现，他瞬间挥动长刀，口中不知念叨的什么咒语。瞬间，他身边就冲出了几名人形怪物，穿着却比他朴素了不少。叶枫轻巧一个侧身，就躲过了同时刺过来的几柄长矛，反而是等这些怪物几乎要聚集到一起的时候，才挥动宝剑。-228500，-22850，头目的气血瞬间跌到了谷底，只剩残余的一丝血皮。这道伤害带出的箭射伤害却四散而来，将周围的6只普通怪物一击秒杀。这些怪物只有9万左右的气血，完全经受不住80%的箭射效果，只是打出碾压效果的10倍伤害都没能秒杀头目级怪物，让叶枫有些意想不到。看来越阶没有以前那样简单了，他心中暗暗想到。好在经验的收获还算不错，你获得了3350点经验。你越30级完成了击杀，额外获得了600%的经验。你越阶完成了击杀，额外获得了100%的加成效果。工会增益效果生效，你额外获得了26130点经验。你最终获得了69680点经验。虽然叶枫暂时还没有合成能在3阶地图生效的经验单，但依靠着越级越阶的加成，还有神级工会的强力加成 buff， 也足以让他将一只基础只有3350点经验的头目增幅到了最终有原本20多倍的效果。就这一只头目怪物，甚至足够他直接升1级。当然他不会这么傻，除了经验的巨额提升，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掉落。他刚刚清理完这10来只怪物后，掉落了足足15件装备和1本技能书。最主要的是，普通怪物里掉落了9件稀有级，头目怪物更是掉落了1件优秀级的装备。黑曜长刀，位置主手武器，品质优秀，需求等级3阶10级，伤害加1126，力量加60，敏捷加60，伤害正 5%。 正常这种品质的武器，击杀卓越级 BOSS 才有大概率掉落，头目级更多的是大概率掉落普通级，小概率掉落稀有级，掉落优秀级的概率不足 1%。 可有着特殊饰品的加成后，直接将这个概率强制提升到了最低 50% 的程度，才让叶枫仅仅击杀了1只就有这样的收获。而3阶武器的强大也让叶枫有些心惊，仅仅只是优秀级而已，就有上千点的伤害。而当他朝着地图深入，击杀了1只3阶20级的卓越级 BOSS 后，这种感受就更加明显了。这只 BOSS 有着15000点的攻击和5500点的防御，甚至比叶枫挑战过的2阶20级史诗级的 BOSS 都要更胜一筹，也就是气血只有80万点，没能抗住他几剑，算是轻松解决。26万多的经验让叶枫感受到了越级击杀的优势，而一件传奇级武器的掉落则让他更加震惊。光明圣光长矛，品质传奇，需求等级3阶20级，伤害加3000，力量加140，敏捷加140，耐力加140，伤害正 10%， 暴击率正 5%， 无视防御正 10%。 圣光裁决，消耗 100% 法力值，发动一次基础伤害 300% 的攻击，并有 1% 的概率将其直接秒杀。优先度传奇级，
这武器的基础属性甚至跟叶枫手中史诗级的武器一样，基础5维属性的加成也有叶枫的武器1半之多，再配合上实用的特殊属性和强悍的特性技能，这堪称是一件3阶神器。这让叶枫感到了危机。随着面对的怪物越来越强大，自己从新手村武器店靠新手木剑一步步合起来的武器已经有点吃力了。要不是附带的2个特性实在强大，是他能够随时打出碾压伤害的决定性因素，他甚至都想马上收一堆2阶的武器来进行合成了。不过这只卓越级 BOSS 的掉落也给他敲响了警钟，让他对自身武器更新的需求提升到了比较重要的程度。不过即便如此，以他目前的进攻力和防御，清理地图的话几乎是没什么阻碍。普通级和头目自然不用多说，哪怕是3阶40级头目级的存在，攻击防御甚至来到了18000和7600，比2阶的最强史诗级 BOSS 的基础属性都要超出。叶枫哪怕有着武器的2个减防特性，对方都还有3000的防御，无法对其造成碾压伤害，但在叶枫开启流光技能后就完全不是问题了，暴涨至9万多的伤害，直接一键平 A 都能将80万气血的头目怪物秒杀。至于卓越级 BOSS， 本身地图太大，即便各个怪物区域都能遇到，但叶枫几乎将3阶地图跑了一圈，也才击杀了7只，但就这7只就掉落了6件传奇级装备武器，以及4本传奇级技能书，属性果实则有2颗传奇级和9颗卓越级的收获。看似不多，但要知道这可是野外，怪物是会刷新的，以现在玩家的升级速度，短时间内肯定没人能够提升到能够完成3阶的程度。叶枫还有大把时间一个人独享3阶地图，最主要的是叶枫在不断赶路探索的过程中，也逐一找到了3阶各个等级的副本。首先尝试的是3阶10级的副本，普通和困难难度自然是轻松完成，哪怕是噩梦级难度的传奇级 BOSS， 还有着副本加成的属性下，最后一关的终极 BOSS 也只有800万气血。叶枫流光一开，暴雨剑法一开， BOSS 根本没有还手机会，就 Game Over 了。这让叶枫直接连刷3遍，直接收获了40多颗初级史诗级进阶石，传奇级属性果实更是搞到了20多颗，就连传奇级技能里也出了一本他能用的体力破线，品质传奇级，最高等级7级，体力值上限提升 25%， 法力恢复速度增加 25%。 这是一本类似之前学习过法力超限的被动技能，称之为法力超限异父异母的亲兄弟也不为过。虽然他作为远程物理攻击类职业，应该优先选择提升攻击而不是强化抗性的技能，但叶枫当初从法力超限身上获得的最大的好处并不只是这2个百分比数值，而是体力点数带来的系数提升，以及远程精神系才拥有的精神点数达到一定上限带来的特殊效果。他选择这本就是想如法炮制一番。而就在他拿出了自己几百本的技能书存货，不断通过指定提升搞出来了7本各种各样的传奇级技能，并将其与体力超限一一合成后，得到了一本满合成次数的传奇级技能，花费了100万经验将其学习，并且再次消耗了1亿多经验，直接将等级拉满后，2阶的技能槽位置1，喜获满级被动技能1门。第90章2阶地图找遍了没有人，能跑到哪里去？体力破线7，品质7%，传奇级，生命值上限提升 600%， 生命恢复速度增加 600%。 当你增加体力点数时，你的法力值增加和法力防御增加系数将提升 90%。 满级效果，当你增加体力点数时，你的法力值增加和法力防御增加系数将提升 60%。 你将获得近战物理系体力点数上限的特殊效果，并得到 50% 的额外提升。提升到满级后，这门技能妥妥地给了叶枫一个惊喜，还是很巨大的那种。不光是基础增加的百分比比法力超限要高出一点来，就连系数的增加也是再有提升，直接来到了 150%。 如果说法力超限的系数增加能比得上有些法术类职业的 A 级天赋效果的话，那么体力破线就相当于近战职业里偏向肉盾系的 S 级天赋了。而在这门技能装备上以后，叶枫也得到了期待的系统提示，你的基础体力点数达到了1000点，你获得了隐藏加成效果，你的气血恢复速度提升了 100%， 你第一个达到了体力点数第1阶段，你的气血恢复速度额外提升了 100%， 在技能加成下，你额外得到了 100% 气血恢复速度的提升。叶枫简直乐开了花，别人哪怕将体力提升到1000点，也只有 100% 的气血恢复速度的提升，自己有着第一个提升和技能的双重加成，直接得到了 300% 的提升。而且这个提升是提升的最初效果，叶枫原本 0.11% 的气血恢复速度
直接被提升到了 0.44%， 再加上各种装备加成的最终气血恢复的提升，他目前装备齐全，技能加成的情况下，已经拥有了 7.76% 的气血恢复速度。以他目前28多万的气血来说，每秒钟能自动恢复21944点的气血，这是何等的卧槽！不仅如此，系统提示还在继续。你第一个将体力提升到了第一阶段，你获得了2点权限点。你第一个将4项属性点提升到了第一阶段，你获得了20点权限点，再次斩获22点权限点。唯一还没有激活隐藏加成的，就只有耐力点数了。而目前它的基础耐力点数是5维属性中最低的，仅只有375点。叶枫记住了另外3个等级副本的位置，就直接回城了，找了个安静的地方，拿出了所有属性果实的存货，开盒，不把耐力点数搞上去，绝不下线。现如今的叶枫和这种东西简直熟练的一批，什么时候用指定合成提升品质，什么时候用正常合成积累属性，完全的了然于心。尤其现在，幸运的兔角升级为幸运女神的眷顾后，得到高品质属性果实的概率大增。他在完成本日1、2阶副本的扫荡后，传奇级的属性果实足得到了100颗，卓越级也是暴涨至400颗，反倒品质最低的优秀级只有200来颗。这样的储备能力，哪怕放眼全服务器也是独一档。当他开始合成的时候，公会频道里大家还在争相报名，今日能向会长购买属性果实的幸运儿会是谁的时候，叶枫已经开始声明，今日份额减少，只能出售10颗了。大部分人还在可惜和抱怨，聪明的人早已经私聊叶枫拿到属性果实了。比如说马东，他原本以为自己拿着还钱剩下的300多万，在游戏里应该能有一番作为，却没想到这游戏的氪金大佬实在太多了，几百万根本就不算个钱。最夸张的是，很多东西不是你有钱就能买得到的，传奇级装备、传奇级技能、传奇级属性果实，这种最顶级的资源根本就不会面向大众流通，要么是顶尖玩家间的以物换物，要么上了藏宝阁也是指定玩家名称购买。他不断刷新着藏宝阁，愣是没抢到一件看得上的东西。结果直到加入公会，才知道真神就在自己身边。外边视若珍宝的东西，自己兄弟叶枫这里似乎也没那么缺。所以当今天叶枫的份额一放出，他马上就第一时间私聊，以最亲密挚友的身份，和作为欠债人要努力挣钱早日还账，所以要优先购买这些能快速增加实力的物品的理由，率先将10枚传奇级果实买了过来。好兄弟能重视自己的话，全身心投入到游戏里来，叶枫也很欣慰。他就怕那种什么也不懂，还不愿意听别人意见的人。不过将属性果实邮寄过去后，他并没有收马东的钱，让对方先记账，那几百万可以留着维持日常的药品配备，以及一些基础道具的需求。他目前不缺这300万，但对于马东来说就很重要了。叶枫拿出剩下的属性果实，不断的合成着。这期间还有其他公会员拿着优秀级、卓越级的技能书和属性果实，来跟他更换传奇级装备和技能书的进账。仅不到半小时，叶枫消耗了上千枚各品质不等的属性果实，合成出了足40颗成品。这其中效果最强的能增加100点全属性，相当于500点属性点；效果最弱的也有300点自由属性点的效果。当他全部服用完毕后，不带装备的基础属性都已经变成了这样：属性力量11845，敏捷8443，耐力3140，体力2729，精神4030。说实话，这属性叶枫第一眼看到都有点吓一跳，他甚至想不起来前世达到属性是什么时候，4阶还是5阶。不过能够重生回来，还有着逆天的 SSS 天赋，出现什么事情也都不算奇怪了。40颗属性果实给叶枫提供了足1万多点的自由属性，也就导致了他看起来有些畸形的加点。力量直接加到了基础属性过万，也得到了相应的奖励。你的基础力量点数达到了1万点，你获得了隐藏加成效果，你的暴击率提升 10%， 你第一个达到了力量点数第2阶段，你的暴击率额外提升 10%， 第2阶段的奖励比第1阶段强了1倍，再加上额外的提升，堪称变态。他现在不开技能的常规状态下都有 61% 的暴击率，技能一开轻松突破 100%， 甚至还有溢出，谁也不服。你第一个将力量提升到了第2阶段，你获得了5点权限点，再次喜获5点权限点。叶枫此时的权限点又来到了38点，一时间叶枫都有些恍惚，这么多权限点，随便选个几个权限跟开了有什么区别？闹了半天 GM 竟是我自己。不过实际上他目前也没有特别迫切需要提升的权限方面，
倒是期待权限点积攒到50点或者100点，能出现什么更高级别的权限，说不定能有大的用处。有点小可惜的就是，他虽然将耐力点数提升到1000了，但因为不是自己的主属性，也没有像法力超限和体力破限这样的技能效果，能让自己拥有耐力点数的隐藏加成。他只能祈祷达到3阶后，能有相对应的技能来提升这方面了。而眼下，40颗加强版的传奇级属性果实吃完，他的实力又暴涨了一大截。看了眼面板，叶枫发现有着第一次完成2次进阶的奖励，居然还有额外45颗属性果实的服用上限。虽然是临时性效果，但时间也足足有3天之久，哪怕到这会也还有2天时间。以叶枫目前的效率来说，完全足够。他继续开始在3阶地图里闯荡起来，可还有3个等级的副本都没刷呢。2阶地图里，钱多多带人正在2阶5级地图附近探索。虽然2支主力的队伍在专业的指挥下的带领下，不紧不慢越级击杀着怪物，他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该因为根据探子来报，帝王公会的主力队伍正在尝试挑战2阶5级困难级的副本了，他们却还在野外区域晃悠，更别提有人甚至在2阶10级的区域看到了神域公会的一行人。据说对方甚至连2阶10级的副本都通关了。对于这种说法，他觉得有点扯淡，但对方能在2阶10级的野怪区域活动，不管是勉强应对还是多费劲，实际已经走在他们的队伍前面了，这让他十分烦躁。自己费了这么大功夫搞的公会，又是疯狂砸钱，又是消耗时间精力的，别说是独霸游戏一统国服了，现在甚至连前2都排不进去，简直离谱。他也分析过原因，最后的源头都指向了剑剑剑，没有他就没有帝王海哥的崛起，没有他就没有神域公会的强大，只有限制了这个人，他才能有出头之日。可之前的一次交锋，他们金钱帝国的3支队伍已经以失败告终，硬拼的话，人数不积累到一定程度，估计也很难拿捏对方。他决定换一种思路。你不是发育快吗？各种 BOSS 首杀，各种首次进阶，那我就打乱你的节奏，拖慢你的步伐。为此，他已经派出了足足10支队伍，合计50人，在2阶地图各个区域来回巡视。一旦发现剑剑剑练级或者击杀 BOSS 的踪迹，就上前干扰对方，不求能够击杀，哪怕让对方手忙脚乱也行。这样的话，对方被骚扰，影响了进度，自己的主力队伍从容的发育，再加上到达2阶后能够服用的属性果实上限增加，普通玩家和顶尖玩家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他有超能力的优势就更加明显了。一方面人数骚扰，一方面金钱上重金投入，他就不信还拿不下对方。可队伍派出去都好几个小时，至今还没收到消息。看了眼消息栏，他忍不住了，可得到的答案却让他意想不到，没见人，哪里都没有。钱多多有些不可思议。根据他从神域公会打听到的消息，剑剑剑目前都是在线状态，2次进阶后肯定不可能在1阶地图练级。在2阶地图的话，就算刷副本，每天1次刷完，总得在野区练级吧？怎么可能找不到人？难道是2阶地图实在太大，有些区域没有搜寻到？钱多多想了想，咬牙道：“再派出10支队伍，扩大范围，给我搜。”钱小盾有些为难，前面的队伍玩家就不愿意耽误这个时间，我们给人家按小时发着工资，还承诺后续派队伍带他们练级，好说再说再同意。现在再派人还这样弄吗？钱多多没好气道：“那不然呢？谁会愿意白出力？钱的话不用急，我完了再问老头子给我转点。”钱小盾叹了口气：“好吧。”虽然小姐家的家族堪称富可敌国，小姐又是家中独女，将来的继承人，目前花的这点钱也根本算不了什么，但她总感觉这些钱好像都没花到地方上，有种有劲没力气使的感觉。只是作为家族管家，小姐的专属服务者，她也没什么建议的权利，只能随时听令了。只是她也有些诧异，这剑剑剑到底跑哪里去了？叶枫可不知道有人居然如此牵挂他，对他的行踪感兴趣。此刻的他已经杀嗨了，5万多的攻击力和61%的暴击率，让他出手大概率就是暴击效果，伤害输出比之前强了何止几倍。甚至不面对 BOSS 级别，他连流光都不用开，就是一剑破万法，箭射扫一片的节奏。3阶10级的噩梦级难度也是没什么大波折就通关了。600万气血的传奇级 BOSS 又如何？在我暴雨剑法之下，只有挨打的命。快2万的攻击又如何？物理防御11000，法术防御14000，天域最硬的男人，任由你出手。效率极高的情况下，自然也是 SSS 级评价。有着饰品加成的情况下，还是掉落出了史诗级进阶时，作为初阶里最后一个等阶。
3阶副本的掉落比1阶、2阶都要丰厚不少，仅仅是基础掉落就有20颗史诗级进阶石，再加上首通3阶噩梦和首次该副本 SSS 评价，在他的指定选择下，最终直接收获了120颗史诗级进化石。这个数量甚至让叶枫有些发愁，自己也没这么多需要进阶的史诗级装备啊。转念一想，要是用来指定合成的话，倒是可以搞出24颗神话级进化石来，加上原本的，应该能将饰品提升到4阶。只是简单计算了下，叶枫的内心却火热无比，似乎真的可以。第91章，史诗级 BOSS 的强大，叶枫的难题。可当叶枫真的如此操作，直接将40颗神话进阶石往幸运女神的宠爱上面砸的时候，却弹出了一个灰色的对话框，该等阶的进化石无法提升，仅使用中阶神话进化石。叶枫拍了拍脑袋，自己怎么犯傻了？1到3阶为初阶，4到6阶是中阶，7到9阶是中阶。哪怕有着无级别限制等阶的特性，可以提前装备4阶乃至更高等阶的装备，也得需要4阶地图掉落的中阶进化石才能提升装备。换一般人只能放弃了，但叶枫反而来了精神，不就是中阶地图吗？搞起！他现在的破障勋章只能越1阶，想要以2阶身份进入4阶地图，就需要将破障勋章升级，也就是要击杀3阶地图存在的破障 BOSS。 叶枫边推进着副本的进度，边寻找着 BOSS 的踪迹。副本的推进还算顺利，2阶10级攻破后，又陆续挑战了2阶20级和2阶30级。虽然 BOSS 的基础属性都在逐渐增加，到3阶30级噩梦级副本的首关 BOSS 已经有2万2的攻击和1万点的防御，更有高达1000万的气血。但叶枫目前可不比之前的脆皮，自身双防也都突破了上万， BOSS 哪怕有着技能加成，也难以瞬间对他造成致命的伤害，更别说他还有饮血界的特性和自动恢复气血的能力，双重恢复下抗性堪称强大。甚至在他刻意谨慎之下，一见到 BOSS 就马上2个辅助传奇技能直接开启，然后暴雨剑法就往上丢，导致这2个等级的最高难度也都是一次性就获得了 SSS 级评价。1回生2回熟，第1次都能如此，后面的2次就更加从容了。到了最后一个等级的噩梦级难度里，叶枫终于遇到了问题。这 BOSS 除了25000的攻击和13000的防御外，还有1500万的气血。本来这样叶枫还有应对的办法，结果对方的一个特性让他头疼不已。伤害吸收，吸收当前受到伤害 70% 的结果转化为气血恢复，最高吸收数值为自身气血的 50% 效果。这个效果的强大之处就在于叶枫只要将其秒不了，就无法彻底击杀对方。哪怕叶枫一个暴雨剑法下去，动辄上百万的伤害，累计起来甚至有上千万的总输出，但每一剑的伤害都会被 BOSS 的伤害吸收单独吸收，导致看似伤害很高，但最终 BOSS 还是屹立不倒。而且这个特性还是被动效果，没有持续时间的说法。叶枫跟对方耗了足足半小时，依旧受这效果影响，无法将其击杀。到最后，他为了不耽误时间，直接选择了退出。第1次因为自身退出而导致了副本失败，这样的结果让他心里很不好受。虽然绕过这个副本也没有任何影响，但他却感到了一阵深深的无力感。走出副本，他没了继续打怪的心情，而是开始研究起来，研究该怎么对付这只 BOSS 的这个恶心特性。不在战斗中，他的思维瞬间活泛了不少，只是一小会就想到了解决的办法。一自然是利用输出效果比暴雨剑法更强的攻击技能，直接一次性将其秒杀，伤害吸收的特性的效果自然就无法生效了。另一个办法就是利用道具或者技能效果，让对方的伤害吸收的特性失效。没了这个效果，他想对付对方还是很简单。可这2个办法都不简单。虽然他目前伤害高达5万多，开启了流光后，最大伤害在技能效果期间能达到21万6千多，配合碾压伤害的效果，直接输出能暴涨至上百万。如果再配合暴击的额外加成，甚至能造成超过400万点的瞬间伤害。可距离对方1500万的气血还有不少差距。想要从这方面提升的话，要么是武器更新，要么就是技能提升。可武器的话，就依赖着本身附带的特性，才能确保打出碾压伤害效果。哪怕换个伤害再高1倍的武器，打不出碾压效果删改的话，反倒最终输出还不如现在了。而技能提升的话，他也暂时没找到拥有如此爆发效果的单体技能。至于第2个办法，就更加没谱了。作为玩家中的第一人，他一向面对的都是其他玩家根本见不到的 BOSS， 连他都没见过类似的东西，其他人就更没机会得到了。叶枫最后琢磨了半天，只能含恨离开。结果走出副本，没走多远，居然有了意外的发现。
一只庞大的黑熊懒洋洋地躺在了一座废墟门口。叶枫探查了下，看到了对方的属性：巨身神血熊，品质史诗级 BOSS， 等级3阶40级，气血300万，物理攻击5万，物理防御3万，法术防御18000，神血反击，受到伤害时将其 30% 的伤害效果反弹给对手。巨身之力，防御力提升 100%， 气血提升 100%， 气血恢复速度增加 500%。裂地阵，对30米 x 30米的范围发动一次群体攻击，所有目标都将受到10秒钟眩晕效果，受到自身气血上限 1% 的固定伤害。加强阶位压制，面对低于自身阶位的目标时，额外提升 10% 的阶位压制效果。叶枫只是看完了对方属性，就有些挪不开眼睛了。在初阶地图里，装备技能和正常状态下能达到的 BOSS 品质最高都是传奇级，突然出现的史诗级必定不寻常，大概率就是叶枫苦苦寻找的破障级 BOSS。只是对方这几个技能看着有点不好对付，里面影响最小的反而是加强版的阶位压制了。如果换其他玩家的话，会受到 20% 的压制效果，很受影响。叶枫本身可有各方面的加成，几乎能将这个效果抵消个差不多，直接将其无视了。而在叶枫的身形靠近后， BOSS 只是淡淡看了他一眼，连身子就没动。叶枫试探性的挥出了一道剑气，负45415，负438708，暴击，负411504，固定伤害。黑熊的身体稍微晃了一晃，叶枫的头上却飘起一个巨大的伤害数字，负268688，反击。这下让他吓了一跳，要知道他目前也只有33万多的血量而已，对方还没出手，光靠反击效果就差点把自己秒杀了。更可怕的是，叶枫身上传奇级的银血界上可以吸血的特性是无法对史诗级的 BOSS 生效的。虽然下一刻气血自动恢复了将近3万点，但对于损失的来说简直是不值一提。更关键的是，叶枫不敢再出手了。虽然对方的防御很高，以自己武器上2个特性的加持后都无法打出碾压性的伤害，但仅仅只是一记触发了暴击效果的普通欧攻击，自己就差点饮恨当场。要是使用技能的话，那还得了。这下叶枫有些尴尬了，明明眼前有一只令人垂涎的 BOSS， 可他居然不敢动手。他有些不信邪，直接开启流光后又是一剑。这一次由于攻击力的提升打出了碾压效果，再加上爆伤增幅和天赋特性的固定伤害加成，直接打出了超过400万点的伤害。就在叶枫以为自己要被反击而死的时候，一道金光形成的圆形屏障却凭空产生，围绕在了他身前。叶枫下一刻就反应了过来，这是神话级装备的特性，神壁垒屏障。当你的气血低于 10% 时，获得一个绝对无敌的防御状态，每秒自动恢复 1% 气血，持续1分钟，冷却时间5分钟。他再次遥遥刺出一剑，再次同时触发了碾压伤害和暴击效果。BOSS 的气血再次下降了400多万点，但反击效果却没有出现。叶枫大喜，看来自己装备的特性的优先度要高于 BOSS 的反击效果。这下他彻底放心了，这个壁垒屏障可是有1分钟的持续效果，够用了。可当他连续2剑对 BOSS 造成巨额伤害，自然还安然无恙时， BOSS 则是彻底发怒了。只见他怒吼一声，身体外也浮现起了一丝绿色光芒，巨身之力发动了，瞬间防御的增加影响并不大。叶枫还是堪堪可以对其造成碾压效果，无非就是伤害低了几十万。 BOSS 的气血瞬间再降，而随着怒吼声，无数道声波组成的攻击也笼罩了不远处的叶枫。裂地斩，眼看着叶枫就要被击中眩晕，身上的金色光芒一闪，叶枫安然无恙。这个无敌状态可以免疫对方的攻击效果，叶枫躲过一劫，不敢大意，连忙趁着 BOSS 没有下一步动作前，暴雨剑法发动，连续4剑之下， BOSS 的气血直接清零。就在叶枫将叶枫释放完的一瞬间，身体外的护体金光也是消失了。叶枫惊出了一身冷汗，好悬！要是没能将 BOSS 秒杀，没了无敌效果的加成，他怕是要栽在这里了。好在尝试成功了，而几道淡金色的系统提示也是从他眼前闪过。你击杀了初阶地图破障 BOSS， 你开启了前往中阶地图的特权，你得到了10点权限点的奖励。叶枫马上看向装备栏，发现破障勋章果不其然自动升级了。破障勋章可成长，类型特殊饰品，品质史诗，攻击加300，防御加150，气血加5000，法力加2000，暴击率正 5%， 闪避率正 5%，
所有技能效果的持续时间提升 50%。作为完成了破障壮举的第一人，你拥有了越阶进入地图的能力，目前可越阶等阶。2. 该效果可以通过手杀各等阶地图的破障 BOSS 提升。基础属性虽然足足提升了10倍，但以叶枫目前的属性来说，这点加成聊胜于无。2条特殊属性的提升还算凑合，额外增加的1条专属的特殊属性倒是非常实用，能对所有技能都有加成。叶枫无论是前世还是今生都是第一次见，而且这个属性应该是越到后期越强大，这才是进阶到史诗级的提升，就远超了叶枫的期待。要是再能击杀中阶地图的破障 BOSS， 将勋章提升到神话级呢？叶枫感觉自己下一步的目标有了，不光是前面的属性都有提升和新增，作为最主要的破障属性，也从可以越1阶变成了越2阶，代表着叶枫可以打破屏障，以2阶之身进入4阶地图。就在他越过 BOSS 尸体，甚至连收获都没顾上仔细看，就准备一步跨进废墟前的传送阵时，几道巨大的红色系统提示突然弹出，触发重大事件变动，系统将迎来更新。10分钟后，服务器停机维护，请各位玩家回到安全区域，提前下线。叶枫停下了脚步，脸色有些茫然。开服几天就更新，前世不是这样子的啊？这维护更新，该不会是我带来的吧？好不容易来到地图的这个位置，叶枫也就不准备回城了。反正破障 BOSS 已经都被击杀了，哪怕再上线，这个位置刷新一只3阶地图最强的 BOSS， 也就3阶40级传奇级而已。他先选择了将藏宝阁内的金元宝全部提现，这中间卖了一部分零碎的技能书和装备，已经来到了5000万。提现出去的话，可以购买另外一套地下有灵脉的别墅了。临下线的时候，系统再次弹出了是否选择巨献的提示，只不过这次除了体力、耐力、精神3项属性达到1000点的提示，还多了一个力量点数达到1万点的。巨献的金钱也提升到了100金的程度。虽然叶枫也很心动，1万点巨献到现实的效果，目前的金钱也有几百金，完全足够。但有了之前的前车之鉴，叶枫对于巨献属性还是非常慎重，尤其是这次还要一次性等于巨献4项属性，对身体的改造比之前大了很多，身体改变后的需求自然也不会低。叶枫自然不会大意，准备着等现实中做好准备了再来选择巨献，不然的话，一个巨献直接把自己搞嗝屁了，那就搞笑了。第92章系统更新，国战即将到来。下线后，在叶枫别墅的客厅里，马鹏路、马东、高飞3人都坐在了一起，4人一块聊着天，心情都特别开心。他们从来没想过能在成年后这个岁数还有机会在一块这样玩游戏，这简单就是儿时的终极梦想。更没想过这游戏玩着玩着似乎还很有前途的样子。先别说叶枫作为游戏第一人，出售着各种独一无二的装备道具，轻易能赚到100万级别甚至1000万级别的现实货币，就光是马鹏路和高飞2人靠着职业的强大和进阶的提升，目前也稳稳坐定了玩家中第一集团的位置。每天只是野外正常练级，把能刷的副本刷一遍，收获的一些装备和道具也能轻松赚到几十万了。要不是他们自身也有装备技能和传奇级属性果实的需求，支出暂时大过了收入，他们估计在游戏中也能累计赚到几百万的收入了。就连进入游戏还不到2天的马东，靠着职业天赋的强大和出众的游戏经验，也已经混得风生水起，甚至已经顶掉了神域弑神和神域修罗这2个一线玩家的位置，成为神域公会里核心小队的主力队员了。这样的进步速度让马鹏路和高飞都有些震惊，也让他们多了一份压力。自己2人进入游戏可比对方早，要是实力还被超过了，那就真对不起叶枫的帮助和提携了。虽然大家都是朋友，但互相竞争的感觉和好胜心还是有的。马东心中实际憋着一股气，之前辛辛苦苦忙活了好几年，被人陷害，绝望到差点彻底放弃自己的生命，运气好友好凶的拉了自己一把，现在现实中的事业再重新搞的话意义不大。听了叶枫的建议，他已经彻底将其放弃，将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放在游戏里。一方面，他想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提升实力，追上其他人的步伐。只有自己实力强大了，才能尽快赚到钱，偿还叶枫借给自己的钱。最好是能还完钱后，自己也能在一些方面帮到叶枫，才能让他心安一点。朋友不就是互相帮助的吗？另一方面，他对叶枫说的那句好好玩游戏就能解决现实中的问题也比较在意，他们多年的知己挚友，他相信叶枫不会信口开河开这种玩笑。虽然这句话听起来很荒诞很离谱，但他选择了无条件相信，先把事情做到位了，到时候结果自然会给予自己答案。4人坐在一起轻松无比，
老友间的那种默契感觉和氛围，是跟一般朋友之间的相处完全比不了。互相聊了聊游戏中大家互相的进度，以及各个等级副本难度的心得。高飞还想问下叶枫现在刷什么怪，等他下一步好能有点提前信息量。可听说叶枫已经将3阶地图和副本通关，准备研究4阶的时候，高飞是一句都不想问了。我的哥，你领先我们也太多了吧，这尼玛大家玩的不是一个版本啊。马鹏路也是眼神惊叹，峰哥这游戏天赋这么强的吗？以前怎么都注意到。他们自然也聊到了这次更新的内容，只不过眼下在论坛上并没有任何消息放出，很多玩家在预测也是什么样的脑洞都有，热闹非凡。高飞也凑了进去，跟别人在论坛上激烈的交锋着，喷的那叫一个爽快。实际上别说是其他玩家了，哪怕是重生的叶枫也都不知道这次将会更新什么内容。毕竟在前世这个时候，玩家们基本也才在1阶的实力而已，根本没有这样突然的更新。大概猜测的话，可能就是自己触发了进入4阶地图的条件，这一块可能会有所涉及到。闲聊了一会，叶枫突然想起了正事，自己还有好几次巨献机会一直没有使用，得在现实里搞点存货呀。4人出去散步溜达的时候，就一块去超市好好采购了一番，各种肉类、蛋白质高的东西，使劲造。光是叶枫在山姆购买牛排就花费了好几千块，这让其他3人都惊讶不已。这玩意是大批量搞的吗？叶枫只是解释自己最近胃口比较好，正好几个兄弟也都在，整点有营养的东西。马鹏路则是跃跃欲试，称他之前在国外的时候经常一个人做饭，烹制牛排这一块堪称是专家。于是在他的提议下，又买了2个升体平底锅和特级初榨橄榄油。几人回到别墅，看更新还没好，马鹏路就直接露了一手，而最终的成品也没有让几人失望。柔软可口的牛排没有一丝僵硬，油脂丰富的口感下更有一股奶香味萦绕口中。心满意足的饱餐了一顿后，几人一起戴上了头盔。进入游戏后，巨大的系统提示内容出现在了叶枫眼前。系统更新：1. 全面开放中阶地图4阶、5阶、6级，增加刷怪和物品掉落，增加副本和相应掉落。2. 增加中阶进阶任务 NPC 和相应挑战场景以及怪物。3. 初阶地图怪物刷新小幅度数量增加，物品掉落几率微弱增加。4. 自即日起，新加入游戏玩家将会自动获得一个经验和掉落的 buff， 持续3天。5. 即将开放国战系统、荣誉系统，达到4阶玩家100人时正式开放服务器互通通道。叶枫看完系统更新内容，有些吃惊。中阶地图的开放算是在他预料当中，其他初阶地图的变动和新玩家的福利也很正常，也是为了尽量让新玩家不至于跟老玩家差距太大，毫无游戏体验。倒是国战的提前预告比前世的进度快了太多太多，不过这倒是让他有了一丝激动。现在他不光是越级打怪，就连跟普通玩家几乎也没什么交集。毕竟对于其他玩家来说，哪怕依靠人海战术都很难对他造成致命的威胁了。如果到时候国战开启，就能跟国外的高手们一较高下了。前世在这方面他由于实力原因参与度不高，偶尔参加大型的战斗基本也都是炮灰的存在。这一世倒是有的玩了。看完了系统公告，叶枫才开始整理起来自己前面击杀了破障 BOSS 后的收获。你击杀了2阶40级史诗级 BOSS 级怪物巨身神血熊，你获得了2784000点经验，你获得了1200银加6金，你获得了神话级突破石 X10， 你获得了初阶神话级进化石 X15， 你获得了神血战铠史诗，你获得了巨身战锤史诗，你获得了传奇，你获得了传奇，你获得了传奇，你获得了自选技能传奇 X3， 你获得了3阶自选部位打造配方传奇 X6， 你获得了初阶属性果实传奇 X10， 你获得了工会建立凭证。看到破障级 BOSS 的掉落，叶枫忍不住咽了口唾沫。豪华，太豪华了！仅仅是2件属性拉满的史诗级装备武器，就足以让他轻松卖个几百万的价格。前提是等第1集团的玩家们等级提升上来，而自选的技能和打造配方更是让他呼吸急促。看了眼说明，前世哪见过这种东西啊？技能他一瞬间就想好，眼下就可以用来选定耐力属性的被动技能。这样的话，他的5大基础属性就都能拥有隐藏加成了。另外2门技能也能搞出来自己想要的大概效果。2阶的技能需求妥了，而自选部位的打造配方，他反倒是不怎么该怎么选择了。毕竟这可是传奇级的配方，基础就能打造出传奇品质的装备武器。利用好天赋效果的话，
想要合出神话级都不是什么难事，足以让自己用很久时间。不过现在他才2阶，短时间内估计还要用目前的等阶等级来越级刷怪，准备等到提升3阶的时候就可以好好斟酌了。传奇级属性果实和工会凭证虽然价值不菲，根本不愁卖，但对于叶枫来说反而都属于常规掉落了。最让他兴奋的是，除了15颗的神话级进化石，还有10颗的神话级突破石。实际上这东西诞生也比较意外，正常来说哪怕是史诗级 BOSS 能够掉落神话级装备的几率不足 1%， 哪怕有着越阶越级的加成也很难掉落，更别说还是这种特殊类的材料了。也就是叶枫有着幸运女神的宠爱的特殊效果，直接将原本史诗级的突破石提升到神话级，爆出了本来不应该存在的东西。毕竟除了他，别的人根本没有条件来获取到初阶神话级的装备，就更别提将其突破了。这东西的获得还真有种冥冥之中自有天意的意思。目前叶枫身上虽然有2件神话级的装备，饰品和铠甲都拥有可突破的选项，但唯有饰品是已经3次进化完毕，可以进行第1次突破的，铠甲要提升到3阶后才可以。而且铠甲只是常规装备，饰品可是特殊类装备，还是这种几乎独一无二的幸运类装备。叶枫自然选择了饰品。你是否消耗10块神话级突破石，对幸运女神的宠爱进行第1次突破？提示：第2次突破消耗的材料将会提升至10倍，第3次将会提升至100倍，请谨慎突破。叶枫只是一转念就明白了前世为什么那个大公会整合了不少资源，也只能将装备突破了2次。一来是那件7阶装备最多也只能突破2次，二来哪怕是一件9阶装备可以突破3次。如果要追求3次突破满的话，累计1000多块神话级突破石不是个小数目，短时间内可能集结游戏内的全部资源都不一定能凑得出来。如果是别人，恐怕会将这件装备先不进行突破，留到进化到6阶和9阶的时候。这样的话，只有110块突破石进行2次突破，提升的属性肯定也不低。不然要是资源有限，只能进行3阶和6阶的突破，是远不如后者的提升的。这样可以将价值最大化。但叶枫却没有这个担忧，他有着万物合成的天赋和巧夺天工的打造天赋，比其他人多了很多获得神话级突破时的手段。前世没人能做到的3次突破，在他这里完全有机会出现。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是数道金光闪烁，交织纠缠，轰然炸开，美到了极致，连叶枫的眼睛都晃得看不到东西了。等到光芒散去，装备也突破完成了。幸运女神的宠爱9，可进化3%，可突破1，下一阶段需进化至6阶。类型特殊饰品，品质神话，需求等级5等阶等级限制，攻击正 60%， 双防正 60%， 体力正 30%， 耐力正 30%， 敏捷正 30%， 精神正 30%， 力量正 30%， 闪避正 45%， 防爆率正 30%， 每秒自动恢复 3.6 气血。该效果无法被技能、装备特性、职业天赋打断及限制。物品掉落提升 6000%， 金钱掉落提升 6000%， 仅限9阶地图内生效。你遇到判定类效果时，必定将会获得最高级别效果的结果。越阶击杀目标时，掉落最高品质物品的概率增加至 60%， 越2阶时概率增加至 90%， 越3阶以及以上时必定获得一件最高品质物品，并有 20% 的几率额外获得双份。看完属性，叶枫简直想要放声狂笑，这突破后的效果也太爽了！不光是基础属性增加了原本的1半，就连特殊属性也增加了同样的幅度，甚至就连几个专属的特性效果也都有提升。叶枫算了下，大概是 20% 的幅度。别看每秒恢复气血只是从 3% 提升到 3.6%， 仅仅只有 0.6% 的变化，但以他现在的气血值来说，这已经是每秒上千点气血恢复的增加。随着气血值的增加，这个恢复数量也提升得更多。物品和经验掉落同样如此，相当于多掉落一件装备和不少金钱，换算成华夏币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了。这里面提升幅度最有效果的，实际是最后一个特性。原本只是增加获得最高品质物品的概率，现在突破后，居然有机会获得2件，搭配叶枫的万物合成天赋，简直是绝配。第1次突破尚且如此，后面还有2次突破，又能提升到什么程度呢？叶枫有点不敢想象了。第93章，巨蟹的秘密。枫哥，你是超人啊！对饰品进行了突破以后，叶枫的基础属性再次上涨了不少，让他即将面对4阶地图又多了几分底气。
就在他迈向废墟，准备寻找4阶的地图入口，开启新篇章的时候，消息栏却疯狂闪烁了起来。打开一看，居然是马鹏路的消息。神域小炮，峰哥，不好了，高飞突然昏迷了。神域小炮，峰哥在不在？速回消息。神域小炮，我擦，刚马东刷完副本，吃了几个传奇级属性果实，下线去看高飞，结果也昏倒了。神域小炮，急！看到速回，叶枫心中一悸，连续昏倒，这要巧的事情吗？捕捉到关键信息，马东是吃完属性果实昏倒了。他脑海中灵光一闪，莫非是这2个家伙都达到1000属性点了？选择了巨献，身体开始转化了。虽然已经站在了新地图的门口，叶枫还是决定先不去了。给马鹏路说了一声后，他果断下了线。4阶地图随时可以探索，兄弟的安全最重要。匆忙摘下头盔，他马上来到了旁边的卧室。就在同一刻，马鹏路也拿着头盔走了进来，指着床上昏迷的2人，他们这浑身散发着热气，好吓人啊，看起来就跟你那天一样。峰哥，你知道是什么情况吗？叶枫拉着他坐了下来，示意稍安勿躁，这才将游戏可以具现现实的情况给他解释了起来。等叶枫说完，马鹏路的表情简直是精彩至极。具现，游戏中的能力带到现实里，那岂不是游戏里越厉害，现实就能越厉害？想到这，他双眼放光地看向了叶枫。那峰哥，你现在转化了多少了？岂不是已经成超人了？叶枫有些哭笑不得。超什么人？你想得美！第一次1000属性点就能具现，转化到现实的比例是1%，也就是10点，也就相当于将一个普通人的某项素质提升1倍。虽然有变化，但也不至于不做人了。马鹏路恍然，那他们具现的这种情况要持续多久？要不像当初解救你一样，触碰下让他们醒来？叶枫摇摇头，我们的情况不一样。一来我是游戏中第一个具现的，现实世界中没有灵气存在，消耗比较大。在我具现后，世界里逐渐产生微量的灵气，他们再转化就会简单一点。再说了，叶枫喝了口水，我当时是2项基本属性同时具现，所以才持续了那么长时间。他们应该是单项属性，提升应该会很快，耐心等待就好。马鹏路恍然点头，可下一刻又面露骇然。2项属性具现，也就是说叶枫之前已经将2项基本属性提升到1000点的程度了。当时是几天前来着？想到自己目前连1项属性都没有达到1000，马鹏路就有些自惭形秽，跟峰哥的差距比自己想象的还要大。不过他想到工会里其他成员的实力后，瞬间还是振作了信心。游戏第一人，将来可能是现实第一人的叶枫可是自己的好兄弟，暂时慢一点怕什么？再说了，比自己强的也没多少人，很快自己就能赶上床上这2兄弟进度的。再说了，自己因为是辅助职业，本来就是体力和精神2属性加点的，确保抗性和技能的续航能力，不像高飞和马东是极限加点，本身就更容易将1项属性提升到1000点。等到自己的属性点达标之日，就是2属性同时具现之时，到时候现实中指不定谁厉害呢。看守了一会，叶枫看到2人的身体没什么大问题，反倒是看起来吸收很顺利的样子，就让马鹏路就做点吃的。等到2人醒后，大喊着肚子饿要吃下一头牛的时候，马鹏路端出了早已经准备好的几盘子大分量牛排，2人眼睛放光，大声称赞着炮哥牛皮，吃得不亦乐乎。马鹏路这才明白了叶枫的用意，同时他也想起了当时叶枫带着他跟高飞2人去吃自助餐的场景，恍然大悟，原来具现完还需要补充能量的。他又记下了一个知识点，看2人狼吞虎咽，叶枫估计2人一时半会也吃不结束。突然有了一个主意，正好趁兄弟们都在，自己也一并具现了吧，万一有什么意外也有个照应。给马鹏路说了一声，他马上登录了游戏。进入游戏后，叶枫先看了眼身上的金钱，388金，2547银，3365铜，够了，然后直接选择退出。只不过这次退出的时候，他面对弹出的2道是否具现的系统提示里，都选择了是。摘下头盔，叶枫感到了身体传来了要爆炸的感觉，能量要压制不住了，只来得及跟马鹏路招了招手，他就什么也不知道了，直接倒在了床上。这次相比第一次，叶枫的意识不再那么模糊，大概知道自己是在具现游戏中的能力，只不过这次是同时具现3项基础属性的第1阶段和1项基础属性的第2阶段，提升的幅度比之前又大了好多。即便他有意识的在拼命吸收别墅下灵脉中的灵气，但身体还是告诉自己不够，还是不够。好在刚刚这间房间就是高飞和马东2人具现待过的地方，他们在具现后
身体散发出的部分能量并没有立刻散去，还在房间内萦绕。这些游移的能量在叶枫意识的呼唤下，身体的渴求下，纷纷进入了叶枫的身体，全部融化成为了体内的一部分。这样上下两部分同时帮助他吸收，身体总算是消停了下来，仿佛在梦里，仿佛在云端，仿佛又在地狱里磨练。叶枫无法具象地描述这种身体变化的感觉，但有了之前的经验，他心中不再惊慌，不再害怕。时间过得很快，当他睁开眼睛时，心中平静无比，对着床边等候的三人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肉来。”马鹏路马上把做好的5份大牛排依次算上了餐桌，可仅仅20分钟不到，叶枫的吃的差不多了。继续，还是平淡的声音，却让马鹏路和另外2人心惊不已。峰哥，这是什么饭量？简直可怕！等到叶枫又陆续吃完了4份牛排，这才停下了嘴。3人看向他的眼神，跟看一头怪兽没什么区别，紧接着就是浓浓的好奇。叶枫知道他们在想什么，也没有隐瞒，而是如实告知。只是这个事实让3人愣神了好久，心中的惊涛骇浪足以让任何渔民葬身其中。他们无法想象，自己几人作为游戏中的顶尖玩家，单属性达到上千，已经走在了 99.999% 玩家的前面。为什么叶枫多项属性都能达到这个程度，甚至还有一项属性过万？什么级别的天赋，什么变态的职业，才能造就出叶枫现如今的实力？高飞和马东本来还一直为自己的职业和天赋沾沾自喜，觉得自己机缘深厚，运气爆棚。现在一看，自己是个毛。如果说他们是天选之子，那么叶枫就是天。趁着他们发愣，叶枫连忙起身去洗澡了。再不洗一洗，这一身改完身体玩的残渣和杂事倒是小事，几兄弟吹捧带来的恶臭，那是真的受不了。死！叶枫只是拿着搓澡巾轻轻一擦，却疼得发出了声音。他看了下胳膊上的红印子，有些哭笑不得，这才想起来自己现在相当于提升了原本10倍的力量，已经不是普通人了。这一下子进去，自己的身体根本无法承受，要不是他的体质也经过了巨献和改造，刚才这一擦就能把自己擦到当场过世。外面3兄弟就不是吃牛排，而是得吃自己的席了。小心翼翼的尝试轻手轻脚的控制，叶枫费了很大的功夫，才慢慢适应了暴涨的属性给自己带来的变化，同时也决定下一个要具现另外4项属性的第2阶段时，一定要优先体质，不然小身板真的扛不住。等到叶枫洗澡完出来，高飞迫不及待地盯着叶枫：“枫哥，来比一比。”叶枫诧异：“比什么？”高飞直接立起手肘，晃了晃拳头。叶枫明白了他的意思，掰手腕。男人之间比拼力量最原始的方式。他有些好笑：“你不知道我已经具现了第2阶段吗？”高飞点点头：“我知道啊，我本身力量就大，又经过了1200点力量的巨献，我就想看看第2阶段巨献后的提升有多大，我有没有一拼之力。”叶枫本来不想打击他，可经不住高飞的一再请求，叶枫只好也坐了下来，伸出了右手食指。高飞瞪大了眼睛：“这是干啥？”叶枫淡淡的说道：“我怕全力伤到你，一根手指就够了。”高飞瞬间感觉受到了侮辱：“我擦，就算你是我哥，也不能这么过分。”他瞪着血红的眼睛，喘着粗气，闷声道：“那枫哥我就用全力了，你要轻敌受伤的话，别怪兄弟。”叶枫摇摇食指，意思是在说：“来吧。”高飞气得握紧了拳头，又瞬间松开，咬牙切齿道：“来吧。”当他粗大的手掌与叶枫纤细的食指勾在一起的时候，马鹏路感觉自己的脑子都有些不够用了。这是干什么？玩杂技啊！就在3人都以为叶枫这次玩大了的时候，轰！全身肌肉紧绷，怒吼着释放了全力的高飞，拳头无力地倒在了桌子上。高飞怔怔看着自己的拳头，这可是砂锅大的拳头，天生神力，就这样败给了一根食指。他有些鼻酸，眼睛有些模糊，哽咽道：“再来一局。”叶枫点点头：“那就3局2胜。”这次高飞调整好了心态，更加的投入。可是结果还是一样，毫无悬念的败了。他甚至没有一丝抵抗，就感觉到那根细细的食指上传来了无法想象的恐怖力量，将自己轻易压制，也将自己的傲气和好胜心碾碎了。看着他快要哭出来的样子，叶枫的声音传来：“就这就受不了了？为了照顾你自尊心，我才用的食指，不然的话，小拇指也是一样的效果。”哇！这句话彻底击溃了高飞心中的最后一道防线。1.8米高的大个，铁骨铮铮的男儿，瞬间哇哇大哭。跟高飞不一样，马东作为法师职业，具现的是精神属性。现在的他思维活跃，
记忆力惊人，拿过一本书翻看一遍就能瞬间记住，很多事情的分析判断也是能迅速思考到核心的地方。本来他还觉得自己游戏里是法师，现实中有成为军师或者智囊的潜力，可看到叶枫五维属性全部具现，全方位的强大，顿时觉得自己也不算什么了。体力和耐力的话，叶枫不方便展示，敏捷的话倒是方便。叶枫直接在室外小露了一手，说是急速如风，身轻如燕也不为过。马东叹了口气，力量直接用一根指头就能秒杀高飞，精神的话暂时跟自己差不多，但游戏中的属性估计比自己也低不了。他有些颓败，峰哥，我们是不是也要走全面路线？叶枫摇摇头，我这属于特殊情况，你们不用学我。游戏中要快速发展的话，必须专精一方面，等到后期随着进阶和等级提升，属性点数越来越高，再补其他方面的短板也不迟。马东点头称是，也觉得自己的思维走了死胡同，完全对不起刚才巨献的精神属性。交流了一番过后，马东瞬间想到了一个问题，如果所有人都能从游戏中具现实力的话，那岂不是属性果实就成为了最为重要的道具？叶枫则给出了他答案，也重要，也不是绝对重要，毕竟在前世，装备武器以及技能也是可以具现的，只不过已经是比较后期的事情了。叶枫也不太清楚到底到什么阶段或者触发什么事件，这些东西才可以具现。不过就目前的话，属性果实确实是重中之重，除了叶枫可以帮助他们三人一部分，他也嘱托对方，如果有机会得到权限点，可以优先激活提升关于副本方面的内容。毕竟他现在的收获提升里，幸运的兔角合成、进阶、突破的这条路，其他人是没办法模仿了，也只有提高副本进入次数，以几人的实力和以后的发展来看，是提高收益，尤其是提高属性果实和技能获得的最优选择。第94章等阶排行榜开启，叶枫首次遇错，等到几人都逐渐吸收完毕，恢复正常，大家也就不再耽误，挨个进入了游戏。进入游戏没多久，众人就同时看到了一条系统提示，完成进阶的人数达到隐藏条件，排行榜开启。很多在主城的玩家看到一个全新的 NPC， 点开后就能看到新增加的排行榜。目前只有一个榜单，就是等阶排行榜，华夏服务器等阶排行榜，每小时更新一次。1剑2阶，2帝王海哥2阶，3神域剑哥2阶，4神域康哥2阶，5神域小柔2阶，6神域修罗2阶，7神域弑神2阶，8帝王老罗2阶，9神域阿飞2阶，10神域炮哥2阶，11钱多多2阶。榜单奖励每日24点统一结算，100至51名，每日自动获得一件当前等阶上限的最高品质装备；50至21名，每日自动获得一件当前等阶上限的最高品质装备以及一颗当前等阶可服用最高品质的属性果实；21至11名，每日获得一件当前等阶上限的最高品质装备自选，以及2颗当前等阶可服用最高品质的属性果实；10至2名，每日获得2件当前等阶上限的最高品质装备自选，以及2颗当前等阶可服用最高品质的属性果实。第1名，每日获得2件当前等阶上限的最高品质装备自选，2颗当前等阶可服用最高品质的属性果实，1本随机当前等级上限的技能书，1周内超过5次，包括5次，获得第1名的额外奖励。当前等阶上限技能自选，当前等阶打造配方自选，权限点5点。排行榜里全是玩家们耳熟能详的名字，前10基本被神域和帝王2大公会占据，反倒是十分高调的金钱帝国无一人进入前10，前50里也只有钱多多和钱小盾2人。神域和帝王2大公会如此强大的实力，自然是让人羡慕不已。可羡慕归羡慕，帝王公会招收成员要求很高，一般人根本连第1道考核的标准都达不到。神域公会就不用说了，听说根本就不对外招人，十分神秘，大家也只能看看榜单，感慨一番罢了。榜单只显示前100名玩家，清一色都是2阶。有人注意到这榜单只显示等阶而不显示等级，而排列的名次顺序也似乎是按照进阶顺序来的。有玩家灵机一动，这要是抓住机会能尽快提升到3阶的话，还有上榜的机会啊。前面的名次不敢想，哪怕是最后的名次也有装备可以拿啊。再说了，能上榜就代表着实力，神域和公会加不进去，去金钱帝国挣点高额工资还是很有希望的嘛。没上榜的期待上榜，上榜的了却也有不满意的，比如说钱多多。本来等阶排行榜开启，
他还是挺高兴的，觉得可以向玩家们展示自己和公会的实力了。可他万万没想到，自己居然连前10都没有进。看到排在自己前面那些一个个带着神域或者帝王前缀的玩家 ID， 钱多多脸上火辣辣的。自己比不过剑也就罢了，连这些普通成员都比自己快进阶，一腔怒火无处发泄，他只好心中暗暗发狠，拼了命不下线，不睡觉了。3天之内必须第一个完成3阶。神域公会里此时则是一片欢欣鼓舞，大家都为自己公会的强大感到自豪。除了高飞，一来他不满意自己只排第9，别说于健于康2人了，就连修罗和弑神2个家伙都排在自己前面。二来他想不通的是，自己公会作为游戏唯一的神级公会，拥有着比其他公会强1倍的经验 buff， 还有欧质子在世这样的专业采矿团队，专门为成员提供稀有的经验单，怎么还能让帝王公会的几个家伙压在公会成员面前？在他的呼吁下，公会成员都定了一个目标，明天的排行榜结算时，争取让榜单前10全部变成神域公会的成员。叶枫还不知道自己公会的人有这么大的雄心壮志，此时的他已经进入了4阶地图。你第一个发现了4阶地图，获得了3点权限点；你第一个发现了中阶地图，获得了5点权限点。相比于3阶地图，4阶地图就要大方多了。仅仅是初次进入，就直接给叶枫贡献了8点权限，让他的权限点累计来到了35点之多。排行榜的奖励方法，叶枫也从在主城的公会成员那里得到了详细的介绍。每日第一的奖励倒也罢了，对他来说都是随手可得的东西，可有可无。倒是每周内连续获得多次第一的总奖励，让他很是心动。这可不是固定等阶的奖励，而是跟他自身的等阶变化的。也就是说，1周后他如果还是2阶，只能获得2阶的自选技能和自选配方，可他自身要是更高的阶数，就有更好的收获。更别说还有5点权限点的奖励，这个第一他势在必得。4阶的怪物比起3阶来又有所提升，光是普通怪物就起码都有20万以上的气血，而给予的经验也是不少。哪怕4阶时的怪物基础都有2000点经验，是3阶40级怪物的2倍，而有着越级和越阶的加成下，实际提升的要多得多。轻松的扫荡了大片区域的普通怪物和头目级怪物，击杀了能看到的所有卓越级 BOSS。 叶枫原本以为自己可以像扫荡3阶地图里面轻松扫荡世界地图，可碰到的第一只史诗级 BOSS 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还没看清楚对方属性，叶枫就被 BOSS 一个远程技能牢牢控制住，动弹不得。虽然仅仅只有5秒的控制效果，但 BOSS 的疯狂输出下，他的气血也是迅速下降。要不是他反应迅速，在控制技能消失的一瞬间，利用靴子的闪烁效果瞬间离开，否则就很有可能交代在那里了。叶枫并没有气馁，1小时后，靴子冷却恢复后，他再次向 BOSS 发动了挑战。这次他直接开启流光和风驰电掣，准备一个暴雨剑法，尝试是否一波带走对方。可让他没想到的是，还没等他出手， BOSS 速度比他更快，依旧是熟悉的控制技能。他再次动弹不得，逃出升天后，叶枫有些疑惑，自己几千点的敏捷还有技能加成，为什么出手还要慢于 BOSS？ 当他第3次尝试的时候，看到了 BOSS 的一个特性才明白，史诗的威压面对低于自身阶位的目标时必定率先出手，受到低于自身阶位目标攻击时必定免疫受到的第1次伤害和第1次技能效果。相比于传奇级技能自带的传奇的尊严，这个特性的效果更为变态，正好克制叶枫。如果再加上对方还有阶位压制的双倍提升效果，即便是叶枫自身由于进阶的奖励，这方面比其他玩家强一大截，但依然也会受到 24% 的伤害加深和减免效果的压制。明白了怎么回事，叶枫也就不强求了。看样子不把自己的属性再大幅度提升，以及拥有一门免疫或者减弱控制类技能的话，是很难越阶挑战史诗级的 BOSS 了。既然如此，他就改变了策略，地图里什么怪都可以杀，唯独遇到史诗级 BOSS 的踪迹就远远躲开。效率为主吗？不可逞。当然在探索地图的过程中，他也没忘了副本。噩梦级的副本里有史诗级 BOSS， 他没有轻易尝试，普通和困难级的都被他刷了个遍。不光是装备刷了好几千件，全部分解后给他增加了大量的天赋熟练点数和无数的矿石。估计以后再打造的话，材料这块是不用再从外界买了。属性果实掉落的虽然都是中阶的，暂时用不到，但各种品质累计起来数量还是很多，暂时存起来可以等它提升到中阶再使用了。倒是技能的话，虽然几次副本里靠饰品加成效果得到的几门史诗级效果都一般，但几十本的传奇级里
却意外有了收获。耐力强化，品质传奇级，最高等级7级，物理防御值正 5%， 每增加100点耐力值，可以额外得到1点格挡值。恐惧凝视，品质传奇级，最高等级7级，消耗5000点法力值，对目标造成3秒的恐惧负面状态，使目标无法移动、无法攻击。一本被动技能，一本主动技能。这2门技能虽然看着效果单一，但叶枫却看到了其中的潜力。被动技能的位置已经学习完毕，叶枫就开始搞第2本。在消耗了20多次合成次数，以及累计100多本各种品质的技能书后，将恐惧凝视连续合成7次提升到了上限，并且直接利用存着的经验一口气提升到了满级。恐惧威压7，品质7%，传奇级，消耗5万点法力值，对目标造成10秒的恐惧负面状态，使目标无法移动、无法攻击，气血自动恢复效果失效。冷却时间5分钟，消耗20万点法力值，对10米 x 10米范围内的目标造成3秒的恐惧负面状态，使目标无法移动、无法攻击，气血自动恢复效果减半。冷却时间30分钟。优先度史诗级，满级效果，消耗正常法力值10倍效果，可对高一个优先度的目标产生效果，持续时间减半。这门技能原本只有单体恐惧的控制类效果，经过合成蜕变后，更是拥有了群体恐惧的效果，而具体的控制反应也比之前更为强大，说是直接任人宰割也不为过。而高达史诗级的优先度，更是让这个技能在中后期都能产生作用。而满级效果虽然限制很多，但反而是叶枫最为满意的。这代表着他仅仅在能够使用传奇级技能的阶段，就有可能对神话级的目标也产生一定的控制效果了。面对高阶、高品质的怪物，他不再是没有任何还手之力了。虽然实力又有精进，但叶枫还是感到了自己目前进攻手段的匮乏和不够全面的特点。虽然可以越2阶打怪了，但受限于比较低的等级和进阶，能够发挥出的能力还是有限。2阶的3个技能槽里还差一门主动技能，既然再没有特别好的选择，叶枫就拿出了之前准备的一本风之主宰，品质传奇级，最高等级7级，消耗5000点法力，传送至10米内任何位置，冷却时间10分钟。一番合成后，各方面都有所提升，算是达到了叶枫的预期。他就直接将其学习了，并一口气提升到了7级，也激活了满级的效果。风之主宰7，品质7%，传奇级，消耗2万点法力，可传送至60米内任何位置，中途无法被打断，无法被攻击。冷却时间15分钟。优先度史诗级，满级效果，消耗原消耗的双倍法力，可强行消除冷却时间，重新发动技能，连续发动在上次基础上法力消耗累计翻倍，最多连续发动技能次数10次。提升到满级后，可传送的距离暴涨到了60米，而无法被打断、无法被攻击的效果，也是让生存能力再次提升。虽然冷却时间没能减少，反而延长了，但提高法力消耗可以连续传送的效果，却给了叶枫另外一种思路。也就是说，原消耗2万法力，4万就能无视冷却，连续进行第2次，8万第3次，16万第4次，32万第5次。叶枫没有再计算下去，虽然他现在的法力值足够连续发动5次，后面等级提升，属性点增加，能够连续发动10次也不是不可能，但要真到了需要连续传送10次才能逃脱的危机，恐怕也不是靠逃跑就能解决的了。就目前他的法力上限来说，也已经完全够用了。2阶能学习的3门技能已经全部学满，叶枫感觉在这个等阶停留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他做出了一个决定，直冲3阶。第95章，令人震惊的进阶，收获多到看不过来。叶枫来到了主城进阶处，先是连续开启了升级。你提升到2阶1级，你获得全属性加20的升级奖励，你获得了18点自由属性点。你提升到2阶2级，你提升到2阶3级，你提升到2阶30级，你获得全属性加20的升级奖励，你获得了76点自由属性点。连续的金光闪烁，叶枫一口气提升到了2阶满级。普通的玩家从2阶0级提升到2阶30级，需要507万的经验值。叶枫由于天赋原因增加到了10倍，但即便如此，也只是5070万而已。就不提之前刷的经验还有几亿，就后面在3阶、4阶地图里刷野怪的都足够了。而连续30级的提升，让叶枫5维全属性各自增加了600点，还有1410点自由属性点。接下来他开始合成属性果实，由于有着传奇级进阶的临时加成，属性果实的可服用上限是90克，之前合成服用了40克，还有50克。
自然又是轻车熟路的合成。有着这2天扫荡副本的收获，以及3阶和4阶副本的亲自一遍遍的通关，即便他已经给高飞、马鹏路、马东3兄弟每人各自匀了20颗传奇级属性果实，但有着其他品质的指定合成，以及3人帮忙收集的大量优秀级和卓越级的果实，他还是没费太大的功夫就成功合成出了50颗自己所需的。这其中有3颗增加全属性的，分别是95点和100点、105点，其余47颗里，最少的也有285点自由属性点，最多的甚至有401点。挨个服用完，自由属性点属性又是一波暴涨。而关于加点，叶枫并没有像之前一样将重心放在力量和敏捷点数上，而是决定先将5维属性全部提升到第2阶段，也就是10000点的层次。这样不但能分别激活各自的隐藏加成，让游戏中的实力进一步均衡提升，还能在现实中巨献后让自己的身体全面巨献，不会有偏科的情况。所以当他将属性点各自分配后，抛去装备的加成，他的基础属性点就成了这样：属性力量14666，敏捷8415，耐力6950，体力7523，精神6925。之所以没有直接提升到10000，是因为进阶后就有全属性的提升，目前的幅度加上进阶提升的比例，足够进阶后全部过万了。做好了准备后，他点开 NPC 的界面，直接选择卓越级进阶。进去只用一剑，2至3阶头目级的怪物被瞬间秒杀。卓越级进阶 SSS 评价完成。继续挑战传奇级。试炼怪是一只3阶卓越级的 BOSS， 仅60万的气血，叶枫甚至连技能没用，依然普通一剑秒杀。传奇级进阶完成。瞬间无数的系统提示接连弹了出来，恭喜你完成了第3次进阶，你的等级上限提升到了3阶40级，你获得3个技能槽位置，其中被动类技能上限为1， 4转前可使用道具随时替换重新学习。你完成了传奇级进阶，获得了全属性提升 50% 的奖励，你获得了暴击率正 5% 的加成。你第一个完成了进阶，特殊属性提升效果额外增加 50%， 你获得了暴击率正 7.5% 的加成。你的阶位压制得到了提升，你第一个完成了3次进阶，当前阶位压制效果提升 50%。 阶位压制3，面对低于你1、2、3个阶位的目标、怪物以及玩家均有效，你将获得1800分号、3600分号、5400分号最终伤害加成，1800分号、3000分号、4200分号最初伤害减免的增益效果，该效果无法被装备属性、特性以及技能效果抵消。阶位压制的效果再次提升，而且依然有当前效果和累计效果的额外加成。如果再次面对4阶史诗级的 BOSS 的话，它就不会受到压制，甚至还有 4% 的反压制效果。这些都只能算是基础的收获，同时额外的奖励也是陆续来到。你第一个完成了3次进阶传奇级，获得了200点自由属性和5点权限点的奖励。熟悉的属性点和权限点，叶枫欣然收下。你连续3次首个完成了进阶，获得了专属称号先声夺人。可他没想到的还有额外的称号效果。打开看两眼，先声夺人，特殊称号，无需装备即可生效。你做事永远抢先一步，你的声势压倒了别人，你的威名使别人畏惧。使用控制类技能时，持续时间额外增加 10%。 虽然提升的幅度很微弱，但听起来还是很不错的。可叶枫没想到的是，这还没完。你连续3次完成了传奇级进阶，你获得了专属称号出类拔萃。出类拔萃，特殊称号，无需装备即可生效。在人群当中，你的表现卓越，非同一般，你注定跟普通人不一样。受到群体类攻击技能时，最终伤害减免 50%。 叶枫吸了吸鼻子，这个效果有点意思啊，大家都受到同样的伤害，自己就是受伤轻，挺好玩。就在他以为结束了的时候，你连续3次首个完成了传奇级进阶，你获得了专属唯一称号遥遥领先。遥遥领先，特殊称号，无需装备即可生效。你走在了所有人的前面，无人可以看到你的背影。你是神秘的传说，你是永恒的神话。闪避正 10%， 你在受到全新目标的第1次攻击时，必定 100% 闪避。虽然这个称号的效果里，除了增加闪避外，另外一条看起来好像没那么实用，但称号的说明，叶枫挺喜欢的。会夸你就多夸点。完成了进阶，叶枫就拿出了刚才没能学习的技能耐力强化，不停的合成提升，最终在达到合成上限次数后，总算是有所变化。叶枫心满意足的学习了，并将其提升到了满级。耐力神话7，品质7分之7，传奇级，物理防御值正 61%，
法术防御值正 61%， 每增加100点耐力值，可以额外得到50点格挡值，每增加1000点耐力值，可以额外得到100点伤害吸收效果。满级效果，你在装备和技能上增加的格挡值和伤害吸收效果，都将额外增加 100% 的效果，并将获得近战物理系耐力点数上限的特殊效果。这门技能增加的还是比较全面，不光有双防百分比增加，和增加耐力、额外增加格挡和伤害吸收效果，这都给他带来了极大的帮助和提升，相当于肉盾型职业不错的天赋了。更别说还有装备、技能上的这2项效果都能再度提升。要知道，这2项上面他因为有着万物合成天赋，优势可是巨大的。再度提升 100% 的话，简直把抗性给拉满了。随着3转完成，他的5大基础属性点也全部突破了上万，迎来了一波隐藏加成的激活。你的基础敏捷点数达到了10000点，你获得了隐藏加成效果，你的暴击率提升 10%， 你第一个达到了敏捷点数第2阶段，你的暴击率额外提升 10%， 你第一个将力量提升到了第2阶段，你获得了5点权限点，你的基础体力点数达到了，你的基础耐力点数，你的基础精神。除了力量，这几项属性让他的特殊属性疯狂提升，累计带来了 20% 的闪避， 20% 的防爆， 200% 的气血恢复速度和法力恢复速度，以及1000点的格挡。单独提升到第2阶段，4项属性累计带来了20点权限，而双属性、3属性、4属性和5属性的首次第2阶段又分别给他带来了10、15、20和30点的权限点。他的权限点直接突破了135点，还没等他来得及研究这么多的权限点能搞点什么东西，就看到他的好友消息疯狂地开始闪烁了起来。打开一看，除了众人对于他进阶的恭喜，更多的还是疑问。帝王海哥震惊大佬这么快就完成了3转进阶，觉得跟大佬的差距越来越大了，语气都卑微了不少。而马鹏路、高飞3人则是询问叶枫的行为是不是代表着不需要卡等级的信号，叶枫也一一给予了他们回应，尤其说明了3次进阶只有1个传奇级进阶的名额，自己已经率先完成，后面的人没有了。如果属性果实吃够，技能也学到合适的话，可以不用卡等级了。众人纷纷表示明白，各自去准备了。叶枫则拿出了之前的几份奖励，自选打造配方。他打开了配方的选择界面，足足6份的配方，按理说是可以选择6个不同部位的，但叶枫之前可是有过不少正常产出的配方，知道这里面的限制。这配方品质很高，次数肯定多不了，要是只有100次、200次的，哪怕全部打造出来，对普通玩家是够用了。但对叶枫来说，他主要靠的是基础装备来合成，这么点数量，哪怕他有着打造天赋的加成，也很难挑出太好的胚子用来合成。所以每个部位的配方最少得选择2份，起码合成1次才能有点提升。最终考虑再三，叶枫分别选择了武器、剑、戒指和项链。武器自然不用多说，自己身上的这件武器是史诗级，已经达到合成上限，也无法突破。2个特性虽然强大，但对3阶以上的怪物产生的效果已经开始减弱，是时候重新搞一把武器了。至于减防的相当特性，可以再从装备和技能上寻觅，而戒指则是性价比最高的，毕竟这是唯一有着2个部位的装备位置，1份配方等于搞定了2个部位。而项链则是因为这个部位是掉落几率最低的装备，即便叶枫有着每日3次副本的权限，还各种越级越阶击杀怪物，也没多掉落出多少3阶适合合成的项链材料，只有靠配方才有可能搞出点好东西来。他首先就开始合成项链，兑换出的配方打造范围是稀有到传奇，但可合成次数却少得可怜，只有100次。叶枫将2份合成后，却仅仅只提升到了150次，算是有点小亏了。好在打造的最低范围提升到了优秀级，花费了3个小时左右，全部打造完毕。全部鉴定后，叶枫开始逐一合成，仅仅合成了5次，利用2件传奇级，经过了暴击后就合出了1件神话品质。奈何这件神话级没有可进化和可突破的选项，潜力比较低，叶枫只好将其先收了起来，继续合成。很快他就再次合出了1件不错的史诗级，在连续将其继续用同品质的合成后，依然没有提升到神话级。好在有可进化的属性，叶枫也能接受。最终这150件项链合力之下，搞出来了1件成品，意志鉴定的水晶之坠6，可进化，位置饰品，品质史诗，需求等阶3阶，攻击加7500，物理防御加3000，法术防御加3000，力量加500，体质加500，耐力加500，
伤害吸收加2500加2500，暴击伤害正32%。意志坚定，受到控制类技能效果时，有30%几率完全免疫，无法免疫时将缩短50%的控制时间。坚韧不拔，免疫传奇级及以下的控制类技能效果。玩家剑特殊打造，玩家剑专用。虽然只是史诗级，但罕见的加攻击力的同时，还增加了双防。叶枫现在可是有技能加成，可以提升双防的。别看只是3000点，完全能发挥将近5000点的效果。而基础攻击仅只有2250点的传奇级项链，在几次合成后也是翻了好几番。基础属性的加成对现在的叶枫虽然提升微弱，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用处。伤害吸收在技能效果下提升了1倍，等到进化上去后，相信效果会更好。暴击伤害的加成算是锦上添花，十分实用。2个特性是叶枫最为看重的，不枉费他拿神话级的项链作为材料，锁定意志坚定。而坚韧不拔则是随机合出的一个意外，配合意志坚定也算是相得益彰了。第一剑就旗开得胜，叶枫斗志满满。当合成戒指配方的话，还诞生了一个小惊喜。第96章疯狂提升去报仇，唯一性神话级任务，3阶戒指配方，可打造品质稀有传奇，可打造次数永久。虽然品质一般，最低范围还不如项链，但可打造次数却提升到了永久。叶枫也就开始不眠不休地打造了起来，每打造100件就停下来鉴定一番，周而复始，直到系统弹出提示，打造天赋熟练度足够，升级了，他才缓了口气。巧夺天工，等阶10 11100000，打造时活力消耗减少 60%， 打造时消耗时间减少 80%， 特殊打造时出现高品质的概率增加 80%， 每日可使用的活力恢复类道具上限增加 100%， 临时活力上限持续时间提升 50%， 可分解装备武器获得对应的打造材料及熟练度，目前获得比例为 100%， 当前可分解最高品质为史诗级，天赋等级提高，可提升品质上限，提升到了10级的天赋终于出现了一点变化，可分解的装备品质提升到了史诗。他丢了2件之前打怪掉落的史诗级进去。你分解了2阶史诗级装备，获得了33块铜矿石、7块密银石、2块百炼心钢，你获得了10点熟练度。你分解了2阶史诗级装备，获得了31块铁矿石、6块金晶、2块玄铁，该装备为可进化，额外分解了初阶史诗进化石 X 石，你获得了10点熟练度。100%的分解比例导致分解的矿石数量大幅度增加，熟练度也是跟打造出相应品质的一样了。最让叶枫惊喜的是，分解了1件具备可进化属性的装备，居然分解出了进化石。虽然数量只有提升至这个阶位消耗的一半，但也足以让叶枫欣喜若狂了。这还只是史诗级而已，如果将巧夺天工等级再提升上去的话，有没有可能可以分解神话级的装备，进而得到神话级进化石以及神话级突破石？虽然还不是完全确定，但叶枫已经有些跃跃欲试了。当天赋升级时，叶枫看了眼背包，自己已经打造了足300件戒指，时间也已经过去了6个小时。这还是他拥有现成的材料和减少打造时间消耗的天赋，尚且都如此。要换其他玩家想要一件好的打造装备，恐怕整天都要耗在这上面了。这300件又经过叶枫许久的合成，堪堪搞出了一件成品。急速如风的鹰眼之戒6，可进化，位置饰品，品质神话，需求等阶3阶，攻击加11000，力量加1000，敏捷加1000，体质加1000，攻击距离加5米，攻击距离正 20%， 攻击力正 20%， 攻击速度正 20%， 暴击伤害正 32%， 无视目标防御 20%。 风铃战法，你的每次攻击都将附加基础属性点总和的真实伤害。风卷残云，你的每次攻击都将触发建设伤害效果，建设目标无建设伤害效果，总伤害的 50%。 风之加速，提升 50% 移动速度，提升 50% 攻击速度，冷却时间30分钟。玩家剑特殊打造，玩家剑专用。这件装备虽然没有可突破的属性，但整体属性都比较实用，3个特性也符合叶枫的需求，可以用一阵子了。只是好的属性和特性难寻，这一波打造剩下的戒指里也没有合适的胚子了。叶枫只好又花费了2个多小时，打造了100件戒指，才寻找到自己想要的，最终成功将其合成到了成品。鲜血的渴望之戒5，可进化，位置饰品，品质神话，需求等阶3阶，攻击
加10000，物理防御加6000，法术防御加6000，力量正10%，敏捷正10%，耐力正10%，体质正10%，精神正10%，攻击力正10%，无视目标防御20%。神饮血，你的每次普通攻击都将吸取最终伤害3%的气血，如果对目标造成秒杀，则吸取5%的气血。歃血盾，当你的气血充足，触发吸血效果时，吸取的气血将化为护盾，连续吸取将累计叠加，3分钟内无下一次吸取效果，护盾将消失，最高累计效果为自身气血上限的5倍。鲜血的渴望，当你每分钟内触发不少于100次吸血效果时，将触发该效果，触发期间内最终气血恢复速度增加300%。玩家特殊打造，玩家专用。这枚戒指虽然攻防增加的属性不高，但罕见的增加了百分比的基础属性，算是难得的极品了。而3个特性更是之前饮血戒的加强版本。之前满气血的时候，普通饮血效果根本无法触发，很是浪费，而且对史诗品质的 BOSS 就开始不生效了。这枚戒指可是神话级，完全不受优先度影响，而更是在满气血的时候还能触发饮血作为护盾，更别提触发效果多了，还有额外的气血恢复度速度的增加。对于叶枫这种经常钻到怪物堆里大杀特杀的人来说，尤为适合。搞定了项链和戒指，就剩下武器。叶枫原本以为会很快搞定，可没想到武器却是花费时间最多的。但因为他在合成的时候就想一次性到位，搞出一把同时有可进化和可突破效果的剑来，可偏偏就邪门的很，要么是只有可进化，要么是只有可突破，要么是合成到史诗级的次数上限了，却还没提升到神话级。足足8个小时，叶枫没有休息过，打造出了近500把3阶剑，将配方的合成次数消耗完毕，又不停的合成再合成，甚至将合成天赋都再度提升了1级。SSS 天赋万物合成，等级7，可合成次数2355000，熟练度171100000。天赋升级后，叶枫的武器才终于合成到了他想要的样子。天命破灭之刃9，可进化，可突破。位置武器，品质神话，需求等阶3阶，攻击加25000，力量正10%，敏捷正10%，耐力正10%，体质正10%，精神正10%，攻击力正50%，暴击率正15%，暴击伤害正50%，无视目标防御30%，绝对命中，你的攻击必定命中，免疫闪避效果，免疫无敌效果，面对高3阶普通目标无效，面对高2阶 BOSS 目标无效。真实破灭，当你的攻击受到格挡效果、伤害吸收效果时，最高无法超过你最终攻击30%伤害结果的数值。重斩追击，当你的攻击造成目标50%以上伤害时，必定对其额外造成一个减速50%的效果，持续10秒。玩家特殊打造，玩家专用。这件武器各项基础属性全部拉满，特殊属性也都是叶枫想要的。3个特性都是各有各的强大，除了绝对命中受目标接触影响，另外2个特性都是对任何目标都能生效的。要不是手头没有神话级突破时，他简直就想要立刻将其突破了。搞定了这3件最重要的装备，其余部位他就暂时拿了些2阶30级的装备，简单合成了几次，先穿上了。除了铠甲，手头的神话级进化时刚好够用，将其进化到3阶的程度，属性又提升了一大截，也同样可以突破了。可惜还是没有突破时，这让叶枫简直恨得牙痒痒。可他也知道着急也没用。4阶到6阶的终极地图里，常规情况下最高品质的 BOSS 和出产的装备、武器、道具、材料都是史诗级，只有一些特殊情况和特殊难度的副本里才有可能出产神话级的材料，只能等慢慢找寻机会了。而全身的装备都焕然一新后，叶枫的属性也迎来了一波飞涨。玩家职业剑修神将9星级，职业特性寒风，使用剑类武器时暴击率正15%，暴击伤害的效果提升30%，无视目标30%防御。当前等阶3。破血，你的每次攻击都将自动附带15%总伤害的间隙伤害，并在触发后降低目标50%的气血回复效果。当前等阶3。清灵，攻击距离正30%，攻击速度正15%。当前等阶3。传奇级，进阶记录3。传奇级，可服用属性果实上限090。称号天才的证明，隐藏副本肆虐者，唯一先声夺人，特殊出类拔萃，特殊
遥遥领先，特殊，唯一，等级3阶0级，985471881891000，属性力量36258，敏捷21697，耐力19810，体力22974，精神18251，攻击值277897，物理防御值156004，法术防御值114986，气血值25890750，气血恢复速度，最初恢复 0.31百分号每秒，最终加成 900%， 法力值14434万722，法力恢复速度，最初恢复 0.31百分号每秒，最终加成 860%， 暴击率 67.5%， 防爆率 50%， 暴击伤害 400%， 闪避率 65%， 自由属性点200，权限点135，金钱765金2231银7653铜，装备幸运女神的宠爱神话3阶，须弥戒指神话，天命破灭之刃神话3阶，攻无不破的神圣屏障神话3阶，急速如风的鹰眼之戒神话3阶，鲜血的渴望之戒神话3阶，意志坚定的水晶之坠史诗3阶，王者之风的风灵护腿史诗3阶，破障勋章史诗，强身健体的血囊腰带史诗，疾风靴传奇2阶，技能耐力神话7/7传奇，风之主宰7/7传奇，恐惧威压7/7传奇，体力破线7/7传奇，法力超线7/7传奇，风驰电掣7/7传奇，流光7/7传奇，爆伤增幅6/6卓越，碾压光环6/6卓越，暴雨剑法6/6卓越。如今的属性面板比之前豪华了何止10倍，攻击值直接从万来到了10万的层面，就连双防也齐齐突破了10万。这里面自然有幸运女神的宠爱和耐力神话的功劳。气血和法力值在大量的数量点堆积以及百分比增幅下，达到了恐怖的1000万级别。这里面所有的属性基本都是大幅度增加，除了暴击伤害有所下降，是因为换了武器的原因，其余的都是飞跃式的提升。叶枫看着这豪华的面板，实在等不住了。纵然已经连续在游戏中打造合成了10几个小时，他仍然忍不住了疲倦，直接来到了3阶地图40级副本，重闯噩梦级副本。他依然记得这个 BOSS 的伤害吸收效果给自己带来的麻烦，让当时的自己无功而返。这次他是来报仇的。一路平推到最后一关，叶枫停住了步伐，流光开启，攻击暴涨到了105万，暴击率更是提升到了 123.5%。 叶枫心中大定，站在30米外挥出了一剑，负1105万6890，碾压效果负961万1420，暴击负1550万1232，爆伤增幅负11万8991，风灵战法负5443280，破血仅仅一剑就爆出了超过4000万的伤害，而 BOSS 的气血仅仅只有1500万而已，自然是连伤害吸收都没有激活，直接饮恨倒地。而叶枫头上还飘起一个血红色护盾，护盾高达208万点的气血。即便叶枫想到自己在面对这只令自己头疼的 BOSS 可能会应对得很轻松，可也没想到会如此的轻松。更让他意外的是，随着 BOSS 的倒地，各种闪烁着光芒的掉落刚刚自动捡取到背包里。轰隆隆，天空一声巨响，你达成了快速击杀初阶地图副本最高难度最终 BOSS 的隐藏条件，即将触发唯一性神话级任务远古秘境，是否接受？该任务失败后将不再出现。叶枫表情有些震惊，一长串头衔的任务有点掉的样子，就是这光说失败不说成功是什么意思？成功了给什么东西啊？可系统提示再没有出现，倒是弹出了接受任务的倒计时，10、9，擦！叶枫恨恨骂了声，只好咬牙道：“接受。”心中暗自想到，这么难的触发条件，还有这么大的阵势，要完成的话，应该也不会给太差的东西吧。第97章，远古秘境的收获，现实中的举步维艰。随着叶枫选择了接受任务，他眼前的场景瞬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再是原本狭窄的洞穴，而直接变成了一片幽暗的森林，看起来错综复杂，看不清什么东西。他径直向里走去，并没有害怕，3阶的副本而已，再强能强到哪里去？可仅仅走了不到10分钟，他就想打自己一巴掌。这里面出现的怪物确实不算强，
只是比噩梦副本再度加强而已，并没有质的改变。以他现在的实力，随意出剑依然可以秒杀。但问题就是，这里面的怪物太多了，不光数量多，种类还多，密密麻麻，通过各种方式出现。突然从树下跳出一只猴脸人身的怪物，或者突然从丛林里钻出一只满脸都是血红色暗流的猫科动物。这些怪物体型大小不一，攻击手段也各有不同，有的还会通过制造噪音来骚扰。关键是，他们不知道天生具备，还是后天适应的。在这森林中隐藏得极好，叶枫很多时候根本发现不了，导致一直得集中精神来面对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的怪物。而且这些怪物基本都是单独出现，很少有成群结队的。他武器的建设效果也很少能发挥作用。他有心直接朝着无人处释放技能，可这森林里的树木很有古怪，居然无法破坏。他只好耐心地继续往前走。出现怪物挥剑，不出现就默默地走着，一路走一路杀，直到他连续击杀了第3只史诗级 BOSS 后，眼前才出现了一丝光亮。叶枫走了出去。你通关了远古秘境，你的剩余气血高于 70%， 完成评价上升。你击杀了超过 90% 的怪物，完成评价上升。你击杀了所有 BOSS 类怪物，完成评价上升。你在1小时以内通关，完成评价上升。你获得了 SSS 级评价。你获得了秘境地图。叶枫怔住了，辛辛苦苦不知道连续击杀了多少只怪物，一件装备，一本技能书，一个铜板都没掉，居然连奖励也这么简单。他感觉自己上当了。可当他打开这份秘境地图的说明后，却陷入了震惊。秘境地图，这是一份来自星空外的秘境地图，当你具现使用后，将会产生一个通往秘境的通道。在该秘境里，你可以击杀来自星空外生物，获得他们的战利品，并且在通关秘境后，根据获得的评价，可以获得一部分灵气反馈，快速提升自身实力。叶枫这才明白，为什么这么辛苦，却只给了一份地图。原来，这地图居然是在现实中使用的。别的玩家不清楚，他还能不清楚吗？这游戏现在带来的是机遇，将来面对的可是危机和灾难，是要面对异世界入侵的。如今有了这份地图，他就可以提前了解星空外异世界的实力。这份东西很珍贵，叶枫当即就准备尝试下巨献。巨献秘境地图需要1万金，是否巨献？只是这个数目把叶枫难住了。他哪怕各种越级越阶击杀怪物和 BOSS， 每天各种副本通关3次，但积累的金钱还是差一大截。可看到好东西用不了，实在又有些心痒痒。于是他打开了藏宝阁，从分类里选择了金钱，看到了目前出售的各种数量的游戏货币。99银2000铜等于100金元宝，1金等于1万金元宝，这2个比例是出售比较多的。以叶枫身上700多金，也能兑换700多万金元宝，也就相当于700多万华夏币。只是他眼下需要的恰巧就是游戏金钱，可要按华夏币兑换的，1万金足足需要1亿华夏币。目前的他根本拿不出来。看了眼游戏中硬通物资的价格，传奇级装备10万到20万金元宝，传奇级技能书20万到30万金元宝，传奇级属性果实60万金元宝。装备和技能书的价格他还能理解，属性果实涨到这么离谱，是他没想到的。打听了一下，原来是陆续有人在现实中巨献，明白了属性果实的价值，导致价格一路上涨到了如今的程度。不过这对叶枫来说算是好事，他直接在公会群里说了声有没有人要传奇果实的，几乎所有人都开始争先恐后的报名。可当他说到只接受游戏币交易，也就是60金1颗的时候，回应的就寥寥无几了。盖因为在游戏中光靠击杀怪物能刷到这么多金根本不现实。好在现在随着游戏的普及和火爆，游戏里的玩家实在太多了，将游戏作为职业的人也很多，不乏有专门打金的玩家。只花费了不到半小时，公会里几人都各自凑了600金，从叶枫手中各自购买了10颗传奇级的属性果实。而其余的部分，叶枫从帝王海哥那里用自己手头暂时用不到的物资换了一部分，另外靠打造武器的收费也积累了不少，最多花了将近3个小时，他才凑够了1万金的数量。不过这几乎也就是眼下快速能够凑齐的极限了，换其余人哪怕有再多的钱，凑1000金也很不容易。也就是叶枫手中有着其他很多人没有的稀缺资源，才能有这种号召力。凑齐了以后，他不再犹豫，将其他4项过万的属性以及秘境地图一并选择了巨献，累计消费11400金。下线后自然有已经打过招呼的兄弟3人帮忙照看，有着前面的经验，叶枫如今巨献起来也是轻松了很多。
只需要刻意想象去吸收能量，别墅下面的灵脉就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不断的给他提供需求的灵气。而马鹏路的厨艺也是越来越高超，牛排做的令人垂涎三尺，哪怕其他几人暂时再没有巨献，跟着叶枫一块吃也吃了不老少。也就是他们现在通过游戏的发展，基本这点小钱都不缺，不然换一般的玩家光吃都吃穷了。折腾了2个小时，身体逐渐适应，叶枫感觉自己已经彻底跟普通人说拜拜了。他现在的速度已经快到别人难以捕捉，耐力更是根本测不出极限。有着这样的脱胎换骨的变化，叶枫对接下来的行为有了很大的信心。由于这番探索，叶枫也是第一次，其他人巨献的程度根本也帮不上什么忙，叶枫也就没有带他们，独自一人出发了。以他现在的速度，随便一抬脚就是几米远，全力奔跑起来堪比汽车的速度，所以他根本没有乘坐什么交通工具，而是换了一双底子比较厚实的运动鞋，就轻装上阵了。很快地走出了市区，叶枫来到了一片荒山上的森林处。这里之前是这处名为王家村的地盘，很多村民在这里种植苹果，后来因为经验不善，甚至还赔了钱，所有的苹果树全部都砍伐了。地荒了以后，村委会想办法从别处搞了一批廉价的树木种植上了。如今几年过去了，这里茂密繁盛，看上去也是挺不错的风景，甚至还有其他地方的地产商看中，想要在这里搞个度假村之类的。不过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消息，这里依然只是一处无人居住也无人触摸的荒野树林。叶枫闻了下树林里传来的清香，有些陶醉。城市里可闻不到这种味道，简直棒极了。漫步走在树林里，轻轻踩在地上挤压的树叶上，叶枫心情也变得放松了起来。走了一大圈，当他找到了一处合适的地方后，停了下来。这是一个小土坡里挖出来的一个小小山洞，不知道是什么动物给自己找的栖息之地，只是眼下却也没有生存居住的痕迹了，有些荒凉。叶枫从怀里拿出了一份精美的卷轴，丢了过去，瞬间光芒大放，刺得叶枫都有些睁不开眼。等到他眼前逐渐变成正常，才看清小山洞的入口已经面目全非，变得更加宽敞，朝里一看，似乎也更加幽深的样子。洞门口还闪烁着幽幽的蓝光，看起来极为不凡。叶枫深吸了一口气，走了进去，眼前一花，他仿佛回到了游戏里，这里面的场景居然跟游戏中远古秘境是一模一样的。这下叶枫心中有底了，不就是各种各样的怪物吗？来一个我杀一个。你已进入不入流秘境第1层。叶枫有些惊讶，突然出现在自己脑海中的声音，这么智能的吗？这是有生灵存在的吗？可听到这里的名称，他不由得撇撇嘴，这地方好像不怎么样啊。自己好歹也是以2阶之身就能轻松越2阶挑战4阶地图的男人，就给自己来个不入流秘境。可真的等到第1只怪物出现的时候，他的脸色变了。虽然依靠快速的反应，他轻松躲过了一只树上跳下的猴子，没有让对方锋利的爪子挠到自己脸上，可用了一拳将对方头颅打爆，直接击杀后，他才意识到自己不再是游戏中那个全身各种神话级史诗级装备的游戏第1人，更没有各种强悍的技能傍身，甚至连恢复气血的辅助药剂都没有。在现实中，在这里，他只是一个手无寸铁的普通人。纵然他力气比普通人大，速度比普通人快，耐力也比普通人强，但他的武器只有1对还没有砂锅大的拳头，身体再提升也只能使用原始的手段跟这些怪物们作战。纵然1万点力量巨献转化来的实力，让他面对这些不入流秘境里的不入流怪物可以一拳一个，可这些怪物也不是善茬，好一点的是普通怪物形态，最多是身上毛有点多，皮有点厚，还有些则是浑身长着倒刺，有的身上还一直流淌着一些浑浊不知名的粘稠液体，看起来十分恶心。面对这种生物，叶枫实在下不去手，好不容易找了一根比较粗的树枝，击杀了2只怪物后就被折断了。最终秘境试炼时间到，你击杀了62只普通怪物，2只头目及精英怪物，你的评价为 C， 你获得了少量的灵气罐体，你没有获得额外的奖励。随着脑海中这个声音的响起，一股股不知道从哪里来的淡淡白色灵气朝着叶枫的身体汇聚而来。相比较别墅地下灵脉的灵气，这里的灵气似乎更加纯粹，也更容易被吸收。仅仅不到3分钟的时间，叶枫就感觉自己的身体素质又提升了一截。如果说之前自己的全属性可能是1万点巨献到100点，能发挥出50点效果的话，那么现在就已经发挥出100点的完全实力了。甚至他感觉如果能吸收更多的灵气，还会突破从游戏中巨献的这个1%的比例，
让自己现实中的身体变得更加强大。只是这次他挑战秘境的成绩不算好，只能提升成这样了。被自从传送到秘境门口的叶枫想要尝试再次进入，却被提示每3日才能进入一次，除非他能再次在游戏中获得相对应的秘境地图，才能缩短这个时间。甚至随着他闯荡秘境的进度，还能带别的人过来进入秘境，也获得相应的好处。既然目前就只能这样，叶枫也没有勉强。这次他只花费了半个小时就回到了自己的别墅。进入游戏后，他开始思索一个问题：如果想要提升在现实中的实力，那么他要从游戏中往现实中具现什么东西，提升比较大？可当他想要尝试的时候，却发现不管是想要具现装备还是技能，系统都没有任何回应。最后他也只能放弃了。看来还不到时候，他只好先放弃这个念头，转而加快了在游戏中的进度。以他目前的实力，在4阶地图里都已经感受不到什么样的阻碍，即使是各个等级噩梦级副本里的 BOSS 也根本无力抵抗他高额的伤害。哪怕有的 BOSS 有着不俗的控制技能和强大的攻击技能，但在叶枫的装备下，控制技能的效果减弱了很多。在这期间对他造成的伤害，有时候甚至还比不过叶枫自身的气血恢复速度。就这样，叶枫沿着4阶地图的边缘一路前行，很快就将4阶地图的副本难度全部通关。当他来到了一处悬崖处的时候，你已达到4阶地图边缘，是否进入5阶地图？第98章，帝王海哥的求助。叶枫的灵感。对叶枫来说，进入新地图已经没有了以前的新鲜感。随着越来越多次的越阶挑战，他对于高阶怪物也没了以前的那种畏惧和担忧，不服就是干。而以他现在的属性和技能搭配，也很少能有怪物对他造成致命的威胁。甚至在进入5阶地图后，他发出了不过如此的感叹。除了偶遇了几只史诗级的 BOSS 多花费了一番功夫，剩余的时间就是直接平推。他甚至连恢复气血的药剂都没有带，毕竟哪怕是神域小柔，这样在玩家中都是顶尖的药剂生活玩家，现在也制造不出100%恢复气血法力的药剂来。而按照数值恢复的话，对于叶枫来说，100万级别以下都没什么意义，还不如等自动恢复。而随着将5阶地图的逐片逐区域的清理，以及将遇到的副本挨个通关，积累的装备几乎都用来分解了。除了大量的矿石，还积累好几百颗中阶史诗级的进化石。而几个副本里通关后，除了5阶20级的副本里掉落了2颗神话级的突破石，最终指定选择后变成了8颗。暂时数量不够，但也让叶枫看到了希望。也唯有5阶40级最后一关的史诗级 BOSS 又掉落了5颗神话石进化石，在经过了 SSS 级的评价的提升后，变成了20颗。只要再来一次这样的收获，他就能净化幸运女神的宠爱。根据这样的情况，叶枫猜测5阶60级的副本可能还有机会掉落神话品质的材料。可他在5阶地图来回寻找都没有找到，陷入了僵局。没有新副本可以刷的话，光是野怪他也没兴趣刷了。由于没有中阶地图可以用的经验药水，他现在获取经验的速度并不快，让他有些怀念欧质子在世之前大量提供经验药水的时候了。可对方如今还在2阶地图的矿洞里采集，帮不到他。滴滴滴，就在他浮想联翩的时候，好友消息响了。打开一看，是帝王海哥发过来的。大佬，我这里发现了一只3阶史诗级的 BOSS， 太强了，根本打不过。大佬，你有兴趣吗？3阶地图里的史诗级 BOSS， 叶枫一下子就想到，这应该是破障级 BOSS 刷新了，不然出现不了这种特殊的级别。马上到。他回了个消息，就回头往过赶。从5阶地图回到4阶，再回到3阶，他一眼就看到了懒洋洋的巨大黑熊和帝王海哥几人。看到叶枫出现，几人迎了过来。帝王海哥一脸苦相：大佬，这 BOSS 太变态了，攻击防御高不说，还能反弹伤害，普通攻击基本不破防。我们好不容易用固定伤害的打掉了这畜生一点血，直接差点没把我们反弹死。叶枫点点头，是不太好对付。他之前可也是被这家伙给难住了。好在有着铠甲上的特性，不再惧怕了。看到叶枫似乎要动手的样子，帝王海哥问道：需要我们做什么吗？叶枫摇摇头，稍微等一下就好。开启流光，把攻击力提升到最大。叶枫直接就是一剑。他原本还想着先把壁垒屏障激活了，就不怕反弹了，没想到这一剑直接触发了暴击，一剑累计输出了3000多万的伤害，直接将 BOSS 秒杀了。帝王海哥人瞬间傻了，看到自己一个队伍都无计可施，觉得根本无法对付的 BOSS 瞬间被秒杀，他都有些不敢相信这个事实。直到地上一大堆亮闪闪的装备被叶枫瞬间捡走，他才反应过来，这就结束了。叶枫点了点头，
结束了，要不我分点 BOSS 的掉落给你？帝王海哥连忙摆手拒绝。不，大佬误会了，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我们只是恰好碰见而已，也没出什么力。要是有合适我们用的，能市场价卖给我就很感谢了。叶枫看了眼系统提示，刚才一堆掉落里，除了自己能用到的3颗神话石突破10以外，掉落的几本传奇级技能都比较一般，也就一件3阶40级的史诗级武器还不错。拿给帝王海哥看的时候，他眼露金光的买下了，完了却苦笑着表示自己几人都是刚刚升到3阶，短时间内也装备不了。有没有可以立刻提升战力的东西？叶枫想了下，他身上还真没对方能用的东西。现在自己练级的区域，动辄就是4阶5级的怪物，掉落更是对方不匹配的东西。从技能书里挑了几本看起来不错的后，在帝王海哥的千恩万谢下，叶枫突然心中一动。刚才看背包，他看到了 BOSS 掉落的破障勋章，虽然不像他身上的一样具备可成长属性，能越2阶进入地图，但也具备越1阶的功效。他准备回头给欧质子在世等人用，等他们造成3阶挑战后了，带一批人到4阶地图采矿，看能不能挖出点好东西。帝王海哥的出现倒给了他一个新思路，马上对其提出了自己的要求。帝王海哥听到叶枫让自己派点人在这附近守着，一有这个 BOSS 的消息就通知他。作为回报，叶枫可以在2天后送他一枚 BOSS 的特产掉落破障勋章。他本来只是随手答应，想着给叶枫帮忙，就当是处好关系了。可当他看到叶枫发过来的破障勋章的属性时，眼睛都红了。不占正常装备栏的史诗级特殊装备，还有可以越阶进入地图的特性，这种东西他以前根本没见过啊！连忙拍着胸脯保证道：“大佬你放心，我回头多安排几个人，轮流倒班24小时盯着这块，务必不耽误您的事情。”叶枫倒被他这副姿态弄得有点不好意思了，让对方等了几分钟，打开打造界面，动手打造了5件3阶戒指交易给了对方。帝王海哥马上让在主城的玩家邮寄过来了几张传奇级的鉴定符，虽然他内心觉得大佬随手打造的东西大概率可能只有卓越级甚至优秀级，但自己用最高品质的鉴定符，这不是显得重视吗？再说了，万一像小溪那样直接一发入魂，运气爆棚得到1件传奇级，不就起飞了吗？可当他依次鉴定完后，人却呆住不动了。会长，会长！他手下的几名队员忍不住出声呼唤。叶枫也询问道：“没出好东西吗？”不，帝王海哥如梦方醒，连忙否决。下一刻却是用火辣辣的眼光紧紧盯着叶枫。3件卓越级，2件传奇级，大佬您简直就是打造的神！看其他几名队员愣住的目光，他马上把鉴定后的戒指属性发在了队伍频道里。下一刻，我擦！我日！我的个老天爷！几人几乎同时惊呼出声。光是卓越品质的属性就已经超越了他们的想象，甚至比他们身上2阶30级传奇级武器带来的提升都要大，堪称超级极品，能让他们的实力提升一个档次。传奇品质的这2件更是强的离谱，1件饰品带来的提升快能赶得上全身装备的加成了。他们一直以为自己作为华夏奥服务器第2大公会的主力队员，身上的装备水平在游戏中应该也是顶尖的，即便比不了剑大佬和跟大佬亲近的一部分人，也相差不是太多。可现在他们才知道，自己的见识是多么的浅薄，自己的想法是多么的可笑。大佬就随手这么一打，鉴定出的就是自己想都不敢想的极品。大佬要是认真刷起来，能够打造出的好东西，又岂是自己能够想象的？几人眼巴巴盯着帝王海哥，眼中的渴求几乎要溢出眼眶，似乎在说：“会长，你赶紧说话啊！这东西太牛逼了，赶紧买下来！”帝王海哥也不是笨蛋，这5件戒指里，哪怕是最差的卓越级，也比自己身上的好。最主要是现在就可以装备。大佬，您要愿意的话，就市场价卖给我们吧，比市场价高一点也行，照顾下我们呗，嘿嘿。他是真怕叶枫觉得这几件戒指属性好，优先给自己公会的人卖，不卖给他们了，只能嘿嘿一笑，打起了感情牌。叶枫莞尔一笑，这家伙，对方一直以来都很配合自己，算起来也给自己帮了不少忙，他自然不会亏待对方。这几件属性也一般，要是想要更好的，我完了有时间再帮你打造点，价格就给个材料钱就行。帝王海哥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样的属性还一般，大佬是在开玩笑吧？可听到对方愿意还帮自己打造，他也不去想叶枫是不是在凡尔赛了，连忙一口答应了下来。需要，太需要了。叶枫还提供材料，简直让帝王海哥感激涕零。他考虑到这种能出卓越和传奇品质戒指的配方一定很珍贵，小心翼翼地提出能否能帮他们打造10件，价格就按市面上普通传奇装备价格10万金元宝来计算。在他看来，大佬打造出的传奇戒指比野外和副本掉落的强了好几个档次。
单件卖个上百万也不过分。他也不贪心，10件里能再出1件传奇级就算赚了。退一步说，就算出不了传奇级，多出几件卓越级，就按刚才叶枫口中这种属性一般，也随便保本了。他也用期待的眼神看着叶枫，却没想到叶枫却摇了摇头。帝王海哥的心凉了一半，果然10件还是要求太多了吗？就在他准备降低要求的时候，却听到叶枫说：“10件能干啥？就算有4.5件能用的，一人2件也就装备2个人。我给你打造20件吧，运气好点能武装起一支队伍了。”叶枫的话简直如同天籁，帝王海哥激动的不知道做什么了。就在他感谢对方的慷慨，准备把收购价格再提一提的时候，叶枫接着说道：“1件10万的话太高了，都是自己人，5万就行，20件正好100万。”帝王海哥简直感动的不知道说什么了，大佬真好。他马上就让叶枫在藏宝阁随便挂了个东西，标价150万，自己购买了。对此，他的解释是这5件已经鉴定了，而且对于他们来说都是极品。再按5万1件的话，叶枫实在太亏了，他们心里也过意不去，最少10万才像话。看他坚持，叶枫也就同意了。他约定好2个小时后给帝王海哥打造的戒指后，就与其分别了。至于为什么不是当场打造交付，主要也是不想暴露了自己1分钟就能打造1件装备的事实。就刚才5件戒指，他都谎称自己之前打造了4件未鉴定，又新打造的1件凑的5件，不然要让对方知道自己不但打造出极品几率高，打完速度还比一般人快那么多。他怕帝王海哥紧抱自己大腿不放，一天竟帮人打造了。拿到了勋章，他就马上联系了欧质子在世，得知对方因为还没有进阶3阶的原因，还在2阶地图里面。他问清楚了坐标，就赶了过去。20分钟后，他在一个巨大的矿洞里找到了对方一行人，将破障勋章交易给了对方。欧质子暂时没想到游戏中还有这样的道具，说起来他最近也正在发愁。随着涌入游戏的人越来越多，生活玩家的数量也是一天天在增长，再加上大公会基本都会刻意培养这方面的人才，导致现在竞争很激烈。即便他头顶着神域公会成员的称号，其他人都敬他3分，但这么大的矿洞还是有很多公会的成员不断的进入，他和他手下的采矿空间也在不断缩小。他也不是又想过去人少的地图，竞争也小，可他又一直谨遵着叶枫的指示，想要把属性果实吃满，学到传奇级技能再去挑战3阶，导致现在还去不了3阶地图。可有了叶枫送来的这件道具，他就能带一队工作室的成员提前去3阶地图了。据他所知，现在完成3阶的玩家非常少，生活玩家更是一个都没有。到时候3阶地图的无数个矿洞都没人能跟自己竞争，那是何等的爽。第99章破障勋章的妙用。什么叫史诗级进阶啊？欧质子在世带着破障勋章，欢天喜地的组了一队人，带着他们去3阶地图了。你们的矿洞皇帝来了。叶枫也在公会里说了声，让在3阶地图活动的公会成员帮忙照看一下。毕竟有些矿洞附近要是有怪物盘踞存在的话，以欧质子在世他们几个生活职业玩家的战力是无法解决的。而公会里大家对于这些生活玩家向来都是比较照顾的，毕竟市面上难以买到的高价经验丹以及打造所需用的矿石，在公会里更容易更低价格买到。这些人一直是公会里的香饽饽，于健、于康以及其他几人都是纷纷报名，要前去为他们扫清障碍。安顿好了几人，叶枫开始忙自己的事情，照例扫荡了每天的副本，将3阶地图的各大副本也亲自跑了一遍。仅仅在初阶地图里的副本里，就轻松收获了传奇级属性果实180颗，传奇级技能书170本，卓越级和优秀级的更是不计其数。这些属性果实暂时还不够他合成的，倒是从技能书里找到了一本可以用的。一番合成后，叶枫将其学习提升到了满级。法力抽取6，品质7%，传奇级，消耗5万点法力，可减少目标10万点加自身法力值 10% 的累计法力值，并在接下来的5分钟内使其法力恢复速度减少 80%， 冷却时间10分钟。优先度史诗级，满级效果，减少的目标法力值将会以1:2的比例回馈于自身。这个技能虽然看着平平无奇，但吸取法力的特性比较少见，叶枫学习也是为了防患于未然。如果遇到技能特别强大的 BOSS 或者玩家，完全可以用这个技能来限制对方。而另外一门技能来自于排行榜奖励中每日第1的随机传奇级技能，正好符合叶枫的职业特性，还是纯粹增加自身的输出能力方面的。远程精通7，品质7%，传奇级，消耗10万点法力值，增加自身100%的攻击距离，在额外攻击距离外攻击目标后必定造成痛击效果，
目标防御降低 40%， 气血恢复速度降低 40%， 持续30秒。技能持续时间3分钟，冷却时间30分钟。满级效果：技能生效期间，每次攻击目标都有 50% 的几率附带击退效果，目标强制后退3米，眩晕1秒，优先度史诗级。这门技能是叶枫能找见为数不多可以按百分比增加攻击距离的技能。当时看到这本技能，叶枫就觉得这技能潜力不错。他原本只是想通过合成将基础 20% 的射程效果提升，却没想到合成到最后还多了一个痛击的效果，更在满级后再多一个击退，让他的攻击手段变得更加丰富了。学完了这2门技能，他3阶的技能槽也已经全部占满，只差服用完属性果实就可以挑战4阶进阶了。按叶枫原本的想法是不准备这样做，毕竟3阶越阶挑战5阶跟4阶越阶挑战6阶差别并不是很大，提升上去的话，装备更新跟不上的话，反而刷经验的速度和收获还会比之前慢一点。可经过了现实中巨蟹秘境闯荡了一次秘境的经历后，他对于游戏中的进度有些不满意了。别看他现在以3级0级的实力可以轻松战胜5阶的怪物，好像是天纵之才，游戏中独一无二的存在，但5阶怪物在游戏中也只是中阶级别而已，往上还有6阶，6阶之上才是7、8、9阶代表的高阶怪物。他在3阶待更久，实力再强，也不可能对9阶的目标造成任何威胁。其他玩家的进度既然已经慢于他很多，无法给他带来交流沟通和帮助，叶枫眼神平静，索性就彻底甩开他们吧。他回到主城，找了一处僻静的地方，专注地开始合成属性果实。就在他消耗了快100颗传奇级属性果实和接近上千颗其他品质的果实，看看合出了30多颗成品的时候，系统时间刷新，新的一天到了。叶枫趁机将1阶、2阶副本再次进行扫荡，3阶副本也清理了一遍，消耗的属性果实瞬间又回到了没合成之前的储备量。正好马东和马鹏路此时收购了大量的优秀级和卓越级属性果实，想跟叶枫换点传奇级的。叶枫索性就每人给换了15颗，帮他们直接将当前等阶的可服用上限凑够了。而付出的30颗传奇级，又给叶枫换来了400颗卓越级和1000多颗优秀级。而他用换来的这部分，仅仅花费了750颗优秀级，就重新得到了30颗传奇级，几百颗卓越级，等于白赚。再加上他原本扫荡和清理的掉落，一口气之下，叶枫势如破竹，合成起来十分的顺利。等到马东和马鹏路2人先后完成了3阶挑战后，叶枫的背包里90颗传奇级属性果实也已经全部准备完毕。既然已经做好了决定，叶枫也就不再犹豫，将这些属性果实挨个服用。等到全部用完后，全属性各自增加了1108点，还有25400点的自由属性点。果实搞定，叶枫开始升级。你提升到3阶1级，你获得全属性加30的升级奖励，你获得了27点自由属性点。相比于普通3星职业升级获得的9点自由属性，叶枫是其的足足3倍。哪怕普通玩家的5星级获得的15点，叶枫也近乎是对方的2倍之多。这正是他一开始花费了不少时间，配合自己的合成天厨搞出来的独一无二的9星级职业的强大之处。刚开始可能优势不明显，越到等阶高、等级高，跟其他玩家的差距越大。叶枫只是稍微感慨了下，就继续操作。你提升到3阶2级，你获得很快。你提升到3阶40级，你获得全属性加30的升级奖励，你获得了143点自由属性点。整整40级的提升，又给叶枫带来了1200点的全属性提升和3400点的自由属性点。鉴于目前双防够用，气血和法力也是略有宽裕，叶枫就将全部的自由属性点全部投入在了力量和敏捷上。除了敏捷加了5800点，让其基础敏捷点数突破了2万，其他的全部梭哈力量，攻击拉满。做好了准备，他就直接来到4阶地图所在的主城里，与进阶 NPC 开始对话。勇敢的年轻人，你的实力已经达到了初阶的极限，是时候去见识更为广阔的天地了。4阶开始面对史诗级的敌人，这里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同样有巨大的利益。你是否做好了充足的准备？现在就面对这一切。与前面进阶不同的是，4阶进阶前 NPC 郑重地告诫了一番，要是普通玩家可能就被唬住了，觉得自己可能还不够强大，打了退堂鼓。而对于叶枫来说，别说4阶了，5阶地图都已经被他打穿了，根本不是问题。是，我要进阶。是否花费1000万点经验，100枚银币接受第4次进阶任务？进阶后，你的全属性将根据不同难度的进阶任务
得到相应的百分比提升，优秀级及以上难度还可获得永久特殊属性。普通级进阶，学习优秀级技能3个，需提升至满级；稀有级技能6个，需提升至满级，已达成。是否进阶？4阶的特殊，从最基础的普通级进阶，要求就跟之前不一样，不但要求学习的技能品质比之前更高，数量更高，还需要将其提升到满级。基础打不牢固的玩家，甚至连普通级进阶的要求都不一定达成，而1000万经验的需求，更是能卡住大部分的玩家一段时间。叶枫自然不是问题，虽然刚刚学完2门传奇级技能，将其提升到满级后，所剩的经验已经不多，但1000万还是有的。他继续往下选择。稀有级进阶，击败一只4阶10级普通怪物，2分钟内，失败后2小时后方可再次挑战，是否接受？优秀级进阶，击败一只4阶10级头目怪物，3分钟内，失败后6小时后方可再次挑战，是否接受？卓越级进阶，击败2只4阶10级头目怪物，6分钟内，失败后12小时后方可再次挑战，是否接受？传奇级进阶，击败一只4阶10级卓越级 BOSS 怪物，10分钟内，失败后24小时后方可再次挑战，是否接受？相比于初阶进阶时最高卓越级进阶的选项，4阶则有了传奇级进阶的选项，而哪怕是最低的稀有级，需要对付的怪物也从之前的高一阶0级怪物变成了高一阶10级怪物。别小看这10级的差距，这可是几百点甚至上千点属性点的差距，说是提升了一个小档次也不为过。别看之前玩家们1阶到3阶的整体进度比叶枫前世快了好几倍，实际是有叶枫作为重生者的身份，又有2大天赋傍身，提前为游戏中注入了不少的高品质装备和属性果实的缘故。到了挑战4阶时，哪怕是他带来的这部分优势，也已经没有之前那么明显了。可想而知的是，4阶会成为玩家们在游戏的第1道门槛，长时间停留在此的玩家必定不在少数。叶枫自然是直接选择传奇级进阶，进入了试炼空间。面对之前已经可以轻松虐杀的 BOSS， 又有属性点的大量提升，叶枫显得更加从容了。刷刷几剑将对方击杀后，你的传奇级进阶达成了 SSS 级的评价，5分钟内完成，自身气血不低于 50%， 你获得了挑战史诗级进阶的机会，是否接受？该挑战机会为限定次数，目前全服务器可挑战次数为16，累计人次完成后将不再开放。该挑战机会失败后将无法再次挑战，自动获得传奇级进阶奖励。相比于之前的要求，4阶传奇级进阶的 SSS 级评价的标准要容易了不少。即便如此，叶枫估计到时候能一次性达到的玩家应该也是少数，更别说接下来的史诗级进阶是要独自挑战一只4阶10级传奇级的 BOSS， 这对于正常3阶的玩家来说简直就是无法想象的艰难挑战。谁家打同阶传奇级 BOSS 不是整支队伍职业互相搭配，药品准备充足，动辄就是按20分钟乃至半个小时的标准来准备的，更别提还要越阶挑战高10级的 BOSS， 还要单人挑战，时间更是苛刻的只有15分钟。连叶枫都觉得这个难度对于其他玩家来说极其的不友好。他将这个界面截图发到公会群里后，还特意嘱咐了一句，如果传奇级进阶没有快速秒杀通过的能力，尽量还是不要急于挑战史诗级。他的发言让公会里的其他人很是无语。大佬，谁急于挑战了？除了几个顶尖玩家刚刚进阶到3阶外，其他大部分玩家现在才在2阶厮混积累资源呢。谁家变态没事琢磨4阶的挑战难度，还是这看着就不可能通过的史诗级？也就大佬你担心这吧。就在他们猜测叶枫面对这个难度需要准备几天才去挑战的时候，无数道橙色光芒汇集而成的绚丽画面在他们眼前绽放开来，一个个巨大的金色字体缓缓飘过。玩家渐第一个完成了4次进阶史诗级，获得了1000点自由属性和20点权限点的奖励。玩家渐第一个完成了4次进阶，当前阶位压制，效果提升 100%。 玩家渐第一个完成了史诗级进阶，阶位压制，效果永久提升 30%， 可累计。渐的光辉耀眼夺目，他的风采独一无二。勇敢的挑战者们沿着渐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行吧。一时间游戏里所有玩家都震惊了。第100章阶位压制的强大，装备巨献进行时，叶枫的进阶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帝王海哥正带人在刷3阶20级普通难度的副本，轻松通关后准备尝试下困难难度的，结果看到了叶枫完成4次进阶的系统公告，他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自己应该说什么好。大佬的实力遥遥领先，他是有心理准备的，可领先到这个程度，连他作为叶枫的第1迷弟都觉得有点离谱了。他真的想大声问问对方，大佬，
你不是前天才刚刚第一个完成3阶的吗？你这种速度真的不是开了，或者说一直就没关过吧？他摇摇头，不能再想了，再想自己的道心要破碎了。看看自己工会这成绩，作为第3支通关3阶20级副本的队伍，仅次于大佬跟神域的主力队伍，已经是最顶尖的实力了，将金钱帝国和其他工会远远拉在了后面，足以自傲了。咱就跟正常人比一比，这不是挺快乐吗？想到这，他的心情又好起来了。兄弟们，困难难度争取一次性通关，我们帝王是最强的。只是其他人却没有他这样的心态，一个个眼神怪异。会长这是被刺激疯了吧？钱多多在3阶地图的主城等待着工会里的成员完成了3阶挑战后，神情振奋。现在自己工会也有5个3阶玩家了，只比那该死的神域工会和帝王工会慢一点而已。而到了3阶后，需求的属性果实变多，以现在的市场价格，以自己强出其他人几个档次的财力，其他工会根本没有能力跟自己抢。甚至他觉得在3阶这个阶段，就是自己带领工会成员超过帝王工会跟神域工会拼一拼的最佳时刻。至于钱小盾刚刚打听到的帝王工会的人正在尝试3阶20级的副本的消息，他是有些不屑的。这些人就知道哗众取宠，越级挑战这种事情听起来是风光无限，很厉害，可付出了多少时间，失败了多少次，就只有对方才知道了。等到自己带队开始发力，这种所谓的成就根本不值一提。他正要兴致勃勃地带队开始开启他们在3阶地图的征程时，叶枫完成了进阶的系统提示，以极其华丽的方式开始刷屏。玩家第一个完成了4次进阶，玩家第一个完成了史诗级进阶。钱多多怔住了，眨了眨眼睛，精神都有些恍惚了，转头问身边的钱小盾，是系统显示错误，还是我眼花了？这家伙不是刚3阶不久吗？钱小盾也是木然的点点头，好像就是前天才完成3阶的，这才不到2天啊。确认了自己并没有看错，钱多多突然有些心酸。那我们这算什么？他高兴的心情瞬间跌落到了谷底，感觉自己刚才的豪情壮志彻底变成了笑话，这让人怎么追赶？根本看不到希望啊！他也在野外练过级，知道3阶提升等级的难度，仅从刚进阶完的3阶0级提升到1级就需要18万多的经验，哪怕击杀同样3阶的怪物，都需要300多只才能提升1级。而且随着等级提升，需求的经验值也会提升。工会里麻省理科学院毕业的高材生已经计算出3阶40级升级的需求会达到70万经验，击杀同等级的怪物需要700只才能提升。从3阶0级开始，每个等级都刷同等级的怪需要2万只怪物才能提升到满级，更别说如果要学习传奇级技能的话，动辄就是100万级别经验的消耗。甚至从5级开始，经验需求就达到了1600万。高材生信誓旦旦的笃定，这个等阶内短时间内没人能将技能提升到5级的程度。如果将来想要挑战4阶的卓越级进阶乃至更高的传奇级进阶，没有20天以上的积累根本不可能。而现在的事实让钱多多想要狠狠给高材生一个大嘴巴子。这就是你说的20天都不可能完成的4阶挑战，人家用了不到2天，甚至还完成了更高级别的史诗级。看到系统公告没？让我们跟着人家开辟的道路继续前行。前行你妈！钱多多心中爆着粗口，欲哭无泪。相比于2大工会的羡慕嫉妒恨，普通玩家们就是看热闹的心态了。当不同于以往的绚丽特效的系统公告出现后，世界频道热闹的跟过年一样。我擦，渐大佬又上电视了，不愧是华夏服的遥遥领先。我记得大佬完成3阶的时候就获得了200点自由属性点的奖励，现在又是1000点，这得等于多少颗传奇级果实啊！羡慕了。你们没注意到吗？大佬完成的可是史诗级进阶啊，之前3阶最高才是传奇级而已。据我3舅家的弟弟，那个大公会的职业玩家透露的秘密消息，传奇级进阶挑战就要单人击杀3阶卓越级 BOSS 了，这史诗级该不会是要面对传奇级 BOSS 吧？楼上的有点夸大其词了吧？越阶挑战卓越级 BOSS 听着就很离谱了，那都需要顶尖玩家组一队去踢挑战了，还传奇级 BOSS， 你咋干脆不说是史诗级 BOSS 呢？你当渐一个人比大公会的几十人团队都强啊？有没有一种可能，大佬真的一个人比其他一群人都厉害？复议，大佬天下无敌，一个人刷副本，一个人刷全图，大佬就是神。他妈的哪来的脑残？你以为开修改器玩单机呢？吹过就是黑粉了，黑粉滚粗！叶枫这次的进阶实在是跟普通玩家的进度差距太大，导致大部分人无法想象这个难度在哪里，所以很多人都是以调侃为主。但神域公会的玩家就不一样了，他们作为紧跟着叶枫最早完成了3次进阶的一部分人，是能想象出4次进阶的难度的。以他们的心理，会长估计会在1周后有挑战4阶的计划。
这都建立在4阶最高依然只是传奇级进阶的程度。如果按史诗级的话，甚至他们觉得会长可能都会头疼吧。可谁知道，他们刚产生这个想法没多久，叶枫就完成4次进阶了，获得了超级丰厚的奖励不说，甚至让系统给出了高度的评价，留名青史了。这让他们措手不及的同时，又有了一些新的念头。工会频道神域康哥，会长到4阶后，是不是就能用史诗级品质的东西了？工会频道见，会长，4阶开始，装备技能属性果实这些最高上限提升到史诗级了。得到了叶枫肯定的回答，工会频道也沸腾起来了。工会频道神域康哥，那这样的话，传奇级属性果实对会长就没用了呀？我第一个报名，先申请13枚，作为工会第一暴力输出，我第一个吃满果实，有助于工会的发展。工会频道神域阿飞，你是第一暴力输出，那我是谁？工会频道神域东哥，你是第一暴力输出，那我是谁？工会频道神域小西，我是第一温柔辅助，不接受反驳，工会的安全由我守护，5枚属性果实，我会将大家奶得更健康。工会频道神域小柔，抢不过你们这些人。会长别忘了我的活力配方，我要做第一个能制造中阶药水的药剂师。工会频道欧质子在世，报告会长，报告各位兄弟姐妹，小弟已经带人在3阶矿洞住下了能打造3阶装备的矿石和3阶地图适用的经验药水，正在陆续产出，紧跟会长步伐，我们工作室义不容辞。工会频道神域康哥，欧神威武。工会频道神域剑哥，欧神威武。工会频道神域炮哥，欧神威武。看着工会里其乐融融的氛围，叶枫很是欣慰。在前面陆续有人完成3阶挑战后，工会的建设监督也在逐渐提升着。在他完成了史诗级的4次进阶后，更是为工会提升了1万点的繁荣度。再加上这期间他几乎日夜不停的越阶刷怪和其他成员们的不懈努力，距离工会提升到4级已经很近了。在完成了4阶后，他的实力自然是提升了不少。光是史诗级进阶完成就有 75% 的全属性提升，而作为第一个完成该级别挑战的玩家，更是有额外 25% 的提升效果。这也让他的全属性直接翻倍，最低的精神属性都提升到了25000多点，最高的力量属性更是暴涨至94614点，仅仅差几千点就将突破10万点大关，这让叶枫都有些恍然。前世单属性突破10万点是开服5个月还是半年的时候了？那是自己好像已经都到6阶甚至7阶了吧？而现在才刚刚4阶，甚至还1级都没升，就已经轻松做到了。前世完全无力抵挡的异世界入侵，这一世似乎有点希望了，遏制了自己内心的澎湃和激动。叶枫继续审视自身，除了基础属性点的提升，这次阶位压制效果的再次提升也是非常重要的变化。他原本3次进阶的连续额外提升，就让他在玩家中遥遥领先。这次又有当前效果 100% 和永久效果 30% 的提升，更让他上了好几个层次。尽管有所预料，可当他打开自己的阶位压制效果时，还是吓了一跳。阶位压制4，面对低于你1、2、3、4个阶位的目标、怪物以及玩家均有效，你将获得 22.500 分号百分号、4500分号、67.500分号、97.5%最终伤害加成， 22.500 分号百分号、4500分号、67.500分号、97.5%最初伤害减免的增益效果。该效果无法被装备属性、特性以及技能效果抵消。要知道，普通怪物的阶位压制只是每阶 10% 而已，从史诗级 BOSS 开始，这个比例才有所提升。叶枫连续4次都是第一个完成进阶，在各种加成下，阶位压制的效果已经高到了一个很离谱的感觉。在面对新手村怪物的话，等于拥有 97.5% 的伤害加成和 97.5% 的伤害减免，哪怕他赤手空拳都能对其造成碾压之势。而另外一面，让他面对高于自己等阶的怪物时不再受到压制，甚至还能反过来压制对方，越阶变得更加轻松了。叶枫尝试了下5阶地图，自然不在话下，就连6阶地图的怪物也完全毫不吃力。以他现在破障勋章可以越2阶的效果，在4到6阶的整个中阶地图里都可以畅行无阻了。各种中阶的史诗级进化时获得很容易，很快他就将史诗级的护腿以及史诗级的项链全部进阶到了4阶，属性又有所提升。只是神话级的材料只有在20级、40级这样的噩梦级副本里，最后一关的史诗级 BOSS 才有机会掉落。在5阶60级的副本入口没有寻找到之前，他积累神话级进化和突破材料的速度还是比较慢。至于6阶的话，他现在的唯一单体攻击技能暴雨剑法，虽然利用满级效果消耗100倍法力去提升1级优先度，还能对史诗级 BOSS 生效，但也很容易被针对。有一个史诗级 BOSS 就释放了一门技能，限制了叶枫临时优先度的提升，让他没能释放出来暴雨剑法。
导致耽误了一些时间，没能拿到 SSS 级的评价。原本可以翻几倍获得的神话级材料，最后到手少了很多，这让叶枫不敢再大意。正好达到4阶后，最高可以学习史诗级的技能了。他准备寻觅几门合适的技能，合成提升后学习了，再去挨个搞定6阶各个副本的噩梦级难度。而就在他准备下线休息一番的时候，却看到了一行系统提示：你提升到了4阶，激活了巨献的条件，现在可以对你拥有的任意装备、技能、道具进行巨献，最高品质限制传奇级，巨献史诗级激活条件，当前等阶提升到6阶。叶枫大喜过望，终于等到你了。他马上将意念集中到背包里，一件4阶史诗级的靴子，尝试道：巨献，你是否花费1万金巨献如履平地靴？直接巨献后，该物品将消失，消耗10倍巨献费用。巨献后，游戏中物品不受影响。第101章，排行榜第1的惊喜。叶枫吓了一跳，就一件4阶的普通史诗级靴子而已，你跟我要1万金，而且要保留游戏中的数据，需要10倍的费用，也就是10万金。系统这是想钱想疯了吧？他又逐渐尝试，最后发现了巨献的规律：1到3阶的装备是无法巨献的，最低巨献都需要4阶，而4阶稀有级的装备武器都需要1金的巨献费用。随着品质提升，10倍增加，也就是优秀级10金，卓越级100金，传奇级1000金。叶枫摇摇头，这费用确实不低，看来想随意巨献的想法是达成不了。他又尝试了下技能，发现技能的巨献费用更为夸张，最低的卓越级技能都需要100金，传奇级已经需要1万金或者1紫金币，而史诗级更是直接需求100紫金币。叶枫这下彻底服了，前世里他巨献的时候都拿不出紫金币来，只能巨献一些低品质的武器充数，毕竟紫金币可是击杀神话级 BOSS 才能掉落的顶级货币，想用金币兑换都没有渠道。而按照这个增长比例的话，叶枫估计到了6阶以上的巨献恐怕都需要紫金币了。而叶枫身上这些中阶的神话级装备也是统一都需要紫金币，这让叶枫更加坚定了快速升级进阶去往高阶地图的想法。毕竟等阶越高的地图掉落的金钱也就越多，只是要进阶的话需要等级提升到4阶50级。叶枫看了下，大概需要1亿多的经验。他因为职业的原因升级经验提升10倍，那就是10亿经验。目前还没有可以中阶地图用的经验单的话，还真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刷出来的。至于技能的话，他虽然在4阶5阶地图也有不少收获，但还真没有合适的史诗级技能。在4阶，属性果实的服用上限仍然是90克，但可服用的品质却提升到了史诗级，想要合成达到他需求的也没以前那么容易了。叶枫叹了口气，先下线了。放下头盔，刚拿起手机就看到好几个未接电话，一看名字，居然房产中介刘鹏打过来。对方声称叶枫想要的这2套别墅的主人突然急于出手，价格好商量。鉴于叶枫前面这一单让他不仅在同事面前涨足了面子，还大赚了一笔提成，被提拔成了小组长，他也直接给叶枫透了个底。对方能够接受的最低价格是2套别墅打包一起4000万。说实话，这个价格已经算得上实惠了。叶枫前面几次巨献，要是没有别墅下面灵脉的支持，也没这么快能将巨献的力量融入身体。正好他的力量属性快要突破10万点，他还正发愁着，怕眼下住的这套别墅下面被自己吸收了好几次的灵脉支撑不住。如果能将旁边那栋灵气更足的别墅买过来的话，那就万无一失了。想到这，他一口答应了下来，声称现在就可以交付。在等刘鹏联系对方业主的时候，叶枫又抽空去了一趟秘境。虽然他的实力比上次进入时变化不大，但却拥有了一点经验，这次闯荡起来明显轻松了不少。秘境试炼时间到，你击杀了101只普通怪物，3只头目及精英怪物，你的评价为 B， 你获得了轻量的灵气罐体，你没有获得额外的奖励。时间到后，叶枫有些兴奋，虽然这次依旧没有额外奖励，但击杀的怪物多了点，评价也上升了，获得的灵气明显比上次多了点。叶枫舒服地发出了呻吟声。当他熟悉着身体时，发现自己的掌控能力更强了，基本想要释放多大的力量都能控制个差不多，不像刚开始完全不受控，动辄就造成自己无法预料的破坏。当他回去的时候，一路上都很高兴。回到别墅后没一会，刘鹏就带着合同和钥匙过来了。叶枫有些疑惑，业主没来吗？刘鹏有些不好意思解释道，叶先生见谅，业主说他有事情要忙，走不开，视频委托我全权处理，您只要签订了合同，打款完成，就算交易成功了，后面我们这边会帮您过户完成。叶枫点了点头，却有些奇怪，什么事这么忙，连4000万的买卖都舍不得来一趟。不过既然人不到也能交易，
他也就不纠结了，看了下合同没问题，就直接将4000万打入到了对方提供的账号里。等到刘鹏接到电话，确认对方收到后，就快速帮让叶枫签了几个字，拿着一沓厚厚的材料去办手续了。而叶枫也如愿以偿的拿到了旁边别墅的钥匙，他迫不及待的马上开门进入。刚刚走到客厅的位置，他就感受到了一股浓厚的灵气。叶枫舒服的闭上了眼睛，等他再到卧室的时候，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好几股灵气仿佛是被他的身体所吸引，争先恐后往他身上凑。只是几个呼吸的时间，叶枫就感到身体有了一点微弱的变化。待了快1个小时，直到身体传来了吃饱的信息，叶枫才从别墅中走了出来。刚才持续不断吸收的收获，甚至都能比得上第一次闯完秘境后的奖励了。回到原本的别墅，叶枫来到自己房间。刚才可能是灵气吸收的太多，他感觉到了一股强烈的困意袭来，只来得及脱掉了衣服，他就沉沉的睡去了。这一觉足足睡了8个小时。当他醒来的时候，感觉自己的精神从来没有这么好过。洗了把脸，叶枫就进入了游戏。刚刚出现画面，眼前就弹出了一个对话框：玩家渐，您在今日的华夏服等阶排行榜中排名第1，奖励如下，你可以选择2件任意部位的史诗级装备。叶枫想了下，选择了靴子和头盔。这2个部位他都还用着3阶普通属性的传奇级，也没有相应的配方。你获得了追光者史诗，你获得了御魂守护之盔史诗。第102章，潜力巨大的真视之眼。被疯抢的戒指，叶枫原本没有在意，可是打开背包后，却发现这2件装备意外的不错。追光者，品质史诗，需求等级4阶，物理防御加2700，体质加390，耐力加390，敏捷加390，精神加390，移动速度正 20%， 攻击距离正 10%， 对增幅移动速度的技能最终效果提升 50%。 追光可以选择将坐标录入，消耗 20% 的法力即可瞬间到达，最高可录入坐标03，每次使用冷却时间30分钟。绝影，当你的速度高于对方时，闪避率提升 20%。 这件靴子虽然基础属性不高，但特殊属性都很实用，更有一个能增幅技能的效果，很是不凡。而2个特性让叶枫眼前一亮。绝影的话，等同于增加了他的生存能力，而追光则是罕见的定为传送类特性。这种效果实际用一些旗子类道具也能做到，但定位的区域有很大的限制，冷却时间更是长的离谱。这个特性的话能方便很多，叶枫直接将其装备上了。御魂守护之盔，品质史诗，需求等级4阶，法术防御加2700，体质加390，耐力加390，精神加390，法术防御正 10%， 气血值正 10%， 法术值正 10%， 受到法术攻击时伤害减少 30%。 御魂对目标发动一次精神 X10 加法力值100的精神攻击，该攻击不受物理防御、法术防御影响，并在攻击后1分钟内无法被恢复技能、恢复类道具、自动恢复效果所恢复，冷却时间5分钟。精神守护受到控制类技能效果时，有 20% 几率完全免疫。这头盔的基础属性和特殊属性都中规中矩，2个特性却都相当不俗。第一个攻击类不但属于真实伤害类，甚至损失的部分无法恢复，相当的厉害。而精神守护的效果与项链上的意志坚定如出一辙，还能叠加，让叶枫防范控制类技能的能力又提升了不少。光是2件装备就给他带来了不小的惊喜和实力上的提升。接下来的奖励叶枫更期待了。你获得了2颗中阶属性果实史诗，你获得了技能书真视之眼史诗。史诗级的果实能增加120点自由属性点，跟初阶最好的传奇级相比的话，足足是其的4倍。根据叶枫多次合成的经验，合成上去的话，起码应该能达到1000点属性点以上的程度。到时候光是能够服用的属性果实就能给他一波大的提升。而最后一本随机给予的技能更是让叶枫瞪大了眼睛。真视之眼，品质史诗级，最高等级8级，有 30% 的几率被动看破目标的隐形效果、伪装效果，仅仅初始效果就看起来很不错。要是合成起来的话，叶枫已经在暗自流口水了。这排行榜的每日奖励他本来没放在心上，却没想到给了自己这么多惊喜，倒是不能放过了。他心中暗道。就在他准备尝试合成这本技能的时候，欧质子在世却给他传来了好的消息。对方带着4个职业采矿者连续采矿了10几个小时后，得益于完全无人开发采集过的矿洞，不但采集起来资源独占，
为工会成员提供了大量的矿石和经验丹等稀有道具，更是靠着越阶采集的高额经验，很快就提升到了2阶满级，并且已经完成了3阶的进阶。叶枫心中一动，立马赶过去，带他们找到了前往4阶地图的入口。来到4阶地图后，叶枫一人一剑在前面扫荡，欧质子在世胆战心惊在后面跟着。本来他们几个还特别小心，生怕有疏漏的怪物冲过来波及到他们，后来发现这种想法纯粹是多余了。不管是4阶10级还是4级20级的怪物，哪怕是头目级和 BOSS， 叶枫都是一剑秒杀。他们甚至连怪物的属性都来不及探查，战斗就已经结束了。放下心来后，几人就大胆地在叶枫扫荡过的地方寻找合适的采矿地点。在排除了几个位置不合适、采矿潜力不足的地方后，几人终于找到了一处完美的地点。这里地势险峻，周围也没有怪物刷出，矿洞里的空间也足够大，他们几个哪怕没日没夜的采集，短时间内也不可能将其采集光。而这样的好地方，没有叶枫前面开路的话，他们肯定是没有能力走到这里的。而面对他们真诚到甚至有些卑微的感谢，叶枫只是勉励他们不用多担心，好好采集就行。他和工会都会是这个小团体坚实的后盾。感激涕零的欧质子在世和几人马上就投入到了采集当中，更是斥巨资直接在藏宝阁购入了几件传奇级的锄头。这几件辅助装备不但加成采集速度，还有概率提升采集到稀有物品的几率。平时看着挺眼馋，一直舍不得买，现在身处这样的采集宝地，可以说是全服采集类玩家梦寐以求的好地方，他们也就不再节省了。看着他们眼神专注地投入到了采矿中，叶枫却没有选择离开。虽然这里看起来周围不会刷新怪物，但长时间就说不定了。正好他这回没什么事，就在矿洞门口坐了下来，打开打造界面，选定了戒指配方，不到半小时时间就将20枚3阶戒指打造完毕，将其摆上了藏宝阁，指定为帝王海哥购买。对方得到叶枫的消息后，瞬间就花费了100万金元保秒了下来，并且马上购买鉴定符进行了鉴定。不到几分钟，叶枫的消息栏就炸了：帝王海哥，大佬，你是我的神！帝王海哥，暗影剑、血影剑、鹰眼剑、狂暴战剑。帝王海哥，11件传奇级，8级卓越级，只有1件优秀级。大佬您这打造水平太牛皮了吧！帝王海哥，随便能2-3件传奇级都能价值100万了，大佬我再给您补点钱吧，不然这便宜占得我实在不好意思了。叶枫自然不会多要他的钱，他的打造水平他很清楚，愿意给对方打造，也是回馈这小子一直以来给自己忙前忙后的福利。只是他随意不在意这点差价，帝王海哥却实在诚惶诚恐。到最后，叶枫只好改变了说辞：剑，这样吧，我现在比较缺金币，你要实在觉得过意不去，想要帮忙的话，就尽量多收购点金币，我可以继续拿为鉴定的戒指跟你交换。帝王海哥，按理说给大佬帮忙怎么能收取报酬呢？可您打造的戒指实在太极品了，那我就不客气了，嘿嘿。叶枫此举也是没办法，巨限装备技能什么的，游戏金钱的缺口实在太大，他光靠自己打怪积累，进度会很慢。对方作为议会之长，能够面对的市场和可指挥的人员，做这种事情还是比自己方便快捷很多。反正这会也没什么事，打打戒指当休息了。同时，他在工会里也给出了同样的承诺，只不过相比给帝王海哥的5金币一件的价格，他给工会成员的福利是3金币一件。很快就有人凑够钱买了2件回去鉴定了。不出意外的是，鉴定出后，对方就被强大的属性给震惊了。当陆续2-3个人都鉴定出传奇级品质的戒指后，没有人能够淡定了，开始疯狂扫荡藏宝阁。可帝王海哥早在几分钟前就已经将藏宝阁上的金钱扫荡完毕，再加上从商人哪里收的一部分，以1000金的价格在叶枫这里定下了足足200件戒指，他也不怕赔本。事实上，他甚至已经做好了这200件戒指里，只要能出自己适用的2件传奇级就不亏的打算。而最终经过了叶枫几个小时持续不断的打造给他的交付，仅仅鉴定到第50件的时候，他就得到了2件属性拉满、特性也符合自身特点的传奇级戒指，让他的输出提升了好几倍，生存能力和续航能力都有所提升。原本2阶20级困难级副本还完成的跌跌撞撞，带着几名更换了叶枫出品的戒指后，他们甚至连续通关了2阶30级的2个难度。要不是技能等级太低，感觉自身实力还不够强大，他们甚至已经计划开始尝试噩梦级副本了。而他鉴定出自身所需后，也并没有停止从叶枫这里进货，而是又将剩下的转售给帝王公会的其他主力队员。在见识了帝王海哥依靠2件戒指蜕变的过程后，他们岂不知道这是真正的好东西，自然是引起了各种疯抢。要不是金币确实不好收，
剩余的150件恐怕会被瞬间买光。而帝王海哥为了尽早凑到金币，给叶枫一个交代，也是动用了自己的人脉，将一小部分未鉴定戒指转售给了跟自己交好的几个工会的负责人。本来这几人只是抱着尝试的态度，想看看是个什么情况，就当给小海个面子吧。结果买到一件后，直接出了传奇级后，他们人都傻了。海哥真是我大哥呀！他们马上开始动用自身的能量，到处凑钱，还美其名曰自己只是想多见识见大佬的神作而已。很快，200件戒指在陆续打造完毕后，就全部被帝王工会和其他几家工会的核心成员们瓜分干净。只是他们还是有点不满足。血战工会的副会长血战云长就是如此，自己买到了2件，鉴定出了1件卓越，1件传奇。卓越的倒是挺适用自己，可传奇级的是适合法术职业，自己可是物理近战职业呀。虽然将其卖出去的话，别说是从帝王海哥那买的8金的价格了，10金甚至15金恐怕都有人抢着买。可自己就缺一枚戒指了呀。他对着帝王海哥死缠烂打，却被告知戒指数量有限，已经卖完了。他忍不住祈求道：你这没货了，就不能介绍3件大佬给我们认识下，我们高价从他那买点啊？帝王海哥语气不太好了，这就是我跑前忙后得来的面子，大佬才愿意花时间提携下我。你跟大佬什么关系？知道你是谁？血战云长有些无语，但还无法反驳，最后只能咬牙道：你不是说大佬目前缺金币吗？我们仰慕大佬的风采，也想帮忙，要不我们10金不15金一件收怎么样？劳烦大佬给我们一个给他跑腿的机会吧。帝王海哥本来不想理会他，可他给出的这价格确实很不错了，他就如实给叶枫汇报了。叶枫想到自己打造的戒指会受欢迎，却没想到如此被追捧，居然能开出这样离谱的价格，他都有些想不通。这价格买回去不怕赔钱吗？实际上也是他想的差了。对于普通玩家乃至其他大公会的1、2线玩家来说，噩梦级副本基本是没有能力挑战的，困难级副本都需要多次尝试，自身实力达到一个程度，配合熟练才有机会通关。野外的玩家众多， BOSS 刷出来就有无数支队伍蹲守。虽然1阶到3阶地图最高能出产传奇级的装备，但面对庞大的玩家人群来说，产出的数量还是太少了，根本供不应求。更别说野外出产的装备是有等阶和等级要求的，3阶40级属性肯定比3阶30级的好，比3阶20级的强一大截，跟3阶10的更是差个档次。玩家等级提升上去才能佩戴更好的装备，但不提升等级，越级挑战的话能享受加成，所以这就很为难。其他生活玩家也有学习了打造职业的，可市面上配方十分罕见，大部分最高品质也就到卓越级，再加上玩家打造的话耗时长，打造需求的特殊矿石也不好收，出产高品质的几率非常之低，导致市面上别说是打造的传奇级装备了，就连卓越级也没几件，大部分还只是1阶和2阶的武器、铠甲、护腿等部位，像戒指这个部位还是3阶层次的，简直是绝无仅有。再加上叶枫出产高品质的几率简直高得吓人，属于游戏中独一份了。他们只要随便鉴定出自己适用的，就等于在3阶5级10级提前装备上了属性拉满的3阶40级的传奇级戒指，不但拥有了越级刷怪的能力，还可以尝试挑战高难度副本，这样的机会谁会不珍惜？叶枫思考了一会，既然人家价格这么有诚意，那就给帝王海哥这个面子吧。他就同意了15金一件的求购要求，让帝王海哥把消息散布了出去。第103章，戒指供不应求，神话级道具的强大。叶枫承接打造的消息瞬间席卷了游戏里的顶级玩家的圈子。虽然15金价格不低，甚至几乎绝大部分的玩家都拿不出这么多游戏币，但有帝王海哥背书，还有成品诱惑在那里摆着，还是让玩家们怦然心动。凡是能跟帝王海哥搭上话的，都在想办法凑钱。除了像血色工会这种得罪过叶枫的，或者金钱帝国这种与叶枫作对的，只能望洋兴叹。本来钱多多并没有在意这件事，不就是能打造的3阶戒指吗？有什么了不起的？可当他看到不断流通出来的属性截图，说实话，他都有点心动了。这比野外出产的好太多了呀！而且3阶戒指的爆率本来就低，更别说是传奇级的了。野外哪怕好不容易掉落一件，属性也不一定是适合自己用的。而叶枫的打造就完美解决了这个问题。甚至金钱帝国工会里已经有人在询问，想要搭上帝王海哥的关系，从叶枫手里买上2、3件。由于叶枫打造的品质范围普遍偏高，基本只要不是运气特别背，起码都能鉴定出1件卓越级，导致外界现在都不管这叫开盲和开奖了，而是抢到就是赚到。当这种消息越来越多，
甚至钱多多他们小队的一个核心成员都在委婉问这个事情。钱多多终于忍不住了，打开了工会频道。工会频道，钱多多会长，剑目前是我们工会的敌人，购买他的东西就是资敌。再让我听到谁有这个意愿，第一次警告，第二次直接开除出工会。工会频道，钱小盾副会长，支持会长，抵制剑。看到手下的呼应，钱多多的笑容才刚刚浮现。玩家善良的小伟退出了工会，玩家比白开水还纯退出了工会。玩家连续几道退出工会的提示，让钱多多笑容瞬间消失。这些人脑子有病吗？难不成一个剑打造的戒指，比待在这么强大的工会还有吸引力？深吸了一口气，他还是冷静了下来。退出的这几人都是招收的普通玩家，没他们对工会几乎没什么影响。退了也好，正好过滤下成员们的忠诚度。反正只要工会的核心成员和主力成员们不受影响就行。可下一刻，几道系统提示再度闪过：玩家金钱帝国斩魂退出了工会，玩家金钱帝国战天退出了工会。钱多多心头一凉，这两人他有点印象，都是战士职业里战斗分队的主力。金钱帝国战天甚至还是第二副队长，就为了一个破戒指，连声招呼都不打，就直接退出工会了。这个该死的剑是老天派来专门对付自己的吧？钱多多眼前一黑，叶枫没有想到15金的价格都没有阻挡玩家们的热情，不断有人通过帝王海哥在他这里下订单，买走一件未鉴定的3阶戒指。要不是他分解了大量的装备，材料是足够用，换之前还真不一定能供应来得及。反正暂时也没什么事，他就来者不拒，不停地打造着。而游戏金钱也在慢慢积累着，3000金、3500金、4000金。就在他持续不断地打造出200多件戒指，游戏金钱都来到了5000多金的时候，滴，欧质子在世，会长，幸不辱命，出货了。中阶经验单，卓越，中阶经验单，传奇。叶枫打开一看，中阶经验单，品质卓越，获得的经验提升100%，持续60分钟，6阶地图及以下生效。中阶经验单，品质传奇，获得的经验提升200%，持续120分钟，6阶地图及以下生效。除了这两种，还有稀有和优秀级的，只不过增加的幅度就更低了。叶枫回复了过去，有多少我都要了。过了几分钟，欧质子再是发来消息，刚统计完，稀有级45颗，优秀级17颗，卓越级6颗，传奇级2颗，史诗级没有。叶枫点点头，这个数量还不错，能好好合成一波，说不定就能出1-2颗效果不错的。他马上问对方，你要金元宝还是金钱？欧质子在世，没有会长你我们也到不了中阶地图，没有采集这些东西的机会，费用就不必了。如果可以的话，我想花金币买一枚会长打造的戒指。叶枫笑了笑，看来自己的打造名声已经出去了呀。这么多经验单，实际价值也不小了。即便自己帮忙提供了破障勋章，也是对方带人一锄头，花费了10几个小时采集出来的。他自然不会占这个便宜，直接打造了2件戒指给对方邮寄了过去。费用还是要算的，就用这2枚戒指换吧。矿洞里的欧质子在世，看到叶枫的邮件和消息，鼻子忍不住一酸。天底下还有比会长更好的人吗？不但不占自己的便宜，还这么照顾自己，要不是不好好努力，真不是人了。他平复了情绪，将从几人手中汇集的经验单全部打包给叶枫邮寄了过去。欧质子在世，感谢会长的恩情。剑，没事，辛苦了。欧质子在世，会长，矿石还需要吗？我给您寄过去些。剑，不用了，我这够用。叶枫的话让欧质子在世感到了一阵危机，自己当初是靠采矿的矿石才跟会长结缘的，结果现在会长发展太快，连自己的老本行的收获都用不上了。那会长对于自己的提携和照顾，让自己事业起步的恩情该怎么报答？想到这，他心中暗自下了决心，以后一定要给会长做好服务，让会长玩得舒心。自己钱都可以少赚一点，一定要优先满足会长的需求。而等到他让身在其他地图的工作室成员帮忙从主城购买了2张传奇级的鉴定符给他邮寄过来后，鉴定出的2件传奇级戒指让他震惊狂喜的时候，更是坚定了这个念头。会长以后就是我的天，一切事务优先为会长让步。叶枫拿到经验单以后，就直接开始合成。最近2天没怎么合东西，合成次数已经积攒了快5000次，合这几10颗经验单自然不在话下。先将优秀级的2两合成，最后得到了6颗提升了效果的卓越级，继续与原本的卓越级进行合成。合成了几次后，你使用中阶经验药水卓越4
与中阶经验药水卓越3进行了合成。你在合成中出现了非常幸运的大暴击，100%提升2个品阶，熟练度加100。你合出了经验强化丹史诗，出货了！叶枫咧起了嘴角。持续的经验强化丹6品质史诗，获得的基础经验提升500%，持续时间2小时。该物品每日可使用1次，次日自动恢复。6阶地图及以下生效，6阶以上地图效果减半。叶枫眼前一亮，居然还是可持续使用的经验丹，倒是第一次合出来，他就要将其使用，突然心中一动。还有2枚传奇级的没有合成，要不喝完了再看看。你使用中阶经验药水传奇与中阶经验药水传奇进行了合成。你在合成中出现了幸运小暴击，100%提升品阶，熟练度加10。你合出了回流的经验强化丹史诗，回流的经验强化丹1品质史诗，消耗等阶 X 100万的经验，获得一个随机的经验加成效果，冷却时间12小时。6阶地图及以下生效，6阶以上地图效果减半。这枚经验丹有些出乎叶枫的所料，居然不是直接提升经验的幅度，而是要消耗经验获得一个 buff， 效果还是随机的。好在冷却时间不算太长，利用好了，说不定也有奇效。这2枚史诗级的经验丹各有优劣，让叶枫感叹自己运气还不错。就在他准备挑选一枚实用的时候，突然一种强烈的冲动在心头涌起，要不要把这2颗放一起合了？这想法一旦浮现，就再也消散不了，仿佛像虫子一样在叶枫肚子里爬。最终他实在没忍住，开整，大不了合不出来好东西，就等欧质子再出货了再慢慢搞。你使用持续的经验强化丹史诗与回流的经验强化丹史诗进行了合成。你在合成中出现了幸运小暴击，100%提升品阶，熟练度加10。你合出了回流的经验强化丹史诗，虽然只是最普通的幸运小暴击，提升1个等阶，但那道炫目的红光还是让叶枫忍不住呼吸急促。出货了，真的出货了！神话级经验丹，史诗级的2枚已经效果不凡，能长期使用。这神话级的又会强大到什么程度？永恒经验源泉，品质神话，消耗等阶 X 100万的经验，获得基础倍数的经验加成，额外增加经验可提升基础倍数和加成的持续时间。该物品每日可使用1次，次日自动恢复。看完说明，叶枫咽了口唾沫，这是将2枚史诗级的属性融合在一起了呀，而且上限更高。最主要的是没有地图的限制了，哪怕在高阶地图使用也能享受到完整的效果。至于具体效果如何，他马上选择了使用。你是否消耗400万经验，获得持续1小时的100%的最终经验提升？该级别优先度为神话级，与神话级技能、神级工会效果并列，累计叠加。400万经验的消耗实际并不低，以叶枫目前的等级，升1级才需要45万1000点的经验，哪怕有天赋的10倍消耗，450万也足以让他提升1级。但叶枫有越级越阶挑战高经验怪物的能力，还有每日3次副本的权限，这点消耗还是划算的。他马上选择了是，继续对其使用。你是否额外消耗800万经验，提升30分钟的持续时间，或者提升50%的最终经验加成？这下叶枫有点犹豫了，消耗提升了1倍，提升的效果却只有原先的1半。犹豫了下，他选择提升最终经验，毕竟他打怪本身就有不少加成，提升最终的幅度效果远比一般玩家要压强。只是当他选定后，却没有立即生效。难道说？叶枫连忙再次使用。你是否消耗增加1600万经验，提升60分钟的持续时间，或者提升50%的最终经验加成？居然还能继续累加，而且刚才没有选择的持续时间居然也累加了1次。叶枫这下真的被惊到了，这就是神话级物品的强大吗？虽然消耗继续增加了，但他已经管不了那么多了。提升持续时间，他想看看这一次不选经验加成，下一次会不会也累加。你是否消耗增加3200万经验，提升30分钟的持续时间，或者提升100%的最终经验加成？呼，叶枫深深呼出一口气，果然如此，这东西有意思啊。选择了最终经验的提升后，又分别花费6400万经验提升了1次。看到下一级消耗的经验已经提升到了上亿，而且自身也没那么多经验了，才停了下来。而他的眼前也出现了一个悬浮的小小的标志：永恒经验源泉增益效果。在野外副本击杀怪物后，增加250%的最终经验，持续时间240分钟。越级击杀额外增加10%效果，越阶击杀额外增加20%效果。这时
帝王海哥发来了消息，称又有一个工会的负责人准备了300金，想请叶枫出手打造20件3阶戒指。叶枫就先将其推辞了。经验的增益效果已经生效，每1秒都在消耗，先以刷经验为主。一路狂奔之下，他很快来到了6阶的地图。即便以他好几万点的敏捷和增加移动速度的技能不停歇的释放，都花费了10分钟时间，这让他心疼不已，心中暗道：下次一定要给靴子上做好地点标记。在6阶地图上，叶枫看到了几只游荡的怪物，眼睛发亮的冲了过去。小宝贝，快到碗里来。第104章秘境突变。叶枫的决定，这是一处冰雪覆盖的天地，薄薄的冰面上有几只毛发雪白的怪物在散步，看其缓慢移动的身形，似乎是偏向近战攻击的怪物。叶枫刚进入射程范围，就挥剑呼啸而去，数百万的伤害数字接连飘起。戒指附带的箭射效果，虽然无论是伤害还是攻击的数目，都比以前新手木剑合成后武器的特性稍微弱一点，但在庞大的攻击伤害下，依然有非常高的伤害。起码，这些普通级别的怪物是抗不住的。就在叶枫这随意的一脸之下，连带最前面的一只大白熊和围在一起附近的总共6只怪物，统统倒地，全部死亡。你击杀了6阶10级怪物冰雪战熊，你获得了3100点经验。你越120级完成了击杀，额外获得了 2640% 的经验。你越阶完成了击杀，额外获得了 220% 的加成效果。永恒经验源泉增益效果，工会增益效果累计生效，你额外获得了 310点经验。你最终获得了1114412点经验。仅仅只是6阶最普通的怪物而已，在多次的加成累计下，直接从原本的3100点经验被增幅提升到了111万多，而这6只怪物累计就是668万多的经验。叶枫深呼一口气，回来了，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这样的经验让他刷起怪来动力十足。当他来到副本入口前的时候，已经轻松刷了1亿多的经验。来到副本的位置后，先花费了30点权限点，将相应权限进行了升级。副本专家3当前等级2，下一等级提升所需权限50，副本进入等级降低2阶。这样叶枫就能以4阶的身份提前进入6阶的副本了。等进入副本后，获取经验的效率就变得更为夸张了，哪怕是最普通的小怪都能带来大几百万的经验，头目轻松突破1000万级别。而 BOSS 就不用说了，你击杀了6阶30级传奇级 BOSS 级怪物虚空兽皇，你获得了4502万7840点经验。你获得了4金3926银6000加219金6480银。你获得了中阶史诗进阶10 X10。你获得了中阶属性果实传奇 X10。你获得了中阶属性果实卓越 X20。抛却一大堆叶枫用不到的6阶装备，光是经验就已经让他很满意。金币的掉落更是在幸运女神宠爱的加持下迎来了一个大爆发。进阶石和属性果实的掉落只能说中规中矩，数量积累起来才能用得上。而当叶枫从6阶30级的噩梦级难度副本出来的时候，看了眼经验源泉的 buff 还有5分钟就要到期了，4个小时这么快，叶枫都有些惊讶。不过仔细一想也差不多，毕竟以他副本大师2的权限下，每个难度的副本都能额外多进入2次，累计进入3次，3个等级的副本全部难度刷完就是27次，这样的速度已经非常恐怖了。而更为恐怖的是他在这期间获取的经验，从6阶10级到30级，每个等级和难度的提升获取的经验都在提升。比如6阶10级的普通难度里，一躺下来只有将近5亿经验，但噩梦级就有10多亿了。再到刚才6阶30级噩梦级难度下，一趟更是足足有接近30亿的经验。所以叶枫看到自己目前的总经验时，都忍不住愣了一愣。308亿，足足能将200多门传奇级技能提升到满级，哪怕是史诗级都能学习提升20来门。可以说叶枫在7阶之前学习技能的经验是不用愁了。所以当他准备进入6阶40级副本时，又豪横的将 buff 继续提升，2亿5600万经验，持续时间提升半小时，5亿多再来半小时。本来他还感觉有些肉疼，这 buff 越往后提升消耗越高，性价比太低了呀。可等他从6阶40级的副本里出来后，看到又增加的200亿经验时，顿时又觉得这点消耗好像也能接受。尤其是这一级的噩梦级难度里的最后一关史诗级的 BOSS， 幸运的掉落了5块神话级突破石和10块中阶神话级进化石后，叶枫就觉得哪怕一切都值了。而且这还只是基础掉落而已，算上 SSS 级评价下
指定选择的额外奖励后，3次噩梦级难度下，累计给他贡献了45颗神话级突破石和90块中阶神话级进化石。叶枫这下激动坏了，直接拿出幸运女神的宠爱，连续提升了2次等阶，将其提升到了5阶的层次。有着百分比的加成，属性又暴涨了一大截，他简直迫不及待想要将其进化到6阶的程度，然后再进行第2次突破了。奈何6阶50级和60级的副本之间相隔太远， buff 开启后的时间又不能中断，一旦中断，今日份的使用就结束了。即便他又分别花费了10亿、20亿和40亿，又提升了3次持续时间，也只是顺利通关了6阶50级的副本而已。最后在耗费了10分钟还没有找到6阶60级副本的情况下，叶枫只好放弃了给经验道具的 buff 继续增加持续时间的做法。刚才为了将经验 buff 的效果利用到极致，他是一刻都不敢停歇，疯狂地奔波游走。就这4个小时的精力消耗，堪比正常情况下的1天1夜。说实话，他真有点累了。所以当帝王海哥再次跟他说又有20单打造戒指的业务时，他选择了拒绝。现在6阶副本里击杀怪物的金币掉落，经过了越阶越级的加成后，高的吓人。尤其是 boss 类传奇级的 boss 就能轻松掉落上百金币。刚才6阶50级噩梦级难度的最后一个史诗级 boss 甚至掉落了接近上千金币，这可比帮人打造戒指快得太多了。当他表示拒绝时，帝王海哥还比较诧异，大佬是不缺金币了？得到肯定的猜测后，他也不禁感叹，其他没买到戒指的玩家想要快速提升弯道超车的愿望是不能实现了，只能说他们运气不好吧。不过当他询问以后还有没有机会时，叶枫也没有把话说死，只是说看情况。下线后他洗漱了一番就出门了。如今财富自由，不怎么缺钱了，他反而对于那些价格昂贵的美食没什么太大兴趣了。找了一家骨汤砂锅面片，点了一个2人份的超大碗，又让店家切了1斤独家卤制的牛肉后，他美滋滋的吃了起来。这个饭量还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有人甚至过来问他是不是大胃王类型的吃播，就连老板娘也是看得美目连连，声称这么能干饭的小伙子不多见。叶枫眼神古怪，大姐，你这话注意点好吧？没看见后厨忙活的老板脸都黑了吗？出了这家店，他反而不着急了，慢悠悠的在街上开始散步了起来。自从重生回来，他受前世影响，无时无刻都处于一种紧张的情绪当中，总感觉异界入侵是悬在头顶的一把刀，随便有时候落下来，到时候他自己、他的亲人朋友、他认识的人、不认识的人，都将在异界大军的滚滚浪潮下灰飞烟灭。所以他一直以一种非常紧迫的心情在提升自己的实力。好在进入游戏后获得的独一无二的 SSS 级天赋给了他一丝希望，激活的第2份天赋合成进化的9星级职业又给他增添了一丝底气。随着他在游戏中大放光彩，实力断档式领先，快于前世无数倍的进度，让他对将来的危机应对越来越有信心。今天神话级经验道具的合成和远超自己期待的使用效果，更是让他激动不已。至此，游戏中的等级提升和技能学习已经不再是问题。目前他还连一个史诗级技能都没有学习，都已经越阶碾压最强大的怪物。等到技能逐渐完善，他的实力必将再有突破。要是等到7阶后开始与神话级的敌人交手，获取相应的装备武器以及各种材料，就能将他的游戏实力提升到一种匪夷所思的地步。再逐步巨献的话，是比前世强大1000倍万倍的底蕴。而秘境的出现更是前世完全没有听说过的，作用更是既实用又强大。叶枫仅仅通过了2次不入流的档次就获益匪浅，运作好的话很有可能会成为将来对抗异界的一个重要工具。这次叶枫走得慢，足足花费了1个多小时才来到秘境外的那片区域，结果却发现区域外卡了几道铁丝网，还挂着一个闲人勿近的牌子，牌子下面甚至还放着一张桌子，一个看起来60多岁的老头悠哉乐哉地嗑着瓜子。叶枫走了过去，您好，麻烦问下这块地方出什么事了吗？老头吐掉瓜子，瞥了他一眼，你打听这干什么？叶枫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包华子，实际上他并不抽烟，只是随身放着备用的。将华子送到老头手里，他的表情才好看了一些。看你挺有礼貌的，就不妨告诉你，这里被政府征用了，据说要做什么实验，一般人是不让进的。叶枫心中一动，做实验？以前一直荒废的地方，从来没人管，怎么突然就要做实验了？还正好是自己闯完秘境后的时间，难道秘境被别人发现了？叶枫摇摇头，应该不会，秘境是自己具现到现实的，而且明显有意识在维持运营着，只会听从自己的操作，没有自己的允许，别人也进不去。可就在他想打听下具体情况的时候，老头却是表示自己再不知道什么了。哪怕叶枫拿出了第2包华子，
老头也是表示无能为力。不过他倒是给叶枫指了一条明路，说这里的铁丝网和排的设立是由当地县政府出面的，而网下也是由村委会负责执行。他作为村里面没事的老人，是被村书记请过来看着的。得到了自己想要的消息，不顾老头的推辞，叶枫将第二包华子硬塞到了对方手里，转头就朝着村委会的位置有去。1小时后，叶枫现在村委会的门口，脸色凝重。刚才他已经找了过来，并见到了村委会书记，对方已经给叶枫说清楚，这件事情他们也做不了主，也是听从县里面的意见。叶枫让对方拜托问了下，得到了一个回馈，这里最近出现了一些奇怪的现象，很多植物生长得特别繁荣，有些小动物也是十分活跃。有个地产商看中，想要买下来投资一个疗养的地方，只是县政府的要价太高，暂时还没有谈拢。叶枫如果也对这里感兴趣的话，就可以找县里去谈。虽然对方觉得这里的变化很神奇，言语中还有一丝敬畏，声称村子的老人说是山神显灵了，但叶枫自己知道，这应该是自己闯关了2次秘境，得到闯关奖励时吸收灵气溢散出来的部分对周围环境的影响。想到这，叶枫有了一丝担忧，就算自己以后偷偷跑进去，再利用秘境闯关，随着他进度的提升，奖励的动静只会越来越差大，肯定会被别人注意到，很不方便。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把这里的所有权买下来，抢先那个地产开发商人一步，把这里变成自己私有的地方。到时候不管自己再怎么折腾，闹出什么样的动静都不是问题了。想到这，他朝着村委会书记给自己提供的县政府的地址赶去。2小时后，叶枫从县政府的大门出来。刚才他已经找这件事情的相关负责人洽谈清楚了，2亿华夏币一次性付清，他就将拥有那片区域50年的产权，并且还会享受一系列政策上的优惠和支持。叶枫边朝着回家的路走着，边在心里下了决定，尽快搞到2亿，把这块地方买下来。第105章，听说相信大佬能走上人生巅峰。回到别墅，叶枫仔细考虑下，决定事不宜迟，尽快开始凑钱。所以当他进入游戏后，面对帝王海哥再次的打造戒指订单的询问，并没有选择拒绝，而是将交易的金额换成了金元宝。游戏币的话，他现在刷副本很容易得到，反倒是现实货币有着大量的缺口了。并且他还告诉帝王海哥，以后的戒指不用通过他中转交易了，叶枫会直接上架藏宝阁，想要的人直接在藏宝阁上购买就行。帝王海哥感到了一阵危机，倒不是说叶枫这样做失去他的作用，而是别人都通过这种方式的话，岂不是实力都能很快提升上来？2枚戒指如果都是极品的传奇级的话，对于任何一名玩家都将是巨大的提升。这样的话，叶枫的领先优势以及帝王海哥和神域公会这些跟叶枫走得比较近的玩家的优势，岂不是都荡然无存了？叶枫对于他的担忧只说了一句话，眼光放长远点。帝王海哥若有所思，虽然不明白大佬具体是什么意思，但起码不要纠结于眼前，他是能明白的。或许该提升升级速度了。帝王海哥心中闪过了一个念头。当帝王海哥将叶枫不限量出售戒指的消息转达后，之前没能抢到购买名额的一众工会会长就眼巴巴在藏宝阁盯着。他们原本以为叶枫可能需要很长时间准备，可没过几分钟就看到了寄售的消息，而且不是1枚2枚，而是5枚一次性上架。有人稍微犹豫了下，这5枚就瞬间被买走了。没买到的人气得拍大腿，恨自己为什么下手这么慢。可没过几分钟又是5枚上架，这次刚才没买到的人下手够快，有人甚至连续买到了2枚。不过叶枫这么快的上架速度也引发了一些人的猜测，大佬这么快几枚几枚的打造，不会是采用了什么样的简化打造方式吧？会不会打造出来的属性跟之前的不一样？这些猜测得到了不少人的认同，他们自己公会内也有学习了打造类辅助职业的玩家，根据他们对于打造的了解，像这种能打造出传奇品质的配方，打造所消耗的普通矿石和特殊矿石消耗很大不说，光是打造花费的时间和活力都不是那么简单的。正常情况下，打造这样的戒指花费几分钟出1枚差不多，叶枫这个出货速度明显不正常。所以当10几分钟后，叶枫打造的第3批一次性上架的10枚戒指反倒遭到了冷遇，大家都在观望，猜测这批戒指会不会有什么问题。毕竟15万金元宝可不是一个小数字，一次性购买2枚就是30万了，都可以在4、5线城市购买一套小户型的房子了。贸然去尝试不确定的因素，即使他们各自都不差钱，也不会白白的做冤大头。这样的景象很快就引起了好事玩家的注意，纷纷在世界频道上讨论了起来。大家快看，藏宝阁上出现了一批奇怪的货
3阶未鉴定戒指，一枚15万金元宝，未鉴定的东西卖15万，这是想钱想疯了吧？就是说啊，有些普通属性的传奇级装备也就10万金元宝而已，属性比较好的才能到20万金元宝，这岂不是说鉴定不出传奇级就铁定赔钱？你们有没有看到，这是剑大佬打造的，或许大佬打造的东西都能出极品，楼上的哪里来的极品舔狗？实力强打造的东西就肯定出极品，这是什么奇葩理论？我们公会有5个打造师，打造能力最强的，出传奇级的几率也都不到 3%。你跟我说一个战斗玩家比转职打造的职业还厉害？有没有购买过这种戒指的土豪冤大头？鉴定出来让我们欣赏下，排行榜第1的大佬打造的东西有什么特别的？一帮人看似在看热闹讨论，实际大部分人却对叶枫的行为都有些不怀好意的嘲讽。在他们看来，要是钱这么好赚的话，他们拼死拼活，一天20小时在游戏里才赚个几百块华夏币，岂不是显得很菜？你见，就算游戏实力强，赚钱也不可能靠这种看似很荒诞的方式吧？看客们的讨论也被一些购买了叶枫戒指的人看到了。之前花费了金币购买，鉴定出好东西的人率先忍不住了，自己落了大佬的好处，不能眼睁睁看着被人污蔑。不断有人开始将自己戒指的属性截图在世界频道上发了出来，无一例外都是属性拉满、特性强大的传奇级，一时间引得吃瓜的群众们惊叹连连。我擦，这样的属性别说15万了，翻一倍30万我也愿意买啊！发图的大哥愿意出售吗？35万我要了。不过也有人有不同的看法，这恐怕是打造的几百甚至上千件里运气爆棚出现的1-2件传奇吧，有这样的属性也正常。我怀疑这几人都是件的托，吸引大伙去购买他藏宝阁摆的那些未鉴定，不然的话真要那么容易出极品，他自己为什么不鉴定了再卖？这样的看法也让很多玩家深以为然。对啊，要真是出极品的概率高，自己打造自己鉴定了再出售，岂不是赚得更多？怎么会摆出来让别人买？分明就是一种营销手段。就在舆论风向逐渐转向这是一场骗局的时候，藏宝阁上的10枚戒指突然全部被买走了。世界频道上也接连出现了一些不一样的声音。战无双，大佬还有货的话可以上了，随时准备着。慕天法神，感谢大佬的福利，还有新货必第一个捧场。这两人的发言顿时引起了一帮观望着玩家的注意。他们正是叶枫用金币出售时没能抢到，用金元宝出售时也没能抢到前面2批的几大公会的高层。刚才发言的这两人的 ID 他们非常熟悉，正是跟他们一样，同样级别的公会高层乃至会长级别的人物。看这样子，这是前面抢到戒指出货了，他们心中惊疑不定。而就在叶枫上了第4批货的时候，终于有人忍不住下手了。寒冰哥哥的职业是法师，可他的职业特性和天赋都不算太强，在加入的诸神领域公会里只能算是第2档的法师玩家，依靠着一件3阶10级卓越级的法杖才勉强坐稳了公会主力队伍的法师位置。他现实中只是一名销售，虽然收入对比普通人不算低，但跟那些动辄在游戏中投入几百万甚至几千万的土豪来说，跟白嫖玩家也没什么区别。到达3阶后，他更加感到了跟这些1线玩家的差距。眼看着3阶后，别人开始收购服用传奇级属性果实和传奇级技能，他在购买了1颗属性果实后就无力投资了。眼看着跟别人的差距越来越大，主力队伍的位置已经不保，他有些急了。处于对剑的崇拜，他拿出了自己作为销冠的年终奖，咬牙抢下了1枚戒指。而在他迫不及待用传奇级鉴定符鉴定后，冰雪权柄之剑，位置饰品，品质传奇，需求等阶3阶，法术攻击加1500，物理防御加750，精神加180，体质加180，法术攻击正10%，攻击距离正10%，无视目标防御10%。冰天雪地，你的每次普通攻击都有30%的几率触发单体技能冰封，对目标造成法术攻击 X70%的攻击，并对其造成5秒钟的冰冻效果，减缓其30%的移动速度。玩家剑特殊打造。看到这样的属性，寒冰哥哥先是愣了一愣，然后放声大笑，哈哈，这戒指牛逼，光是基础的攻击就能跟自己卓越级的武器一样了，增加的防御甚至比自己优秀级的铠甲还要高，精神和体质双属性也都是自己紧缺的属性。至于3个百分比属性，更是极品到不能再极品。藏宝上凡是带这3个属性之一的戒指，随便都能卖到20万以上。自己这戒指一次性带3个，该能卖多少？而最后一个特性附带的技能，更是堪比公会里第1法师刚刚学习的传奇级技能。不夸张地说，就这1枚戒指给他带来的提升，要是通过其他方式的话，起码需要300万。而现如今，
他只付出了15万而已。保守地说，他不但坐稳了原本主力队伍的位置，甚至有机会能争一争工会第一法师的名头了。而这一切的巨大变化，只因为一枚未鉴定的戒指。想到这，他马上下线，给自己的好朋友公司的副总打去了电话。鹏哥，兄弟这边出个状况，急用个钱，你方便的话帮我用个50万，最多3天就给你转回去。你这也倒不开这么多，只有25万。那也行，先帮下兄弟，过几天必有重谢。3分钟后，看到银行卡到账25万的短信，李小刚，也就是游戏中的寒冰哥哥，激动地挥了下拳头。有这25万，再加上自己卡里剩余的5万，足以再购买2件剑剑剑大佬打造的戒指了。他马上将其充值到了游戏里。这时，世界频道上还有人在质疑叶枫的打造，也陆续有一些人在展示着自己鉴定的成果。寒冰哥哥一扫而过，心中却冷笑道：都质疑吧，最好是都别买。就在他连续刷新了3分钟的藏宝阁界面后，终于等到了叶枫最新上架的5枚戒指。他连忙眼疾手快，瞬间选中，连续购买了其中的2枚。到手后马上开始鉴定。这次他的运气一般，只出了1件传奇级，另一件则是卓越级。但就这件卓越级的特殊属性，又是罕见的100%法术攻击和无视防御，再加上他刚才那件传奇级的，已经产生了1+1大于2的效果，让他的攻击力提升了一个档次。而那件传奇级则是一枚偏向物理近战类的，基础属性是力量体质耐力，特殊属性是增加生命值上限和减少受到的伤害，唯一的特性则是气血降低到 5% 以下时触发一个无敌金身效果。即便他是法师类职业，都能看出这枚戒指的不俗，说是肉盾类坦克玩家的神器也不为过。他尝试性摆了个60万金元宝的一口价，结果不到1分钟就被秒了。寒冰哥个人都呆住了，看这样子自己还是低估这件戒指的价值，卖便宜了。可下一刻反应过来后，他狂喜不已。这样的话，自己2枚装备的戒指已经稳稳成为工会的第一法师，以后光是工会发的工资都比现实中做销售的收入还要高了。自己甚至可以尝试辞职，专门做一个职业玩家了。更别说出售了这枚戒指后，自己还收获了54万华夏币的收入，还完鹏哥的25万，留下自己的20万，居然还赚了9万。一时间，寒冰哥哥感慨万千，自己偶然的一次咬牙搏命，居然真给自己搏出来了一个未来。他也没忘了自己最大的贵人是谁，心中暗下决心，等完了下了游戏，一定要弄一张剑剑剑的画像贴在自己床头，每天拜上3拜，以后大佬就是自己的唯一信仰了。像寒冰哥哥这样购买了叶枫出售的戒指，又意外收获的玩家越来越多了。随着一张张卓越级、传奇级戒指属性截图的晒出，对叶枫打造水平的质疑越来越少。虽然叶枫看到销售成绩不错，就停止了其他事情，专门在一个安静的地方边打造边上架，但玩家的基数何其强大，依旧是供不应求。无数人甚至停止了打怪，专门待在主城安全区，眼巴巴看着藏宝阁，等着新品上架。就在这样万人追捧的氛围中，钱多多都忍不住有些动心了。要不我要买一件试试，到时候出了极品也能变相增强自己的实力，到时候变强的速度增加了，再去将剑剑剑斩于马下，等于是用对方的资源来压制了对方。这样的念头一旦涌起，就无法克制了。钱多多也死盯着藏宝阁，等到一刷新，马上抢下了1枚，迫不及待地开始鉴定。第106章，堪比狗血电视剧的剧情，精彩。未鉴定戒指，品阶3阶，玩家剑剑剑特殊打造。确定了自己购买的东西没有错，钱多多搓了搓手，将传奇级的鉴定符拍到了戒指上面，心中暗道：运气可以的话，来个传奇级偏法术攻击类的戒指吧。这样的话，自己带队挑战3阶10级困难级副本的把握就能大不少。期待着看着光芒散去，他连忙看向了鉴定后的属性：精力充沛的狂战剑，品质优秀，需求等级3阶，物理攻击加375，精神加60，法力上限正 10%。玩家剑剑剑特殊打造。一眼扫完属性，钱多多愣住了，自己是不是眼花了？怎么就3行属性？自己是不是看成刚才野外击杀的那只3阶10级头目级怪物的掉落了？可等他再仔细看了2遍，才确认，这确实就是自己花费了15万金元宝，从众多玩家手里抢到的剑剑剑打造的3阶戒指。可是别人都鉴定的是传奇级，最不济也是卓越级，自己这优秀级是这么回事？品质低不说，属性还这么奇葩，主属性加物理攻击，其他属性却增加精神和法力上限。战士带的话浪费2条属性，法师带的话浪费1条主属性。
这别说跟其他玩家展示的比一般3阶40级传奇级掉落要好的打造效果了，自己的这件甚至还比不上野外的随便掉落。要出售的话，估计只能卖个几百金元宝，想卖1000都得找冤大头接盘。钱多多双眼直冒金星，感觉自己的脑瓜子嗡嗡的。下一刻，他变得愤怒起来。这样看的话，剑分明就是个骗子。那些拿着极品属性展示的，全部都是他的托，根本是用了什么特殊的手段才弄出来的稀有货色，恐怕成本价都超过了15万。而自己鉴定出的这件不伦不类的优秀级，才是对方真实的打造水平。剑领着一帮人设套坑人，而自己就是头脑发热上当的那一个。钱多多越想越气，不行，这个亏不能就这么白白吃了，自己一定要揭露剑这个骗子的真面目，不能让更多的人上当。于是，所有人都在世界频道上看到了一条金色边框黑色字体的传音，特殊传音：钱多多，金钱帝国会长，剑就是个大骗子，他根本打造不出好东西来，别人发的截图都是假的，只有我的是真的，精力充沛的狂战舰，这种垃圾才是他的真实水平，大家千万不要上当了。由于钱多多的这条消息是花费了1000金元宝购买的最高级别的特殊传音效果，会用特殊效果和醒目的字体来显示，还会在世界频道上置顶停留1分钟。这时在线的所有玩家几乎都看到了这条消息，所以当钱多多的消息出来后，引发了世界频道的一轮大爆炸。我擦，这是什么奇葩玩意，物法双修的神器啊！战士玩家从此不再缺蓝，好东西；法师玩家多了物理攻击手段，好东西。这件装备不走寻常路，十分稀有，老夫欲出300金元宝高价收购珍藏，你要卖的话就当我没说，狗头。除了调侃和吐槽，也有很多人注意到了发言人的身份。我没看错的话，这是第3大公会会长钱多多吧？他说的话应该有一定的可信度，难不成剑真是骗子？听说金钱帝国公会和剑有过节，这会不会是故意抹黑的手段？我也觉得不对劲，别人都鉴定出的卓越级和传奇级还不是1件2件，怎么一到你这就成了优秀级，还是这么扯淡的属性？这确定不是造假来故意黑人的？这样的观点也有不少人认同，更有一些夜风戒指的用户出来现身说法。特殊传音：寒冰哥哥，诸神领域法师战斗分队队长，我为剑大佬作证，他绝对不可能打出那样的垃圾来，我买的3件全部都是极品。有图为证。冰雪权柄之戒、精力源泉戒、金身守护戒。又一条金色传音的出现，让不少人为之侧目。这3枚戒指真极品啊，这是什么狗屎运？确实看了这样的好东西，钱多多发的那种垃圾根本不是同一个打造的。我认识这小子，他原本只是我们公会的一个2流法师而已，刚才突然被任命为我们法师战斗分队的队长，我还以为他家拆迁款下来了，没想到是沾了剑大佬的光，鉴定出好东西了。原来刚才被我们公会副会长秒下的那枚极品戒指，是这人鉴定出的，1枚戒指就赚了1套房啊，羡慕嫉妒恨。寒冰哥哥的这条传音实在说服力太足，钱多多的消息反而显得有些假了，而他那种气急败坏的语气，更是被玩家们认为是刻意的抹黑。更别说当有几个名字出现在世界频道后，特殊传音：金钱帝国斩魂，尊敬的钱会长大人，你不是说剑是金钱帝国的敌人，购买他的东西就是资敌，要是谁这么做，就要将其踢出公会吗？特殊传音：金钱帝国战天，我们不想被这样的规定束缚，就退出了公会。结果现在你带头购买人家的东西，完了又跳出来说人家打造的是垃圾，是骗子，你不觉得你很可笑吗？两人先后的传音发言更是引发了轰动。好戏开场，前员工控诉老东家，这剧情精彩啊！这两人都是排行榜前100的顶级高玩，居然都被迫退出了公会，这金钱帝国有点意思啊！笑死我了，自己不让别人买，甚至以退出公会相逼，结果自己转头就去买，鉴定出了垃圾又来喷人。钱多多没想到自己只是想揭露剑骗局的真相，却引火烧身。而这时的公会频道里也不再平静。公会频道：金钱帝国费伦会长，你发的戒指属性是真的吗？钱多多下意识的回复：是真的啊，这是我刚刚鉴定的，就是那个剑打造的，真的太垃圾了，这人就是个骗子。公会频道：金钱帝国费伦，那这么说你不让大家去买剑的东西，自己却悄悄买，也是真的了？钱多多一愣，坏了，自己怎么忘了这一茬？这样的话岂不是寒了公会里其他人的心？他连忙补救道：不是这样的，我怎么可能去买敌人的东西呢？这戒指是别人给我的，因为剑打造出极品，完全就是个骗局，大家千万不要相信去购买。他不说则已，一说其他人也忍不住了。公会频道：花非花，这么说的话，会长购买剑戒指实际并不是真的了，会长控诉对方打造垃圾，也只是攻击敌对的手段了。公会频道：物非物，
会长为了打倒敌人，不惜背上资敌的名声，真是让我等拼钦佩不已。钱多多这才意识到自己又犯错了，他有心想要争辩，可不知道怎么说了。在他的沉默下，工会里很多人都失望了。不管是哪种情况，钱多多的做法都太令他们失望了。玩家金钱帝国费伦退出了工会，玩家花非花退出了工会，玩家物非物退出了工会，玩家钱多多感觉自己的脑子都爆炸了，自己只是一时好奇没忍住，怎么事情就发展成这样了？可看着世界频道上越演越烈的讨论，以及工会频道里一些质疑，他也不敢再说什么了，心中对叶枫的恨意又增加了一分。贱，你个混蛋！自从上线后，将戒指的出售方式从金币换成了金元宝，叶枫就没有再停止过打造。往藏宝阁上摆一件，被买一件；摆5件，被买5件。除了选定材料打造和往藏宝阁上标价格上架的这点空隙，叶枫几乎一直都在打造，平均每2-3分钟就有1件戒指打造后被售出，1个小时就是保底20件，也就是300万金元宝的收入，导致叶枫都产生了一个古怪的想法：普通人拿月薪，上市公司的高管拿年薪，自己这是直接拿时薪了，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时薪，每小时300万。要按这个速度的话，只需要70个小时，他就能凑够买地的2亿华夏币。不过，叶枫也知道这个想法并不现实，这个买卖也不可能一直做下去。即便有着各个高玩发截图给他作证背书，更有许多回头客反复购买，但能消费得起一件15万金元宝装备的玩家，毕竟还只是少数。等这些人都鉴定出自己想要的属性后，或者等后续玩家们提升到4阶、3阶的装备，也就没太大吸引力了。要靠某一个特定的东西赚钱，也只能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段里。所以，他除了不停的售卖3阶未鉴定戒指，同时也将前面刷副本积累的初阶传奇级属性果实和一些属性不错的传奇级技能开始零散出售。虽然给谁卖都是卖，但他还是分了个清净疏远，先在工会里过一圈，再让帝王海哥挑一挑，最后剩余的才直接往藏宝阁丢。传奇级属性果实目前的价格已经高到了60万金元宝一枚的程度，叶枫手头还剩余150颗左右的存货，累计获取了将近9000万的利润。而技能书大概挑选出了50本属性不错的，统一按照30万金元宝的价格出售了，其余的他都留在了背包里。毕竟以后要合成自己用的史诗级乃至神话级技能，还是需要大量低品质技能书的。连着出售了5个小时的戒指后，加上属性果实、技能书以及少量3阶史诗级装备和一部分传奇级极品装备后，叶枫在藏宝阁的余额已经来到了1亿3500万的程度。眼看着当天的自燃时间已经所剩不多，叶枫也就停止了售卖，转头来到野外，开始挨个清理之前没刷完的几个副本。在6阶40级噩梦级难度的副本里，叶枫遇到了一点阻碍。最后一关的 BOSS 除了强大的基础属性和不俗的技能效果，还带着一个随时可以隐身的史诗级技能，动辄就是消失不见，连续骗了叶枫好几次暴雨剑法的释放。虽然叶枫最后依靠耐心慢慢寻觅机会，还是将对方击杀了，但由于耗费时间多了点，没能拿到 SSS 级评价，这让他马上产生了危机感。从副本出来后就开始合成技能，主技能胚子自然是之前排行榜奖励的得来的真视之眼。在消耗了300多本卓越级技能、70多本传奇级技能以及4本史诗级技能，才将这门技能合成到了上限。史诗级的技能等级上限为8级，叶枫消耗了25亿经验，将其一口气提升到了满级。洞察之瞳8，品质8%，史诗级，有 75% 的几率被动看破目标的潜伏和隐形效果，消耗20万点法力，每秒消耗10万点法力，该效果持续生效，看破几率提升至 100%， 并在攻击潜伏和隐形目标时提升 50% 的额外最终伤害。满级效果，消耗200万点法力，每秒消耗100万点法力，该效果持续生效，并将对队伍共享，同时提升队伍所有成员 10% 的暴击几率和 20% 的无视目标防御能力。有这门技能在手，叶枫面对隐形的敌人将不会再有烦恼。在利用了数次副本积累的神话级进化石后，将幸运女神的宠爱提升到了5阶的程度。等到紧接着他又连续通关了6阶50级和6阶60级副本后，依靠各种 SSS 评价的积累，又一鼓作气继续将这件特殊饰品提升到了6阶。等到6阶60级副本的史诗级 BOSS 击杀后，叶枫发现自己的神话级突破时也突破了140枚的大关。怀着激动的心情，他对幸运女神的宠爱进行了第2次突破，比之前更加炫目的金光猛然闪耀。叶枫甚至感到了周围环境都传来了一丝隐隐的震动。当光芒散去，当天地恢复平静，叶枫看到了突破后的成品，
第107章守护套装的效果，巨献装备的尝试，幸运女神的宠爱9，可进化6%，可突破2%，下一阶段需进化至9阶。类型特殊饰品，品质神话，需求等级5等阶等级限制，攻击正225%，双防正225%，体力正112.5%，耐力正112.5%，敏捷正112.5%，精神正112.5%，力量正112.5%，闪避正90%，防爆率正90%，每秒自动恢复4.32气血。该效果无法被技能、装备特性、职业天赋打断及限制。物品掉落提升7200%，金钱掉落提升7200%，仅限9阶地图内生效。你遇到判定类效果时，必定将会获得最高级别效果的结果。越阶击杀目标时，掉落最高品质物品的概率增加至72%。越2阶时，必定掉落最高品质的物品，并有8%的几率额外获得双份。越3阶以及以上时，必定获得一件最高品质物品，并有44%的几率额外获得双份。连续几次进化和第2次突破后，这件特殊饰品的属性已经被提升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地步，哪怕叶枫在前世都没有见过加成幅度如此高的装备，更别说这还是一件超级罕见的5等阶等级限制的装备。如果有材料，它甚至还能继续提升。只不过再要进化的话，就需要高阶神话级的进化石了，需要7阶乃至以上的地图才能掉落。叶枫目前才4阶，哪怕依靠破障勋章也无法进入高阶地图，除非他能再击杀一只破障 BOSS， 将破障勋章提升到神话级，具备可以越3阶进入地图的能力。就在他思考着怎样寻找中阶地图的破障 BOSS 时，帝王海哥发来了消息：大佬，3阶地图的破障 BOSS 刷新了。叶枫就要动身，突然想起来自己已经4阶了，哪怕击杀了对方，恐怕也不掉落任何东西了。想到这，他给马鹏路发了个消息，让他带领兄弟几人过去接手。从马鹏路出发到再次回消息，足足过去了1个半小时。这期间，叶枫都又制作了60件3阶戒指，收入900万金元宝。马鹏路的战报才姗姗来迟，他带着马东、高飞和小西以及于健，才刚刚将破障 BOSS 击杀。通过他的描述，这过程可谓是险象环生。BOSS 的反击效果十分犀利，要不是靠着小西强悍的恢复能力，不间断的一直给几人补充气血，还有马东有个技能可以控制对方几秒，不时的中断 BOSS 的节奏，以及其他几人的默契配合和各种道具的巧妙使用，恐怕5人团灭在那里也就是分分钟的事情。好在虽然耗时很久，但最终几人还是成功将 BOSS 击杀了，也拿到了最关键的掉落道具破障勋章。看到了这件道具的属性，几人这才知道叶枫为什么能越阶进入地图击杀怪物。同时几人更是想到了一个恐怖的事实，叶枫当初可是独自一人就击杀了这只破障级 BOSS， 他们5个排行榜前15的高手齐齐进出组队，还杀得这么艰难，那当时叶枫的实力有多强？岂不是说即便是现在的他们5人组，甚至都比不过当初独身一人的叶枫？那现在的叶枫又提升到什么程度了？几人刚刚击杀了史诗级 BOSS 的喜悦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原有的骄傲情绪荡然无存。跟峰哥比起来，自己原来什么都不是。当几人由马鹏路带队，怀着谨慎敬畏的心情进入4阶地图开始探索的时候，叶枫已经快将6阶地图翻了个底朝天，却还没发现破障级 BOSS 的踪影。按理说每个大阶段地图上的破障 BOSS 都是高于当前地图最高品质的存在，这只 BOSS 很有可能是一只神话级，叶枫前世都没有挑战过的级别。如果刷新出来的话，周围的环境应该会有所征兆，不难发现。可任凭他怎么寻找，都没有对方的踪影。最后眼看着当天自然日的时间已到，玩家渐，您在今日的华夏服等阶排行榜中排名第1，奖励如下：你可以选择2件任意部位的史诗级装备。这次他选择了腰带和护腿的部位，只不过这次系统奖励的护腿还没自己身上那件可进化的史诗级效果好。忽略不计，叶枫直接将其分解，得到了几十块普通矿石和10来块特殊矿石，以及20块中阶的史诗级进化石，也算是有所贡献。倒是另一件腰带意外的不错，生命守护腰带，品质史诗，需求等级4阶，物理防御加2700，力量加390，体质加390，耐力加390，物理防御正10%，气血值正10%，法术值正10%，受到物理攻击时伤害减少20%，
生命之泉使用后，将在自身或者队友头顶生成一处生命泉水，一次性恢复30%气血，并且每秒持续恢复自身5为属性相加的固定气血，持续1分钟，冷却时间10分钟。精神抵抗，受到史诗级或者高于史诗级的控制类技能效果时，如果自身气血高于当前上限的90%，将会自动消耗30%的生命值，抵消该次控制类效果。每分钟内最多生效2次，每小时内最多生效5次。这个腰带的基础属性有点类似叶枫之前得到的头盔，只不过那件头盔偏向法术防御方面，而这件腰带则偏向物理防御方面，与其形成了互补的效果。而这腰带2大特性效果也是强悍无比。生命之前堪比一个强大的史诗级恢复类技能，好处是不用消耗法力，冷却时间内随时可以使用，成长性也极高。随着叶枫5为属性的提升，这个特性的效果会越来越厉害。而精神抵抗则比较有意思，虽然能自动抵消控制类效果，但会消耗自身的气血，不过要是利用好的话也是非常有用的。而当叶枫将其装备上后，一条崭新的属性出现了，你激活了御魂守护之盔生命守护腰带的套装效果。叶枫有些意外，怪不得这2件装备看起来有些相似，居然还是同一套装。在2件装备上则是出现了一样的套装属性效果。守护套装2%，受到持续性伤害时减弱其50%效果，该伤害优先度高于史诗级时，减弱的效果降低到20%。虽然不是直接可以增加战力的属性，但也算是变相提升了生存能力，尤其连高于史诗级的效果都还能起到作用，算是难能可贵了。除了这2件自选的装备，就是2颗中阶史诗级的属性果实了。叶枫自然将其先收了起来，之前各种刷副本才积累了上百颗史诗级属性果实，还不足以能合成出太多能够使用的，暂时就继续累积了。而最后随机给予的史诗级技能，是一门少见的恢复类效果的技能——不屈之心。品质史诗级，最高等级8级。当你的气血低于自身气血上限50%时，你的双防增加50%，对其他目标使用各种恢复类的技能，特性效果都将提升50%。当气血低于自身气血上限90%时，你的双防增加100%，对其他目标使用各种恢复类的技能，特性效果都将提升100%，技能冷却时间减少70%。这门技能的效果也很有意思，使用者的气血越低，自身的抗性越高，对其他人使用恢复效果则越强，正好应了技能的名字不屈之心，代表着在危机状况下绝不服输的精神。这技能叶枫想来想去，觉得也就自家公会的小溪比较适合。当他将技能效果的截图发给对方，不出意外的收获了对方的激动。神域小溪啊！会长我要疯了，这技能太厉害了！神域小溪是给我的吗？多少钱都行，会长一定不要卖给别人啊！他作为目前华夏服中数1数2的辅助，自然能看出这门技能的珍贵和强大。尤其是这才是技能的初始效果而已，要是将其提升起来，效果就更加恐怖。等提升到满级，说不定能激活更为夸张的特性。有了这门技能，他所在的团队不出意外的会成为一支打不倒的超级精锐。叶枫也没有逗他，是给你留着的。神域小溪，会长我太爱你了。可能是觉得自己的语义有些不对劲，他马上又发来一条消息：神域小溪，会长你别误会，我不是那个意思。紧接着，神域小溪，会长，现在能交易吗？看到对方的迫切，叶枫有些惊讶，这是史诗级技能4阶才能使用，这么早就想要吗？神域小溪，不早了，有了这门技能，我升级的动力就更足了，争取2天内完成4阶，装备上它。既然对方如此有决心，叶枫也乐于如此。本来他还想，现在游戏中根本没有人交易过史诗级别的技能，自己应该定价多少合适。没想到小溪直接开出了一口价500万金元宝，还声称要是不合适的话，他再加都可以。叶枫自然不是贪得无厌的人，这个价格已经很高了。将其摆上藏宝阁，指定交易给小溪后，叶枫看了下藏宝阁，余额赫然已经突破了2亿金元宝。选择了全部提现后，他打开了背包栏，开始精心挑选起来。这次下线后，他就要着手准备秘境的事情了。既然钱已经凑够，那购买那块地皮彻底掌握在自己手上，也就不是问题了。等到再次去挑战秘境，他就不能像以前一样两手空空的硬是一路锤过去了。这次他要巨献点装备再去。你是否花费1万金巨献明光剑？你是否花费1万金巨献战魂气血铠？随意选择了2件4阶史诗级的武器和铠甲，弹出的提示让叶枫摇了摇头。虽然通过之前的售卖戒指和越阶刷副本，这2万金他能拿出来，但这个消耗还是有些肉疼。想了想，他还是降低了标准，
花费了3000金，分别具现了武器、铠甲和靴子，品质全部都是传奇级。而在他选择下线的时候，你目前等阶为4阶，可具现的物品和技能上限为4件。叶枫又挑出来了一本可以增加3个建设目标的卓越级技能，不是他不想选择更好的，实在是具现传奇级技能就要1万金，还没有特别适合现实中适用的，他索性就先搞了一本能让自己的攻击效果不那么单调的。该次具现为4阶传奇级装备 X3， 卓越级技能 X1， 预计消耗1小时30分钟，请下线后耐心等待。叶枫眨了眨眼，这个具现速度的话，自己倒是能等得住，可关键这才是传奇级的装备而已，就动辄几10分钟，要以后具现史诗级甚至神话级的装备和技能，岂不是得几个小时甚至整天的时间？那得多耽误事。自己前世是怎么具现来着？叶枫想了想，隐约想起来，似乎可以额外增加消耗的金币，提升具现速度。他马上开始尝试，是否消耗3100金，缩短50%的具现时间？叶枫有些不满意，这样的话还是得45分钟。他想再快一点，是否消耗6200金，缩短75%的具现时间？是否消耗9300金，缩短87.5%的具现时间？是否消耗12400金，缩短93.75%的具现时间？叶枫连着尝试了几次，最后发现消耗的金币越多，自然是能够缩短的具现时间比例越大，只是这个提升的效果每一次都在原有的幅度上减半，越到后面性价比越低，叶枫就直接选择了第二种。最终累计消耗了9300金，将3件装备和技能全部具现。而在他下线后等待了20来分钟后，他的房间里传来了一股玄奥的波动。叶枫连忙从床上起来，期待着看着眼前慢慢凝聚的光芒，光芒越来越盛，最终刺眼到几乎看不清。叶枫也忍不住闭上了眼睛，等到他再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了空中漂浮着的几件物品，一把造型精美的长剑，一件造型华丽的轻型铠甲，和一双青色中泛着乌黑的靴子。技能书则藏在一团小小的光芒中。当叶枫伸手过去的时候，轰！一种不知道怎么样描述的奇妙感觉从他脑海中浮现。只是一瞬间，他仿佛就接受了很多知识，关于使用武器后怎么样分化出额外的3道攻击，形成建设类伤害的技巧。这样的技巧仿佛是他生来就知道，如今才激活。叶枫将3件装备也分别拿了下来，等到光芒彻底散去，他将3件装备郑重地放在了柜子里，在客厅里给其他3人留了个字条，出门朝着当初联系过的县政府走去。第108章，王总别打电话了，我怕叶总误会。简约整洁的办公室里，一身黑色西服的郑成正在打电话。王总，您说的这个价格实在太低了啊，7000万元分5年交付过来，还要我们给你免税5年，这有些难办啊。不同意就放弃在我们县的投资了。那等我跟班子领导开会商量下吧。郑成放下话筒，忍不住揉了揉眉心。这个王总据说是南方那边的大地产商，实力雄厚，好不容易看中他们这边山疙瘩的地皮，可对方给出的价格只是达不到他们这边的预期不说，还想要分5年付清，第1年甚至只给不到1000万，这后面几年什么情况根本说不准啊。可想到自己在任这几年都没什么功绩，他咬了咬牙，算了，要不就接受对方的条件吧，能将那片山林开发起来，也能解决不少人的就业问题，就当是为那一片乡镇的村民们的谋福利了。就在他准备让秘书通知组织会议的时候，当当当，敲门声传了进来。秘书小张带着叶枫恭敬地请示道：领导，这位叶总说是跟您约好的。郑成抬头看了眼，有些惊讶，这不是之前来问过自己那片山林的那个年轻小伙子吗？他忍不住摇了摇头，这小伙子看着挺精神，年轻帅气，估计刚从大学毕业不久，可惜就是有些不知天高地厚，也没有父母陪同，更没有什么背景资源，一开口就想拿下那片山林。自己当时想将他快速打发走，就报了个2亿的一口价，企图将对方吓走。结果这才多久，居然又来了。他着急跟其他领导们商量王总的要求，直接起身走到门前，丝毫没有给叶枫让座的意思。小伙子，你这是？叶枫没有在意他的态度，平静道：我准备好钱了，这次过来就是办手续的。郑成瞪大了双眼，准备好钱了？自己没有听错吧？这小伙子难不成是个隐藏的超级富二代？他声音都有些颤抖。你不是跟我开玩笑吧？您怎么称呼？叶枫笑了笑，我叫叶枫。郑成向前一步，伸出双手握住了叶枫。叶总您好。他马上给秘书使了个眼色，让对方赶紧给叶枫倒茶。待双方入座后，他迫不及待地问道：
叶总的意思是准备正式购买那片山林的产权？叶枫点点头，我比较看好那片区域的发展，准备直接买下来，就是这个价格吗？郑成心里一个咯噔，果然，怎么可能有人轻松拿出那么多钱来？这个叶枫说不定也跟王总一样，是想要点条件。不过他也能理解，沉吟了下，开口道：“我们这边已经跟一个开发商初步达成协议了，对方愿意以1亿元的价格购买并且投资那一片区域。”叶枫眯起了眼睛，难道我来晚了？他观察着对方的神情，不对，我来的时候，对方还漫不经心的样子。一说准备好钱了，对方突然态度大变，说明我的到来让他比较意外，也比较惊喜。那跟别人初步达成协议的话，估计也不是所说的那样的顺利。他心中一动，试探道：“1亿元也不是个小数目，对方是一次性付清吗？”郑成哈哈一笑：“叶总说笑了，这么大的金额，能一次性拿出来的人，也不会来我们这小地方。王总人家承诺3年付清，我们这边也正在考虑。”郑成留了个心眼，不但将对方7000万的报价提高到了1亿，还将5年的期限谎称为3年。他想看看这样的条件，这个年轻的叶总是否可以接受。结果叶枫只是淡然一笑，不置可否的样子。郑成有些摸不清对方的想法了，灵机一动，试探道：“实际我们这边还是比较希望能尽快达成交易，早点造福老百姓嘛。如果叶总有一次性付清的实力，1亿的价格还可以再商量。”叶枫没想到还有这样的惊喜，就故作为难的样子。一次性付清的话，确实压力不小，除非是领导您这边能给予我们一些优惠和支持。郑成猛地站了起来，眼神震惊，自己只是随口一说，听这话的意思，对方似乎真的有一次性付清的实力。他的脸色郑重了起来。如果叶总真的可以一次性付清，我们可以将价格优惠到8000万元，并且在您开发后建成盈利性场所后，给予税收和其他方面的一系列优惠。叶枫原本是准备了2亿过来的，没想到几句话后已经打了个对折还要多。8000万这个数字已经比叶枫的心理预期还要低了不少，他也就不再犹豫，重新伸出手，那就一言为定。啊！郑成握住叶枫的手，有些发愣。什么就一言为定了？直到他再次确认了几次，才明白叶枫的意思是接受了8000万一次性付清的要求。这样的条件比那个王总自然是强了不少。他也非常果断，马上组织班子成员们快速开了一个小会，最后全票通过，同意将那片山林70年的产权全部出售给叶枫的决议。同时，还从税务、工商、治安各方面都为叶枫争取到了最大的政策支持。而就在会议后，叶枫则是郑成等人的亲自见证下，直接将8000万元一次性汇入了指定的账号。整栋办公大楼都是欢声笑语一片，将一片未曾发展起来的山林以这样的价格出售出去，还直接拿到了现钱。这对于每一个参与进来的领导们来说，都是他们政绩上光彩的一笔，怎么能不激动？就在这时，郑成的手机铃声响起，他看了眼，随手接起：“是王总啊，什么协议？”“没有这回事啊，那片区域我们已经出售出去了，3年付清。不好意思啊，领导班子们对这个方案不太满意，怕我们捂在手里。”王总说笑了，有实力的老板多了去了，好东西不怕没人问津。我这边还有个会，就不跟你聊了，再见。郑成挂了电话后，根本没有之前跟王总打电话时的小心翼翼，如今满脸红光满面，看向叶枫的眼神就跟看到了财神爷一样。什么王总不王总的，在我这里最尊贵的客人是叶总。第109章，叶总亲自给的华子，抽起来就是香。叶枫搞定了地皮，也就没跟这些人多纠缠，婉拒了郑成专门为他设宴一起吃饭的要求后，来到了自己的山林处。这里根据他的要求，原本的铁丝网等防护措施并没有拆除，暂时这样还是能起到一些作用。根据叶枫的要求，主要加强了管理，门口守着的人从1个变成了4个，确保没有闲杂人等能够从入口进入。当然，这样也难以保证万无一失，只是暂时也就这样了。郑成早已带着上上下下的一众领导让叶枫认识，确切地说，让他们认识叶枫，免得有眼不识泰山，冲撞了这位大财神。村委会的几个人站在队伍的最后面，眼神惊叹，原来这个来了好几趟的年轻小伙子就是这次投资的大老板，真的年轻有为，有魄力啊。门口的老头更是呲着牙，同其他3个年轻的保安吹着牛逼，看着这华子梅，叶总亲自给我的。叶枫有心想进去一趟，奈何人多口杂，众人的目光都在自己身上，实在没什么好机会。反正这里已经属于自己了，也不差这么一天了，他就先回家了。进入游戏，叶枫先是例行扫荡，现在他有些庆幸当初完成的副本扫荡的这个任务了。
每天都能固定贡献一部分的物资，收获了几百本各种品质技能书和不同数量的属性果实。除了将传奇级属性果实和传奇级技能书依次处理完以后，其他的都留着备用。有他的资源扶持，别说是马鹏、陆高飞这几个跟他比较亲近的人了，就连欧质子在世和他小队的几个核心成员，都已经实力提升速度大大加快，给工会里成员提供经验单的效率也是非一般增长。马鹏、陆几人光是经验已经刷的差不多，随时可以提升到3阶40级。要不是各自还差一本适合自己的传奇级技能，都要着手准备4次进阶了。当然，在叶枫率先完成了4次进阶，知道史诗级进阶一共有16个名额给他们告知后，他们自然也是史诗级进阶为目标的。尤其是马鹏、陆几人还知道了游戏实力可以据现实力的真相，对于提升幅度更大的史诗级进阶也是势在必得。别说他们了，就连帝王海哥下线时尝试具现了力量，都被自己身体的变化惊呆了。上线后还不忘隐晦地询问叶枫，叶枫就直接告诉他，游戏中的实力对于未来世界的变化非常重要，如果有能力一定要精益求精，尽量追求极限。帝王海哥也是明白了以前叶枫为什么要让他每次进阶都要尽力做到完美，毕竟这属性点都能具现现实了，哪怕是1点2点的差距那得不得了。要说起来的话，奥运会100米金牌和银牌之间恐怕也就差0点几的身体素质的差距而已，前面打好基础，后面他与别人的差距就会越大。他们工会自然也有专业的采矿团队，虽然这些人的等级和天赋没有欧质子在世厉害，但依靠数量多也足以给自家工会供给。有着叶枫这层关系，帝王海哥也是花费高价从欧质子在世手里蹭了1点极品经验单的名额，虽然数量不多，但是起码够自己用了，所以他的进度比神域工会的几大核心助理也相差不多。再从叶枫口中得知了4阶最高的进阶难度为史诗级，更是要挑战2个4阶卓越级的 BOSS 后，他也是加大了投资的力度，不但3门传奇级技能全部为适合自己的极品属性，还高价收购了2张3阶长刀的稀有打造配方。虽然作为最高能打造出传奇级品质的极品配方，这2张配方各自的打造次数只有10次和15次，但在叶枫的合成之下，不但次数飙升到了50次，还多了一个增加专用几率 10% 的特殊属性，这让叶枫给他打造的25件里未鉴定里足足鉴定了3件自身专用，而其中1件更是让帝王海哥都满意不止。怒斩长刀，品质传奇，需求等级3阶，物理攻击加4500加900，力量加180加36，体质加180加36，敏捷加180加36，暴击率正 5%， 正 0.5%， 暴击伤害正 30%， 正 3%。 怒斩每次攻击时都有 50% 的几率降低目标 30% 的防御，消耗自身 20% 法力，可直接降低目标 75% 的防御，持续30秒，冷却5分钟。玩家帝王海哥专用，玩家剑特殊打造。这柄长刀不但基础属性达到了3阶40级的满值，属于3阶最强，附加的特殊属性也是帝王海哥最期盼的暴击率和暴击伤害，更别说还有一个降低目标防御的超强特性。他可是知道攻击防御低的对手是能打出2倍的碾压伤害的，有了这个特性，他对高防御的目标就不再头疼了。更别说这件专用武器增加的数值还是最高幅度的额外 20%， 让原本就很强的武器又上了一个档次。就光增加的这部分属性都相当于他比其他人又多装备了1件卓越级的武器了。有了这件专用武器，再配合自己可以增加 150% 碾压效果的技能，他对于4次进阶要挑战的史诗级难度把握又增加了不少。鉴定出这件武器后，他对于叶枫的打造水平简直崇拜到了极致，对于叶枫也是恨不得叫爸爸般的感激涕零。而相比于他，还有一个人比他更激动。叶枫在将他收集来的2张配方合成后，全部打造完，搞出了50件未鉴定的长刀类武器，给予了他25件后，还有25件则是给了高飞。虽然在高飞的一再坚持下，还是收了一点手工费，但当高飞足鉴定出5件自身专用的武器，其中更是有一把职业专属的戒刀后，高飞彻底疯狂了。而当他将武器发在工会频道里炫耀的时候，其他人也不淡定了。第110章，一把武器带来的震动，诡异的求助。工会频道神域阿飞，近战分队队长，颤抖吧，凡人们！佛怒战刀，佛怒战刀，品质传奇，需求等级3阶，物理攻击加4500加2250，力量加180加90，攻击力正 20%， 正 4%，
无视防御30%，正6%；暴击率正10%，正2%；暴击伤害正50%，正10%。佛怒：当你的攻击出现暴击效果时，必定伴随一次总伤害效果20%的固定伤害。如果该次攻击出现碾压效果，则额外追加总伤害效果30%的固定伤害。玩家神域阿飞专用。玩家剑特殊打造。高飞的这件武器几乎把公会所有在线的玩家都炸出来了。公会频道神域剑哥，远程分队队长，我擦，这都什么鬼数值？假的吧，兄弟，快告诉我这不是真的。公会频道神域康哥，远程分队副队长，别说基础攻击了，光是专用追加的伤害就跟我的武器总伤害差不多了，眼红。公会频道神域修罗，近战分队副队长，给我这样的武器我也能当队长。除了一开始大家的关注点还在这件武器的属性强大以及高飞职业和天赋的完美配合上，毕竟有着这件武器的加成，高飞几乎可以锁定除叶枫外的游戏第一输出的地位了。再加上他职业天赋上对于借刀类武器的额外伤害加成，4阶第2个史诗级进阶的名额几乎已经在坐等高飞了。慢慢的大家就回过神来了，好像不光是高飞的职业天赋强大的原因，这武器有问题。市面上别人打造的武器貌似也没这么强大，别说是这么容易出专用了，就连基础属性拉满到3阶上线就很不容易啊，更别说同时出现好几条极品特殊属性。要不是知道天域里没有 GM 的说法，他们都要怀疑这是游戏官方专门为高飞定制的武器了。会长的打造就跟他自身神秘而强大的实力一样，独一无二。有心之人早已私聊了高飞，想知道高飞是怎么说服叶枫为自己打造出这样完美的武器的。高飞也很聪明，就说是自己花高价买的配方，请会长打造的。像小西这样的马上就按捺不住了，他一开始就是因为机缘巧合进入神域，更是靠跑商的意外奖励，运气爆棚，靠着叶枫打造的一枚戒指逐渐成为第一辅助的，早已是叶枫最忠实的小迷妹。之前叶枫对外开放3阶未鉴定戒指的时候，他也是购买的最多的，早已凑够了2枚属性拉满的传奇级戒指。一直遗憾叶枫没有其他部位的配方，如今知道还有这种操作，简直是欣喜若狂，马上就打开了藏宝阁，看着合适的配方就是一顿买，很快就凑够了几张，邮寄给了叶枫。当然伴随着配方寄过去的还有80金，这是他收购到的全部游戏币了，价值80万华夏币作为请人打造的费用，在其他玩家看来简直是匪夷所思。可小西都怕会长看不上这点钱，耽误影响自己的事情。好在1小时后，叶枫给他邮寄过来20件未鉴定的3阶项链和15件未鉴定的3阶铠甲，这正是他刚才收购的4件配方所能打造的数量。小西激动不已，给叶枫连发了10几条感谢的消息。而将其一一鉴定后，他也是幸运的打造出了一件专用的铠甲，直接将原本就上限拉满的双防再度提升。光这一件铠甲就将自身抗性硬生生提升了一个档次，甚至比公会里一个近战坦克类的玩家的抗性都不遑多让了。而项链里虽然没能出专用，但也出了8件传奇级，里面挑选出了一件非常适合他职业天赋的，将治疗技能的效果又加强了一层，甚至还有一个偏向攻击的特性效果，十分强悍。他原本还计划自己作为辅助职业，输出能力有限，4阶的进阶能完成传奇级就不错了。有了这2件装备的更新和提升，如果再将准备好的3门传奇级技能都学到3级，那么史诗级进阶他也是势在必得。就在工会全员因为高飞的一件专用武器而疯狂收购配方追求叶枫的打造时，叶枫却有些烦恼起来。他在快速完成了众人的几件配方的打造后，抽空下线了一趟，趁着夜色黑，自己的山林里没人打扰，进去到秘境里转了一圈。本来以为自己有着巨献的3件装备武器可以轻松通关，可没想到以他如今巨献过第2阶段属性点的现实身体，还是无法驾驭自己巨献出的4阶装备。铠甲和靴子还好，套上是生效的，可武器就不一样了。游戏里看都不爱看一眼的4阶传奇级长剑，在现实中简直是重于万金的感觉。叶枫这才想起自己前16、7阶的时候貌似也就巨献使用着4阶的武器而已，如今自己的实力不比前16.7阶的实力弱，但巨献到现实的比例却太低了。哪怕有着之前闯过2次秘境的灵气奖励，让自身身体素质再有提升，但相比于4阶的使用标准还是差不少。郁闷的他草草闯过了秘境，获得了一次灵气入体的奖励机会后，就速度回家了。再次进入游戏，已经是排行榜开启后的第3天的最后时刻，快速领取了奖励，收获了装备和属性果实以及技能书。今天再没有之前那么好的运气，能够搞到真实之眼那样的极品技能，
叶枫也没有气馁，将今日的副本次数全部刷完后，正准备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搞一搞技能书和属性点，准备一次性把在中阶阶段的所需搞出来，却收到了来自帝王海哥的一条消息：大佬，有个事麻烦下您能来下3阶地图吗？坐标。叶枫还以为是对方又手到了破障 BOSS 的刷新，这也正好是他答应对方的一次。公会里的主力队员正在副本中，他就准备过去溜达下，哪怕帮对方看住 BOSS 也行。只是走到对方所说的地图坐标时，却没有发现任何 BOSS 的踪迹，甚至也没有帝王海哥的身影，倒是意外的看到了钱多多领着一群玩家。看到叶枫的出现，对方率先开口：没想到是我吧？见。叶枫有些诧异，这是帝王海哥出卖自己了，可他转念就否定了，不可能啊！帝王海哥平时对自己的恭敬也不是假的，靠跟自己的关系，自身的实力提升远超其他玩家，收获了不少好处。就算钱多多给对方再多金钱，也没有这个必要啊！当他在打开消息栏的时候，却发现刚才的聊天记录不见了。钱多多看到叶枫的惊讶模样，忍不住笑了：别找了，刚才是我们用道具假装帝王海哥给你发的消息。叶枫若有所思，既然不是自己看中的帝王海哥骗自己，那就无所谓。此刻他倒是很好奇对方想做什么。钱多多却没有多说话，挥了挥手，瞬间几十个玩家从旁边一拥而上，只不过看名字却不是金钱帝国的人。在钱多多身后走出了几个玩家，头上的称谓却跟这些攻击叶枫的玩家公会所属一致。看到叶枫并没有躲避的意思，他们表情很诧异。一个人准备硬抗我们这10来队玩家，这第一人就这。钱多多白了他们一眼：我就怕你们的这些布置还难不住人家。几大公会的会长都露出了不相信的表情，而作为战斗中的双方里的主角，叶枫却是嘴角微微上扬。正好最近杀怪杀腻了，就拿你们这些不知死活的人调剂下我枯燥的生活吧。就在几十人自认为进入到合适的攻击范围，各种五颜六色攻击技能先后释放，从四面八方朝着叶枫身上落下的时候，叶枫收起了笑容，拔出了长剑。第111章深陷困境，几十个打不过一个，火焰纷飞，冰雪落下，剑气纵横，众人的攻击与叶枫的出手碰撞在了一起。Nice， 这是众多攻击落在叶枫身上的效果。以他已经6位数的物理法术防御，别说是这些玩家了，能对他造成伤害的怪物都不多了。-6287540，-7724684，而这是叶枫的出手效果。由于是这些玩家先出手，而且好多人还处于组队状态中，所以叶枫只是普通一剑也触发了戒指上的风卷残云特性，对周围的目标造成了箭射的效果。而等到众多玩家挨个攻击过一遍，全部都触发了主动攻击的效果后，叶枫也是随意几剑反击了回去。仅仅几秒钟，刚才气势汹汹冲过来的一群人就已经全部倒下，一个不剩了。这样的景象让钱多多眼神呆住了。他想过叶枫的实力可能比这些玩家强出很多，应该不会惧怕围攻，可他也没想到双方的差距能大到这种程度。这些人好歹都是几大一线公会里抽调出的高手，居然连叶枫的防御都破不开。更为离谱的是，叶枫出手的伤害动辄就是100万甚至1000万级，箭射效果更是随手就来，似乎都没有释放技能的痕迹。他朝身边瞥了过去，就看到几大公会的会长的眼神就跟见鬼了一样。这就结束了？这怎么可能啊？几十个没打过他一个，这是什么鬼？人海战术都没用，这还是玩家吗？这比 BOSS 都恐怖啊！看到他们惊慌失措的模样，钱多多不知道怎么回事，反倒心里有些暗爽。看到几人求救的眼神，这才淡然道：我早就说了，常规手段根本没用，这下相信了吧？信了，这次围攻肯定被对方记仇了，完了呀！那这下我们该怎么办？几人失魂落魄的模样让钱多多极为不屑。看你们这丢人样，我早有准备。说罢，他轻轻一挥手，几名玩家慢慢从他身后探头出来。钱多多眼神示意，你们2个控制系的先试试。2人眼神跃跃欲试，他们是金钱帝国培养的职业玩家，在3阶等级提升满以后，就选择稀有进阶难度，靠挑战4阶普通怪物完成了4阶。由钱多多提供，各自学习了一门史诗级的技能，为的就是眼下这一刻。看到刚才叶枫大发神威的一幕，纵然2人对自己的技能十分有信心，也不敢过于怠慢，直接站在原地就瞬间出手，朝着叶枫发动了技能。叶枫感觉身体一沉，身上就飘起了2道淡淡的光芒。你受到了玩家金钱帝国黑天的史诗级技能暗影诅咒的攻击，你的装备御魂守护之盔的特性精神守护发动，
该次技能效果被免疫了。你受到了玩家金钱帝国战破的史诗级技能致命缠绕的攻击。你的装备意志坚定的水晶之坠的特性意志坚定发动，该次技能效果持续时间减少了 50%。你受到了缠绕效果，移动速度降低 75%， 攻击速度降低 75%， 持续时间5秒。叶枫眼神一动，这金钱帝国的玩家有点东西啊，居然搞到了2本史诗级的控制类技能。虽然2次攻击被自己免疫了1次，但还有1次成功了，只是持续时间被特性强制降低了。他试了下身体，虽然移动速度被大幅度降低，但他感觉自己要是动起来，应该还是比眼前的这些玩家要快。钱多多本来以为2门史诗级技能肯定是万无一失了，毕竟排行榜上叶枫也只是4阶而已，最多学习了3门史诗级的技能，也不可能有太强大的防护手段。可他没想到，从队伍中体现出的信息完全出乎他的预料，居然只有1门技能生效了，持续时间还被缩短了。眼看叶枫正在尝试移动，他不敢再耽搁，急声命令道：大翔，用那个技能。第3个玩家从他身后站了出来，眼神决绝地看向了叶枫，让叶枫有些莫名其妙。下一刻他就知道对方为什么是这个表情了。随着对方的动作，无数道深绿色的光芒骤然从他周围飘起，将他整个人都围住了。你受到了玩家金钱帝国大翔的史诗级技能恶灵困境的攻击。你的装备意志坚定的水晶之坠的特性意志坚定发动，该次技能效果持续时间减少了 50%。 你被拖入了困境，无法移动，无法攻击，无法使用技能，死亡后无法复活，持续时间24小时。叶枫脸色一变，减少持续时间后还有24小时，这是什么技能？他尝试下线。你处于特殊控制技能恶灵困境的效果当中，下线后不减少该技能持续时间，是否继续下线？居然下线都不行，叶枫都有些惊了。效果这样恐怖的技能，他前世都没有听过。而此刻的大翔脸色惨白，身体摇摇欲坠，仿佛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一般。钱多多看了对方一眼，叹了口气。这个玩家可是刚达到3阶40级，连1门卓越级技能都学习，直接就靠最低要求完成了4次进阶，就为了学习这门特殊技能恶灵困境。等级1/8，史诗级，消耗 99% 的生命值和 100% 的法力值，对目标发动攻击，将其陷入困境效果，使其无法移动，无法释放攻击，无法使用技能，死亡后无法复活，持续48小时。使用技能后，自身全属性下降 50%， 获取经验减少 90%， 持续24小时。额外消耗 50% 的寿命，提升优先度至神话级，每30个自然日仅可使用1次。这门技能是公会里一个玩家机缘巧合接到了一个连环任务，需求的任务物品数量庞大，价值高昂，本来是无力完成准备放弃的，被他高价将任务进度买了过来，耗费了足足几百万才成功完成。只是这个技能的效果看似强大，副作用属实有点大，光是全属性下降和经验减少就大大减缓了使用人的升级速度，更别说提升优先度还要付出寿命的代价。换别的游戏他只会不屑一笑，吓唬谁呢？可这个游戏不一样，他在现实中也已经体会过巨限属性的感觉了，心中也清楚这个减少寿命很有可能是真的，所以这个技能他没有自己学。正好自己公会里有一个玩家现实中得了绝症，准备退游，被他说服以50万的奖励价格学习了这门技能，更是给对方承诺，如果使用减少寿命提升优先度的效果，会给对方再给50万，100万的代价换来1次强大的控制效果。钱多多觉得很值，虽然技能的效果被减弱，没能跟他预料的一样拖住叶枫48小时的发展，但24小时也能有点作用了，起码这时间内对方无法动作，无法升级，正是他追赶的好时候。看着在无数绿色光芒中无法动弹的叶枫，钱多多终于露出了笑容，给钱小盾交代了声，让其不停地派出拥有真实伤害技能的玩家，不停地对叶枫攻击。他还不相信了，防御再高，气血不可能也没有极限吧？哪怕靠着一次次的真实伤害，他也要将叶枫耗死几次。在这24小时内，只要能拖住叶枫再击杀对方几次，哪怕等到脱困也已经损失不小了。到时候自己日夜不停练级下带来的经验优势，必定在5阶的进度上大大领先于对方。等了半小时左右，看到叶枫依旧没有任何反击的动静，确保技能效果有效，而钱小盾派来的玩家们也已经开始对叶枫发动着有效的攻击，钱多多才满意地带人去刷副本了。而此时的叶枫却并不像他想象的无计可施。第112章，这叶枫到底是个什么怪物啊？虽然叶枫的防御如同铁板，现场的玩家挨个尝试都无法破防，但毕竟还是有个别玩家拥有着输出真实伤害的技能，
他们在钱小盾的带领下，信心满满的围住了叶枫。负500，加500，只是第一个玩家就开局不利，好不容易打出的500点真实伤害，被叶枫头上一闪而过的伤害吸收所抵消。又有2人不信邪，负1000，加1000，负2600，加2600。这下连钱小盾都有些震惊了，这渐渐的伤害吸收效果这么强。他眼神一缩，让这些只能输出几百上千点的玩家一一退下，开始呼唤其他人。不多时，2队全副武装的玩家小队出现，这是金钱帝国最为精锐的2支核心队伍，每支队伍都拥有强大的输出以及不俗的真实伤害的能力。一名拿着巨大盾牌的玩家率先出手，负5600，加5600，仅他使用的这门技能的伤害就堪比前面几个玩家的总和，只是伤害吸收的效果依然存在。钱小盾变了脸色，此刻的叶枫却完全没有在意，光是他装备上附加的伤害吸收就高达5000点，还有耐力神话带来的2500多点，让他的总伤害吸收达到了将近7600点。对方的输出还暂时无法让他受到伤害，他的淡定让钱小盾脸色有点挂不住了。你们在搞什么东西？就这点伤害，能干啥？被训斥的玩家脸色有些不好看。老大，这不是先试水吗？钱小盾没好气道，等阶第一人跟你开玩笑呢，是个毛。他沉吟了下，你们真实伤害类的技能最高能有多少输出？几人盘算了下，回答道，状态拉满的话，能有个几万。钱小盾摇摇头，这点伤害肯定无法对剑造成致命的伤害。用道具吧，先搞死他一次，看看死亡掉落效果怎么样。几人点点头，为首的玩家郑重地拿出了一张卷轴，这是他们用来挑战 BOSS 时的大杀器，致命破甲伤害道具，花费了高昂的价格从一个任务 NPC 那里买的。每张卷轴能使用10次，每次都能对目标造成15万点无法防御、无法格挡的真实伤害，是他们专门用来在无法突破 BOSS 防御的时候用来攻坚作战的，用来对付玩家还是第一次。为首的玩家撇了撇嘴，剑实力再强，也不可能有15万点的伤害吸收效果吧。撕破卷轴，一道锋锐的气息从卷轴中窜出，迅速命中了叶枫。负15万，看到伤害吸收的效果没能生效，几人都是脸色一喜。可下一刻，使用卷轴的玩家却脸色一黑，头上骤然飘起了一个伤害数字，负75000。他只是一个高力量附加敏捷的主输出职业，一点体力都没有加过，器械也就刚刚突破7万点而已。这下突如其来的伤害根本预料到，一道白光闪过，直接被秒杀。众人都呆住了，什么鬼？剑没什么事，用卷轴的人给死了。这时，死亡的玩家在队伍频道里发来了系统提示的截图，你通过致命破甲卷轴释放的真实伤害效果，受到了玩家剑得装备特性锋利反击的影响，你受到了75000点反击伤害，你死了。你损失了112560点经验值，你散失了18银256铜。众人恍然，原来是装备的反击效果，只是这个反击比例也太高了吧，足有 50%， 导致这玩家团的100多万经验和1800多银直接各自损失了 10% 和 1%， 得知了叶枫的底气，器械少的玩家是不敢尝试了。众人经过商量，让气血最多的玩家接过了卷轴，继续释放。负15万，负75000。这下虽然反击效果依然存在，但在这玩家足16万的气血下，还是承受住了这个伤害效果。就在他准备磕下几瓶气血药剂，让辅助也给他加点血，将气血恢复起来，再继续使用卷轴的时候，叶枫的头上飘起了一道绿色光芒，加152460。他现在的气血超过了3000万，气血恢复速度更是将近每秒 5%， 只是1秒钟的时候，刚才损失的气血又自动恢复满了。这下使用卷轴的玩家近乎崩溃了，大哥，不带这么玩的啊！我用一次卷轴就是好多钱，还损失了自身1小半的气血，你直接一声不吭就给我回满了，我不要面子的吗？几人面面相觑，都不知道怎么办了。钱小盾沉下脸，不要慌，这么高的气血恢复肯定是什么被动的特殊技能，不可能连续使用。你们轮流使用卷轴，给我用钱也要砸死他一次。几人齐齐点头，也是有些同意钱小盾的观点。没错，即便是公会里最强大的肉盾玩家，全身3件增加气血回复速度的装备，以及体力突破1000点的特殊加成，每秒最多也就恢复几千点气血而已。对方一下子10来万，肯定不正常。2支队伍的玩家轮流交易着卷轴，让气血大于75000的玩家挨个对着叶枫使用。负15万，负15万，
一道道伤害在叶枫头上飘起。转眼间，几人将卷轴剩余的8次次数全部用完，叶枫却依然屹立不倒，甚至没有被重创的样子。而就在他们的眼皮子底下，叶枫头上的气血自动恢复还在继续。加152460，加152460，这个速度跟他们使用卷轴输出真实伤害的速度持平。等到卷轴使用完毕，叶枫头上的气血恢复也停止了。几人大眼瞪小眼，钱小盾也是沉默了。一堆人忙了大半天，极品的卷轴用完了，每个人也是全部残血状态。结果对方还好好的，钱小盾感觉自己的心好痛，自己的对手是个什么样的怪物啊？叶枫本来还以为对方能有什么牛逼的大招，结果没想到了半天就折腾了个这，摇摇头不再理会。既然对方这技能下的困境自己暂时摆脱不了，那他就开始忙活自己的事情。本来就准备找个安静的地方来合成属性果实和技能的，如今被困在这里，周围还有一帮人替自己看岗放哨，想一想也不比专门找个地方待着差。他打开了背包，开始寻找自己需要的材料。第113章神圣庇佑，对方居然还能挣扎。自从有了须弥芥子这件装备后，叶枫就再没有担心过背包的空间，尤其是他现在5维属性算上装备的加成已经超过了20万，就相当于有20万多个格子的背包空间，根本用不完。即便如此，当他打开专门分好类的技能书这一栏的时候，还是被自己的存货吓了一跳。卓越级技能书2125本，传奇级技能书633本，就连品质最高的史诗级技能书都有44本。由于之前获得的真视之眼属于被动类型的技能，所以叶枫在4阶剩余的2个技能槽就只能学习主动类技能了。他原本是想搞一门群攻类技能，一门增强暴击率的辅助技能的，可眼下的这档子事让他知道了自身在防控制这方面还是有短板，所以他要先搞出一本驱散类的技能来。史诗级技能没有这样效果的，他只能从传奇级技能里找，足足翻了10分钟，将全部技能都看了一遍，终于挑出来了一本驱散抵抗，品质传奇级，最高等级7级，消耗1万点法力值，驱散自身的一半异常状态，并在接下来的10分钟内增加 50% 的抵抗控制类效果的几率。冷却时间1小时。他看中这本技能的原因也是因为除了基础的驱散，还有个额外的效果。选定了基本技能，剩下的就比较简单了。利用指定合成拿出卓越级技能，批量合成了几本传奇级技能后，他就开始拿这本技能与其他的传奇级技能不停的合成。第5次的时候才触发了升阶效果，将其提升到了史诗级。他继续利用指定合成消耗了75本卓越级技能书，又搞出了3本史诗级技能，继续往上合。最后一次的合成里出现了技能蜕变的效果。叶枫积累的经验足够，在花费了1亿经验将其学习后，更是一口气将其提升到了满级。神圣庇佑8，品质8%，史诗级，消耗10万点法力值，驱散自身所有的异常状态，并在接下来的60分钟内自动获得一个庇佑效果，免疫所有控制类、诅咒类技能以及特性效果。当你身处的异常状态高于史诗级时，驱散效果减弱为原本的 50%， 庇佑效果持续时间降低为30分钟。当你身处的异常状态高于神话级时，驱散效果减弱为原本的 10%， 庇佑效果降低为6分钟。满级效果，当你处于队伍状态中时，使用技能对队员成员均生效，庇佑持续时间减少为30分钟，优先度恒定为神话级，并对神话级以上的异常状态无效。冷却时间2小时。技能提升好以后，叶枫就迫不及待地选择了使用。你使用了神圣庇佑，你所处的困境异常状态发生了变化，你被拖入了困境，移动速度减少 50%， 攻击力下降 50%， 仅可使用史诗级以及以上品质的技能，持续时间12小时。在这门技能的驱散效果下，原本的不能移动和不能攻击都变成了百分比减弱的效果，死亡后不能复活的特性更是消失了。虽然叶枫不觉得对方这群人有让自己死亡的能力，但之前看着这样的一个效果还是有些瘆人。现在的话，心情就轻松多了，而无法使用技能也变成了对技能品质的要求，只是持续时间减半后还有足足12小时。好在这技能的冷却时间为2小时，到时候再用一次就能再度降低了。初步解决了一部分问题，叶枫的心情好了一点，忍不住对对面正在不停尝试攻击自己的玩家笑了笑。这下让几人都是吓了一跳，这剑疯了吗？被这么人围攻居然还笑得出来。而释放了恶灵困境的玩家也收到了系统提示，玩家剑使用了驱散类技能，你的恶灵困境效果减弱了。他连忙向钱多多汇报，
这让刚刚通关了3阶40级困难级副本的钱多多的好心情瞬间消失无踪。刚这一趟副本虽然消耗了足足2个小时的时间，但收获的经验也是不少。他还想着，只要再拼着完成一次噩梦级副本，出来后经验就够自己将等级拉满，还能将自己的几门传奇级技能等级各自提升1级了。自己就能趁着渐渐渐无法脱困的时机，去率先挑战完成5次进阶了，压倒渐渐渐，加冕游戏第1人。可叶枫的困境效果居然被减弱了。虽然释放了技能的玩家信誓旦旦保证技能持续时间起码还有10来个小时，但钱多多还是感到了一丝不妙，马上给钱小盾发消息，让主力2队过来，务必要杀死渐渐渐几次。钱小盾收到消息后，迅速联系主力队伍，在等待了10分钟左右，一队全新的队伍副本中出来。他马上让人来到了叶枫被困的地方。这些人都是职业玩家中的精英，得知之前正常攻击不破防和真实伤害效果不佳的情况后，很快就研究出了新的方案，利用减防类的道具和技能的叠加，把叶枫的防御打下来，再利用辅助类的技能效果提升最强输出玩家的攻击，争取靠碾压类的伤害配合高爆发的技能一次性秒了叶枫，再强大的反击效果也就无从发挥了。很快，在他们的准备下，就尝试发动了第1次的攻击。你受到了玩家金钱帝国破天的技能精确破域的影响，你的物理防御降低了 75%， 持续10分钟。叶枫眼神一动，又有新招数了。他停下了合成技能的动作，静静看着对方新出现的5名玩家。下一刻，数道绚丽的刀光就朝着叶枫迎面劈来。Nice， 连续3道刀光几乎不分先后的命中了叶枫。虽然看着好像一道更比一道有气势，但结果都是一样的，3道刀光全部没有造成一丝伤害。释放技能的玩家破天眼珠子差点没瞪出来，这不可能！自己全力量加点，还身着传奇级武器和传奇级戒指，基础攻击就有2万多点，有着刚才队伍里辅助技能的加持，攻击更是暴涨至35000点。自己的这门传奇级攻击技能能连续释放 120%、140%、160% 的攻击加成，居然还没有破防。难不成对方被降低了 75% 的防御，都还比自己的攻击力要高？金钱帝国破天猛地摇摇头，有些失魂落魄，完全无法接受这个结果。第114章，给机会不中用，那就我来帮你们。叶枫有些好笑，闹了半天就这点攻击力，给自己挠痒痒呢。虽然这些攻击无法对他造成伤害，但接二连三的攻击还是让他有些不舒服。奈何处于困境状态下，他无法发动普通攻击，发动技能的话也没有史诗级的攻击技能，这样就陷入僵局了。在对方很难对自己造成伤害的情况下，想要依靠反击效果都做不到，该怎么让对方吃个亏？他翻看着背包里各项技能的效果，当看到一本卓越级技能的效果后，突然眼前一亮。看着破天的攻击无功而返，钱小盾无奈地摇了摇头，连自己公会里的最强输出玩家都奈何不了渐渐渐。看来小姐交给自己的任务是没办法完成了。他的动作触动了破天的自尊心，他瞬间沉下了脸。大东，准备用你那一招技能。被他喊到的玩家瞬间瞪大了眼睛。队长，那不是准备用来挑战3阶30级噩梦级难度副本 BOSS 的吗？队伍里其他3人也是连连点头。名为大东的玩家之前学习了一本传奇级技能，可以按比例降低目标的全属性。在机缘巧合完成了一个隐藏任务后，更是依靠 NPC 给予的特殊奖励，将这门技能直接提升到了满级。不但技能效果强大万分，降低的百分比属性10分高，满级后更是优先度提升到了史诗级。不过这技能的冷却时间高达24小时，基本只能每天用1次。本来今天的次数是用来留着对付噩梦级难度的史诗级 BOSS 的，可听破天的意思，要拿来对付一个玩家，即便对方是玩家中的第1人，这也有点太奢侈了吧。破天的话倒是让钱小盾眼前一亮，他也大概听说过这个技能的效果，还以为对方已经用掉了，没想到居然还没用，这岂不是天赐良机？这下能给小姐一个交代了。得知大东的顾虑下，他果断给出了承诺，完事后补偿对方一个噩梦级难度副本的收获。毕竟史诗级 BOSS 可以回头再刷，这限制渐渐渐的行动可是刻不容缓，关系到整个公会的发展。得到了预知的回报，大东也就不再纠结，在破天的眼神鼓励下，直接朝叶枫丢出了技能。一道红色的诡异光芒闪过，叶枫的身体瞬间晃了晃，命中生效了。在大东的欢呼下，钱小盾都浮现出了一丝笑容。等到大东发出来系统提示的截图后，众人更是欢声雷动。你对玩家渐渐渐使用了技能破魔真芒，目标的5维全属性降低了 70%， 持续60分钟，
你额外消耗了 90% 的法力值，激活了技能满级效果，目标的5维权属性额外降低了 20%。为了确保技能生效，大东直接消耗了额外的法力，使用了满级效果。不但优先度高达史诗级，使用成功，更是将降低的幅度从 70% 提升到了 90%。这下众人都是信心大增。你见，哪怕实力再强，属性降低了 90%， 也是弱鸡一只了。接下来就是我们的表演时刻了。钱小盾甚至开始幻想起来。要知道，在困境效果下，对方死亡是不能在复活点复活的，死亡后直接还是被困在原地。要是依靠这技能打开局面，能多击杀对方几次，是不是就能彻底将其搞废了？而当众人齐齐出手后，打出的伤害更是让他这个想法更加坚定了。负28756，负31550。虽然没能如同他们预料被减弱了 90% 全属性的夜风防御不堪一击，让他们轻松打出碾压伤害，只能堪堪打出上万的伤害效果，跟他们预想的相差甚远。而这些伤害输出后，攻击的人还是会受到一半的反击生效效果，让他们头上不断飘起上万的伤害。但众人根本不在意，毕竟他们各个等级都在3阶30级以上，气血最少的玩家都有8万多点，队伍中的坦克肉盾气血更是高达22万，这点反击伤害根本不是事。何况他们5人打叶枫一个，相当于是10个人的气血跟剑一个人拼，这还拼不过。而就在他们攻击起劲的时候，叶枫却有点等不住，他目前的5维属性全部被降到了几千点，双防从20多万直接暴跌至3万出头，在对方依靠攻击力的临时提升下，也能对他造成伤害了。但就这样的情况下，依靠技能和装备的百分比加成，他依然有着120多万的气血值。对方几人每秒造成的伤害，他光是依靠气血自动恢复效果就能恢复个差不多，偶尔吃颗气血恢复的药，还能触发神话级铠甲的特性。使用恢复类药品时，效果增加 200%， 让气血动不动能猛涨一大截。所以当几人连续攻击了1分多钟，叶枫的气血值基本还是满值，甚至连铠甲的几大防护特性效果都没能激活。看着几人不服气还要埋头攻击的模样，叶枫嘴角微微上扬，对着自己释放了一个刚刚合成学习后的技能。既然你们不中用，就给你们加点料吧。愤怒献祭8，品质8%，史诗级，消耗5万法力值，降低自身 90% 的物理防御和法术防御值，气血上限提升 500%， 攻击力提升 300%， 攻击速度提升 30%， 持续时间5分钟，冷却时间30分钟。满级效果，技能持续时间内死亡将获得1次复活效果，气血值和法力值恢复至上限的 100%， 并将获得10秒钟的无敌金身效果。就在叶枫使用完技能后，正好一位法师职业的玩家技能 CD 好了，法杖挥舞下，数道火龙从天而降，将叶枫环绕。负42760，负55782，负63548。这个突然暴涨的高额伤害，先是让这玩家一喜，自己居然打出碾压效果了。可下一刻，紧接着出现的3道反击伤害却紧接而至，将近16万多的攻击带来了8万过点的反击伤害。他刚才已经降至7万的气血瞬间被轻松，一道白光闪过，5人队伍只剩4人，全场震惊。破天原本攻击的动作都停了一停，钱小盾却有些不满意了，愣着干什么？抓住机会赶紧输出啊！虽然不知道为什么叶枫的防御突然变得这么低，但对于他们来说明显是天赐良机。就算一个法师因此被反击而死，但输出的10几万伤害是货真价实啊！这样的伤害力度，剑还能承受几次？哪怕靠人堆也要把对方击杀。钱小盾心潮澎湃，看到了胜利的希望。第115章，什么叫做终极白忙活？再闯秘境！在钱小盾的催促下，剩余的人也是咬牙发动了攻击。负62246，负66388。连续2道伤害让出手的玩家都吓了一跳，这只是普通攻击啊，怎么会有这么高的伤害？只是一计算，他们就得出了结论，这是碾压效果的加成。几人眼睛一亮，以他们普遍2万多3万多的攻击，哪怕面对同等级的野外怪物都很难打出碾压效果的伤害。没想到面对游戏第一人，自己的攻击居然高出了对方防御10倍，几人信心十足。一番试探攻击后，金钱帝国破天的刀光再现。这次3刀刀光不再是遇到3次 miss， 而是瞬间输出了20多万的伤害。虽然他被反击效果带来的10万伤害倒地死亡，但破天眼神中还是带着一丝期待。这轮番攻击下，大家都快输出了将近50万的气血了。
这剑也该死了吧？死亡的几人不停地在工会频道中询问战况，得到的消息却是剑依然健在。钱小盾甚至还呼吁让他们复活后就再次赶过去。几人花了10来分钟再次赶到后，却有些畏首畏尾了。在钱小盾严厉的目光下，破天无奈地说道：“副会，我们倒是不怕死，死了也有工会兜底。可万一我们要再来一轮，对方还不挂，那我们可就白费功夫了。”他的话让钱小盾不知道说什么了。是啊，这都先后有10来个玩家被反击致死了，剑却还活得好好的。再这样下去，何时是个头？想了又想，钱小盾想到了办法。你们先等下攻击技能的冷却，我等下再召集点强力输出的成员过来。他剑就算气血高，气血恢复速度快，肯定也是有极限的，很有可能也是依靠某种技能的效果。等下大家准备好，一起出手，瞬间打出高额的伤害。别说他剑了，就是个传奇级 BOSS 也会被瞬秒。众人都缓缓点头，一个个盘坐在周围，开始等待起来。他们不着急了，叶枫却有点不舒服了。怎么个回事？没战斗力了？叶枫看了眼自身的属性点，突然心中一动。既然如此，我就先不奉陪了。一道金光从他身上闪起，你提升到4阶1级，你获得全属性加40的升级奖励，你获得了39点自由属性点。叶枫看了眼经验，继续提升等级，你提升到4阶2级，你获得全属性加40的升级奖励，你获得了43点自由属性点，你提升到4阶3级，你获得全属性加40的升级奖励，你获得了47点自由属性点，你提升到……就在叶枫开始提升等级的时候，钱小盾慌了。虽然不知道对方为什么在这个时候突然做出这样的行为，但他们大动干戈，将对方堵在这里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限制对方的提升速度，尽量阻止第一个完成5阶挑战，为钱多多扫清障碍。这回对方的升级行为让他感到心慌不已。攻击！赶紧攻击！在他的仓促指挥下，几名玩家挨个出手，可得到的却是无奈的回应。系统提示对方处于特殊状态中，无法攻击。钱小盾眼神错愕，难道这就是对方采用的什么特殊手段吗？等他升级完，就第一时间发动攻击。他还不信了。4阶的等级上限有足足50级，需求的经验他们早就估算过，起码需要上亿的经验。对方还能一口气提升到满级不成？叶枫可不知道自己的这番举动引起了对方的众多猜想。对于他来说，经验根本不是问题，哪怕是需求增加了10倍，对他也没什么压力。就这样，一路金光护持下，叶枫直接提升到了4阶50级。你消耗了5251万点经验，你提升到4阶19级，你获得全属性加40的升级奖励，你获得了231点自由属性点，你消耗了5400万点经验，你提升到4阶50级，你获得全属性加40的升级奖励，你获得了235点自由属性点。在升级的过程中，叶枫就想得很清楚，要先把自己的力量点数提升上去，所以这些自由属性点全部被他用来增加力量。当最终升级完的时候，依靠2000点的升级奖励和3000多点自由属性点，他的基础力量点数正式超过了10万的界限，甚至都还有将近5000点自由属性点还没有加。你的基础力量点数达到了10万点，你获得了隐藏加成效果，你的暴击率提升 15%， 你的无视防御效果提升 15%， 你第一个达到了力量点数第3阶段，你的暴击率额外提升 10%， 你的无视防御效果额外提升 15%， 第3阶段的隐藏加成更为强大。有着额外的效果下，距离100%的暴击都只有一线之隔了。而达到了自己的目标后，叶枫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马上选择了巨献属性点。为了保险起见，他又花费1金巨献了一把4阶稀有级的长剑。做好准备后，就在升级的金光停止后，叶枫直接选择了下线。看到叶枫的身影消失和玩家渐下线的提示，钱小盾人傻了。什么情况？自己带人忙活了半天，结果让人跑了。不过叶枫虽然本人下线了，但由于身处困境效果的原因，游戏角色依然处于被控制的状态。他刚才所处的位置，角色还是依然存在，只是处于特殊状态，无法被攻击。这让钱小盾又松了一口气，没彻底跑了就行。趁着陆续有工会的玩家前来报道，他也吩咐着众人布置阵型，逐渐将叶枫所处的位置围成了一个圈，就要等他上线后，集合众人之力，一起将其击杀。叶枫下线后，马上来到了旁边的别墅。这次巨献的属性点可是10万级别，他怕自己折腾出啥动静，影响到了马鹏路他们几人。这几个哥们只巨献过一次，小身板可经不住自己的爆发。再一个，新买的别墅里灵脉的效果也更好，
应该能满足他的需求。不过这次巨献倒是出乎预料的顺利，仅仅不到1个小时，叶枫就感到自己的身体已经恢复了控制，并且在这期间，他甚至还有意识可以感应到巨献的进度。难道是秘境副本强化身体后的效果？叶枫若有所思。当他巨献完，再次尝试使用2把前后巨献出来的剑时，发现稀有级的已经可以完美掌控，传奇级的似乎用起来还有点勉强的样子。拿起稀有级的青色花纹长剑，叶枫迅速的出了门，一路狂奔，仅仅花费了10来分钟就来到了自己的山林处。这里如今被官方派人彻底管控起来，周围根本没有闲杂人存在了。在看门几人的恭敬问候下，叶枫迫不及待地进入了自己的地盘，迅速来到了秘境处。叶枫看着手中的长剑，眼露金光，终于有把趁手的武器了。不知道这次的秘境能闯到什么程度呢？第116章秘境通关，神力加持得效果，就这。叶枫想过自己有了武器会轻松一点，但没有想到会这么轻松。本身武器的锋利程度就足以秒杀任何怪物了，省去了他赤手空拳的动作和时间。而学习的那门卓越级技能带的箭射效果也是相当出众，每次挥剑之下，稳稳就有4只怪物倒地死亡，完全没有任何意外。到后来，叶枫不得不加快自己的速度，边跑边打，靠着弄出大动静引发的怪物暴动来快速击杀。你通过了不入流秘境第1层，你击杀了200只普通怪物，5只头目级精英怪物，你的评价为 S。 你获得了少量的灵气罐体，你获得了1枚运灵果的奖励，你首次完成了当前秘境，奖励翻倍。你完成了当前秘境层数的最高评价，奖励翻倍。叶枫有些惊讶，第1层就这么通过了？好像还用了不到10分钟吧。前面好几次耗费1个小时都没能打通，现在轻松拿下，甚至还完成了最高的评价，得到了额外的奖励。在秘境的尽头有一个淡淡的蓝色传送门，地上则有6颗闪闪发亮的果实。叶枫拿起后，上面的光芒就消失了。这东西看起来跟苹果差不多，听名字应该蕴含灵气的果实。叶枫没着急尝试，先将其收在了自己的背包里，朝着传送门往前一步。你是否挑战第2层？规定时间内无法通关，将不会获得第2层的灵气罐体奖励。叶枫脚步没有犹豫，一步踏入。虽然这声音的意思是第2层没什么剑术的话，最终就只有第1层少量的灵气罐体了。换做没把握的人，就直接就此止步，先拿下第1层的奖励再说。但身体素质大增的他，手中还有4节宝剑，怎么会惧怕一个不入流秘境的第2层？果不其然，第2层的怪物无非就是比第1层的体型稍微强大了点。换这次巨献之前，恐怕1拳之下还不能做到秒杀，起码要2拳。可在达到了10万力量属性点的叶枫面前，根本不是事。他没有使用宝剑的情况下，1拳都能轻松将其轰死，更别提拿上宝剑，下意识的使用技能后更是摧枯拉朽。依然用了差不多的时间，第2层也顺利通关，继续得到了1枚运灵果的奖励。在额外奖励下，同等增幅到了6枚。这下包里已经装了12枚运灵果了。第2层的尽头还是同样的传送门，只不过提示变得不一样的。你是否挑战第3层？第3层就为最后关卡，存在 BOSS 级别怪物，通关后会获得丰厚奖励。前面2层各自有5个和7个头目级的怪物，只是比普通怪物力量更大点，速度更快点，皮更厚点，在叶枫的剑下没什么区别。这下能面对 BOSS， 他还有点小激动。进入第3层的秘境后，他依旧是一路狂奔的策略，沿路受惊的各种怪物，不管是上蹿下跳的还是迅疾如风的，都在他的剑光下一一被清理。直到看到一道蓝光，他的脚步才慢了下来。眼前是一只巨大的猴子对着叶枫龇牙咧嘴，看到叶枫的身影，马上提着砂锅大的拳头就冲了过来。叶枫有心试试自己的身体素质，手起宝剑也是伸出拳头，与对方的拳头碰撞在了一起。砰！一声巨响，让叶枫身体都震了一震，巨猴直接被轰的往后飞了出去，浑身瘫软，开始翻起了白眼。叶枫走上前，只能听见微弱的气息了。看来这一击虽然没能将其秒杀，但也基本差不多了。他抬起脚轻轻踏下，巨猴发出了一声闷哼，再无动静。叶枫心有所动，看来自己虽然巨献了10万点的力量点数，但由于目前水蓝星的灵气过于淡薄的原因，连1/1000的效果都发挥不出来。哪怕有着前几次的灵气罐体，也就提升到了几百点的样子。而且由于他在现实中没有学过武术，平时也少有体育锻炼，本身的力量运用就很差，发力技巧更是基本不会，可能都发挥不出本身1/3的能力，这才没能秒杀这只 BOSS。 不过现实中这样的战斗还是让他有些小激动。
你通过了不入流秘境第3层，你击杀了300只普通怪物，10只头目及精英怪物，1只卓越级 BOSS 怪物。你的评价为 S。你获得了少量的灵气罐体，你获得了稀有级技能书巨力加持的奖励。你首次完成了当前秘境，奖励翻倍。你完成了当前秘境层数的最高评价，奖励翻倍。你可以选择6本技能书巨力加持，或者将其提升为优秀级技能书神力加持。在游戏里习惯了传奇级和史诗级的技能，猛然看到这稀有级的技能，叶枫都觉得有些稀奇。虽然优秀级的可能提升也不会太大，但6本稀有级，他就算送人都有点拿不出手。考虑了下，还是选择了提升。地上出现了一本散发着淡淡光芒的技能书，叶枫拿起后，脑海中就自动出现了这本技能的说明：神力加持，消耗约100点精神点数的临时降低，提升自身约 30% 的力量加持，持续时间1分钟。在秘境周围使用时，精神消耗降低为原来的 30%。叶枫摇摇头，这技能的效果简直太拉垮了，加成少，持续时间短。优秀级的都如此，恐怕稀有级的只能加持个 10% 左右的力量。而且相比于游戏的消耗法力，现实中消耗的是精神点数的临时上限。虽然没有冷却时间的限制，但对于不是全精神加点的玩家来说，在现实中使用技能还是比较有难度。这也是为什么前世战士类的职业在现实中大部分只能当炮灰的原因了。不过叶枫游戏中可是有2万多的精神点，哪怕只在1万的时候巨献过一次，也堪比神域小溪这样全精神加点的玩家。刚才连续释放建设类的技能都能轻松承受，这也是他一路秘境闯过来技能都不带停歇的原因。不过这本技能的效果对叶枫来说聊胜于无，他先将其收了起来，准备有机会拿给别人使用。通关了秘境后，他重新站在了那个入口处。第117章，通关秘境，那不是有手就行？在经历了比之前强出了很多倍的灵气罐体后，神秘的声音再次传来：你完成了对不入流秘境的探索和历练，你的探索进度评价为 SSS 级。作为第一个通关该级别秘境和第一个完成 SSS 评价的人，你将获得该级别秘境的冠名权。任意生物经过你的允许，均可探索挑战该秘境，获得的奖励会有 20% 自动反馈为你的收获。对于所谓的冠名权，叶枫并不在意，只是随便起了个有手就行的名字，倒是对可以让别人也来探索秘境比较感兴趣。这样的话，岂不是可以让马鹏路这些好兄弟也来刷一刷了？可就在他这样想的时候，目前成员上限为1。叶枫忍不住翻了个白眼，不禁吐槽道：上限要怎么提升？每通关一阶秘境，成员上限数量翻倍。叶枫这才表情好了些，那我这回就闯下一阶。不入流秘境评价符合条件，一阶秘境24小时后正式开放。叶枫摇摇头，好吗？今天是再没事情干了。他只好背上背包，带着12个运灵果和1本技能书往外走去。就在他的山林基地外面，有一个胖乎乎的男子正在门口跟几个看门人闲聊。他名为王永国，是一个地产开发商，目前的事业在魔都市发展。前段时间回来这边老家上坟烧纸，却意外发现了这片山林。原本他对这种地方并不感兴趣，这附近的区域经济太落后，开发起来也没什么收益。可在这山林跟前，他却发现了一个秘密，在这里面待久了，能让身心愉悦，甚至身体状况都有微弱改善。这个发现让他很震惊，也很惊喜。虽然贵为在魔都发展还不错的富豪，人生基本没什么特殊追求了，但他的父母因为早年间在农村劳作，落下了病根。即便他花费了不少钱，找了很多专家，都只能略微改善，无法做到根治。现在随着岁数大了，更是连维持住现状都难。这一直是他的一个心病。赚了这么多钱，却无法让父母享福，还算什么男人？所以发现这片山林的奥妙后，他就起了心思，甚至准备高价将这里买下来。虽然对外说准备要做个偏向旅游的山庄，但实际上也就是想给父母建个疗养院，想靠这里神奇的效果让父母的身体能好一点。可他没想到，仅仅是公司有事回了趟魔都，在回来的时候这里已经有主人了。难道还有别人也发现了这里的奥秘？王永国虽然有些遗憾，但却并不担心。就算对方也发现了这一点，想要依靠着赚钱或者别的目的，自己满足他不就行了？前面跟官方那边压价，也是笃定这里并没什么开发价值，想以此作为筹码，习惯性的节省成本。现如今秘密可能被人发现了，他为了父母可以不计较利益，谁买的这里，自己再出更高的价格从对方手里买下来不就行了吗？所以他公司的事情一忙完，刚刚有了空，就马上坐飞机快马加鞭回到了这里。只是门口居然弄了几个看门人，煞有其事的样子。
他也不好直接往里闯，给每人发了几根烟，就闲聊了起来。当得知这里新的主人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的时候，他彻底放下心来。这个岁数的人用的肯定是父母的钱，怕也只是一时兴起，自己只要出更高的价格，对方肯定不会拒绝。所以等到叶枫的身影一出现，他就自信地迎了过去。是叶总吧？我是王永国，您这块地方有没有兴趣出手？叶枫淡淡地瞥了对方一眼。姓王，还对这里这么上心，恐怕就是之前想买下这里的那个地产商王总了吧？是我，有什么事吗？王永国伸手示意，让两人来到了旁边，确保说话的声音不被那几个看门人听见。是这样，我对这片地方很看好，想从叶总的手里再买下来。叶枫摇摇头，不卖。王永国没想到叶枫这么果断的拒绝，脸色一滞。下一刻，他神色恢复了平静。我听过叶总是一个一购买的，我有意一五收购，不知道叶总能不能给个面子？叶枫依旧摇摇头，不卖。王永国叹了一口气，2亿可以了吧？这回报够高了。这山林开发起来赚不赚钱都不好说，卖给我你直接得到1亿的纯利润，该满意了吧？说罢，他自信地伸出手。没想到叶枫的表情丝毫没有变化。不好意思，2亿也不卖，我不缺钱。这下王永国人傻了，2亿都不卖，这是真不缺钱，还是另有企图？端详了叶枫一会，看对方的表情似乎真的对自己的出价不感兴趣。王永国有些无奈，只好打起了感情牌，直接将自己的真实目的全盘托出。最后说道：事情就是这样，我相信叶总你也是因为发现了这片山林的特异之处才选择的这里，我也是想让父母晚年享享福才这么急切。兄弟你给个面子，帮帮老哥。如果是价格不合适，兄弟你开，只要别太离谱，我都接受，大不了半辈子的努力都投入进去也行。要是有其他方面的原因，老哥我在魔都也有点人脉，兄弟你有什么事情尽管吩咐。叶枫有些惊讶，原本他以为这是个投机倒把的商人，想要靠发现的秘密来赚钱，没想到居然是这么回事。他巨蟹的基础属性里精神并不低，导致他的感知能力也比以前强了很多。对方说话时的心情波动，他也能感受到，能判断出来这个王永国说的是真话，忍不住重新看了他一眼，沉吟了下，他才说道：不瞒你说，这里的变化跟我有点关系，确实没办法卖给你。看到王永国一脸沮丧的样子，他心中一动，拿下背包掏出了2枚运灵果。我看王总也是个孝顺人，难得这枚果子应该能帮你父母调理下身体。这运灵果他刚刚走出秘境就已经试过了，服用后直接有一股精纯的灵气进入身体，可以梳理身体的问题，增强体质。只是这个增加的幅度对现在的叶枫来说实在有些少，哪怕12克全部都吃了，怕是都不如一次少量的灵气灌体。所以他对这运灵果也没有太看重，正好遇到这王永国看着顺眼，就直接送他了。王永国没想到叶枫会这样做，看着2枚运灵果愣住了。第118章，站着不动都打不过，这还怎么玩？王永国接过运灵果后，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了。愣了一下的功夫，叶枫已经走远了。他想追上去说声谢谢，可转眼已经不见叶枫的身影了。叶枫如今的身体素质，随便跑起来就跟汽车差不多，没几分钟就回到了别墅。正好马鹏路在做饭，叶枫就顺便等了等。吃饭的时候，几人也问起了叶枫被金钱帝国围堵的事情。如今这事件对外影响很大，不少人都听说了金钱帝国出动了不少顶尖玩家，将叶枫围困起来的事情。面对几人的关心和想要过去解救他的想法，叶枫也给他们宽了心，表示自己没受到什么影响，如今这种状态也是自己有意为之。他反倒提醒几人，钱多多等人正在疯狂练级中，可能等到他脱困就会去挑战4次进阶。史诗级进阶可是只有16个名额，别被对方带人给包圆了。几人纷纷表示自己目前的实力基本具备完成传奇级进阶的条件，等上线以后再合力刷2个副本，将主要技能再提升1级，基本就万无一失了。交代完以后，叶枫还小眯了一会，休息到精神饱满，这才重新上了线。就在叶枫下线的这段时间里，金钱帝国的众人简直是煎熬坏了。虽然叶枫人下了线，但他们却不敢离开，就怕叶枫只是假装下线，等他们人不在就上来，用什么手段脱困。所以越来越多的主力玩家在被钱小盾召唤而来后，都是围着叶枫角色所处的位置等待着。1个小时过去了，叶枫没上线；2个小时过去了，叶枫还是没有上线。众人等得都要崩溃了。虽然钱多多趁这个机会在不停地刷副本，等级已经提升到了3阶40级，还攒了好几百万经验，可这么多人耗在这里也是隐性的损失。
就在时间过去了将近3个小时，有一部分人实在等不住，跟钱小盾请示要率先离开的时候，叶枫的角色形象从灰暗变得鲜艳。钱小盾神情一震，快要哭出来了。大哥，你终于上线了，再不上来，这帮兄弟都要被你熬死了。辅助给队员加状态，有负面效果技能的全部往剑身上扔。牧师准备好，给气血低的队员加血，防止被对方反击死。主力攻击队员听我指挥，准备释放技能。在他快速的指挥下，4-5支队伍累计20个多玩家全部开始操作起来，五颜六色的光芒不停地在玩家之间闪烁，还有好几个技能朝着叶枫的身体丢了过来，一排排的系统提示疯狂地飘过。你受到了玩家金钱帝国恶灵的传奇级技能藤蔓缠绕的攻击，你的装备御魂守护之盔的特性精神守护发动，该次技能效果被免疫了。你受到了玩家金钱帝国小贝的传奇级技能虚弱诅咒的攻击，你的装备御魂守护之盔的特性精神守护发动，该次技能效果被免疫了。目前的阶段里，普通玩家大多使用的卓越级技能，顶尖玩家才有财力学习和提升传奇级技能，诅咒类的更是少之又少。可这个级别的技能，叶枫已经不太在乎，一大堆的负面状态技能丢了过来，几乎没有对他产生效果的。钱小盾看无法再削弱叶枫的实力，之前释放的破魔真芒的效果还在，不能再耽误，他马上命令发动进攻。在对方攻击之前，叶枫再次对自己释放了愤怒献祭，他真怕对方的攻击不够，破不了自己的防御，导致自己的反击效果发挥不了。而就在他释放完技能的一瞬间，众多技能朝着他的身体蜂拥而至，无数道伤害接连飘起。-82654， -112236， -47552， -92554。看到这样的伤害，钱小盾眼神都有些激动。这一秒几十万的伤害，对方肯定扛不住了吧？可叶枫依然屹立不倒。倒是他们这边的玩家，因为各种爆发性的技能打出的高额碾压性伤害，被反击死了好几个。继续，他血肯定不多了。钱小盾连忙大喊道。刚才他看得很清楚，叶枫头上虽然也飘起自动恢复气血的数字，但已经从之前的降到了目前的不到10万。由此可见，对方的气血上限在他们的各种技能限制下也是降低了不少。按目前他们这方玩家的全力输出下，每秒钟基本能输出50万以上的气血，对方气血恢复跟不上，肯定是坚持不了太久了。钱小盾看到了胜利的希望。而就在经历了第3波攻击，钱小盾感觉叶枫至少掉了100万以上的气血时，叶枫抬手从容地释放了一个技能，加1022548，一个血红色的泉水模样的形态出现了叶枫头顶。钱小盾面如死灰，心中惊骇无比。那个困境技能下，对方应该是什么都做不了，为什么现在还能释放技能？而且这个技能的效果还如此变态，他们几十个队员连着攻击了3波掉的血，被对方一下子就恢复回来了。不仅如此，就在零散的几道攻击后，又是连续2道气血自动恢复的效果在叶枫头上飘起，加98256，加222236。除了原本的自动恢复效果，另外一道气血恢复自然是叶枫刚才释放的生命之泉的附加效果。生命之泉使用后，将在自身或者队友头顶生成一处生命泉水，一次性恢复30%气血，并且每秒持续恢复自身5维属性相加的固定气血，持续1分钟，冷却时间10分钟。以他现在的5维属性，让这个附加的效果十分的强大。虽然持续时间只有1分钟，但却让叶枫在这期间的续航能力大大提升。直到生命之泉的效果结束，叶枫的气血还是满值。而金钱帝国那一方，原本20多人的阵容却被反击致死的只剩下5个人了。看着七零八落的阵容和剩下几人眼中的疲惫和恐惧，钱小盾的眼神也变得绝望起来。对方站着让自己打都打不过，这还怎么玩？第119章暴涨的属性，会长大事不好了。钱小盾等人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地步，就连刚才死亡的机队人马在呼叫的时候也称自己突然有事，暂时过不来了。剩下的几人中缺少牧师，也不敢贸然攻击了。叶枫看对方没反应了，开始忙活合成。他在4阶的3门技能已经全部学习完毕，等级也已经提升到位，只差服用够数量的属性点就可以进阶了，直接开始合成属性果实。如今他的背包里各种品质的属性果实都有，几天下来积攒了很多，只是几分钟时间就合成出了第1颗属性果实。8品质史诗，要求最低4阶使用，增加1088点自由属性值，
原本只能增加120点随机属性值的史诗级果实，在被经过了累计8次的合成后，直接大变样。这样一颗几乎顶别人的10颗。叶枫继续合成着，不断有着达到了合成上限的成品出现。像这样直接增加自由属性值的是最多的，还有很少的一部分是增加某一个固定的属性值，不过数值也会更高一点，在1300到1500之间。偶尔有增加全属性的，那就是属于极品了。直接增加400点全属性，都相当于2000点的自由属性点了。它作为9星职业，4阶的使用上限数量跟之前一样，都是90颗，但同样的数量下，可增加的属性值却高出了太多。当叶枫在不停合成的时候，对方几人可能是叶枫突然没动作了有问题，也可能觉得之前释放的减属性技能时间快要到了，再不攻击就浪费了，又来骚扰了几下。叶枫在对方攻击第2下的时候，也再次使用了愤怒献祭。在几人释放了各自的大招后，纷纷被自己的高额伤害反击而死。原本热闹的一群人，只剩下钱小盾和释放了恶灵困境的大翔了。叶枫看了2人一眼，钱小盾吓得一个机灵，往后退了几步，似乎是觉得自己这个样子有些羞耻。钱小盾连忙说道：“你别嚣张，我们有的是办法治你。”叶枫有些无语，你们一大群人堵了我几个小时，还说我嚣张，有没有天理啊？看了眼困境效果，依旧还有10个小时的时间。神圣庇佑倒是冷却时间好了，他再次对自己释放了一次。你使用了神圣庇佑，你所处的困境异常状态发生了变化，你被拖入了困境，移动速度减少 25%， 攻击力下降 25%， 全属性下降 11.25%， 获取经验减少 22.5%， 百分号可使用史诗级以及以上品质的技能，使用传奇级技能效果减半，持续时间5小时。叶枫没想到神圣庇佑的效果这么强，不但再次将时间减少，其他负面的状态再次减弱一半，甚至就连使用技能的限制都有所降低。这样岂不是再使用一次的话，就可以正常使用传奇级的技能了？这个发现让他心情好了不少，开始继续默默合成属性果实。半小时后，他成功的合成出了90颗属性果实，将其全部选择了使用后，自身的基础属性又一一提升不少。光是增加全属性和某一项指定属性的果实，就为他的每项属性带来了少则6000多，多则1万多的增幅。增幅最多的是精神点数，换以前他可能会觉得可惜，但现在由于精神点数可以提升在现实中的战斗力，他反而觉得也还不错。除此以外，他还富裕了8万多的自由属性点，算上之前升级还没加完的，足足有9万点。他原本想加在敏捷和精神上，让这2项都达到10万点，激活第3阶段的隐藏加成，以及第3次巨献的界限。可想到自己等会可能就能进阶，他心中一动，选择了除了力量外，其他属性均匀的全部提升。当他合成服用完这90颗属性果实后，发现背包里的存货居然消耗了还不到一半。正好钱小盾似乎被吓破了胆，没有再呼叫人来骚扰。趁着这点清静，叶枫继续合成，甚至他还抽空又合成出了3本合适的史诗级技能。等到完成5次进阶，就可以直接学习了。准备好了一切，又过去了2小时。你使用了神圣庇佑，你所处的困境异常状态发生了变化，你被拖入了困境，移动速度减少 11.25%， 攻击力下降 11.25%， 全属性下降 6.25%， 获取经验减少 11.25%， 可使用传奇以及以上品质的技能，使用卓越级技能效果减半，使用普通攻击伤害减少为原有效果的 50%， 持续时间1小时30分钟。这下不光是可以正常使用传奇级的技能了，就连普通攻击都能使用了，其他负面状态更是降到了微乎其微的地步。叶枫深呼一口气，终于可以动弹了。他只是往前一步的动作，就让钱小盾眼神惊骇。这剑为什么可以移动啊？他看向了身边的大翔，对方也是一脸费解，连忙解释道：“我确实受到了他释放技能，减弱了我困境技能的提示。可我这是史诗级技能，神话级优先度啊，减少持续时间也能理解，怎么可能连负面状态都能减弱？这个问题太复杂。”2人都想不明白，叶枫却不愿意再耗在这里了，直接对着2人挥出一剑：-1876532，-938266。即便攻击力被降低，最终伤害被减少一半，但以叶枫20多万的伤害下，面对2人区几千点的防御下，还是轻松打出了碾压性的伤害，甚至只是 50% 的建设伤害效果，都足以将另一人直接秒杀。直到2人死亡的时候，都还想不明白，为什么对方吃了无数负面状态，被工会伤害最高的输出打出碾压伤害后，也就最多受到10万来点的伤害，而对方处于各种负面状态下，大打折扣的随手一剑还能打出100万级别的伤害，甚至连建设伤害
都有90多万。大翔简直要崩溃了，我才9万多的血啊，你打我90多万干嘛？秒杀了2人后，这里瞬间变得清静起来。虽然移动速度被降低，但叶枫的身影还是非常飘逸。既然攻击手段还能生效一部分，他准备在进阶之前先把今天的副本再刷了，不然等自己进阶后，不少等级的副本次数就浪费了。就在他重新进入4阶地图，开始飞奔在各个等级副本之间的时候，钱小盾在复活点给钱多多发去了消息：会长，不好了，剑脱困了。